龙国彩云省河阳市第一高中。同学们，今天就是你们正式转职的日子，从今天开始，你们将会正式开启你们的职业之旅，希望你们都能成为我们学校的前辈秦孝武那样的超凡强者。班主任老师慷慨激昂地说着，顿时很多同学都激动地叫了起来。现在这个世界早就已经和游戏融为一体，所有人生来就是玩家的身份，拥有属性面板，但是直到高3之前都会进行理论学习，到高3才会进行转职。而今天正是进行转职的日子。听着班主任慷慨激昂的演讲，还有旁边同学们的激动，秦风目光闪烁，我这是重生到了3年前。带着这个疑惑，他就跟着全班队伍来到了转职大厅。转职大厅非常气派，挑高10多米，里面有几座10米高的雕像，分别是战士、法师、射手、格斗家、圣职者。要转职成哪个职业，就走到哪个职业雕像下面，接受职业印记，就可以完成转职。看到这几个威风凛凛的职业雕像，想到马上就可以转职成功，所有同学都是一脸的激动，就连秦风也是如此。喂，秦风，你激动的毛啊？大少爷说了，让你转职生活职业。这个时候，一个公鸭嗓一样难听的声音在秦风耳边响起，他顿时皱起眉头，就看到一张尖嘴猴腮让他极度厌恶的丑脸。这人叫做秦寿，是秦家早就出了武夫的旁支，因为现在秦家出了一个超凡强者秦孝武，成为超凡家族，迅速发展壮大。这秦寿的父亲听到之后，就马上攀关系进入了秦家做下人。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拍马屁的功夫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在秦家混得还不错，早就当上了管事。秦寿跟他爹一样，从小就做了秦家大公子秦霜的狗腿子，在秦霜面前，他是阿谀奉承、奴颜卑膝。但是只要出了秦霜的视线，这秦寿立刻就原形毕露，看人的时候都是用鼻孔看人，说话做事也都是狐假虎威，一直把秦家大少爷秦霜挂在嘴上，就好像秦霜是皇帝，而他就是传达皇帝圣旨的太监一样。秦风的身份就有点尴尬，因为他是秦孝武的私生子，他从来没有见过母亲。他虽然是在秦家长大，可是见到秦孝武的次数却是用1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秦孝武这个当父亲的对他不闻不问，也越发让秦家大夫人对他更加严苛。虽然名义上是秦家少爷，可是实际上他在秦家的生活连仆人都不如。如果不是怕闲言碎语，秦家大夫人甚至恨不得直接把他赶出秦府。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就算是秦寿这样的一个下人，狗腿子对他也是随意欺压，颐指气使。只见秦寿指着一旁的一个小门说道：“看到没有？那个副厅才是转职生活职业的地方，你应该去那里转职，不要妄想着转职成主战职业。还有，就算是生活职业，铁匠和裁缝以及附魔师这样费钱费资源的，你也不能转，只能转职成矿工和伐木工这2种。不只是大少爷，大夫人也说了，秦家不养废物。你虽然废物，可是砍树、挖矿应该还是能做的，听明白了吗？”秦风冷冷一笑说道：“秦寿啊，你爹给你取名秦寿，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取错，你还真成了别人的一条狗。不过你自己愿意做狗，不代表别人都和你一样想要做狗。你说什么？”秦寿一愣，随即暴怒。一直以来，秦风在他面前都是唯唯诺诺，不敢对他反驳，哪里能想到今天的秦风跟吃错药一样，不但反驳他，甚至还开口骂他。这怎么能不让他愤怒？你竟然敢骂我！话还没有说完，扬起手就要朝着秦风的脸上打。秦风后世3年经历了很多，虽然现在还没有转职，可是那些战斗经验依旧还在，哪里是秦寿能比？身体稍稍后仰，就躲过了对方的巴掌，而秦风自己的巴掌也同一时间打了出去。啪！响亮的耳光声音在大厅中响起，秦寿的丑脸上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啊！你这该死的杂种竟然敢打我！我杀了你！秦寿越发愤怒起来，他虽然在秦霜面前奴颜卑膝，任打任罚，可是在别人面前却极爱面子，尤其是现在竟然被他非常看不起的秦风当场打脸，这让他根本就压不住心中的怒火，怒吼一声就朝着秦风扑了过来。秦风依旧风轻云淡的侧身躲过，然后脚下一勾，秦寿就栽倒在地，摔了个狗吃屎。这么大的动静立刻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自然也包括班主任。你们在干什么？给我停手！班主任立刻大声呵斥着走了过来。班主任，秦风他骂我还出手打我，你看我的鼻子都流血了。秦寿爬起身来，立刻就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恶人先告状的说着：“秦风，你怎么回事？”班主任看到秦寿鼻子的确是出血了，就对秦风问着。秦风立刻说道：“班主任，我并没有骂秦寿，是秦寿先跟我说话，然后我叫了秦寿的名字而已。”转头对着秦寿说道：“难道你的名字不是秦寿吗？”秦风还故意把秦寿2个字咬得很重，就是在故意当着全班所有人的面骂他，可是秦寿又说不出什么来。谁让他爹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和秦寿同音的名字呢？秦风这话一出，
顿时整个转职大厅都爆发出一阵哄笑出来。你！禽兽愤怒地指着秦风，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最后说道：“那你打我总是事实吧？我的鼻子都流血了，这可是铁证。班主任，您可要为我做主啊！”班主任闻言也不得不再次对秦风说道：“秦风，你怎么说？”秦风耸耸肩说道：“这就更不关我的事了。实际上是他要动手打我，我只是躲避开他的攻击。他因为用的力量太大，自己倒在地上，把他自己的鼻子磕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真要追究的话，那也是我追究他的责任，而不是他来追究我的责任。如果不相信的话，这转职大厅可是有好几个监控摄像头的，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肯定都被拍下来了。看下录像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秦风说完，指了指转职大厅四周的好几个摄像头，说着：“第2章，转职射手。”这下禽兽无话可说了，他自己也知道是他自己先动的手。如果是在秦家的话，自然是可以颠倒是非，把秦风往死里打。可是这里是学校，更是转职大厅，对国家层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这里的摄像头拍下来的视频会直接上传到政府部门，所以即便是秦家在河阳市权势很大，也不能随意篡改录像内容，更不会为了他一个奴仆去做这样违法的事情。班主任也看了一下4个摄像头，知道秦风说的不会有错。他看向禽兽问道：“禽兽同学，你是要查看录像继续追究吗？”我……禽兽一脸憋屈愤怒地看着秦风，可是最后还是说道：“不了，我大人大量，不跟他计较了。”秦风冷笑一声，没有跟他继续做口舌之争。不过他这一声冷笑却是满含着嘲讽的意味。那禽兽听了之后更是气得满面通红，鼻血流得更多了。那好，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吧。禽兽同学，你要去医务室治疗一下鼻子吗？班主任也不想在转职这么重要的时候出什么幺蛾子，宣布这件事情到此为止。禽兽说道：“不用了，老师，我马上就要转职战士，到时候身体素质加强，鼻子会自动好的。”说完之后，他又一脸恶毒地看向秦风说道：“至于某人吗，却是只能转职成矿工或者是伐木工，嘿嘿。”话语里的意思非常明显，以后肯定会加倍的把今天的场子给找回来的。到时候他是战士，而秦风只是一个副职业，肯定完全不是禽兽的对手。班主任也知道秦风和禽兽之间的关系，这都是秦家的家事，他一个做老师的管不了那么多，对秦家的事情也没有能力去管。他只能是对秦风说道：“秦风，接下来该你转职了。之前老师就跟你们说过，虽然根据个人身体素质的不同，有的人适合转职战士，有的适合转职法师，但是想要转职成什么职业并没有任何限制，你想要转职成什么职业就可以转职成什么职业。”秦风闻言对班主任感激的一笑，他这明显是想要帮助自己，却是因为身份低微不敢管秦家的事情，只能简单的提醒一下而已。谢谢班主任。不用谢，去转职吧。班主任也笑了笑说着，随后秦风就朝着前面的转职导师雕像走去。禽兽看到秦风竟然不是去旁边的副职业大厅，而是去了主战职业雕像，顿时就尖声叫道：“秦风，你想干什么？难道你要违背大公子和大夫人的命令，连他们的话都不听了吗？”班主任闻言立刻对禽兽警告说道：“禽兽同学，这里是转职大厅，是非常庄重神圣的地方，这里是不允许大声喧哗，更不允许干扰其他同学转职。你如果再这么做的话，我这个班主任不得不按照转职法把你请出去了。”哼！禽兽冷哼一声，不再说话。不过他却是眼神阴狠地盯着秦风，秦风却是风轻云淡，对着他笑了笑，差点把禽兽气死。禽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秦风走到了射手导师雕像下面，开始了职业传承，气得他牙齿都要咬碎了，想要阻止，可是刚刚班主任已经警告他一次了，如果他还敢大声阻止的话，怕是真的会被驱赶出去，甚至就算是叫来警察关他个几个月都是正常。因为自从整个世界游戏化之后，转职就是一件关乎到人生的大事，其重要程度类似以前的高考，谁敢在高考的时候作弊或者是干扰他们，都是重罪。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别说是禽兽，就算是秦霜，甚至是秦家大夫人，亦或是秦孝武这个超凡来了，也不能，更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干扰和阻止秦风转职。秦风看着面前巨大的导师雕像，深吸一口气，前世的种种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前世的时候，他就是迫于秦霜和大夫人的压力，只能非常憋屈的去做了一个矿工而已。之后禽兽这个秦家的下人都可以转职成主战职业，风风光光，他只能眼睁睁的羡慕。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去暗无天日的矿洞挖矿，即便是挖出来矿石，那也不是他的，全部都是秦家的。他辛辛苦苦挖出来的东西，最后都给秦家人做了嫁衣。那样辛苦而又暗无天日的日子，他足足过了3年。或许是老天爷都看不过去，在他挖矿的时候挖到了一枚神话级的技能宝石，这是最高级的物品，即便是神明也渴望得到，
可遇不可求。而且每一个神话级的物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技能宝石这种整个世界游戏化几十年，到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神话级技能宝石，连一个手掌都能数得过来。每一个得到神话级技能宝石的人都成为了玩家中的传奇。他即便只是一个矿工，只要能使用这个神话级的技能宝石，照样可以成功逆袭。只是这神话级技能宝石出现之后，系统就立刻全世界进行广播，这也让秦风根本就没有机会回到转职大厅，就被秦霜等人堵住，生生虐杀了他。没错，就是虐杀。因为秦风想要私自使用这枚神话级技能宝石，而在他们眼里，秦风就是一个下贱的贱种，别说不配使用神话级的技能宝石这么珍贵的东西了，就连主战职业他都不配拥有。再加上秦风宁死也不愿意把神话级技能宝石给他们，所以秦霜他们一怒之下就把秦风活生生虐杀而死。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死了之后竟然重生到了3年前转职之前。这次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去转职矿工，而是要转职成他喜欢的主战职业射手。他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伸出手掌按在面前的射手印记上，光芒亮起，一股神秘的力量进入他的手掌。第3章神话级唯一技能，丁，构筑弓箭手模板，丁，构筑背包，丁，构筑技能。很快这一股力量就为他构筑成功了射手模板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随后就在他的手背上形成了一个弓箭的印记，这就是射手印记。看着这个射手印记逐渐成型，秦风心里莫名的激动，自己终于转职成了主战职业，他将会有足够的能力掌握自己今后的道路。射手印记成型之后，就算是转职成功也可以离开了。只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系统声音再次响起，叮，检测到转职者背包中有可使用的技能石，是否使用？技能石？秦风一惊，随后整个身体都忍不住的微微颤抖起来。不会是那个技能石吧？他颤抖着唤出了背包，在第一格就赫然躺着一枚散发出七彩光芒的技能石，正是他之前挖到的那一枚神话级技能石。他竟然也跟着自己重生了，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想到自己都能重生回来，这技能石跟着自己重生也就没有那么不能理解了。立刻使用！秦风强忍着激动说出了这句话。叮，使用神话级技能石成功，恭喜转职者获得神话级唯一技能归一。归一，所有的异常状态触发几率都可以叠加到某一个异常状态上，异常状态包括但不限于流血、冰冻、灼烧、感电、中毒、石化、眩晕、睡眠、减速、束缚、失明、混乱等。我擦！看着这个神话级唯一技能，秦风整个人都傻了。这技能也太强了吧！异常状态的触发几率竟然可以叠加，这不只是强，这简直就是逆天啊！怪不得但凡是得到神话级技能时的人都成为了传奇。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职业拥有这么一个技能，都可以成为传奇。他秦风也会成为传奇。秦风，秦风！这个时候，身边传来了班主任的声音。秦风这才反应过来，老师，怎么了？转完职就可以离开了，后面的同学还在等着呢。你已经在这里傻笑1分钟了。班主任轻声说着，不过后面还是有几个人听到了，顿时引来了一阵轻笑。啊，哦，抱歉，我这就走。秦风赶紧转身离开，高兴的过头了，竟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1分钟。他走到禽兽身边的时候，禽兽阴冷刻薄的声音再次响起：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我已经把这事情发消息给大少爷和大夫人说了，他们非常生气，到时候你就算是跪地求饶，都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秦风微笑的看着禽兽淡淡说道：本来我是可以反驳，甚至是骂回去的，可是我现在心情好，不反驳了，因为没有必要。你就是一条狗，我身为一个人，不跟狗一般见识。说完之后，也不给禽兽说话的机会，直接转身离开，只留下禽兽看着秦风的背影，咬牙切齿。出了学校，他就朝着秦府走去。他实在是不想再回到那个地方，可是住的地方还有一些东西，他不得不拿回来。很快就到了秦府后门。秦家是河阳市最大的家族，所以即便是后门也是非常气派。不过秦风对秦府大门看都没看，而是进入了旁边的破旧小门。这是秦家专门放置杂物的院子。秦风并不是白住在秦家，而是要整理杂物，以及很多脏活累活都要他干，稍微干得不好，秦家上上下下甚至是奴仆都可以训斥。在大夫人的默许之下，他在秦府的地位还不如最低贱的奴仆。小院角落里有一个逼仄的小房子，这就是他住的地方。推开小木门，里面空间虽然狭小，但是却很干净整齐。墙壁上挂着一张遗像，是一个和蔼的老奶奶。这是抚养他长大的李奶奶，如果不是李奶奶的话，他早就死了。可惜的是，3年前李奶奶就离他而去。
他回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带走李奶奶的遗像。随后他搬开角落的柜子，抠出墙壁上的一块红砖，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小盒子沉甸甸的，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些金币。没错，就是金币。但是这并不是原来世界的金子，而是游戏币。自从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之后，游戏币就有了稳定的产出，而且全世界通行。很快，游戏币就取代了人类货币，成为世界通用货币。他这盒子里面一共有400多个金币，是他最近5、6年时间利用一些零碎时间打零工赚到的，就是为了在转职高考的时候作为自己的启动资金。只是前世的时候，他受到秦家大夫人的压力，被迫转成了矿工，辛苦积攒的这些金币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不过现在却是可以用上了。将金币放进背包，叮，获得465金币。465金币吗？应该可以买几件低级装备。拿完东西，秦风掉头就走。他对这里再也没有任何留念。可是刚刚出门，外面就有一大群人冲了过来，每一个都是凶神恶煞，有些手里还拿着棍棒，看着他眼神不善。好啊，你这小杂种竟然还敢回来！最后进来的是一个贵妇人，容貌姣好，气势威严，但是眼神恶毒，语气刻薄。看到秦风之后，立刻就破口大骂：秦风，你这小畜生竟然敢违背我的意思，转职成主战职业，简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秦志高，把这小畜生给我拿下，打断他的狗腿，让这小畜生知道违背我命令的下场。第4章，想杀我，秦家满门都要给我陪葬。后面一句话是对他身边的一个尖嘴猴腮中年男人说的，他就是禽兽的亲爹秦志高。秦志高闻言，立刻就恭敬的领命说道：是，大夫人。原来这女人就是秦家大夫人李凤仪，名字是好名字，只是人却是太过恶毒。之前禽兽已经把秦风转职成主战职业的事情发消息告诉了李凤仪。李凤仪知道后大怒，如果不是秦风还在学校，他立刻就要派人去把秦风抓回来。谁知道没一会就有下人过来汇报说秦风自己回来了。李凤仪想也没想，立刻就带着人杀了过来，正好把秦风堵住。就听秦志高尖声叫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绑起来！是。一群秦家奴仆立刻就朝着秦风包围过来。我看谁敢！秦风浑然不惧，大声喝道：我现在是转职期间，正在高考，谁敢动我，立刻就触犯转职法、高考法。正在包围过来的奴仆闻言，立刻就停下脚步，迟疑起来。秦风举起右手，把手背上的射手印记暴露在众人面前。而且我现在已经成功转职主战职业，自动进入新人保护期，在结束高考之前，我遭受到的任何攻击信息都会直接实时上传到中央总服务器。你们这些人对我做出任何攻击，都会触犯新人保护法。触犯新人保护法的代价，你们能承受得起吗？秦风义正言辞，厉声喝问。顿时那几个奴仆都吓得后退，不敢靠近，因为他们都知道触犯新人保护法的后果非常严重。所谓的新人保护法，就相当于游戏入侵以前的儿童保护法，一旦有成年人伤害到儿童，那就是震惊全国的大案。现在的新人保护法对新人的保护比以前国家对儿童的保护更加严格，惩罚更为严厉。没办法，实在是因为游戏融合现实一开始的那几年，有一些人做得太过了，有一些超凡强者家族为了维护他们家族的利益，从一开始的打压新人，干涉他们转职，到后来的直接屠杀新人，很多天才就是这样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国家对这样的事情屡禁不止，后来一怒之下发布了新人保护法，甚至直接展开了为期3年的严打，最后狠杀了200多个超凡强者，用这200多个超凡强者的性命狠狠地震慑了那些超凡家族。自那之后，新人保护法就成为悬在那些超凡家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任何虐杀新人的行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制裁。秦志高看到众人被秦风的言语吓到，大声训斥说道：你们不要听这个小畜生的胡言乱语，快点把他抓起来啊！但是众多家仆却是互相推搡，谁都不会真的动手，毕竟他们不是真的奴仆，卖身给秦家，生死都被对方掌控。他们只是在秦家做事，签订的也只是普通的劳务合同而已。他们也不是法盲，新人保护法早就已经深入人心，自然不会为了一个区工作就冒着死刑的风险触犯新人保护法。秦风冷笑，对秦志高说道：秦志高，你当别人都是傻子吗？你自己不想死，就怂恿别人去死。你自诩是秦家最忠诚的狗，为什么你不自己亲自动手来抓我？难道你口口声声对秦家的忠诚都是假的吗？你……秦志高想要反驳，可是又无从反驳，因为他自己真的只会耍嘴皮子，对李凤仪跪舔。真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他却是一个怂货。他悄悄看了一眼李凤仪，却是被李凤仪骂了一声废物，吓得秦志高赶紧低下头不敢说话。
李凤仪尖声对秦风骂道：“你这小畜生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拿法律来压我！对你这恶毒的老钱婆，我又有什么不敢的？”秦风直接骂了回去，这一下却是把李凤仪骂得呆愣住了。他一脸的不可思议，都已经多少年了，在秦府之中，甚至是整个河阳市，都没有人敢骂他了。他万万没想到，在他眼里连最低贱的奴仆都不如的秦风，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他。好一会，他才反应过来，涨红着脸，不敢置信地指着秦风说道：“你这小畜生说什么？你竟然敢骂我？骂你这老钱婆又怎么样？”秦风再次骂了回去：“怎么，只准你骂我，不准我骂你吗？你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东西？皇帝还是太后？整个国家都是你的吗？不知所谓的傻逼！你！之前都是李凤仪骂人，哪里曾被这么骂过？”顿时差点没有被气死过去，用颤抖的手指指着秦风说不出话来：“你什么你？你这老钱婆，有胆就亲自动手试试！我倒是很希望你能动手杀了我，用我一条贱命换你秦家满门陪葬，我倒是非常乐意。”秦风光脚不怕穿鞋，一副要跟秦家同归于尽的架势，顿时就把李凤仪给镇住了。他几乎要被气得吐血，浑身颤抖着指着秦风说道：“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你不要忘了，你也姓秦，你也是秦家人，是秦家把你养大的，我更是你的母亲。你竟然敢骂我，还想让我们秦家满门死光，你这怎么可以这么恶毒？我去你妈的，就你也配提母亲这个词？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恶毒的后妈而已，而且恨不得我马上去死的后妈。我5岁的时候，你就让我去扫厕所，什么脏活累活都要我去干，稍微不如你的意，不是打就是骂，3天2头不给我吃饭，冬天的时候给我被子上浇水，我生病的时候，你不但不给我找医生，李奶奶可怜我给我找了医生过来，结果你又把医生赶走，李奶奶都被你教训了一顿，如此种种，多不胜数，都是你这恶毒的老贼婆做出来的事情。如果不是有李奶奶照顾我的话，我早就被你虐待死了。就你这样恶毒的老贼婆，竟然还有脸说是我的母亲，你不觉着恶心？我都要吐了！”秦风勃然大怒，把李凤仪骂了一个狗血淋头。第5章，警察到来。秦风所说的这些事情，基本上秦家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所以就连旁边的那些奴仆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在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看李凤仪。“你这小畜生，竟然敢污蔑我！”李凤仪快要被秦风给气死了。他虽然的确是做了这些事情，可是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被曝光出来。平时那些奴仆就算是知道，也不敢乱嚼舌头，可是现在却被秦风当众说出来，简直是让他丢尽颜面，几乎不可容忍。他自己就是一个40多级的法师，现在几乎被秦风骂得失去理智。他手心逐渐凝聚出了一个火球。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警车声，一辆警车停在门口，2个警察从车上下来，手臂上还有一个臂章，上面写着监考2字。这不是普通的警察，而是从中央派下来的监考警察。问道：“谁是秦风？”“警察同志，我是秦风。”秦风赶紧走过去说着。在李凤仪等人出现并且堵住他的第一时间，秦风就已经通过系统功能报警。游戏融合现实之后，以前的手机等各种通讯工具都相继被淘汰，因为游戏系统自身就有通讯功能，而且比手机还要方便得多，只要心里默念就能通话。他也不是完全不把自己的小命当回事，所以就提前报了警。他现在是在高考期间，还是新人保护期，所以警察得到他的报警之后，立刻就出警赶了过来。“你报警说有人要杀你，到底怎么回事？”警察问着。“就是他们想要杀我。”秦风一指李凤仪等人说着。“警察叔叔您看，他已经在凝聚火球术了，他可是40多级的法师，而我只是一个新人，他这一个火球下来，我必死无疑，到时候我就会成为我们河阳市20多年第一个在高考期间被杀死的新人。距离上次严打已经过去了20年，这20年时间里面，河阳市再也没有出现过新人被高等级强者杀死的恶性案件了。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案件的话，那么肯定会成为震惊全国的大案，甚至河阳市市长都要引咎辞职。这样的事情不可谓不大。2个警察也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听到秦风的话之后，顿时就紧张起来。他们看向李凤仪，对方手心里面果然有一团火焰，立刻就把秦风保护在他们身后，甚至是拿出了盾牌，一副警惕的样子，质问道：“秦夫人，你可不要乱来，杀新人可是重罪，高考期间杀作为考生的新人更是重罪中的重罪。”听到警察的话，李凤仪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把已经凝聚起来的火球给散掉，解释说道：“警察同志，你们可不要听信他的一面之词，我可没有要杀他，我是他。”本来李凤仪想要说是秦风他妈的，可是看到秦风随时要开骂的样子，赶紧把那个字给收了回去，改口说着：“我是他长辈，他犯了错，我是在教育他而已。”谁知道他竟然报假警，警察同志，报假警是不是也是犯罪？是这样吗？警察对秦风问着。
警察叔叔，刚刚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已经录了视频，您可以看视频看看到底是谁在说谎。秦风说着就打开系统面板，把视频给调了出来。系统集成了很多功能，录像功能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功能。李凤仪本来以为可以反过来污蔑秦风一波，谁知道秦风竟然还录了视频，顿时脸色再次难看起来。好啊，你这小畜生竟然还敢回来，把这小畜生给我抓起来，打断他的狗腿。警察同志一打开，立刻就看到李凤仪那张恶毒尖酸刻薄的脸，还有从他嘴里骂出来的脏话，而且这视频是以秦风的视角录下来的。警察同志看视频的时候，就好像是李凤仪在骂他一样，顿时就皱起了眉头。李凤仪脸色更加难看，他虽然尖酸刻薄、变态恶毒，可是那都是私下里，在外人面前，他一直都非常注意自身的形象。按照以前的说法，就是立了一个好人设，可是现在在这两个警察面前，却是直接人设崩塌。警察同志，李凤仪想要说点什么，可是却是被两个警察伸手阻止了。秦夫人有什么话要说的话，等我看完视频再说。李凤仪无奈，只能用恶毒的眼神看了秦风一眼。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估计秦风已经被杀死几百次了。事情从发生到警察到来，不过是短短的几分钟而已。警察很快就看完了视频，他对李凤仪警告说道：“秦夫人，我知道您的丈夫是秦孝武先生，他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大的超凡强者，现在还在组织中担任要职，立下很多功劳。可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任何权利凌驾于新人保护法之上。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我明白了，警察同志，我一定会严格遵守法律的。李凤仪说着，虽然心里万分愤怒，可是面对这两个从中央下来的监考警察，他也不敢造次。随后那警察看向秦风说道：“秦风，在这件事情上你还有什么诉求吗？”没有。秦风摇了摇头说着，警察能及时出现保护他不受伤害，他已经非常感激了。至于别的，他已经不敢奢求，毕竟李凤仪并没有真的开始攻击到他，他也没有受伤，所以严格来说，对方还没有触犯新人保护法。既然如此，他就没有理由利用法律来惩罚对方。再说，他和对方的仇恨已经到了无法化解的地步，他并不想利用法律来报仇，而是要亲手报仇。既然如此，那这件事情就此结束，你在出警会之上签字吧。秦风签完字之后，这次的出警任务就算是结束。那警察非常好心的对秦风说道：“秦风，要不要我送你回学校？”不用了，警察叔叔，我自己可以的。秦风婉拒了对方的好意，对方这明显是想要保护秦风，只要到了学校，李凤仪无论如何都不敢在学校伤害秦风的。第6章一定会把那小畜生的腿打断。好吧，你小心点，我们走了。说完之后，两位警察同志就离开了。秦风，你个小杂种，竟然敢报警！警察一走，李凤仪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开骂。可是秦风直接骂了回去：“你个老钱婆，嘴巴放干净点！我现在还在继续录着像呢，而且随时都可以再次报警。你如果想要警察再过来的话，你就继续骂。”你，李凤仪嘴巴都快要气歪了，想要继续骂，可是又怕秦风真的再次报警。平时的时候，警察都是河阳市的，他还可以依仗秦家的权势压下去。可是现在是高考期间，来的警察都是直接从中央特派下来的监考警察，他秦家权势的影响立刻就降低到了最低点。最重要的是，最后丢脸的肯定还是他。你好，你很好，这里是我秦家的院子，你这小畜，你赶紧从我秦家的院子里滚出去！秦风冷笑一声，转身离开，再也没有一个人敢阻拦他。夫人就这么放这小畜生离开了。眼看着秦风大摇大摆的离开，秦志高立马表现出一副秦家忠犬的样子说着，结果李凤仪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骂道：“你这废物还有脸说，刚刚你为什么不动手杀了他？如果你动手杀了他的话，我也就不用受到这样的羞辱了。说，你刚刚为什么不敢动手？”夫人，我……秦志高捂着被打肿的脸说不出话来。秦风都把新人保护法搬出来了，他哪里敢真的动手啊？一旦动手的话，他就死定了。秦孝武都保不住他，而且李凤仪自己不也是不敢动手吗？怎么还怪起他来了？只是这话他可不敢说出来，不然的话迎接他的怕是更严重的惩罚，甚至会直接把他赶出秦府。离开了秦府，他狗屁都不是。满腔怒气无处发泄的李凤仪回到自己住处，一通打砸，不知道破坏了多少瓶瓶罐罐。整个秦府都笼罩在一片阴云惨雾之中，所有人都是缩着脖子，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做错了什么事情，惹得秦大夫人不快。这种压抑的氛围，直到大公子秦霜的到来，才算是告一段落。娘，您这是怎么了？谁惹您生气了？还不是秦风那个小畜生，他
他简直是大逆不道，快要气死我了。娘，秦风转职主战职业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你也不用这么生气吧？大不了等他回来狠狠教训，还能让他翻了天去不成？秦霜随意说着，他平时也是高高在上，根本就没有把秦风这个平日里唯唯诺诺、可以随意欺辱的家伙放在眼里。那小畜生何止是转职成主战职业这一件事情，他刚刚已经回来，可是他竟然，哎呀，气死我了！想到刚刚秦风所做的事情，李凤仪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话都说不下去。大少爷，还是我来说吧。秦风那小畜生，他简直是无法无天，根本就不把大夫人放在眼里。秦志高添油加醋的把之前的事情说了一遍，在他的叙述中，他们只是过去关心一下秦风，结果就遭到了秦风一顿劈头盖脸的羞辱臭骂，甚至还叫来了警察，各种冤枉他们。总之，所有的过错都是秦风，所有的责任也都是秦风的。秦风就是一个无父无母、无法无天、狼心狗肺、人面兽心、丧尽天良、罄竹难书、卑鄙无耻、十恶不赦、天打雷劈、天理不容、人人得而诛之的卑鄙小人。什么？秦风这小畜生竟然如此放肆！听罢秦志高添油加醋的叙述，秦霜怒火冲天的说道：“娘，你放心，秦风这小畜生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无非是仗着新人保护法而已。不过我现在也是新人，却是管不着我，只要让我遇到他，我肯定打断他的狗腿，再把他抓过来，让他给娘您磕头赔罪。”李凤仪闻言，顿时眼睛一亮：“对啊，新人保护法防的是他们这些高级强者伤害新人，但是管不着新人和新人之间的战斗。而秦风肯定不会是他宝贝儿子秦霜的对手。”想到这里，李凤仪马上就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套装备，交给秦霜说道：“儿子，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几套装备，1级、5级、10级、15级，一共4套，全部都是紫装。你等级一到，直接换上就行。有这些装备，绝对可以碾压那个小畜生。谢谢娘，到时候我一定狠狠的教训秦风那个小畜生。”秦霜把这些装备放进背包，信誓旦旦地说着。另一边，秦风离开秦家之后，直接来到交易市场。这里到处都是摆摊和各种店铺，装备、材料、药剂在这里应有尽有。不过因为今天是转职日，所以卖一级装备的最多。秦风走到一个装备最多的摊位前面看了一下，全部都是1级装备，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绿色精良装备，一件只要几十金币。这个世界的游戏装备分为普通白板、绿色精良、蓝色高级、紫色稀有、红色神器、金色史诗以及最强的七彩神话。普通白板装备只有基础攻防数值，绿色精良装备除了基础攻防数值之外，还有一条额外的属性。蓝色高级有2条额外属性，装备等级越高，额外属性越多。所以普通白板装备除非是一穷二白，不然的话是没有人买的。秦风拿起一把绿色精良弓看了起来，结实的木弓，精良装备，等级1级，攻击加10，攻速1，力量加2。看到世家的力量，他直接就放下了。力量虽然可以提升攻击力，可是只有2点，没什么用。对于装备属性的选择，他已经有了计划，那就是要配合他神话级唯一技能归一的效果。所有的装备都要附加异常状态，他只要这样的装备。又拿起一件绿色皮甲，结实的皮甲，精良装备，等级1级，防御加4，每次攻击有 5% 几率增加 5% 防御。附加的属性正好是异常状态的属性，是他需要的装备。看了一下价格，只要50金币，他就直接放在了脚下，等下可以一起结账。绿色精良装备也就几十金币，除非是小极品，不然不会过百。他积攒的460个金币勉强可以凑够一套绿色精良装备。第7章疾风木弓。不一会，秦风就挑选出来了8、9件有异常状态属性的装备，只差一把主武器了。可是他翻遍了所有的弓，结果都没有异常状态属性的弓，这让他非常郁闷。这个时候，他听到身边有人说道：“老板，你这把蓝弓属性好极品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极品属性的武器呢。你这也算是独一份了。兄弟如果喜欢，可以买去玩啊，就当玩具了。”我擦，老板你开玩笑呢？100金币买个玩具？除非是大家族出来的少爷，不然的话，谁会花这个冤枉钱？那人说完之后，就把那蓝弓放下了。秦风听到之后，顿时就来了兴趣。蓝色高级弓价格至少是绿色精良弓的10倍，通常价格在400-500区间。这把蓝色高级弓却是只有100金币，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卖这么便宜，还是没有人买。秦风拿起那把蓝色高级弓，开始查看其属性来。疾风木弓，高级装备，等级1级，攻击加1。看到这里，秦风终于明白这把弓为什么100金币还是没有人买，还被叫做玩具了。正常的蓝色弓
攻击力在15到20之间。可是这个弓的攻击力却是只有1点，这的确只能被称为玩具。秦风看到这里，也准备把这蓝色弓放回原位。可是当他瞟了其他的属性一眼之后，顿时就激动起来。攻速4，每次攻击有10%几率眩晕敌人，持续3秒。每次攻击有10%几率使敌人中毒，持续3秒。攻速后面的数字代表的意思是每秒攻击的次数，正常的攻速只有1，这把弓的攻速却是4，也就是每秒可以射出4箭。最重要的是，2个附加属性全部都是加的异常状态，它在别人手里就是一个鸡肋，但是在秦风手里堪称一个小神器，它简直就是专门为秦风而准备的。最重要的是，它只卖100金币，秦风买得起。老板，这把弓我要了。秦风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姓名秦风，等级1级，职业射手 ，HP 250左圆括号100加150右圆括号 ，MP 150左圆括号100加50右圆括号，力量5，体质5，敏捷10，精神5，技能2连射归一。2连射，普通射手技能，连续发射2支箭，造成2次普通攻击伤害，冷却4秒。归一，神话级唯一技能，所有的异常状态触发几率都可以叠加到某一个异常状态上，异常状态包括但不限于流血、冰冻、灼烧、感电、中毒、石化、眩晕、睡眠、减速、束缚、失明、混乱等，非常普通的属性模板。唯一不同的就是多了一个神话级唯一技能，现在万事俱备，可以出城升级了。到了城门口，有监考老师在讲解打怪的注意事项，还有高考成绩的2个组成部分。第一是3天之内至少要达到18级，如果没有到18级，直接不及格，也就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甚至会直接转成生活职业。第2个部分则是新手区域地图的几个副本和秘境的通关评分，评分越高，高考分数也就越高。好了各位，现在穿好装备，拿好武器，跟同学组好队伍，就可以出城打怪升级了。祝各位都能取得一个好成绩。监考老师讲解完毕之后，就大声说着，顿时很多队伍陆续出城。秦风跟在队伍后面，很快就轮到他进行登记。姓名秦风，队伍没有队伍。什么？没有队伍？监考老师一脸诧异的看着秦风说道，同学，城外的怪物可不是说着玩的，是会真的死人的，你最好找一个队伍，这样安全系数更高。谢谢老师，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秦风感谢说着。好吧，秦风同学，祝你成功吧。看着秦风自己一个人出城，监考老师不由得摇了摇头。单独一个人出城打怪的也不是没有，但是绝大多数出去之后就再没有回来了。秦风出城之后，并没有跟着大部队前往森林，而是踏上了路边的一条小路。前方很快就出现了一片沼泽，这里的怪物都是一些蛇虫鼠蚁之类的带毒怪物，除了普通攻击之外，被攻击之后还会有中毒、流血、眩晕之类的异常状态，非常难搞，一不小心很可能就会死亡。所以新人几乎不会来这里升级，但是这里对秦风来说却是一块宝地。一是整个沼泽地图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人跟他抢怪；二是这怪物自身攻击有异常状态，他们掉落的装备也会有同样的属性，而秦风就是想要带异常状态属性的装备。呱！刚刚踏入沼泽区域，就有一只脸盆大小的癞蛤蟆出现在他面前。秦风看了一下对方的属性，癞蛤蟆普通怪物，等级1级， HP 200， MP 100，技能喷毒。只是1级的普通怪物就有喷毒技能，非常难搞。不过秦风一点都不害怕。叮，开启技能归一。叮，所有异常状态触发几率叠加到中毒触发几率上。叮，中毒触发几率叠加到 65%。随着归一技能开启，疾风木弓的特效，中毒触发几率直接从 10% 上升到 65%， 也就是每次攻击都有超过一半几率会触发中毒状态。嗖嗖嗖嗖，秦风立刻开始对着癞蛤蟆射击，1秒4箭的超快射速让秦风一下射出4箭，癞蛤蟆的脑袋上顿时就冒出了1的伤害数字，这是疾风木弓的攻击伤害，每一箭都只有可怜的1点。可是除了正常的攻击伤害，后面还有一连串代表中毒的紫色伤害，555，4次攻击直接触发了3次中毒伤害，而且中毒伤害会持续3秒，也就是一次中毒会掉血15点。这样算起来，这把疾风木弓每秒伤害达到了49点，比正常的蓝色高级弓的秒伤还要高出1倍多，简直恐怖。很快，这会喷毒的癞蛤蟆就被毒死。叮，你击杀癞蛤蟆，获得10点经验。第8章
开局就杀 BOSS。秦风翻了一下癞蛤蟆的尸体，除了一枚金币之外，竟然还有一抹绿光，居然出装备了，而且还是绿色精良装备。这才只是第一只怪啊！秦风大喜，赶紧捡起来看了一下属性。毒囊戒指，精良装备，等级1级，毒属性强化+2，中毒持续时间加倍。我擦，中毒持续时间加倍，这对自己来说简直就是小神器啊！秦风赶紧把这个毒囊戒指换上。他现在本来就是靠中毒打伤害，现在中毒持续时间翻倍，相当于直接伤害翻倍，简直运气爆棚啊！看来自己来这里真的是来对了。秦风瞄准了另外一只癞蛤蟆，嗖，一秒4剑下去，4剑竟然全部触发中毒效果。他直接后退，不需要继续打了，眼睁睁看着癞蛤蟆被毒死。他这也相当于是另一种形式的秒杀了。呱！就在这时，一声巨大的蛙鸣响起，秦风被吓了一跳，循声望去，就看到不远处出现了一只老黄牛大小的超大癞蛤蟆。猛毒巨蛙，首领怪物，等级5级 ，HP 5000，MP 2000，攻击300，技能剧毒之舌，喷毒，践踏。我了个擦，有没有搞错？自己刚刚开始打怪而已，现在还是1级的超级萌新呢，5级的 BOSS 竟然就被自己遇到了。看到那小 BOSS 猛毒巨蛙，秦风一脸懵逼，他本能的转身就要远离，毕竟他现在只有1级，生命值只有250点，而对方的攻击就有300，都不用使用技能，随便摸自己一下就能把自己秒杀。现在可不是网络游戏，死了还能复活，这是真实世界，被杀死的话就真的死了。秦风可不想刚刚重生就被杀死，可是他还没走呢，那猛毒巨蛙就发现了他，发出一声大叫，直接跳起来，庞大的身体就朝着秦风砸下来。践踏！这猛毒巨蛙不但直接对秦风展开攻击，甚至一出手就使用了技能践踏。好在秦风虽然挖了3年矿，可也不是没有打过怪，一些基本的翻滚躲避动作非常熟练的就用了出来，险之又险的躲过了猛毒巨蛙的践踏攻击。呱！这猛毒巨蛙紧接着又朝秦风喷射毒液，追着秦风不放。我擦，这是连逃跑的机会都不给我啊！既然如此，那就跟你拼了！归一，眩晕。秦风把所有异常状态触发几率叠加到眩晕状态上，一箭射出，65%的异常状态触发几率，猛毒巨蛙顿时被眩晕。太好了 ，BOSS 也能眩晕。归一，中毒。秦风重新把触发几率换到中毒状态上面，超快的速度一顿猛射，3秒时间足足射出12箭，其中至少有7、8箭都触发了中毒状态，这让猛毒巨蛙脑袋上飘起密密麻麻的中毒伤害数字。3秒时间一过，猛毒巨蛙立时苏醒，从眩晕状态中恢复过来。不过秦风马上重新换到眩晕几率上，还没有等猛毒巨蛙发动攻击，就再次被眩晕了。迎接他的是又一波雨点一样的箭矢，中毒状态足足叠加了10几层。猛毒巨蛙一旦苏醒，秦风就立刻将之眩晕。在65%的超高眩晕几率和超快攻速之下，即便是 BOSS 也只能乖乖的站在原地挨打。10几秒后，猛毒巨蛙发出不甘的叫声，生生被毒死。叮，你越级击杀5级首领怪物猛毒巨蛙，你获得1000点经验。叮，你的等级提升到2级，你的各项属性都得到了提升。叮，你的等级提升到3级，你的各项属性都得到提升。伴随着一连串的系统提示，秦风直接升到3级。要知道，他从开始打怪到现在都还没有1分钟呢，这就直接升到3级，这样的升级速度简直是比坐火箭升级还要快。还没有等秦风高兴完呢，就有更让他高兴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猛毒巨蛙死亡之后，爆出一大堆金币和装备，至少有7、8件，发出耀眼的绿光和蓝光。最重要的是，其中竟然还有一抹紫光，紫色稀有装备。秦风一脸惊喜，现在流行的只是绿装和蓝装，紫色稀有装备的价值通常是蓝色高级装备的10倍，一件至少也是几千金币，这相当于普通人家1年的收入了。不是大家族的有钱人，根本就买不起紫装。秦风现在更是穷逼，他之前挑选装备的时候都不敢看紫装，就算是现在最好的蓝色高级武器疾风木弓，也是别人看不上的，被他捡漏而已。现在却是一下爆出来这么多好装备，怎么能不让他兴奋呢？赶紧双手摸上猛毒巨蛙的尸体，把所有的装备一股脑全部捡起来。叮，你获得1000金币。叮，你获得蓝色高级装备毒囊戒指。叮，你获得蓝色高级装备剧毒皮裤。叮，你获得紫色稀有装备毒牙项链。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响起，秦风简直有一种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的感觉。别的不说，就那1000金币，就是他以前辛苦打零工好几年积累财富的2倍还要多。后面的那些装备
价值就更高了。赶紧打开背包查看装备，直接看向那一抹紫色毒牙项链，紫色稀有装备，等级3级，毒属性强化加6，附加属性1，攻击时10%几率触发中毒状态，持续3秒；附加属性2，攻击时10%几率触发流血状态，持续3秒；附加属性3，中毒持续时间翻倍。我擦，不愧是紫色稀有装备，这属性简直掉炸天啊！尤其是对自己来说，简直就是小神器。查看完属性之后，秦风马上就换上了这件紫色项链，只是这一件紫色项链就足以让他的伤害翻2倍。随后又看向另外2件蓝色高级装备，毒囊戒指，蓝色高级装备，等级3级，毒属性强化加6，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中毒状态，持续3秒，中毒持续时间翻倍。第9章，实力大增，剧毒皮裤，蓝色高级装备，等级3级，毒属性强化加6，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中毒状态，持续3秒，中毒持续时间翻倍。这2个蓝色装备的属性也都是自己现阶段最需要的属性，都是极品。还有其他的一些绿色装备，基本上都有增加毒属性伤害，还有触发异常状态的。只要是这样的装备，秦风全部换上。全部换好之后，秦风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攻击力是一点都没有变，但是毒属性强化数值足足达到了36点，也就是说中毒状态每次掉血都会有36点基础伤害。而中毒持续时间翻倍的属性，它一共有4条，每一条都可以增加3秒中毒时间，加起来就是15秒。36乘以15秒等于多少来着？秦风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我擦，540点伤害。得出这么高的伤害数字，连秦风自己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要知道，刚刚被他杀死的5级 BOSS 猛毒巨蛙只有5000生命值，他只要触发10次中毒状态就能杀死对方了。最重要的是，他现在所有异常状态触发几率已经叠加到了 85%， 加上他1秒4剑的超快攻击速度，如果再来一只猛毒巨蛙 BOSS 的话，只要3秒就能击杀。3秒击杀一个 BOSS， 这速度怕是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吧。秦风看向其他的小怪，2级怪物只有400生命值，只要触发1次中毒就能秒杀；3级怪物600生命值，4级怪物800，5级怪物1000生命值，也只是需要触发2次中毒状态而已。现在这些小怪在秦风眼里已经完全变成了经验值。嗖嗖嗖，他不断朝怪物射出箭矢，每只怪物只要触发2次中毒状态就不用管了，剩下的只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就能慢慢毒死。很快，秦风后面就追了一大群毒蛙，他们脑袋上冒出一大片密密麻麻的中毒伤害数字，看上去非常壮观。随着时间过去，这些毒蛙的血条慢慢被清空。丁，你击杀2级癞蛤蟆，获得经验20点。丁，你击杀3级癞蛤蟆，获得经验30点。丁，你击杀4级毒蛙，获得经验40点。丁，你击杀5级毒蛙，获得经验50点。一连串密密麻麻的提示音响起，秦风的经验条快速提升。杀得正爽的时候，秦风再次升级到4级。听到系统提示音，秦风一愣，没想到这么快就再次升级了。看了一下身后被毒死的毒蛙尸体，绵延好几百米，上面都闪烁着光芒，这表示有掉落物品。秦风没有继续引怪，而是把追在自己后面的毒蛙全部耗死之后，开始一个个收集战利品。丁，你获得金币5枚。丁，你获得普通装备皮甲。丁，你获得绿色精良装备皮手套。丁，你获得蓝色高级装备皮裤。丁，你获得。一连串的提示音再次响起。秦风每一次摸尸体全部都有收获，兴许是因为这里的怪物没有人杀过的原因，爆率特别高，平均3-4个怪物就会爆出一件装备。秦风全部捡完之后，足足获得了500金币，还有30多件装备，其中还有2件蓝色高级装备。这么多的收获让秦风非常高兴。把那2件蓝色高级装备换上之后，秦风的毒属性突破了40%，异常状态触发几率也累计提升到了 95%， 只差 5% 就可以达到 100%。秦风战意高昂，继续开始杀怪，而且这次他杀怪的效率更高。与此同时，有一群人正在朝着沼泽区而来，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像是斗败的公鸡一样，其中几个人的脸上还有几个巴掌印，应该是被什么人给打的。老大，我不服，我们的升级地点被秦家抢走，还被他们打脸，难道就这么吞下这口气吗？一个小弟摸着涨红的脸颊，恨恨地说着。对，我也不服。其他人也都是非常气愤，看向领头的张强。张强是他们的老大，脸上同样有一个巴掌印，阴冷地说道：我明白你们的心情，我比你们还想要弄死秦霜那些人，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要努力升级，等我们晋升为超凡之后，再回来灭秦家满门。对，灭秦家满门。
众人听了之后都是恨恨地说着。他们原本是去了森林区域升级，可是那个地方人多怪少，秦霜带着秦家人去了之后，直接霸占了升级场地，把其他人都给赶了出去。张强自是有点实力，争辩了几句，结果就被打了一顿，这才发生了现在这一幕。无奈之下，只能来所有人都嫌弃的沼泽区域升级。我擦，老大快看啊！到了沼泽区，原本以为这里没有人，可是到了之后，却是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怪物尸体，而且这些尸体上面还散发出星星点点的光芒，明显是被杀死之后还没有拾取掉落物品。一群人立刻跑过去摸尸。我擦，我摸到了一个绿装项链！一个小弟大叫起来。哼，绿装算什么？我这里可是一个5级的蓝色高级装备，而且还是一把武器，有毒的长剑。我擦，属性也非常牛逼，攻击竟然高达50点，还会附加10点毒属性攻击，这简直就是一个小神器了啊！这把长剑如果要买的话，至少也要2000金币才能拿下。另一个小弟同样兴奋地大叫起来。听到这小弟的声音，张强眼睛一亮，马上走过去查看属性，果然如同小弟说的那样，是一个极品蓝色主战武器。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战士，现在手里的武器还是1级的绿色武器，和面前的这个蓝色高级有毒的长剑简直是差得太远了。只要装备上这把蓝色高级武器，他的实力立刻就可以翻倍的提升。想到这里，张强整个人都微微激动起来。第10章冤家路窄。只是可惜的是，这武器在他面前是灰色的，只能看到却拿不到手里，因为这怪物是别人杀死的，爆出来的装备会有30分钟的保护期，在保护期内外人是不能拾取的。想要拾取的话，只有2种办法：一是度过30分钟的保护期就可以拾取，二是和击杀怪物的人组队，成为队友之后就可以拾取。他看了一下保护期剩余时间，还有10分钟，太长了。不知道是谁杀死的这些怪物，能组队的话，这些装备都是自己的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些装备拿到手。另一边，丁，你击杀5级毒蛙，获得50点经验。丁，你的等级提升到5级。嘿嘿，又升级了。听到系统提示音，秦风这才停止击杀怪物。身后的几只毒蛙全部射死之后，秦风就开始摸尸拾取装备。秦风，原来是你！就在秦风刚刚开始拾取装备的时候，突然有一群人走了过来，一个个眼神不善地看着他，似笑非笑。领头的人更是直接对他开始指责说道：秦风，你为什么拾取我们的装备？看到眼前的这些人，秦风微微皱眉。他认识这些人，就是隔壁班的。领头的叫做张强，是这些人的班长。张家在阳河市也算是有点势力，所以他手下也聚集了一群小弟，只是在秦霜这个阳河市的太子爷面前就什么都不是了。几次冲突中都让秦霜强势打脸，甚至都不敢反抗。但是这小子特别阴险，他不敢招惹秦霜，在秦霜那里受了气，就来找同为秦家人的秦风出气。之前秦风就被他们打了好几次，奈何秦风在秦家的地位连奴仆都不如，所以即便是被打也无处诉说，只是暗暗把仇恨记在心里而已。不曾想他还没有去找对方，对方就先一步找上了他，而且一开口就污蔑自己拾取他们的装备。这些怪物明明是自己刚刚打死的。秦风，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抢我们的装备，赶紧把所有的装备都乖乖的拿出来，然后再跪下磕头认错，不然的话，今天就不是简单的打你一顿能解决的了。张强手指秦风，一脸阴毒的说着，似乎是把之前在秦霜那里受的气全部都要撒到秦风身上来。对，马上给我们跪下磕头，还要自扇耳光，不然的话，你今天别想从这里走出去。快点跪下磕头！听到张强的话之后，其他人也都是恶狠狠地指着秦风大骂。他们这是以前嚣张惯了，根本就不认为秦风敢反抗，甚至都不看一下秦风现在的等级和装备。秦风眼中闪过一丝杀气，冷冷地扫视了一圈，最后视线落在了张强身上，看着他脸上清晰的巴掌印，淡淡的说道：看你脸上的巴掌印，我猜你们刚刚应该是遇到了秦霜，那巴掌印应该就是他打的吧？啊，不对，秦霜自视甚高，你在他眼里根本就是一个小瘪三，他说过好几次根本就懒得打你，所以打你的应该是秦霜的狗腿子禽兽，我说的没错吧？秦风，你找死！张强刚刚被秦霜等人羞辱了一顿，本来心里就窝着一股怒火，想要在秦风身上发泄出来，谁知道秦风竟然不乖乖的给他跪下磕头认错，让他认打认罚，竟然还敢出言嘲笑讥讽，这顿时就点燃了张强心里的怒火，举起巴掌就狠狠地朝着秦风脸上扇过去。这是他以前殴打秦风的时候经常做的，只是这次含怒出手，力量更大，更加凶狠，恨不得一巴掌把秦风打死。以前的秦风也完全不敢反抗，只能默默的承受，因为一旦反抗就会招来更多的拳脚。啪！
只是这次和之前不一样。秦风伸出胳膊挡住了张强的巴掌。叮，受到张强的攻击 ，HP 1，开启自卫模式。秦风，你可以进行自卫反击。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提示音响了起来。秦风听到之后，顿时嘴角微微翘起。其实张强这些人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过对方的属性和等级了。所有人都只是2级而已，装备也远远不如自己，以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直接把他们杀光。他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动手，还要说那些话刺激张强，就是为了让对方先对自己动手。因为有新人保护法和刑法的存在，他如果主动动手杀人，回城之后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杀的人太多的话，甚至直接判处死刑都有可能。所以为了免去后面的麻烦，还是让对方先动手攻击的好。这样一来，他就是自卫反击，而且和以前的自卫反击不一样，现在的自卫反击是无限制反击。也就是说，只要系统判定他是自卫反击，那么他就算是杀死对方，都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后果，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秦风，你他妈的竟然还敢格挡！看到秦风伸出手臂格挡，这顿时让张强更加愤怒起来，就要再次用巴掌扇秦风的脸。啪！只是这次秦风出手的速度更快，张强的第2巴掌还没有打出去，秦风的巴掌就狠狠地抽在张强脸上。现在秦风可是足足5级，而对方只有2级，装备也远远比对方强。这一巴掌的力量可是比张强要大得多，一巴掌下去，直接把张强打飞出去，牙齿都掉了好几颗。啊！张强一声惨叫，捂着肿起来的侧脸，眼睛通红，恶狠狠地瞪着秦风说道：“你这小杂种竟然真的敢打我！秦霜打我也就忍了，毕竟他是秦家大少爷，可是你这小杂种竟然也敢打我，我今天必须要弄死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上，打死秦风这小杂种！”其他的小跟班都被秦风突然的出手给看呆了。这个时候听到张强愤怒的咆哮声，这才反应过来，一个个恶狠狠地看向秦风。我擦，秦风这小杂种竟然敢打老大，我们一起上，弄死他！第11章，慢慢毒死。说完之后，这些人就朝着秦风杀了过来，而且这次不是霸凌殴打的那种，他们现在手里都有武器，是真的要杀人。秦风冷哼一声，看向他们头上的名字，这些人早就跟张强组队，属于同一个队伍的人，所以之前张强打了秦风，名字变成洪明，他们这些队友也同样全部都变成了洪明。见此，秦风也不需要有任何忌讳了，张弓搭箭，嗖嗖嗖嗖，1秒4箭的超快射速，让这些人的攻击还没有落到秦风身上，秦风的箭矢就已经射到他们身上。叮，你的攻击触发眩晕状态，张猛被眩晕，持续3秒。叮，你的攻击触发眩晕状态，张刚被眩晕，持续3秒。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所有被秦风攻击到的人全部被眩晕。要知道，他现在的异常状态触发几率已经叠加到了 95%， 这么高的几率几乎约等于100%，直接一键眩晕，秦风是一点都不意外。唯一没有眩晕的就是张强了，因为秦风没有射他。他看到自己小弟全部被眩晕定在原地，顿时一脸惊骇地看向秦风：“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做什么？只是把他们眩晕而已，看不出来吗？”秦风冷笑说着：“眩晕？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每一次攻击都能触发眩晕状态？就算是神器也不可能有这种效果呀！”张强依旧是一脸不敢置信的样子说着：“神器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我做不到。”秦风淡淡说着，他并没有射张强，反正对方只有2级，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完全不需要担心。归一，中毒。秦风把异常状态几率重新换到了中毒状态上，嗖嗖嗖，继续对着张强的小弟射出。叮，你的攻击触发中毒状态，张猛陷入中毒状态之中，每秒掉血40点，持续15秒。叮，你的攻击触发中毒状态，张刚陷入中毒状态之中，每秒掉血40点，持续15秒。不出意外的，同样是每一剑都触发了中毒状态。张强的所有小弟脑袋上都多出了一个中毒的异常状态图标，他们脑袋上开始4040的掉血。所有小弟都中毒之后，3秒的眩晕时间也已经过去。他们刚刚虽然被眩晕，可是意识是清醒的。刚刚解除眩晕状态之后，顿时都是一脸惊骇的看着自身的中毒状态，1秒损失40点生命值，而且还是持续15秒的超长中毒时间，这简直是恐怖啊！要知道他们现在只有2级，就算是全部属性点都加到体质上面，还有装备的加成，他们的生命值也不超过500，这一个中毒就能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啊！我中毒了，我只有300点血，谁有解毒药剂啊？快点给我一个解毒药剂，不然我马上就要死了！张猛一脸惊慌的叫了起来。可是他们都不是秦霜那样的大家族少爷，
解毒药剂又不是必备的药剂，还非常昂贵，哪里会一开始就带在身上？顶多是身上带上几瓶生命药剂和魔力药剂罢了。我没有解毒药剂，不过有生命药剂，给你1瓶。张强拿出了几瓶生命药剂，分给几个小弟。几个小弟连忙喝了下去。不过这只是初级生命药剂而已，1瓶生命药剂也只能恢复100点生命值而已，而且还有30秒的冷却时间。所以，即便是喝了生命药剂，以他们现在的那一点生命值，依然是逃不了被毒死的命运。不行啊，这1瓶生命药剂根本就不够啊！这中毒效果太厉害了，我的生命值快要撑不住了。张猛看着自己的生命条一点点被清空，更加着急地大叫了起来，抓住旁边的张刚的胳膊说道：“张刚，你是圣职者，有加血的技能，快点给我加血，不然我马上就要死了。”张刚也快要哭了，不行啊，我现在只有一个缓慢愈合的治疗技能，总的治疗量只有33点，我刚刚已经对自己用了，现在还在冷却期间。张猛懵逼了，生命药剂喝了不够，治疗技能也没用，而中毒的伤害还在继续。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张猛彻底慌了。现在这可不是普通的游戏，在这里死了就是真的死亡。不，我不想死，我才刚刚转职啊，我还有大好的前途，我不想死。他的目光转向秦风，秦风，是你射的我，我才中毒的，你必须给我解毒。对，秦风，快点给我们解毒，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死了。其他人听了之后也是异口同声的说着，好像秦风欠他们似的。秦风后退几步，一脸戏谑的看着他们，这几个家伙估计思想还停留在学生时代，竟然还让自己给他们解毒，以为这是过家家吗？看到秦风冰冷戏谑的眼神，张猛更加绝望了，他也终于明白过来现在的处境。秦风，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和他们一起欺负你的，求求你帮我解毒，只要能救我，以后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张猛扑通一声给秦风跪下了。对此，秦风还真的是有点诧异，这家伙还真是有够果断的。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别说他没有办法给他们解毒，就算是有，他也不会救他们。看到秦风不为所动，张猛眼中的祈求全部消散，变成了恨意。秦风，你既然真的要杀我们，既然如此，我活不了，你也别想活。兄弟们，我们一起上，杀了他！张猛非常果断，看到秦风无论如何都不会救他，直接高举着武器朝着秦风杀了过来，要跟其他人一起击杀秦风，给他们自己报仇。秦风一边后退，一边口里轻声默数：3、2、1，到！随着最后一个到字出口，张猛脑袋上冒出最后一个中毒伤害数字，让他的生命条彻底清空。张猛的身体扑通一声倒在秦风的面前，他手里的武器刚好落在秦风脚下，没有伤到秦风分毫。对方死亡之后，眼睛依然圆睁，死死地盯着秦风，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其他几人也几乎同样如此。哼，这就死不瞑目了，自己前世受到了那么多的屈辱，如果不是重生的话，才是真正的死不瞑目呢。他们现在只能说是死有余辜。秦风心里冷笑一声，这几人的死没有引起秦风内心一丝的波澜。第12章狂射400箭。张猛、张刚，唯一没有中毒的张强看到自己的小弟就在自己面前全部死光，一时接受不了，瘫软在地，竟然直接崩溃掉了。他手指颤抖地指着秦风说道：“秦风，你太恶毒了，我们不过只是想要打你一顿而已，你竟然直接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太恶毒了，你这个杀人凶手！”啊！听到张强对自己的指责，秦风差点被气笑了。按照你的逻辑，是不是我就应该给你们打呀？就算是我们的错，可是你也不应该。张强继续输出他的三观，不过秦风已经懒得去听了，他拉弓搭箭对准了张强。喂，你要干什么？张强见状立刻就大声叫了起来。干什么？当然是射你了。嗖，一箭射到张强身上，在他脑袋上浮现出一个1的伤害，而且还没有触发任何异常状态。这是秦风故意的，他已经把身上的装备全部撤下，只留下手里的弓。这弓的伤害只有1点。之前之所以没有攻击张强，也是秦风故意为之，为的就是不想让张强那么简单被杀死，因为那样的话就太便宜他了。嗖，秦风继续射击，一箭接着一箭，连续不断。虽然没有对张强造成多大的伤害，可是却是把他吓得够呛。喂，快停手啊！我爹可是张家家主，你如果敢杀我的话，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张强一脸惊慌的大喊着，把他爹给抬了出来。秦风摇了摇头，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张强竟然如此怂逼？他不为所动，连河阳市第一家族的秦家他都已经豁出去与之为敌了，一个半吊子的张家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继续对着张强射箭。虽然伤害很低，
可是每一箭都是实打实的射进他的血肉之中。巨大的痛苦让张强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声。啊，别射了，秦风，我求求你了，不要杀我，只要你不杀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叫你爷爷都行。秦风爷爷，不要射了，求求你了，痛死我了！啊，秦风，我擦你妈！面对张强的惨叫和求饶，秦风丝毫不为所动，一直不停的射击，他就是要折磨对方。而对方从一开始的求饶，看到秦风根本就不为所动，逐渐变成了咒骂。不过秦风依旧没有放过他的打算，到现在他已经射出了上百箭，每一箭都只打掉了对方一点血而已。而张强足足有400点生命值，也就是秦风还可以继续射他300箭。想到前世自己被对方霸凌的情景，秦风射得更加起劲了。不一会，张强身上插满了箭矢，已经变成了一个刺猬。秦风爷爷，求求你给我一个痛快吧，不要继续折磨我了。张强现在已经不骂了，而是再次开始求饶，因为太痛苦了。他现在都开始羡慕他已经被杀死的几个小弟了，他们不到10秒就被毒死了，可是他现在却是被射了200箭，痛得死去活来，想死都不行。比起自己的痛苦来，他的那几个小弟简直是太幸福了。嘿嘿，想死？可没有那么容易，我还没有射够呢。秦风冷笑说着，看到张强身上插满了箭矢，已经没有完好的地方给他射了。秦风干脆直接对到张强的脸上射，嗖，一箭射出，却是被张强扭动了一下脑袋给躲过去了。竟然还敢躲！秦风一脚踩在张强的胸口上，把他踩在地上，这样对方就不好躲了。秦风就这么一脚踩在对方身上，居高临下，张弓搭箭，对准了张强的脸。秦风，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擦你！看到秦风还要继续折磨他，张强继续开骂。可是他刚刚张口，秦风就直接射到他的嘴里，箭矢直接穿透张强的喉咙，巨大的痛苦让张强差点昏死过去。可是因为数据化的原因，在生命条没有清空或者是出现异常状态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昏迷的。所有的痛苦都一点不少的全部被他感知。这下张强想要开口大骂也不行了，因为嘴巴里面插着一根箭矢，喉咙都被射穿，只能发出啊呀呜呜的声音。不过张强的眼睛却是依然仇恨地看着秦风。嘿，还敢瞪我！嗖嗖，又是2箭下去，这次直接对准了张强的2只眼睛。嗖嗖嗖，秦风不断射出箭矢，不一会张强的脸上也插满了箭矢，秦风甚至都看不到张强的脸了。可是因为每一箭都只有1点伤害的原因，张强依然没死。他在秦风的脚下痛苦的挣扎，可是没有用。秦风5级的等级，就算脱了装备，一样可以碾压对方。嗖嗖嗖，秦风依旧不断的射出箭矢。叮，检测到玩家秦风攻击敌人弱点部位100次，领悟被动技能弱点攻击。弱点攻击，你将会更容易发现敌人的弱点，对敌人的弱点攻击将会有10%几率对敌人造成流血状态，10%几率对敌人造成失明状态，10%几率造成双倍攻击伤害。我擦，竟然领悟了一个被动技能，弱点攻击，而且还是可以触发异常状态的被动技能，简直是太棒了。本来只是想着虐杀张强给自己报仇，没曾想竟然误打误撞领悟了被动技能。张强，你可真是我的幸运星啊，既然还可以刷技能，那就多射你几箭吧。秦风大喜，本来已经射累了的手臂又有了力气，继续对着张强的脸射出箭矢。嗖嗖嗖，叮，检测到玩家秦风一直采取踏射的姿势射击200次，领悟主动技能踏射。踏射，踩住一名敌人对脸射击，踏射攻击的时候将会100%触发弱点攻击，抓取判定，可以抓取霸体和防御状态的玩家。我擦，竟然又领悟了一个主动技能踏射，貌似是一个近战的攻击方式，对自己一个弓箭手来说似乎没有多少用，可是踩在敌人身上对脸射击似乎侮辱性很强啊。哈哈。第13章150%，看到又领悟了一个技能，秦风更加高兴，看来张强真是自己的幸运星啊，竟然在他身上一口气领悟了2个技能出来，这让秦风忍不住立刻在张强身上使用了出来。踏射，嗖嗖嗖，对着张强脸上连续射出好几箭。2叮，触发弱点攻击，对您的敌人张强造成双倍伤害，您的敌人张强陷入流血状态中，每秒损失5点生命值，持续3秒，您的敌人张强陷入失明状态中，持续3秒。2、5、2、5、5，一连串的伤害冒出来。在踏射的时候，弱点攻击100%触发，踏射一共可以射出5箭，张强身上就叠加了5次流血状态，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冒出来。秦风看到之后顿时就郁闷了，因为张强已经没有剩下多少生命值了，现在又触发了5层流血状态，直接嗝屁了。我擦，失误了，
还想继续在他身上多刷几个技能呢，这下完蛋了，只射了不到400箭而已就死了，真是便宜了他。看着张强被射成刺猬的尸体，秦风郁闷地说着，他现在可不会觉着这么做很残忍之类，他只会觉着射得真爽，还想继续射。哈哈，翻了一下张强的尸体，竟然爆出来了300多枚金币，还有4件5级的蓝色装备，这相当于是一个5级小 boss 的掉落了。不愧是张家大少爷，身上还是有点钱的。还有自己杀死的怪物掉落，全部拾取完毕之后，他身上的蓝色装备足足超过了10件。有异常状态属性的装备全部换上之后，秦风的整体属性再次增强，毒属性攻击达到60%，中毒持续时间达到24秒。最重要的还是异常状态触发几率，装备加上弱点攻击这个被动技能叠加在一起，达到了 150%。这150%的触发几率，他可以在自己拥有的异常状态上随意分配。比方中毒几率可以分配100%，眩晕几率就是 50%， 也可以反过来，眩晕几率100%，中毒 50%， 还可以平均分配。总之，归一技能非常人性化，并不是只能把所有的触发几率集中到某一个上面。如此一来，它可以无限进行叠加触发几率，触发几率越高，它每次攻击触发的异常状态就会越多。换好装备之后，秦风就离开沼泽，朝着森林区域走去。他现在等级达到5级，可以进入第一个副本了。而第一个副本幽暗密林就是在森林区域。与此同时，森林区域这里是新手升级最快最安全的地方。一开始的时候是人满为患，人多怪少，但是现在却是已经被秦家人完全占领，其他人要么被赶走，要么被打一顿再赶走。之前的张强等人就是被打了一顿，然后才去的沼泽区域的。无他，就是因为秦家是阳河市的第一家族，就算有人不服，也只是敢怒不敢言。此时在最好的练级地点，秦霜带着禽兽等几个核心成员正在杀怪升级。秦霜是一个战士，全身都是紫装，属性非常高，基础攻击超过100，5级的灰狼也顶不住他几刀。队伍中还有专门的肉盾替他抵挡怪物的伤害，以及专门的奶妈随时给他刷血加状态，这让秦霜的升级速度非常快。击杀一只灰狼之后，秦霜身上光芒一闪，升到了5级。恭喜少爷终于升到5级，您绝对是现在所有考生中升级最快的，可惜了，现在等级排行榜还没有开启，如果开启的话，少爷您绝对是等级榜上的第1名。看到秦霜升级，禽兽立刻就开始大拍马屁。秦霜闻言非常受用，脸上浮现出一丝傲然之色。他把早就准备好的5级的紫装换上，顿时属性翻了好几倍。秦霜看了一下他自己的属性，眼中的傲然之色更浓。这时候他身边刷新出了一匹灰狼，秦霜一刀砍下去，灰狼脑袋上直接飘起一个600的伤害数字，2刀就把5级的灰狼砍死。这顿时就再次引来一大波恭维的话语。秦霜哈哈大笑，意气风发地说道：好了，你们也快点升到5级，然后我们一起开始第一个副本。这次考试我不但要第一个达到18级，我还要第一个通关所有副本，以及所有副本评分最高，只有这样才能配得上我秦家大少的名头。是，少爷。禽兽等人立刻点头说着。不一会，整个小队全部升到5级，终于可以进副本了。秦霜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对了，之前不是让你们注意寻找秦风那小畜生吗？他人呢？还没有找到吗？对不起少爷，这个真没找到，整个森林区域都已经被我们秦家占领，所有的路口都有我们的人设卡检查，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秦风。禽兽赶紧汇报说道：少爷，我在想秦风那小畜生不会是知道您要抓他，所以吓得根本就没有出城吧？哼，没用的小畜生，就这点胆子竟然还敢造反。闻言，秦霜不屑地冷哼一声说着：少爷，其实他不敢出来也没有关系，反正3天之后考试结束，到时候他没有升到18级，直接考试失败，到时候连他的主战职业都保不住，只能重新做回生活职业，到时候我们有的是时间收拾他。不行，秦霜断然拒绝说道：这小畜生千不该万不该顶撞我娘，我已经答应我娘要抓住那小畜生，打断他的狗腿，然后交给我娘处置，我既然都已经说出这话，就必须要兑现，绝对不能等到3天之后，必须要尽快找到他。禽兽说道：那好，我马上加派人手找他，肯定不会让少爷失望。秦霜说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样你亲自跟进，我希望我打完这第一个副本出来之后，你就把那小畜生带到我面前。啊！禽兽闻言顿时慌了，说道：少爷，难道你打副本不带上我一起吗？下次吧，先把秦风那小畜生找到再说。秦霜拍了拍禽兽的肩膀以示鼓励，随后直接带着人朝着副本走去。第14章直接开杀。看着秦霜离开，禽兽咬牙切齿地骂起了秦风。在他看来，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能贴身伺候秦霜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秦霜第一次下副本，他却是不能跟着，
这简直是剥夺了他秦霜第一狗腿子的至高荣耀。而这都是因为秦风，都怪秦风这小畜生，妈的，必须要尽快找到他。他马上打开了帮派频道，他们秦家的帮派叫做大秦帮，现在秦霜是帮主，而他就是副帮主。所有大秦帮成员听着，谁能找到秦风，立刻奖励1000金币，活捉秦风奖励2000。看到禽兽的信息，顿时整个大秦帮都兴奋了起来。1000金币可不是小数，足够买2件1级的蓝色高级装备了。这对他们这些普通成员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更别说活捉秦风可以拿到2000金币了。所有人都希望能马上遇到秦风，把他活捉。禽兽觉着这些还不够，一狠心跟系统买了2个区域喇叭。大秦帮发布悬赏任务，任何人提供秦风的位置信息，立刻奖励1000金币。大秦帮发布悬赏任务，任何人提供秦风的位置信息，立刻奖励1000金币。2个区域喇叭发出去，几乎整个阳河市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个信息，其中自然也包括正在前往森林区域的秦风。1000金币悬赏我的位置，好大的手笔啊！一个区域喇叭就要500金币，加上悬赏就是2000金币。秦家这些狗畜生，这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杀我吗？听着系统强制播放出来的喇叭信息，秦风冷笑说着：“咦，那不就是秦风吗？”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人迎面走了过来，看到了秦风。秦风眼神一冷，张弓搭箭，立刻就要出手。别，秦风，我们不是敌人。秦风，我们不是大秦帮的，我们之前也被秦家欺负过。对啊，秦风，我们不会出卖你的位置信息，你放心好了。几人见状，立刻大声说着，甚至还高举双手表示没有敌意。秦风看了一下他们的名字，果然都不姓秦，也没有大秦帮的标志，就只是普通人而已。秦风这才收起弓箭。那几人见状，重重的松了口气，说道：“秦风，你不要往前走了。”为什么？因为前面整个森林区域都被秦家人给霸占了，他们甚至还在路口设卡检查，估计就是为了堵你。你如果继续往前走，那就是自投罗网啊！设卡堵我，很好，很好。秦风闻言，不但没有任何害怕，反而是跃跃欲试的样子。那几个人看到之后，立刻劝阻说道：“秦风，你可不要冲动一个人冲过去啊！大秦帮人太多了，你自己根本就不会是他们的对手，还是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偷偷的练级，等级提高以后再从长计议吧。放心，我自己心里有数，不会白白去送死的。还有，谢谢你们。”秦风诚心道谢，说完之后，朝着森林区域快步走去。那几人见状，看到劝不住秦风，都是不住摇头，暗道可惜。进入森林区域的主路口，一群大秦帮的人私自设立关卡，所有路过的人都要无条件接受他们的盘查，有不配合的，直接就是2巴掌，甚至是一顿拳脚，非常霸道。如果不是有法律存在的话，他们甚至直接杀人都能做得出来。兄弟们，都给我仔细检查，一定要抓住秦风那小畜生。刚刚副帮主秦兽发的信息你们也都看到了，只要抓住秦风就是2000金币，我们可不能跟金币过不去啊！一个小头目大声说着。秦风就在不远处听得清清楚楚，同时也看清楚了这个关卡的人数，只有10个人而已，而且等级只有3级，竟然就想要抓住自己。秦风目中杀机迸射，看向那喊话的小头目，此人叫做秦丽，也是秦霜的铁杆狗腿子，前世虐杀他的也有此人一份。秦丽，我擦你妈！秦风直接走过去，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指着秦丽破口大骂：“我擦，谁他喵的不想活了，竟然骂我！”转过头来一看，顿时愣住了。秦风，他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他以为秦风会躲起来，万万没想到秦风竟然会自己主动出现在他面前，甚至还如此嚣张的骂他。没错，正是你爷爷我，秦丽我孙子，吃你爷爷我一剑。秦风拉弓搭箭，对着秦丽就是一箭。不过这一箭并没有射到秦丽，而是从秦丽头顶上方飞了过去。我擦，你他妈的找死！秦风这一箭虽然没有射到秦丽，可是却是吓了他一跳。反应过来之后，想也不想，直接对着秦风反射了一箭。他也是一个弓箭手。秦风不闪不避，接了这一箭。5，一个个位数的伤害数字在秦风脑袋上冒出来，同时系统提示音也响了起来。叮，检测到你受到秦丽的恶意攻击，你可以进行自卫反击。秦风嘴角微微勾起，他刚刚之所以虚晃一枪，等的就是这句话。嗖，抬手之间就是4箭射出。现在他是100%的眩晕和50%的中毒，4箭分别射中4人，2人眩晕，2人眩晕加中毒，脑袋上60的开始掉血。别愣着，快点把秦风抓住！直到这个时候，秦丽才大声喊着，让手下一起动手。秦风连动都没有动，对方虽然有10个人，可是其中实力最强的秦丽一箭也只能对他造成个位数的伤害，其他人就更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威胁了。对着冲上来的人连连射箭，很快包括秦丽在内全部被眩晕。
还有一半的人中毒，快速掉血。秦风没有停手，箭矢连续射出，对他们挨个点名。秦丽看着眩晕的3秒倒计时，以为3秒一过就可以展开反击，可是眩晕结束之后，连一根手指都还没有动呢。秦风一箭射来，他就再次被眩晕，他的手下也全部都处于眩晕状态之中，一个能动的都没有。看到这一幕，秦丽的眼睛里面浮现出深深的恐惧。不过秦风现在懒得理他。3轮射箭过后，另外9个全部中毒死亡。第15章，您呼叫的对象已死亡，唯独秦丽连续中了3箭，50%的中毒几率，他竟然一次都没有触发中毒效果。也不知道他是幸运还是不幸，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秦风朝着他走了过来。这个时候刚好3秒的眩晕状态结束，秦丽想要迅速后退，远离秦风这个恶魔。秦风却是已经出手，踏射，技能一出，秦丽立刻就硬生生倒在地上，被秦风踩在脚下，弓箭正对着他的脸，嗖嗖嗖，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连续5箭直接对脸射出。眩晕、中毒、弱点攻击的附加效果飙升到100%，失明、流血，好几种异常状态同时出现。这次秦丽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杀死。他的眼睛睁得溜圆，死不瞑目，其中还有迷茫和恐惧，不知道之前一直被他们欺负的死死的秦风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强大，还直接杀了他。靠，下手重了，本来还想射他几百箭呢，便宜他了。秦风看着死去的秦丽小队，心里古井无波，只是觉着太便宜他们了。杀杀！这时候旁边传来了一些声音，秦风迅速转身拉弓搭箭，瞄准了对方。那2人立刻高举双手，吓得脸色苍白。秦风这才发现是2个普通玩家，刚刚还在被秦丽等人盘查呢。不想死就快点离开这里，秦风冷声说着。2人如蒙大赦，快速离开，跑出很远的距离，这才稍微松了口气。我擦，刚刚那人是秦风吗？好像是。以前一直被欺负的那个？好像是。我擦，他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恐怖？一口气杀了10个人，而且还是秦家人。谁知道呢？不过我觉着非常过瘾，秦家现在太霸道了，被杀也是活该。另一边秦风没有在原地停留，迅速钻进了森林里面。他虽然现在才是第一次进入这个森林，可是前世的时候可是在这里足足挖了半年的矿，对这里的地形熟悉度，他如果说第2，就没有人敢说第1。不一会他就又发现了一个秦家10人小队。秦风还是和之前一样直接现身，骗到对方的攻击之后就展开无限自卫反击。这些人的等级普遍只有3级，属性、装备、技能都不如自己，秦风杀起来一点难度都没有。杀完之后，秦风1秒都没有多停留，继续猎杀其他秦家小队。第3个10人小队，第4个，第5个。不一会，死在他手下的秦家之人就超过了半百之数。而且因为秦风把眩晕的几率调整到100%，所以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有机会把秦风的信息上报上去。当然了，这和秦兽之前对秦风的悬赏也是有关系的。所有看到秦风的小队，第一想法就是想要单独活捉秦风，不想把这赚取金币的好机会让给别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上报。等他们知道秦风的恐怖，想要上报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秦风继续猎杀，很快他就又发现了一支秦家队伍，领头的是一个1米9的大汉，身后背着一个十字架，是一个圣职者。这人叫做秦刚，也是秦霜的铁杆马仔。秦刚，我擦你妈！秦风和之前一样，直接冲到对方面前开骂，诱骗对方攻击。秦刚明显一怔，看清秦风之后，并没有发动攻击，而是立刻后退，并且在帮会频道中大喊：我发现秦风了，秦风在我这里！我擦！秦风一脸郁闷，自己都直接出现在对方面前了，他这1米9的大高个子，怎么不第一时间攻击自己，反而开始向上级汇报呢？秦风赶紧朝着对方空射一箭，这下终于有人对秦风发起主动攻击，砍了秦风一刀，不过也只是打掉了秦风5点血而已。叮，检测到你被恶意攻击，你可以发动自卫反击。终于来了，秦风立刻开启杀戮模式，9个队员快速杀光，秦刚也被眩晕。这个时候，秦刚听到帮会频道传来了禽兽的声音，秦刚立刻把秦风那小畜生给我抓过来，你就立下大功了。秦刚此时虽然处于眩晕状态之中，可是他的意识是清醒的，亲眼看到自己的9个队员被秦风轻易杀死，现在正朝着自己走过来。这个时候，秦风在他眼里简直是比恶魔还要恐怖。这种时候，禽兽还要让他把秦风抓过去，这话简直就好像是他的催命符一样。因为秦风一样也听到了这句话，他一脸戏谑地看着秦刚，弓箭缓缓张开，箭尖对准了秦刚的脑袋。秦刚脑门上瞬间就布满了冷汗。3秒眩晕时间一过，秦刚张开嘴，刚刚想要说什么，
秦风的箭矢就射了出去，秦刚再次被眩晕。就这样，秦刚是既不能逃跑，又不能求救，甚至连求饶都做不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少，亲眼见证自己的死亡，这种感觉简直是恐怖到极点。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眼神向秦风求饶，不过秦风丝毫不为所动，前世的种种已经让他心如铁石，对敌人不会有任何怜悯。另一边，禽兽一脸惊喜，哈哈，太好了，秦风那小畜生终于被抓住了，等他被送来之后，我一定要先打断他一条狗腿，让他知道辱骂我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哎呀，不行，大少爷说他要打断秦风的狗腿，我如果先打断的话，大少爷可能会不高兴，秦风的狗腿还是留着给大少爷打断吧，我就勉为其难的扇秦风100个嘴巴子就行了。禽兽心里一淫，似乎是已经抓住了秦风，并且已经开始虐杀，这让他不由得开始兴奋起来。可是不一会，他就发现不对劲，因为刚通完话的秦刚的名字竟然变成了灰色，他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连忙跟秦刚通话。秦刚，怎么回事？有没有抓到秦风？丁，您所呼叫的对象已死亡。秦刚没有回应，却是系统提示出现了。看到这个系统提示，禽兽顿时就懵了。第16章进入副本，已死亡？怎么可能会死？不就是抓一个废物秦风吗？还不是手到擒来？而且秦刚不是一个人，而是有一个小队，足足10个人，怎么可能10个人抓捕秦风这么一个废物，自己还死了呢？他不相信的在帮会成员列表中寻找秦刚的手下，他要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可是这么一看，他顿时傻眼了，因为秦刚的手下名字也全部变成灰色，这意味着他们也都死了。这怎么可能？在某某附近的队伍立刻过去查看秦刚的情况。禽兽立刻在帮会频道中发布了命令。不一会，过去调查的人就传来了最坏的结果。不好了，副帮主秦刚死了，他的整个小队全部都死了。他这话是直接在帮会频道中喊出来的，这一下整个帮会都直接炸开了。他们秦家之人竟然被杀了！要知道，自从秦孝武晋升超凡之后，他们秦家之人立刻就变得高贵起来，即便是一个奴仆都没有被杀死过。现在却是一下死了10个，整个小队全军覆没，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不过还没有等他消化完这个信息，又有人继续汇报说道：不好了，副帮主，不只是秦刚，秦力和他的小队也全部被杀。我们也发现了第3小队的尸体，还有第4小队。陆续传过来的一些信息，让禽兽在震惊愤怒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恐惧。到底是谁竟然敢杀死我们秦家这么多人？所有人立刻给我搜查整个森林，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抓出来！敢杀我们秦家之人，必须用命来填！禽兽声嘶力竭地发出了命令。可是他的命令刚刚发布之后，就听到有人发出惊恐的声音：是秦风，秦风在我这里埋伏他！声音戛然而止。禽兽看了一下说话之人，是刚刚派去调查秦刚的那一个小队。就在这个时候，禽兽就看到这一个调查小队的人员名字陆续变成灰色，他们也死了。也就是说，秦风在杀死秦刚那一个小队的人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在附近埋伏。等到调查小队过去之后，他就再次发动了偷袭，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调查小队又给全灭了。而从调查小队发出求救声音到所有人全部死亡，前后一共只有10几秒时间，这简直恐怖啊！一个人只用了10几秒时间就杀死了10人小队，秦风怎么可能会这么厉害？整个帮会频道中突然陷入了诡异的死寂之中。副帮主，现在怎么办？禽兽身边的一个人轻声问道。还能怎么办？当然是不惜一切代价抓捕秦风。禽兽这才反应过来，他立刻就在帮会频道中下令，所有人都给我听着，秦风就在刚刚秦刚那个位置，附近所有的小队立刻前往这个位置，一定要把秦风给我抓住。还有，他已经杀了我们好几个人，他身边很有可能会有不止一个帮手，非常危险，所有人都给我提高警惕，全力以赴，明白吗？明白。一股肃杀的氛围在帮会频道中浮现出来，遍布整个森林区域各处的秦家之人都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包围过来，而这一切都在秦风的预料之中。他杀了调查小队之后，就迅速从原地离开。等到秦家之人全部赶到的时候，他们只看到了一地的尸体，连秦风的一根毛都没有发现。什么？没有找到秦风？怎么可能？你们几百个人竟然连一个人都找不到，还让他在你们的眼皮子地下溜走，简直就是废物！听到没有发现秦风，禽兽快要被气死了，直接不顾形象的在帮会频道破口大骂。秦霜不在，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话。足足骂了1分钟之后，禽兽才说道：马上给我找！秦风现在就藏在这个森林里面，就算是挖地3尺，也要把秦风这小畜生给我找出来。他可是刚刚杀了我们60多个人，如果大少爷从副本里面出来之后还没有找到秦风的话，我们所有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在禽兽的命令之下，原本还算平静的森林立刻就活跃了起来，
大秦帮近千成员展开地毯式的搜索，誓死要找出隐藏在其中的杀人凶手秦风。而此时，秦风就在禽兽不远处暗中观察，看了一会，秦风微微摇了摇头，他决定暂时先撤退。没办法，禽兽身边足足围绕着上百个大秦帮的成员，而且等级明显比之前遇到的要高一些，只是5级的成员就有20-30个。真要打起来的话，危险系数太高，还是先提升一下实力，寻找机会等他们落单的时候再伺机攻击。你们慢慢找，我先去打个副本。想到这里，秦风就缓缓退去。他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所以即便到处都是秦家之人，他也可以悄无声息的来去自如。直接来到第一个副本入口，一个蓝色的漩涡门户竖立在空中，秦风直接钻了进去。丁，检测到玩家等级为5级，可以进入副本幽暗密林。丁，检测到玩家没有组成队伍，副本里面的怪物实力将会更强，单人进入将会非常危险，是否继续单人进入副本？是。秦风直接点了是。一是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二是他也没有队友啊，就算是想要组队也组不了。眼前一黑，场景变换，他已经进入了第一个副本幽暗密林之中。秦风看了一下，这副本里面的场景和外面大差不差，也是密林，面前的怪物也是类似，是一群灰狼，3-5成群的聚集在一起，似乎正在等着玩家过来打他们。秦风查看了一下这些灰狼的属性，灰狼5级普通怪物 ，HP 3000 ，MP 500，技能扑咬、撕裂。果然，副本里面的怪物要比外面强得多。外面5级的灰狼和毒蛙都是只有1000生命值，而现在这副本里面同样都是5级的普通怪物，生命值直接干到3000，翻了3倍。难怪进副本的时候会提示组队，这普通怪物都快要比得上小 boss 了。第17章，灰狼王。看到灰狼的属性，秦风并没有多少吃惊，因为前世的时候他就已经打过这样的低级副本，所以副本里面的怪物普遍比外面强的多，这样的常识他还是知道的。普通玩家就算是5人组队来打这些灰狼，依然会非常危险，个体实力提升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些灰狼都是3-5成群，最低都是3只聚集在一起，只要打其中1只，另外的灰狼也会一起攻击玩家，一次性对付至少3只堪比小 boss 的灰狼，肯定压力非常大。不过秦风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他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去找那些只有3只聚集在一起的小群灰狼，而是直接朝着一个5只灰狼群射出箭矢，吼，攻击1只灰狼，另外4只灰狼吼叫一声，立刻就朝着秦风扑了过来。嗖嗖嗖嗖，一连4箭过去，所有灰狼全部被眩晕。归一，中毒。眩晕之后，秦风马上把中毒几率提升到100%。嗖嗖嗖嗖，箭矢如同雨点一样射出，每一箭都必定触发中毒效果。60 60 60 60，这些灰狼脑袋上立刻就冒出一大片中毒伤害。在他的眩晕和中毒2种异常状态交替使用之下，这些灰狼全程被控得死死的，别说伤到秦风，就是靠近都是奢望。不到10秒钟，这5只灰狼就全部死亡。丁，击杀5级灰狼，获得经验200点。灰狼死亡之后，系统提示音立刻响起。外面的5级怪物只有50点经验，副本里面的却是足足有200点，比外面足足翻了4倍。秦风摸了一下尸体，5只灰狼一共贡献了50枚金币，还有2件装备，爆率也是比外面要高得多。总的来说，在副本里面刷怪的效率要比外面要高很多。当然了，这是要在你自身实力足够的情况下，如果实力不足，怕是灰狼没有打死，自己反而成了怪物的口粮。秦风火力全开，一下风筝了几十只灰狼，他们的脑袋上冒出成片的中毒伤害，场景非常壮观。如果是外人看到这一幕的话，肯定会以为自己眼花了。一个5人小队能同时对付5只灰狼就已经非常厉害了，秦风却是一个人风筝几十只灰狼，而且杀完之后还是全程无伤，这简直是恐怖。不一会，所有灰狼全部被秦风风筝死，他的等级也顺利提升到了6级。这么多灰狼足足给他贡献了1000多枚金币，还有40件装备。只是可惜这些装备并没有适合秦风的，还没有他自己身上的好，于是直接朝着前方的小道走去。穿过一条葫芦口一样的小道，秦风进入了一个山谷，在山谷中间躺着一只比普通灰狼大了3-4倍的灰狼王，在灰狼王身边还有5只精英灰狼。秦风立刻查看对方的属性，精英灰狼5级精英怪物 ，HP 6000 ，MP 1000，技能扑咬、撕裂。灰狼王6级 BOSS，HP 15000 ，MP 3000，技能扑咬、撕裂、狼啸、跳跃冲击。一个6级的灰狼王加上5个精英灰狼，只要开战，他们就会一起攻击。而且秦风记得灰狼王的狼啸是一个状态技能，发动之后，5只精英灰狼就会进入狂化状态，攻击翻倍，非常难打。
普通的队伍就算是对付外面5只普通灰狼都很有难度，更不要说是对付这5只精英灰狼加上一只 BOSS 了。前世的时候，只是这个灰狼王小 BOSS 就卡住了很多人，让他们只能铩羽而归。不过秦风却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查看完对方的属性之后，直接就开战。嗖嗖嗖嗖，6支箭矢过去，包括灰狼王在内的6个怪物全部被眩晕。秦风见状，彻底放心下来，只要这 BOSS 不能免疫眩晕状态就行。有很多厉害的 BOSS 都有免疫眩晕等控制状态的能力，如果碰到那样的 BOSS， 秦风就要改变打法了。不过现在能直接把灰狼王眩晕，那接下来就非常简单了，就站桩无脑射箭就行。嗖嗖嗖嗖，半分钟后，灰狼王惨叫一声，直接死亡。在秦风100%眩晕的变态控制能力之下，灰狼王甚至一个技能都没有用出来。这估计是这灰狼王最憋屈的一次战斗，全程就定在原地挨打。不过秦风却是爽歪歪，走上前去摸了一下灰狼王的尸体。7、8件物品出现在秦风的面前，最吸引秦风目光的自然就是那一道耀眼的紫色。终于又出紫色稀有装备了，秦风立刻查看装备属性：狼牙剑矢，紫色稀有装备，副武器，等级6级，攻击力加30，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流血状态；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狂化状态。狂化状态，攻击增加20%，攻击速度增加20%，移动速度增加20%，防御下降20%。狂化状态持续60秒。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10%几率造成穿透效果。我擦，这附加属性全部都是加的异常状态，简直就是给自己量身定做的呀！秦风大喜，赶紧换上。他原本的副武器还是1级的绿色装备呢，只增加5%的异常状态，现在换上狼牙剑矢，直接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25个百分点，这样他总的异常状态触发几率累积到了175。而且这次附加的异常状态也非常有用，尤其是狂化状态，攻击、攻速和移速同时增加20%，这可以极大提升他的战斗力。至于防御下降吗？以他变态的控制能力，防御对他来说基本没有多少用处。秦风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测试一下狂化状态的效果了。他直接穿过狼王山谷，进入了一片更加幽暗的密林中。这里的森林更加茂密，几乎完全遮住了天空。现在明明还是阳光明媚的白天，可是这森林里面却是没有透下来一点阳光，周围一片灰蒙蒙的，好像是阴天一样。第18章毒猫王。喵呜！突然一声尖利的猫叫声响起，秦风就看到好几道黑色身影跳跃起来，朝着他身上扑来。嗖嗖嗖嗖！秦风早有预料，箭矢如雨点一样射出，这几只怪物在空中就被射中，顿时眩晕落在地上。秦风看了一下这几个怪物，是一群半人大的暗灰色猫妖。猫妖6级普通怪物 ，HP 4000，MP 1000，技能飞扑撕咬，锋利爪击。果然是猫妖。这些猫妖速度很快，它们一开始会藏身在树上，因为这里环境阴暗，加上它们自身是暗灰色，玩家很难发现它们。在玩家进入它们的攻击范围之后，这些猫妖就会突然跳下来进行偷袭，飞扑到玩家身上，然后抱着玩家疯狂撕咬。一只猫妖会撕咬玩家3次，每次攻击造成至少150点血，3次就是450点血。如果只是一只猫妖偷袭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这些猫妖会成群结队的进行攻击。一只猫妖咬完你之后，第2只猫妖马上就再次扑了上来，轮流进行撕咬。前世很多玩家不知道这里的怪物是猫妖，结果就有很多人死在猫妖的轮番攻击之下。不过秦风对这副本里面的怪物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一开始进来就有所防备。猫叫声响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射击。很快这几只猫妖就被打死。秦风继续朝着昏暗的密林中看去，隐约能看到树上有猫妖跳跃。前世的时候，玩家进入这个副本的时候都会选择带上几个火把进行照明，有了火把之后，这些猫妖就好打得多了。不过秦风完全不需要，他瞄准了一只猫妖，嗖的射出一箭。叮，你触发狂化状态。叮，狂化状态开启中，攻击力提升20%，攻速提升20%，移速提升20%，防御下降20%。狂化状态一开启，秦风顿时就感觉身体里面涌入了一股力量，让他身轻如燕，甚至连五感都似乎有所提升。秦风信心大增，直接冲进了密林之中。喵呜喵呜，周围传来了此起彼伏的猫叫声，数不清的猫妖从树冠上跳下来，朝着秦风身上飞扑。即便是正常状态下，秦风也可以完全躲避开，更不要说现在秦风是在狂化状态下，他的速度更快，身形灵活的在这些猫妖之中游走，一边躲避一边还在不停的射击。嗖嗖嗖，狂化状态下他的射速更快，原本是1秒4箭，现在差不多可以达到5箭。这个速度有多快呢？
鼎鼎大名的 AK47 的射速是 1.5 发每秒，秦风现在的射速是 AK47 的3倍，就相当于是拿着3把 AK 扫射。所以，即便是这些猫妖速度很快，还擅长隐匿和偷袭，也没有办法躲过秦风的箭矢。只要被他射中，那些猫妖立刻被眩晕。现在他的设置是100%眩晕和75%中毒，所以只要被射中，也多半都会触发中毒效果。顿时那些猫妖脑袋上就不停地飘出中毒的伤害数字。他在密林中横冲直撞，身后被一大群猫妖紧紧追赶，不过这些猫妖怎么都追不上他。不一会，所有猫妖都被他风正死，而秦风全程无伤。拾取完装备，秦风继续前进。叮，你进入毒猫王的栖息点。听到系统提示，秦风立刻仔细观察周围，尤其是树冠之中。很快他就看到了几道敏捷的身影在树冠之中跳跃。毒猫王7级 BOSS， HP 22000， MP 3000，技能飞扑撕咬、锋利爪击、灵活跳跃、剧毒体质。暗影猫妖6级精英怪， HP 10000， MP 2000，技能飞扑撕咬、锋利爪击、风行术。治愈猫妖6级精英怪， HP 10000， MP 2000，技能飞扑撕咬、锋利爪击、治疗术。一只毒猫王，还有4只精英怪。毒猫王就是这个副本的最终 BOSS， 只要杀了他就可以顺利通关。这毒猫王的剧毒体质是一个被动技能，这让他所有的攻击都带有中毒效果，只要被攻击到立刻中毒。他本身速度就非常快，攻击也很高，一次有效攻击就能打掉玩家至少1半生命值，再加上中毒、血哨的职业，基本上可以直接秒杀。这就是毒猫王的恐怖之处。还有他身边的4个小弟也很麻烦。暗影猫妖是风属性的怪物，他的风行术是状态技能，而他会首先给毒猫王使用，这会增加毒猫王 20% 的移动速度。本来就以速度见长的毒猫王，加上这个风行术之后，速度简直快到变态。前世的时候，很多玩家甚至都没有看到毒猫王的影子，就直接被毒猫王送走了。第19章副本首杀。治愈猫妖则是可以给毒猫王治疗，一次治疗就可以恢复毒猫王1000点血。如果 DPS 不够的话，攻击还没有人家的血多，根本打不死。这毒猫王的难度比灰狼王至少提高了一个档次。喵呜喵呜！看到秦风这个入侵者，暗影猫妖率先给毒猫王加上了风行术，随后毒猫王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秦风飞扑过来。秦风动都懒得动，嗖嗖嗖嗖嗖，一连5箭全部射中毒猫王，毒猫王顿时被眩晕，脑袋朝下摔到地上。刚刚有多威风，现在就有多狼狈。或许他在别的玩家面前可以来取纵横，杀个7进7出，但是在秦风面前却是只有被虐的份。喵呜！看到毒猫王被眩晕，2只暗影猫妖和治愈猫妖也立刻杀了过来。不过同样被秦风眩晕，这5只让其他新人玩家头疼不已的怪物，就这样成了秦风的活靶子。接下来没有任何难度，只要挨个点名射击就可以顺利过关。另一边，同样是幽暗密林副本之中，比秦风更早进入这个副本的秦霜，带着他的队伍也已经杀到了最终 BOSS 毒猫王这里。在经过了一番苦战，在使用了大量的药剂和珍稀道具，还死了一个队友之后，4个精英猫妖终于被杀死，毒猫王也只剩下1丝血，胜利就在面前。只要再加把劲，就能顺利击杀毒猫王。到时候他秦霜就是本届高考中第一个通关副本的队伍，这是高考中很大的加分项。最重要的是，还会有额外的10个属性点奖励。要知道，升1级才只有5个属性点加成，现在第一个通关副本的却是足足有10个属性点奖励，相当于一下提升了2级。这奖励可以说非常丰厚，而且还是唯一，这是和其他人拉开实力差距的最重要的途径。而且这种奖励也只是在高考副本中会有，高考结束之后，其他的高级副本就没有这样的福利了，所以这个额外奖励就显得更加珍贵。各位加把劲，我们马上就要拿到首次通关副本奖励了，到时候所有人额外奖励1万金币。秦霜鼓励说着。队伍中剩下的3个队友听到之后，顿时士气再次高涨起来。少爷放心吧，这首杀肯定是我们的。众人纷纷保证说着，随后就士气高涨的冲了上去。秦霜也紧随而上，手里的紫色稀有长剑狠狠地朝着毒猫王身上砍去。毒猫王的血条迅速下降，眼看着最后一丝血就要被清空，秦霜也跟着越发激动起来。哈哈，首杀是我的了！他心里已经激动地欢呼起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叮，恭喜秦风完成幽暗密林副本首杀，奖励10个自由属性点，奖励金币2000。叮，恭喜秦风完成幽暗密林副本首杀，奖励10个自由属性点，奖励金币2000。叮，恭喜秦风完成幽暗密林副本首杀，奖励10个自由属性点，奖励金币2000。系统提示一连响了3次，
所有在副本中的人都听到了这个系统提示，自然也包括秦霜。他听到这个系统提示，整个人都懵逼了。我擦，什么情况？手刹竟然在我打死毒猫王的前1秒被人抢走了，而且抢走手刹的人竟然还是秦风那个小畜生，这怎么可能？秦霜看着地上已经被杀死的毒猫王的尸体，一脸的不可置信。要知道他可是全身紫装，绝对是所有考生中装备最好的，队伍里的几个手下也是家族中重点培养出来的精英，操作配合都是顶尖，还有花大价钱买来的各种昂贵药水和道具。秦霜为了拿到副本手刹，成为本次高考的第1名，可以说是花费了无数心血。可是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这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奖励却是被别人抢走，而且这个抢走他奖励的人，竟然还是他一直视之为垃圾一样的秦风，这简直让他难以接受。连毒猫王的掉落他都没有心思去拾取了，愤怒地咆哮道：这怎么可能？系统是不是搞错了？为什么手刹不是我们的？为什么会是秦风那个小畜生拿到了副本手刹？秦风那个小畜生不是根本就不敢出城吗？还有我们的人设卡拦截，他根本就不可能穿过森林，那他又是怎么能进入副本的？为什么？你们告诉我为什么？最后他抓住几个手下厉声质问，几个手下面面相觑，都不敢说话。他们自己也纳闷，秦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竟然能比他们更快通关副本啊！秦风这小畜生，我一定要杀了他，杀了他！秦霜双目通红，发疯一般的怒吼着。第20章大丰收。丁，恭喜玩家秦风击杀7级 BOSS 毒猫王，获得经验值3000点。丁，恭喜玩家秦风等级提升到7级，各项属性都得到提升。丁，恭喜玩家秦风首次通关幽暗密林副本，获得手刹奖励，自由属性点加10，金币加2000。随着毒猫王被杀死，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嘿嘿，不错，竟然拿到了手刹，这基本上都是各地的高考状元的标配，看来自己这次河阳市高考状元应该跑不了了。秦风打开属性面板，把奖励的10点属性点全部加到了敏捷上面，敏捷可以增加射击速度、暴击、移动速度等属性，对射手来说非常重要。加完点之后，秦风的手就伸向了毒猫王的尸体，一大堆东西直接出现在秦风的面前，比之前的灰狼王爆出来的还要多，而且这次还一次性爆出来了2个紫色稀有装备。秦风立刻查看这2个紫色稀有装备的属性。毒猫王的脚掌，紫色稀有鞋子，等级7级，毒属性攻击加20，附加属性1，速度增加 20%， 附加属性2，跳跃，可以使用跳跃技能最远10米，消耗50 MP， 冷却3秒。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中毒效果。我擦，这是毒猫王套装啊！看到这个毒猫王的脚掌，秦风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副本出产的第1个套装，所以即便是秦风前世转职矿工也记得非常清楚。他马上看向另外一件紫色稀有装备，毒猫王的手掌，紫色稀有手套，等级7级，毒属性攻击加20，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流血效果，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中毒效果，附加属性3，中毒持续时间翻倍。太好了，又是一件毒猫王套装。看到这第2件紫色装备也是毒猫王套装，秦风非常高兴。这毒猫王套装一共只有3件，他现在已经拥有了2件，只要再来一个毒猫王头套，那么这3件套就凑齐了。到时候还会有额外的套装属性，那样的话，秦风的实力就更强了。秦风赶紧换上这2件紫装，毒猫王的脚掌和毒猫王的手掌，这2件装备都是毛茸茸的猫脚和猫爪的形状，跟以前流行的兽装几乎一模一样。秦风穿上之后，突然就多了一股萌萌的气息。不过这完全不在秦风关心的范围内，他只关心这2件装备给自己提升了多少属性。现在他的毒属性攻击达到了90点，中毒持续时间达到27秒，异常状态几率叠加到了190点。这么高的几率，他以后就不用频繁在眩晕和中毒效果之间来回切换了。换好装备之后，秦风看向其他物品，蓝装绿装他都是扫一眼就过，现在蓝装绿装已经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如果不是属性爆炸，他都懒得去看。随后秦风看向一些紫色血液，毒猫王的剧毒之血，消耗品，投掷武器，可以形成半径3米的毒血地带，站在毒血上面的敌人会每秒触发1次中毒效果，中毒伤害跟使用者自身属性相关，10秒后消失。看到这剧毒之血的介绍，秦风立刻宝贝一样的收了起来。这东西对别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非常鸡肋的消耗品，可是对秦风来说，配合上他现在的毒属性伤害，加上27秒的超长中毒持续时间，这东西秦风扔出去就是一个大范围杀伤性武器啊！这完全弥补了他没有群攻技能的缺陷，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数量不多，只有几十个而已。随后秦风看向最后一件黑漆漆的物品，似乎是一个令牌。
帮战令牌可以对其他帮会宣战。我擦，竟然是一块帮战令牌！秦风有点惊讶，没有想到第一次打副本竟然就打到了一块帮战令牌，这东西价值非常高，一块帮战令牌至少可以拍卖5万金币。这东西是帮会战必不可少的消耗品，因为洪明系统的存在，国家会对洪明之人严格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2个帮会直接开战，那么打完之后，剩下的人怕是全部都会变成洪明，这些人都会因此而下狱，甚至是处以极刑。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帮战令牌就应运而出。只要开战之前使用了帮战令牌，那么开战双方就可以免除洪明系统限制，可以随心所欲地攻击任何人。因为爆率很低，又是消耗品，所以这东西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打底就是5万金币。第21章，这次一定不能再让秦风跑了。看到这个帮战令牌，秦风眼睛都亮了。这可以说是他这次爆出来的最有价值的物品了，其他所有东西加起来都不如这一块帮战令牌价值高。另一边，副本门口，光芒一闪，秦霜从副本里面传送出来，出现在副本门口。秦寿看到秦霜出来了，立刻就屁颠屁颠的凑上去说道：“恭喜少爷顺利刷完副本，少爷您这次拿到首杀，肯定会成为这一届的河阳市高考状元，恭喜少爷！”他连连恭喜说着，完全没有注意到秦霜非常难看的脸色，尤其是在秦寿说到首杀的时候，秦霜的脸色更加难看。恭喜你妈！秦霜抬手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这一巴掌含怒出手，力量非常大，把禽兽打的直接在原地旋转了720度才停下来。禽兽一脸懵逼，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拍少爷的马屁为什么会被打。他捂着肿起来的脸，委屈的说道：“少爷，您打我干什么？还敢问我为什么打你？”秦霜怒道：“我问你，我让你抓住秦风那小畜生，秦风人呢？”禽兽一愣，心想秦风的事情自己还没有跟大少爷汇报，大少爷怎么就已经知道了？难道是另外安排了人在自己身边监视自己？肯定是这样了。本来还打算先隐瞒秦风杀人的事情，等到之后抓住秦风再说，看来现在不得不说了。禽兽立刻请罪说道：“对不起大少爷，我也没有想到秦风那小畜生现在变得那么厉害，一下就被他杀了我们60多个人。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尽快抓住他的。”秦霜听了之后也愣了一下，随后便是更加愤怒：“什么？你说秦风还杀了我们60多个人？”“是啊，大少爷，您难道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生气吗？”禽兽更加懵逼了：“我生你马！你个废物！”啪！秦霜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打得禽兽再次原地旋转720度。秦霜还不解气，指着禽兽的鼻子大骂：“你这废物知不知道刚刚秦风一直在副本里面，他甚至抢了我的副本首杀。”“什么？秦风在副本里面还抢了您的首杀？这怎么可能？秦风就算是能进入副本，可是他只有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关副本？怎么，你这废物竟然还敢质疑本少爷？难道你以为本少爷在说谎吗？如果不是知道秦风抢了本少爷的首杀，本少爷怎么可能会如此愤怒？对不起大少爷，我怎么敢质疑您呢？”禽兽赶紧低头道歉，继续说道：“不过大少爷，这件事情或许并不是坏事。”“什么？你什么意思？难道本少爷的首杀被秦风那小畜生抢走了，还是好事不成？难道我还要庆祝一下吗？”秦霜更怒了，做事又要扇禽兽。禽兽赶紧说道：“大少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秦风既然在副本里面，那么他打完副本肯定要出来。我之前一直在副本门口守着，并没有见到他出来，也就是说，他现在还在副本里面。我们现在只要守在副本门口，我们这么多人，秦风那小畜生就算是长了翅膀，也无处可逃。”秦霜闻言，扬起的巴掌放了下来，燃烧的怒火也迅速熄灭，看了一眼低眉顺眼的禽兽，说道：“看来你还不是特别废物，还是有点用的。你说的不错，秦风这小畜生现在就是瓮中之鳖，这次必须抓住他，敢抢我的首杀，不狠狠折磨，难消我心头之恨。”“少爷英明！”禽兽闻言，知道这一关过去了，立刻大拍马屁。秦霜说道：“你马上召集人手，这次绝对不能再让秦风跑了。”“是，少爷。”禽兽立刻答应，说着还没有打开帮会频道摇人呢。副本门口再次亮起了一道光芒，光芒消失之后，一道人影出现在他们面前，正是秦风。秦风出来了，快保护少爷！看到秦风出现，禽兽立刻大声喊着，挡在了秦霜面前，一副忠实的狗奴才的样子。随后立刻对最近的10几个手下大声命令道：“你们快点把秦风给我抓起来！”那10几个手下也看到了秦风，顿时两眼放光，武器已经拿在手中，蠢蠢欲动，因为他们都知道现在秦风有多招他们大少爷秦霜的恨，只要抓住秦风，不但可以在秦霜面前好好表现一次，肯定还会有重重奖励。又听到禽兽的命令，顿时10几个人一拥而上，甚至其中有一半的远程职业已经朝着秦风射出箭矢和魔法球进行攻击。秦风在从副本出来的时候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时刻警惕着。
现在看到一群人朝着自己杀过来，还有7、8道箭矢和魔法球，心念一动，跳跃，装备特效发动，秦风直接跳到10米之外，躲开了那7、8道攻击。同时，他朝着那一群人扔出了一枚毒猫王的剧毒之血，那剧毒之血正好落到冲得最快的那几个人脚下，迅速化成一滩半径3米的紫色毒血。顿时，那些人全部中毒，脑袋上开始9090的快速掉血。这几人没想到秦风反应速度竟然如此之快，不但躲过了他们的攻击，还迅速展开反击。看着身上出现的中毒状态，这掉血速度之快让他们非常震惊。这几人现在都是5级，生命值足有上千，已经算血量雄厚了。可是这么快的掉血速度也只能撑10几秒而已，而且他们很快发现这中毒状态还能叠加，顿时吓得脸色苍白，想要立刻离开毒血区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嗖，一连7、8支箭矢射过来，几人的身形顿时被定在原地，丝毫不能动弹。他们都被眩晕了，而且秦风的射击也给他们身上再次叠加了一层中毒状态。他们就踩在毒血之上，眼睁睁看着他们自己身上的中毒状态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从一开始的1秒掉血90点，到180点，到270点，等到3秒眩晕时间结束之后，他们的血量也正好被清空。救！一个字还没有完全说出来，这7、8个人接连倒在地上，全部死光。第22章击杀秦霜，全场震惊，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秦风的反击竟然如此犀利而凶猛，尤其是那几个参与攻击秦风的人，更是仿佛当头泼下一盆冰水，从头凉到脚，只差一点死的人就是他们。禽兽看到秦风瞬间眩晕几人，终于知道为什么秦风可以悄无声息地干掉他们60多个人了。而秦霜则更多的是愤怒，他指着秦风大骂：秦风，你这小畜生，竟然真的敢杀我秦家之人！你死定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这声音立刻就吸引了秦风的注意力，他的目光如同鹰隼一样射向对方。秦霜看到秦霜的一刹那，前世被虐杀的那一幕瞬间浮现出来。就你这狗一样的东西，竟然也妄想染指神话级技能时，给我打，给我往死里打！足足10个小时的残酷折磨，秦风被活活虐杀。在那之前，秦风一直都是逆来顺受，从来不敢反抗，而那一次他没有屈服，这也造成了他的惨死。似乎连神明都看不过去，让他重生回来。此时看到杀死自己的凶手就站在自己面前，秦风眼中的仇恨如烈火一般喷涌而出。没有人能救得了我，那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能救得了你？秦风冷声说着，手中多出了一枚黑色令牌，正式帮战令牌。我秦风对大秦帮开战。话音落下，帮战令牌消失。叮，秦风对大秦帮宣战，已开启帮会战争。叮，秦风对大秦帮宣战，已开启帮会战争。叮，秦风对大秦帮宣战，已开启帮会战争。所有大秦帮成员耳边同时响起了系统提示音，所有人都是一脸的震惊和不可思议。他们难以想象，秦风一个人怎么敢对大秦帮这个河阳市最大的帮会宣战，这简直就是找死的行为啊！但是此时，秦风已经把一切都抛之脑后，捏碎令牌之后，他就全速朝着秦霜冲去。快保护大少爷，拦住秦风！禽兽第一个反应过来，立刻大声喊着。顿时，场中所有人都反应过来。此时，秦霜身边还有和他一起从副本里面出来的3个手下，他们都是秦家专门培养出来的精英，危急时刻就是秦霜的保镖。此时全部都悍然朝着秦风杀过来，就连秦霜也是拔剑在手，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不过此时已经晚了，因为秦风已经冲得足够近，他们已经在秦风的射击范围之内。嗖，一连5箭射出，3个保镖禽兽、秦霜全部中箭，当场被眩晕。秦风朝他们脚下扔了一个毒猫王的剧毒之血，把5人全部覆盖进去，脚下不停，继续朝着他们靠近，同时弓箭锁定了秦霜，箭矢连成一条直线，全部射向秦霜。第1秒，秦霜身上就叠加了7层中毒。嗖，第2秒叠加到13层，秦霜脑袋上90的中毒伤害连成一条直线，迅速消耗着他的生命值。这时秦风也走到了秦霜正对面，剑尖正对着他的脸。秦风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秦霜眼睛里面的恐惧，看来今天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了。秦风冷笑一声，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秦霜。秦霜眼中的恐惧一下放到最大，甚至还多出了求饶的情绪。不过秦风对这个杀身仇人不会有一丝的怜悯。踏射，技能发动，秦风一脚踩在秦霜的胸口上，居高临下，正对着他的脸一连射出5箭。秦霜死。第3秒结束。少爷！眩晕状态解除，旁边传来禽兽歇斯底里的叫喊。
秦风感觉到身后传来好几道凌厉的劲风，跳跃！秦风果断发动了装备特效，一下跳出10米之外，完全躲过来自身后的攻击。少爷！攻击落空，禽兽赶紧查看倒在地上的秦霜的情况，看到生命值清零，已经彻底死亡。禽兽顿时如同五雷轰顶，差点晕死过去。秦霜可是秦家的大少爷，就这么死在他面前。秦家家法森严，他身为秦霜的头号狗腿子，就算不死，下场也绝对好不到哪去。血红的眼睛看向秦风，声嘶力竭地喊道：“秦风杀死了大少爷，给我杀了秦风！杀我？还是先看看自己吧。”秦风一声冷笑，顿时让禽兽反应过来。他马上查看自身状态，顿时惊骇地发现他自己的生命值已经去了1多半。原来光顾着担心秦霜，他都忘记他自己一直站在毒猫王的剧毒之血上面，每秒都会叠加1层中毒状态。到现在他身上已经叠加了4、5层，而且还在继续叠加，让他的生命值正在快速消失。禽兽立刻拿出生命药剂往嘴里塞去。第23章，战争才刚刚开始。嗖！就在这个时候，一支箭矢射中了他，这让禽兽保持了一个吃药的姿势，被定在原地。他眼中浮现出绝望之色，脑海里面生出一个念头：完了！下一秒，他的生命值被清空，这个秦霜的头号狗腿子也紧随他的主人去了，真是便宜了他们。秦风看了一眼那2人的尸体，边打边撤，因为周围的大秦帮成员都已经杀了过来，如果还不走的话，秦风就要被包围在这里了。他现在虽然实力很强，可是同时面对20个都可以做到完胜，可是如果再多，甚至是被包围的话，依然会非常危险。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撤退的好。秦风杀死了大少爷，为大少爷报仇，不要让秦风跑了，杀死秦风！很多人大声喊着，朝着秦风追杀过来。秦风一边朝森林撤退，一边不停地射出箭矢，所有进入他攻击范围内的敌人，只要被他射中，立刻被眩晕，并且中毒。秦风顺便扔出去几个毒猫王的剧毒之血，顿时他们身上开始叠加中毒效果。不一会就有好几个追杀在最前面的成员被毒死，还有好多人中毒，90的掉血，生命安全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凶残的中毒状态，吓得赶紧吃药治疗，不敢再追。就这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秦风进入森林，消失不见。我擦，大少爷死了，副帮主也死了，我们怎么办啊？大秦帮帮会频道上瞬间炸锅了。之前即便是被秦风杀了60多个人，可是也只是引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而已，毕竟只是普通的成员而已，就算是死了也不会伤筋动骨。可是现在死的却是秦霜和禽兽，大秦帮的帮主以及副帮主，是大秦帮绝对的核心，相当于被斩首。顿时整个大秦帮内部陷入了恐慌和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中，即便是一些仅次于秦霜和禽兽的高层，此时也不敢站出来主持事务，因为秦霜不只是大秦帮帮主，他更是秦家大少爷。相比于秦家大少爷这个身份，大秦帮帮主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身份，甚至可以说整个大秦帮都是给秦霜来玩的，整个大秦帮都没有秦霜一个人重要。现在秦霜却是直接被人杀死了，他们如果这个时候站出来的话，那就要去跟秦家大夫人汇报秦霜生死的事情，他们不敢也承担不了大夫人的怒火，所以这个时候谁也不会主动冒出来主持事务，这就导致大秦帮内部更加混乱。秦风进入森林之后，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平复了一下心情，他没有想到重生的第一天就能给自己报仇。他当时看到秦霜的时候，的确是有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可是能杀了秦霜和禽兽，这一切都值了。平复完心情之后，秦风打开背包查看了一下，刚刚秦霜被杀死的时候爆出来一些装备，秦风就顺手收进了背包，现在终于有时间查看了。看到几件装备散发出来的紫色光芒，顿时秦风就是一喜，太好了，爆出来的几件装备竟然都是紫装，尤其是其中一个毛茸茸的猫头样式的装备，直接吸引了秦风的注意。毒猫王的猫头，紫色稀有帽子，等级7级，防御加50，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流血效果，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中毒效果，附加属性3，中毒持续时间翻倍。果然是毒猫王的猫头，太好了，这下毒猫王套装齐了。秦风之前只打到2件，就差这个猫头。本来他想着再打一次幽暗密林副本，把猫头给打出来，现在却是不用了，秦霜给他爆出来了，赶紧换上猫头。这个猫头非常大，毛茸茸的，并不是全覆盖的，而是猫咪张开嘴巴咬住秦风脑袋的造型，和他的猫爪、猫脚搭配在一起，显得更加呆萌。当然了，这完全不在秦风关注的范围之内，他只在乎属性提升了多少。
现在他的中毒持续时间提升到30秒，异常状态触发几率达到200%，也就是说可以固定2个异常状态100%触发。3件套齐全之后，套装属性也显现出来，毒属性伤害翻倍，秦风直接爽翻。他现在的毒属性伤害已经非常厉害，现在又来一个翻倍，直接逆天。秦风看了一下视野右上角的一个倒计时，23点50分30秒，这是帮战令牌的剩余持续时间。一个帮战令牌的效果是24个小时，现在才只是刚刚过去10分钟而已，接下来还有整整1天的时间，猎杀才刚刚开始。第24章疯狂猎杀，快搜，一定要抓住秦风，他杀了大少爷，如果不抓住秦风，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跟大夫人交代。一群10几个人朝着秦风藏身的地方搜索过来，隔着很远的距离，秦风就听到对方的声音，竟然还想要抓捕自己，简直是找死。搜搜搜搜，秦风懒得等他们靠近，直接冲过去，箭矢雨点一样射出。是秦风，快退！秦风在我们这里，坐标是。秦风突然冲出来，只射住了一半，另一半就反应过来，快速后退。他们已经通过之前的2次战斗，知道了秦风的厉害，所以看到秦风之后就立刻撤退，根本就不敢和之前那样狂妄自大。学聪明了吗？不过你们逃得了吗？跳跃！秦风直接跳过10米距离，撤退的几人再次被秦风锁定。嗖嗖嗖，一人一剑，眩晕加中毒，他们脑袋上全部都冒出密密麻麻的中毒伤害，而且都是180的超高伤害。秦风射完就走，丝毫没有停留，也没有确认他们死亡，因为没有必要。他离开上百米后，系统提示这才响起：叮，你击杀敌对帮会玩家秦毅。叮，你击杀敌对帮会。一连响了10几次，那些被他射中的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快点，刚刚秦毅报的坐标就在前面100米远的地方，这次一定要抓住秦风。这个时候，秦风前面又出现了10几个秦家之人，应该就是刚刚被秦风杀死的那些人呼叫过来的援军。不过他们运气不好，正好撞到秦风的枪口上。嘿，不用跑了，我就在这。秦风直接现身开射，这些人也很快去地下追随秦霜去了。秦风在森林里面纵横穿梭，只要人数不超过20人，他就直接开杀。以他现在的实力，都是一剑一个，没有例外。20人是他给自己定的一个安全标准，因为只要4秒就能全部解决。这么短的时间，甚至对方都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秦风就已经打完撤退了。他可以完全保证自身的安全。不到半个小时，死在秦风手里的人就已经超过了200之数。对方似乎已经认识到秦风的强大，不敢再以10几人小队的形式来搜寻秦风。此时在秦风不远处的就是一个足足50多人的队伍。哼，以为这点人就能对付我吗？秦风冷笑一声，从藏身处现身出来，朝着人群中扔了一个毒猫王的剧毒之血，直接让6个人中毒。他们头上立刻冒出了180的超高毒伤。秦风直接掠过他们，箭矢瞄准了其他人。嗖嗖嗖嗖，一连5箭，又是5个人被射中，眩晕加中毒。从开始攻击到现在，也才只是过了1秒而已。对面已经有11个人中毒，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好的解毒药剂或者是圣职者的净化治疗的话，他们都死定了。而这个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是秦风来了，给我杀，不要让他跑了！大喊着，就有人朝着秦风冲杀了过来，尤其是他们领头的一个骑士，这人反应速度最快，第一时间就朝着秦风跑了过来。嗖嗖嗖嗖，秦风没有动，又是5箭射出，5人再次被眩晕和中毒。第2秒结束，有更多人朝着秦风冲过来。嗖嗖嗖嗖，秦风继续射出5箭，又是5人被射中。这个时候，那领头的骑士已经冲到了距离秦风足够近的距离。冲锋！这骑士身上红色的光芒一闪，直接朝着秦风用出了骑士的标准技能。冲锋技能可以直接冲撞到敌人身上，造成大量伤害的同时，还可以把敌人撞晕。只要把秦风撞晕，哪怕只有1秒，其余人的攻击也可以紧接着跟上。秦风这个击杀了他们秦家大少爷秦霜，并且还杀了他们大秦帮200多人的恶魔，就会被他们拿下。这骑士在冲锋的时候，甚至都已经开始笑了起来。可是就在他要撞到秦风身上的时候，秦风也用出了技能踏射。这骑士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呢，他就已经被秦风踩在脚下。秦风的剑尖正对着他的脸。嗖嗖嗖嗖嗖，一连5箭，技能伤害加5层中毒，这骑士直接被秒。这时候几个远程职业也已经对秦风释放出了技能跳跃。秦风立刻发动跳跃技能，躲开了所有攻击，一转身，很快身影就消失在森林之中。大秦帮的人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也不敢继续追。
因为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他们就已经有22个人被杀，就算是有圣职者给他们治疗都没有用。秦风现在的中毒伤害太高了，根本就治疗不过来。而圣职者的净化治疗技能要到10级才能学到。至于解毒药剂吗？已经派人回城去买了，可是还没有回来。第25章，刷喇叭。最让他们恼火的是，他们这个队伍的头领，也就是那个骑士，也被秦风给秒了。这一下他们就更害怕了。本来以为50多人的队伍，秦风看到他们就会远远躲开，谁知道秦风不但没躲，反而直接强杀了一半，而他们连秦风的毛都没有碰到。这秦风简直是太恐怖了，怪不得连他们大少爷和禽兽都死在秦风手里。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赶紧去找其他队伍会合，这秦风太恐怖了，我们这点人根本不安全。嗖，这人的想法非常正确，不过他明显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秦风就已经去而复返，杀了一个回马枪，箭矢狠狠地射到了他的身上，直接眩晕加中毒。这下只剩下30人的队伍，而且还没有队长指挥，散沙一片，人人恐惧，根本就连反击都不敢了。很多人大叫一声，掉头就跑。嗖，秦风快速收割着人头，这一波下来只射中了20个，逃跑了1/3。秦风也懒得去追，他们都吓破了胆，已经没有了威胁。3个小时后，大青帮500多成员聚集在一起，所有人都是一脸阴沉，如丧考妣。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堂堂的大秦帮竟然会沦落到如此境地。1000多人硬生生被秦风一个人杀了一多半，只剩下现在500多人，甚至他们的帮主秦霜和副帮主禽兽也已经死了，他们中间就躺着秦霜的尸体。现在怎么办？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有人问出了这个问题。还能怎么办？秦风的小处他太厉害了，我们不是对手，还是如实向大夫人汇报吧。已经死了500多人，我们已经尽力了，就算是戴夫人应该也不会过分苛责我们。那谁汇报？众人再次沉默，因为谁都不敢汇报，一旦被大夫人的怒火波及到，他们立刻完蛋。还是我们一起吧，这事情隐瞒不住，总是要说的。与此同时，就在不远处，秦风看着大秦帮500多人聚集在一起，防守严密，不由得叹息一声。他虽然实力很强，可是也刚不动500人的队伍啊。如果他们一支500人待在一起，那他就没有机会收割人头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区域喇叭在整个河阳市上空响起，是李凤仪愤怒到极点的声音：秦风，你这小畜生竟然敢杀我儿子，我一定要让你死！大秦帮的人听着，我命令你们立刻杀死秦风，将功赎罪。这个喇叭简直是石破天惊，整个河阳市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不可思议。我擦，这不是秦家大夫人的声音吗？他儿子岂不就是秦霜？我们学校的学霸，据说是最有可能成为咱们河阳市的高考状元，竟然会被秦风杀死，这太不可思议了吧？对呀，之前秦霜的狗腿子禽兽还刷区域喇叭悬赏秦风的位置，想要抓捕人家，甚至整个森林区域都给封闭。没有想到，不但没有抓到秦风，反而是秦霜自己被人打死。哈哈，这秦霜平时嚣张跋扈，横行霸道，尤其喜欢欺负秦风，没想到却是死在秦风手里，简直是太爽了。所有人听到这个信息之后，都是议论纷纷。秦家人自然是震惊愤怒，不过其他人却都是暗中高兴，恨不得拍手叫好，可见秦家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大秦帮的人听到这个信息之后，都是脸色铁青。他们没有想到，这位大夫人竟然直接刷喇叭给他们下达命令。他们是不想杀死秦风给秦霜报仇吗？他们想，可是他们没有能力，他们现在连自保都难，何谈杀人？秦风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却是直接笑了。本来以为没有办法继续收割人头了，这秦家大夫人李凤仪就马上出手帮助自己，堪称是对方的猪队友啊！不行，这还不够，要再刺激一下对方才行。想到这里，秦风也买了几个区域喇叭。李凤仪，你儿子秦霜不行啊，我随随便便就秒杀了他，他却是连我一根汗毛都没有伤到。你儿子秦霜就是一个废物啊！听说你花费了很多资源去培养他，真是浪费啊！那么多资源，就算是培养一头猪，猪都比你儿子秦霜强。秦风的声音也在整个河阳市上空响起，所有人都听到了秦风的声音，顿时好多人都兴奋了起来。我擦，秦风好牛逼啊，竟然直接承认是他杀死了秦霜，还直接刷喇叭嘲讽，他喵的，这一下怕是秦家大夫人要被直接气死了吧？哈哈，气死好！听说这秦家大夫人就是一个恶毒后妈，根本就不把人家秦风当人，各种虐待，这是恶有恶报，活该！众人议论纷纷，甚至怪也不打，急也不生了，就等着吃瓜。噗！另一边的李凤仪听到秦风的喇叭之后，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杀了人儿子，还刷喇叭嘲讽，简直是杀人诛心啊！
还没有等他恢复，秦风的喇叭又刷了起来。还有啊，这大秦帮的垃圾就不要指望了，他们已经被我杀怕了。现在500多个人聚集在一起，当起了缩头乌龟，我就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他们也看到我了。可是他们500多个人就是不敢过来杀我，我看他们就是一群乌龟王八。秦风这个喇叭一刷出去，大秦帮的那些人一个个脸色更加难看。他们站起来看了一下，果然就看到秦风就在不远处的森林里面朝着他们挥手。他们一愣，随后都不约而同的当作没有看到，把头扭到了别的方向。就在这个时候，秦风的喇叭再次刷了起来。哈哈，太好笑了！我刚刚给大秦帮的那些乌龟王八挥手，他们竟然扭过头去，假装没有看到我，那一幕太好笑了。不过机智如我把这一幕给拍下来了，各位欣赏一下吧。后面还附了一张图片，正是那些人假装没有看到秦风把头扭过去的瞬间的图片。看到这张图片之后，顿时所有人都再次兴奋起来。我擦，大秦帮不是号称河阳市最强帮会吗？现在竟然被秦风一个人压制的死死的，秦风太牛了吧！秦风牛逼，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秦风就是我的偶像。和吃瓜群众的欢乐不同的是，大秦帮的那些人看到这图片之后，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秦风这也太阴损了吧！杀了他们那么多人，难道还不够吗？竟然还要如此侮辱他们！有一个人气不过，蹭一下站起来，一副要跟秦风拼命的样子。不过他马上就想起秦风的恐怖来，挠了挠头又坐下了。这个时候，秦风的喇叭再次刷了起来。我看大秦帮以后不要叫大秦帮了，大秦2个字他们不配，他们改名叫缩头帮或者是乌龟帮、王八帮，这些名字更适合他们。秦风继续刷喇叭嘲讽，同时他也在大秦帮那些人周围走来走去，做出一些挑衅的动作，希望他们能分出来一些人追杀他。可惜的是，现在大秦帮的人似乎是已经打定主意，无论秦风做什么，他们都当没有听到，就是不为所动。秦风，你这小畜生等着，今日我必杀你！就在这个时候，李凤仪再次刷了一个喇叭。秦风听了之后一愣，我擦，李凤仪这是要亲自出手来杀我吗？第26章超凡强者。哈哈，李凤仪，你这老钱婆是要亲自给你那废物儿子报仇吗？快来吧，老子很乐意送你和你秦家满门去地下和你那废物儿子团聚。秦风紧跟着就刷了一个喇叭，丝毫不在意李凤仪是40多级的法师，实力远远超过自己，因为他觉着今天一天比前世20多年活的还要精彩，他宁愿轰轰烈烈的只活一天，也不愿意窝窝囊囊的虚度一生。现在他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秦家要战就战，他毫不畏惧。我擦，秦风牛逼，秦风太刚了，竟然不惜跟秦家满门同归于尽。什么呀，秦家可是超凡家族，随便出一个高级强者就能杀死秦风，秦风怎么可能跟秦家同归于尽？新人保护法不知道吗？秦风现在是新人，秦家如果敢杀秦风的话，那就是触犯了新人保护法，管他是不是超凡家族，肯定满门死绝。新人保护法可是用200多个超凡强者家族的血写出来的，不差他一个秦家。听到秦风的发言，很多人再次议论起来，这些人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都是支持秦风的居多。而大秦帮的那些人看到之后，脸色就更加难看了。这事态怎么好像在持续升级，完全不受控制了呀？他们现在都开始后悔了，以前干嘛要欺负秦风啊？如果没有欺负秦风的话，今天也不会弄成生死仇敌啊。河阳城中，李凤仪已经出离的愤怒，他直接带着10几个秦家中仆，全副武装的朝城外杀去。他这是要亲自出手击杀秦风，给他儿子秦霜报仇。不过很快警察就驱车赶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不是普通的警察，而是中央特派下来的监考警察，领头的正是之前去过秦家一次的那位。他朗声对着李凤仪等人喊道：秦夫人，现在正是高考期间，请秦夫人原路返回，不要扰乱高考秩序，更不要触犯新人保护法。什么狗屁高考，什么狗屁新人保护法，我儿子都被秦风那小畜生给杀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你给我让开！李凤仪双目通红的嘶吼着，他已经陷入疯狂之中，为了报仇什么都不顾了，甚至指着对方威胁说道：我丈夫可是超凡强者，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不然的话，超凡强者的怒火不是你能承受的了的。说完之后，李凤仪竟然不管不顾的直接释放出了一个大火球，朝着对方砸了过去。对峙双方都是大惊，要知道这位可不是普通警察，而是中央特派的监考警察，攻击监考警察的罪过丝毫不比触犯新人保护法轻，甚至还有过之，冥顽不灵。面对击射过来的高温火球，这位监考警察完全不屑一顾，一股庞大的剑意从他身体之中迸发而出，强大的威压横扫全场，甚至就连那击射而来的火球在这强大的剑意之中速度都变得缓慢起来。剑来！这位监考警察伸手一抓，顿时一把透明的强大光剑出现在他手中，对着面前的火球轻轻一斩。
一股剑气激射而出，火球直接被斩灭，那剑气则是继续朝着李凤仪斩杀而去。这是剑圣，超凡强者！李凤仪大惊，他虽然自己不是超凡，可是对于超凡强者的气息，他知道得非常清楚。本来以为对方只是一个普通的监考警察，谁能想到竟然是一尊隐藏的高手。他连忙凝聚出了一个魔法护盾抵抗。可惜的是，在这一道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剑气之下，他的魔法护盾就好像是肥皂泡一样，轻轻一碰就破了。随后剑气更是斩断了他手里的魔法杖，直接把他打飞出去，鲜血狂喷。大夫人，秦志高等人都是大惊，赶紧把李凤仪扶起来，检查了一下伤势，发现只是轻伤，这才稍微放下心来。不过都不敢对那位超凡警察有任何怨言。秦孝武的名字威慑一下普通人还行，而面前的这位监考警察也是超凡，秦孝武超凡的名头就完全没有效果了。李凤仪眼神阴毒地看着对方，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怕是超凡都被他杀死了。不过这位超凡警察却是视若无物，冷声说道：看在你刚刚失去儿子的份上，我现在只是略施小惩，如果仍旧冥顽不灵，触犯法律，就算是超凡家族，我也一定会维护法律尊严，还不速速退下！最后一声大喝，超凡强者的威压再次横扫全场。李凤仪、秦志高等人都有点呼吸困难，知道这位超凡警察不是他们能招惹的，不敢继续停留，立刻原路撤退。这位超凡警察对其他警察吩咐道：你们守好城门，不允许任何非考生出城。是。随后这位超凡警察身影一闪，速度快如流星，朝城外去了。第27章调停。另一边，秦风发了最后一个挑衅喇叭之后，就做好了决死的准备。毕竟以秦家的实力，随便出动几个3、40级的高手，自己肯定不是对手，毕竟这等级差距太多了。就算明知必死，秦风也绝不屈服。反正已经杀死秦霜和秦寿以及500多个秦家之人，不但给自己报了仇，甚至还大赚，之后不管结果如何，自己都不算亏了。接下来就是能多杀一个就赚一个。于是他马上就盯上了剩下那500多大秦帮的人，各种言语和动作挑衅。只是这些人铁了心的做缩头乌龟，无论秦风如何挑衅，他们都不为所动，这让秦风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轰！就在秦风想要强行攻击的时候，一道人影从天而降，强大的剑意横扫当场。秦风被压得睁不开眼，呼吸困难，仿佛有一座大山压在他身上，几乎让他当场跪下。好在这剑意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是一刹那，强大的剑意就消失无踪。秦风还以为是秦家的人杀过来了，立刻拉弓搭箭，准备誓死反击，却是发现面前的人穿着警服，还是一个熟人，正是之前报警的时候去秦家帮他解围的那位男警察。警察叔叔，怎么是你？这警察秉公执法，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而且还帮他解围过，秦风对他非常有好感。秦风，收起你的弓箭，你不会连我都想要攻击吧？哪能啊，我怎么可能会攻击警察叔叔？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秦风赶紧收起弓箭，反问说道：对了，警察叔叔，您怎么会来这里？我可没有触犯法律啊，不信您看，我可没有红名，我的罪恶值也是0。说完之后，秦风直接把他自己的罪恶值展示给对方，证明自己良民的身份。我知道你没有触犯法律，不过也适可而止吧，不要再继续杀人了。警察叔叔，这事情可不是我开始的，是他们大秦帮要杀我，不但在道路上设卡，他们副帮主秦寿还刷喇叭悬上我的位置，秦霜更是当面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救得了我，非要弄死我。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站着给他们杀吧。迫于无奈之下，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警察微微皱眉，充满威严地说道：秦风，虽然你的确是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规定说高考期间不能使用帮战令牌，可是你现在造成的影响太大了。你已经杀了500多人，就算他们欺辱你在先，你杀了这么多人，也应该气消了。如果再杀下去，那秦家整个年轻一代都要被你杀光了，到时候什么法律都约束不了秦家满门找你报仇，就算我都压制不住。所以趁现在事态还没有失控，你最好停止杀戮，并且取消帮战令牌的效果，不然的话，为了维护大部分考生安全，我只能取消你的考试资格，到底怎么选你自己看着办吧。秦风闻言，知道这位警察叔叔的面子不得不给，不然就真是自己作死了。那好吧，既然警察叔叔你说了，我肯定得听，马上就取消帮战令牌的效果。听到秦风的话，这位警察同志和大秦帮的人都是松了口气。可是秦风的声音再次响起，不过呢，这帮战令牌你也知道非常珍贵，这可是我最昂贵的东西了，我是被大秦帮逼迫之下使用了这帮战令牌，现在我顾全大局，响应警察叔叔您的要求，取消帮战令牌的效果，可是这损失总不能全让我一个人承担吧，他们大秦帮必须要承担损失才行。秦风说的合情合理，警察同志也没有理由反驳，转头看向了大秦帮的人。警察叔叔，我们愿意承担。大秦帮的人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同意。
现在能保住他们的小命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有不同意的道理？立刻开始筹钱。不一会就有人送过来5万金币。擦，要少了。秦风看得分明，这5万金币他们只动员了1半人就凑够了，相当于一个人只出了200金币而已。这说明他就算是开口要10万金币，这些人也能拿出来。不过现在也不好当着警察叔叔的面坐地起价，秦风只能接受了这5万金币。哎，赔了5万金币啊！秦风心里郁闷地想着。随后，秦风当着警察叔叔的面取消了帮战令牌的效果。无论是警察叔叔还是大秦帮的人，都是松了口气。没有战争令牌的效果，双方就不再是战争状态。秦风如果继续杀戮，就会红名，立刻触犯法律。秦风，记住你说过的话，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警察同志对秦风叮嘱说着。嘿嘿，警察叔叔放心，我已经把法律刻在我的脑子里，绝对不会给警察叔叔你添麻烦的。第28章升级。第二天，秦风天一亮就出城开始打怪了。主要是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打打杀杀了，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升级。如果还不抓紧，他怕是3天时间根本就升不到18级，直接高考失败。刚刚进入幽暗密林深处，他就碰到了这里的怪物，几只矮小的绿皮哥布林。这些绿皮哥布林看到秦风之后，就立刻尖声大叫起来，并且还敲打兵器，发出非常大的声音。秦风知道他们这是在示警，呼叫其他的哥布林队伍。如果是别的队伍过来的话，就是悄悄地摸上去，把这几只会示警的哥布林悄悄干掉，之后的战斗就会轻松很多。不过秦风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根本不动手，就让这几只哥布林多叫一会，叫来的哥布林越多越好，省得他到处跑了。果然，不一会就有一支哥布林队伍杀了过来。这一支哥布林队伍足足有50-60个成员，队形还算整齐，还有不同的兵种配置。最前面的是一些哥布林战士，血厚防高，负责冲杀。中间是一些哥布林头毛手，可以投掷短矛和石头。在后面是几个哥布林巫师，可以释放冰系和火系魔法。最后面则是有一个异常高大的哥布林，比其他哥布林足足高出半个身子，有1.5米高。这是10级的哥布林队长。哥布林队长，精英怪物，等级10级 ，HP 15000，MP 500，技能重击、格挡、投掷长矛。这就是这哥布林队伍的配置。和之前打过的那些野兽不同，哥布林是有社会属性的，更像是人类。没有等哥布林队长发布攻击的命令，秦风就首先发动了攻击。先是往最密集的地方扔过去一个毒猫王的毒血，顿时至少7-8只哥布林中毒，开始快速掉血。这些哥布林虽然已经有了智慧，可是他们还没有掌握炼金术，更不会制作解毒药剂，所以一旦中毒就是必死。对于那些中毒的，秦风都直接绕过，开始攻击其他的哥布林。嗖嗖嗖，箭矢不停地射出去，挨个点名。这些哥布林顿时就被秦风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最前面的那些哥布林战士都已经被秦风全部点名。冲！这个时候，哥布林队长才发出了冲锋的命令，想要用数量的优势压制秦风。跳跃！秦风直接一个跳跃，后退10米，慢悠悠的后退，大概10秒之后，所有中毒的哥布林战士全部被耗死，只剩下一些远程怪。秦风就站在他们的攻击范围边缘，往前走一步就是他们的攻击范围，往后退一步就离开了他们的攻击范围，不会被攻击到。秦风往前走了一步，所有的哥布林投手和哥布林巫师都朝着秦风发出攻击。秦风后退了一步，顿时所有的攻击全部落空。嘿嘿，现在轮到我了。秦风上前一步，开始射击。每一只哥布林就只需要1箭。不一会，这些哥布林远程兵种也陆续死去。那哥布林队长见状，对着秦风投射光身上所有的短矛之后，掉头就跑。他们都是有智慧的，多半都不会和玩家死磕，尤其是在野外的时候，他们逃跑的几率非常大。秦风早有预料，一个跳跃追上去，一箭下去，直接把哥布林队长定在原地。一顿站桩射击，哥布林队长死亡。丁，你击杀10级哥布林队长，获得经验值1000。丁，你的等级提升到8级。随着哥布林队长的死亡，秦风的经验条终于突破到8级。摸完尸体之后，秦风继续前进。不一会，就又遇到了好几支哥布林队伍，都被秦风轻易击杀。渐渐的，除了哥布林队伍，他还看到了一些低矮的小木屋，这些都是哥布林搭建的房子。这些房子非常小，高不到1.5米，总面积不到10平米，还没有人类的一个普通房间大。可是里面居住的哥布林数量却是让人啧舌。秦风亲眼看到，从一间小木屋里面陆续钻出来20多只哥布林，他都不知道这些哥布林是怎么住在这一个小房子里面的。对于这样的哥布林小木屋，几乎是所有玩家的最爱，因为只要堵住门口就可以轻松的一窝端。主要是因为小木屋的门口太小了，一次只能进出一个哥布林，所以玩家们只要有2个战士堵住门口，
把出来的哥布林堵在门框里面，他们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击杀哥布林，全程无伤，还可以快速获得经验值，谁能不喜欢呢？第29章哥布林营寨。秦风杀起来就更简单了，直接在门口扔一个毒魔王的毒血，然后把里面的哥布林吸引出来就足够了，甚至都不需要他亲自出手攻击。端掉一些小木屋之后，秦风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营寨，终于到了哥布林的大本营了。只见门口有着哨塔和成队的哥布林战士巡逻，里面密密麻麻有上百个哥布林小木屋，最中间的位置还有一个非常高大的木质大厅，那是哥布林酋长的宫殿，里面至少有一个 BOSS， 因为除了哥布林酋长，还有哥布林祭祀，这两个都是 BOSS， 一个是物理系的，一个是魔法系的。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说不定还能碰到一个非常稀有的 BOSS。 白化哥布林据说是哥布林一族的天才，掌握了雷电技能，非常厉害。秦风记得前世的时候，还是秦霜带着整个大秦帮围剿白化哥布林，结果还是死了上百人。当时秦风还暗暗庆祝了一番。大秦帮虽然被自己打得很惨，可是他们的实力秦风还是很认可的，连大秦帮全体出动都死了上百人，足以见得那白化哥布林的实力应该是非常强大的。只是不知道白化哥布林在不在这个营寨里面。嗖，秦风直接开始对门口放哨的哥布林展开攻击，挨个点名之后，秦风就后退，等着他们死亡。这些哥布林在死之前发出了尖锐的叫声示警，这顿时就惊动了整个哥布林营寨。秦风就看到所有的哥布林小屋里面都钻出了数量不等的哥布林，开始组成队伍，浩浩荡荡的朝着门口杀过来。这正是秦风要的效果，他直接在营寨门口扔了一个毒猫王的毒血。整个哥布林营寨只有这一个出口，他们想要出来击杀自己，就必须要通过这里。他只要毒血封门，出来一个就必定死一个。秦风就站在门口，对想要冲出来的哥布林进行补刀。毒血时间到了之后，他就会第一时间继续扔一个过去。不一会，地上就铺满了一大片哥布林的尸体。后面一些智慧比较高的哥布林队长和哥布林巫师之类，知道地上的毒血厉害，不敢靠近，急得哇哇大叫。秦风却是非常高兴，这样的杀怪速度让他的经验条蹭蹭的往上涨。很快他就再次升级到9级。吼！就在这个时候，一大群精英哥布林走了过来，其他哥布林见状都自动给他们让道。秦风看到之后，顿时就明白这肯定是哥布林 BOSS 出动了。等到他们靠近之后，秦风看到其中有一只身高2米，仿佛巨人一样的超大哥布林，这应该是哥布林酋长。他旁边是一只身上穿着华丽的服饰，头上戴着用鲜艳羽毛编制成的帽子，手里拄着骷髅头法杖的哥布林，这应该就是哥布林祭祀。这两个都是 BOSS。 最让秦风惊讶的是，在他们中间竟然还有一个白色哥布林，那两个 BOSS 俨然以他为尊。我擦，白化哥布林，运气这么好！看到这白化哥布林之后，秦风又惊又喜，没想到第一个营寨就找到了白化哥布林，这可是稀有级的 BOSS。 等他们靠近之后，秦风立刻查看他们的属性。哥布林酋长豪格12级 BOSS， HP 4万， MP 1万，物理攻击1000，防御1000，技能重击、冲撞、投掷飞斧、旋风斩。哥布林祭祀豪斯12级 BOSS， HP 3万， MP 2万，魔法攻击1000，技能治疗术、强化术、鼓舞士气、火球术、寒冰剑。白化哥布林豪雷13级精英 BOSS， HP 5万， MP 2万，魔法攻击1200，技能雷电掌握、落雷术、连环雷电。果然3个全部都是 BOSS。 这白化哥布林应该也是前世击杀了大秦帮上百人那个，看来自己今天的运气真是不错，一来就碰上了。如果是其他人看到一下出来了3个 BOSS， 而且等级还是远远高于自己的，肯定是害怕，担心打不过。但是秦风却是丝毫不惧，反而非常兴奋。吼！3个 BOSS 来到门口之后，那哥布林酋长豪格大吼一声，挥动手里的2柄巨斧，咔咔2下就把幕墙给拆掉了。看得秦风一脸懵逼，不愧是 BOSS， 这智商就是高啊！看到门被毒血毒死了，就直接拆墙。轰隆隆！就在秦风正愣的时候，一道雷电朝着秦风当空轰击下来。-500，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在秦风脑袋上冒出来，而且最致命的是，秦风一下被雷电眩晕了。雷电攻击还会带有一定的眩晕几率，秦风很不幸的正好就赶上了这不高的几率。虽然被眩晕，可是秦风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他看着潮水一样冲上来的哥布林队伍，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我擦，大意了，自己不会死在这里吧？正在想着，那哥布林酋长庞大的身躯直接就朝着秦风冲撞过来，强大的力量直接把秦风撞飞出去10几米远。秦风脑袋上再次飘出一个600的伤害。秦风落地之后，眩晕状态也解除了，赶紧站起身来，吃了一个生命药剂，
朝着哥布林群之中扔出去一个毒猫王的毒血，迅速启动了跳跃，和哥布林拉开距离。第30章，聪明的 BOSS， 擦，差点就死了，自己太拖大了，必须要改掉这个骄傲自大的毛病，不然的话，迟早会出事。秦风心里对自己暗暗告诫说着，他毕竟只有一个人，没有队友，容错率几乎为0，这就更不允许他有任何失误。一旦失误，很可能就意味着死亡。这次如果不是那哥布林酋长把自己撞飞出来，被哥布林大军包围上来，或者是白化哥布林继续用雷电技能狂轰，那自己就真的死了。想到这里，他继续朝后退去。与此同时，那白化哥布林朝着哥布林酋长发出了一声类似呵斥的叫声。2米多高的哥布林酋长立刻好像是做错事的小孩子一样，回到白化哥布林身边，低着头不敢说话。秦风看了不由得啧啧称奇，看来这白化哥布林的确是智慧和地位都非常高。哥布林酋长没有配合好，还会被他训斥。3个 BOSS 聚在一起，就是典型的战法木的配合。玩家们的打法让他们学了个10成10，看来自己想要速杀是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那就先把小兵清理干净再说。秦风一边后退一边射击，毒血也不停地扔到哥布林怪群之中。不一会，数百只哥布林有1多半都被中毒，他们头顶上飘起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看上去蔚为壮观。虽然哥布林祭祀可以治疗，而且还是群体治疗，可以一次最多也只能治疗10个目标，还有不小的冷却时间，这让他越来越治疗不过来。死亡的哥布林手下也是越来越多。秦风用风筝战术拉着他们跑了一圈之后，原本500-600只数的哥布林大军就少了一半，活着的只有不到300了。吼！白化哥布林一声大吼，顿时所有哥布林都停止追击。那白化哥布林用智慧的眼神恶狠狠地看了一眼秦风，然后指挥着哥布林大军缓缓撤退。我擦，竟然这么聪明，知道破不了我的风筝战术，直接就不打了。秦风再次被白化哥布林的智慧惊呆。不过这些哥布林已经被秦风认定为他的猎物，怎么可能会放任他们离开呢？马上追了上去，在哥布林大军后面猛射，只要是被他射住的，立刻眩晕，连续几箭下去，中毒叠加，迅速死亡。吼！白化哥布林见状，直接带领着另外2个 BOSS 一起在后面殿后。白化哥布林更是连续释放雷电术，轰隆隆的落在秦风前面。虽然没有攻击到他，可是也阻止了秦风继续追击。看着陆续返回哥布林营寨的3个 BOSS， 秦风生出一种不是和怪物战斗，而是跟玩家战斗的错觉来。不过这也更加激发了秦风的胜负欲。回到营寨之后，在白化哥布林的指挥下，哥布林投手和哥布林巫师这些远程职业被安排在最外层进行巡逻。一旦发现秦风靠近，立刻一起朝着秦风进行攻击。不管能不能攻击得到，先把秦风逼退再说。然后3 BOSS 也会立刻杀过来。有3 BOSS 在，秦风一时间还真奈何不了他们。喵的，跟大秦帮学的当缩头乌龟是吧？今天必须弄死你们！秦风转身钻进森林，脱离了哥布林的视线。打开背包，在一大堆装备中挑出了一件装备，攻击时10%几率触发火属性攻击。换上这件装备，秦风绕到了哥布林营寨的另外一边，对着那些木头营寨和木头房子连续射击。现在他已经把火属性攻击提升到了100%，所有的箭矢都变成了火焰箭。很快，木头营寨和房子都被点燃，烧起大火，立刻就有一些哥布林过来救火。秦风嘿嘿冷笑，趁乱把这些赶来的哥布林全部射死。后面陆续来了2波哥布林，结果都被秦风干掉。这就是他的破局之法，只要制造出足够的混乱，哥布林的防御不值一提。没有哥布林及时灭火，加上秦风不断射出火焰箭引燃，火势越来越大，很快火焰就吞噬了营寨1/5的范围。这终于吸引来了3 BOSS。秦风见状掉头就走。3 BOSS 聚集在一块，他没有办法干掉他们。绕到营寨另外一边，原本守在这里的哥布林有1多半都被调走灭火去了。此时这里只有30-40个哥布林。秦风果断出击，不到半分钟全部杀光。哥布林的惨叫声引起了正在灭火的3 BOSS 的注意，他们看到是秦风，气得哇哇大叫。尤其是2米多高只长肌肉没长脑子的哥布林酋长，提着2把大斧就朝着秦风杀了过来。就算是白化哥布林在后面大叫阻止，都没有任何用处。秦风一看，顿时大喜。3 BOSS 聚集在一块，他不是对手，可是只要分开，那就是他的活靶子啊！秦风取消眩晕状态，把异常状态触发几率叠加到中毒和燃烧状态上，对哥布林酋长开始使用风筝战术。之所以取消眩晕状态，是因为白化哥布林和哥布林祭祀就跟在后面，秦风没有办法在他们赶到之前就杀死拥有4万生命值的哥布林酋长。这样使用风筝战术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且不断给哥布林酋长叠加中毒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干掉对方。嗖嗖嗖！
秦风一边后退，一边射出箭矢。这哥布林酋长非常愤怒，所以追得非常紧，留给秦风射箭的时间非常少。可是秦风依靠他精湛的技术，还是很快就给哥布林酋长身上叠加了10次中毒状态，这让他每秒损失生命值的数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800点。生命值的快速流失，加上后面白化哥布林和哥布林祭司的大声呼喊，终于让哥布林酋长反应过来。他看了一下他自己的生命值，看到已经去了1/3，而且还在迅速掉血，顿时眼睛中出现了恐惧的神色，立刻停止追击的脚步，蛇身返回。都追到这了还想跑，跑得了吗？归一，眩晕，中毒。秦风立刻把眩晕状态叠加到100%。第31章，这里我们包了，你到别的地方打怪去。一箭射去，哥布林酋长顿时定在原地动弹不得。嗖嗖嗖，连续5、6箭下去，白化哥布林和哥布林祭司终于追了上来。白化哥布林立刻释放雷电，哥布林祭司也立刻施展治疗术。秦风见状，扔了一个毒魔王的剧毒之血到哥布林酋长脚下，迅速跳开，躲过了白化哥布林的雷电攻击。此时哥布林酋长身上的中毒状态已经叠加了18层，每秒掉血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000多，而且因为脚下有毒血，所以中毒状态还在继续叠加，这让他受到的伤害越来越高。这让哥布林酋长的4万生命值迅速下降，就算是哥布林祭司拼命使用治疗术，也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值拉回来。丁，你击杀12级 BOSS 哥布林酋长，你获得经验4000点。丁，你的等级提升到10级。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秦风的实力再次增加。吼！看到哥布林酋长死亡，白化哥布林发出愤怒的吼声，对着秦风连续释放雷电，也顾不上能不能击中秦风，就是为了释放心中的愤怒。秦风却是猛地眼睛一亮，这雷电技能都是有冷却时间的，这么一股脑的全部释放出来，身边还没有大群小弟保护，这不是找死吗？秦风就好像是一个盯上猎物的豺狼一样，双眼放光，等到白化哥布林的技能一用完，立刻就扑了上去。嗖嗖嗖，嗖嗖嗖，眩晕加中毒，白化哥布林立刻被定在原地。一转眼的功夫，秦风就已经射出7、8箭，白化哥布林身上的中毒状态叠加了7、8层，180的中毒伤害在他脑袋上连成了一条直线。哥布林祭司见状，大叫着立刻冲上来营救。已经死了一个哥布林酋长了，这白化哥布林绝对不能再出事。治疗术、强化术一股脑的砸到白化哥布林身上，可是治疗术如同杯水车薪一样，根本就抵消不了中毒造成的伤害。白化哥布林的血条快速下降。哥布林祭司见状，知道不阻止秦风射击的话，白化哥布林也很快就会重蹈哥布林酋长的覆辙。于是他直接朝着秦风杀了过来，一手火焰，一手寒冰，准备攻击秦风。跳跃，秦风不退反进，直接跳到哥布林祭司面前，同时一根箭矢射到哥布林祭司身上，哥布林祭司立刻被眩晕。秦风心中大定，2个 BOSS 都被眩晕，他们的小弟还在哥布林营寨中灭火，这波稳了。嗖嗖嗖，嗖嗖嗖，2个 BOSS 轮番射击，不一会双双死亡。丁，你击杀了12级 BOSS 哥布林祭司，你获得了经验值4000点。丁，你击杀了13级精英 BOSS 白化哥布林，你获得了经验值5000点。连续杀了2个 BOSS， 秦风的经验条蹭上涨到 90% 才停下来，只差1000经验值就可以再次升级。果然杀 BOSS 才是升级最快的途径，没有之一。接下来就看看他们能爆出什么好东西来。3个 BOSS 爆出来的东西全部拾取，秦风发现掉落2个紫色稀有装备，治愈长袍，紫色稀有上衣，等级12级，防御加50，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治疗术，恢复自身 10% 生命值。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雷电术。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 10% 几率眩晕敌人。不错啊，既然是带有治愈属性的，一次攻击 10%， 有这个词条基本就不会死了，比什么治疗都要厉害得多。秦风想要立刻换上，可惜的是这长袍需要12级，他现在才10级，现在还穿不上。他再次看向第2个紫色装备，经验戒指，紫色稀有戒指，等级10级，攻击加20，附加属性1，击杀敌人时有 10% 几率获得双倍经验。附加属性2，杀死敌人时额外获得20点经验。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中毒状态。我擦，是经验戒指！看到爆出来的是经验戒指，秦风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戒指非常昂贵，这样的一枚经验戒指市场价格是10万金币，就这还是有价无市。一些大家族的嫡系成员在参加高考期间，这个戒指是必备物品，有的甚至直接弄俩，相当于提升了 20% 到 30% 的经验值，直接就和普通人拉开差距，可以在高考期间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秦风没想到他竟然爆出来了一枚，
这下他升级的速度可以直接翻倍。现在10级了，正好下新副本，副本里面本来就升级更快，加上这经验戒指，估计能直接起飞。想到这里，秦风就朝着10级副本位置走去。与此同时，在所有哥布林的努力之下，营寨中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不过原本好好的营寨有一半都被烧成了废墟，已经失去了所有防御作用。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大群人也来到了这里，发现了这个残破的哥布林营寨。他们之前就发现了一个哥布林营寨，结果因为那营寨的实力太强，他们伤亡了好几个人也没有打下来，最后不得不暂时放弃，想要先打别的零散的哥布林，等级升高之后再去报仇。看到这个残破的哥布林营寨，顿时都是双眼放光，这样弱小的哥布林营寨正是他们现在最好的目标。哈哈，太好了，这个哥布林营寨破破烂烂，连幕墙都不完整，我们的实力正好可以拿下，我们就在这里升级吧。一群人都是非常高兴。就在此时，他们看到一个人走了过来，根本就不是他们班的，顿时一个女生就走过去阻止说道，这地方我们8班的包了，你去其他地方打怪去。来人正是秦风。听到对方的话之后，秦风一脸懵逼，他看了一下眼前被自己弄得残破不堪的哥布林营寨，里面的哥布林稀稀拉拉，已经被自己杀得差不多了，这么少的哥布林杀起来太麻烦了，就算是请他杀，他都不想杀，浪费时间。第32章，对不起，我们这就走。他是想要去森林更深处的副本去，现在只是路过而已。于是解释说道，我不是要打怪，我只是路过而已。说完之后就想要过去，结果却是被那女生给拦住了，说道，嘿，我说你怎么回事，那么多怪物你不去打，为什么偏偏要抢我们已经选定的怪物呢？还没有等秦风继续解释，对方就自顾自地说道，哦，我明白了，你是觉着哥布林营寨里面怪物的爆率会更高，所以想要趁我们把怪物打成残血的时候然后抢怪是吧？我警告你，没门！而且抢怪就抢怪，你要找理由也找一个好点的理由，还说什么你不是要打怪，你只是路过还而已，这蹩脚的理由你自己相信吗？现在是高考期间，所有人都要打怪升级，争分夺秒，你出来你不打怪你要干嘛？遛弯啊！对方说起话来语速非常快，就好像是机关枪一样，秦风想要解释结果都没有机会插嘴。看到对方说完了，秦风想要继续解释，可是对方再次抢先说道，行了，你不要说了，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你的，我劝你赶紧离开，老老实实的去打怪，不要想着抢怪，那是作弊。而且我们8班几十个人，不是你说想抢就能抢的了的，你如果再不走的话，我就要叫人了，我们班长可没有我这样的好脾气，到时候你就算是想走都走不了了。秦风郁闷透顶，这人脑补能力怎么能这么强呢？他根本就不想抢他的怪好不好，他真的只是想要路过而已。你什么你还是不走是吧？好，机会我给你了，是你自己不珍惜，不要怪我。班长，快来啊，这里有人想要抢我们的怪物！一声大喊，立刻就有好几个人走了过来。小南，怎么回事？领头的高大男生开口问着。那叫做小南的女生立刻就指着秦风说道，班长，这哥布林营寨不是已经被我们包了吗？这个人非要进去跟我们抢怪，我好好跟他说让他离开，他非赖着不走，只能叫你过来了。听到一半，那男生班长就已经看向了秦风，结果看到秦风的脸之后，顿时神色大变，眼睛里面满是恐惧，赶紧用手拉了拉小南的衣服，猛使眼色让他不要继续说了。可是小南说的正起劲，根本就没有看到。哎呀，班长，你拉我干嘛？你快点让他离开！呜呜呜！还没有说完，他的嘴巴就被班长用手给捂住了。班长一脸害怕的赶紧对秦风道歉说道，对不起啊，秦风，他脑子不好使，就是在胡言乱语，都是我们不对，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跟你抢怪，我们现在就走。说完之后，就拖着那女生招呼所有人逃命一样的离开了。我擦！秦风一脸黑线，这他喵的到底怎么回事？弄得自己好像横行霸道的大反派一样，明明自己只是路过而已好不好？8班的人逃命似的拖着女生跑出几百米距离，看到已经完全看不到秦风的时候，这才停了下来，一下瘫坐在地上。女生狠狠地把班长的手从自己的嘴巴上推开，一脸不满地说道，班长，你们怎么回事啊？我是让你们把那人赶走，你们怎么反而拖着我跑了？对了，那人是谁？怎么好像你们很害怕那人似的？难道他比怪物还要恐怖吗？哎呀，姑奶奶，你快不要说了。班长听了之后，一脸害怕地回头看了一下，看到秦风没有追来，这才稍微松了口气。你真不知道那人是谁吗？班长一脸后怕地问着。不知道啊，他是谁啊？他是秦风。秦风啊，秦风，怎么这个名字很熟悉的样子，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一样。女生用手托腮，皱眉思索，突然眼睛一亮，随后眼中就是恐惧。我擦，不会就是那个和大秦帮开战的秦风吧？
女生一脸惊恐地说着。不是他还能是谁？班长一脸无语地说着。我擦，居然是他！我刚刚居然那么跟他说话，他不会生气吧？他不会来嘎了我吧？女生因为害怕，连声音都开始颤抖了。应该不会，他这不是没有追来吗？班长安慰说着。不行，班长，我们跑得还不够远，要更远一点才行，我害怕。第33章牛头人部落。秦风深吸一口气，把刚刚那些莫名其妙的人给忘掉。他可不想因为这些人影响他的升级速度。很快，秦风就来到了10级副本入口。这里有2个副本入口，10级副本叫做牛头人部落，里面的怪物都是牛头人；另一个是13级副本冰火之灾，里面的怪物都是冰属性和火属性的魔法怪物。其实以秦风现在的实力，他可以直接打13级副本，因为经验比较多。可是现在毕竟是在考试，所有的副本通关记录都是考试成绩的一部分，所以10级的牛头人部落还是要打一遍的。秦风直接进入了10级副本牛头人部落。哞！刚一进去，秦风就听到此起彼伏的牛叫声。一个巨大的牛头人部落出现在他面前，每一个牛头人都至少有3米多高，身上肌肉虬结，力大无穷，头上长着硕大锋利的牛角，手里的武器都是统一的战斧和战锤。这牛头人也是智慧种族，跟哥布林差不多，所以他们发动攻击的时候也是成群结队。只要战斗一开始，那么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牛头人队伍冲出来，而且这些牛头人的技能都是冲锋、冲撞之类，一旦被撞到就会陷入眩晕状态，一旦眩晕就会被更多牛头人冲撞，从而陷入死循环中，直到被活生生撞死。所以这牛头人副本危险系数非常高，一不小心就会死亡。不过他们的破绽也不少，一是牛头人很容易被激怒，一被激怒就会不顾自身伤害的无脑冲撞，所以像是之前打哥布林的时候发现打不过秦风，于是在白化哥布林的指挥下主动撤退，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在牛头人身上发生的。二是牛头人的攻击类型单一，他们所有作战单位都是近战兵种，没有远程，没有法系职业，所以打他们只要注意拉开距离，不要被他们冲撞到，操作的好，甚至可以做到全程无伤。秦风只有一个人，容错率为0，他必须做到无伤。慢慢靠近牛头人部落，开始查看他们的属性。最普通的是3米高的牛头怪。牛头怪10级普通怪物 ，HP 10000 ，MP 2000，技能斧头攻击带霸体，牛头冲撞带霸体，可造成眩晕。牛头先锋11级普通怪物 ，HP 12000，MP 2000，技能斧头攻击牛头冲撞。牛头队长12级精英怪物 ，HP 20000，MP 3000，技能斧头攻击牛头冲撞，怒吼范围攻击可眩晕。这就是一个牛头人小队的基本构成。牛头怪和牛头先锋是主体，还有一个精英怪牛头队长指挥。不过真要打起来的话，牛头队长会第一个冲锋在前。准备好之后，秦风就开始发动了攻击。先是扔过去一个毒血，踩在毒血上的牛头人立刻中毒，开始掉血。牛头人也第一时间发现了秦风。哞！牛头人发出怒吼，提着超级大斧朝着秦风杀了过来。尤其是4米高的牛头人队长，更是身上浮现出红光，就好像是穿了一身红色的铠甲一样，直接就朝着秦风冲撞了过来。那红光就是霸体状态，在此状态下，普通攻击不能打断其攻击动作。这就是普通玩家认为牛头怪很难打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控制技能少。秦风就不一样了，他的普通攻击都可以100%眩晕。嗖嗖嗖，秦风的箭矢立刻射了出去，正在冲锋的牛头人队长顿时被眩晕，身体定在原地。后面的牛头怪同样也都被秦风射中，定在原地。他们身上迅速叠加中毒状态，成片成片的中毒伤害从他们头上飘起来。在他们快要死亡的时候，秦风把获得2倍经验的触发几率叠加到100%，经验戒指要发挥作用了。随着牛头怪的死亡，系统提示音也响了起来。叮，你击杀牛头怪，获得经验值660点。叮，你击杀牛头先锋，获得经验值780点。我擦，这么多！看到一只怪物就能给这么多经验，秦风直接被震惊到了。经验太给力了，正常外面的10级怪物给的经验是100，副本里面10级怪物实力翻3倍，经验值也是3倍，加上经验戒指的双倍和额外增加的20点经验，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10级的牛头怪就给自己660点的超高经验值。而秦风的等级也顺利提升到了11级，而且每杀一只怪物，他的经验条就会迅速提升。这时候其他的牛头怪也都被惊动，纷纷朝着秦风这里杀了过来。秦风立刻开始了他百试不爽的风筝战术，先用毒血铺路，他则是一边后退一边射击。
为了确保自身不会被撞到，秦风一直和牛头怪保持了绝对安全的距离，带着一群牛头怪转了好几圈，足足半个小时之后，这些牛头怪终于全部被杀死。而有经验戒指的加成，秦风再次升级，达到了12级的 80%。而在牛头人部落里面还有一个 BOSS 没有打呢，相信只要杀了 BOSS， 他的等级就可以再次提升。秦风现在是充分体会到了经验戒指给他带来的好处。牛头王萨乌塔就在部落最中间的建筑中，秦风直接用火属性攻击引燃了牛头王萨乌塔的房子。在一声愤怒的咆哮中，牛头王萨乌塔从火焰中冲了出来，他身上还带着一些火焰，不过对他的影响不大。秦风看了一下他的属性，牛头王萨乌塔12级 BOSS， HP 8万， MP 1万，技能普通斧头攻击，连续牛头冲撞，蓄力斧头攻击，造成地震波，会眩晕，怒吼。牛头王萨乌塔全身漆黑，身高超过5米，绝对是一个庞然巨兽，只是这巨大的体型就能给玩家造成很大的威慑。别看这牛头王萨乌塔体型很大，可是速度却是一点不慢，尤其是他还有连续牛头冲撞，可以连续冲撞3次，这大大加强了他的机动力。在他的连续冲撞下，玩家躲避的难度非常高，而一旦被撞到，那基本上就宣告结束了。第34章等级排行榜开启，牛头王后续的一连串技能攻击会直接把他送走。这牛头王萨乌塔看到秦风这个烧了他房子的罪魁祸首，顿时愤怒到眼睛发红，怒吼一声就直接发动了连续冲撞。嗖，秦风依然是一箭射去，直接眩晕定在原地。让别人头疼不已的牛头王萨乌塔对秦风来说几乎没有一点难度。之后就是固定站桩攻击，很快牛头王萨乌塔倒地死亡。叮，你击杀牛头王萨乌塔，你获得经验值2万。叮，你的等级提升到13级。牛头王一死，秦风再次升级，有了双倍经验加成，他估计今天就能升到18级。摸了一下牛头王的尸体，哗的一下爆出来一大堆东西，其中果然有一个紫色稀有装备。牛头王的绑腿，紫色稀有下装，等级13级，防御加50，附加属性1，冲锋，装备特效可以选定一个方向冲锋，最多冲出10米距离，如果装备盾牌会造成敌人的眩晕。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流血效果。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地震效果。哈哈，不错，有冲锋特效，跟跳跃配合在一起，自己的机动力更强了。秦风立刻就换上这件牛头王的绑腿，这样他就有2个位移技能了。跳跃和冲锋，无论是逃跑还是追杀的时候，都有了更多的选择。离开副本，秦风直接就进入了13级副本冰火之灾。一踏入副本之中，秦风就感觉到一左一右2种截然不同的冰火气息扑面而来。左边是一片冰天雪地，里面都是一些冰属性的怪物，最终的 BOSS 是冰女克拉荷，而右边则是到处燃烧的火焰，一些火属性的怪物在其中穿梭。最终的 BOSS 是烈焰比诺修。这个副本非常有意思，当玩家进来之后，通常都会选择其中一方进行攻打，直到把最后的 BOSS 干掉之后才会去打另一方。但是如果先把冰女干掉的话，那么火女 BOSS 的实力就会翻倍提升，迅速提升副本的难度。反之亦然。为了防止 BOSS 实力提升，有的队伍就想要分兵，想要同时消灭2个 BOSS， 但是这副本只能同时进入5人小队，如果分兵同时对付2个 BOSS， 玩家死亡的几率更大。所以自从这副本出现之后，玩家们就在分兵和不分兵2种打法之间不停的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分出胜负来。不过这对秦风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难度，不管他们会变得多强，都没有秦风强。这时候一个寒冰哥布林发现了秦风，朝着秦风射出了一道冰箭。嘿嘿，既然你先动手，那么就先打冰系的吧。没等秦风做出选择，怪物就先帮他选择了。秦风一个冲锋对到了寒冰哥布林脸上，嗖几箭下去，直接送他上天。寒冰系的怪物有寒冰哥布林，可以发射寒冰箭，还有冰狼。冰狼应该是灰狼被寒冰力量侵蚀的变种，他们的攻击方式和灰狼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他们的所有攻击都带有冰属性，有一定几率冰冻玩家，这对普通玩家来说还是很危险的。因为冰狼都是成群进行攻击，这个时候你被冰冻住，一大群冰狼一起扑上来，就只有死路一条。不过秦风完全没有压力，毒猫王的剧毒之血对付扎堆的怪物效果显著，冲得最快的都被秦风点射击杀。当数量实在太多的时候，秦风就会使用风筝战术，在强大的中毒伤害之下，秦风很快就杀光了小怪，来到了冰女克拉荷面前。只见冰女克拉荷躺在冰霜王座上，看到秦风出现在她面前，这才慵懒的起身。冰女拥有绝美的脸庞和魔鬼的身材，还有她那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冰冷眼神，妥妥的一个女王范。虽说是一个怪物，
可是依然成为很多男生歪歪的对象。冰女冰冷的眼神看向秦风，居高临下，目空一切的说道：“该死的人类，竟然打扰我休息啊！”开场白还没有说完，秦风一剑过去，直接把他眩晕。这高冷女王范可不是秦风的菜，所以他是一点都没有怜香惜玉的念头，直接射死。从头到尾，冰女一个技能都没有释放出来。在双倍经验的加持下，冰女一死，秦风再次升级，达到14级。这升级的速度简直堪比坐火箭。就在这个时候，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叮，检测到本次考试有100人达到10级，考生等级排行榜开启，副本评分排行榜开启。什么？开启等级排行榜了？不知道自己能排在第几啊？听到系统提示音，秦风打开了等级排行榜，开始查看。毕竟这等级排行榜基本上就等于是高考成绩，他还是很想有一个好成绩的。打开排行榜页面之后，你要拦我吗？走了没有多远，就到了之前的那个哥布林营寨。只是此时这个哥布林营寨周围围着很多人，里面似乎正在打 BOSS。 秦风只是简单看了一眼，发现这次里面的 BOSS 只有一个，那就是哥布林酋长。白话哥布林因为是精英 BOSS， 所以只有极小的概率才会刷新出来。这次估计就只是刷新了一个哥布林酋长，但是对普通玩家来说，只这一个 BOSS 就已经让他们非常难啃了。只是这怎么好像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看戏啊？只有10几个人在打 BOSS。 秦风发现这里虽然人很多，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外围看戏，只有哥布林营寨中10几个人正在非常艰难的打 BOSS。 不过这跟秦风没有关系，他不想理会，他现在只想赶紧去城里接了2次转职任务，然后尽快升级，争取得到这次河阳市的高考第一。啊！这时候秦风听到里面传来了好几声惨叫声，他看了一眼，就看到有好几个近战职业被哥布林酋长一下撞飞出去，其中一个当场死亡，另外几个也受伤严重。可是队伍里面的治疗职业很不给力，根本就治疗不过来，这让那几个抗伤害的近战职业为了自己的小命只能逃命躲避。没有近战抗伤害拉住 BOSS， 顿时身形高大的哥布林酋长在他们这一个小小的队伍里面左冲右突，杀得他们四处逃窜。眼看着2个射手妹子被哥布林酋长追上，大斧就要砍下去，估计这一下砍下去，这2个射手妹子就会直接死亡。还好这个时候一个法师释放出了寒冰系的魔法，非常幸运的把哥布林酋长给冻住了，这才让他们这个小小的队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那法师妹子应该是这个队伍的队长，她立刻就重新整顿队伍。不行啊队长，这 BOSS 太厉害了，我们的 T 根本就扛不住，还是多组一些人吧，不然真的打下去了。一个队员苦着脸说着，其他人也看向了他们的队长，也就是法师妹子，明显都是同样的想法。法师妹子立刻点头，分出去一些利益，总好过他们这个小队被 BOSS 全灭的好。各位，谁跟我们组队一起打 BOSS 掉落的装备，我们一起平分。法师妹子大声喊着，很多玩家早就已经跃跃欲试了，马上就有不少人响应要加入他们。可是他们却是被一群人给挡住了，根本就不让他们进入哥布林营寨。请让让，我们要进去打 BOSS。 有人礼貌地说着。进尼玛，滚！这里是我们大秦帮的地盘，不想死的就赶紧滚！这些人全部都被拦在外面，根本就不让他们进去。看到这一幕，法师妹子顿时就怒了，说道：秦红，你什么意思？刚刚我就邀请你们一起打 BOSS， 是你自己拒绝了，现在我们邀请别人，你们又阻止他们加入我们，你们大秦帮到底想干什么？原来这些人就是大秦帮的。而另一边已经走过去的秦风听到大秦帮3个字之后，顿时脚步就停了下来，回过头来饶有兴趣地看着。就听到那大秦帮领头叫秦红的人嘿嘿冷笑说道：我们想干什么关你屁事，吴小雨，别以为你妈是一个班主任就敢对我们大呼小叫，我们秦家不是你能招惹的，我跟你明说了吧，这 BOSS 我们看上了，经验掉落我们全要，要么你们现在滚蛋，这 BOSS 我们接手了，要么我们等你们被 BOSS 打死我们再接手，你自己选吧，哈哈。顿时大秦帮的人都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你叫做吴小雨的法师妹子气得脸色涨红，眼睛都快要冒出火来。这个时候哥布林酋长没有人抵挡，正在大发神威，他们这一个小小的队伍被打得节节败退，好几个人都面临着生命危险。秦红继续冷嘲热讽地说道：吴小雨，快点决定吧，不然的话你的队友都要死光了。吴小雨不想看到队友继续死亡，正要下令离开，这个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直接朝着哥布林营寨走了过来，路上挡路的人都直接推开，即便是大秦帮的人也是一样。这顿时就引起了秦红的注意，他感觉他的威严被冒犯，怒声训斥说道：小子，你没有听到我刚刚说的话吗？赶紧给我滚蛋，不然的话就是跟我们大秦帮为敌。是吗？跟大秦帮为敌很恐怖吗？我就算是跟你们大秦帮为敌又怎么样？秦风冷声说着，已经走到秦红面前。秦红正要继续喝骂，可是在看清秦风的面容之后，顿时已经到了嘴边上的话直接卡住了，
张口结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秦风，是你？秦红结结巴巴地说着，他的眼睛里面满是恐惧。没办法，昨天秦风大杀四方的时候，他可是亲眼见到了，足足500多人就那么被秦风一个人杀死了。最后他们500多个幸存者聚集在一起，秦风就站在他们对面不到20米的地方，可是他们这500多个人硬是一个都不敢上去。最后还是有超凡警察出面调解，这才化解他们的危机。而现在秦风就出现在他面前，昨天的那种恐惧顿时再次浮上心头，冷汗一下就冒出来了。没错，就是我现在要过去加入他们的队伍打 BOSS， 你要阻拦我吗？秦风淡淡说着。秦红却是感觉到巨大的压力，不自觉地吞了一口唾液，看向他的同伴，就看到他的那些同为大秦帮的同伴此时都是低着头一声不吭，甚至都不敢看秦风，脚下还在慢慢的后退。秦红唯一的底气都没有了，他也慢慢的低下头去。秦风冷笑一声，越过他走进哥布林营寨，直接朝着吴小雨走了过去。吴小雨呆愣愣的看着秦风，心里非常紧张，毕竟眼前这位可是秦风啊，昨天狂杀500多人，私底下已经有人给秦风取了一个杀神的外号，而现在秦风这个杀神竟然朝着他走了过来。第37章，那么生猛的 BOSS 怎么突然变成木头了？喂，在吗？不同意我入队的话，你的队友马上就要被打死了。秦风在吴小雨面前挥了挥手提醒说着。啊，哦，同意。吴小雨这才反应过来，看到秦风发过来的申请入队的请求，他赶紧点了同意。叮，秦风加入吴小雨的队伍。系统提示音响起，秦风立刻朝着哥布林酋长走去。此时哥布林酋长正举起2柄大斧朝着2个贫血的战士砍去，如果砍下去的话，怕是那2个战士就要完蛋了。嗖嗖嗖，千钧一发之际，秦风的箭矢射到了哥布林酋长身上，他顿时就被眩晕定在原地。嗖嗖嗖，又射了几箭，叠加了10几层中毒状态，哥布林酋长就那么站在原地，如同一根木头一样，直接被射死。队伍里的其他人看的都是一脸的懵逼，刚刚还那么生猛的哥布林酋长 BOSS， 怎么到了秦风手里就变得这么简单了呢？这也太诡异了吧！打死哥布林酋长，秦风没有做任何停留，直接退出队伍，转身离开。他并不是想要帮吴小雨那几个人，他只是单纯的看大秦帮不爽，反正都已经得罪死秦家了，也不介意再多得罪一点。走的没影了，吴小雨他们才反应过来，咦，秦风人呢？怎么就走了？你们看到他了吗？没有啊。我擦，原来那就是秦风啊，他也太帅了吧！一群人议论纷纷的说着。而另一边，秦红看着秦风离开的背影，愤怒的面容都要扭曲了，眼睛里面也几乎喷出火来。可是就算是快要被气死了，他也不敢对秦风做什么。回到城里，秦风直接去了转职大厅。2次转职也是在转职大厅里面进行。刚刚进入转职大厅，秦风就看到了班主任徐老师，他赶紧上去尊敬的叫了一声。这位班主任徐老师还是很尽职的，之前转职的时候也适当的维护过他。要知道当时他面对的可是秦家的人，徐老师做到那种程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秦风对自己这位班主任心存感激，说话自然尊敬。秦风，怎么是你？你怎么回来了？高考时间只有3天，这可是关系到你以后整个人生的3天，1分1秒都不能浪费，还是赶紧去升级吧。还是说你在外面遇到什么问题了？徐老师似乎是想要了什么似的，目光坚定地说道。秦风，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危险的话，你就待在这转职大厅里面，哪里都不要去。这转职大厅是整个国家最神圣的地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直接被上传到中央，你只要待在这里就不会有事。还有中央派来的监考警察风超是一个超凡强者，他为人正直，一定不会眼睁睁看你出事的。你等着我这就去把他找来。说完之后就要转身出去找那位超凡警察风超，直接弄得秦风有点哭笑不得。自己这位班主任也太能脑补了吧。他赶紧拉住了班主任徐老师说道，徐老师，你想多了，我没有什么危险，不是过来避难的，我只是已经升级到15级了，来这里接第2次转职的任务来了。啊，没有危险就好。等等，你说你多少级了？班主任听到秦风不是来避难的，松了口气，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不过想到秦风刚刚说的那些话，马上反应过来，一脸惊讶地问着：15级啊？不信您自己看。秦风直接把自己的等级面板展示给对方看。哎呀，还真是15级啊！秦风你升级速度好快啊！秦风无语，自己这位班主任难道都不看等级排行榜的吗？老师，您看我现在可以接2转任务了吧？可以，当然可以。班主任立刻带着秦风到了射手雕像下面说道，把手放在导师雕像上，然后默念转职就可以了。谢谢老师。秦风立刻把手按在了射手导师雕像上面。嗡，
秦风的意识直接来到了一个转职空间，周围一片洁白，不知边际。他默念转职，顿时面前出现了射手的3个转职分支：猎人、漫游射手、魔弓手。猎人可以掌握各种陷阱和契约宠物，漫游射手攻击力和暴击率都非常高，拥有非常强大的瞬间杀伤能力，而且还会各种体术，非常强大，也是射手类里面最热门的职业。魔弓手则是魔法和射手的融合职业，可以把普通弓箭变成带有各种魔法属性的魔法剑，比如冰剑、火箭、毒箭、雷电剑等，战斗方式灵活多样，但是却是被很多人认为不伦不类，弓箭比不上漫游，魔法比不上法师，所以被很多人嫌弃，根本就没有多少人会转职成魔弓手。但是秦风却是直接选择了魔弓手，这是他在获得归一技能的时候就已经做好的职业规划。不为其他，就是因为魔弓手的各种魔法剑全部都可以给他提供异常状态触发几率。丁，选择转职魔弓手，是否确定？确定。顿时，那魔弓手的分支幻影就变成了一个转职卷轴，落到了秦风手里。白光一闪，他就从转职空间中退出来，来到了现实世界中。而他手里也多了一个卷轴。这么快就选好了？班主任徐老师诧异地问着。之前他见过很多学生选择转职职业，有很多人都思考了很长时间，最长的甚至达到1个小时的极限。没办法，主要是这可是关系到他们今后职业走向的重大选择，必须谨慎。秦风却是仅仅花费了1分钟而已，基本上就是进去之后立刻就选择了职业。不过看到秦风眼睛中的自信，没有丝毫迟疑，就知道秦风是早有规划，而不是随意做出的选择。看着面前浑身充满了自信的秦风，班主任有点诧异地说道：秦风，老师发现你现在变化很大，比以前自信多了。第38章转职任务。没办法，不得不改变。秦风淡然一笑说着，随后又对班主任说道：还有老师您的教导和帮助，如果没有老师您的话，我恐怕根本就支撑不到现在。秦风对自己这位班主任是由衷的感激，之前自己被霸凌的时候，有好几次都是班主任及时出现阻止，甚至还帮助自己治疗，之后的勤工俭学打零工也都是班主任帮他找的工作。在秦家的巨大压力之下，其他老师不帮助秦霜他们一起霸凌秦风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嘛。像班主任徐老师这样顶着压力帮助他的，已经是非常具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了。哎，老师做的还不够，真是苦了你了。想到以前秦风受到的那些不公待遇，班主任也是唏嘘不已。秦风，这次你一定要考一个好成绩出来，只要从这里考出去，你就可以天高任鸟飞，再也不用在这里受那些委屈了。谢谢老师，我会的。秦风感激说着，本来还想要多聊一会呢，这个时候班主任的电话铃声响了，好像是有人申请视频聊天。秦风见状就告辞离开。刚刚走到转职大厅门口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已经同意了视频聊天申请，里面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妈，我刚刚杀死了一个哥布林酋长 BOSS。 听到这声音，秦风感觉非常熟悉，似乎是才刚刚听过一样。他好奇地回头看了一眼，就看到班主任面前有一个虚拟的女生影像。这女生不是别人，正是之前秦风刚刚出手帮助过的吴小雨。妈，原来这吴小雨竟然是班主任徐老师的女儿。还好自己之前出手帮助了，如果吴小雨被打伤，甚至是更严重的话，而自己看到却没有出手帮助，那自己就没有办法跟班主任交代了。以后见到的话，还是要出手帮助一下的，就当是偿还班主任的恩情了吧。这么想着，秦风就出城去了。吴小雨却是和班主任徐老师聊得火热，把他们攻打哥布林营寨以及打 BOSS 的事情都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听到危急的地方，班主任也是跟着紧张，最后吴小雨甚至还开始告状：妈，你是不知道那大秦帮的人是有多可恶，我主动组他们，他们拒绝，我要组其他人，结果他们又阻止，就是想要让我们消耗 BOSS 的生命值，然后他们捡便宜，害得我们差点全军覆没。啊，那你没事吧？班主任也是关心则乱，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吴小雨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说道：我当然没事了，如果有事的话，我还能这么轻松的和你视频聊天吗？说的也是，是妈糊涂了。那你们最后是怎么杀死 BOSS 的？班主任笑了笑，继续问着。嘿嘿，这还多亏了您的好学生呢，关键时刻是他出手帮了我们。我的好学生？我的好学生可多了，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啊？当然是你平时最上心的那个了，经常给送饭送药的那位。你说的不会是秦风吧？班主任有点诧异地说着。没错，就是秦风。秦风现在可厉害了，他一出手，那哥布林酋长 BOSS 3-2下就被他杀死了，轻松搞定。哎，如果我有他一半的实力就好了。啊，秦风有这么厉害吗？不是吧妈，难道你都不看等级排行榜的吗？现在秦风可是等级排行榜上的第1名，等级远远超过其他人，而且副本评分排行榜的第1名也都是秦风，他是当之无愧的学霸啊。听到吴小雨的话，班主任这才后知后觉地打开了等级排行榜，
果然发现秦风的名字排在第1位。班主任从心底升起一股欣慰之情。原本他想着秦风能成功通过高考，从河阳城考出去就行，没想到秦风竟然如此优秀，看来这次高考结束之后就不用自己继续操心了。行了妈，队友叫我了，我要去打副本去了，再见。说完之后就结束了视频通话。另一边，秦风经过哥布林营寨的时候停下来查看了一下，发现这里打怪的人已经换了一波，没有发现吴小雨的身影，应该是去别的地方打怪去了。秦风没有多想，加快脚步朝着死亡森林走去。死亡森林是最后一个新手地图，因为里面的怪物都是一些僵尸之类的亡灵怪物，整个森林里面都充斥着死亡的气息，所以才会被叫做死亡森林。秦风一是要去那里升级，因为那里的怪物等级更高，经验也更多；二是因为他的转职任务要去那里完成。很快他就进入了死亡森林，这里弥漫着一种灰色的雾气，把原本晴朗的阳光都隔绝在外，即便是白天也是灰蒙蒙的，呼吸间还能闻到尸体的腐臭味。秦风打开了转职卷轴，只见上面的转职任务是通关王者村庄副本，要拿到火焰魔法金盒、寒冰魔法金盒、雷电魔法金盒以及剧毒魔法金盒，这些都是转职魔攻手的必备物品。除此之外，副本通关评分还要至少在 SS 级及以上，如果评分不够，转职魔攻手的时候就会有惩罚。惩罚？不知道会有什么惩罚，不过没有关系，反正自己打过的副本全部都是 SSS 级，毕竟全程一下都没有被攻击到，连击点数又高，没有可能评分会低的。秦风对这个转职任务非常自信，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难度。吼！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嘶哑的叫声传来，秦风就看到在那灰暗的雾气中慢慢走来了一群僵尸，朝着秦风包围了起来。秦风立刻查看这些僵尸的属性：僵尸17级亡灵怪物 ，HP 4000 ，MP 1000，技能撕咬、尸毒感染，才这么点生命值，比副本里面的同级别怪物实力差远了。看到这些僵尸的属性，秦风淡淡说着，立即开始清理。挨个射中一箭之后，他就懒得去管，继续前进。才4000生命值，一个中毒状态就足以把他们送走。第39章僵尸村庄。秦风一路推进，很快就看到了一个破败的村子。这村子里面的雾气更浓，腐臭气息更重，里面游荡着的僵尸数量更多，实力也更强。因为所有的僵尸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这村子就是僵尸的发源地。实际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据说在很久之前，这里是一个非常美丽与世隔绝的小村子，村子里面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有一个魔法师游历到他们村子，这个魔法师顿时就被这个小村子的宁静祥和给吸引了，暂时住在这里。本来只要住上那么一段时间，他厌倦了就会离开，就没有后面的事情发生了。可是当他遇到村长的美丽女儿之后，就一见钟情，彻底沦陷了。村长的女儿也对这个博学多才又帅气的魔法师给深深的吸引，于是在所有村民的祝福下，他们顺利结婚，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可是刚刚结婚没有多久，新娘就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任何医生都束手无策，就连身为魔法师的丈夫也是如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在自己眼前死去。从那之后，魔法师就待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不再出门。村民劝说了一阵之后，见到没有效果，也就不再去管他了。可是后来村民发现村子墓地里面的尸体被人给偷走了，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山林中的野兽干的，就没有怎么放在心上，只是去打死了几只野兽而已。可是之后尸体丢失的越来越多，最后墓地里面的尸体被偷完之后，村民开始陆续死亡。村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路过魔法师的住所的时候，闻到了非常浓重的尸臭味，闯进去之后才发现魔法师正在用村民的尸体喂养新娘。原来新娘死亡之后，魔法师不想失去新娘，就把已经埋葬的新娘的尸体给挖了出来，想要利用他自己学习到的魔法，只是复活新娘。一开始偷的那些尸体就是为了做实验，做了一些实验之后，他实在忍不住对新娘的思念，就把新娘复活了。可是他复活的只是新娘的肉体，却是把新娘的灵魂弄丢了。于是新娘变成了丑陋肮脏的僵尸。即便如此，魔法师依旧深深地爱着僵尸新娘，为了不让新娘的肉体腐烂，他不惜去猎杀村民，用村民的鲜血和肉体喂养僵尸新娘。直到被整个村子的人发现之后，这魔法师也没有任何悔意，反而是大开杀戒，把整个村子的人全部杀光。后来这村子就从原来那个宁静祥和的美丽山村变成了恐怖的死亡村庄。其实每一个副本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不过那跟秦风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是来完成任务和刷经验的。而且对于眼前的这些散发出恶臭、一脸狰狞想要咬死他的僵尸没有任何好感。去死！嗖嗖嗖，扑上来的僵尸全部被秦风干掉。他从村子的东头一路杀到了村子的西头，来到了一个残破的庄园前面。
这里正是那位魔法师和僵尸新娘的住所，这里同样也是他的目的地——死亡村庄副本的入口。吼！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巨大的吼声传来，秦风循声看去，就看到一只身形高大的僵尸从庄园大门旁边的小屋里面钻了出来。这个高大僵尸足足有2米多高，身上穿着残破的盔甲，手里提着一把半人多高的巨剑。或许是因为过了很长时间的缘故，那巨剑上面已经锈蚀斑斑。秦风被他头顶上的4个大字吸引：僵尸村长。没错，这高大僵尸就是原本村子的村长，也就是僵尸新娘的父亲。在和魔法师的战斗中被杀死之后，转化成僵尸，给他的僵尸女儿和魔法师女婿守门。这老丈人当的可以说非常悲惨。不过你悲惨归悲惨，你用巨剑打我就不对了。看到僵尸村长提着巨剑朝自己脑袋上砸下来，秦风果断地开始射击。叮，你击杀19级 BOSS 僵尸村长，你获得经验值3万。叮，你的等级提升到16级。嘿嘿，不错，还没有进副本呢，就又升了1级。这僵尸村长被打死之后，那庄园的大门就自动打开，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漩涡门户，正是副本入口。秦风并没有直接进入副本，而是开始摸尸。僵尸村长毕竟是一个小 BOSS， 掉落还是很丰富的，其中就有一个紫色稀有巨剑，还有几件蓝色的盔甲。不过秦风都不能用，他只是看了一眼就丢背包了。除了这些装备，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道具，就是圣水。这圣水的作用就是可以净化灵魂。这是僵尸村长的执念，他的女儿既然已经死了，他想要让他的女儿灵魂得以升天，而不是成为肮脏的僵尸。拿到圣水，秦风这才进入副本。这是一个满是僵尸的巨大庭院。秦风身为一个活人，他的出现，身上散发出的活人气息，立刻就吸引了所有僵尸的注意。吼！一个身形高大的僵尸朝着秦风发出了巨大的吼叫声，随后带领着一大群僵尸小弟就朝着秦风杀了过来。秦风立刻开始查看他们的属性。剧毒僵尸20级 BOSS， HP 8万， MP 5000，技能剧毒之体，毒液吸收，撕咬，剧毒之爪，剧毒感染，毒液弹。我擦，刚刚进入副本直接就上 BOSS， 还有这一大群足足上百只僵尸小弟，这也太刺激了。看到自己要打的第一个怪物就是 BOSS， 秦风也忍不住吐槽说着。那高大的剧毒僵尸浑身墨绿色，身上还会冒出墨绿色的毒烟，就好像是一个奔跑的烟囱一样，远远的就张开大嘴，朝着秦风喷吐出10几个毒液弹。秦风见状，赶紧使用冲锋躲避开，顺便扔了一个毒猫王的剧毒之血。第40章流光星陨弓。这东西现在可是他的杀敌利器，尤其是对付成群的怪物的时候，效果拔群，对付 BOSS 也能发挥很大效果。可是随后秦风就是一脸惊讶的发现，那剧毒僵尸踩在毒猫王的毒血上面，不但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反而是在他的脑袋上出现了+180+180的绿色治愈数字。这可是把秦风看得一脸目瞪口呆。我了个擦，这怎么回事啊？不会是出 bug 了吧？不但没有对剧毒僵尸造成伤害，反而是在给他加血。秦风一脸疑惑，他顺手射出2箭，眩晕和中毒效果立刻触发，剧毒僵尸被定在原地。可是他脑袋上+180+180的治愈数字更多了，这他喵的，这是我的中毒效果呀？怎么在给他加血啊？对了，会不会是因为对方本身就是剧毒僵尸的缘故啊？秦风重新查看了一下剧毒僵尸的属性，看到他前2个技能剧毒肢体和毒液吸收的详细介绍之后，终于明白了，这家伙可以免疫毒属性的伤害，并且还可以吸收毒液，让中毒伤害变成治愈效果。这他喵的简直就是自己的克星啊！不过好在自己并不是只有中毒一种输出手段，他马上换上了流光星陨弓，还有一些增加火属性的装备。换好之后，他的火属性伤害达到了80点，燃烧持续时间24秒。虽然不如中毒属性强，可是也已经很厉害了。一箭射出，普通箭矢直接附加了火属性的攻击，变成火焰箭，可以引燃敌人，对敌人造成燃烧的持续性伤害。一箭狠狠地射到剧毒僵尸身上，造成了一个300的攻击伤害，这是武器本身的威力。不过这才只是开始。只见天空中一颗燃烧的陨石狠狠地砸到剧毒僵尸身上，陨石发生爆炸，不但把剧毒僵尸引燃，造成持续性的燃烧伤害，他周围5米内的所有普通僵尸也都被冲击波波及到，在他们脑袋上冒出了一大片800的火焰伤害，并且都被点燃，造成持续性燃烧伤害。我擦，这是直接把普通攻击变成了群体魔法攻击了呀！看到这一剑造成的效果，秦风一脸的震惊。之前他得到这把流光星陨弓的时候还非常嫌弃，认为伤害太低，攻速太慢，所以直接就扔到背包里面没有管它了。现在拿出来使用也是迫于无奈，谁能想到这一剑下去效果竟然如此之强大。当然了，这也只是在秦风手里有归一技能的强大加持，可以把陨石的触发几率叠加到100%，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换了别人手里1秒才能射出一箭，这样蜗牛一样的射速，就算是有不俗的伤害，也只能是偶尔爆发一次罢了。不像是秦风可以每一箭都能触发一次陨石。嗖嗖嗖，秦风一边后退，一边慢慢的射箭。现在1秒只能射一箭，完全没有之前那样变态的射速。可是每一箭下去都能掉落一颗陨石，输出还是很可观的，视觉效果也非常厉害。不一会，所有的普通僵尸全部死亡，不过剧毒僵尸还有1多半血。太慢了，这流光星陨弓虽然单次伤害很高，还是群体攻击，优点很明显，那就是清理小怪速度非常快，但是弱点也非常明显，就是叠加异常状态速度很慢，打 BOSS 远远不如中毒套。秦风心里对这把流光星陨弓做出了评价，如果让其他人听到他这抱怨之后，怕是会直接气得吐血3声，然后拼着重伤也要给他来一个大比兜。1秒一个大范围高伤害的陨石，你小子还不满足？你想干嘛？要上天吗？别人要是有这伤害，睡梦里都会笑醒，秦风却是各种不满意。足足过了半分钟，终于把剧毒僵尸给打死了。这是秦风杀的所有 BOSS 里面用时最长的了，也难怪他会抱怨。看着剧毒僵尸尸体上散发出的紫光，秦风的心情马上又变好了。这可是剧毒僵尸，应该会掉落毒属性的高级装备吧？这么想着，秦风就已经摸到了剧毒僵尸的尸体。顿时7、8件装备物品出现在秦风面前，其中就有2件装备散发出紫色的光芒。剧毒指环，紫色稀有戒指，等级16级，毒属性伤害加50，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中毒效果；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10%几率射出毒液弹，毒液弹造成200%的毒属性伤害，并且造成额外的中毒效果；附加属性3，中毒持续时间增加2倍。太好了，果然是毒属性的装备，而且比他现在的毒囊戒指的属性好的不是一星半点，而是绝对碾压。看到这个剧毒指环，秦风非常高兴，他并没有立刻更换指环，现在用的还是火焰套。这火焰套用来清理小怪的效率比中毒套更高，等到打 BOSS 的时候再换成中毒套。他又查看另外一个紫色装备，剧毒魔法晶盒，这是使用魔法凝聚而成的剧毒晶盒，里面含有剧毒转职任务物品。原来是任务物品，秦风直接放进了背包里面。其他的装备都是稀松平常，秦风都懒得去看了。进入城堡，普通的小怪都用陨石清理，速度非常快，一路杀到一个散发出浓重血腥味的厨房里面。秦风就看到这里所有的僵尸都穿着白色的厨师衣服，手里拿着沾满了血污的菜刀，正在缓慢而有秩序地把食材带进来，放到厨房中间的巨大案板上。他们的食材就是一些活人。在那案板后面有一个3米多高的巨大而且肥胖的僵尸，同样是穿着厨师服，头上戴着高高的厨师长的帽子，使用一把门板一样大小的菜刀，一刀下去就把台上案板的活人身手分离，脑袋小心地放到盘子里面摆好，身体则是直接塞到他自己的嘴巴里面一口吞下。整个厨房宛如地狱。第41章厨师长僵尸。秦风看到这一幅场景，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非常的不舒服，直接干呕起来。呵呵，又有新鲜的食材送上门来了。那厨师长僵尸看到秦风，顿时裂开血淋淋的大嘴，发出难听嘶哑的声音，肥胖如球的身体直接跳起来，以泰山压顶的姿势朝着秦风砸下去。我了个擦！秦风见状脸都白了，也不知道是吐的还是吓的，立刻使用跳跃技能躲开对方的攻击，同时一箭射了出去。厨师长僵尸立刻被眩晕，但是随后落下的燃烧的陨石却是没有对厨师长僵尸造成什么伤害，反而是在他脑袋上浮现出了熟悉的绿色的代表治愈的数字。这一幕非常熟悉。秦风查看了一下厨师长的属性，果然发现这厨师长是火属性的僵尸，不但可以免疫火属性的伤害，还可以吸收火属性的伤害，恢复他自己的生命值。秦风果断换上中毒套，嗖嗖嗖嗖嗖，那熟悉的机枪一样的手感再次出现。不一会，厨师长身上就叠加了几十层中毒状态，大量的中毒伤害在他脑袋上连成了一条直线，迅速清空他的生命条。只是用了杀死剧毒僵尸一半的时间，这厨师长僵尸就被秦风杀死。对付 BOSS 果然还是中毒套更厉害一些。摸了一下厨师长的尸体，这次掉落的装备都是火属性的装备，其中有一件紫色稀有装备，还有任务物品火焰魔法晶盒。在厨房后面就是冷库，那些处理好的食材有一部分就会放到冷库里面进行储存。秦风跟着那些运输食材的僵尸来到冷库，就看到一个寒冰僵尸 BOSS 站在冷库门口。僵尸小怪把食材送过来，他就张口哈出一道寒气，把食材冰冻，然后送进去。秦风见状差点再次干呕出来，这他喵的竟然是用口气冷冻食材，这创意真的是绝了。只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吃的人的感受啊？不对，吃这些食材的应该也是僵尸了，所以应该不会介意。
不管了，既然是寒冰 BOSS， 那就直接干掉。秦风这次换上了火焰套，毕竟这次打的是寒冰属性的 BOSS， 用火焰套应该更有效。一道火焰箭射出去，直接对寒冰 BOSS 造成了双倍伤害，陨石伤害和后续的灼烧伤害也都是双倍。这下输出速度一点都不比中毒套慢。不一会，寒冰僵尸 BOSS 也被干掉，他一死，整个冷库都开始崩塌。看着 BOSS 尸体就要被掩埋，秦风赶紧拾取装备，拿了一堆寒冰属性的装备，还有寒冰魔法晶核，在冷库整个崩塌之前跑了出去。现在转职任务需要的4种魔法晶核已经凑齐3种，还差最后1种雷电魔法晶核了。他顺着电线很快就找到了配电室，雷电僵尸 BOSS 果然就在这里给整个僵尸庄园输送电力。没什么好说的，先射为敬，只要让他射中的，不管这 BOSS 有多么厉害的技能，多高的伤害都没有了任何用处，直接被眩晕到死。这雷电僵尸 BOSS 也是一样，雷电僵尸 BOSS 一死，周围的灯光瞬间熄灭，光线便暗起来，整个僵尸庄园的电力全部消失。吼！秦风听到一声愤怒的吼声，响彻整个僵尸庄园。擦，这应该就是最终 BOSS 的怒吼吧？难道对方正在做实验？自己突然给他断电，是不是破坏了他的实验？不然的话，应该不会这么愤怒。秦风心里思忖着，不过管他呢，有本事来找我呀，省得我主动去找你了。说着话，秦风就把雷电僵尸 BOSS 掉落的物品给拾取了，其中自然包括雷电魔法晶核。这样，他转职任务需要的4种魔法晶核全部收集齐全，只剩下副本评分达标就可以提交任务，成功转职了。捡完装备之后，秦风就朝着刚刚发出怒吼的方向走去。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依旧闪烁着光芒的房间。秦风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实验室，各种瓶瓶罐罐，还有实验仪器。在一个实验床上面，则是躺着一个穿着婚纱的新娘，只是脸色灰白，已经是一个死人。这就是僵尸新娘。而在试验台旁边站着一个身形瘦弱的魔法师，他就是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变成僵尸的始作俑者。整个村子的人都被他杀死之后，他依然没有醒悟，还在继续做着他的实验，想要把僵尸新娘彻底复活，而不只是复活一具不停散发出腐烂臭气的尸体。在失败了无数次之后，他这次终于开始了最后的复活灵魂的实验。可惜的是，在就快要成功的时候，突然没电了，他的复活实验再次失败。第42章，盗尸者古玉溪和僵尸新娘。此时，魔法师满是血丝的眼睛里面满是愤怒和疯狂。是谁？是谁破坏了我的电力，让我的实验再次失败？我一定要杀了他！他似乎是察觉到了陌生人的靠近，猛地转头看向秦风。是你，就是你破坏了我的实验，是你杀死了我的新娘，我要杀了你！魔法师面容狰狞地说着，抬手之间就是好几道魔法朝着秦风击射而来，有火球、冰剑、雷电、毒液球4种属性的攻击。秦风见状，赶紧后退躲过攻击，顺便查看了一下对方的属性。盗尸者古玉溪，22级精英 BOSS， HP 10万， MP 2万，魔法攻击2000，技能火球术、冰剑术、落雷术、毒液球、陨石术、抗拒火环、寒冰屏障、寒冰护盾、连环雷电、剧毒泥沼、替身术、复活术、残破。我了个擦，竟然会这么多魔法！看到这魔法师属性中那一连串的魔法技能，秦风直接被震惊到了。这家伙不愧是天才魔法师，这会的魔法简直不要太多啊！可惜没有用刀正确的地方，不好好去钻研魔法，反而来研究复活尸体。去死！陨石术、连环雷电。魔法师追着秦风不停地释放出各种魔法技能，强如秦风一时之间也只能暂时后退躲避。不过他并不是一味的躲避，而是把对方使用的所有的魔法都给记在了脑子里面。不一会，这魔法师古玉溪把他会的所有的主动攻击魔法全部用了一遍之后，秦风突然动了，冲锋！一个冲锋直接冲到了距离魔法师10米之内，正好在他的弓箭攻击范围之内。嗖！一箭射出，直接射中了对方。大结局！魔法师古玉溪被定在原地，只有充血的眼睛愤怒地瞪着秦风。秦风才不管他的愤怒，箭矢连成一条直线朝着对方射去。很快，对方身上就叠加了10几层中毒状态，生命值迅速下降。就在秦风以为会直接干掉他的时候，砰的一声，对方的身体直接消失。秦风射出去的箭矢瞬间落空。怎么回事？看了一下系统消息，原来是对方血量下降到红线，自动触发了替身术。就看到魔法师古玉溪再次出现在实验台旁边，他使用了几个魔法清除掉了身上的中毒状态，随后对着实验台上的僵尸新娘使用了一个魔法，复活吧我的新娘。随后那僵尸新娘就从实验台上坐了起来，猛地睁开眼睛，露出苍白的眼球。
秦风就看到僵尸新娘脑袋上也出现了 BOSS 独有的血红色字体。僵尸新娘丽丝，22级精英 BOSS， HP 15万 ，MP 1万，技能吞食血肉、尸毒感染、撕咬、撕裂，防御加强，速度加强，体质加强。这僵尸新娘也是有一大堆技能，这些技能多半都是被她丈夫古玉溪通过很多次实验加强的。表面是一个娇滴滴的新娘，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狂战士，能用双手直接把人撕成两半的那种，撕成两半之后还会直接吞噬你的血肉的那种。就问你怕不怕？丽丝，我的新娘，把这个打扰我们新婚生活的敌人给我杀死！魔法师古玉溪指着秦风对僵尸新娘下达了攻击的命令。僵尸新娘的眼睛顿时就锁定了秦风，立刻就朝着秦风杀了过来。有速度加强技能，让他的速度非常快，比正常的怪物速度要快上至少1倍。不过这僵尸新娘明显脑子不好使，你但凡能稍微拐一个弯，就能躲避秦风的攻击。可是你偏偏要走直线，结果就直接撞到秦风的剑矢上，直接眩晕。大结局，嗖！秦风一顿猛射，僵尸新娘的血条迅速下降，很快就只剩血皮。丽丝，魔法师古玉溪看到之后，目眦尽裂，怒吼一声，一连串的魔法朝着秦风砸过来，把秦风逼退，在僵尸新娘死亡之前清除了中毒状态。他一脸怨恨地看着秦风说道：“你们这些混蛋，我只想和我的新娘在一起，这有什么错？为什么你们一直过来捣乱？”随后看向僵尸新娘，抚摸着她苍白的脸庞，万般柔情地说道：“丽丝，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会永远在一起了，到时候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随后古玉溪对僵尸新娘使用了一个魔法，那僵尸新娘的身体裂开，伸出无数的血肉触手，有的刺入古玉溪的身体中，有的把他的身体团团包裹起来，血肉蠕动中，两个人的身体竟然开始融合起来，不过片刻就变成了一个拥有2个脑袋、血肉外翻的畸形怪物。第43章，完美级评价和替身术。按照攻略，这个时候就要趁着怪物融合的时候把圣水砸过去，圣水就会净化他们2个的灵魂，这个副本也就结束了。秦风也已经把圣水给拿在手里，可是他却是没有扔出去。他艺高人胆大，就是要看看融合之后的怪物有多强。扔过去一个查看术，变异魔法僵尸，25级精英 BOSS， HP 20万， MP 4万，技能火球术、吞食血肉、冰剑术、强化防御、落雷术、强化速度。我擦，等级竟然飙升到了25级，技能更是完全继承了之前2个 BOSS 的总和，会魔法，有防御，还能自己吞噬血肉给自己加血，简直就是物理魔法全能的 BOSS 啊！怪不得会给一个圣水，不然的话，以正常玩家的实力，这根本就不可能打得过。不过秦风不是正常玩家，嗖！趁着 BOSS 还没有展开攻击，秦风率先发动射击，一剑过去，直接定在原地。刚刚融合完毕，睁开眼睛的古玉溪满眼的恐惧和愤怒，刚刚就是这样被眩晕，然后一直把他打成血皮，触发了早就设置好的替身术，才逃得一命。可是现在刚刚融合完毕，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替身术，就被眩晕了。在他满眼的绝望之中，秦风直接一口气把他射死，最后一丝血被清空之后，融合在一起的丑陋身体没有魔法力量的束缚，直接爆炸成了一片碎肉。从碎肉中漂浮起一个魔法师的灵魂，正是魔法师古玉溪的灵魂。他眼睛中的疯狂已经完全消失，看着满地的碎肉，满眼痛苦和后悔。我都做了什么啊？丽丝，是我对你自私的爱害了你。原本你的灵魂可以去天堂，可是现在你的灵魂都被污染，魂飞魄散。对不起丽丝，是我害了你。怎么还有强行加血？算了，就帮你一下吧。秦风走过去，把圣水洒在满地血肉之上，顿时上面弥漫的黑烟被驱散，随后一个透明的白色灵魂凝聚出来，正是新娘丽丝。丽丝，太好了，你还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丽丝，你能原谅我吗？丽丝满眼柔情地说道。我知道你这么做都是因为太爱我的缘故，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谢谢你丽丝，我永远爱你。不过我们都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丽丝说着。我明白。古玉溪顿时明白了丽丝的意思，这是要跟他一起魂飞魄散。他们手牵着手走到秦风面前，一起躬身感谢。谢谢你冒险者，是你让我们得到解脱和救赎，谢谢你，这是我们对你的感谢。说完之后，古玉溪递过来一本技能书，竟然还有感谢礼物，攻略上根本就没有啊！看来提前使用圣水杀死他们不会得到感谢礼物，必须要等他们融合完毕，杀死他们然后进化，才能获得感谢礼物，甚至是只有第一次才行。秦风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七七八八。他接过技能书一看，替身术！秦风大喜，这替身术虽然不能提升什么攻击力，可是却相当于给他增加了一条命，对他的生命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障。这替身术比其他任何一个技能都要珍贵。谢谢。
秦风由衷的感谢说着，不管他们之前做过什么，可是现在送自己替身术，就是大大的好人啊。两人相视一笑，手牵着手，互相凝望着，灵魂化成点点白色光点，缓缓消失。丁，恭喜你击杀25级精英 BOSS， 你获得经验值5万。丁，你的等级提升到17级。丁，恭喜你让僵尸夫妇得到彻底的解脱和救赎，你得到僵尸夫妇的感激，你超额通关副本，你的副本评价为最高，也是唯一的完美级，你获得额外的20点自由属性点。系统一连串的提示响了起来，秦风都看懵了。完美级？原来以为副本最高评价就是 SSS 级，没有想到竟然还有更高的完美级。完美级评价竟然还能额外获得20点属性点，相当于提升了4级的属性点啊，简直太牛逼了。只是唯一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只有首次通关的时候才有机会达成完美级评价吗？应该是这样了，只有第一次僵尸夫妇才有机会被救赎，后面再打估计也不会有他们被救赎的戏码了，不然的话每次被救赎都送玩家一本技能书，那就可以卡 Bob 一直刷技能书了。秦风马上就想明白了其中原委，他也更加高兴，这说明之后的玩家是不可能像他一样得到额外的20个属性点，更不可能得到僵尸夫妇赠送的替身术技能书，而据他所知，正常途径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替身术。也就是说，替身术就算不是唯一性技能，也是非常稀少的技能，只有玩家运气爆棚，机缘巧合之下才能获得，而这就是他和其他玩家之间的实力差距。之后秦风的注意力就放在了 BOSS 尸体上，不知道这25级的精英 BOSS 会爆出来什么好装备。这么想着，他就已经把手摸向了尸体。第44章神器和神级技能点。哗，一道刺目的红色光芒出现在秦风面前。我擦，出神器了！秦风声音都激动得微微颤抖起来，这可是自己前世加上重生2辈子加到一起打到的第一个神器啊！压抑住激动的心情，秦风立刻查看神器属性。僵尸新娘的新婚戒指，红色神器戒指，等级25级，冰属性、火属性、雷属性、毒属性伤害全部增加100点，4属性伤害提升 20%。 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冰冻状态。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燃烧状态。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眩晕状态。附加属性4，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中毒状态。PS， 这是魔法师古玉溪倾尽所有心血给自己的新娘打造的婚戒，可惜刚刚打造好，新娘就嘎了。我擦，不愧是神器啊，这属性简直爆炸啊！4种属性正好和他的魔弓手的4种属性契合，全部增加固定伤害100点就已经很恐怖了，还有造成的伤害提升 20%， 这条属性简直超神，因为是提升的百分比伤害，也就是说自己就算是升级到100级，这个戒指依然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而且4条附加属性全部都是增加异常状态几率的，只是这一个装备就给自己提升了 40% 的异常状态触发几率。秦风仔细看了每一条属性，每看一条他自己就越发激动，甚至恨不得喊出来，这个婚戒简直就是给他量身定做的呀！啊呸，不是，这句话怎么好像似乎是有点歧义啊？不过算了，反正很适合自己就行了。虽然要等到25级到能用，可是他现在在新手区已经没有更厉害的副本给他打了，而他现在的伤害已经完全足够，等到25级也不是很难熬。秦风继续翻看了一下其他装备，除了这件神器戒指，还有2件紫装，属性一般，还没有他自己身上的好，就直接扔背包，准备回头一起卖掉。拾取完装备之后，秦风把转职卷轴拿了出来。丁，检测到转职任务所有条件都已达成，是否提交任务？提交。转职卷轴发出刺眼的金光，把他背包里面的4个魔法晶核全部吸收了进去。金光越来越盛，化成一道强大的能量灌注到他体内，同时把他的意识拉入到了转职空间之中。丁，恭喜玩家秦风成功转职成魔弓手，可以学习魔弓手的技能。丁，检测到玩家秦风转职任务通关副本评分达到了最高也是唯一的完美级评分，超额完成转职任务，奖励玩家秦风一个神级技能点。秦风正准备学习魔弓手的技能，突然听到系统的提示音，还有一个散发出金光的技能点漂浮在他面前，这让秦风又惊又喜，问道：系统，这神级技能点有什么用啊？神级技能点可以把任何神级以下技能提升为神级技能。系统解释说着。我擦，竟然可以提升为神级技能，太牛逼了！听到系统的解释，秦风非常高兴。技能也是分等级的，从转职空间中学习到的技能基本上都是普通技能，而他的归一技能就是神话级唯一技能，是最高等级的技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效果才会那么逆天。比神话级技能次一级的就是史诗级技能，然后就是神级技能。神级技能的效果远远超出普通技能。
自己这个神级技能点要用到哪个技能上呢？知道了神级技能点的用处，秦风立刻就开始研究把哪个技能提升到神级。替身术已经是神级了，二连射都没有用过，他都快忘记了，用了也是浪费。踏射就是一个侮辱性的技能，还是近战，偶尔用一下还行，不能当成主流技能，更不能把珍贵的神级技能点用在踏射上，还是先把魔攻手的技能学完再说。寒冰剑开启期间，把普通剑矢变成寒冰剑，对敌人造成正常的物理攻击，加上寒冰魔法攻击。寒冰魔法攻击会减速敌人，并且有 10% 几率冰冻敌人，每提升1级可以增加 10% 的冰冻几率。火焰剑开启期间，把普通剑矢变成火焰剑，对敌人造成正常的物理伤害，加上火焰魔法伤害，并且会造成一次火焰爆炸，有 10% 几率对敌人造成燃烧状态，每提升1级增加 10% 的燃烧几率。雷电剑效果同上。毒剑开启期间，把普通剑矢变成剧毒剑矢，对敌人造成正常的物理伤害，加上剧毒魔法伤害，有 10% 几率对敌人造成中毒状态，每提升1级增加 10% 的中毒几率。第45章神级技能剧毒体质，这都是主动技能，秦风全部学习了1级。除了这些主动技能，还有被动技能。穿透剑，剑矢有几率穿透敌人，每提升1级提升 10% 几率。破甲剑，剑矢有几率对敌人破甲，每提升1级提升 10% 几率。冰属性强化、火属性强化、雷属性强化、毒属性强化，被动技能都非常有用，秦风直接全部学习。仔细斟酌了一下，秦风决定把神级技能点用在毒属性强化这个被动技能上。毕竟他现在最厉害的就是中毒状态的输出，身上的中毒套装备也是最强的，那就继续增强毒属性攻击，达到利益最大化。而之所以增强被动技能而不是主动技能的毒剑，主要是因为这样比较方便。丁毒属性强化，使用神级技能点进化为神级技能剧毒体质。剧毒体质神级被动技能，可以免疫所有的毒属性攻击，你所有的攻击都会变成毒属性攻击，毒属性攻击翻倍，你的每一次攻击都会100%触发中毒状态。你的毒液为神级剧毒，中毒状态无法被净化，你的神级剧毒毒性增强，从每秒造成1次中毒伤害变成每秒造成2次中毒伤害。我擦，这就是神级技能吗？简直太强了！毒属性攻击翻倍，中毒伤害频率翻倍，这相当于伤害翻了4倍。而且这神级剧毒还不能被净化，也就是说解毒药剂和圣职者的净化技能都对自己没用了。本来就已经非常强了，现在加上这个剧毒体质，简直就是变态啊！看完剧毒体质的介绍之后，秦风震惊的同时不由得心里感叹，连他自己都觉着他自己简直太强了。打开属性面板看了一下，所有的装备加上技能加成，他的异常状态触发几率总共叠加到了 390%， 约等于400。也就是说，他一次普通攻击就可以直接触发4种异常状态。秦风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测试一下自己现在的实力了，立刻从副本里面出去。到了副本门口，秦风就看到一个透明的老者灵魂出现在副本门口。老者脑袋上的名字是村长的灵魂。原来只要通关1次副本之后，村长的灵魂也会得到救赎，然后就会一直待在副本门口。他还会向进入副本的玩家出售一种东西，就是圣水。一瓶圣水100金币，不算多也不算少。这圣水的作用就是可以降低僵尸 BOSS 的实力，也就是说，有了这圣水，这副本对其他玩家直接下降了一个等级。不过他们也永远都不可能像秦风那样获得完美级通关评价了。秦风买了几瓶圣水之后，就再次进入副本。第一个 BOSS 还是剧毒僵尸 BOSS， 秦风朝他射出一支毒箭，这次毒伤并没有变成治愈数字。他虽然可以吸收普通毒素，可是现在秦风的毒是神级剧毒，这剧毒僵尸 BOSS 就吸收不了了，只是依然能免疫。秦风换上火焰套，这次他拥有了破甲和穿透，每次攻击能造成更高的伤害，很快就把剧毒僵尸干掉。到了第二个 BOSS 厨师长，秦风再次换回剧毒套，一剑下去，厨师长头上就360的掉血，而且是每秒掉血2次。这次从开始到结束总用时不到5秒，拥有10几万生命值的厨师长被干掉。到了第3个 BOSS 的时候，秦风先是砸了一个圣水过去， BOSS 实力顿时就削弱了不少。秦风用更短的时间就将之击杀了，不一会他就再次通关。以他现在的实力，打这个副本简直不要太轻松。通关了3次之后，秦风的等级提升到18级，这正是高考的及格线，只要升到18级就可以继续上大学深造。而这才只是第2天而已。秦风看了一下天色，太阳已经西斜，用不了多久就要天黑了。秦风现在已经没有了上大学的压力，打了一天也有点累了，看了一下背包，满满一背包装备，
最低都是蓝色高级装备，还有几件他自己用不到的紫色装备，必须要清理一下了。再不清理，打到新的装备就没有地方存放了。他看了一下村子，除了他，一个其他玩家都没有。他们现在都被卡在冰火之灾副本，因为特殊的副本机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人能打败第二个变强的 BOSS。秦风不得不送货上门，来到冰火之灾副本门口开始摆摊。第46章，只有10分钟雨，还有10分钟，装备大甩卖了，蓝装紫装全部9折大甩卖。秦风到了冰火之灾副本门口，立刻就开始摆摊售卖装备。他戴上了一个僵尸面具，这个面具有一个特效，就是可以隐藏自身的属性。秦风这也是没有办法，如果不隐藏身份的话，别人看到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杀神秦风，怕是会被直接吓跑，根本就不会购买他的装备。现在戴着面具，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这一声喊，顿时就吸引了很多玩家到他的摊位上查看。很多人基本上都去打过一次冰火之灾副本了，第一个 BOSS 倒是打得很顺手，可是到了第二个加强的 BOSS， 他们就被直接虐出来了，甚至还有人直接被秒杀了，搞得他们现在都不敢贸然进入，想要把装备弄得更好一点再进入。现在听到有人9折甩卖紫装蓝装，哪里能放过购买紫装的机会，立刻跑来查看。结果果然就看到了好几件属性非常好的紫装，那些蓝装同样属性搭配非常好，属于小极品，而且价格还是正常价格的9折。这顿时就让这些人开始讨价还价起来。秦风之所以打9折出售，就是为了能尽快把这些装备卖出去，所以只要还价不是特别离谱，他就直接答应了。买得多的话，一些零头还直接抹掉，所以不一会他的装备就卖得七七八八。就在这个时候，副本门口光芒一闪，出现了几个人，领头的是一个法师妹子，正是吴小雨。此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脸沮丧，因为他们刚刚打了2个多小时，消耗无数，最后还是被加强的 BOSS 给虐了，还有一个队员还差点死了，这给他们这个小小的队伍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小雨，我快要被打出抑郁症了，天也快黑了，我就先走了，再见。说完之后，也不等其他人说话，直接就脱离队伍离开了。其他人也都非常理解，毕竟这次被虐的实在是有点惨。这次打冰火之灾副本，他们足足准备了1个小时，还准备购买了一些装备和药剂之类，可以说是把他们之前所有的积累都给消耗光了。进入副本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步步为营，打得非常认真辛苦。可是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好几个小时的辛苦付之东流，换谁都会心情抑郁。小雨，我们现在怎么办啊？一个队友开口问着。吴小雨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虽然还想打，可是天马上就黑了，夜晚如果继续在外面打怪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副本里面，很可能进去就出不来了。可是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总觉着非常不甘心。哈哈，太好了，没有想到买到一个极品的紫色武器，而且还是9折捡漏，有了这武器，明天应该可以顺利通关冰火之灾。我也是，虽然没有抢到紫色装备，可是却是足足买到了3件极品蓝装，加起来增加的属性一点都不比你少，明天就看我大发神威吧。这个时候，吴小雨他们看到好几个人都是一脸兴奋的说着话从他们身边走过，这顿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同学，你们说的9折的极品紫装和极品蓝装是在什么地方买的？我们也想买几件。吴小雨马上就拦住了那2个人问着。那2人看到吴小雨是漂亮妹子，马上抢着回答说道，就是那里啊，那个戴着僵尸面具的就是摊主，不过你们要快点，很多人抢着买呢。谢谢2位同学。道谢之后，吴小雨带着3个队友立刻朝着摊位挤过去。各位，所有装备都已经卖完了，谢谢惠顾。刚刚挤进去，就听到戴着僵尸面具的摊主这么说着。一脸兴奋而来的吴小雨顿时变得一脸郁闷，埋怨的说道，老板，怎么我们刚来你就卖完了？你背包里面还有没有别的装备啊？如果有的话就卖给我们一点呗，贵一点也没有关系，我们真的急需装备。秦风低着头正在收摊，本来想要直接回城的，反正马上就要天黑了，还是赶紧回城休息一晚，明天全力升级。可是听到对方的声音，秦风到嘴边的话就咽了回去，抬头一看，果然是班主任的女儿吴小雨。还真是巧啊，不过看对方身上那破破烂烂的装备，就知道对方肯定被打得很惨。怎么在冰火副本里面被虐出来了？秦风开口问着。对啊，你看我们身上的装备都被打烂了，这不听说你这里有极品装备卖，所以就赶紧过来了吗？老板，你还有没有压箱底的装备啊？我们真的很需要装备，就算贵点也可以。吴小雨看着秦风一脸希冀的说着，看来的确是非常渴望好装备，不然的话，明天光是通关这个冰火之灾副本就要花费很长时间，后面的死亡村庄怕是根本就没有时间通关了，很有可能会高考失败，这可是关系到他们整个人生的重要考试，就这么眼睁睁的失败，任谁都会不甘心的。装备的确是没有了，秦风摇了摇头说着。
吴小雨四人听了之后，眼中的光完全消失，更加郁闷了。就在这个时候，秦风继续说道：“不过我可以带你们通关。”啊，老板，你要带我们通关？听到秦风的话，吴小雨四人都是一脸诧异的看着秦风。怎么，不相信我的实力？秦风亮出了流光星陨弓，绚丽的造型和上面若隐若现的火焰，顿时就让他们相信了秦风的实力。原来老板还是一个高手，怪不得能拿出极品紫装出来卖。不过现在距离天黑只有10分钟了，已经没有时间刷副本了。他们虽然很高兴有人带他们刷副本，可是时间不等人了啊！他们刚刚打冰火副本，可是足足用了2个小时，最后还失败了。他们可不相信有人能在10分钟内通关。秦风也看了一下天色，同样点了点头。还有10分钟呢，足够了。啊，第47章，你们捡快点，不然赶不上我杀怪的速度。听到秦风的话，吴小雨他们再次被震惊。虽然都是说的10分钟，可是他们表述的意思却是完全相反的。吴小雨觉着10分钟太短了，不够刷一次副本。秦风却是觉着10分钟绰绰有余。吴小雨正要说话，这个时候有一个入队申请发了过来。丁，秦风申请入队，是否同意？是否？看到申请人的名字，吴小雨惊讶地张大了嘴，一脸的不可置信，吃惊地看着秦风说道：“你是秦风？”秦风点了点头，快点同意我入队吧。哦，好。吴小雨迷迷糊糊的就点了同意。丁，秦风加入吴小雨的队伍。系统提示音响起，队伍里面另外3人看到入队之人的名字，顿时也都是一脸的惊喜。之前打哥布林酋长 BOSS 的时候，就是秦风帮的他们，没有想到竟然又一次得到了秦风的出手相助。看到他们都是好像看到偶像一样，一脸激动的样子，似乎马上就要高兴的蹦跳吼出来一样。秦风赶紧说道：“快点进入副本吧。”好。吴小雨马上进入了副本。他是队长，只要他进入副本，其他人也会跟着一起进入副本，而队员则是不行。进入副本之后，吴小雨看着漫山遍野的怪物以及最后 BOSS 的强大，终于平静下来。他有点自责，距离天黑只有10分钟了，这么短时间怎么可能打得过副本？而且他们身上的装备都烂了，已经失去效果，还没有买到新装备呢就进来了，这样战力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只靠秦风一人就更不可能过关了。唉，自己怎么就听了秦风的话，直接进入副本了呢？离开副本的话，还要被扣除一大笔金币。不过谁让自己是队长呢？这笔钱自己认了。想到这里，他就想要跟秦风说明白，然后离开。可是，一转身却是没有看到秦风的身影。咦，秦风人呢？在那里。另外3人同时指着一个方向说着。吴小雨顺着他们的手指看去，就看到秦风已经冲进了怪物堆里面，一大群火焰怪物朝着他包围了过去。吴小雨大急，那些火狼、火精灵伤害都是非常高的，秦风这么直接冲进去非常危险，不行，必须要赶紧把他救出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秦风一箭射过去，轰隆，一个巨大的火焰陨石拖着长长的火焰尾巴朝着怪物群砸下去，爆发出巨大的火焰冲击波，一大群怪物直接被秒杀。即便这些都是火属性的怪物，拥有很高的火属性抗性，依然挡不住秦风的攻击。吴小雨4人都是被震惊的张大了嘴巴，一脸的不可置信。轰轰轰，秦风根本没在管他们会怎么样，一剑下去，触发陨石就能砸死一大片，很快就直接杀到了火女 BOSS， 懒得换装备，在火女脚下扔了一个毒猫王的剧毒之血，然后射了他一箭，把他定在原地，让剧毒之血给他叠加中毒状态。秦风直接掉头就走，都懒得去看。这个时候，吴小雨他们还处在震惊状态中，没有恢复过来，秦风就已经去而复返回来了。看到吴小雨他们还站在原地一动没动，张着小嘴，一脸惊讶的样子，在他们面前挥动了一下手臂，把他们的魂儿叫回来，说道：“你们怎么还站在这里？火女 BOSS 我都已经杀死了，你们快点去捡装备啊！”啊！吴小雨4人好像是刚刚睡着一样，整个人都是迷糊的。他们看了一下所有的火系怪物，果然全部死亡，他们尸体上闪烁着掉落物的光芒，这才彻底从震惊中苏醒过来。竟然真的杀光了！这才过去多久啊？还没有1分钟吧？哪里有1分钟，半分钟都没有。不对啊，火女 BOSS 没有被杀呀，系统提示没有。这时候他们终于发现火女 BOSS 没有被杀死的系统消息。秦风听了说道：“哦，可能有点延迟，不过应该快了。”他的话刚刚说完，系统提示音就响了起来。丁，秦风击杀15级 BOSS 烈焰比诺修。吴小雨4人再次被震惊到石化，他们一脸震惊地看着秦风。秦风就在他们面前，他又是怎么杀死的火女 BOSS 啊？这也太诡异了！别光站着了，快点去捡装备，我去打冰女去了。对了，捡快点，
不然跟不上我打怪的速度。说话之间，秦风已经过去击杀寒冰怪物去了。减快点，不然跟不上我打怪的速度。天哪，这到底是什么人啊？这么会这么厉害？这个副本他们打得那么辛苦，可是最后还是被虐得体无完肤。可是这个人为什么可以轻轻松松的秒杀啊？吴小雨四人都在心里怒吼着。不过听到秦风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终于从石化状态中恢复过来，开始快速捡装备。哇，好多装备啊！哇，我爆出蓝装了，是一个小极品啊！哇，我也是啊！四人一路捡装备到了火女 BOSS， 一把燃烧的火焰弓出现在他们面前，和秦风使用的一模一样。哇，是紫色稀有武器啊，流光星陨弓，15级武器，这不是和秦风使用的那把弓一模一样吗？哈，这下我也可以和秦风一样那么厉害了。一个射手妹子兴奋地拿着弓说着，射出一箭，结果什么都没有触发。哎，不对啊，秦风每一箭都能触发陨石，怎么我这弓才只有 10% 的几率触发陨石啊？射手妹子一脸的疑惑。丁，秦风击杀冰女 BOSS。丁，恭喜吴小雨的队伍通关冰火之灾副本。丁，恭喜您获得冰火之灾副本 SSS 评分。吴小雨他们刚刚拾取了火女 BOSS 爆出来的装备，就听到秦风已经击杀了冰女 BOSS， 在他们眼里如同噩梦一样的冰火之灾副本通关，前后只用了不到2分钟，而且还获得了最高的 SSS 评分，这简直是快到没有天理啊！他们4个再次被震惊到了。我们这就通关了？好像是的。小雨，你快打我一下，我不会是在做梦吧？啪！啊，好疼啊！不是做梦。喂，不是叫你们捡快点吗？怎么还在这里啊？我冰女都打死了，等你们过去捡装备，你们不去，给运气不错，爆出来一个17级的紫色寒冰法杖，正好跟你职业相配。这个时候，秦风再次神出鬼没一样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甚至还把冰女爆出来的装备都给他们送来了。一把散发出浓郁寒冰气息的稀有法杖，而吴小雨正好是一个寒冰系法师。吴小雨把寒冰法杖拿在手里，整个人都还如同做梦一样，感觉一切都那么不真实。秦风看了一下时间，说道：“还有8分钟呢，你们不要愣着了，还能再刷4次，快点重新开始吧。”吴小雨4人集体绝倒。好在刷第2次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点免疫了。秦风开始动手打怪的时候，他们就紧紧的跟在后面捡装备。结果4个人捡装备的速度还没有秦风一个打怪的速度快，这让4人已经到了无力吐槽的地步。4次刷完之后，吴小雨他们的等级高考结束。高考第3天，对那些普通玩家来说就是最后一天，他们要在这最后一天拼尽全力提升到18级，攻略最后一个死亡村庄副本。能过去这个坎，就是鱼跃龙门，成为人上人；过不去，就只能庸庸碌碌，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超凡。因为晋升超凡的路径都掌握在大学里面，不入大学，自然连怎么晋升超凡都不知道。而对秦风来说，就只是第3天，等级排行榜和副本评分排行榜上，他都是第1。他就算是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做，也可以稳稳的进入大学。实际上，就在昨天晚上，他的邮件里面就收到了至少10几家大学的入学邀请书，而且其中不乏全国性的好大学。不过秦风并没有那么短视，高考只有1次，他要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尽可能多的升级。一大早他就来到了死亡村庄，这里已经不是昨天那样只有他一个人了，而是有零星的几个队伍在杀僵尸，甚至还有一个队伍在副本门口徘徊，明显是想要进入副本，可是又怕打不过，中途退出副本就会扣钱，到时候损失巨大。秦风却是完全没有任何担心，直接就进入了副本。看的那个队伍里的几人都是目瞪口呆。我擦，我没有看花眼吧？那人一个人就进副本了？是啊，这不是找死吗？这可是新手区最后一个副本，也是最难的，比前面的冰火之灾副本还要难上好几个档次。他竟然就这么一个人进去了，嘿嘿，我等着看他被虐出来。也不一定哦，说不定他是真的有实力。再有实力，也不可能一个人通关副本吧？有一个人就能啊？啊，你说的是等级排行榜第1名的秦风？没错，副本评分排行榜上，这死亡村庄副本昨天就被通关了，而且还是完美级的评分，就是秦风打出来的。我擦，你这么一说，那人好像真的是秦风啊！对于他们的议论，秦风自然听不到，也不在意。就在他们议论的时候，秦风已经杀到了厨师长这里，只是几秒钟时间，厨师长 BOSS 就被秦风推倒。后面的 BOSS 对他来说更是一点难度都没有，一路横推，不到10分钟，副本再次通关。哎，你们说秦风现在打到哪个 BOSS 了？10分钟能不能把第一个剧毒僵尸 BOSS 给干掉啊？不能吧，剧毒僵尸 BOSS 可是有10几万血的，还有100多个僵尸小弟，我们5人队伍的话都要打上半个小时才行。他就算是很厉害，
也不可能10分钟就打死第一个 BOSS 啊！就在这个时候，副本门口光芒一闪，秦风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而且还浮现出一道升级的光芒。几个人的眼睛瞬间瞪大，一脸不可思议。在他们震惊的眼神中，秦风再次进入副本。我擦，我没有看错吧？秦风竟然已经通关了副本，只用10分钟，说不定他是没打过 BOSS， 自己主动退出的呢。你眼瞎啊？没有看到他身上升级的光芒吗？如果是自动退出，怎么可能还会升级？这肯定是打死 BOSS 就直接出来了，出来之后才结算副本经验，这才升级的。如果是主动退出来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升级。而且除了惩罚性的扣除金币，还会陷入虚弱状态。你看他有虚弱状态吗？没有，那不就是了吗？我擦，这么说他真的是10分钟就能通关一次副本，这也太不是人了。对，就是太不是人了，太变态了。在别人的羡慕嫉妒恨中，秦风怒刷了上百次死亡村庄副本，在又刷完一次副本之后，他身上终于再次出现了升级光芒。叮，你的等级提升到25级。呼，秦风重重的呼了口气，终于到了25级了。越到后面，升级需要的经验就越来越多，而这死亡村庄又是新手区最后一个副本，没有更高的副本给秦风打，所以升级就显得很慢了。不过好在他打得够快，还有双倍经验戒指，终于让他升到了25级，这样他的神器戒指就可以佩戴了。换上僵尸新娘的婚戒，秦风的冰火雷毒4种属性伤害全部增加100%，而且最后的伤害还会提升20%。他再次进入副本，对自己的伤害进行验证。手持1级的疾风木弓，对着厨师长一箭射去，920，920，920，厨师长脑袋上立刻就冒出巨大的中毒伤害数字，足足900多。普通玩家的话，这就是他们的正常攻击伤害，可是这却只是秦风的一次中毒伤害，而他的中毒状态可以持续40秒，每秒造成2次伤害，一次中毒造成的总伤害就是920乘以40乘以2等于73600，足足7万多伤害。这还只是中毒，他现在的异常状态触发几率达到了400多，也就是一次攻击可以触发4种异常状态。如果都换成流血、燃烧这样的伤害状态，怕是直接破10万伤害，恐怖如斯。从副本里面出来之后，天色也已经黑了下来，这也意味着这次高考彻底结束。这个时候，系统声音也响了起来，叮，本次高考正式结束，高考成绩立刻发放。叮，高考成绩单已发放。高考成绩完全都是系统评估，所以1秒钟都不用多等，立刻就知道自己的考试结果。秦风立刻打开了成绩单，秦风等级25级，副本评分：幽暗密林 SSS， 牛头人部落 SSS， 冰火之灾 SSS， 死亡村庄完美，总成绩750。看到总成绩750，秦风不由得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成绩分数具体怎么算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的是，他这个分数就算是放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就在这个时候，系统广播再次响起：恭喜河阳市高考完美结束，本次高考共有5462人参加，其中186人合格，恭喜你们。第49章成绩发放。哈，我合格了，我可以继续上大学了。哈哈，我也合格了。听到系统广播，很多合格的人都高兴地欢呼了起来。不过5000多人，只有不到200人合格，绝大部分人都成了落榜生。很多人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甚至有些人懊恼地扇自己巴掌，因为他们只差一点就能合格，就这一点之差，他们以后的人生都会天差地别。系统广播继续：叮，恭喜秦红成为本次高考的第3名，成为河阳市探花。一道白色的光芒从天而降，落到了大秦帮中的一人身上，那人正是秦家的秦红，他获得了第3名。光芒照耀，顿时让秦红成为场中所有人瞩目的焦点。秦红也是一脸的狂喜。随后那白光在他的头顶上凝聚出了河阳市探花的称号，称号也是有属性加成的，一些好的称号甚至比装备属性还要好，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称号并不占据装备栏位，相当于是比别人多了一件装备，所以很多人都想要获得一个好的称号，只是这称号必须要取得一定的成绩，或者是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才能获得，可遇而不可求。而高考就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获得称号的一个途径，不过也只是前3名有而已，非常珍贵。秦红的资质在秦家原本也只是中等而已，身份也远远比不上秦霜，原本是绝对没有机会获得称号的。现在能获得称号，自然是让他非常惊喜。周围的人也都纷纷上前祝贺，俨然已经让秦红成为全场焦点。叮，恭喜秦信成为本次高考的第2名，成为河阳市榜眼。就在这个时候，系统广播再次响起：
这次是一道比之前更加华丽的银光划破长空而来，落到秦信身上。这华丽的银光也在秦信脑袋上凝聚成了河阳氏榜眼的称号。顿时秦信接替了秦红，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几乎所有人都朝着秦信恭贺起来，就连秦红也不例外。他们本来就都是秦家人，平时关系也不错，现在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有称号，以后必定会成为秦家的新秀，被家族重点培养，自然都是非常高兴。恭喜恭喜，同喜同喜！一时间现场之中恭贺之声不断，和乐融融，喜气洋洋，一片和谐。就在这个时候，系统声音再次响起：叮，恭喜秦风同学成为本次高考的第1名，成为河阳市高考状元。同时一道耀目的金光破空而来，这道金光比之前的白光和银光更加耀眼，更加华丽，只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道金光的含金量要比之前要高得多。而听到这次的系统广播之后，原本还是一脸兴奋的秦红和秦信都是一愣，脸上的笑容顿时凝滞，他们一脸阴鸷地看向秦风。秦风，又是秦风，这个该死的混蛋！两个人心里同时咒骂着。现在本来是他们两个的高光时刻，可是却是被秦风分分钟给抢走了。只见那金光缓缓在秦风脑袋上凝聚成了河阳市状元的称号，字体金光灿灿，比他们两个的称号耀眼得多，甚至连大小也比他们大出一圈。这让秦红和秦信两个人脸色更加难看。就在上一刻，他们还觉着他们脑袋上的称号是他们荣誉的象征，可是现在，在秦风那金光灿灿的状元称号面前，他们觉着他们的称号不是荣誉，反而是一种耻辱。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把称号给隐藏了。只是和他们两个人获得称号之后，有一大群人过去恭维贺喜。不同的是，秦风获得了状元的称号，全场竟然都是一片寂静，居然都没有人去对他恭贺。这一是因为秦家人全部在场，那些普通人害怕以后秦家报复，所以不敢来恭贺；二是因为秦风现在被人私底下起了一个杀神的名号，一般人真的不敢跟秦风接触。顿时场中就出现了一些低低的冷笑声，明显就是嘲讽，甚至还有人说道：哼，获得状元又如何，连一个恭贺的人都没有，注定孤家寡人一个。现在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团队的力量，如果只有一个人，那注定不会有什么成就。这明显就是秦家人说的。顿时场中气氛更加尴尬，秦信和秦红则是相视一笑，看到秦风尴尬都觉着非常解气。就在秦风以为一个恭喜自己的人都不会有的时候，突然有几个人走了过来，对秦风说道：秦风同学，恭喜你成为河阳市状元。声音软软糯糯，正是吴小雨还有他的3个队友，全部都是昨天秦风带着刷冰火之灾副本的几个人。秦风心里重重的呼了口气，这如果连一个庆贺的人都没有的话，那自己丢脸就丢大了。只是他们当着秦家人的面这么做，怕是以后会被找麻烦。不过秦风看了一下他们的等级，吴小雨19级，另外3人则都是18级，他们也完全没有落榜生的那些沮丧，看来都已经及格，拥有了上大学的资格。实际上他们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给秦风庆贺，主要还是因为昨天秦风帮他们刷了5次冰火之灾副本，这次帮忙让他们的等级直接从14级提升到16级，给他们节省了大量的升级时间，还让他们都获得了大量的好装备，这也让他们之后的升级变得更简单，也顺利通关了死亡村庄副本。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高考及格，还是多亏了秦风的帮助，如果没有秦风，他们4个多半也会落榜。所以就算只是出于感激，他们也会过来感谢一下秦风的。不过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能当着秦家人的面给自己庆贺，没有让自己当众丢脸，对这份好意秦风收下了，而且非常感激。你们也都高考及格，获得了上大学的资格了吧？同喜同喜，送你们几个小礼物。秦风说完之后，就从背包里面一股脑拿出7、8件装备出来，每一件装备都散发出紫色的光芒，这些竟然都是紫色稀有装备。第50章颁奖。我擦，我没有眼花吧？那些竟然都是紫色稀有装备。那个法杖是寒冰僵尸 BOSS 掉落的冰霜法杖，伤害非常高，我们会长有一把。还有那把染血的大刀，那是厨师长 BOSS 掉落的专属武器，战士的极品武器啊。还有那个剧毒之爪，那是剧毒僵尸 BOSS 爆出来的，有非常高的毒属性伤害。还有，一群人看到秦风送出去的那些装备，顿时都激动地叫了起来，因为这些装备都是现阶段的极品装备，是他们梦寐以求得到的。谁知道现在秦风就这么轻易地送人了？我擦，这些都是超级极品装备啊！没有想到秦风竟然这么豪，直接就送人了。早知道上去恭喜一下，我现在也能得到一件极品装备了。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再去恭喜他的话，还会不会继续送装备了？你想什么好事呢？以为那些装备是大白菜啊？说送就送。刚刚那几个是冒着得罪秦家的风险去恭喜的，也给秦风解了围。你现在再过去恭喜，功利性这么强，
人家秦风又不是傻子，会送你装备才有鬼。他喵的，我本来就想要过去恭喜一下秦风的，都怪秦家，让我错失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这些人说着说着，就把矛头对准了秦家，尤其是第2名、第3名的秦信和秦红，他们可都是第一时间恭喜对方，可是对方1毛钱东西都没有送，简直太抠门了。有一个人气不过，直接就对秦信和秦红说道：“两位秦家大少爷，你们看人家秦风对恭喜他的人直接送紫装，你们2位可是秦家的大少爷，实力雄厚，不会一点东西都不送吧？”“对啊，秦信、秦红，你们身后有整个秦家支持，怎么也不能比秦风送的少啊，我们也不多要，1人1件紫装就行了。”“对，紫装，紫装，紫装！”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齐声喊了起来。秦信和秦红2个人脸都黑了，他们自己身上都没有几件紫装，刚刚秦风送出去的那些装备，他们自己都想要。别说他们没有多余的紫装，就算真的有，他们也不会往外送啊。这个时候如果降级送蓝装的话，那就直接在秦风面前低了一头，他们更加接受不了。面对周围这么多人的起哄，他们心里有苦说不出，最后只能是把怨念归结到秦风身上。都是秦风这个混蛋，没事你送什么紫装？你如果不送紫装的话，我们也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么丢脸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是在其他大秦帮的人的帮助下迅速离开现场。这顿时就再次引来了一顿嘘声。马德，都怪秦风那个傻逼，本来应该是我们的高光时刻，结果都被秦风那傻逼给搅和了。从人群中逃离出去之后，秦红恨恨地说着，秦信也跟着骂秦风。反正现在秦风听不到，就使劲骂，至少让嘴先痛快了。这是他们现在经常做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敢当着秦风的面骂。这个时候，秦信收到了一条信息，他打开看了一下，顿时就笑了起来。秦红见状问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好事？你自己看吧。”秦红看了一下秦信收到的短信，立刻也笑了起来。太好了，秦风就在我们后面，我们现在就回去吧。说完之后，2人就一脸奸笑的回去了，也不知道他们看到的信息是什么内容。另一边，秦风和吴小雨一行人也朝着河阳城走去。刚刚到了河阳城门口，他们就吃惊的看到城门口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山人海，非常热闹。秦风一脸的疑惑，这是在做什么？可是稍后，秦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看到有人举着巨大的横幅走了出来，上面写着：“热烈庆贺秦红同学成为河阳市探花。”这城门口早就已经搭建好了舞台，看到秦红出现之后，直接就把他拉到了舞台上面去。立刻就有一队小学生跑过去，给秦红脖子上戴上了一圈鲜花，还有一个河阳市当地的当红小明星上去给他庆祝。最后甚至河阳市高中的校长亲自上台给秦红颁奖。秦红同学，你做得非常好，这个奖状是我们河阳市高中颁发给你的，还有这10万金币以及一件你自己职业的紫色稀有武器，都是给你的奖励，希望你能再接再厉，再创辉煌。谢谢校长，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随后校长就走了下去，整个过程弄得非常隆重，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迎接世界冠军呢，根本想不到这么大的场面只是为了迎接一个区的高考第3名。秦风也是一脸迷糊，以前高考结束之后，有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欢迎和庆贺活动，可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场面啊，甚至还请了明星过来庆祝，还有周围那么多人，这都快成了演唱会了。不过秦风身边的吴小雨却是非常兴奋，说道：“太好了，没想到这次学校竟然会弄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甚至还这么下血本给奖励，一个第3名的探花都给10万金币，还有一件自己职业的紫装，那第2名和第1名岂不是更多？秦风你这次有福了。”吴小雨最后一句话是对秦风说的，秦风却是远没有他这么兴奋，甚至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很快就轮到了第2名榜眼秦信，依然是前面的那一套，请上台去，先是小学生送花环，然后是小明星庆祝，最后是校长亲自上台给秦信颁发奖状，还有奖金以及奖品。而这第2名榜眼的奖金足足有着20万金币，奖品则是2件自己职业的紫装，这出手不可谓不阔绰。场下所有人也都投去了羡慕嫉妒的目光，现场的气氛非常热闹。吴小雨他们也都非常兴奋，看到秦红和秦信这一个第3名，一个第2名都获得了奖励，那么接下来肯定就是第1名了。他一脸兴奋，好像秦风得奖就是他自己中奖一样，拉着秦风的胳膊激动地说道：“秦风，现在轮到你了，你这个状元才是重头戏，快点准备一下，马上就会有工作人员过来带你上台，然后领奖的。第51章，你已经被开除了。”说完之后，他还忍不住的给秦风整理起衣服来了。可是整理好衣服之后，也没有见工作人员过来领秦风上台领奖。吴小雨主动过去找了一个工作人员去问，结果那个工作人员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哼了一声，完全把吴小雨给当成了空气。随后当着吴小雨的面直接对身后的工作人员说道：“
好了，这舞台已经没有用了，快点拆了吧。说完之后，屁颠屁颠的跑到秦红和秦信身边，原本那一副桀骜不驯的脸立刻就变成了狗奴才相，哈巴狗一样的把秦信和秦红扶上了花车，随后启动花车就开始带着秦红和秦信进行巡城跨街。我擦，什么情况？吴小雨整个人都被他们这骚操作给整懵逼了，反应过来之后，立刻气得火冒三丈。他3步2步跑到队伍前面，站在路中间，伸开双臂拦住了刚刚启动的跨街队伍。喂，你要干什么？快点让开，我们这是学校组织的高考庆典活动，你不要来捣乱。立刻就有人对吴小雨大声呵斥，让他离开。吴小雨却是带着胆子反问道：高考庆典活动？没有高考状元参加的活动算什么高考庆典活动？这么大的乌龙闹出去，你们就不怕被人嘲笑吗？你这小丫头片子懂什么？这是学校组织的活动，你不懂不要乱说，快点让开。既然我不懂，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不就行了吗？不解释清楚的话，我是不会让开的。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一个威严的声音响了起来。随着声音一起过来的是一个威严的老者，正是校长亲自出来过问了。校长犀利的目光看向吴小雨，冷声问道：你为什么要捣乱？面对校长，吴小雨本能的感觉害怕，不过还是带着胆子说道：校长，我不是捣乱，我只是不明白，这个活动既然是高考庆典活动，第2名榜眼和第3名探花都得到了丰厚的奖金和奖品，为什么偏偏不给第1名的状元颁奖？这到哪里都说不过去吧。校长冷冷地看了吴小雨一眼，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拿出了校长的威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这次高考的第1名是你吗？我。吴小雨被问的语塞。校长冷冷一笑说道：既然你不是第1名，那这件事情就跟你无关，就算是有人来质问，那也是那个第1名，而不是你。我。吴小雨再次语塞，他本能的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可是又说不出来，完全被校长的气势所压制。吴小雨不知所措的眼神看向了秦风，秦风心里叹息一声，他其实在看到校长出现的那一刻就猜到，这所谓的高考庆典就是故意弄出来恶心他的，因为校长的名字叫做秦孝文，没错，正是秦家家主秦孝武的哥哥，他是秦家的核心人物，更是河阳市高中的校长，就算是有什么庆典活动，他也只是出来2个项，说2句话就行了，根本就不需要亲自出来迎接，甚至颁奖事事亲为。而且这次秦家足足被杀了500多人，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就算是要颁奖也不会选择这次，还搞得这么大阵仗。秦风早就看出来，这明明就是针对他而来，所以他本来只是想要静静看戏，什么狗屁奖励他根本就不稀罕。可是谁能想到，吴小雨竟然为了他直接上去质问秦孝文。现在看到吴小雨求助的目光，秦风自然不能无动于衷，现在他也只能亲自下场了。走到吴小雨的身边，毫不示弱地看向校长质问道：校长，我叫秦风，就是这次高考的第1名，我想要问一下，为什么第2名榜眼和第3名探花都颁奖了，偏偏不给我这个第1名的状元颁奖？你就是秦风？秦孝文冷冷地看了一眼秦风，那眼神就好像是在看什么恶心的垃圾一样，随后厌恶地说道：你来的正好，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已经被学校开除了。第52章言语交锋，栽赃陷害。什么？开除？你们怎么可以？听到秦孝文的话之后，吴小雨顿时就着急的大声反驳起来，不过立刻就被秦风制止了。小雨，这是我和秦家的事情，你不要插手。可是，没有什么可是，快点离开。秦风冷声说着。吴小雨愣了一下，随后掉头就走。秦风看着吴小雨离开的背影，心里泛起一丝苦涩。走了好，秦家的势力太大，尤其是在河阳城中根深蒂固，自己现在的力量根本就难以撼动秦家。如果让你和班主任徐老师牵扯到我和秦家的恩怨之中，对你们太危险了。秦风心里叹息了一声，随后平静地看向秦孝文。对于秦家会出手对付他，秦风一点都没有意外。他意外的是，对方出手的如此迫不及待，上一秒高考结束，下一秒他们就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是开除自己，这是要断掉自己的大学之路啊！只要断掉自己的大学之路，把自己困在这河阳城中，而这河阳城就是秦家的河阳城，到时候他们有的是手段拿捏自己。不愧是秦家，真是好手段啊！秦校长好手段，为了扶持你秦家子弟，打压我这个跟你们秦家有过节的人，竟然不惜滥用权力，直接把我这个高考第1名的状元开除。秦校长，你还真是把国家赋予你的校长的权利当成了为你们秦家谋福利的手段了呀！对方既然都已经图穷匕现了，那么秦风也没有任何顾忌，直接就撕破脸，就是要当着满城百姓所有人的面，把秦家身上那一层遮羞布完全扯下来。既然你要撕逼，那就使劲撕，看谁的黑料多。秦孝文听了之后，眼睛中闪过一丝怒气，不过不愧是秦家的核心人物，马上就把怒火压了下去，依旧是用那充满威严的声音说道：哼，
早就听老师说你顽劣不堪，撒谎成性，屡教不改，惯会诬陷别人，我还不信，屡次给你机会。可是现在看来，老师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果然是一点教养都没有，竟然还想要污蔑本校长。本校长行得正，坐得端，岂是你能污蔑的了的？秦孝文拿出刚刚颁发给秦信和秦红的荣誉证书，指着上面的字说道：“你给我看清楚了，这荣誉证书颁发的理由是品学兼优，品在学前。本校一直提倡一个人的品德素养比学习成绩更重要。如果一个人道德败坏，品性低下，还屡教不改，那么这样的学生，就算是偶尔在学习上取得一点成绩，也不会得到学校的认可，自然更不会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励。因为这样的学生就是我们学校的耻辱。我身为校长，就算是死，也不会更不敢给学校抹黑。”秦孝文不愧是做校长的，这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义正言辞，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校长说得好，校长不愧是全省10大模范校长，道德修养就是要比我们这些当老师的高得多。秦孝文刚刚说完之后，立刻就有人给他鼓掌，猛拍马屁。秦风只听这公鸭嗓声音就知道，这溜须拍马之人就是他们班上的老师张炳麟。此人教学水平常年垫底，但是这溜须拍马、捧高踩低的能力却是不凡，而且是来者不拒。学校的领导层他去舔一下也能理解，可是就连身为学生的秦霜他都要舔，因为秦霜是秦家的大少爷。为了配合秦霜更方便的霸凌秦风，这位张炳麟老师故意经常安排秦风打扫卫生，就算没有轮到他，也要他打扫卫生。等到没人的时候，秦霜他们就能肆无忌惮地对秦风实施霸凌了。之后这张炳麟还会故意说是秦风自己摔的之类，给秦霜舔屁股。秦风对这张炳麟的仇恨一点都不比秦霜少，他还没有和对方算账，对方就先一步跳了出来。大家好，我叫张炳麟，是秦风的老师，我可以作证，刚刚校长说的那些都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冤枉秦风。说实话，遇到秦风这样顽劣不堪、卑鄙下作、狼心狗肺、人面兽心、丧尽天良的学生，我是真的很心痛。原本我身为老师是想要把他教好，把他往正道上领的，可是他不但不领情，反而是仗着我对他的包容，经常骂我，甚至还打我。你们看到我脸上这道疤了吗？这就是被秦风给抓的，我的一番好心全被他给当成了驴肝肺，我是真的教不了这样的学生了。对啊，还有我也是秦风的老师，我亲眼看到秦风殴打低年级的小同学，还抢他们的饭钱。小孩子那么小，中午没有钱买饭，就一个人去垃圾桶里面捡东西吃，要多可怜有多可怜。秦风连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简直就是一个畜生。我也说一件事情，就是秦风的同班同学秦寿。秦寿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学生，一直都是班里优秀学生的代表。他知道秦风太过顽劣，学习成绩又不好，于是就主动帮助秦风纠正那些坏毛病，还帮助他学习补课。可是秦风不但不领情，反而是经常对秦寿同学拳打脚踢，打完之后还反过来污蔑秦寿同学打他，要秦寿同学赔偿他医药费。对为他好，帮助他的人都这样，秦风简直就是狼心狗肺。说的没错，又有一个人站出来检举揭发。这个人不是老师，而是一个清洁工，就是扫厕所的那种。就听这人说道：“我并不是秦风的老师，我只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清洁工，我跟秦风没有任何交集，所以我说的话绝对公平公正，不会有任何污蔑。我在扫厕所的时候，不止一次看到秦风偷偷的趴到女厕所后面的窗户那里朝里面偷窥，秦风就是一个偷窥犯。校长，我对不起您啊，秦风偷窥女厕所这件事情，其实我早就已经知道了，可是因为我看到秦风年纪还小，出于恻隐之心，想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没有第一时间检举揭发他，是我错了。”第53章五彩祥云。秦风冷眼看着这些人，这些家伙明显就是提前给他编排好了罪名，故意当着满城所有人的面说出来，先把他的名声搞臭，之后的事情就更好操作了。果然，经过这几个老师的当众揭发之后，周围那些看戏的人都开始对秦风指指点点起来，说的话也是越来越恶毒。秦孝文看到之后，心中得意的想着，就你这毛都没有长齐的小子，竟然还想跟我斗，看我怎么慢慢玩死你，给我的小儿子报仇。没错，他的小儿子也是大秦帮的一员，而且就在考试的时候被秦风给嘎了。他身为校长，之所以亲自下场对付秦风，也是因为要给他小儿子报仇。想到这里，他看秦风的眼神更加充满了仇恨，直接对秦风怒骂道：“秦风，你这狼心狗肺的小畜生，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情，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身为校长，绝对不能让你这么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所以我现在以河阳市第一高中校长的身份开除你。秦校长，你做得对，对于这样的害群之马，必须要及时清除出去。”这时候，一个脑满肠肥的中年胖子走过来说道：“我是河阳市教育局的局长，本来今天只是来给考生庆祝一下，谁能想到竟然发现秦风你这样的害群之马，我现在以教育局局长的身份同意秦校长把你开除。”又转头对身边的秘书说道：“李秘书，你立刻把秦风所做的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全部记录到档案里面去，这次的高考成绩也要向上申报给他取缔，
绝对不能让他继续祸害大学。是。秘书立刻打开电脑，食指舞动，噼里啪啦，把之前编排秦风的那些事情全部都写了进去。秦风简直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之人，任谁看了都要捂着鼻子绕着走的那种。秦风静静地看着这些人的神操作，不愧是秦家，发动整个学校的资源来整他还不够，还把教育局的局长都给拉了进来，这是怕他不死啊。现在这些操作还只是断掉他的大学之路，顺便把他的名声搞臭，之后怕是就要用这些莫须有的事情对他追究法律责任了吧。还有秦风在考试的时候杀了秦家那么多人，在考试期间有中央特派下来的超凡警察风超在，他们不敢乱来，可是现在考试已经结束了，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把这杀人的罪名安到他头上。秦风往秦孝文身后的队伍看了一眼，果然就看到了一些穿着制服的人。秦风，你看好了，这是我们学校将你开除的正式决定书，上面还有教育局的印章，你从现在开始就不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了，你这样的人也休想再去祸害任何一所大学。秦孝文拿出开除决定书，用宣判的口吻对秦风说着，似乎这不是一个开除决定书，而是死刑宣判书一样。哦，这就把我开除了？秦风并没有继续争辩，而是直接接了过来，看完之后甚至还折叠好放在了背包里面。秦风抬头看了一下，天边隐约出现了一抹五彩之色，见此秦风心中大定，对秦孝文说道，你们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就快点动手吧，不然的话就没有时间了。秦孝文一愣，随后就是冷笑。在他看来，秦风这明显就是在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整个河阳市都在他们秦家的把控之中，各种罪名也都给秦风罗织好了，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他们事先预想的在发展，开除秦风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重点戏。他转过头朝着后面的人使了一个眼色，顿时早就已经到场准备好的一些穿着制服的人就走到了秦风面前，把秦风团团包围，说道，秦风，我们是河阳市治安局的，我是局长，我们接到报案，现在以伤人、侮辱、敲诈、勒索、偷窥，还有高考期间挟私报复、杀死538名考生的重大杀人罪名将你逮捕。哦，你们竟然给我罗织了这么多罪名，应该是费了不少脑细胞吧？秦风一脸冷笑地看着治安局的局长说着，谈笑风生，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样子。治安局局长目光一冷，说道，现在你又多了一个诽谤治安员的罪名，而且在场这么多人都是证人，这下你哪都跑不了了。跑？我怎么会跑？倒是你，我怕你没有能力把我从这里带走啊。秦风继续冷笑说着，哼，在河阳市还没有我带不走的人。咔咔，治安局局长亲自把秦风给铐上了，给我带走，到剧子里面给我好好的闪。大手一挥，就有人要把秦风带走。啊，那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原本看热闹的人群不知不觉间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天边，甚至还有人发出了惊呼，顿时就有更多人朝着天边看去。我擦，那是什么呀？好漂亮啊！是啊，似乎还是朝着我们这边过来的。听着周围人的议论，教育局局长也转头顺着众人的目光朝着天边看去，就看到一朵五彩祥云朝着河阳城上空飞了过来。这是五彩祥云？听到教育局长的话之后，秦孝文一脸疑惑地问道，这五彩祥云是干什么的？难道是人为弄出来的吗？教育局长听了之后，心里对秦孝文非常鄙视，身为校长，竟然连五彩祥云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看来这家伙能当上校长，果然全部都是依仗了秦孝武的超凡强者身份。当上校长之后也没有干什么正事，不然的话不会连五彩祥云都没有听说过。不过这些话他可不会当着秦孝文的面说出来，而是解释说道，这五彩祥云是我们彩云省教育部特意制作出来的天象，目的就是为了表彰每年的高考省状元，它出现在哪里就说明省状元出现在哪里。啊，那这五彩祥云出现在我们河阳城上空，那岂不是说省状元就出在我们河阳城？秦孝文说着，突然两个人好像是都想到了什么一样，神色巨变，随后不约而同地看向了秦风。此时那五彩祥云已经来到了河阳城上空，那五彩祥云不断变换色彩，如梦如幻，整个河阳城都仿佛是披上了一层五彩霞衣，美轮美奂。整个河阳城的人都跑出来观看着寓意吉祥好运的天象，有一些人甚至以为神佛降临，跪在地上对着五彩祥云祈祷起来。就在这时，一个浩大的声音在整个河阳城上空响起，天道酬勤，彩云省教育部恭贺河阳市考生秦风成为彩云省高考状元，特此奖励。随着声音落下，那五彩祥云也仿佛认识秦风一样，降下五彩光柱，朝着秦风当空冲击下来。轰！秦风身边好几个治安员原本是要带秦风回局子里的，可是被这突然降下的五彩光柱的能量直接给冲飞了出去。不过秦风自己沐浴在五彩光柱之中，却是没有任何影响，反而是非常舒服，甚至还有一丝丝的能量进入秦风的体内，化成了自由属性点。
这五彩祥云不只是做做样子，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奖励，省级高考状元，足足奖励100个自由属性点。第54章，大鹏金翅鸟。五彩祥云最后凝聚成了一个彩云省状元的称号，这称号周围也是有五彩祥云翻滚，非常漂亮。称号附加的属性也比河阳市状元的属性要高得多。这么大的阵仗，让秦风彻底成为场中所有人瞩目的核心，他们也都纷纷议论起来。我擦，我没有看错吧？我们河阳市竟然出了一个省级状元，这都已经多少年没有出过了？对啊，我记得上一次出状元的时候还是秦孝武，那个时候我们河阳市的高中还能勉强进全省前10，可是自从秦孝文当了高中校长之后，我们河阳市第一高中的整体排名每年都在下降，现在都已经是倒数了，却是没有想到反而出了一个省级状元，简直是太出人意料了。即便是出了省级状元，那也和秦孝文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看到他刚刚才把我们的状元秦风给开除了吗？连状元都敢开除，这人就他喵是个瞎子，不止瞎，人还蠢。这些的议论声虽然不大，可是也不小，全部都被秦孝文等人给听了去，顿时他的脸就被气成了猪肝色。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围观群众有很多都是被他花钱雇来的，他的本意是想要多一些围观群众来指责秦风，看秦风的笑话，让秦风千夫所指，人人喊打。谁能想到秦风竟然成了省级状元，一下就把形势逆转，这些他自己请来的人反而开始骂他，能不气吗？老秦，现在怎么办？秦风成了省级状元，我们要取缔秦风成绩的报告还要不要发上去？教育局长此时也是一脸的便秘，他这里刚刚想要合伙搞死秦风，结果省级教育部门直接给秦风发来了五彩祥云。他如果坚持要取缔秦风的成绩，那就是直接和省级教育部门对着干，这样很容易得罪领导，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打退堂鼓了。秦孝文一咬牙说道：发，必须发。啊，还发？秦风现在可不只是河阳市状元，而是省级状元。省级状元又怎么样？又不是全国状元。我们彩云省的整体教育状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彩云省的历届状元在全国除了我二弟孝武，甚至都不能排进前100名，根本就不会引起国家的重视。就算是在省内，不是还有我二弟孝武的吗？稍后我就会给他发信息过去，有他在，什么都不用怕。秦孝文信誓旦旦地保证说着。教育局长顿时就放心下来，让人继续发送取缔秦风成绩的报告。就在这个时候，周围有人再次指着天空大叫起来：快看啊，天上又出现异象了！我擦，这次的异象比之前还要绚丽啊！什么？又出现异象了？秦孝文等人听了大惊，连忙朝天空看去。啾！伴随着一声响彻天地的鸟鸣，一只横跨万里的金翅大鹏鸟掠空而来，它身上的金色如同太阳一样耀眼，照亮了整片天空。金翅大鹏鸟本就是鸟中之王，这么大的金翅大鹏鸟更是王中之王。随着它的飞进，一股王霸之气扑面而来，所有看着它的人都有一种想要顶礼膜拜的感觉。我擦，刚刚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异象了吗？这怎么又来一个异象？秦孝文看着金翅大鹏鸟的异象，一脸疑惑地对教育局长问道：秦风一个省级状元，省教育部会给他2次异象吗？不能。教育局长摇头说着。不能就好，这异象只要不是给秦风那小畜生的就行。秦孝文松了口气说着。可是接下来教育局长的一句话让他的心再次沉了下去。这异象不是省级异象，而是国家级异象。什么？国家级异象？这怎么可能？秦孝文听到之后差点一下跳起来。我也觉着不可能，因为国家级异象只有考进全国排名前10的人才会有。教育局长越说脸色越难看，他甚至已经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了秦风。如果说有人能进入全国前10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秦风了。什么？全国前10？这怎么可能？我们彩云省从游戏入侵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别说是全国前10了，就是前20都没有过。最好的就是我弟弟秦孝武，可是他也只是全国第25名而已啊！秦风那小畜生怎么可能？秦孝文这下真的急了，头上的冷汗都出来了。可他越是害怕什么，就越是会发生什么。就听到那天空中翱翔的金翅大鹏鸟，似乎是发现了这次任务的目标，也就是秦风，仰天长啸一声，震动天地。随后一个比之前更加浩大的声音响起：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恭喜彩云省河阳市秦风同学取得全国高考第3名的好成绩，国家中央教育部特此奖励。这声音浩浩荡荡，直接传遍了整个彩云省。顿时整个彩云省的人都知道，他们彩云省出了一个全国前3的超级天才。第55章骑虎难下。我擦，我没有听错吧？竟然是全国第3名。没有错，我也听到了，的确是全国第3名，全国高考的探花。哈哈，太好了，以前我们彩云省的成绩一直都非常差，甚至是垫底的存在，一直被人称为人才荒漠、教育重灾区。
现在好了，我们直接出了一个超级天才，取得全国前3的好名次，这下我们彩云省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听到异象发出的广播声，所有的围观群众都高兴地欢呼起来。这是秦风的荣耀，同时也是他们这些普通人的荣耀。就好像是奥运会上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取得了好成绩，所有国人都会与有荣焉一样。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高兴，就比如秦孝文以及教育局长和治安局长，他们此时都是脸色铁青，眼睛中有着浓浓的担忧之色。尤其是在看到那金翅大鹏鸟异象正在化成一道金色光柱灌注到秦风身体中的时候，眼睛中的担忧更浓。之前就算是秦风成为彩云省状元，省教育部发来了五彩祥云庆贺，他们也完全不惧，依然要继续搞死秦风，就是因为秦风的影响力还没有出省，而他们在彩云省中有强大的背景关系网，可以把秦风这一个小小的状元名头给压下去。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秦风可是直接达到了全国第3名的成绩，全国高考探花，这不但让他们彩云省的教育部彻底扬眉吐气，还直接惊动了中央，这是绝对的天才。省教育部只要不是傻子，就绝对会死保秦风，任何背景关系网都不好用。退一万步，即便是他们的关系网强硬到依然可以压制省教育部，那么还有中央的密切关注。全国第3，这可不是一个轻易就能取得的名次，别说第3，就是全国第10名也会被当成国宝一样呵护。所以秦孝文他们想要利用手里的权力构陷秦风的事情已经彻底破产。教育局长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焦急地对自己秘书说道：小李，刚刚让你发的取缔秦风成绩的报告不要发了。小李一脸惊慌说道：对不起局长，已经发出去了。什么？已经发了？教育局长听了之后差点没有一口气背过气去，脸色涨红，用颤抖的手指指着秘书骂道：你他妈的怎么手这么快？你就不能慢点？秘书一脸委屈，以前都嫌自己干活慢的，现在好了，反倒怪起自己太快了。秘书也知道现在的情况，眼睛一亮说道：对了局长，我是用邮件发送出去的，现在刚发送出去，还有机会撤回的。教育局长顿时大喜，说道：那还等什么，快点撤回啊。秘书赶紧重新打开电脑，点开电子邮箱，看了一下刚刚的邮件，顿时脸色难看起来。教育局长继续催促：快点撤回啊，有没有撤回啊？对不起局长，已经不能撤回了，现在显示对方已读，也就是对方已经收了邮件。啊，这下全完了。教育局长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在他旁边的治安局长见状，心里暗暗庆幸，还好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把秦风的罪名上报，自己还有机会挽回。金翅大鹏鸟异象所化的金光一部分进入秦风体内，变成了100自由属性点，另外一部分则是凝聚成了一个全新的称号——探花。这次就2个字，前面没有区域性的限制。这称号上还有一只迷你版的金翅大鹏鸟，在探花2个大字上面飞来飞去，飞累了就会停在字体上休息，有的时候还会看一眼秦风，好像是有生命一样。这就是全国第3名的探花郎称号。这个称号属性比之彩云省状元的称号还要稍微强出一点。不错，竟然得了全国第3名。秦风心里想着，他对这个成绩非常满意。整个国家人才济济，尤其是那些出自大家族的天才，有着家族的支持，资源的雄厚，不是他现在能比的。这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并不自大。能取得全国第3名的成绩，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看到异象终于结束，治安局长立刻就走到秦风面前，对手下吩咐说道：快点把手铐解开。立刻就有2个治安员拿着手铐钥匙走上来，要给秦风解开手铐。秦风却是直接躲开了，看着治安局长一脸疑惑地问道：局长大人，你这是要干什么？刚刚你们可是口口声声说我是罪犯嫌疑人，这手铐还是局长大人你亲自给我铐上的，还要拉回局里好好的审，这还没有审呢，怎么就能把手铐给解开了呢？你就不怕我这个犯罪嫌疑人中途跑了吗？治安局长脸色难看，不过还是强行挤出一个笑脸来，好声好气的说道：秦风，刚刚都是误会，是我们弄错了，其实你的问题并不大，不戴手铐也可以，所以我决定不给你戴手铐，这也是为了顾及你的面子嘛。哦，这么说还是为我着想，我还要感谢你了。秦风心里冷笑不已，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自己面前装大尾巴狼。治安局长或许是高高在上惯了，丝毫没有听出来秦风话里的讽刺意味，继续说道：这是我应该做的，感谢就不用了，先把手铐解开吧。他让手下再次上去，秦风再次避开。治安局长眼神一冷，说道：秦风，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秦风冷声说道：既然你说我问题不大，那就是还有问题，既然有问题，那就一定要调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秦风行得正，坐得端，如果触犯法律，我愿意承受任何法律的制裁，可是如果有人想要往我身上泼脏水，我也绝对会抗争到底。你
治安局长没有想到他都已经这么低三下四了，秦风竟然还这么不给面子。你什么你？秦风直接打断了对方的话说道，局长大人，我这手铐可是你亲自给我戴上的，还给我扣上了那么多罪名，现在却是连一句话都没有问，你直接就要解开，你这是完全把法律当儿戏啊！既然你说我是罪犯，那么在我的罪名没有洗清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把手铐给解开的。第56章接引长虹。状元说的对，我以前就听说过状元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十恶不赦之人，我支持状元一定要洗清罪名，还状元清白之身。对，我们好不容易出一个状元，还是全国前3的探花，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凭白污了状元的名声，还状元清白之身，还状元清白之身。周围的人听到秦风说的话之后，顿时都跟着大喊起来，而且喊的人是越来越多，最后形成了声浪。这顿时就让治安局长更加不安起来。他走到秦风面前，压低了声音说道，秦风，我都已经让步了，你不要不依不饶。什么？我不依不饶？秦风差点气笑了，说道，你刚刚一下给我扣上那么多罪名的时候，怎么不说饶过我呢？治安局长说道，都说了是误会。好一个误会，你和秦孝文以及教育局长一起做局，要置我于死地，现在看到计划进行不下去了，就想要以一个轻飘飘的误会接过去，你怎么想的那么美？秦风，你最好见好就收，就算我这次做的不对，可是又没有做出什么对你实质性的伤害，你就算是抓着这件事情不放，我也只是犯了一个程序上的小错误而已，大不了我做一个自我检讨，之后还不是照样做我的治安局长，你根本就动不了我。治安局长看到秦风完全一副不想放过他的样子，干脆就豁出去了，一脸阴狠地对秦风说着。秦风冷笑说道，是吗？我自己的确没有动你的能力，可是有人能啊，那不是就来了吗？秦风用下巴朝着治安局长后面指了指。治安局长一愣，回头一看，顿时就看到一道五彩虹桥跨越长空而来，这五彩虹桥直接延伸到他们上空才停下来。这又是什么？难道又是异象？这不是异象，这是接引长虹。什么是接引长虹啊？就是一种非常厉害的神通，只有空间系的超凡强者才能用得出来。这种接引长虹能够跨越空间，直接进入副本和秘境之中救人，是可以在危急时刻救命的神通，但是每次使用都消耗巨大，就算是空间系的超凡强者也不会轻易使用。没想到现在竟然在这里用了出来，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还能是为什么？既然是接引长虹，那肯定是为了接人的呀。听着周围人的议论，秦风笑了，对治安局长说道，局长大人，你猜这接引长虹是来接谁的呢？治安局长听了之后，脸色更加难看。这个时候就看到接引长虹上面出现了2个老者的虚影，这2个老者都是花白胡子，仙风道骨，站在虹桥上朗声说道，老夫是彩云省教育厅厅长杨胜道，此来专门为了接引省状元秦风小友，不知哪位是秦风小友？声音滚滚荡荡，传遍了整个河阳城。这声音柔和，让人有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听到这问话，所有围观群众都看向了秦风。那老者也看到了秦风头上的探花称号，一眼就认出这就是全国第3名探花的称号，顿时眼中泛出金光，喜不自禁地说道，秦风小友，老夫是彩云省教育厅厅长，特来接你过去，快请上来吧。听到老者的话之后，周围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对秦风投来了羡慕嫉妒的目光。这可是教育厅厅长啊，竟然亲自过来接人。游戏入侵现实世界50多年，每一年都会出一个省状元，可是没有任何一个省状元能让堂堂的教育厅厅长亲自过来迎接，还特意使用了非常昂贵的接引虹桥，这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超规格礼遇。所有人都觉着秦风这是一步登天，都已经期待的等着秦风踏上接引虹桥的那一刻。对不起杨厅长，我不能跟你走。好，快上来吧，还有几个老家伙都已经等不及见你啊。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不能跟我走？杨胜道一脸欣慰地捋着他的白胡子说着，可是随后就反应过来，一脸惊愕地看向秦风。其他人也都是一脸震惊。我擦，秦风刚刚说了什么？他竟然拒绝了厅长的邀请，我不会出现幻听了吧？这可是一步登天的机会啊！不是幻听，我也听到了，这秦风到底是怎么想的啊？秦风没有理会那些看热闹的人，而是继续对着杨胜道说道，没错，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走。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犯罪嫌疑人，您看我的手上还戴着铐子呢。秦风淡淡的说着，还把双手举了起来，把手腕上的铐子展示给了杨胜道看。因为杨胜道是站在接引虹桥上面，居高临下，视野有很大的限制，所以没有看到秦风手腕上的手铐。现在秦风举起来，杨胜道才赫然发现秦风手腕的手铐。秦风说的话非常平淡，可是这话一出，治安局长腿一软，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狠，太狠了！秦风这小畜生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自己留啊！治安局长眼神阴毒地看着秦风，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怕是秦风已经被他杀死1万次了。但是秦风却是对他回了一个挑衅的眼神，
丝毫不留情面。现在双方都已经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关系，那就要全力出手，绝对不能有妇人之仁。不趁现在这个机会全力搞死对方，秦风自己都对不起自己。这太不像话了，到底是犯了什么罪？竟然在高考刚刚结束就对一个省状元上铐子，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哪里是逮捕罪犯，这简直是当众侮辱。杨胜道愣了一下，顿时怒不可遏地说着：对了，秦风小友，我问你一下，这铐子是在你接受五彩祥云意象奖励之前戴上的，还是之后？是之前，给我戴上铐子之后，五彩祥云立刻就来了。混账！混账！这么说，他们是让你堂堂的一个省状元戴着铐子被万人瞩目之下接受的五彩祥云意象奖励，这简直就是对我们省教育厅的侮辱！杨胜道愤怒地大吼起来，他可是一个超凡强者，这一怒之下，顿时整个天空都风云变幻，雷云滚滚，仿佛是在配合他的愤怒一样。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被震惊到了。超凡一怒，恐怖如斯。第57章，我能证明秦风的清白。那些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围观群众倒是没有什么害怕的，看到有热闹可看，反而更加兴奋起来。可是治安局长见状，腿更软了，两条腿抖得跟面条一样。秦风见状，继续说道：杨老，不只是一个五彩祥云，中间还来了一个中央教育部的金翅大鹏鸟的意象奖励，我同样也是戴着手铐接受的。什么？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这是对我们整个教育界的侮辱。是谁？究竟是谁？竟然敢这么肆无忌惮地侮辱我们教育界？到底是谁？杨胜道已经出离的愤怒了，强大的超凡气势冲天起，直接把天空中的雷云撞穿了一个窟窿。不过随后那雷云更加浓厚，雷电轰鸣，好像随时都有可能降下雷电，代天刑罚。就是我面前这位河阳市治安局局长。秦风伸手指着治安局局长说着。轰隆隆，杨胜道双目之中电光闪烁，看向治安局局长。随着他的目光，就是两道雷电轰然落下，在治安局局长身边落下。虽然没有劈到治安局长身上，可是却把他吓得不轻，直接一屁股瘫软在地上。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杨胜道愤怒的声音浩浩荡荡地传递下来，充满了威严。他站在五彩虹桥之上，须发怒张，身上雷电缠绕，天空中雷云翻滚，整个人就好像是传说中的雷神一样，声音里面也是充满了威严。这一问，就好像是神明在喝问一样。我叫张泰。治安局长张泰声音颤抖地说着。张泰，我再问你，秦风到底犯了什么罪？你要在他刚刚高考结束，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他逮捕，让他戴着铐子接受意象奖励。他张泰结结巴巴地说着，看到秦风一脸戏谑的眼神，知道今天这一关如果渡不过去就是死路一条，反而是开始冷静下来，把心中的恐惧压了下去，指着秦风说道：他犯了很多罪，在校期间伤人、敲诈、勒索、偷窥女生，甚至还杀了500多人，简直是无恶不作。什么？杀了500多人？听到张泰的话之后，杨胜道也是一愣，他那怒张的须发都重新飘了下来，天空中的雷电之声也变小了。如果这些指控都是真的话，那么秦风的确可以算得上是十恶不赦，别说是逮捕了，就是当场被格杀都是便宜了他。他看了一眼秦风，发现秦风对这些指控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非常平静。杨胜道继续对张泰问道：张泰，这些指控可有证据？有，学校的几个老师都能作证。张泰立刻说着，然后把张炳麟几个人叫了过来。他们把之前对秦风编排的那些罪名添油加醋的再说了一遍。这下天空中的雷电之声彻底平息，只是那滚滚黑云变得更加压抑。张泰眼睛中露出一丝窃喜，甚至还得意地看了秦风一眼，似乎是在说：嘿嘿，小子，就算是超凡强者来了又如何？众口铄金之下，纵然你是冤枉，也要把你定成罪犯。秦风，对这些指控的罪名，你可有证据证明你的清白？杨胜道对秦风问着。张泰心中冷笑，这些罪名都是他亲自罗织出来的，秦风杀死的500多个人更是真实存在，就算他是秦风，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自证清白，更何况是秦风这毛都没有长齐的小子。这下怕是杨胜道这位超凡大佬一怒之下能把秦风劈死都有可能了。嘿嘿，秦风正要说话，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我能证明秦风的清白。秦风循声望去，顿时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正是他的班主任徐老师，在他身边还跟着吴小雨。秦风一愣，原本以为吴小雨生气离开了，谁知道竟然是去找班主任这个救兵去了。原来吴小雨看明白了，这就是一场针对秦风的阴谋，他一个小小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校长，于是就赶紧去找班主任徐老师去了。而秦孝文知道秦风这个班主任一直对秦风很同情，甚至暗中帮助，怕他破坏自己的阴谋，就提前把他支开，去干别的事情去了。
吴小雨好不容易才找到班主任，这才姗姗来迟，不过正好赶上。班主任和吴小雨给秦风投来了一个放心的眼神，让秦风非常感动。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这么帮自己。你又是何人？杨胜道看向了班主任徐老师。我是秦风的班主任，高中3年一直都是，我可以用我的人格保证，他们这些人对秦风的指控都是假的。班主任徐老师指着张炳麟等人，一脸愤怒地说着。张炳麟看到徐老师出现的那一刻就开始慌了，立刻就反驳说道：徐佩文犯了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尤其是当着超凡大人的面说谎，那可是重罪。哼，张炳麟，你既然知道对超凡强者撒谎是重罪，还敢污蔑别人，你这是明知故犯，罪上加罪啊！我没有，你不要乱说。我乱说？张炳麟，你刚刚说你脸上的伤痕是秦风抓伤的？是。那是什么时候抓伤的？高考之前。怎么了？有问题吗？问题大了。班主任说道，高考之前秦风还没有专职，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你却是一个35级的战士。你告诉我，秦风一个普通人怎么能抓伤你一个35级战士？这……张炳麟顿时哑口无言，谎言被拆穿，他趴在地上浑身颤抖。班主任懒得继续对他，看向另外2个诬陷秦风的老师。刘老师，你说秦风殴打低年级的小朋友，还抢劫他们的饭钱，你能不能说出来一个具体的小朋友的名字，哪怕一个就行？我说不出来是吧？你们是觉着没有人会为秦风出头，所以可以随口污蔑是吗？刘老师也不敢说话了。还有你王老师，你说禽兽是一个好学生，还一直帮助秦风，还说秦风经常殴打禽兽，你说这话你自己不脸红吗？禽兽是什么样的人，估计整个高中的所有学生都一清二楚，那就是一个横行霸道，整天欺负别人的主，随便拉一个普通学生出来，估计都被禽兽欺负过。他尤其喜欢欺负秦风，经常一群人把秦风打得浑身伤痕，只是我带秦风去医务室治疗的次数就不下20次。你们也不用抵赖，因为我这里还有每次治疗的记录，我都给保存下来了，这些都是铁一样的证据。王老师正要反驳的时候，被班主任徐老师拿出来的一叠医疗记录硬生生把他要说的话给对了回去。班主任继续看向最后一个清洁工老李头。老李头，你说秦风经常去女厕所偷窥？是。老李头声音颤抖地说着。哈。班主任被气笑了，说道：你应该知道秦风不受秦家待见，从小就被秦霜和秦寿等人霸凌，以前尤其喜欢在厕所里面打他，所以秦风就对厕所这个地方非常害怕，每次看到厕所都会浑身颤抖，都是绕着厕所走。他整个3年高中期间，为了白天不用去厕所，他甚至特意不喝水，就算嘴唇干裂也会一直强忍着，放学之后就会第一时间跑出学校喝水，然后去第3大街的小饭馆里面打零工，所以整个高中3年他一次都没有去过厕所。你竟然污蔑他去厕所偷窥女生，你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要不要脸？说到那些伤心事，班主任徐老师忍不住掉下眼泪。正是因为看到了秦风这些年受的冤屈和苦难，所以他才会一直默默地帮助秦风，尽可能地为他遮挡一些风雨。可是没想到这都高考结束了，这些人竟然还不放过秦风，还要置他于死地，这让班主任徐老师再也不能忍受，直接站出来揭穿了秦家的虚伪和无耻。第58章，我杀人无罪，你们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杨胜道冷声说着，滚滚天雷的声音在他们身边响起，趴在地上的几人都感觉到雷电之力在他们身上游走，全身都升起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似乎天雷下一秒就要降临到他们身上一样。轰隆，更是有一个粗大的雷电在他们身边炸开，这顿时就把他们最后的防线突破。张炳麟顿时就看向了治安局长张泰和校长秦孝文，一脸哀求地说道：张局长，秦校长，你们也说句话啊，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另外3人也都是哀求地看向他们。张泰和秦孝文2人心里大骂，尤其是张泰，此时自身难保，怎么可能还会去管这2个人？他直接大骂：你们自己做错了事情，不要连累我啊！张炳麟闻言大怒，这是用完了自己就要抛弃自己啊，顿时也是大怒，指着张泰说道：张局长，这怎么能是我们做错的事情呢？这些污蔑秦风的罪名还是你自己亲自编排出来的呢，你怎么可以不认账呢？他现在也是豁出去了，又转头看向了秦孝文说道：还有校长你给我住口！秦孝文一惊，大声呵斥，赶紧打断了他的话，训斥说道：张炳麟，我真的看错你了，还有你们几个竟然做出这样的错事，你们有为你们的家人考虑过吗？如果你们真的触犯了法律的话，我劝你们还是赶紧认罪，这样你们的家人也会为你们感到自豪的。张炳麟4人闻言，顿时看着秦孝文，眼睛里面都要喷出火来，可是之前想要说的话也都不敢说了，因为秦孝文这就是拿他们的家人来威胁他们。或许他们的确是可以把秦孝文拉下水，可是秦家家大业大，不可能因为一个秦孝文就倒下。如果他们执意要拉秦孝文下水，那么之后他们的家人肯定会遭到秦家的疯狂报复，
反之，如果他们自己揽下罪名，那么秦孝文肯定会安抚他们的家人。张炳麟四人互相看了一眼，眼前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个都招惹不起。为了他们自己的家人，还是自己认罪了吧。有秦家的照顾，最多也不过是坐几年牢而已。无力的跪在地上说道：“对不起，之前我们说的那些都是污蔑秦风的，我们认罪。”好好，平白污蔑省状元，还在我们两个老家伙面前谎话连篇，试图欺瞒超凡，其罪当诛。什么？其罪当诛？怎么可能？我们只是……张炳麟一脸震惊地说着，本来以为认下这个罪名最多只是坐牢而已，没想到竟然是死罪。他顿时大惊，试图继续狡辩，可是4道天雷猛地轰击下来，他的话戛然而止，他们4个人也被直接劈成碎肉。张太，你身为治安局长，知法犯法，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杨胜道再次对张太喝问，手里的雷电蓄势待发。张太冷汗如雨，努力镇定心神说道：“就算这些罪名是假的，可是秦风击杀500多人的事情却是事实，不容辩驳，我抓他无罪。”杨胜道再次看向秦风，秦风，他说你杀了500多人，可是真的？是真的，我的确是杀了500多人。秦风直接承认了，没有任何否定。张太顿时大叫了起来，听到了吧，他自己都承认了，足足杀了500多人啊，而且还是参加高考的新人，他这是罪上加罪，罪无可赦。我身为治安局长，抓罪犯本就是我应尽的职责，我无罪。等他说完之后，秦风这才继续说道：“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我杀人无罪。”你放屁，你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无罪？张太立刻大声反驳：“我可以证明秦风杀人无罪。”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声音响起：“谁？谁在这里胡说八道？杀人怎么可能无罪？是我，监考警察封超。”声音铿锵有力，众人循声望去，就看到中央特派下来的监考警察封超走了过来。看到封超到来，张太顿时咬牙切齿，可是又无可奈何，这家伙不是高考一结束就离开了吗？怎么还在这里？见过杨厅长、林校长。封超朝着站在五彩虹桥上的2位大佬行礼说着：“原来是封超小友，你怎么会在这里？又怎么给秦风证明？”杨胜道声音柔和地问着，很明显早就认识封超，而且对之印象非常好。是因为我就是这次中央特派到河阳市的监考警察。张太说的秦风杀了500多人的事情，全部都是在高考期间发生的。我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秦风杀了张家的几个后辈，可是那是因为张家的人先要杀秦风，秦风只是正当防卫，并未触犯法律。秦家人也同样如此，是秦家的大少爷秦霜和他的手下秦寿动用整个大秦帮上千人的规模要围杀秦风，秦风所有的击杀都是正当防卫，最后迫不及待使用了帮战令牌，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帮战期间被杀死的，帮战令牌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秦风杀死500多人是真，可是他无罪也是真。什么？杀了500多人竟然还是无罪？封超，你算什么狗屁警察？听到封超的话之后，张太顿时就坐不住了，指着封超的鼻子大骂起来。封超冷静地看着他说道：“法律是最公平的，张太，你身为治安局局长，应该做的是维护法律的公平，而不是去质疑法律。如果真要问的话，你也应该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些人为什么一直盯着秦风不放？为什么要动用一个上千人的帮会势力去围杀秦风？如果不是他们先触犯法律，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张太，你知法犯法，公然践踏法律，构陷他人。我已经把你的事情向上级汇报了，马上就会有专人过来调查你。”封超一顿输出，直接把张太说的脸色铁青。这时候就听到杨胜道说道：“不用那么麻烦了，张太，你在我面前构陷省状元，欺瞒超凡，乃是重罪，当诛。”不要！轰隆，一道雷电降下，张太也被一雷劈死。欺瞒超凡乃是重罪，超凡境界越高，罪过越大。只是这一个罪名，超凡强者就可以直接将之击杀，这也是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杀了张太，杨胜道再次看向秦风，声音柔和地说道：“秦风小友，让你受委屈了，现在构陷你的人都已伏诛，这下可以跟我们走了吧？”对不起，还是不行。第59章道歉。我擦，秦风这是怎么回事？杨胜道厅长都已经帮他诛杀了好几个老师，甚至还有一个治安局局长，这已经是非常给面子了，他竟然还要继续端架子。你们看，杨厅长都已经不高兴了。听到秦风再次拒绝，顿时众人都是再次议论了起来。而杨胜道也的确是脸上开始有了不悦之色，毕竟他可是省教育厅的厅长，更是超凡强者，亲自前来接秦风已经是非常给面子了，对方却是连着2次拒绝，任谁都不会高兴了。就连班主任徐老师也开始为秦风担心，想要劝说一下秦风，却是被秦风阻止了。秦风说道：“杨老，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而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上大学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省状元，更是全国第3名的探花，谁没有资格上大学，也不会不让你不上大学啊。杨胜道一脸疑惑地问着。我是省状元，也是全国第3名的探花没错，可是我已经被学校开除，甚至连这次高考的成绩都被剥夺。您说这种情况下，我还有资格上大学吗？什么？你被学校开除？成绩被剥夺？这怎么可能？我说的都是真的，这是我被学校开除的决定书。说完之后，秦风就把之前秦孝文亲自交给他的开除决定书交给了杨胜道看。杨胜道大手一挥，顿时那决定书就落到了他手里。看完之后，顿时大怒。秦风可是考取了全国第3名的史无前例的好成绩，给他们整个彩云省争光，还让他这个彩云省教育厅的厅长可以彻底扬眉吐气一次。可是人家前脚刚刚帮助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荣誉，结果后脚就直接把人给开除了，这他喵的叫什么事啊？别说秦风这样的一个小年轻生气了，就连他杨胜道此时也是非常生气。他眼睛里面闪烁着愤怒的雷光，看向秦孝文和教育局长怒吼道：秦孝文，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秦风这样的超级天才，你竟然直接开除？你脑子里面装的是不是屎？超凡一怒，秦孝文也扛不住，赶紧跪下认错。杨胜道的目光转移到教育局长身上，还没有开口说话呢，教育局长就直接给跪下了，连连磕头说道：对不起厅长，是我不称职，是我错了，无论您老人家怎么惩罚，我都全部接受，绝不会有任何怨言。哼，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知道做错，已经晚了。我让你做教育局长，是要让你多多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可是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你不但不发现人才，你甚至还直接把人才毁掉，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杨胜道厉声呵斥，把教育局长训斥的就好像是一个孙子一样。可是秦风听了之后却是微微皱眉，怎么听上去好像这教育局长似乎真的是杨胜道的孙子一样？就算不是真的孙子，也肯定是他的嫡系手下，关系亲近。这样一来，想要像治安局长那样被直接诛杀就难了。对不起厅长，是我辜负了您的期望，请您惩罚我吧。教育局长痛哭流涕地说着。杨胜道怒斥道：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你对谁做了对不起的事情，就去跟人家求得原谅，不然的话，我今天亲自毙了你，省得你再继续祸害人。是。教育局长闻言，马上就跪行到秦风面前，诚恳地道歉说道：对不起秦风同学，之前的确是我鬼迷心窍，这才做了那些对不起你的事情，我猪狗不如，不敢奢求你的原谅，我现在就跪在你的面前，随你处置，绝不敢有任何怨言。这教育局长态度非常诚恳，连秦风都看不出有丝毫破绽，似乎是真的诚心悔过。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就听到杨胜道开口说道：秦风小友，这教育局长是我一个故人的晚辈，我现在舍了我这张老脸，也跟你求个情，希望你能原谅他。至于这开除决定书嘛，在我这里就不会通过，还有你的学籍和你的高考成绩也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这些你就放心吧。果然杨胜道和这教育局长关系匪浅，甚至对方还亲自给教育局长求情，这就足以说明对方的诚意了。如果秦风还要继续追究的话，那就有点不识好歹了。所以秦风笑了笑说道：既然是杨老开口，我的学籍也保住了，自然不会继续追究。哈哈，太好了，秦风小友不愧是能取得全国第3的好成绩，果然心胸宽广。听到秦风的话，杨胜道顿时喜笑颜开，又对教育局长训斥说道：你还不赶紧谢过秦风小友？多谢秦风同学，你放心，我回去之后立刻就会从教育局长的位置上引咎辞职，因为我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教育局长一脸真诚地说着。见此，秦风也只好不再继续追究他的责任。教育局长一脸羞愧地离开了。秦风看向了秦孝文，这老东西才是陷害自己的元凶，自己已经放过了教育局长，这老东西可不能轻易放过。感受到秦风的目光，秦孝文也朝着秦风看过来，那眼神依然是充满了厌恶，只是现在在2位超凡大佬面前不好表现得太过彻底而已。不过秦风目光中的意思，他却是看清楚了，顿时压抑不住心里的愤怒说道：秦风，我可是你大伯，你不会连我都要给你道歉吧？就算我道歉，你一个晚辈能受得起吗？秦风大怒，之前想杀自己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长辈，现在倒是端起长辈的架子来了。我管你是谁，做错了事就必须道歉，而且我非常受得起。秦风一点不给面前的针锋相对的说着。你这小畜！秦孝文见状同样大怒，忍不住就要骂了出来，不过立刻就意识到面前可是有2位超凡大佬的存在，到了嘴边上的骂人的话硬生生让他给吞了回去，只是脸色涨得通红，似乎是受到了多大的侮辱一样。第60章，我和秦家之间只有永远都化解不开的仇恨。秦风同样愤怒，正要彻底撕破脸，这个时候和杨胜道一起过来的另外一位大佬开口说道：秦风小友，我是鲲鹏大学的校长林海军，
你父亲秦孝武也马上就会成为我们鲲鹏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校长，而秦孝文校长也的确是和你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正所谓一笔写不出两个情字，我老头子今天想要做一次和事佬，你看这次的事情结果如何？原来是鲲鹏大学的校长，怪不得能和杨胜道平起平坐。看到对方亲自开口讲和，而且秦风之后也要去鲲鹏大学学习，所以秦风不得不接受，说道：既然是校长当面，我自然是无有不应。林海军闻言，顿时脸上浮现起欣慰的笑容。秦孝文则是发出了一声冷笑。林海军正要说这件事情就此结束的时候，秦风再次开口打断了他的话。不过，林海军一愣，说道：不过什么？秦风冷冷地看了一眼秦孝文，说道：他要断我的大学之路，至少应该给我道个歉吧？什么？小畜！听到秦风的话，秦孝文顿时大怒，立刻就要开骂，不过却是被林海军给喝止了。林海军点了点头，替秦孝文答应了，说道：秦风小友说的在理，既然如此，那秦孝文你就给秦风道个歉吧。道歉之后，这事情就此结果。校长，秦孝文非常不情愿地说着，想要挣扎一下，可是他自己原本就是鲲鹏大学的学生，哪里敢在林海军面前撒野？看到林海军严厉的目光射来，就赶紧闭嘴了。是，我道歉。他低头咬牙切齿地答应，说着，让他去跟秦风道歉，说话，这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可是林海军都已经开口了，他也不得不道歉。不过他眼珠子一转，顿时就有了主意，对秦风说道：秦风侄儿啊，大伯这次开除你，的确是做得有点过了，大伯现在跟你道歉。不过大伯这么做也是出于好意啊，毕竟你娘生下你就死了，你爹也懒得管你，说白了，你就是一个有爹生没娘教的野孩子，没有人叫你尊卑有序，也没有人叫你礼义廉耻，这才让你养成了一个目无尊长、薄情寡义、自私孤僻、凶狠残暴的性格，甚至连自家兄弟都能直接下手杀死。你这样的性格在河阳城中，有我们这些秦家的长辈照顾，还能保你周全。若是离开了河阳城，外人才不会惯你那些臭毛病，肯定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大伯我这么做完全就是出于好心，为了救你一命啊，却不想我的一片好心却是被你狗咬吕洞宾，根本就不理解。哎，我这大伯做的失败啊！秦孝文摇头晃脑地说着，越说就越是得意。但是林海军听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了。他看了一下秦风，却是发现秦风只是一开始脸上出现了一丝愤怒，之后愤怒就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冷漠，毫无感情的冷漠，就好像秦孝文说的这些话不是对他说的一样。反而是那位班主任徐老师和吴小雨更加愤怒，如果不是这里有杨胜道和林海军两位大佬的存在，他们怕是早就已经出言喝止了。一直等到秦孝文说完之后，秦风这才开口说道：说完了吗？说完了。秦孝文一脸得意地说着，刚刚他骂得非常爽。啪啪啪，秦风直接鼓起掌来。好，说得非常好，不愧是做了这么多年的校长，口才就是好，只是一个简单的道歉都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来，我是不得不佩服啊。场中众人听到秦风的话都是一愣，换了他们是秦风的话，估计对方说到一半的时候就会直接出言喝止了，可是秦风不但没有喝止，还直接听完了，听完之后还鼓掌，这态度就让人有点琢磨不透了。秦风说完之后，对着林海军深深弯腰一礼，把礼数做得毫无挑剔，这才开口说道：林老，刚刚您说要和解，我答应了，要对方道歉也只是想要一个态度而已，现在对方已经道歉了，可是我明说了，我不满意。切！秦孝文听了之后直接毫不隐晦地切了一声，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顿时就让更多人皱眉起来。林海军和杨胜道脸上的不满更浓。秦风继续说道：只从秦孝文刚刚的道歉中，相信我和秦家之间的关系，两位也多少了解了一些。实际上我早就跟秦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真要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唯一的关系就是永远都化解不开的仇恨，而绝非恩义。他们恨我不死，我也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林老您的调解要失败了，希望林老您能谅解。秦风说的很是平淡，可是又是那么的坚决，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血泪、苦难和赤裸裸的仇恨。就连林海军和杨胜道这两位看透世事的大佬，此时也纷纷震惊于秦家内部的仇恨。他们不明白秦风以前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苦难，才会孕育出现在如此的深仇大恨。唉，林海军叹息一声说道：我谅解，不管你接下来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老头子都谅解。实际上我刚刚就是多此一举，所以小友你接下来不管做什么，老头子我都不会干涉，还会非常支持。没错，还有老头子我。杨胜道也开口说着。好，我听说鲲鹏大学里面有一个生死斗，就是同学之间发生了不可调解的矛盾之后，就可以通过生死斗解决，最后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秦风手指秦孝文，双目如电，我现在就对秦孝文发出生死斗，还请两位做裁判。第61章生死斗。
什么？秦风要跟秦孝文生死斗？他傻了吧？是啊，秦风就算是考中状元，那也还只是一个学生，只有25级。可是秦孝文却是校长，足足48级，比秦风等级高了1倍，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听到秦风竟然要跟秦孝文生死斗，所有人都是一脸的震惊和不可思议，不知道秦风怎么突然犯傻，做出这种蠢事。就连秦孝文自己都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随后立刻答应说道：“好，我同意跟秦风的生死斗。”他心里狂喜，本来以为有2位大佬在，今天不能击杀秦风这小畜生，给自己小儿子报仇了，没想到对方竟然自己过来送死，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击杀，还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简直是太好了。班主任一脸担心地对秦风说道：“秦风，你怎么这么冲动？秦孝文的等级那么高，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快点跟杨厅长和林校长说一下，取消了这次的生死斗。”秦风淡淡一笑，说道：“老师，您放心吧，我并不是冲动，我是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班主任都快急死了，他只觉着秦风是被状元的名头冲昏了头脑。这时候秦孝文生怕秦风反悔，急忙说道：“秦风，你不会是要反悔吧？这生死斗我已经答应了，而只要我答应，就绝对不能反悔，不然的话就要被逐出学校，你也不用去上大学了。这可是林校长亲自定下的规矩，你不会是想要在林校长面前破坏规矩吧？”为了防止秦风反悔，秦孝文甚至直接拉了林海军下水，这顿时就让林海军皱起眉头。刚刚他做和事佬看的是秦孝武的面子，可是这秦孝文却是完全不领情，借着道歉的名义狠狠地骂了秦风一顿，这才让他的调解失败。林海军就已经对秦孝文非常不满了，现在更是直接把自己拉下水，顿时对秦孝文的不满已经表现在脸上了。他冷哼一声说道：“规矩是我的定的不错，我知道的比任何人都清楚，不需要秦校长你特意提醒。”秦孝文一愣，随即就明白对方已经对自己不满了，可是只要能杀死秦风，他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只听到林海军继续说道：“秦风，规矩虽然是不能反悔没错，可是你现在毕竟还不是鲲鹏大学的学生，所以这不能反悔的规矩在你的身上不适用。你现在依然可以反悔，不用受到任何惩罚，还可以继续来我鲲鹏大学学习。”听到林海军的话，秦孝文一脸的着急，可是现在林海军已经对自己不满，他也不敢再说话了，只是焦急地看着秦风，生怕他说出反悔的话来。班主任和吴小雨则是一脸的欣喜，希望秦风赶紧反悔。秦风心里叹息一声，看来连林海军都看好自己啊。不过这次的生死斗他必须要打，多谢林校长的好意，这生死斗本来就是我提出来的，我要继续打下去。秦风你……班主任听到气得跺脚，而秦孝文听到之后则是哈哈大笑，似乎是他已经赢得了这次生死斗一样。林海军则是叹息一声说道：“好吧，既然你执意如此，那么我就亲自给你们做裁判。”他大手一挥，顿时一个独立的空间擂台出现，秦风和秦孝文2个人直接出现在了擂台上面，擂台周围还有透明的结界阻隔，外面的人可以看到和听到里面的战斗，可是在分出生死之前，他们是不能离开这个擂台空间的。哈哈，太好了，有大伯出马，这次秦风必死，到时候他这个第1名没有了，那么我就可以自动替补，成为河阳城的状元，我也可以再进一步成为河阳城榜眼。哈哈，看到生死擂台开启，秦信和秦红2人顿时高兴地大笑起来。虽然秦风的确是很厉害，他们整个大秦帮都不是秦风的对手，可是他们却丝毫不认为秦风是秦孝文的对手，毕竟等级差距在那里摆着呢。其他人也基本上都是不看好秦风，认为秦风不可能战胜秦孝文，就连林海军和杨胜道2人也是如此。他们2个互相看了一眼，都是大摇其头。好不容易他们彩云省出了一个绝世天才，没想到这么快就因为他自己的狂妄无知而葬送了，真是可惜啊。这个时候擂台上已经开始了倒计时的数字。第62章杀你，焉用牛刀。此时秦孝文已经穿上了一整套狂战士的48级套装，这是超凡之下最厉害的一套装备。只见他浑身冒出沸腾的血气，他的眼睛也似乎受到职业的影响变成红色，似乎野兽一样紧紧盯着秦风，已经把秦风给当成了他的猎物。他手里更是拿着一把巨大的血红色巨剑，一看就是一把神器。等级装备都是超凡之下最强，而反观秦风，他身上穿的毒猫王套还是7级的套装，属于最低级的套装。他又把自己的武器拿了出来，是一把非常普通的木弓，上面泛出蓝色的光芒。看到这把木弓之后，顿时所有人都再次傻眼。我擦，我没有看错吧？秦风手里拿的是一把1级的木弓？好像是的，那是1级的蓝色装备，疾风木弓，攻击力只有1点，垃圾的要死。当初摊位老板还想要半价卖给我，我又不是傻子，怎么会花这个冤枉钱？没有想到是被秦风给买走了，而且他竟然还在生死斗中使用这把武器，他这是已经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了吗？哎，可惜啊，我们彩云省刚出了一个天才，
1天不到就要死了。围观的群众看到秦风的武器之后，都是一脸惋惜的样子。秦孝文也是哈哈大笑说道：“秦风，你这是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所以特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送死的吗？”哈哈。秦风一脸淡然：“杀你焉用牛刀！”你……秦孝文差点被秦风一句话怼出内伤，这是骂自己是弱鸡呀！好好好，果然是死鸭子嘴硬，我也懒得跟你一个死人计较。这个时候倒计时已经走完，3、2、1，开始！狂化，暴走！战斗一开始，秦孝文立刻开启狂化和暴走状态，他身上的血气都好像是要燃烧起来一样，速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哈哈，秦风，给我死！秦孝文大吼一声，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秦风杀了过去。嗖，一箭射来。秦孝文一脸冷笑：“区区一级弓箭而已，就算我站着不动让你射，你连我的防御都破不了。”面对秦风射来的箭矢，他甚至都懒得去躲。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被定在原地动不了了。这一箭虽然只是造成了1的伤害，都没有他自身回复的多。可是他被眩晕了，怎么回事？我的等级超过他20多级，有等级和属性碾压，竟然还被对方一箭眩晕。不过没事，只是打了我一点血，根本就不破防。我的防御绝对是超凡之下最强，他的弓根本就打不动我。不对，怎么还有破甲，还有中毒？而且这中毒伤害怎么会这么高？960、960，大量的中毒伤害数字从他脑袋上冒出来。秦孝文开始不淡定了，毒伤太高了。他愤怒地看着秦风，虽然被眩晕，可是他的意识是清醒的，眼睛中的怒火和杀意丝毫不加掩饰。秦风视而不见，一脸冷漠，走到他的面前，淡淡的说道：“我是特意用的1级的弓箭跟你决斗，因为我刚刚说了，杀你焉用牛刀！”侮辱，赤裸裸的侮辱。秦孝文眼睛里面的怒火更盛了，他整个人几乎都要被怒火淹没。秦风这小畜生竟然敢在擂台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羞辱我，必须杀了秦风这小畜生。眩晕又怎么样？只有3秒时间而已，3秒一过，自己一招就可以秒杀秦风这小畜生。他心里声嘶力竭地呐喊着，想要等到眩晕结束之后就直接秒杀秦风。这时候秦风再次举起了1级的小木弓，对准了秦孝文的脸，拉弓搭箭。秦孝文甚至可以看清楚箭头上的金属纹理。嗖嗖嗖嗖嗖，2秒，10箭。足足有5万生命值的秦孝文血条快速到底，他眼睛里面的怒火迅速变成了恐惧和求饶。可是现在已经晚了，在他最后一丝血被清空之前，秦风果断使用了踏射。其实这个时候秦风已经不需要继续攻击了，这个踏射主要是给下面观战的秦家人看的，毕竟这个踏射的技能侮辱性爆表。战斗开始前，秦家人不是都欢呼雀跃，以为秦风必死无疑吗？既然你们这么爱看，那就让你们看个爽。一脚踩在秦孝文的胸口上，弓箭直接对到他脸上，嗖嗖嗖，一连5箭，直接送走秦孝文。叮，本次生死决斗，秦风胜。秦孝文一死，系统声音立刻响起。不过所有观战之人都是一脸懵逼，从开战到结束，全程都不超过10秒。装备等级占据绝对碾压优势的秦孝文，在秦风面前竟然没有任何反抗，直接被秒杀，这太不可思议了。第63章，要战便战，不战就滚。我擦，刚刚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没有看懂啊？我也没有看太懂，不过结果很明显，满身神装48级的大高手秦孝文被拿着1级小破弓的秦风给无伤干掉了，这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围观之人议论纷纷，这比赛结果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本来以为会是秦孝文虐杀秦风，谁知道竟然完全反过来了。就连林海军和杨胜道这2位大佬也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老杨，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秦风这小子每次攻击的眩晕和中毒都是100%触发，这应该也是他能取得这么好成绩的主要原因吧。不错，怪不得他敢主动对秦孝文发起生死斗呢，害得我还担心了一阵。2位大佬低声说着，他们可不是那些普通的观战之人，眼界自然是高得多，所以只是非常简单的战斗，他们也已经看明白了秦风的套路。现在不用担心了，100%绝对控制，潜力巨大，值得培养。这一趟我们来得值啊。话虽如此，他和秦家这关系却是一言难尽啊！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把他收入学校到底是福是祸了。收是肯定要收的，至于别的嘛，就交给秦孝武去头疼好了，毕竟是他的家事。嘿嘿，也对，是我老头子想的太多了。另一边，秦孝文一死，一把闪耀着红色光芒的巨剑爆了出来。秦风眼睛一亮，这不就是秦孝文使用的那把武器吗？赶紧捡起来瞄了一眼，鹰学者的嗜血巨剑，红色神器。哈哈，太好了，果然是神器，
这下赚大发了，不但干掉了秦家的中流砥柱秦孝文，还获得了一把神器级别的武器。秦风又看向了秦孝文那一身装备，直接把他身上的装备一件一件全部扒下来。秦风大略看了一下，全是48级的顶级狂战装备，这一套装备至少也是价值上百万金币。这个时候，生死擂台缓缓消失，秦风也正在扒下最后一件装备。早就等在外面的秦家之人一拥而上，秦信指着秦风大喝：“秦风，你干什么？把我大伯身上的装备交出来！交出去！凭什么？这些可都是我的战利品。”秦风冷笑一声，已经到了嘴里的东西，他怎么可能会交出去？秦风，你最好把装备交出来，不然的话……秦信开口威胁说着，不过还没有说完就被秦风打断了。不然怎么样？你们秦家绝对不会放过我是吗？呵，你们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你……秦信被对得哑口无言，面色涨红。你什么你？想要回的话，非常简单，跟我再来一次生死斗，只要杀了我，就可以从我尸体上把那些装备当成战利品重新夺走。秦风冷声说着，目光如剑直视秦信。我……秦信立刻避开秦风的目光，不敢跟他对视。废话，连秦孝文都被秦风轻松杀死，他们这些人怎么可能会是秦风的对手？开了生死擂台，只能是给秦风送人头。秦风不屑地冷笑一声，目光扫过所有的秦家之人，无一例外的所有秦家之人都纷纷转过头去，不敢与秦风对视。一群垃圾，既然不敢战，那就赶紧滚蛋，不要污了我的眼睛！秦风厉声呵斥，秦家之人一个个都是眼睛通红，咬牙切齿，愤怒到极点。他们秦家之人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河阳城的霸主，没有任何人敢对他们秦家之人如此呵斥羞辱。可是现在，他们就算是内心已经被愤怒填满，非常不甘，可是依然敢怒不敢言。因为秦风先是狂杀500多大秦帮之人，再当着他们这么多人的面轻松击杀秦家的中流砥柱秦孝文，这让秦风的威严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树立了起来。在有人带领的情况下，这些人或许还能摇旗呐喊，充当炮灰，可是现在他们领头的秦孝文都死了，秦信、秦红这些人又撑不起来，自然都变成了一群怂包软蛋，被秦风一个人的气势所压迫。我们走。无奈之下，秦信低声说着，抬起秦孝文的尸体转身离开。不过离开的时候，有不少人都是用阴毒的眼神恶狠狠地看了秦风一眼，明显都是记恨上了秦风。秦风不屑一顾，无胆匪类，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当这些人经过班主任徐老师和吴小雨他们身边的时候，这些人同样也是用阴毒的眼神看着他们，这让秦风心中一沉。班主任以前只是尽一个班主任的责任，很隐晦地帮助他，所以秦家也不会大动干戈去为难班主任。可是现在就不同了，吴小雨为了秦风正面应对秦孝文，班主任徐老师更是挺身而出，为秦风仗义直言，让秦孝文的阴谋彻底破产。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得罪了秦家，以秦家的尿性，必然会事后报复。秦风自己无论怎样都行，即便是死，那也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可是他绝对不能让班主任还有吴小雨因为他的原因受到伤害。第64章人偶和雷电守卫。秦风，现在可以跟我们走了吧？杨胜道和林海军再次说着。秦风稍微迟疑了一下，说道：杨老、林老，我现在刚刚高考结束，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所以我想再待一晚，明天我自己去学校报到。这也是人之常情，是我们太着急了一些。既然如此，我们尊重你的意愿。林海军并不强求，抛给秦风几样东西说道：这是我们鲲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必须要有这录取通知书才能进入大学。另外3个人偶则是我的见面礼，这3个人偶都是50级，拥有凡阶巅峰的实力，还能抵挡一阶超凡的全力一击，你拿去防身。秦风接住录取通知书还有3个人偶，感激地说道：多谢林校长，老林都送东西了，我也不能不送。不过这次来的匆忙，没有准备，这是我以前用的一件小装备，就送给你吧。杨胜道说完之后也抛过来一样装备，秦风双手接住，看到是一件项链，上面还散发出耀眼的红色光芒。秦风大喜，不愧是超凡大佬，一出手就是神器，多谢杨老。秦风连声道谢。好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说完之后，他们的身影和五彩虹桥同时渐渐消失。秦风，你怎么没有跟他们一起走？你留下来很危险的。看到2位超凡大佬离开，班主任立刻就走了过来，一脸担心地说着。秦风说道：老师您放心，刚刚你也看到了，秦孝文在我面前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的秦风了。以我现在的实力，超凡不出，没有人能伤到我。秦家的人不出手也就罢了，如果他们敢动手，我正好有机会灭他们全家。秦风说到后面的时候，声音冰冷，充满了杀意。班主任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秦风，虽然有点陌生，可是想到秦风以前受到的那些折磨，也就理解了。秦风看到班主任脸色不好，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的话可能吓到了对方，笑了笑说道：
老师，总之你放心就好了，我不会有事的。对了，现在我和小雨都考上了鲲鹏大学，今晚我们一起庆祝一下吧。好。班主任闻言点了点头。以前班主任请秦风去他家里吃饭的时候，秦风都是直接拒绝的。一是因为那个时候秦风的心是封闭起来的，不相信任何人；二是因为秦风不想连累班主任，所以才会拒绝。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秦风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还有班主任这次帮他，肯定彻底被秦家仇视。秦风去班主任家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班主任一家。到了班主任家里，秦风发现他们家里就只有班主任和吴小雨2个人。班主任做了一桌子菜，3个人吃了一顿非常温馨的晚餐。秦风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毕竟自从李奶奶过世之后，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孤独。现在突然进入一个温馨的环境，让他有点无所适从。好在班主任对他的性格非常了解，并不问东问西，而是只说一些温馨的日常，这才让秦风逐渐融入其中。虽然没有参与到他们的聊天之中，可是却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吃过饭之后，班主任就带秦风去了早就准备好的客房。到了晚安，班主任就和吴小雨一起去了他们自己的卧室。吴小雨明天也要去鲲鹏大学，估计今晚母女2个要聊天到很晚才会睡吧。关上门之后，秦风并没有上床睡觉，而是打开窗户翻了出去，直接到了楼顶，环视四周，半个河阳城都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他直接看向了不远处的一座占地10几亩的豪宅，那里正是秦府。李凤仪，我可是杀了你最宝贝的儿子，刚刚又杀了秦孝文，而今天晚上则是我留在河阳城的最后一晚，所以这也是你能杀死我的最后的机会了，可不要让我失望啊。秦风眯眼看着秦府，淡淡说着，在城中杀人乃是重罪，秦风现在还不想背负这个罪名，所以他很期待秦家主动对他出手。沐浴着晚风，秦风一直看着秦府的方向，一直等到晚上12点，城中的点点光芒逐渐熄灭，最后连秦府中的光也熄灭了，也没有见到秦府中有大队人马出动。不出手吗？秦风有点索然无味。他打开背包，开始查看林海军和杨胜道送给他的礼物。林海军送给了他3个50级的人偶，这人偶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道具，使用之后可以召唤出对应的人偶协助战斗。现在实力最强的人偶就是50级的人偶，已经初步涉及到了超凡力量，但是还没有彻底掌握。一般等级到了48级就达到了晋升超凡的条件，可是晋升超凡非常困难，并不是等级到了就可以，要经过非常艰难的历练才有机会成功，其成功率只有不到1/1000。所以每一个晋升超凡的人都是有着大毅力和大气运，一旦晋升超凡，那就立刻成为人上人，身份尊贵。就比如秦家，原本也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族，正是有了秦孝武一招晋升超凡，这才让秦家迅速崛起，短短10几件的时间就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在河阳城中称雄称霸。没有晋升超凡的，一辈子就只能卡在48级，不能寸进，永远只能做一个凡人。所以1到48级还被人称为凡阶。这3个人偶能达到50级，就说明他们体内已经融入了一丝超凡的力量，不然也只能卡在48级而已。以秦风现在的实力，在凡阶之中无所畏惧，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有超凡境界的敌人。不过有了这3个50级的人偶在手，就算是有超凡境界的敌人，他也多少有了一战之力，这就是他的底气。把3个人偶，一个是林海军本人的样子，上面还有他自己的一丝气息，另一个是一个治疗系的圣骑士，第3个不是人形人偶，而是一个黑色蜘蛛的样子，应该是在里面封印了这黑色蜘蛛怪物的力量制作出来的。把这3个人偶放进背包，秦风拿出了杨胜道送给他的神器项链，雷电守卫，红色神器项链，等级25级，雷属性攻击100，攻击速度增加10%，附加属性1，雷电感应，对靠近自身5米范围内的敌人自动感应，就算是隐身状态也可以感应得到。附加属性2，雷电守卫，对靠近自身5米范围内的敌人发出自动攻击，造成100%雷属性伤害。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雷电攻击。附加属性4，击杀敌人时有10%几率提升自身10%的雷属性攻击。我擦，不愧是神器，竟然可以自动攻击敌人，还能发现隐身状态的敌人，有了这个项链就不怕被刺客偷偷刺杀了。第65章不让通过。等了一晚上，秦家也没有动手。看着朝阳出生，秦风又看了一眼秦府，心里竟然稍稍有点失落。他耳朵一动，隐约听到了班主任敲门喊他的名字。秦风立刻顺着窗户钻回了房间，房门轻轻的被敲了2下就停止了，紧接着就是脚步离开的声音，应该是班主任敲了2下，看到里面没有回应就要离开。秦风打开门，正好看到班主任正要离开的样子，叫了一声老师，班主任这才回过头来说道：秦风，你已经起来了，昨晚睡得还好吗？
还行，那就好。咦，秦风，你头发怎么都湿了？班主任看着秦风的头发，疑惑地问着。秦风一愣，这才想起来他在楼顶吹了一夜冷风，头发上沾满了雾气，所以才会湿掉。不过他可不会把这事说出来。哦，我早就已经醒了，怕吵醒你们，就在屋子里面做俯卧撑，头发是被汗水汗湿的。秦风赶紧找了一个理由搪塞过去。这样，你这孩子在老师这里就当在自己家里就好了，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你这一身汗可不行，还是赶紧去洗一下吧。班主任有些责怪地说着，让秦风去洗澡去了。秦风吹了一夜冷风，也想要洗个澡。虽然他精力旺盛，一晚不睡加上一夜冷风，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是洗个澡多少也会舒服一点。洗完澡，浑身舒爽，三个人美美的吃了一顿早餐之后，就朝着学校走去。现在野外全部都被各种各样的怪物占据，以前的老式交通方式几乎全部断绝，现在城市之间的交通方式都变成了传送阵，他们可以通过学校的传送阵直接传送到鲲鹏大学。到了传送阵的时候，秦风跟在吴小雨身后排队，不一会就到了吴小雨。他给工作人员验证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学籍之后，就顺利通过了，只等下一批一起传送过去。秦风也马上走了上去，拿出自己的鲲鹏大学录取通知书递给对方。这个工作人员查看了一下之后说道：录取通知书没有问题，同学报一下你的学籍号。秦风报了一下之前的学籍号。那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查阅了一下之后，却是说道：对不起同学，你说的学籍号我们没有查到。没有查到？秦风微微皱眉。对，没有查到，同学，你可以再说一遍，我帮你复查一遍。这工作人员说着。秦风又说了一遍，结果还没有查到。对不起这位同学，按照规定，你没有学籍是不能使用我们的传送阵的，学校的传送阵只能给学生使用，没有学籍就不能使用。这个工作人员客客气气地对秦风说着，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但是秦风却是从对方身上隐隐地感受到一股敌意。怎么了？这个时候，班主任徐老师走过来问着。秦风说了一下遇到的问题，班主任立刻就对那工作人员解释说道：是这样的，昨天秦校长违规删除了秦风的学籍，可是省教育厅的杨胜道厅长已经亲口说过会恢复秦风的学籍了，你这里或许只是还没有更新数据而已。徐老师，您说的事情我不知道，可能是别的地方出现了问题，可是我这里的确查不到这位同学的学籍，而没有学籍就不能使用学校的传送阵，这是学校的规定，我只是按照规定做事。工作人员继续公事公办地说着。我是他的班主任，我可以证明他是学生，可以先让他过去吗？不行，没有学籍不能使用传送阵，这是学校的规定。工作人员继续面无表情地重复这个规定。总之，不管班主任徐老师怎么说，对方都是以这个理由拒绝，而且拒绝得非常礼貌，甚至对方前后说话的语气都没有任何变化。班主任还打了好几个电话询问秦风学籍的问题，可是对面都是说正在办理，可是工作太多，一时间顾不过来，这让班主任就算是有火都没有地方撒。一直等了1个小时，秦风都没有通过。班主任还想要继续跟那位工作人员说，不过却是被秦风给拦住了。秦风走到那工作人员面前，看着对方的眼睛说道：你是秦家人？那工作人员同样看着秦风的眼睛，语气依然没有任何变化的说道：没错，我姓秦，叫秦岩。如果要投诉，办公楼2层204房间就是，不过你就算投诉也没用，因为我和秦风同学你一样，也是遵纪守法之人。第66章，想要报仇就来吧。秦风瞳孔一缩，他明显感觉到对方话语中的挑衅意味，尤其是在说到遵纪守法这4个字的时候，对方明显放慢了速度。而秦风之前也是一直在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尤其是击杀500多秦家之人的时候，更是标榜自己是遵纪守法之人，免受法律的惩罚。很明显，现在对方也是在利用校规来对付他。秦风微微一笑，往前走了一步，脸对脸，眼对眼，距离甚至不超过10厘米。我的确是一个遵纪守法之人，所以我之前杀了500多个秦家之人，而不用受到任何法律的惩罚。不知道那500多个人有没有你认识的？秦风露出一丝邪魅的微笑，淡淡说着。既然你要用软刀子来挑衅我，那么就看谁手里的刀更加锋利吧。果然，秦风这话一出，对方眼中立刻流露出浓浓的仇恨。不过他很快就控制住了情绪，说道：不仅有，还很多，包括我的2个弟弟，就在那些人中间，我很痛苦，也很恨你。不过我也认识到了遵纪守法的重要性，所以我现在拦住你，不让你过。明白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吧？秦风笑了，他和秦家仇恨已深，现在已经到了不需要问理由，就是要用尽一切手段置对方于死地的程度。昨天杨厅长的确是说了要恢复秦风的学籍，可是县官不如县管，命令是一回事，可是执行这个命令的却是下面的员工。以秦家的实力，他们只要稍微拖延一下时间，暂时不给秦风恢复学籍，
这并不违法，可是秦风却是没有办法使用学校的传送阵。当然了，秦风也可以使用武力强行通过，不过那样他就主动触犯法律，正好落入了秦家的圈套，之后就会有人过来执法逮捕他。关键是这次不是诬陷，就算是超凡强者来了都没用。很想杀死我报仇是吧？是，那就来吧，我马上出城。记住，这是你们复仇的唯一机会，因为我进入大学之后一定会晋升超凡，到时候你们永远都不可能复仇成功。秦风笑了笑，转身离开。班主任说道：秦风，不要冲动，城里还有其他的传送阵。没用的，其他的传送阵肯定也被秦家控制，拒绝对我开放。秦风笑了笑说道。班主任还想要说什么，不过被秦风打断。老师，谢谢你对我的照顾，我非常感激。你也不用劝我，这一仗必须要打，我也不需要老师您的保护，留在这里哪都不要去。你还有小雨。听到小雨，班主任所有的话都凝聚成了2个字：小心。我会的。秦风笑了笑，大步朝着城外走去。一路上所有人都自动给他让开道路。路过秦府的时候，秦府的大门轰的一下紧紧关闭。秦风拉弓搭箭，一支火焰箭射到上面悬挂的秦府牌匾上，轰的一声爆炸，牌匾轰然炸成2段，掉落下来。所有人都是噤若寒蝉，就连秦府里面也是一片寂静。哈哈，一群只会欺软怕硬的缩头乌龟，无胆匪类，还想要杀我，简直可笑！哈哈哈！秦风大笑而去，无一人敢拦。秦风回头一看，刚刚阻拦他的那个学校的工作人员秦岩紧紧地跟在他身后。秦风点了点头说道：不错，秦家还是有真男人的，不过可惜啊。说完之后大步而走，也不知道他说的可惜指的是什么。出了城门，秦风直接钻进了树精森林之中，这也是通往鲲鹏大学的必经之路。秦风刚刚出城，一群大约50多个人也紧跟着出了城，领头的人正是秦家大夫人李凤仪，她穿着法师套，手里拿着燃烧着火焰的法杖，其他人也都是全副武装，而且等级都是在40级以上的高手。各位，我儿子被秦风那小畜生杀死了，你们的儿子也是一样，能不能让他们瞑目，就看我们的了。李凤仪阴恻恻地说着，这不用你提醒，于公于私，我们都必须要杀死秦风。走。说完之后，这一群50多个40多级的高手朝着秦风消失的方向追去。第67章追杀与猎杀。第一，秦风那小畜生的攻击能100%眩晕和中毒，所以所有人全程吃清醒药剂和解毒药剂。第二，秦风那小畜生的射速很快，1秒至少5箭，所以我们不能分开，不能给他各个击破的机会。第三，看到他之后，所有人要第一时间使用控制类技能，绝不给他逃跑的机会。第四，能活捉最好，我要让那小畜生受尽折磨而死。李凤仪恶狠狠地说着。他们研究了很多秦风的战斗视频，秦风的秘密已经被他们掌握，所以这些人都是有备而来。每个人身上都带着至少500个清醒药剂和解毒药剂。清醒药剂可以防止眩晕，解毒药剂用来解除中毒状态。除此之外，他们队伍里面还有7、8个圣骑士，给所有人施加了神之恩赐，这是可以增加所有异常状态抗性的技能。有了这个技能，至少在他们打怪的时候很少出现异常状态。如果还是中了异常状态的话，那么圣骑士还有神圣进化这个技能可以解除所有的异常状态。这些措施都是特意针对秦风弄出来的，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说完之后，李凤仪就看向了几个猎人，这几个猎人身边都有好几只猎犬围绕，可以追踪到500米内的特定敌人，只要对方还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会被他们死死锁定。这些猎人最强的一个叫做秦烈，说道：放心吧，那小子就在我们前方300米远处，以我们的速度应该很快就能追上他，绝对跑不了。那好，快追。说完之后，猎人在前就追了过去。不过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一只金色大鸟正在他们上空盘旋，把他们这一群人的动向都看在眼里。如果拉近看的话，就会发现这只金色大鸟的样子和之前的金翅大鹏鸟意象一模一样，只是体型缩小了1000万倍而已。而他的眼睛直接连到了秦风的眼睛上，把他看到的画面全部传递到了秦风的大脑里面。另一边，秦风的眼睛变成了鸟类树瞳的样子。接收完画面之后，秦风不由得冷笑。53个人，30个48级，其他也全部都是40级以上，这应该是秦家能出动的所有强者了吧？对付我一个25级的新人，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秦风闭了一下眼睛，树瞳重新变成了人类眼睛的模样。这是他探花称号的技能。探花称号，力量加20，体质加20，敏捷加20，智慧加20，攻速正10%，移动速度正10%，释放速度正10%。附加属性1，召唤金翅大鹏鸟，迷你体型，金翅大鹏鸟可以进行侦查，范围是5000米。附加属性2，金瞳，
可以共享金翅大鹏鸟的视觉画面。附加属性3：超范围打击，利用金翅大鹏鸟的视觉进行超范围打击，20米命中率 50%，50米命中率 10%，100米命中率 1%。这就是它探花称号的属性，毕竟是全国第3名才能得到的称号，属性简直爆炸。这甚至已经超过了神器级别，堪比金色史诗。最重要的是，附加的这3个技能不但跟他的职业非常搭配，而且对他现在的处境有非常大的帮助。有金翅大鹏鸟5000米的超大侦察范围，甚至他还可以共享视觉，秦家那些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秦风的监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想要追杀自己，简直是做梦。这不是他们追杀自己，而是自己猎杀他们。另一边，我们距离秦风那小畜生只有200米了，很快就能追上他。150米，110米，秦烈不断汇报着跟秦风的距离，他们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响起，叮，秦风使用帮战令牌向秦家开战。叮，秦风使用帮战令牌向秦家开战。叮，秦风使用帮战令牌向秦家开战。什么？秦风这小畜生竟然还敢主动对我们宣战，真是找死！听到系统提示音，李凤仪等人都是非常愤怒。秦风上一次就是使用了帮战令牌杀死了他们的儿子，最后还不用背负任何罪责，现在竟然又想要用同样的办法击杀他们吗？所有人眼睛中都是怒火熊熊，他们的速度更快了，恨不得立刻就能追上秦风，然后把秦风碎尸万段。只有100米了，秦烈提醒说着。可是下一刻，一道箭矢流星赶月一样就射到了他的身上。第68章，秦风究竟在什么地方？顿时所有人都是大惊。不好，秦风就在附近！一个漫游射手大声喊着。因为正常的射手射击距离就是10米，现在秦风的箭已经射到了秦烈身上，那就说明秦风就距离他们10米之内。几个射手立刻就朝着箭矢射来的方向射了好几箭，可是全部落空。冲撞！好几个骑士也朝着箭矢射来的方向使用了冲撞技能。冲撞技能的攻击距离也是10米，可以直接撞到敌人身上，还能撞晕。可是这几个骑士冲撞过去之后，却是发现那里空空如也，一个人都没有。我擦！秦风不在这里，怎么可能？他们环视四周，虽然是在密林之中，也可以看清楚周围20-30米的距离，可是都没有秦风的身影。嗖嗖嗖，箭矢继续射了过来，在几个骑士身上挨个点名，这让这些人更加震惊。明明都看不到秦风的影子，为什么对方却可以源源不断的对他们攻击？猛龙断空斩，这次是几个剑魂职业出手，他们直接用出了40级大招猛龙断空斩，发动之后可以朝着任意方向连续冲锋3次，每次冲锋的距离都是10米，也就是说一下就可以冲出去30米的距离。就算秦风的攻击距离有点远，可以也不可能有30米吧。可是当他们冲出去30米之后，却是依然没有看到秦风的影子，而秦风的箭矢却是再次朝着他们身上射了下来。我擦，到底怎么回事？秦风那小畜生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他？众人都是既惊又怒，他们也算是身经百战，可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种情况。超凡强者倒是有超远程打击，可是秦风只是25级，不可能有超远程打击啊。秦烈，秦风那小畜生到底在什么地方？看到秦风的箭矢不断射过来，他们却是找不到对方。李凤仪顿时就抓住秦烈的衣服，厉声问道：我这里显示他就在距离我们100米的地方。混蛋，秦风又不是超凡，怎么可能在100米之外对我们射击？李凤仪看向其他几个猎人说道：你们呢？我们的小地图上也是显示秦风就在100米之外。什么？这怎么可能？李凤仪一脸疑惑。先别管秦风在什么地方了，先救救我，我中毒了。这个时候秦烈焦急的声音说着，就看到他脑袋上不断的冒出中毒伤害数字。李凤仪说道：你没有吃解毒药剂吗？早就吃了，刚刚又吃了一个，可是没有用。什么？李凤仪皱眉，赶紧叫了一个圣骑士过来给他治疗。圣骑士立刻使用了神圣净化，这个技能可以净化几乎所有的异常状态。可是使用完毕之后，秦烈脑袋上的中毒状态还在，血量还在快速下降。怎么回事？神圣净化也没有用啊！我的中毒状态还在。秦烈更加焦急了，1秒掉血2次，接近2000伤害，这掉血掉的太猛了。他只有2万血，只有抗10秒啊！看着血量越来越少，秦烈从一开始的自信迅速变得惊慌起来。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啊！我不想死啊！快点给我加血！秦烈大声喊着，几个圣骑士一起给他加血。可是刚刚冲出去的那几个骑士和剑魂也都跑了回来，因为他们也中毒了，而且都已经发现解毒药剂没有效果。
1秒2000的疯狂掉血，让他们心生恐惧，根本就不敢继续追了，赶紧跑回来找圣骑士求救。圣骑士，快点给我净化，我中毒了。我也是。一群人冲回来，对几个圣骑士大声喊着。几个圣骑士连忙使用神圣净化，结果还是一样，他们身上的其他异常状态，比如破甲、穿透等都能直接净化，可是中毒状态却不能。看到圣骑士的神圣净化没有效果，顿时他们更加惊慌了。我擦，净化竟然没有用，那快点给我治疗，给我奶血，不然我支撑不了几秒钟了。我也是，快给我治疗。一群人争抢着要奶，因为不奶就要死。几个圣骑士被他们推搡着，都不知道给谁奶了。不过反正他们都在疯狂掉血，也不管是谁了，治疗技能扔过去就是了。不过他们很快就停下来了。喂，怎么停下来了？快点给我治疗啊！对啊，我马上就要死了，快点治疗！一群人红着眼睛大声质问。圣骑士们耸了耸肩，无奈地说道：我们所有的治疗技能都用完了，现在都进入了冷却期。我擦，这怎么办？我马上就要死了！你们这些垃圾圣骑士干什么吃的？连一个20多级新人的中毒状态都净化不了，要你们有什么用？我擦，我要死了！秦风，我擦你！秦烈红着眼睛疯狂地大骂着，先是骂圣骑士没用，随后又骂罪魁祸首秦风。可是还没有骂完，他的血槽就被清空，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死了。第69章，怎么我毒王也会中毒？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不一会就死了4、5个，剩下的也都是头上快速飘血。李凤仪，你他喵的快点想想办法呀，不然我们都要死光了。一个剑魂对李凤仪焦急地说着。是啊，没有我们在前面扛着，你们更不可能杀死秦风报仇了。一个骑士也是大声说着。可是李凤仪能有什么办法？之前把秦风战斗的视频反复看了很多遍，以为把他研究透彻了，还做了万全的准备，谁知道起到的作用竟然微乎其微，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在他面前慢慢死去。秦风通过金翅大鹏鸟看到这一幕，心里冷笑，哼，竟然还想要清除我的神级中毒状态，没有神级净化技能，想都不要想。还有这超范围打击的技能简直是太爽了，隔着100米就可以杀人，对方完全发现不了自己，只能被动挨打。至于100米距离的命中率只有 1% 这个问题，几率的问题对别人来说是问题，对秦风来说还能算是问题吗？不管多小的几率，他都可以直接提升到100%。所以换成其他人在100米之外使用超范围打击攻击别人，命中率只有 1%， 但是秦风却是100%，箭无虚发。另一边，看着死去的10几个人，剩下的人都是一脸悲痛。擦，现在怎么办？我们都还没有见到秦风那小畜生的面，就已经死了这么多，我们还要打吗？当然要继续，只要能给我儿子报仇，就算是死我也愿意。可是几个骑士都死了，谁抗？众人听到都是沉默。我来吧。一个毒王走了出来说道，我有剧毒抵抗，不怕中毒。对，我们可是毒王，玩的就是毒，最不怕的也是毒。4、5个毒王都走了出来。众人见状，顿时都再次对杀死秦风充满了信心，继续朝着秦风所在的方向杀去。另一边，秦风通过金瞳看到这一幕，顿时冷笑，毒王是吧？那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抗得住神级剧毒吧。正好他的超范围打击也已经冷却好了，立刻瞄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毒王。嗖嗖嗖，相隔100米，箭矢破空而出。几个毒王看到箭矢射来，还想要躲避，可是100%的命中率让他们根本就躲无可躲，每人都中了一箭。他们头上立刻就出现了一个中毒状态的图标，960的快速飘血，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我擦，怎么回事？我们可是毒王，怎么有剧毒抵抗技能？还是中毒了？你问我，我哪知道？快点给我们治疗！这几个毒王立刻停下来，对跟在后面的圣骑士求助。但是箭矢还在继续落下，连几个圣骑士都中招了，而且还是连中2箭。圣骑士们慌慌张张的给自己治疗，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人了？但是2重中毒状态让他们每秒掉血4000，这恐怖的伤害，就算他们是圣骑士一样扛不住。不一会，毒王和圣骑士也全部死亡。众人都是一脸的惊骇，秦风这小畜生的中毒状态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这么凶猛的？这还没有看到对方的影子，就已经死了30个人，足足1多半。这仗还怎么打？还想要追杀人家？找死还差不多。治疗和毒王都死了，我们根本就杀不死他，我们还是回去吧。终于有一个射手崩溃了，一脸惊恐地说着。你说什么？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发过誓了，拼死也要给我们的儿子报仇。
你现在竟然贪生怕死！另外一个狂战立刻大声训斥。刚刚那射手却是说道：我也不想，如果我的生命可以换来秦风那小畜生的死，我宁愿立刻就死。可是能吗？我们连他的面都看不到，就被他挨个猎杀，被打到就死，没有任何侥幸，这样的能力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你不贪生怕死，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现在人在哪？还有怎么对付他的毒？你能吗？狂战背对的哑口无言。能来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想杀死秦风，可是秦风的强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别吵了，秦风动了，他好像朝着我们这边过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猎人开口说着，他从小地图上看到代表秦风的红点正在朝着他们这边靠近。顿时所有人都是眼睛一亮，他们之所以一直被动挨打，主要是因为找不到秦风的人。他们相信以他们的实力，只要和秦风正面战斗，秦风绝对不会是他们的对手。第70章正面硬刚，拼了！刚刚那狂战第一个开口说着，直接就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杀了过去。拼了！其他人也立刻跟了上去，就连刚刚说要撤退的那个射手也是一样。只要能看到杀死秦风的希望，他们就不想放弃。而这一幕都被秦风通过金翅大鹏鸟的眼睛看在眼里，他就是看到之前他们争吵的一幕，怕这些人跑掉，这才主动靠近，给他们一些虚假的希望。果然他们看到自己靠近之后，立刻就杀了过来。秦风嘿嘿一笑，立刻后退，同时他还看了一眼超范围打击的冷却时间，还有3秒就可以再次收割一波了。有金翅大鹏鸟的超大视野，秦风一直和他们保持在80-90米的绝对安全距离。3秒一过，秦风立刻再次开始超远距离狙杀。一波箭雨之后，又是15个人被他射中。这些人有的看到箭矢射过来的时候想要躲闪，可是100%的命中率让他们根本就躲不掉。被射中之后，有的眼睛中出现了惊骇绝望，有的则是更加愤怒，不顾一切的继续朝着秦风所在的方向冲锋，想要充分利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秒钟找到秦风，然后一个大招把秦风秒杀。那个狂战就是这样的想法，他狂奔的速度也更快了一些。秦风看到之后没有继续跑了，而是留在原地等着对方。那狂战看到秦风之后眼睛一亮，崩山裂地斩，他大喊着高高跳起，用出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大招。不过时间已经不站在他那一方了，秦风就站在原地看着他头上跳出了最后一次中毒伤害，负960，血条直接清空。那狂战大招只发动了一半，人就死了，直接从空中掉了下来。临死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绝望和不甘。看着对方眼中的绝望，秦风却是越发兴奋了起来。随着狂战的死亡，其他中毒的人也都陆续死去，而且都是死在了秦风面前，就差一步，多给他们1秒钟就可以攻击到秦风。可惜的是，运气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都是和那狂战一样，死的时候一脸绝望和不甘。哈哈，太棒了！这种临死前的绝望和不甘，简直是太棒了，就应该让你们这些人全部都品尝一遍。哈哈，秦风兴奋地笑了起来。这个时候剩下的6个人也追了上来，他们都没有中毒。秦风在哪？杀了他！李凤仪一眼就看到了秦风，立刻声嘶力竭的大吼说着，速度也没有停下，全力朝着秦风杀了过来。其他人也都是如此，他们要一鼓作气干掉秦风。秦风此时也彻底兴奋起来，他不想跟对方玩捉迷藏那一套了。寒冰剑，嗖嗖嗖嗖，开启了寒冰剑技能之后，秦风一连射出6支箭，正好对准了对方6个人。在他们各自对秦风扔出了一个技能之后，秦风的寒冰剑直接把他们给冰冻住了。李凤仪几人眼睛中都涌现出了绝望之色。之前以为秦风只能100%眩晕，谁能想到他还能100%冰冻？这小畜生竟然还隐瞒实力。不过随后他们就看到他们自己的技能也全都轰到了秦风身上，因为秦风现在已经彻底兴奋起来，所以根本就没有躲避，就让对方的技能完全命中。野蛮冲撞、爆头射击、斜光斩、念气炮、陨石术，6个技能全部轰到秦风身上。陷入冰冻状态的李凤仪6人顿时就狂喜起来，终于把秦风杀死了。虽然他们自己也会死，可是只要能把秦风这小畜生杀死，那他们死了也可以瞑目了。可是随后就看到秦风的身体噗的一声直接消失，随后又在10米外的地方出现。虽然生命值只剩下 20%， 可是至少还活着。替身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第71章身世之谜1。秦风瞬间冷静下来，心里也是一阵后怕。自己平时还是很冷静的，可是一旦想到前世被杀时候的屈辱和不甘，就会冲动起来，
这几乎已经成了自己的心魔，必须要想办法解决掉这个问题，不然的话，迟早会出问题的。这次如果不是有替身术的话，差点就死了。他看向那被冰冻的6人，3秒的冰冻时间已经快要过去了。他马上再次开启寒冰剑，挨个给他们补上一剑，让他们在冰冻中迎接他们的死亡。可是轮到李凤仪的时候，他的冰冻状态竟然提前结束，直接破冰而出，而且还第一时间召唤了一个50级的圣骑士人偶出来。这圣骑士人偶出来之后，立刻就对李凤仪加血加状态，甚至还用了一个大招天启蜘蛛。顿时李凤仪的血量、防御增加3倍，生命值达到了恐怖的12万，而且还能持续性的快速加血。这是圣骑士的超凡一阶大招，效果非常霸道。虽然依旧不能解除秦风的神级中毒状态，可是一层中毒状态已经不足以杀死他了。只是现在才拿出来，不觉这已经晚了吗？秦风立刻开始攻击圣骑士，圣骑士立刻被冻冰、加中毒、加破甲、加穿刺。这50级的人偶有了一丝超凡之力，能使用一阶超凡的技能，可是只能算是伪超凡，而不是真超凡。所以面对秦风100%的异常状态，这人偶照样也挡不住，一下就被控制了。而拥有100%穿刺效果的剑矢直接穿透圣骑士人偶的身体，再次朝着躲在人偶后面的李凤仪射去。李凤仪有了50级圣骑士人偶的状态加持，正想要利用圣骑士人偶做盾牌对秦风施展40级的大招，结果还没有用出来呢，就直接再次被冰冻了。另外5人看到李凤仪不仅解除了冰冻状态，还召唤了50级圣骑士人偶，以为这次可以翻盘了。谁知道圣骑士出来的之后，只是给李凤仪加了一个状态，然后就和李凤仪一起再次被冰冻，顿时都是一脸的惊讶，惊讶之后则是浓浓的鄙视。他们现在也就是被冰冻住了，没有办法说话，如果能说话的话，他们肯定会大骂李凤仪傻逼。嗖嗖嗖，秦风给除了李凤仪之外的所有人都补了一剑，3层中毒状态叠加，他们很快就全部死光。圣骑士人偶也是一样，这一下只剩下李凤仪一个人了。秦风的剑矢指向了他，李凤仪的眼睛里面顿时就涌现出了浓浓的恐惧之色，而且似乎有话想说。秦风冷笑，还以为你为了你儿子秦霜可以无所畏惧呢，原来也是会恐惧的。此时圣骑士人偶给他加的天启蜘蛛的状态还在，依旧不断的给他加血，所以他一时半会还死不了。秦风把身上毒属性的状态换下，换上了一个有沉默状态的装备，这样一来，他的中毒状态就不会有那么高的伤害了。3秒冰冻一结束，秦风一剑射去，李凤仪中了沉默状态，这样他能说话，但是不能动，也不能使用技能。一个魔法师不能使用技能，也就一点危险都没有了。有什么遗言想说就快点说吧，不然的话就没有机会了。秦风冷冷地说着。李凤仪苦笑一声说道，没想到我李凤仪竟然会死在你这小畜生的手里，这个世界上果然是有报应的吗？哈哈。秦风皱眉，这李凤仪到了现在竟然还在骂自己，不过秦风已经不在意了，毕竟对方已经是一个死人，他在乎的是李凤仪说的报应2个字。李凤仪，你说的报应是什么意思？哈哈，当然说的是你那个贱人妈了，你不知道吗？你那个贱人妈就是我和秦孝武一起合伙杀死的，而且秦孝武还是主谋，哈哈。李凤仪状若疯狂地说着。什么？秦风脑子轰的一声，好像五雷轰顶一样，差点晕死过去。这还是他第一次得知自己母亲的情况，以前他也想要探寻自己的身世，可是在秦家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每天的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更不要提什么身世了。他甚至连自己母亲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他直接掐住了李凤仪的脖子，红着眼睛问道，李凤仪，我母亲到底叫什么名字？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母亲是一个天才，比你还要耀眼的天才，还是校花，而且还和我是无话不谈的闺蜜。而秦孝武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伙，只是他长得很帅，而且还会甜言蜜语，很会哄女孩子高兴。他想要追求你妈，但是你妈根本就看不上只是徒有虚表的秦孝武，屡次拒绝，甚至还有一次当众拒绝了他，这让秦孝武非常没有面子。我当时也非常生气，因为我早就喜欢上了秦孝武，可惜的而是秦孝武却是不喜欢我，我就主动找上了秦孝武表明心迹。第72章身世之谜2。这个时候秦孝武提出让我帮助他追到你那个贱人妈，我出于对他的爱就答应了。在我的帮助下，秦孝武知道了你那个贱人妈的所有的爱好兴趣，秦孝武可以有的放矢的讨好，还有我给他通风报信，以及给他们的相遇制造巧合之类。总之你那个贱人妈很快就改变了对秦孝武的看法，甚至产生了爱意，没有多久他们就好上了，最后还给秦孝武生了孩子，这个孩子自然就是你这小畜生了。啪！秦风直接给了李凤仪一巴掌，怒喝道，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李凤仪也不生气，只是冷笑说道，哈，反正我都要死了，还怕你的这些威胁吗？你到底还要不要听？还有我的沉默状态快要解除了。秦风闻言立刻又给了他一剑，让他继续沉默，
这老女人毕竟也是40多级的高手，还是要提防一下的。李凤仪继续说道：“你妈生了你之后，秦孝武趁着你妈虚弱，把她迷晕，就把她带到别的地方去了。至于具体是死了还是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妈。但是从那之后，原本普普通通的秦孝武，却是突然变成了一个天才，进京迅速。高考的时候，不但考取彩云省的状元，更是史无前例的在全国排名第25名。当时也是轰动整个彩云省的大事。这就是我知道的所有事情了。我母亲的名字呢？你还没有告诉我呢。”秦风强忍着杀死李凤仪的冲动说着。嘿嘿，你不用问我，因为我不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你那个贱人妈的名字被秦孝武用超凡之力给删除了。不只是我，整个河阳城当年知道你妈的人都被他使用超凡之力给删除了。我还能记得这么多事情，就已经是一个意外了。可是你妈的名字，我是真的不记得了。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就只能去问秦孝武本人了，也是你的亲生父亲。哈哈。秦风正想要杀死李凤仪，突然心中一动，说道：“李凤仪，你跟我说这么多，不会就是想要让我去找秦孝武兴师问罪，然后借他的手杀死我吧？毕竟他可是超凡强者，以我现在的实力，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他的对手。”李凤仪笑了笑说道：“没错，我就是想要让你们父子反目，我不仅是希望你被他杀死，这样才能给我儿子报仇。不过我说的这些也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你如果不信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你可以自己去查。就算秦孝武使用超凡之力抹除了和你母亲相关的信息，可是总是会留下一些证据的，稍微印证一下，你就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倒是想要知道，你究竟敢不敢为了你母亲找你那个禽兽父亲报仇？”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凤仪眼睛里面充满了一种戏谑的光芒。她现在已经对她自己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了，只是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阳谋，把秦风和秦孝武逼成不死不休的敌对关系。秦风逐渐冷静下来，冷冷地说道：“我要怎么做，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你还是先偿还你当年的罪孽吧。”嗖嗖嗖，换上剧毒套，连续5箭射过去。李凤仪脑袋上的剧毒伤害连成了一条直线。李凤仪此时不但不怕，反而是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杀吧杀吧，秦风，一路杀下去吧，最好是把秦家之人统统杀光，反正都是一窝畜生。哈哈哈，儿子，妈来陪你了。在他的疯狂咒骂和对儿子的默默温情之中，秦家大夫人李凤仪就这么死了。杀死了李凤仪，前世折磨他的那些人基本上都已经被他杀光。秦风的心里面突然感觉空落落的，有一种失去了人生方向的迷失感。可是想到自己母亲，想到之前李凤仪说的那些话，他的心里面就再次被愤怒填满。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查清楚自己母亲的身份，还有她死亡的真相。如果真的如李凤仪说的那样的话，那秦孝武就是一个畜生。无论如何，不管对方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自己都要复仇。第73章秦家脊梁已断。秦志高正在布置灵堂，灵堂上面摆的第一个就是秦孝文的牌位，紧挨着的是秦霜，之后是秦寿，密密麻麻，足足有500多个。这是他们秦家从来没有过的耻辱。秦志高布置好灵堂之后，看着他儿子秦寿的牌位，恶狠狠地说道：“儿子，你放心，这次大夫人带着秦家所有的高手追杀秦风那小畜生去了，这次他必死无疑，到时候一定会把他的脑袋放在你面前给你陪葬。管家不好了，管家不好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秦家的仆人跑进来，慌慌张张地说着：“混账，在灵堂里面横冲直撞，还有没有规矩了？”秦志高训斥说着。那仆人缩了缩脑袋说道：“可是管家，真的大事不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戴夫人出事了，管家您出去看看就知道了。”仆人一脸惊慌地说着。秦志高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赶紧来到大门口，顿时就看到秦风从街道尽头走了过来。秦志高满眼震惊，戴夫人不是去追杀秦风去了吗？这怎么秦风还没有死？那大夫人还有他们秦家那50多个高手呢？这个时候，秦志高看到秦风手里拉着一根绳子，后面似乎还拖着一大堆东西。仔细一看，顿时秦志高目眦尽裂，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秦风拖着的那一大堆东西，竟然都是死人的尸体，而其中第一个就是他们秦家的大夫人李凤仪，后面的人全部都是跟着李凤仪一起去追杀秦风的人。只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么多高手一起出手追杀秦风，不但没有能杀死秦风，反而是全军覆没，尸体都被人给拖了回来。秦风拖着这些尸体绕城走了一圈，现在整个河阳城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比上次击杀500多大秦帮的人还要让人震惊，因为这次被秦风杀死的全部都是秦家的中流砥柱，等级达到48级的凡阶巅峰强者。有这些人在，秦家在河阳城的霸主地位就没有人敢动。可是现在这些人全部都被秦风杀死，偌大一个秦家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还有谁能支撑这么大一个大家族？最重要的是，秦家之前横向霸道惯了，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之后必然会狠狠报复。就算是秦家的真正核心秦孝武还在，以后秦家在河阳城的日子也会变得非常艰难。秦风直接来到秦府门口，这里已经围满了秦家的老老少少。本来他们是被李凤仪喊来祭奠秦孝文、秦霜这些人的，可是现在却是变成了参加李凤仪自己的葬礼。秦风感觉到无数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他扫视一圈，这些秦家人有秦志高、秦信、秦红等，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眼睛里面充满了仇恨，牙齿紧咬，双拳紧握，一副要吃人的样子。还有一些则是低着头不敢看秦风，但是却是没有一个人敢冲上来攻击秦风，甚至是连把李凤仪那些人的尸体给夺回去的勇气都没有。秦家的人听着，你们的大夫人李凤仪带着52个人追杀我，结果被我尽数杀死，我现在把他们的尸体送回来，从头到尾都是我秦风一个人和你们秦家之间的仇恨，你们要报仇，我秦风随时恭候。可是如果谁敢祸及他人，我一定会杀你秦家满门，秦孝武都挡不住。我说的。秦风的话掷地有声，每一个字都好像是一把大锤一样敲击在场的所有秦家人心口之上。有的人看秦风的眼神更加仇恨，有的人则是把头埋得更深。可是自始至终依旧是没有人敢对秦风出手，更没有人敢来夺回李凤仪等人的尸体。全场一片寂静。秦风看着那些仇视自己的目光，突然觉着有点可笑。空有仇恨而没有勇气，这样的人只会在仇恨中沉沦迷失，而永远都不可能真的付诸实施，最后只能是在仇恨中憋屈度日，就好像是前世的自己一样。除非是一朝醒悟，向死而生，不然这些人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那些把头深埋起来的就更不行了，他只觉着整个秦家都是死气沉沉，好像是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一样。对这样的秦家，他完全失去了兴趣，因为这河阳城中的秦家脊梁已断。秦风转头就走，到了学校之后，秦风就看到副校长满头冷汗的等在校门口，在他旁边就是班主任徐老师。秦风不由得不佩服这个副校长的眼光。如果说现在整个河阳城中还有谁能管得住秦风的话，那么这个人必然就是他的班主任徐老师。副校长特意把班主任给带在身边，这是找了一个护身符啊，生怕秦风会对他出手。秦风同学，你的学籍已经完全弄好了，随时都可以使用学校的传送阵。副校长主动走到秦风面前说着，刚说了2句话，头上就冒出了一片冷汗，可是又不敢擦，就那么弯着腰，堂堂一个副校长在秦风面前却是战战兢兢。秦风懒得理他，来到传送阵，原本传送阵上已经有了一些人准备传送，可是看到秦风过来之后，这些人立刻从传送阵上下来，不敢跟秦风同城。秦风看向班主任徐老师，鞠了一躬，由衷的感谢说道：徐老师，这些年谢谢您的照顾和教育。班主任看着秦风的目光有点复杂，有很多话想要跟秦风说，可是张了张嘴，那些话也没有说出来，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说道：秦风，以前的那些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到了大学跟同学搞好关系，好好生活，谨记老师教诲。秦风低头说着，哎，估计班主任是唯一一个希望他能好好生活的人了吧。不过有些事情一旦开始了，想要结束就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了。在传送阵的光芒之中，秦风的身影渐渐消失。第74章，进入鲲鹏大学。鲲鹏大学今天特别热闹，因为是迎接新生入学的日子，各种欢迎新生入学的条幅拉得到处都是，气氛好像过节一样。学校的工作人员也早就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的准备工作，随着9个巨大的传送阵中不断传送过来学生，立刻就给他们进行登记，按照他们的职业和等级进行分配。一个新生高高兴兴的去登记，姓名李星，职业阿修罗，等级20级。核实完一系列的资料之后，工作人员交给他一把钥匙和号牌，说道：这是你的宿舍钥匙，603宿舍6号床。啊，宿舍？听到住的是宿舍，这位叫做李星的学生顿时就不满地大叫起来：我怎么说也是李家的大少爷，怎么能住宿舍呢？而且还是6人间的宿舍，不是说都有一个独栋别墅吗？没有独栋别墅，给一个联排也行啊。几个工作人员听了之后立刻就笑了，就你这成绩还想要独栋别墅？你入学成绩300多名就别想了，老老实实的去住宿舍，我们还要接其他新生呢。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说着。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旁边的传送阵中再次亮起光芒，和之前一次性传送几十个人不同的是，这次只传送过来了1个人。怎么只有1个人？工作人员见状顿时兴趣缺缺，因为他们迎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遇到成绩好的就可以拉到他们自己的社团里面去，壮大自己的小团体。所以传送过来的人越多，越可以挑选出好苗子。现在只传送过来1个，自然兴趣不大。可是当他们看到对方脑袋上的称号的时候，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那是探花称号。
全国第3。稍微愣了一下之后，几个工作人员立刻就兴奋起来，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压抑住心底的激动，整理了一下衣服，这才齐齐走过去，一脸和善地说道：“请问这位同学是不是河阳城的秦风同学？”“没错，我就是。”秦风点了点头，“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一边说着，一边把录取通知书递了过去。几个工作人员得到肯定的答复，还有录取通知书，顿时更加兴奋了。“需要登记吗？”“不需要，你的所有信息都已经登记好了。”工作人员立刻摆手说着。“你们不怕重名和假冒吗？”秦风同学说笑了，“别的可以作假，可是你头上的探花称号可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绝对不可能作假。”秦风恍然大悟，难怪一上来就直接认出了自己，原来是称号把自己暴露了。不过他也没有要隐藏的意思，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对大学的服务态度非常认可。那工作人员伸出手自我介绍说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波，45级漫游射手，是咱们学校射手社团的社长，欢迎秦风同学加入我们射手社团。”“你好。”秦风也跟对方握了握手说道：“我这就成射手社团的人了。”刘波脸一红，任何学生加入社团都是要遵循对方的意见的，可是刘波却是耍了个小聪明，直接就跳过了这一步，直接把秦风加入了社团。不过他自然不会拆穿自己，说道：“当然了，我们社团名字就是射手社团嘛，你的职业就是射手，进入学校的那一刻就自动成为了射手社团的一员。”“哦，原来如此。”刘波怕出现什么意外，连忙转移话题说道：“秦风同学，我们现在就带你去你的别墅吧，学校可是专门给你准备了独栋别墅。”“好，跟我来。”在前面亲自给秦风带路去后山的别墅。另一边因为只是分到6人宿舍而非常不爽的李欣看到之后，顿时就更不爽了，对工作人员质问道：“喂，不是说学校里面没有独栋别墅吗？怎么那人却有啊？”工作人员一脸不屑地说道：“人家是新生第1名，本省状元，全国第3。放榜期间的五彩祥云和金翅大鹏鸟意象你应该亲眼见过了吧？那就是给人家的奖励，你觉着你能跟人家比吗？我擦，他就是秦风。”周围的新生都是大惊，看着秦风离开的背影，一脸的羡慕嫉妒。在刘波的带领下，秦风来到后山的别墅区。鲲鹏大学里面寸土寸金，普通的学生只能住6人宿舍，能住进这些别墅里面的，要么是学校高层手握权力，要么是超凡强者实力强大。学生想要住别墅，没有一点背景，想都不要想。第75章打听秦孝武的往事。以前的省高考第1名，最多也就是给一个联排别墅而已，而且还是最次的那种。秦风能住上独栋别墅，完全是因为他考到了全国第3名的好成绩，给他们整个彩云省争光，校长这才特批给了他一个独栋，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优待了。听刘波讲解了这么多，秦风对那位林海军校长心里多了一丝感激。秦风同学，快点进去看看吧，你这别墅可是无数学生梦寐以求的，我自己都羡慕得不得了。刘波帮他推开门进去。秦风看了一下，这别墅里面空间非常大，上下2层，地下还有1层，一共是3层，总面积超过300平，里面所有的生活娱乐设施全部齐备，而且都是市面上最好的。秦风虽然对这些外部条件不是很在意，可是看到这些，心里也非常高兴。秦风同学，你看这别墅还满意吧？满意。刘波突然搂住秦风的肩膀说道：“嘿嘿，秦风同学，我看你自己一个人来的，要不要我回头给你找几个女仆伺候，保证让你满意。”说完之后，还一脸猥琐的朝着秦风挑了挑眉。秦风自然知道他什么意思，把他的胳膊拿下来说道：“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自己一个人习惯了，不需要其他人。”“咦？”刘波疑惑的说道：“秦风同学，怎么你和你父亲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啊？”“我父亲？”秦风眼神一冷。“对啊，秦风，你父亲不是秦孝武副校长吗？你自己档案上有写啊，难道我搞错了？”刘波意识到秦风眼神的变化，一脸担心的说着：“哦，没有。那就好，你刚刚那个眼神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我搞错了呢。”刘波拍了拍胸口，有点后怕的说着。秦风笑了笑说道：“你很了解他吗？”刘波说道：“也不是很了解吧，只是秦孝武副校长可是咱们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当年也是以省状元的身份进入咱们学校，进入学校不到3个月就把当时的校花郑佩佩给追到手，当时可是羡煞了不知道多少人，就算是现在，郑佩佩郑教授也是所有老师里面的第1大美女，历届的很多校花在郑教授面前都是甘拜下风，谁也没有想到在颜值方面打败郑教授的竟然是他和亲副校长的双胞胎女儿秦云和秦雪，嘿嘿。这刘波就是一个猥琐男，秦风本来是想要从他口里套一些关于秦孝武的事情，谁知道刚刚说了2句就跑偏到了美女身上。不过听他的意思，似乎这郑佩佩也是秦孝武的老婆，还有新冒出来的双胞胎女儿，秦风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也让他很有兴趣。看到刘波自己陷入了意淫当中，脸颊竟然开始泛红，
秦风不得不开口打断了他的意淫，说道：“刘波，你能不能详细说一下郑教授的事情？”啊？哦，当然可以。刘波这才从意淫当中醒悟过来，他不自然地扯了一下裤子，想到秦风的问题，这才疑惑地问道：“咦，难道郑教授的事情你一点都不知道吗？家里面不让打听这些？”秦风敷衍说着：“哦，明白。”刘波一脸猥琐地说道：“我早就听说秦副校长在河阳城原本就已经成家了，才来学校3个月就再次成家，难怪不让打听。”哈哈，他打了一个哈哈，继续说道：“那我就给你详细说一下这位郑教授吧。这位郑佩佩教授可是出身名门，郑家是鲲鹏城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家族里面有好几个超凡强者。我们鲲鹏大学的第一副校长就是郑佩佩的父亲郑宏德。当然了，18年前的时候，郑宏德还不是第一副校长，而是最后一名副校长。不过那也已经非常厉害了。副校长的女儿绝对的金枝玉叶，而且还被称为鲲鹏大学有史以来最美校花。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追求她，最后却是被你父亲拔得头筹。不过秦副校长也的确是天资纵横，无出其右者。他们2位在一起也算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了。啊，那个秦风，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说到这里，刘波有点担心地看着秦风说着。秦风淡淡一笑，说道：“放心吧，不会。”他对于秦孝武没有任何父子亲情，他只是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秦孝武的事情，从侧面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单从现在刘波讲的这些事情来看，这人简直就是一个陈世美。第76章大学校规。后来呢？后来他们就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秦云和秦雪。现在他们2个可是咱们学校的校花，姐姐高冷，妹妹娇憨，各有千秋。而且他们不只长得漂亮，自身实力也强。姐姐秦云早就已经达到48级的凡阶巅峰，只差临门一脚就能晋升，而妹妹秦雪也已经40多级，进京迅速，都是天才。2个人站在一起，简直就是绝代双骄。哎呀，一想到我就受不了了。刘波一脸诸葛相的说着，秦风看了都不由得翻白眼。哼。秦风咳嗽了一声，提醒说道：“刘波学长，你跑题了，还是说回到秦孝武吧？”啊，好。刘波摸了摸脑袋，继续说道：“秦副校长在有了这一对双胞胎女儿之后，很快他自己也晋升了超凡，后来再更是屡屡突破，实力与日俱增，更是在外征战，灭杀了不知道多少强大的怪物，为学校立下汗马功劳。他在学校的地位也是迅速提升。其实他现在还不是正式副校长，而是代理，不过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次出去就是去执行任务去了。等秦副校长回来之后，就会正式晋升副校长。到时候岳父是第一副校长，他自己也是副校长，老婆是教授中的第一美女，还有一对实力强大还是校花的女儿。哎呀，这简直就是完美人生啊！哎，如果我的人生能有秦副校长一半精彩，我就心满意足了。”刘波说到最后，一脸憧憬和羡慕。秦风心中却是一片森寒。手握大权，实力高深，美人在侧，儿女绕膝，的确是完美而幸福的人生。任何人也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可是你不能把你的幸福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秦风同学，你在想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刘波叫了秦风一声，把他从自己的思绪中唤醒过来。没什么。秦风随便敷衍了一下。刘波笑了笑说道：“我知道了，你肯定也是想要成为你父亲那样，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吧？哈哈，秦风同学，你不只是咱们彩云省的状元，还是全国第3的探花，你进入大学的起点可是比你父亲还要高得多，所以我觉着你以后的成就肯定比你父亲还要高，自然也会比他更加幸福。”秦风听到对方一句一个父亲，听得心里直犯恶心，皮笑肉不笑的说道：“有句话你说的没错，我一定不会让他比我更幸福。”刘波听到秦风的话之后，摸着脑袋，总是觉着哪里不对的样子，可是一时之间又没有转过弯来，究竟哪里不对？不过他不是那种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很快他就把这个问题给抛在脑后，说道：“秦风同学，你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如果有的话，尽管和我说，我保证给你办得妥妥的。”秦风想了想说道：“还真有一个东西需要你的帮忙。”刘波顿时就拍着胸脯保证说道：“说吧，只要学校里面有的，我绝对给你弄来。给我拿一本校规来吧。”啥？校规？刘波听了一脸的懵逼，这都是啥需求啊？上大学不要妹子，不要女仆，先要校规？对啊，这个很难弄吗？秦风疑惑地问着。不难不难，这个非常简单，我系统里面有存储，直接传输给你就可以了。那多谢了。刘波打开面板，通过简单的操作就把鲲鹏大学的校规传送给了秦风。秦风立刻就查看起来。他一直都是遵纪守法之人，之前在河阳城的时候就擅长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现在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自然要先把这里的校规给搞清楚了，免得到时候触犯了校规就不好了。而且他早就听说学校里面的校规，有的甚至还要超过法律的效力，有的事情在外面可以做，可是在学校的范围之内却是不能做。
这样的话，他就更要熟读校规了。看了一遍之后，秦风立刻就把500多条校规全部牢记在心。果然，校规中的很多规定比法律还要严苛，比如帮战令牌在外面可以用，受法律保护，可是在学校里面就禁止使用。还有在大学范围内不允许私自动手，一旦动手就会重罚，唯一可以用武力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生死斗。不过这生死斗2个人进去，只能有1个人出来，所以轻易不会有人开启生死斗。现在都已经保持了3年0次生死斗的记录了。第77章，怎么报仇？与此同时，另一边秦信、秦红等人也来到了鲲鹏大学。秦信、秦红，你们终于来了！早就有秦家人在这里等待，看到他们出现，立刻就过去迎接。浩哥！秦信、秦红看到来人，扑通一声就给跪下了，悲声大哭。来人正是秦昊，是秦孝文的大儿子，已经进入鲲鹏大学1年时间，现在已经达到45级，是有希望晋升超凡的精英。看到秦信、秦红哭得伤心，还有他们胳膊上带的笑，秦昊顿时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秦信、秦红，你们先起来，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说。此时已经有不少人过来围观他们了，如果继续哭下去，怕是他们马上就会成为新闻。于是拉着他们直接去了他们秦家的一个联排别墅里面去。什么？秦风那小畜生竟然敢杀我们秦家这么多人，我一定要杀了他！回到别墅之后，秦信、秦红立刻就把这一段时间在河阳城里面发生的事情都给说了一遍。得知他们秦家死了那么多人，顿时秦昊等人都是悲痛欲绝，恨不得立刻就要把秦风碎尸万段。秦家如今在鲲鹏大学里面的学生足有上百个，等级也都很高，是一股可怕的战力。说完之后，就要一起出去找秦风报仇。都给我站住！这个时候，秦昊一声怒吼，顿时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秦昊实力最强，身份也高，是秦家在鲲鹏城的主心骨。他的话还是很有震慑力的。浩哥，秦风那小畜生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还有大伯，难道你就不想报仇吗？谁说我不想了？可是你们知道秦风现在在什么地方吗？一句话直接让这些人哑口无言。秦昊继续说道，还有校规不允许私自打斗，你们这么出去找秦风报仇，不是明摆着触犯校规吗？到时候轻则逐出学校，重则直接处死，这是你们想要的吗？那我们就跟秦风生死斗。对，生死斗。好一个生死斗，我父亲的实力比我还强，可是在生死斗的时候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杀死，还有二婶带着我们秦家52个凡阶巅峰高手一起追杀秦风，最后全部死于秦风之手。他这样的实力，你们有谁是他的对手？就算是开启了生死斗，最后还不是增添一具尸体？被秦昊一顿训斥，这些人这才开始正视他们和秦风之间的差距，知道不是秦风的对手，可是又不甘心。那怎么办？难道我们的父母亲人被杀，我们什么都不做吗？有一个人愤怒地说着。别吵了，浩哥肯定早就已经有主意了，我们听浩哥怎么说。对，我们都听浩哥您的。所有人都看向了秦昊。秦昊想了想说道，我们肯定不是秦风的对手，不过秦风这小畜生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来，是我们整个秦家的耻辱，我们可以把这事情告诉秦雪，让他出手来帮我们秦家清理门户。啊，浩哥，我们秦家的事情为什么要让他一个外人来插手？住口！听到秦昊的话之后，顿时就有人不乐意了，不过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秦昊给制止了。可是众人都是一脸的不服。秦家的关系非常复杂，河阳城本来是秦家的发源地，应该是秦家正宗，可是秦孝武自从考入鲲鹏大学之后，将近20年的时间，只是在晋升超凡之后回去过一次而已，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李凤仪以及他的儿子秦霜都完全被他抛之脑后，从来都不过问，反而是在鲲鹏大学里面娶了副校长家的千金郑佩佩，重新组建家庭，一家人恩恩爱爱，好像这里才是他的家，而河阳城的那个秦家只是一个乡下的穷亲戚一样。对于后来考入鲲鹏大学的这些秦家子弟，秦孝武也很少过问，或者是有过任何优待，这让来自河阳城秦家的人心里都积压了一股怒火。这怒火他们自然不敢对秦孝武发。郑佩佩的话乃是郑氏千金，背靠实力强大的郑家，他自身也晋升超凡，更是连抱怨都不敢。秦云和秦雪更是骂不得，因为他们不但长得漂亮，是当之无愧的校花，自身实力也强，外公和父亲都是副校长，还有无数追求者，绝对是鲲鹏大学的公主。骂秦孝武和郑佩佩的话，说不定人家都不会搭理他们，可是骂秦云和秦雪这对双胞胎的话，估计那些追求者能立刻找他们生死斗。在这种憋屈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是私底下发几句牢骚而已。正是因为心里有了这个疙瘩，所以他们平时都不会主动去跟秦云和秦雪两人攀关系，就算是见到了，也只是当作外人。可是现在，按照秦昊所说，竟然是要求助于秦雪，这让自尊心作祟的他们一时间根本就难以接受。第78章，学生会上门。我支持浩哥，只要能报仇，别说是去求人，
就算是让我死都行。对，我也是。很快秦家人就统一了意见，毕竟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另一边，学生会之中突然响起一声愤怒的咆哮：啊，气死我了！我秦雪看中的别墅竟然让别人抢走了，简直是气死我了！发脾气的人正是秦雪，她长得的确非常漂亮，身材也好，是顶级的大美女。即便现在一脸愤怒，厉声咆哮，可是顶着那一张漂亮的脸蛋，依然很难让人生出恶感。他还是学生会的会长，拥有不小的权力，指着一群手下说道：你们都给我想一个办法，必须把我的别墅给我要回来。一直暗恋秦雪的李岩开口说道：小雪，你不要生气，这件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的那个别墅是分给了今年的省状元了，一个小小的省状元而已，随便给一个连排就好了，为什么要给他独栋别墅？因为这次的省状元可不一般，他可是取得了全国第3名探花的好成绩，给我们校长和省教育厅的人大长面子，所以才会特意奖励了他独栋别墅。哼，全国第3名有什么了不起的？也就是我没有参加高考，不然的话，我肯定能直接拿到全国第1名的好成绩。他只是考了一个第3，竟然还有脸抢我的东西，简直是岂有此理！小雪说的没错，不过对他来说，第3名已经很不错了。说起来，这人还和你有一些关系呢，他跟你一样也是姓秦，叫做秦风，是从河阳城来的。什么？竟然是河阳城的那些土包子！听到李岩的话，秦雪一脸的惊讶和嫌弃。他认为河阳城秦家过来的那些人都是乡下出来的土包子、穷亲戚，来到鲲鹏大学就是为了沾他爹秦孝武的光，就是一群蛀虫。嘿嘿，他可不是普通的土包子，据说他可是你爹的私生子。什么？秦雪拍案而起，勃然大怒。这些土包子沾我爹的光，我就懒得去管他们了。没有想到现在胆子竟然越来越大，都敢碰瓷我爹，连私生子都出来了。我绝对不能让这样的垃圾败坏我爹的名声。本来换成其他人，这别墅我也就不要了，可是碰到这种垃圾，别墅绝对不能便宜了他。说完之后，秦雪立刻就带着人去找秦风的麻烦。刚刚出了学生会门口，就碰到了过来求助的秦昊等人。秦雪对他们没有一丝好感，正想呵斥，却不想这次秦昊却是对他非常恭敬，而且说的还是和秦风有关的事情。秦雪这才听秦昊说下去。经过秦昊一番颠倒是非、添油加醋、故意抹黑的叙说，秦风直接被他说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魔。秦雪正愁没有正当理由去找秦风麻烦，要回别墅呢，现在正好就有了，顿时愤怒地说道：好啊，没想到这秦风竟然如此狼心狗肺，禽兽不如，这样的畜生来我们鲲鹏大学，简直就是我们的耻辱，我现在就带着你们过去揭穿他的丑恶嘴脸，把他赶出学校。说完之后，一行人气势汹汹地朝着秦风的别墅杀去。别墅中，秦风认真地看完校规之后，刘波一脸好奇地问道：秦风，你干嘛一来学校就看校规啊？秦风笑了笑说道：因为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啊，熟悉校规之后就可以尽量避免和别人发生冲突，做一个好学生。刘波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不愧是能考上状元的人，思想好超前啊，佩服佩服。不过这别墅区非常安全，一般学生根本就进不来，想发生冲突也不可能。轰！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别墅的大门就被人用大力一脚踢开。刘波吓了一跳，随后就是愤怒。刚刚还说这别墅区很安全呢，结果下一秒就被打脸了。好脾气的他也怒了，谁他喵的这么没有素质，不会敲门吗？不过看到一群人呼呼啦啦的冲进来，他的声音顿时就低了下去，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已经如蚊蝇一样，只有他自己能听到了。秦风不由得好奇，这刘波是射手工会的会长，怎么也算是一个人物了，怎么见到这些人这么害怕呢？刚刚是谁骂我们没有素质呢？给我滚出来！一声巨吼传来，秦风就看到一个1.8米的强壮女生走了出来，这女生满脸横肉，三角眼，声如洪钟，正在一脸不善地看着刘波和秦风。刘波被他吼得身子一颤，赶紧挤出了笑容，屁颠屁颠地走过去赔罪说道：美玉学姐对不起，刚刚我不知道是你们过来，不然的话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那么说啊。哼，原来是你，刘波，我谅你也不敢，不过整个学校还没有人敢骂我们学生会呢，你既然骂了，那就必须要受到惩罚，自己扇自己2个嘴巴子。美玉学姐斜着眼睛看着刘波说着。刘波稍微一愣，马上就啪啪的自己扇了自己2个嘴巴子，这让秦风不由得皱眉，他感觉这2个嘴巴子好像是扇给自己看的一样。就听美玉学姐不屑地看着刘波说道：好了，记住这次教训，如果还敢骂我们学生会的话，就不是2个嘴巴子能过去的了。是，不敢了，滚吧。美玉学姐冷冷地说着，一脸的不屑，就好像是驱赶苍蝇一样。刘波也不敢反驳，只想快点离开这里，可是出于责任，他还是回头看了一下秦风，有些迟疑。美玉学姐立刻就怒斥道：还看什么看，还不快滚！刘波给了秦风一个抱歉的眼神，然后就要转身离开。等等，
秦风开口说着，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秦风，尤其是那叫做美玉的学生会成员，更是满眼怒火。他让刘波滚蛋，秦风竟然阻止，这摆明就是要和他作对啊！对于这些人的愤怒目光，秦风浑不在意，对刘波说道：“刘波，你是我的客人，你不用走。”该滚蛋的！秦风冷冷地扫过美玉学姐和他身后的学生会成员，说道：“是你们。”第79章，原来校规是这么用的。静，寂静，死一样的寂静。这种手段是他们学生会惯用的下马威，只要秦风被吓到，那么接下来就可以随意拿捏。谁能想到秦风竟然这么刚？下马威还没有用完，秦风就直接和学生会硬刚，甚至直接指着他们学生会几十号人的鼻子让他们滚蛋。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有就连学生会自己都懵逼了。不过片刻之后，他们就反应过来，秦风你好大的狗胆，竟然敢骂我们学生会！对，快点跪下磕头认错，不磕够3000个头，今天这事情没法过去。磕头，自扇耳光。学生会的成员一个个怒不可遏地指着秦风大骂，美玉学长尤其骂得大声。听着这些人愤怒的骂声，秦风心里冷笑不止。果然这些家伙就是冲着自己来的，不然的话他们不会一开口就知道自己的名字，而且他们后面可是跟着好几个熟人呢。秦风一开始知道这些人是学生会的时候，也不想跟他们硬刚，他想要尽可能的低调，只想做个好学生，努力练级，尽快晋升超凡。可是这些学生会的人太过嚣张霸道，上来就让人自扇耳光，而且秦风还在他们中间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那就是秦信、秦红。虽然他们躲在人群后面，在秦风目光扫过的时候，他们还第一时间隐藏，可是秦风身为弓箭手，视力非常好，还是一眼就发现了他们。还有其他几个人虽然是陌生面孔，可是看自己的眼神满满都是咬牙切齿的恨意。这已经让秦风对这些人的来意有了一个大概的猜测，只是还没有证实，所以他故意指着这些学生会的人痛骂，让他们滚蛋。果然这些人一怒之下对自己开骂的时候，直接就喊出了自己的名字，这足以说明他们提前调查过自己，就是冲自己来的。既然是冲着自己来的，那么躲避是没有用的，只能直接对回去了。好在他刚刚已经看完所有的校规，他有足够的信心在不触犯校规的情况下把这些人赶走。各位对不起，秦风是第一天入学的新生，他还不知道你们学生会，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吧。刘波看到秦风一下触怒了学生会这么多人，顿时就知道事情麻烦了，赶紧大声说着为秦风求情。那些学生会的人却是完全不搭理他，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刘波只能来到秦风身边说道：“秦风，你快点道歉，不然就完蛋了。”秦风却是云淡风轻，完全没有把这些学生会的人看在眼里，对刘波安慰说道：“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只管坐下看戏就行。”随后他指着学生会的人大声喝道：“你们给老子闭嘴！”他一声大喝，气势爆发，击杀500多人积累出来的气势一下就镇压全场，让这些学生会的人立刻全部闭嘴。秦风冷声说道：“这里是别墅区，校规第402和403条明文规定，普通学生不得无故进入别墅区，更不得随意破坏别墅区内的建筑和威胁别墅区内人员的生命安全，否则视情节严重程度，轻则开除，重则开除加上废除等级，强制转至生活职业。你们这些人不但擅自进入别墅区，破坏我的别墅大门，现在还殴打我的客人，更加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已经触犯了2条校规，而且情节绝对是非常严重，我只要叫来校警，你们这些人最轻都要被开除。”听到秦风摆事实讲道理，甚至把校规都给拿了出来，顿时这些学生会的人都是面面相觑，眼睛里面浮现出了一丝恐惧。尤其是你，秦风手指着美玉学姐大声呵斥说道：“这些人里面你的过错最大，受到的惩罚肯定也是最重的，现在我限你10秒钟之内立刻在我眼前消失，不然的话我立刻就通知校警，到时候你就只能被开除去转至生活职业了。”那美玉学姐听了之后，顿时眼中的恐惧之色更浓。刘波看到秦风3言2语就把这些不可一世的学生会成员吓得不敢说话，顿时对秦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原来校规竟然有如此之大的作用，怪不得一开始就认真研读校规呢。回去之后我也要熟读校规。刘波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秦风你好大的口气啊，竟然敢给我们学生会的头上扣帽子。秦风本以为会把这些人吓走，谁知道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声音响了起来，而且还是非常不屑的语气。秦风循声望去，就看到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生走了出来。之前秦风就注意到了她，毕竟长得非常漂亮，即便是在人群中间也是如同鹤立鸡群一样非常耀眼。不过秦风也是稍微扫了一眼而已，并没有在意。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没有被他吓住，这位自然就是学生会会长秦雪。看到秦雪亲自出面，顿时那些原本被秦风吓到的人都是眉头舒展，
有了秦雪做靠山，他们无所畏惧。你是谁？你认为我说的不对吗？秦风开口问着。这是我们学生会的会长秦雪。美玉学长一脸傲然地介绍说着。有了秦雪出面，他也不害怕了。秦雪。秦风一愣，这难道就是秦孝武的双胞胎女儿之一？回头看了一下刘波，就看到刘波色眯眯地看着秦雪，一脸猥琐的样子。这下秦风可以确认了，看来是要替秦家人出头啊。秦风心里冷笑说着。秦雪说道，校规的确有规定，普通学生不得无故进入别墅区，可是我们不是普通学生，我们是学生会成员，我们也不是无故进入别墅区，我们是在进行查房任务，这是我们学生会的工作和权利。听到秦雪的话之后，顿时其他人也都兴奋起来。会长说的对，我们可不是普通学生，而是学生会成员，而且我们是在执行我们的查房任务。秦风，你竟然敢阻碍我们执行学校交给我们的任务，还对我们出言恐吓，应该被立刻开除，逐出学校。第80章，给你机会你不要啊？对，开除，开除。这下刘波又开始一脸担心地看向秦风，不知道他该怎么应对。无知法盲。秦风冷声说着，一个人的声音就压过了对面所有人。你们难道一个看过校规的人都没有吗？你们学生会的确有查房的权利，可是查房的范围也仅限于普通的学生宿舍，你们连进入联排别墅的权利都没有，更不要提独栋别墅区了。联排别墅住的老师居多，独栋别墅则多是学校高层，能让他们学生会查房才有鬼呢。秦风继续说道，一群法盲，连自己的职责都没有搞清楚，还自称学生会，干脆早点解散好了。听到秦风的话之后，这些学生会顿时再次哑火，一些人都纷纷看向秦雪，希望他能反驳秦风，但是秦雪却是脸色难看，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过校规，能反驳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这第2次根本就无从反驳。秦雪感受到其他人的目光，脸色更加难看，原本是想要对秦风兴师问罪来的，现在却是被对方用校规压制，之前想到的一些手段完全施展不出来。他顿时恼羞成怒说道，哼，谁说我们学生会查房不能查别墅区？我说能查就能查，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别墅了，整个鲲鹏大学就没有我秦雪不能查的地方。会长威武！会长说的对，整个鲲鹏大学就没有咱们会长不能查的地方。学生会其他成员听了之后，也都是一脸兴奋的大叫起来。秦风微微皱眉，这是完全不顾校规，要耍公主脾气了吗？听到其他人的恭维，秦雪立刻就洋洋得意起来，甚至还挑衅地看着秦风，指着秦风用一种审判者的口吻说道，秦风，我们学生会今天不止要查你的别墅，我们还收到了别人的举报，说你在河阳城高考期间夺宝杀人，甚至还目无尊长，辱骂长辈，还杀死了你的后妈，这些事情你承不承认？果然，这就开始了吗？秦风冷笑，看来你们学生会不只要查房，还要取代治安局查案啊。秦风，你不要在这里阴阳怪气，虽然我们学生会不查案，可是我们学生会要维护学校风气，我们绝对不能让一个杀人犯进入我们学校里面来，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秦风，你就说你承不承认杀人？秦风笑道，我承认我杀了人。好啊，你果然是一个杀人犯，你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进入我们鲲鹏大学？对啊，必须立即开除，我们不要杀人犯做我们的同学。听到秦风承认杀人，顿时这些人叫的就更起劲了，就连刘波都悄悄地和秦风拉开了一点距离。秦风看到躲在后面的秦信、秦红，还有他们身边的几个人，都是露出了奸计得逞的笑容。秦风继续说道，我不但承认我杀了人，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我具体杀了多少。秦雪顿时眼睛一亮，追问道，你杀了多少？秦风说道，高考期间我杀了520个，高考结束之后我又杀了53个。什么？那不是有573个了？这怎么可能？听到秦风的话之后，顿时这些人都是一脸震惊，这他喵的就算是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连环杀人犯，也没有秦风杀得多吧。很多人看着秦风的眼神都多出了一丝恐惧，如果只是杀了1、2个，那么他们还敢审判秦风，可是杀了这么多，他们就只有恐惧了。忘了告诉你们了，高考结束当天晚上我还杀了一个，而且还是当着林海军校长和杨胜道厅长的面杀的。什么？当着林校长和杨厅长的面杀的？这怎么可能？秦风的话犹如一个炸弹一样，再次把他们炸得迷迷糊糊。当着那2位大佬的面杀完人还能顺利入校，这就说明秦风没有问题，就算真的杀人，2位大佬都没有说什么，他们这些学生就更没有资格置评。顿时秦雪就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尤其是当他看到秦风正在以一种似笑非笑嘲讽的笑容看着他的时候，他就更怒了。他可是一直被人称为是鲲鹏大学的公主，就连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所有人都护着他，顺着他，把他当成宝贝。
可是面前的这个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土包子，竟然敢愚弄他，嘲讽他，这如何能忍？心中的怒火如同火山一般喷发出来，指着秦风大骂：“秦风，你嚣张什么？你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野种，竟然还敢到处跟人说你是我爹的私生子，简直是不知廉耻！就算你自己没爹，你也不能到处乱抢别人的爹。难道你娘连这些基本的道理都没有给你说过吗？”哈哈，会长骂得好，说不定他不但没爹，他连妈都死了呢！哈哈哈！其他人也跟着一起骂了起来。听着这些不堪入耳的辱骂，秦风眼中的寒意越来越浓，杀意也是越来越浓。秦风身上可是足足背着500多条人命，这种用人命堆出来的杀意，虽然说不清道不明，可是却是实实在在能让人感受得到。很快那些学生会成员的辱骂就停止了，他们看着秦风的眼睛，心底不由自主的就升起一股寒意。你要干什么？秦雪结巴的说着，声音发颤。你们立刻滚出别墅，在我面前消失！秦风冷冷的说着，声音如刀，杀意凛冽。秦雪不由自主的后退了一步，可是随后他就觉着这是一种耻辱，自己竟然被秦风这个土包子给吓得后退，这简直不能忍受。于是秦雪的公主脾气再次上来了，说道：“该滚的人是你，我爸说了，以后整个鲲鹏大学都是我们家的，你又算个什么东西，敢叫我滚？该滚的人是你。好，给你机会你不要，那么就不要怪我了。我秦风。”秦风手指秦雪说道：“要与你秦雪生死斗。”第81章。不，我偏要打。全场震惊，谁也没有想到秦风竟然这么刚，直接就要生死斗。一旦开启，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秦风，你好大的狗胆！你知道小雪是什么人吗？赶紧取消生死斗，不然的话，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了的。学生会里面一直没有说话的李岩，这个时候也被吓到了，赶紧站出来对秦风大声呵斥，让他取消生死斗。秦风丝毫不为所动，阴冷的目光盯着秦雪说道：“我管他是个什么东西，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会取消生死斗。如果不敢的话，就赶紧从我的别墅里面滚出去，以后再也不要在老子面前出现。”秦雪什么时候被人当众羞辱过，顿时大怒，指着秦风骂了回去：“秦风，你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野种而已，生死斗就生死斗，你以为我会怕你？”直接就哭了出来，非常后悔跟秦风生死斗了，赶紧跟他妈求救！谁敢杀我女儿？伴随着一声愤怒的咆哮，一个强大的超凡气息冲天起，直接朝着秦风的别墅飞身而来。正是秦雪的母亲郑佩佩。妈，我在这，快救我呀！呜！秦雪看到郑佩佩之后，立刻大声求救。郑佩佩看到那生死擂台，顿时明白怎么回事。小雪不怕，妈来救你。说完之后，法杖一挥，顿时就凝聚出了一个上百米长的冰龙，朝着生死擂台上的防护结界冲撞上去。可是这冰龙看着非常厉害，撞到结界上却只是让结界泛起了一丝涟漪而已，根本就没能打破结界。见状，郑佩佩更加着急，秦雪也哭得更大声了：“妈，快点救我出去，我不想死啊！”郑佩佩说道：“小雪不怕，妈不会让你出事的。”随后看向秦风，恶狠狠地说道：“小子，不管你是谁，如果敢动我女儿，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秦风闻言，眼中的寒气更盛，嗖嗖嗖，当着郑佩佩的面又朝着秦雪射了几箭。虽然都被天使翅膀给挡住了，可是还是把里面的秦雪吓得哇哇大哭。你！郑佩佩大怒，可是有生死擂台上的结界阻隔，他的实力根本就不足以打破结界。据说这生死擂台是一件神话级的超级武器衍生出来的效果，那件武器是鲲鹏大学的镇学之宝，除非同样使用神话级武器，不然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打破他的结界。妈，快救我呀！秦雪哭着求救，因为天使翅膀已经逐渐变得透明，效果很快就会消失，到时候他就死定了。小雪不怕，妈这就救你出来。郑佩佩拿出一件道具，使用之后，一道接引虹桥出现，这接引虹桥直接穿透结界，把秦雪从结界里面拉了出来。妈呜！秦雪一脱困，立刻就扑到郑佩佩的怀里，委屈的大哭起来。郑佩佩也是极力安慰。而没有了对手之后，生死擂台也就快速消失。这个时候，郑佩佩愤怒地看向秦风：“小子，敢杀我女儿，给我死！”说完之后，就再次凝聚出一条上百米长的冰龙，朝着秦风冲撞了过去。这是超凡强者的全力一击。秦风抬手之间捏碎了3个人偶，正是林海军之前给他的那3个人偶，一个圣职者，一个蜘蛛，还有一个林海军自己的人偶。3个人偶一出现，以一个倒三角的阵型挡在秦风面前，阻挡冰龙的攻击。圣职者和蜘蛛人偶直接被冰龙碾碎，身体爆炸。他们虽然有一丝超凡之力，
可是和真正的超凡比起来，什么都不是。不过这也为第3个林海军人偶争取了一点时间。林海军人偶直接发动大招，大量的藤蔓破土而出，快速生长出来，如同触手一样朝着冰龙身上缠绕上去，想要把冰龙给困住。可是冰龙随便一动，顿时所有的藤蔓都被震断，还有大量的寒气顺着藤蔓蔓延，不仅把藤蔓冰冻，就连林海军人偶也一样开始被冰冻，寒冰蔓延到他的双手、胳膊，甚至是整个身体。那冰龙在郑佩佩的控制下，继续朝着秦风碾压过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林海军人偶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超凡之力，身上的寒冰崩碎，原本木然的眼神也变得灵动起来，看了冰龙一眼，随手一挥，顿时藤蔓就好像是火山喷发一样，直接从地下喷射出来。原本只有大腿粗的藤蔓，现在每一根直径都有3-4米，长上100米，每一根藤蔓都比那冰龙还要粗长，一下就把冰龙死死困住，稍微一用力，冰龙就被藤蔓撕碎。秦风得救了，郑佩佩却是大怒，看了林海军的人偶一眼，稍微一犹豫，就要再次凝聚出寒冰巨龙出来，把秦风杀死。就在这个时候，又有几道比郑佩佩强大的多的超凡气息冲天起，直接就把天空中的云彩冲散。随后几人化作流星，眨眼间就来到了现场。其中一个正是林海军本人，还有2个人和林海军站在一起，也是超凡无疑。其中一个身形高瘦，气息威严，冰冷的眼神扫了秦风一眼，秦风就感觉一股寒意直透心底，浑身冰凉。秦风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敌意，加上这人和郑佩佩的样貌有些类似，所以秦风基本上可以猜到，这人应该就是郑佩佩的父亲，第一副校长郑宏德。自己差点杀了他的外孙女，他自然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好感。最后一个人则是一个儒雅的中年人，穿西装，戴眼镜，身上有一股书卷气息，像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样子。第83章护佑。小雪，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谁欺负你了？跟外公说，外公给你主持公道。郑宏德看到秦雪哭得伤心，心疼地说着。外公，呜！秦雪立刻就扑到郑宏德的怀里，继续哭了起来，而且哭得更大声了。郑佩佩恨声说道：爹，刚刚小雪差点被人杀了。什么？是谁？竟然敢在学校里面公然谋杀我的宝贝孙女！郑宏德大怒，他身上爆发出的怒气直接让周围的气温下降10几度。就是那个小畜生！郑佩佩指着秦风说着：敢杀我孙女，该死！郑宏德不问青红皂白，阴冷的眼神盯上秦风，秦风就感觉周围都变成了一片冰天雪地，他的身体迅速被寒气侵袭，丝毫都动弹不得，片刻之间就要死去。在郑佩佩的攻击面前，他还可以逃跑和反击，可是郑宏德的实力明显比郑佩佩高出了不知道多少倍，秦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林海军直接站在秦风的面前，挡住了郑宏德的怒火。秦风周围出现的冰天雪地的幻境直接消失，那足以秒杀他的极寒也同样消失。林海军说道：老郑，事情的原委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能直接动手杀人呢？再说了，秦风可是今年的省状元，更是全国第3名的探花，在中央教育部都已经有备案的，如果入学第1天就稀里糊涂被杀的话，我们也不好跟中央教育部交代。听到林海军的话之后，郑宏德和郑佩佩的眼中都有一丝诧异闪过，因为信息量太多了。一是秦风姓秦，多半就跟秦孝武有关；二是秦风居然就是今年的省状元和全国探花，有这样的身份，他们的确是不好直接动手杀人。既然如此，那就说说具体怎么回事。郑宏德阴损一样的目光看向学生会的一群人，这些人平时面对普通学生的时候，一个个嚣张跋扈，眼高于顶，肆无忌惮。可是现在面对郑宏德，他们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低下头去不敢说话。郑宏德指着美玉学姐点名说道：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美玉学姐浑身一颤，吞了口唾沫，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们……结果半天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这个时候，那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站出来说道：郑老，你这气势太强了，都把孩子们吓到了，还是我来吧。那就你来吧。中年人平和的目光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李岩的身上。李岩，你来说一下吧。李岩说道：我们学生会只是正常的查房。刚刚说了一句就被中年人打断了，说道：李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学生会查房的范围仅限普通宿舍区吧？这里可是别墅区，你们哪来的权利来这里查房？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说清楚，如果敢撒谎，校规暂且不说，回去之后也要家法伺候。李岩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额头上有冷汗冒出来，赶紧说道：是，爹。原来这中年人是李岩的父亲，不过这也正常，能跟秦雪这位鲲鹏大学公主玩到一块的，肯定也是其他的太子党之流。是这样的，这别墅本来是小雪先看上的，可是后来被秦风截胡，小雪就想要把别墅夺回来，
这个时候，秦昊过来说秦风在河阳城杀了他们秦家好多人，是一个六亲不认的杀人犯。于是我们就过来，想要利用这个理由把秦风赶出别墅，把别墅夺回来。听到这里，郑佩佩恶狠狠地看了一眼躲在人群后面的秦昊，秦昊顿时冷汗都出来。他本来只是想要暗中挑唆，利用秦雪给他们自己报仇，现在却是直接在郑佩佩和郑宏德的面前被拆穿。郑佩佩本来就对他们河阳城的秦家之人没有什么好感，但是看在秦孝武的面子上并不为难。可是这次之后就不一定了，估计以后有他们受的了。眼镜中年人继续对李岩问道：“就这些吗？”李岩稍微犹豫了一下，说道：“还有我们知道秦风是秦副校长的私生子，小雪觉着这是秦风自己散播出去的谣言，就是为了碰瓷秦副校长。小雪一气之下就骂了秦风。”众人闻言都看向秦雪，秦雪本来已经哭得很小声了，可是被这么一看，顿时哇哇大哭了起来。加上有郑宏德护着，谁都不会去问秦雪。不过不说就已经是默认了。第84章拉拢。眼镜中年人扫视了一圈学生会成员，充满威严的声音说道：“好了，现在事情的原委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你们这些学生会的人看小雪年龄小，在她面前搬弄是非，利用你们手里仅有的权力肆意妄为。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暂停你们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全部整顿。什么时候整顿好了，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学生会的职责？”学生会的这些人一个个垂头丧气，可是也不敢反驳。李岩却是仗着自己的身份说道：“我不服，即便是我们有错在先，难道秦风就没有错吗？再怎么样，秦雪也只是一个女孩子，秦风身为一个男孩子，怎么可以直接跟小雪生死斗？够了，给我住口！”眼镜中年人脸色铁青，说道：“李岩，本就是你的错，不但不认错，还敢狡辩，难道这就是我平时教育你的吗？你宣布，你以后不再担任学生会任何职位，回去之后面壁思过2天，禁足1周。”啊，爹，我……李岩还想要反驳，不过被眼镜中年人一瞪，顿时到了嘴边的话都给咽了回去，只能不情不愿的闭嘴。这时候林海军站出来说道：“好了，事情的原委都已经搞清楚了，我看郑豪的处罚就很好，还有秦风也的确是和校武有关系，说到底你们其实都是一家人，我看这件事情就到这里结束吧。”哼！郑宏德冷哼一声，明显不满意。郑佩佩也是恶狠狠地看着秦风说道：“这怎么可以？我女儿可是差点被杀死了。”林海军说道：“生死斗是需要双方全部同意才能开启，而且按照校规，生死斗开启外人是不准插手的。”林海军这就是在点郑佩佩，因为他干预了生死斗，从这一点来说，他才是破坏校规的那个人。林海军点出这点，就是让郑佩佩不要继续咬着不放。郑佩佩冷哼一声，转过头去不看秦风。林海军说道：“好在这次的生死斗及时被制止，没有造成伤亡。不过秦风你做事太冲动了，小雪算起来可是你妹妹，你怎么可以受点委屈就跟你妹妹开启生死斗呢？这样，这别墅既然是小雪想要的，那么秦风你就把这别墅让出来，就算是给小雪的赔罪吧。”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林海军直接就下了盖棺定论，甚至都没有问秦风的意见。不过秦风也没有出言反对，他知道他现在的实力太弱，在这些大佬面前根本就没有说话的份。别墅就不用了，一栋别墅而已，我还没有放在眼里。既然小雪想要，回头外公送你2套，比这里更大更舒服，风景也更好。我们走。说完之后，就直接带着秦雪和郑佩佩转身离开，甚至都没有跟林海军道别。林海军眼睛中闪过了一丝不悦，不过很快就消失。他转过头来看着秦风说道：“秦风，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林海军叹息一声说道：“本来这别墅只是想要作为探花的奖励而已，不想竟然惹出了麻烦，让你得罪了郑宏德第一副校长，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哎，现在郑宏德校长的话比我这个郑校长还要有分量，我虽然能护住你一次，可是不能次次护你。现在既然因为这别墅惹怒了他，我看你就不要继续在这别墅里面住了，还是和其他学生一样住到普通的宿舍去吧。”说完之后，直接交给秦风一把普通宿舍的钥匙。看着那钥匙，秦风说道：“校长，你准备的很齐全啊。”校长微微一愣，没有等他说话，秦风就接过钥匙，感谢说道：“谢谢校长。”林海军拍了拍秦风的肩膀，意味深长的说道：“好好干，你可是咱们彩云省的第一天才，本校长肯定会重点培养你的。”秦风听了之后，心中一动，开口说道：“校长，既然要重点培养我，那么能不耐先给我一些武器？你看我现在还在用1级的武器呢。”秦风把1级的小木弓亮出来卖惨。林海军笑道：“正好我有一个早就不用的弓，就给你吧。”林海军直接拿出一把神器弓交给秦风。秦风接过弓，立刻查看属性：暴风之弓，红色神器装备，主武器，等级25级，攻击力加100，攻速5，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10%几率额外发射1支箭矢。附加属性2，
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流血状态。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10%几率提升自身移动速度20%。附加属性4，攻击时有10%几率造成穿透。不错不错，不愧是神器，攻速达到了5点，比自己的小木弓还要快，而且还能额外发射1支箭矢，这相当于攻速翻倍，1秒10箭，简直恐怖！这就是专门给自己准备的呀。看到这暴风之弓的属性之后，秦风对自己心里的推测已经可以确定了，道谢说道：“多谢校长专门给我准备的这把弓，嘿嘿，这下你满意了吧？”“满意，校长放心，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那就好，我走了。对了，我那个人偶你可要放好了，关键时刻可以保命。”“谢谢校长。”林海军看向刘波说道：“你叫刘波？”“是的，校长。”刘波赶紧回答：“以后多帮秦风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是，校长。”随后林海军就和眼镜中年人离开了。第85章睡觉。秦风，你太厉害了，差点杀了秦雪，竟然一点事都没有。林校长亲自保你不说，完了还送你神器弓，你和林校长到底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当然是被那老头子给坑了一把了。秦风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林海军肯定一开始就知道这别墅是秦雪想要的，奖励给他就是为了让自己和秦雪爆发矛盾，最后只能找他林海军做靠山。不过这也是秦风想要的，有了林海军这个大靠山之后，他以后在大学里面行事就不用小心翼翼，就算是捅个窟窿出来也有林海军给兜着。只是林海军为什么会这么大费周章的拉拢自己呢？想到之前郑宏德对林海军的态度，秦风对刘波问道：“刘波，我问你一下，现在林校长和郑宏德谁更厉害？”“你问的是实力还是势力？”“都有。实力的话，林校长和郑宏德应该差不多吧，不相上下。势力的话，按理说林校长是郑校长，应该是他的势力更大，可是实际上郑宏德第一副校长的势力要更强一些，学校里面大多数部门现在都被郑系把持，郑宏德的话甚至比林校长的话还要管用。秦雪经常说整个鲲鹏大学都是他们家的这种话，大家也都觉着理所当然，这也是在鲲鹏大学里面没有人敢动他的缘故。当然了，秦风你是一个例外。”秦风直接忽略了他最后一句话，继续问道：“为什么郑宏德一个副校长能压过林海军这个郑校长呢？”刘波说道：“还不是因为他们背后的家族实力差距非常大吗？鲲鹏城有3大家族，郑家、林家、李家，原本3家实力差不多，算是3足鼎立吧。但是最近这20年，郑家持续发力，不断有人晋升超凡，截止到目前为止，郑家一系的超凡强者已经多达8人，而且秦孝武更是被公认的潜力第一，以后甚至会超越林海军和郑宏德的存在。而林家算上林海军校长也只有3个超凡，李家就更少了，只有2个。他们2家加起来的超凡数量都没有郑家多，说话的底气自然就不足。所以郑宏德别看是副校长，他在学校里面的权威要远远超过林海军校长。果然还是实力决定一切嘛。”秦风感叹说着，他继续问道：“对了，你说的李家，刚刚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是不是就是李家的人？”“没错，他就是李家的家主李正豪。”“这李正豪站哪边？是林校长还是郑宏德？”“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是更偏向郑宏德吧。那个李岩就是李正豪的儿子，他是秦雪的头号舔狗，整天围绕在秦雪身边。如果李家不是偏向郑宏德的话，怎么会让李岩那么亲近秦雪？”话虽这么说，可是秦风却是觉着李正豪应该更偏向于林家，因为今天他应该是和林海军一起帮了自己，还有林海军现在拉拢自己，明显就是想要反击郑家。如果李家已经倒向了郑家，那就是林家的3个超凡对抗郑家和李家的10个超凡，这实力差距太大，根本就没有赢的希望。只有林家和李家联合5个超凡对抗郑家的8个超凡，这才有可能反击成功。问清楚这些事情之后，秦风捡起地上的林海军人偶。普通的人偶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可是这个林海军人偶用了一次又变成了人偶的样子，还能继续使用。而且之前这个人偶大发神威的样子，秦风也见识到了，竟然可以镇压郑佩佩的冰龙。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可是这人偶应该就是林海军给自己的护身符，有了这东西，普通的超凡都伤不到他。把人偶放进背包里面，秦风就在刘波的带领下朝着他现在的宿舍走去。不一会就到了宿舍401，这就是我现在的宿舍了。看了一下门牌号，秦风就开门进去了。里面有6个床铺，都是上下铺的那种。秦风的铺位是6号，是在最里面的上位。秦风昨天晚上就一晚没睡，白天的时候先是被李凤仪他们追杀，到了学校之后又跟秦雪打了一架，早就累了，现在终于有了可以休息的地方，他直接就爬到自己的铺位上面，盖上被子就睡了起来。刘波见状，加了秦风好友之后就离开了。不一会，
秦风睡得迷迷糊糊之间，听到宿舍门被推开，陆续有人进来，应该是和自己同宿舍的人过来了。不过秦风现在太累了，他现在只想睡觉，不想跟他们客套之类，于是继续盖着被子睡觉。不过迷迷糊糊之间，他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声音。我擦，本来想要利用秦雪带领学生会的那些人干掉秦风，最不济也要把秦风给赶出去，谁知道学生会的人那么菜，连他喵的校规都没有看过，被秦风用校规压制的死死的。还有秦雪也是一个脑残，学生会那么多人，直接一起上，把秦风打死不就行了吗？偏偏要去跟他生死斗，结果自己差点被杀死，被打得哇哇大哭，真是丢人现眼。听到这个声音，半睡半醒中的秦风微微皱眉，怎么好像是秦信的声音啊？而且还提到了自己。算了，应该是这几天一直和他打交道，做梦都能梦到他，真是晦气。秦风继续大睡。这个时候又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信哥，别生气了，这学生会传言那么厉害，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实际上那么菜不是吗？还有秦风那个家伙也是，做事完全不计任何后果，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直接跟秦雪生死斗。不过这次他也彻底得罪死了郑家，郑家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就算这次有校长出面护他，可是校长总不会一直护他，迟早秦风都会被郑家的人给弄死。秦风再次皱眉，这次的声音怎么那么像秦红的？该死，连秦红都做梦梦到了，真是太晦气了，自己宁愿做一个噩梦，也不想做这样的一个晦气的梦。秦风继续睡觉。第86章，秦风，怎么是你？不过那些人的谈话还在继续。你们两个不要说了，这次不只是秦风得罪了郑家，就连我们也同样得罪了他们。这次的声音是陌生声音，不过秦信的声音马上就响起：浩哥，我们怎么得罪郑家了？当然是我们利用秦雪对付秦风的事情被他们看出来了啊！难道你们之前没有见到郑佩佩看我们那吃人的目光吗？我们能骗得了秦雪，骗不了郑佩佩啊！啊，那我们怎么办啊？郑家其实不用那么担心，毕竟有我们二叔这层关系在，郑佩佩多半不会对我们出手。哎呀，浩哥，你说话直接说完嘛，吓了我一跳。既然不会对我们出手，那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担心啊。虽然不用担心郑家的报复，可是还有学生会啊！啊，学生会为什么会来报复我们啊？当然是因为他们被勒令停职啊！他们嚣张惯了，怎么会忍下这口气？肯定会找人出气。秦风连秦雪都敢打，他们肯定不敢去招惹秦风了。那剩下的唯一目标就是我们了。啊，这怎么办啊？这次又是秦信的声音，不过他还没有得到回答，就听到宿舍门被人大力踹开，随后就传来了一个粗犷的女声：你们这些混蛋果然在这里，竟然把我们当枪使去对付秦风，不但差点害死小雪，还让我们学生会停职。你们这些家伙真是活腻了，兄弟姐妹们，把这些秦家的土包子给我往死里打！咦，这声音也好熟悉，这应该是学生会那个美玉学姐的声音啊！哎，怎么这个家伙也出现在自己的梦里，真是太晦气了。不过好像是他带着学生会的人来殴打秦家人了，这倒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了。秦风迷迷糊糊地想着，随后就听到有一大群人冲了进来，然后对着里面的人一顿暴揍，传来了秦信、秦红等人哀嚎的声音。哎呀，别打了，美玉学姐，我们没有把你们当枪使啊！哼，还不承认？看来还是打得轻，给我狠狠地打，打死算球！噼里啪啦，一顿暴揍。啊，别打了，我的牙掉了！哎呀，好痛啊！你太过分了，打人不打脸的。兄弟们，他们已经被撤职，不是学生会成员了，我们跟他们拼了！似乎是秦家人被打得狠了，竟然开始反击。秦风竟然又听到了美玉学姐的惨叫声，不过好像是学生会的人数要远远的超过秦家人，所以很快秦家人就被再次压制，而且这次下的手更狠。哎呀，我的胳膊断了，别打了，我服了。我的腿断了，快点送我去医院。喂，打别的地方都可以，别打我弟弟啊，我还没有娶媳妇呢。这次秦家人被打得更惨了。秦风因为太累，又以为这是在做梦，所以一直都没有醒。不过听着秦家人的惨叫声，秦风睡梦中嘴角都露出了笑容。就在秦风以为这场梦就要结束的时候，突然他听到有人说道：美玉学姐，这床铺上面还有一个人。什么？竟然还有人？这一屋子都是姓秦的，那还等什么？把他给我拉下来，使劲打！是，美玉学姐。随后秦风就感觉一股大力传来，他和他的被子一起被人从床上拉了下去。秦风因为还处在半梦半醒之间，所以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就这么被重重的摔到地上。随后有人把他身上的被子给扯走，然后抓住他的衣服把他提了起来，骂骂咧咧的说道：看着你自家人被打，你竟然害怕的躲在被子里面，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这样的窝囊废了，看我不打你个满脸桃花开！这个学生会的成员大骂着，已经把砂锅大的拳头举起来，要对着秦风的脸砸下去。
可是当他看清楚秦风的脸的时候，那拳头却是停在空中，再也砸不下去，他自己都吓得浑身颤抖起来。秦风，好疼啊！秦风摸着后脑勺，刚刚直接从床上被拖下来，摔得他脑袋嗡嗡的，后脑勺起了一个大包，一摸上去火辣辣的疼。不过这也终于让他彻底醒了过来。他看着面前熟悉的面孔，这不就是学生会的其中一员吗？之前还在别墅见过呢。还有对方那扬起来的拳头是要打自己吗？秦风大怒，他都已经2天没有睡觉，刚刚睡着没有多久，就被他从床上拖下来，脑袋上摔一个大包，还要用砂锅大的拳头打自己的脸，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眼神逐渐变得愤怒而冰冷。那个举着拳头的学生会成员看到秦风的眼神，顿时就感觉浑身冰凉，似乎是被一个地狱的恶魔盯上了一样。秦风，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去死！秦风懒得听他废话，直接一脚把他踢飞出去。这一下整个宿舍中所有人都朝着秦风看过来。当看到秦风的脸的时候，无论是打人的美玉学姐等人，还是被打的秦家人，都是一脸的震惊。秦风，怎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他们一起开口问着。第87章，大事不好，秦风你快躲一下吧。怎么是我？你们这些混蛋让我丢掉别墅，只能来住这6人宿舍，竟然还要继续追过来，趁我睡觉偷袭我。既然你们要打，那老子就跟你们打。秦风瞪着血红的眼睛说着，身上散发出浓郁的杀气。整个宿舍中所有人都被他给吓到了。美玉学姐这些人最是欺软怕硬，而秦风可是连秦雪都敢打，背后还有林海军校长护着。他现在最不想招惹的就是秦风了，可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他如果知道秦风在这个宿舍的话，就算是花钱请他来，他都不会来。而秦家人比他们更加恐惧，尤其是秦姓秦红，他们可是亲眼目睹过秦风的光辉战绩的，足足500多人都被秦风杀死。现在看到浑身都散发出杀气的秦风，他们浑身都因为恐惧而颤抖。不过秦风现在已经出离的愤怒了，说完之后直接就是一拳朝着美玉学姐那张大饼脸砸了过去。秦风，误会啊，我们不是来打你。美玉学姐赶紧解释，可是还没有等她说完，秦风的拳头已经打在了她的脸上，一拳下去直接把脸打歪，并且陷入了眩晕状态。秦风虽然愤怒，不过还有最后一丝理智，所以他把所有异常状态几率全部叠加到了眩晕上面。这样用拳头打，只能让对方感受到疼痛和被眩晕，而不会死人。马德，让你把我的别墅搞没，让你趁我睡觉偷袭我，让你阴魂不散，让你长这么丑。秦风说一句话就朝着美玉学姐脸上打上一拳。很快，美玉学姐那张本来就已经非常丑的脸直接被打成了猪头，这下她更丑了，怕是连她妈来了都认不出来她了。美玉学姐眼泪汪汪，非常委屈。我擦你秦风，我真的不是来偷袭你的啊，如果知道你在这里，打死我都不来啊。可是她也只能在心里呐喊，因为已经被秦风眩晕了，她根本就喊不出来。其他人看着美玉学姐被打，是一个阻挡的都没有，甚至还有一个学生会的成员正在悄悄地往门外走，想要逃跑，可是随后就被秦风一拳砸倒。他站在门口，犹如杀神一样，指着满宿舍的人说道：他妈的，你们这些人趁我睡觉偷袭我，一个都别想跑。砰砰砰，秦风一拳一个，全部撂倒，没有一个人能挡住他一拳，主要是他这拳头附加眩晕的异常状态，谁都扛不住。秦风，冤枉啊，我真的不是来偷袭你的。当他走到秦信面前的时候，他吓得连连后退，一边后退一边还大声解释：那你是来干嘛的？啊，我来干嘛的？秦信直接被问懵逼了。不过他马上就想起来，他是分宿舍被分到这里来的呀，这里就是他的宿舍呀。正要回答呢，却是听到秦风说道：哼，偷袭了我连承认都不敢，还想要找理由？看打！一拳狠狠地砸到秦信的鼻子上，他的鼻子之前就被学生会的人给打破了，现在秦风加上一拳，顿时伤上加伤，鼻梁骨都给打断了，剧烈的痛苦直接让他眼泪横流。不过秦风的拳头还在继续朝他的脸上落下。马德，你这个胆小鬼，不敢跟老子正面战斗，就喜欢背后搞偷袭是吧？让你搞偷袭，让你挑拨离间，让你打扰我睡觉。很快，秦信也步了美玉学姐的后尘，同样被打成了猪头。秦风看向秦红，秦红已经被秦风的凶狠吓破了胆，他可不想变成秦信那样的猪头，指着旁边的一人说道：秦风，挑拨秦雪去找你报仇的事情不是我做的，是秦昊做的，真的跟我无关啊，你别打我呀。一旁的秦昊听了，恨不得打死秦红这个王八蛋。不过秦昊还算是有点勇气，他怒视着秦风说道：秦风，校规明确规定，不准斗殴，不准殴打同学，你如果立刻停手，我可以既往不咎，可是如果你还敢打我的话，我一定要上报学校，到时候你就等着被开除吧。啊！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秦风就一巴掌狠狠地扇了过去，直接把他的脸扇肿了。我去你妈的吧！不让斗殴，难道就让你们偷袭我了吗？你们趁我睡觉偷袭我在先，还不准我反击了？校规我可是在入校的第一时间就记下来了，还用得着你来给我科普？还他喵的挑拨秦雪来找我报仇？不打你，我都对不起你！砰砰砰，他照样是一句话就打一拳。很快秦昊也变成了第3个猪头。秦风不好了，出大事了！就在秦风想要挨个教训这些胆敢偷袭自己的坏家伙的时候，宿舍门突然被人推开，刘波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可是看到满宿舍的伤员，还有正在打人的秦风的时候，他顿时就一脸震惊。我擦，秦风，这是怎么回事？秦风不屑地看了一眼地上的伤员，说道：这些傻逼对我不服，不依不饶地跑到我的宿舍，还趁着我睡觉偷袭我，我没办法，只能给他们一个教训了。躺在地上的一众伤员，一个个都是流出了窦娥一样的泪水。天哪，你可冤枉死我们吧！我们真的不是来报复你，更没有趁你睡觉偷袭你啊！众人心里呐喊着，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真的说出来。我擦，那这些人还真是有够无耻的，被打也是活该。刘波听了之后，对这些人也是一脸的不屑。他看到其中还有美玉学姐，直接在他被打成猪头的脸上踩了2脚。谁让这个丑逼之前那么嚣张霸道，甚至还让他自扇耳光来着。以前不敢招惹对方，可是现在有秦风这个大靠山，他终于可以报仇了。对了，你刚刚火急火燎的冲进来要说什么？听到秦风的问话，刘波这才想起自己过来的目的，一拍脑袋说道：哎呀，差点误了大事。秦风，你有大麻烦了，快点找个地方躲一躲。说完之后就要拉秦风找地方避难。秦风一把甩开对方的手说道：松开，拉拉扯扯算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就直说，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大麻烦，竟然把你吓成这样。秦风大马金刀的坐在床上，脚下一脚踩着一个人，丝毫不在意的说着。刘波无奈说道：是这样的，你和秦雪生死斗，还差点杀死他的事情，现在已经在整个学校传开了。秦雪的那些追求者，还有郑家人，现在都吵着要杀了你给秦雪报仇呢。其中很多都是高手排行榜上的人物，那么多人，你怎么可能打得过？所以还是赶紧躲一下吧。我知道这信息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来的路上了。第88章高手排行榜。哦，要给秦雪报仇？你倒是给我说说，都有什么高手？秦风闻言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反而是饶有兴趣的问着。刘波急道：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要来杀你了，难道你就不害怕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先了解清楚他们的实力，才能更好的对付他们啊！快跟我说说。秦风依旧不紧不慢的说着。刘波终于被打败了，说道：你自己打开咱们学校官网查一下高手排行榜就知道了，那个榜单上有一半都是秦雪的追求者。秦风打开学校官网，上面果然有一个高手排行榜。这个高手排行榜是根据在校学生的等级、战绩、副本等综合信息排出来的一个榜单。他立刻打开榜单查看。第1名秦云，第2名郑如松，第3名林渊，第4名郑如柏，第5名郑如风，第6名黄元正，第7名郑如梅，第8名林战，第9名秦雪，第10名李岩。我擦，没想到秦雪的双胞胎姐姐秦云竟然这么厉害，排名第1。看到这排名的第1个名字，秦风就有点惊讶。之前听刘波说秦云的天赋非常好，是一个天之娇女，秦风还不以为意。不过现在看来，对方的确不是凡人，不然的话也不可能排名第1。排名上的其他人也让秦风暗暗吃惊，尤其是郑家，前10之中竟然有着4个郑家之人。看来郑家果然是人才辈出，而且秦云和秦雪同样也算是郑家一脉。可以说，这排行榜前10名，郑家一脉就占了6个，简直恐怖。难怪临海军会拉拢自己，因为再不反击的话，这整个鲲鹏大学就真的如秦雪说的那样，会完全变成他们家的了。秦风，看完的话就赶紧离开这里，找个地方躲一躲吧。刘波焦急地催促说着。秦风耳朵一动，说道：现在怕是已经走不了了。秦风刚刚说完，宿舍外面就传来一阵嘈杂声，紧跟着就是一些此起彼伏的咒骂。秦风，你小子给我滚出来！竟然敢欺负我家女神小雪，你今天死定了！对，秦风滚出来！秦风出来受死！一声接着一声怒吼传来。刘波脸色狂变，他走到窗户边上看了一下，就看到下面黑压压一片人，至少也有数百，已经把宿舍大门给堵得水泄不通。他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更加难看，嘴里喃喃说着：完了完了，这下被堵在宿舍里面，我们再想逃出去就难了。哎，秦风，你要去哪？刘波正在想办法怎么从数百人的围困中逃走，就看到秦风已经起身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他赶紧追了上去。当然是要出去了，没有听到他们正在叫我吗？秦风理所当然地说着。我擦，他们好几百人，秦风你现在出去不是自己送死吗？刘波赶紧拦住秦风，一脸焦急地说着。秦风淡然说道，放心，校规我看得非常清楚，不允许群殴。我擦，不允许群殴，可是允许生死斗啊！那些人都是秦雪的脑残粉，为了秦雪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你一出去，他们就会直接跟你生死斗的。我知道你刚刚生死斗打败了秦雪，可是秦雪的战绩都是刷的，真正的战力，她可能连100名都排不上，但是其他人的实力不是假的，他们都是从全省数百万人中脱颖而出的天才，而且都已经在学校里面学习了至少1、2年时间。你现在刚刚入学，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的。刘波苦口婆心地劝说着。秦风说道，不打过怎么知道？我擦，这可是生死斗啊，打输就死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总之校长交代过让我照顾你，我不能这么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不然的话我不能跟校长交代。刘波拦在秦风面前，就是不让秦风过去。秦风淡淡的说道，让开，我的性命我自己可以负责，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说完之后推开刘波走了过去。他秦风重活一世，向死而生，无所畏惧，自然不可能被这区区几个学生给吓到。我擦！刘波一脸郁闷，可是又无可奈何，最后也只能跟上去。好言说道，出去也行，不过你不要说话，由我来跟他们沟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你看准机会开溜，只要他们找不着你，这事就过去了，知道了吧？说着话就已经到了宿舍门口。秦风，你出去之后低着头，尽量不要让他们看到你的脸。刘波还在叮嘱秦风一些注意事项，不过秦风已经直接推开宿舍大门走了出去。第89章，秦风，我要跟你生死斗！刘波伸了伸手，想要拦住秦风，可是已经晚了。顿时一脸焦急，想要拉秦风回来，可是看到外面那些人愤怒的目光，顿时又不敢出去了。秦风一走出大门，顿时数百道愤怒的想要吃人一样的目光齐刷刷的就看向了秦风。顿时就有人大声喊道，他就是秦风。听到这声音之后，那些人看着秦风的目光就更加愤怒和仇恨。如果目光能杀人的话，那么秦风已经被这些人给杀了几千几万次了。同时被这么多人仇视所带来的压力，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了的。可是秦风迎着这些仇视的目光，却是泰然自若。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他甚至都已经快要习惯了，而且隐隐中似乎还有些兴奋。秦风心念一动，暴风长弓就出现在手里，眼睛中带着一丝挑衅的意味说道，我就是秦风，秦雪就是我打的，你们要报仇尽管放马过来。我擦，你小子还挺狂啊，打了我们家女神小雪，竟然还敢这么嚣张，看来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弄死他，竟然敢跟女神生死斗，绝对不能让他活。秦风，我要跟你生死斗！对，我也是。秦风彻底把这些人给激怒了，纷纷怒吼说着。刷刷刷，秦风的面前一瞬间就出现了几十个生死斗的挑战。秦风冷冷一笑，这些人还真是秦雪的脑残粉啊，真能豁得出去。秦风看了一下这些挑战者的名字，一些排名低甚至是没有排名的，他直接无视。很快目光就锁定了一个挑战者，丁泰，排行榜第15名，多少算是一个高手。秦风直接点了同意。丁，秦风接受丁泰的生死斗邀请，生死擂台开启。一道光芒闪过，生死擂台就出现在半空中。秦风和丁泰两个人直接出现在擂台上面。哈哈，太好了，我追求小雪那么长时间，她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这次我杀了你，给小雪报仇，她肯定会特别高兴，说不定到时候就会以身相许。哈哈，秦风，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呢，放心，看在你用生命成全了我和小雪的份上，明年的今日我肯定会给你烧炷香的。人高马大，一脸络腮胡子的丁泰哈哈大笑，一脸兴奋地对秦风说着，好像是中了500万大奖一样，根本就没有把秦风放在眼里。其他人看到出现在擂台上的是丁泰，而不是他们，也都是捶胸顿足，一脸郁闷的样子。我擦，明明我也申请生死斗了，为什么没有选择我，偏偏是选中了丁泰这个家伙呢？他可是排名第15的高手，现在我们学校的驱魔职业第1人，而且还是一个暴力力驱，而对方只有25级，怕是随便一斧头就能直接把那个秦风砸死。哎，这下估计没有我们什么事了，风头都让丁泰这个混蛋出了。是啊，我擦，这么好的机会，居然就这么跟我错身而过。哎，我的女神小雪啊！这些人议论纷纷，都为生死斗没有选中他们而感到非常的懊悔。看到对手是丁泰，连刘波也是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开始为秦风祈祷。很明显，他也是一点都不看好秦风。秦风却是一脸淡然地看着对方。丁泰48级，职业驱魔师，对方的装备也都是48级的顶级装备。此时看着秦风双手抱胸，一副完全拿捏的样子。
巨大的斧头背在身后，而不是拿在手里，对秦风说道：“小子，马上战斗就要开始了，还有什么遗言就赶紧说，不然就没有机会了。”秦风没有说话，而是看着上面的倒计时。出现开始之后，那丁泰依然是一副掌控全场的样子，丝毫没有抢攻的意思，似乎是觉着他一个48级的凡阶顶级高手，可以随意拿捏秦风，比赛稳赢，还可以趁机装一波。即便是面对秦风射过去的箭矢，他也没有躲避。可是下一刻，他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眩晕加中毒，嗖嗖嗖！秦风一出手就全力以赴。暴风之弓的射速是5，也就是1秒5箭。触发狂化之后，增加20%的射速，还有其他装备上的射速提升，它可以做到1秒7箭。暴风之弓还有一个属性，就是每次攻击都有10%几率额外射出1箭。秦风直接堆到100%，也就是1秒14箭。这样的速度比机枪也不遑多让。他射出去的箭矢几乎是箭头跟着箭尾连成一条直线，只是1秒钟，就是14箭射到丁泰身上。他身上足足叠加了14层中毒状态，中毒秒伤达到5万，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在丁泰一脸震惊的目光中，第2秒结束，足足12万生命值的他就直接被秦风射死。丁，秦风 vs 丁泰，秦风胜，生死斗结束。随着丁泰的身死，生死斗擂台也缓缓消失。可是场下众人却都是一脸震惊，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第90章，继续生死斗。我擦，丁泰败了！刚刚发生了什么？没有看清楚啊，太快了。过了好一会，这些人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顿时就开始议论了起来。他们看秦风的眼神也从一开始的仇恨和不屑一顾，变成了狐疑和慎重。不明白为什么只是25级的新人，竟然可以轻松击杀48级的丁泰，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躲在宿舍里面的刘波也是同样目瞪口呆。本来以为这下秦风完蛋了，肯定会被排行榜上的高手虐成渣渣，谁知道秦风竟然这妖牛逼，直接秒杀。不只是他们，秦风自己此时也是有点惊讶，主要是惊讶于手里的暴风之弓的威力竟然如此之强，这可是比他的1级小木弓至少强上1倍。不由得轻轻抚摸暴风之弓，对这把武器非常满意。这一幕自然也落到了别人眼里。一个漫游射手眼睛一亮说道：“哈哈，我明白了，这家伙之所以能爆发出这么强大的战力，主要原因就是他手里的武器。大家看到了吗？那是一把神器。”经过他这么一提醒，其他人也都注意到暴风之弓上面散发出的耀眼红色。我擦，还真是啊，怪不得区区25级就有这么强的战力。对啊，我都已经48级快1年了，到现在还是一件神器都没有。他只是25级就已经有了神器武器，怪不得会这么厉害。那漫游射手更加自信地说道：“还有就是刚刚丁泰非常自大，比赛都已经开始了，他也没有第一时间防御或者是发动攻击，斧子都还背在背上，疏忽大意，小看对手，这才阴沟里翻船。不过我可不会步他的后尘，小子，为了女神，我也要跟你生死斗。”丁，漫游射手王权向你发出生死斗，是否接受？看到系统提示框，秦风果断地点了是。生死擂台再次降临，秦风和王权出现在擂台之上。王权眼睛死死地盯着秦风手里的暴风之弓，充满了贪婪。嘿嘿，这下不但可以给女神小雪报仇，还可以得到一把神器弓，这下是装备美人双丰收啊！王权心里得意地想着，同时他自己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拿出了一把紫色的长弓，严阵以待。小子，我可不是丁泰那个只会装逼的蠢货，我在排行榜上的排名是第13名，比他还要高，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而且我已经发现了你的弱点。哦，发现了我什么弱点？嘿嘿，你以为我会现在告诉你吗？等战斗开始，你自然就知道了。王权得意地说着。这个时候，比赛终于开始。比赛一开始，王权并没有第一时间攻击，而是一个后跳，迅速后退了5米。随后他长弓拉开，嗖的一箭就朝着秦风射过来，足足15米距离，刚好能射到秦风。王权哈哈大笑：“小子，射程就是你的弱点。你的射程只有10米，可是我手里的这把强弓射程足足加了5米，即便是你的射速再快，你射不到我也是没有任何用处，哈哈，乖乖受死吧。”说完之后就继续朝着秦风射出箭矢，还以为自己真的有什么弱点被对方掌握了呢，原来是自嗨，竟然还跟我比射程。秦风一边躲避对方的弓箭，一边射出箭矢，超范围打击，而且还是100%的命中率。王权脸上得意的笑容还没有来得及收回去，他就被秦风射中，得意的笑容僵硬在脸上，眼睛里面浮现出不可置信的神色。对方射程不是只有10米吗？怎么可以射得这么远？这种增加射程的武器非常稀少，怎么可能对方也有这种属性？
在王权不可置信的目光中，这次依然只用了2秒就被秦风送走。我擦，不会吧，连王权也栽了？王权不是已经看穿对方的弱点了吗？怎么还是死得这么快啊？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竟然这么厉害！看到比丁泰还要厉害的王权也被秦风轻松杀死，顿时他们再次议论起来。而这次他们终于想要了解一下秦风的来历了，因为刚刚他们知道他们的女神秦雪差点被人杀死之后，瞬间就被怒火点燃，根本没有了解对手是谁，就直接杀了过来。现在一连死了2个人，他们的怒火才被鲜血浇灭，开始认真审视起他们的对手来。第91章，下一个。我查到了，他叫秦风。我擦，原来是今年的省状元，而且还是全国的第3名探花。之前出现过的五彩祥云和金翅大鹏鸟的意象就是给他的。看他头上的称号就是探花称号，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真是高手。了解了秦风的来历之后，绝大多数人心里的怒火都熄灭了。虽然他们都很喜欢秦雪，可是现在面对2具血淋淋的尸体，他们不可能还冒着生命危险去讨好一个不可能得到的女人。不过依然还是有人不死心，而且在听到秦风的身份之后更加兴奋起来。哈哈，好，本来我是不想出手的，因为我只杀高手，不想杀一个只有25级的新生，这样会败坏我的名声。不过没想到你竟然就是今年的省状元和全国第3的探花，你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格让我出手。秦风，你敢接受我冷风的挑战吗？冷风指着秦风，眼睛中射出熊熊战火。我擦，没想到排名第11的冷风也出手了，他可是咱们学校的第1刺客，虽然只是排名第11，可是那是因为他的职业打副本不够强力，拖了后腿。可是他的 PK 能力绝对是顶尖，甚至是排行榜前5名的人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是啊，即便秦风是省状元，可是也不可能是冷风的对手。这下秦风应该不可能接受对战了吧？不过也没有关系，已经连续战斗了2场，即便是不接受对战，也没有人会说什么。看到冷风发出挑战，众人的兴趣再次被勾了起来，甚至还有人认为秦风连战2场，不可能再次接受生死斗了。同意。秦风直接点了同意，1秒钟都没有迟疑。生死擂台再次降临。这下那些认为秦风不会接受生死斗的人再次被打脸，都没想到秦风竟然这么刚，连第1刺客都敢对战。冷风看到已经出现在擂台之上，看着秦风赞许的说道：不错，勇气可嘉，只是心性不足，随便2句话一击就同意了我的对战。可惜啊，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全国第3名的探花，结果不到1天就要死了。听着冷风在那里自吹大气，秦风依然是面无表情的看着倒计时。倒计时结束，比赛开始。秦风第一时间开始射击，不过那冷风却是噗的一下变成了2个箭矢，从他们中间射了过去。我擦，出现了冷风的绝技幻影分身，这下有好戏看了。秦风见状也是一愣，一连2支箭矢分别射过去，可是这2支箭矢都从2个冷风身上穿过，全部射空。都是幻影，不是本尊。秦风这才明白这2个都只是幻影而已。那么冷风本尊肯定是隐身朝自己杀了过来，刺客一旦近身，那就麻烦了。秦风升起一股危机感。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身上的雷电守卫项链直接发挥了作用，发出一道红光，直接就把靠近到5米范围内的冷风给检测出来。正处于隐身状态，准备跑到秦风背后下手的冷风顿时一愣，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紧接着就是一道闪电轰击到他身上。眩晕加中毒，冷风保持了一个震惊的表情，被定在原地。秦风大喜，不愧是神器项链，这效果果然厉害，简直就是隐身刺客的克星。秦风果断的一顿猛射，这位专门猎杀强者的冷风高手也被秦风给送走了。下一个，秦风朗声说着，犀利的目光扫视全场，一片寂静。这下这数百人已经完全没有了一开始的义愤填膺、争先恐后的气势。高手排行榜上第15名、第13名、第11名全部都被秦风轻松击杀。秦风展现出了强大的战力，他气势全开，目光扫到哪里，那些人就赶紧低下头，不敢跟秦风对视，气势完全被秦风压住。秦风，你嚣张什么？不过是杀了几个不入流的家伙，就以为自己无敌了，真是可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所有人都循声看去，就看到一个人大踏步走了过来，看着秦风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不屑。秦风并不认识此人，不过其他人看到之后都是纷纷惊呼出声。我擦，竟然是郑如风，这是郑家要出手了吗？那是肯定的啊，秦雪虽然不姓郑，可是却是实实在在的郑家的公主，她被欺负的那么惨，差点被杀，郑家人怎么可能会不出手报仇？那这次妥了，郑如风可是郑家嫡系，超凡强者亲传，身上的装备也基本上全部都是神器，无论是等级还是装备都完全碾压秦风，
这下秦风不可能赢了。第92章郑家嫡系。郑如风走过来，一脸愤怒地指着秦风说道：“秦风，小雪是我妹妹，我们疼都疼不过来，你这泥腿子竟然敢对小雪下杀手！我现在就对你发起生死斗，我劝你最好接受，可以体面的去死，不然的话，我就算是触犯校规，你今天也必须死。”丁，郑如风向你发起生死斗，是否接受？接受。郑如风说话威胁秦风的时候，他就已经发起了生死斗，而秦风也是第一时间就点了接受。郑如风的话还没有说完，生死擂台就已经降临，两个人自动出现在了擂台上。郑如风顿时有点诧异，没有想到秦风竟然真的敢接受他的生死斗。随后一脸倨傲的说道：“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敢接受我的生死斗，看在你勇气可嘉的份上，等你死了，我会找个地方把你安葬，不会让你暴尸荒野。”秦风全程懒得说话，因为他发现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能装，可是死的也是一个比一个快，他都已经懒得跟他们废话了。倒计时结束，战斗开始。秦风本来以为郑如风这么嚣张，其他人也把他说的那么厉害，肯定也是一上来就会立刻攻击，抢占先手。可是这家伙一开始之后，立刻后退，喝下2瓶药剂。秦风看得清楚，那2瓶药剂分别是清醒药剂和史诗级的解毒药剂。看来这家伙是一早就已经调查过自己，知道自己最厉害的能力就是眩晕和中毒，所以提前准备好了药剂，这才来对付他。喝完药剂之后，他又施展了一个冰盾魔法，3面等人高的巨大冰盾环绕在他身体周围，把他整个身体都给保护起来。随后他一脸得意地看向秦风，说道：“秦风，这下你的眩晕和中毒都失去效果，我看你现在还拿什么跟我打？哈哈，去死！冰破寒枪！”说完之后，就直接发动了一个大范围的冰系魔法。他是48级的冰结师，所有的魔法都是寒冰系的魔法，这也是他们郑家的主流职业。顿时周围寒气凝聚，出现了几十根寒冰凝聚的长枪，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击射而去。跳跃！秦风立刻使用跳跃后跳10米，躲开了冰破寒枪的攻击，同时他也快速把剧毒套换成了火焰套，眩晕和中毒换成了沉默和灼烧。另外的2个属性则是穿透和每次攻击多射出1支箭矢。哈哈，秦风，还以为你有多厉害，这不还是被我逼的只能后退，可是现在距离20多米，你根本就打不到我，可是我的冰龙却是可以打到你。郑如风看到秦风后退躲避，顿时哈哈大笑，不过还没有等他说完，秦风就直接在20多米之外朝着他射来箭矢。你怎么可能射得这么远？郑如风一脸惊讶地说着，不过随后就淡定地说道：“射得远又如何？我有冰盾，你根本就伤不到。”可是随后他就看到秦风的箭矢直接穿透了他的冰盾，在他身上爆炸开来。郑如风再次震惊：“我擦，怎么回事？你的箭矢竟然无视我的冰盾！等等，你的剑不是触发中毒吗？怎么变成了灼烧？”郑如风的震惊一波接着一波。他来找秦风生死斗之前，的确是已经调查了一下秦风，知道他的普通攻击可以触发眩晕和中毒，所以特意做好了准备，这才过来。可是现在才发现，那些准备全部都做了无用功。他喝下去的史诗级解毒药剂根本就没有用处，因为秦风触发的是灼烧，而不是中毒。虽然秦风的灼烧状态造成的伤害远远不如中毒，可是也有300多的伤害，持续时间也足有30多秒，已经足够了。嗖嗖嗖！在郑如风震惊的时候，秦风就已经连续射出了10几支箭，顿时郑如风身上的灼烧状态就叠加了10几层，灼烧伤害加上他暴风之弓的攻击伤害，秒伤已经突破了7000，而且随着灼烧状态的不断叠加，伤害还在迅速提升。啊呀，给我去死！冰龙出海！郑如风没有准备灼烧药剂，这下看到身上迅速叠加灼烧伤害，也无可奈何，只能愤怒出手。只要能先一步击杀秦风，取得生死斗胜利，所有的伤害都会全部恢复。可是，一施展45级大招冰龙出海，顿时发现不妙，因为他的魔法用不出来了。什么？怎么还有沉默？沉默状态期间不能释放魔法。我擦，怎么会这样？这下郑如风彻底害怕了。他一个魔法师不能释放魔法，这就是剥夺了他所有的能力啊！现在他只能被动挨打，而不能攻击，这不就是等死吗？嗖嗖嗖！秦风的箭矢如同机关枪一样朝他身上倾斜下来，很快灼烧状态就已经叠加到了30层，大量的灼烧伤害从他脑袋上冒出来，红色的伤害数字叠加在一起，一片火红，而他的生命条就在这灼烧伤害下快速被削减。第93章，还有谁？郑如风慌慌张张的吃了一个补血药剂，可是现在他能吃的最好的补血药剂也只能恢复5000血，还不够秦风1秒打的，而且补血药剂还有20秒的冷却时间，根本就是聊胜于无。郑如风想要靠走位躲避，可是秦风的命中率是100%，不管他怎么走位，箭矢都能准确无误的射到他的身上。眼看着
秒伤已经突破2万，他的生命只剩下1/3。郑如风彻底害怕了。秦风，你给我住手！我爷爷可是第一副校长，我们郑家有8个超凡强者，你如果敢杀我的话，我们郑家不会放过你的！你快给我住手！郑如风惊恐的大喊。可是秦风不为所动，他甚至已经悄悄地拿出了林海军人偶，防备有超凡强者出手救他。之前跟秦雪生死斗的时候，就是被郑佩佩出手就走，这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如果还有郑家超凡过来救人，他就会第一时间使用林海军人偶。这人偶是林海军特殊炼制出来的，挡住普通超凡，绝对绰绰有余。嗖，在秦风不断的射击下，秒伤已经突破3万。郑如风绝望地对秦风发出诅咒：“秦风，你好狠，我郑家不会放过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最后一丝血就被灼烧干净，死了。郑家嫡系郑如风，在开学的第一天就被秦风杀死。啊，我的番儿！别墅区中一声痛彻心扉的嘶吼，一个超凡冲天起，朝着宿舍区杀了过来。我擦，又来！秦风立刻把林海军人偶拿了出来，正要使用的时候，就看到又有一个超凡强者升空，拦住了那个郑家超凡。李正豪，你要干什么？郑家超凡愤怒的质问传遍了整个鲲鹏大学。原来阻挡郑家超凡的是李正豪。李正豪说道：“不干什么，我掌管学校纪律，今天更是开学日，任何人不得触犯校规，郑兄不要让我难做。”你，李正豪，我是要拿回我儿子的尸体，你也要拦吗？当然不会，我可以帮郑兄。说完之后，李正豪一挥手，在他旁边就出现了一个空间门，另一个空间门则是出现在郑如风尸体旁边。李正豪伸手一抓，他的胳膊直接从空间门中伸出来，把郑如风的尸体拉进了空间门之中。空间门关闭，郑如风的尸体已经到了李正豪的手里。秦风看得目瞪口呆，这就是空间魔法吗？原来李正豪是非常罕见的空间魔法师，估计之前接自己的接引虹桥就是他的手笔。郑兄，节哀顺变。李正豪把郑如风的尸体交给郑家超凡，说着：“哼，李正豪，我记住你了。”那郑家超凡接过郑如风的尸体，恶狠狠地看了李正豪一眼，转身离开。李正豪朝着秦风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似乎还微微点了点头。秦风提着的心顿时就放了下来。果然李正豪和林海军是一伙的，而且几乎已经摆明车马要跟郑家对抗了，不然的话也不会直接出来帮他挡住郑家超凡。嘿嘿，有靠山就是好，这下只要不是郑家直接掀桌子，自己就是安全的。秦风把林海军人偶放回背包里面，彻底放下心来。他随后看向面前的一群人，犀利的目光扫过，冷声说道：“还有谁？”一片寂静，数百人没有一个敢跟秦风对视，更不敢冒头出来。连排名第5的郑家嫡系郑如风都被秦风轻松杀死，甚至整个过程中郑如风连魔法都释放不出来，简直是死得憋屈。他们何德何能，还敢找秦风报仇？哎呀，忘记我表弟今天也要入学，我要去接我表弟去了。一个人突然拍着脑袋说着，随后转身就走。我跟你一起。还有我。你接谁？我接我表妹。我也是。这些人来得快，去得更快，不过几秒钟就走得一个不剩。秦风，你简直是太牛逼了，居然连杀4个排行榜上的高手，甚至连郑如风都不是你的对手。秦风，你太厉害了。这个时候，刘波终于从宿舍走了出来，对秦风一脸恭维地说着。看到秦风转头看他，顿时脸上浮现出一丝羞愧，说道：“秦风，我刚刚不是故意躲在宿舍中不出来的，我只是……我明白，一下面对那么多人喊打喊杀，是人都会害怕。再说了，你已经帮了我很多，我感激你都来不及，怎么还会怪你？”秦风说着，这是他的心里话。刘波能提前跑过来提醒他，这就已经让秦风对他很感激了，自然不会因为对方没有为自己拼命而责怪对方。真的，那我就放心了。刘波听了，重重的松了口气。好了，我现在很困，真的要去睡觉了，这下就算是天塌下来，你也不要叫醒我了。秦风打了个哈欠，说着：“放心吧，我相信现在绝对不敢有人再吵醒你了。”说完之后，秦风就回去了自己的宿舍。第94章秦家的传统。另一边，李正豪也返回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已经把郑家人给挡回去了。不错，这小家伙很能干嘛，竟然杀了郑如风，那可是老郑头重点培养的嫡系，这下够他心痛一阵的了。林海军点了点头，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他知道的一清二楚。可是校长，这么一来，秦风会不会很危险？放心吧，有我的分身人偶在，只要老郑头不掀桌子，足以保他无虞。那万一郑家真的掀桌子呢？放心，以老郑头的性格，在秦小武回来之前，他是不会掀桌子的。而且就算是掀桌子，他也能掀得动才行。林海军自信地说着。李正豪就想到了省教育厅的厅长杨胜道，他
他是最近才知道林海军和杨胜道两人是至交，也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事情，他才彻底倒向了林海军。不然的话，他们两家加起来才只有5个超凡，哪里是郑家的对手？李正豪说道：“就怕郑家用阴招来对付秦风，怕是秦风以后会处处被针对。怕什么？年轻人就是要多经受一些磨难，才能更好的成长嘛。”第二天，秦风一觉睡到自然醒，这一晚上再也没有人来打扰他睡觉。从床上爬起来，看着空荡荡的宿舍，秦风微微皱眉：其他人呢？这宿舍不是6人间的宿舍吗？其他床铺上还有他们的东西在，很明显是有人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回来？算了，不回来正好，清静。既然想不通，秦风也就不想了，左右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而且跟他无关。洗漱好之后，刘波正好给他发来了信息：秦风，你起了没有？今天要去射手学院报道，第一次拜见导师，必须要给导师留下一个好印象，所以要去早一点。知道了，我已经洗漱好了。那好，我在你们宿舍门口等你，然后带你去射手学院。好。秦风答应一声，就开门朝外走去。可是刚刚打开门，就看到门口蜷缩着一个人，对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还有一些干涸的血迹，好不凄惨。不过秦风还是认出了他，秦红。没错，这人就是秦红，昨天被他打了一顿的秦红。啪！秦风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正在熟睡中的秦红顿时就被扇醒了。啊，谁打我？他捂着脸，如同惊弓之鸟一样坐了起来。看到秦风之后，顿时就更加害怕了，立刻求饶：秦风，别打我。秦风冷声问道：你既然不想挨打，为什么还要睡在我宿舍门口监视我？还是来恶心我？我不是，我没有。你都被我抓个正着，竟然还想狡辩？我看你昨天还是没有被打够是不是？秦风的巴掌扬了起来。秦红赶紧捂住脸，一脸害怕的说道：我真没有，这里也是我的宿舍。你的宿舍？秦风扬起来的巴掌缓缓放下。秦红见状连忙点头说道：是的，这里也是我的宿舍，我真没有说谎。你看，这是我的钥匙。秦红从口袋中拿出一把钥匙，果然和他的一样，也是401的钥匙。怕秦风不相信，继续说道：我的铺位是3号铺，那上面还有我的行李和物品。看到钥匙之后，秦风就已经开始相信了。又想到昨天下午在宿舍里面发生的事情，秦风脑海里面不由得出现了一个荒唐的想法，问道：那其他的几个铺位不会也是你们秦家人吧？秦红立刻点头：是的，秦信、秦昊他们都住这里。我擦，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随便分个宿舍都能把自己跟仇人分到一块，这不会也是林海军那个死老头子故意弄出来的吧？秦风对秦红问道：那他们几个人呢？他们去别的地方住了。说完之后还偷偷地看了秦风一眼。秦风顿时就明白，他们肯定是昨天被自己打了一顿，不敢跟自己住一个宿舍，就只能被迫离开。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因为浩哥说我是叛徒，不让我跟他们一起住，而且还打了我一顿。叛徒？是的，因为昨天你要打我的时候，我出卖了浩哥，浩哥很生气，回去之后他就又打了我一顿，然后还不让我跟他们一起住，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去了，只能来这里。秦红一脸委屈地说着，眼泪都开始在眼眶里面转了。秦风看了一下他脸上的伤，果然很多都不是自己留下的，应该就是被秦昊他们给打的。这些人也真是够狠的，自己打他们，那是因为双方有仇，理所当然。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人还要打自己人，而且下手比自己还要狠。既然你来了，为什么不进去，而是在门口睡觉？因为我怕吵到。害怕地看了秦风一眼。秦风顿时就明白了，估计是被打怕了，怕吵醒自己，然后就算是有钥匙也不敢开门，只是蜷缩在门口睡了一夜。不过秦风可不会可怜他，秦家就是这样，总是会去欺负自己人，这甚至都快成了他们秦家的传统。现在秦红也不过是从之前的欺负别人，变成了现在被欺负的那一个。看着对方那张鼻青脸肿、委屈巴巴的脸，秦风连下手教训他的欲望都没有了，冷声说道：给你1天时间从这个宿舍里面搬出去，如果我晚上回来看到你还赖在这里不走的话，你就等死吧，明白了吗？明白。秦红一脸害怕的连连点头。之前有一大群秦家人的支持，他面对秦风的时候还有一丝底气，可是现在秦家人已经视他为叛徒，还暴打了他一顿，自然不会继续给他撑腰，单独面对秦风，没有吓得尿裤子就已经很不错了。秦风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然后转身离开，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牵扯。看到秦风走远之后，秦红这才重重的松了口气，进入宿舍看了一下秦昊的铺位，还有几件秦昊留下来的衣服。看到这些衣服，秦红就想起昨天被秦昊他们殴打的情形，
顿时一股怒意升腾而起，把秦昊的衣服狠狠地扔在地上，然后狠狠地踩上去，似乎那衣服就是秦昊本人，他踩衣服就是在殴打秦昊一样。发泄完毕之后，又想到秦风的最后通牒，让他1天之内离开，他能去什么地方？他是第1天进入大学，一个人都不认识，秦家人现在还把他当成叛徒，不打他就已经算好的了，怎么可能还会帮他？他感觉到一股绝望和无助，蹲在地上抱着脑袋，无助地哭了起来。第95章，秦风，这里不欢迎你。秦风，每一位职业导师都是超凡强者，晋升超凡的时候，必须要从他们手里接晋升任务。这个任务并不是一成不变，有的很简单，有的则是非常困难，甚至是必死的任务。如果让导师不高兴，甚至是他不喜欢你的话，说不定就会给你发布一个必死的任务。虽然是可以放弃任务，可是以后也永远都不能晋升超凡了。除此之外，导师还可以向我们传授超凡传承，如果获得超凡传承的话，那么晋升超凡的几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没有超凡传承几乎不可能成功，所以到时候见了导师一定要非常恭敬，不能触怒导师，明白吗？走在去射手学院的路上，刘波对秦风说着一些注意事项。明白，放心吧，我一向对老师非常尊敬。秦风说着，可是刘波却是一点都不放心。通过昨天和秦风的短暂接触，他对秦风的性格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他是真怕秦风一言不合又跟人生死斗。他张了张嘴，欲言又止。秦风说道：“有什么话就说，不用藏着掖着。”没事，我还是那句话，到时候一定不要顶撞导师，不然后果很严重。知道了。对了，你刚刚说超凡传承，什么是超凡传承？超凡传承是超凡强者晋升超凡的整个过程，以及他们对超凡境界的感悟。学生接受这种超凡传承之后，就相当于是导师手把手的带着你体验了一次他自己晋升超凡的整个过程，对超凡境界也会有一定的理解。这样一来，自己晋升超凡的时候就有迹可循，增加晋升的成功率。不过制作超凡传承需要消耗导师大量的精神力，即便是超凡强者也不能制作太多，不然的话就会元气大伤。所以导师的每一个超凡传承都非常珍贵，通常都只会给那些他们非常喜欢和看好的学生。明白了。两个人说着话，不一会就到了射手学院。射手学院里面有3个系，分别是射手的3个职业分支：猎人、漫游射手和魔弓手。秦风是魔弓手，于是刘波直接把秦风带到了魔弓系，而他自己因为是漫游射手而不是魔弓手，所以就转身离开了。离开的时候还不忘最后叮嘱秦风一次，一定要和导师搞好关系。进入魔弓系的教室之后，秦风发现这里已经有了不少人，跟他一样都是魔弓手。秦风自己找了一个空位坐下，刚刚坐下，旁边就有一个同学过来打招呼：“你好，同学，我叫李全，请问你叫什么名？等等，你就是那个全国第3名的探花秦风？”刚问到一半，他看到秦风头顶上的探花称号之后，顿时就猜到了秦风的身份，脱口而出说着：“是我。”秦风点了点头：“我擦，太棒了，我竟然看到了真人！秦风，你可是我的偶像啊！当时我看到五彩祥云和金翅大鹏鸟异象的时候，我就特别激动。如果我也能有那样的荣耀加身的话，让我做什么都行，不只是我，就算是我们高中校长也说你是咱们整个彩云省的骄傲。”这位叫做李全的同学见到秦风一脸兴奋，就好像是粉丝见到了偶像一样。周围的其他人听到秦风的名字之后，也都是纷纷围了过来，要跟秦风一起合影。对此，秦风欣然同意，他内心里也想要跟同学打成一片，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群班干部走了过来，杀气腾腾，很有威严。领头的人更是大声呵斥：“都围在这里干什么？导师马上就要来了，快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被这人一喝，李全他们顿时就作鸟兽散，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座位上去。秦风也默默地坐了下去。他还记得刘波的叮嘱，不想跟班干部闹出矛盾，给导师留下不好的印象。可是他不想惹事，不代表对方也不想惹事。那领头的班干部一脸嫌恶地看着秦风，眼睛里面射出仇恨的光芒，说道：“你就是秦风？”“是的，我就是秦风。”秦风淡淡说着。那班干部厉声说道：“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你马上从这里滚出去！”秦风心中诧异，看了一眼对方，根本就不认识。第一次见面怎么就对自己那么大的仇恨？你是什么人？凭什么要我离开？秦风淡淡说着。你听好了，我叫郑如梅，是这里的班长，我有权利管理你们，所以我让你滚蛋，你就必须滚蛋。郑如梅，原来是郑家人。秦风顿时就明白对方对自己的仇恨是从何而来的了。第96章，导师驾到。仔细一看，这郑如梅的确是和昨天被他杀死的郑如风有几分相像，应该是关系很好的兄弟。看到杀死自己兄弟的凶手，愤怒也是应该。
不过秦风才不会理会他的愤怒，昨天可是郑如风自己主动找自己生死斗的，死了也是活该。哦，原来是班长大人，好大的官威啊！秦风一脸不屑地说道。不过班长大人说是有权管理我们，我并不认同。校规对于班干部的职能有非常清晰的解释，主要就是协助导师工作，服务同学。听清楚了吗？是服务，不是管理。所以，你，班长大人，秦风用手指指着郑如风，一字一句地说道，就是一个服务员，你没有任何权利赶我走。你他妈说谁是服务员呢？郑如梅愤怒地咆哮起来。他堂堂的班长，以往的所有同学看到他之后都是恭恭敬敬，现在却是被秦风指着鼻子说成是服务员，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他咬牙切齿地看着秦风，眼睛里面几乎喷出火来。说的就是你啊，班长大人。秦风依旧语气淡淡，可是话语中的嘲讽值却是拉满。这可是校规中写的明明白白的，班长大人怎么生气了？难道你身为班长都不看校规？你……郑如风和他身后的一群班干部全部都被秦风对得哑口无言，甚至还有人偷偷地打开系统面板调出校规查看，果然如同秦风说的那样，是服务，不是管理。这下他们就更是没有话说。本来是想要利用班干部的权威把秦风给赶出去，可是谁能想到秦风利用校规直接把他们对得灰头土脸。感受着周围同学的目光，他们已经没脸继续留下来了，冷哼一声就想要转身离开。秦风却是叫住了他们。班长大人既然来了，我身为一个普通学生，正好需要班长大人您的服务。班长大人，你不会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拒绝履行您班长的职责吧？秦风这话一出，所有的心声都看向了郑如梅，这让郑如梅进退两难。她现在已经有点后悔过来驱赶秦风了，不然的话也不会被对方逼到现在这样的境地。不过最后她还是停了下来，毕竟面子工程还是要做一下的，尤其是当着这么多新生的面。你想要干什么？郑如梅冷冷地说着。秦风一脸微笑地看着郑如梅说道，是这样的，昨天有一个人跟我生死斗，结果被我杀死，那个人的名字跟你很像，叫做郑如风。我虽然杀死了他，可是也很佩服他的勇气，所以我想要去祭奠一下他，不知道班长大人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呢？杀人诛心，这是真正的杀人诛心，杀了人还要让人家兄弟带他去祭奠，太他妈狠了，简直就是往人心上插刀子啊！你秦风，我要杀了你！郑如梅心中强压的怒火彻底被点燃，手中出现了一把闪耀着红色光芒的神器长弓，就要跟秦风拼命。秦风饶有兴趣地看着，心中充满了期待，眼睛中也多了一丝兴奋，说不定马上又可以进行一次生死斗了。他现在又把刘波之前的叮嘱给忘记了，这是在干什么？隔着10里地，我都听到你们在这里大吵大闹，像什么样子？你们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导师放在眼里？就在秦风一脸期待的想要进行一次生死斗的时候，突然一个充满了威严的声音响了起来。听到这个声音，原本暴怒的郑如梅顿时就冷静下来，其他所有人也都乖乖的坐好，不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纷纷看向了说话之人。只见说话的是一个高瘦中年男人的模样，背后背着一把长弓，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随着说话的声音，无形的力量笼罩全场，让所有人都有一种几乎窒息的感觉。这就是超凡强者的威压。拜见导师，导师好。郑如梅被这位导师训斥，不但没有害怕，眼睛中反而是有了一丝兴奋，不过还是立刻大声行导师礼。拜见导师，导师好。其他所有同学也紧跟着全部站起来一起行导师礼，秦风也是如此。导师脸色这才好看了点，走到讲台上，先自我介绍说道，我叫郑元奎，是魔宫系导师。郑元奎，又是姓郑。听到对方的名字，秦风就是一怔，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导师竟然是郑家人。他想起之前刘波说起导师时候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应该就是因为知道魔宫系导师就是郑家人，所以才不好明说。郑元奎自我介绍完毕之后，就对郑如梅问道，郑如梅，你身为班长，为何与人争吵？二导师，不是我争吵，而是有人闹事。哦，是谁闹事？就是他。郑如梅指着秦风恶狠狠地说道，他就是秦风。你就是秦风？郑元奎听到秦风的名字，顿时眼睛中射出如同刀锋一样的光芒，看向秦风。第97章针锋相对。轰！一股庞大的精神压力扑面而来，仿佛是一座大山一样，直接压到了秦风身上。这几乎把秦风压得跪在地上。这是超凡强者的精神威压。超凡强者精神强大，可以直接用来当做技能攻击，而且无声无息，十分隐蔽。虽然对同阶之人没有什么效果，可是用来对付凡阶之人却是效果十分显著。如果是胆小之人，甚至可以直接让人精神崩溃，变成白痴。现在这郑元奎就是在用精神威压攻击秦风。秦风牙关紧咬，
全身肌肉紧绷，骨头都在嘎吱作响，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对抗对方的精神威压。慢慢的，他在这如山一样的精神威压之下站直了身体，双目死死地瞪着郑元奎，跟他一样充满了仇恨。对于仇视自己的人，秦风同样都是用仇恨还之，管他是什么导师，还是什么超凡，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哼！郑元奎冷哼一声，顿时又是一股更加庞大的精神威压冲击过来。轰！秦风直接被压得半跪在地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抗住一道精神威压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现在这第二道精神威压不是现在的秦风能抗得住的。就在这个时候，他背包里面的林海军人偶自动跑了出来，散发出柔和的绿光，把秦风整个人包裹起来，顿时压力全消。郑元奎的精神威压全部都被人偶发出的绿光隔绝在外。郑元奎看到林海军人偶，眉头微皱，心中暗骂一声老东西，只能是悻悻地把精神威压散去。他已经看出来，那林海军人偶不是普通人偶，而是分身人偶，这分明就是林海军在特意保护秦风。有林海军出手，除非是他们郑家直接掀桌子，不然的话，想要无声无息地干掉秦风几乎是不可能了。秦风站起身来，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用不屑的目光瞪着郑元奎，冷笑说道：超凡强者也不过如此，大胆秦风竟然敢对导师不敬！郑如梅闻言，立刻指着秦风大声呵斥。秦风犀利的目光猛地看向郑如梅，杀死500多人的凶狠残暴，以及刚刚被郑元奎精神威压压迫的愤怒，全部爆发出来，融入到他的目光之中，这让他的目光竟然拥有了和郑元奎的精神威压差不多的效果。郑如梅就好像是看到了一头愤怒的狮子，张开血盆大嘴朝着他猛扑过去，吓得郑如梅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连连后退。郑元奎眼睛中闪过一丝惊讶，因为这精神攻击之法是只有到了超凡境界才能掌握的，即便是他也是到了超凡境界之后研究了足足2年时间，而且还有前人的经验，这才掌握了精神威压之法。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难以掌握的技能。可是秦风一个区25级的凡阶之人，竟然用出了精神冲击，虽然威力连自己的精神威压的1%都不到，可是这领悟能力和天赋简直惊人。哼！他再次轻哼一声，顿时就把秦风无意中使用出来的精神冲击给冲散了。郑如梅面前出现的狮子幻觉也瞬间消失，只是郑如梅被这么一下，已经是满头大汗，一脸惊慌。全班同学也都看到了这一幕。秦风的精神冲击只是针对郑如梅的，所以其他人完全没有感受到那种精神冲击，更没有出现狮子幻觉。在他们眼里，就是秦风瞪了郑如梅一眼，然后郑如梅就被吓得大声尖叫，连连后退，简直是没用，狼狈到了极点。感受着周围这些同学不屑和轻视的目光，尤其他们还都是新生，顿时感觉特别丢脸，恼羞成怒地指着秦风质问道：秦风，你刚刚用了什么歪门邪道的技能来攻击我？秦风一脸不屑地冷笑说道：连我怎么攻击的你都不知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赶紧闭上嘴，免得出来丢人现眼。你！被秦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嘲讽，郑如梅再也控制不住怒火，指着秦风说道：秦风，你敢辱我，我郑如梅要跟你。如梅，坐下。郑如梅被气得要跟秦风生死斗，不过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郑元奎给打断了。因为秦风昨天就已经证明了他的强大战力，现在更是让身为超凡的郑元奎都不得不感叹秦风的优秀。他深深的知道郑如梅根本就不是秦风的对手，一旦开启生死斗，那么郑如梅必死。他自然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果断的开口阻止。二叔，我坐下。郑如梅一脸的不甘，还想要继续争取一下，可是却迎来郑元奎的冰冷目光和严厉呵斥。郑如梅不敢造次，只能恶狠狠地瞪了秦风一眼，然后非常不甘地坐了下去。今天他可以说是丢尽了脸面。郑元奎冷冷地看了一眼秦风，说道：秦风是吧？你走吧，你这样的学生我教不了。哗！郑元奎这话一出，顿时就出现了一阵微微的骚动。刚刚是班长郑如梅让秦风滚蛋，现在竟然连导师也要秦风离开。很多人都看向了秦风。赶我走！秦风冷笑一声说道：我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在这里学习是国家赋予我的权利，就算你是导师也没有资格赶我走。你要搞清楚，这鲲鹏大学是国家的大学，不是你郑家的私人课堂。哗！秦风的话就好像是投入平静湖水中的一块石头一样，直接在课堂中翻起了巨浪。这秦风也太勇了，之前硬刚班长也就算了，毕竟大家都是学生，就算真的打起来，那也只是学生之间的小矛盾而已。可是现在秦风却是直接应对导师，要知道导师手里可是掌握着晋升超凡的机会，相当于捏着他们的未来，所以身份尊贵，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无条件的尊重导师，讨好导师。
却不曾想秦风和导师只是刚一见面就剑拔弩张，气氛紧张不说，现在更是几乎指着导师的鼻子大骂，简直是惊掉了所有学生的下巴。第98章，我倒是要看看你敢不敢杀我！秦风，你这小畜生，竟然敢诋毁我郑家，真是该死！郑元奎大怒，身上魔力波动，立刻凝聚出来数十支魔法剑矢，他背后的强弓也拿在手中，精神锁定秦风，蓄势待发。看到这一幕，所有的新生都是一脸震惊。第一天上课，导师就要当场杀人吗？郑如梅等人则是非常兴奋，哈哈，二叔出手，秦风那小畜生必死无疑。秦风也同样兴奋，眼睛中还带着一丝疯狂，用轻蔑的语气对郑元奎大声喊道：“怎么，忍不住要对我下手了吗？你刚刚就已经用精神攻击暗中对我出手，还不是奈何不了我？我倒是要看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胆子和实力杀死我！”林海军人偶漂浮在秦风胸前，源源不断地散发出绿光，把他保护起来。暴风之弓也出现在他手里，拉弓搭箭，瞄准郑元奎，跟郑元奎对峙起来。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是再次被震惊。我擦，我没有看错吧？秦风这是准备要跟导师战斗？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啊！昨天跟凡阶巅峰的学生生死斗也就算了，毕竟都是凡阶，只要装备足够好，越级反杀也不是不可以。可是现在却是导师啊！导师可是超凡强者啊！疯了疯了，简直是疯了！看着一脸疯狂的秦风，郑元奎反而是开始犹豫起来。不是怕秦风，主要还是因为那不断散发出绿光的林海军人偶。他有一种感觉，他自己的攻击根本就不可能突破林海军人偶的防御，而且一旦出手，必然会引来林海军和李正豪，到时候不好交代。短短的一刹那，郑元奎想到了很多，权衡利弊。他是郑家高层，不是孤家寡人，背后有整个郑家，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事情他不得不三思而行。最后他还想到，秦风不仅是彩云省的状元，还是全国第3名的探花，秦风给他们彩云省争取到了极大的荣誉，就算是秦风背后没有林海军的支持，自己击杀了秦风，依然会有很大的麻烦，说不定都要给对方偿命。越想他就越是后悔自己的鲁莽，尤其是看到秦风脸上的疯狂之后，他觉着秦风就是一个疯子，自己一开始就不应该招惹这个疯子，不可理喻。郑元奎说着，大手一挥，所有的魔法剑矢全部消散，手里的强弓也重新背到身后。哗！看到郑元奎取消了攻击，这再次让所有的学生都惊掉了下巴。我了个擦，不是吧？导师竟然在和秦风的对峙中主动退步了，这他喵的，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就算是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啊！二叔，郑如梅也是一脸震惊和疑惑地看着郑元奎，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二叔身为超凡强者，还是导师，为什么要主动后退？这如果传出去的话，怕不是会让别人以为他们郑家怕了秦风吗？此时看着郑元奎的目光中，甚至还多了一丝失望。郑元奎却是没有理会他，而是对秦风说道：“秦风，你目无尊长，甚至还要对我这个导师出手，这已经触犯了校规。我现在以魔宫系导师的身份把你开除出魔宫系。”秦风也收起了弓箭，冷笑一声说道：“这是不敢对我出手，又想要用校规来对付我吗？既然要拿校规说事，那么我们就来聊聊校规。你说的没错，我用弓箭对准你，的确是触犯了第265条校规。你身为导师，也有权利把我从魔宫系开除。”听到秦风的话，所有人都以为秦风这是开始服软了，可是随后就看到秦风指着郑元奎大声说道：“不过，你身为导师，触犯的校规更多。首先，你一开始就对我无端使用精神攻击，这是一个导师应该做的吗？这不但触犯了第266条校规，同时还触犯了法律。其次，你说我目无尊长，对你出手，可是这难道不是你先凝聚了魔法剑矢，要出手杀我，我才不得不进行反击的吗？这里所有的同学都是目击者，你就算是抵赖也没有用，明明是你想要杀我在先，我只是被迫自卫，你却是污蔑是我攻击你。你身为一个导师，就是这么教育学生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吗？你想要用这样的理由开除我？可以，不过我也可以去校长那里申诉，不是第一副校长那里申诉，而且我还会申请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申诉，让全校师生都来评断一下到底谁是谁非。第99章矛盾转移。你秦风一顿反驳，比任何技能攻击都要凌厉。郑元奎被对得哑口无言，一脸铁青。他身为魔宫系导师，在魔宫系内部向来都是一言九鼎，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思。可是现在这个秦风简直就是他的克星，他恨不得立刻马上把秦风碎尸万段，可是又不得不把心里的怒火强压下来。其他的同学也都是一个个的被秦风的胆大妄为给震惊的目瞪口呆，不尊敬导师，甚至是跟导师当堂武力对峙，这就已经惊爆他们的眼球了。现在更是要隶属导师的罪过，
甚至还要把导师告到第一副校长那里去，而且还要全校公开。这他喵的到底是什么骚操作啊？第一副校长是谁啊？那是郑家家主郑宏德，更是导师郑元奎的亲生父亲，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父亲告儿子，这是告状吗？这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当众把第一副校长和导师郑元奎拎出来当众处刑啊！秦风只要去告这个状，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郑家的脸面都先丢光了。郑元奎肯定也会受到郑宏德的迁怒，为了他们郑家的脸面，郑宏德甚至很有可能会把郑元奎的魔宫系导师的职位给撸了。我什么我？秦风一点都不给郑元奎面子，冷冷地说道：“尊敬的导师大人，你还要不要开除我呀？”郑元奎直接被秦风当着所有新生的面逼到死角，可是他又不得不妥协。他的魔宫系导师的职位可以不要，可是他父亲郑宏德的脸面却是绝对不能因为他而有任何损失。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不会被开除。郑元奎几乎是咬着牙齿说出了这句话。他现在拳头紧握，手臂上青筋暴露，恨不得再次对秦风出手，直接击杀秦风。可是成年人就是这样，想的太多，顾虑太多，就只能隐忍。他们郑家在鲲鹏大学横行霸道惯了，以为可以随便拿捏秦风，谁能想到秦风竟然如此难缠。这一下不但没有拿捏秦风，反而是在所有新生面前把脸面丢光，损失巨大。既然如此，那我就当这句话是导师你对我的道歉，我原谅你了。记住以后不要胡乱说话，不然只能自己丢脸。秦风淡淡说着。噗！郑元奎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整个人几乎晕死过去。他郑元奎堂堂的一个职业导师，竟然被秦风一个学生给教育了，而且还是当着所有新生的面。他的脸被憋成了酱紫色，双目充血，仿佛是要吃人。可是最后还是再次把怒火强行压了下去。秦风有林海军人偶护身，他杀是杀不死秦风的。闹大之后，以秦风这狗疯子的性格，肯定会直接去第一副校长那里去告状，把他们课堂上的事情宣扬的全校皆知，让自己老父亲颜面无光，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忍，我忍！郑元奎几乎把牙齿咬碎，接连被秦风打脸，很多新生看他的目光都变了，他现在也没有脸面继续留下来了。不过就这么灰溜溜的离开，也是极不甘心。郑元奎平复了一下心情，不去看秦风，淡淡的说道：“本来我这学期准备消耗精神凝聚20个超凡传承，可是现在我精神受损，心情低落，已经没有办法凝聚那么多超凡传承，最多也只能凝聚5个。对此，我给各位同学先说一句抱歉，我身体不舒服，就先离开了。”说完之后，郑元奎不给学生反应的时间，直接离开。他走远之后，整个偌大的教室里面顿时就炸开了锅。我擦，导师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啊？还能是什么意思啊？原本导师准备凝聚20个超凡传承，也就是说我们中至少有20个人可以得到一个超凡传承，提高晋升超凡的几率。可是现在因为某人的原因，导师心情不好，减少份额，只有5个超凡传承了。啊，混蛋，有些人真的是自私自利，目无尊长，竟然当众顶撞导师，让导师下不来台，还威胁导师。他自己倒是爽了，可是遭殃的却是我们。本来20个超凡传承，我们很多人都是有机会得到的，可是现在以我的成绩，怕是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下我晋升超凡的几率大大降低，都是某些人的错误。说的不错，某些人既然不喜欢导师，那就自己离开就是了，干嘛还死赖在这里？真的以为自己是省状元和全国第3名就了不起了呀？谁都要惯着他，真是臭不要脸，自己惹事还要连累我们。这些人说着说着就指桑骂槐的骂了起来。那郑元奎虽然走了，可是他却是非常聪明的，把他和秦风的矛盾顺利转移到了所有魔宫系学生和秦风之间。这些新生之前有很多看到秦风都非常热情，还要和他合影，把他当成偶像，是学习的对象。可是现在一旦秦风触犯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人顿时就完全变脸，原来的热情和好感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嫌弃和厌恶。他们抱怨的话语也是越来越露骨，一开始还只是含沙射影，可是说着说着连含沙射影都不要了，直接就是省状元和探花的骂，现在就差直接指着秦风的鼻子开骂了。郑如梅见状，哪里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用尽全力的煽风点火，扩大仇恨。如果不是他自己知道他不是秦风的对手，估计就要立刻登高一呼，撺掇所有人一起扑杀秦风了。终于有一个人经受不住其他人的怂恿，气势汹汹地朝着秦风杀了过来，一巴掌狠狠地拍在秦风的课桌上，怒声说道：“秦风，你怎么还有脸坐在这里？这个教室不欢迎你，你不知道吗？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自己滚蛋的话，也不会发生后面的那些事情，导师也就不会被气得直接离开，更不会从原来的20个超凡传承的名额直接缩减到5个，这些都是你的错。你要么现在马上滚蛋，再也不要出现在我们面前，要么你马上去跟导师道歉，争取导师的原谅，让导师把超凡传承的名额增加到20个，不然的话，
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第100章兴师问罪。秦风慢慢抬起头，阴冷的目光盯着对方。这人5大3粗，长着一脸大胡子，面相也是看上去很凶狠的那种，拍桌子的时候更是气势汹汹。可是被秦风阴冷的目光一看，顿时气势就是一滞，不由自主的就吞了口唾沫，双手离开秦风的课桌，身子往后退去。这就是杀过人和没有杀过人的区别，更不要说秦风杀的可不是一个。你瞪我干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大胡子色厉内荏的说着。你是在向我兴师问罪吗？秦风站起身来，盯着大胡子的眼睛问着。秦风可是一个眼神就能把郑如梅给吓得惊声尖叫的人，大胡子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如梅，自然就更加承受不住秦风扑面而来的压力，一时间也不敢答话，甚至有一种想要立刻逃跑的冲动。这个时候，躲在人群后面的郑如梅对他的一个手下使了一个眼色，顿时那人就带头说道：大胡子不要怕，我们这么多人都是你的后盾，我们都支持你。那小子害得我们不能晋升超凡，难道还不准我们兴师问罪了吗？对，我们都支持你。其他人被这么一起哄，顿时也都喊了起来。大胡子看到有这么多人支持他，心里就有了勇气，关键是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逃跑，那样的话就太丢人了。于是鼓足了勇气大声说道：没错，我就是在向你兴师问罪。对，兴师问罪。其他人也立刻跟着附和。秦风冰冷的目光横扫而过，声音顿时就低了下去。秦风冷声说道：我昨天连着杀了高手排行榜上的第15名、第13名、第11名，还有第5名的郑家嫡系郑如风，甚至就连郑元奎也杀不了我。我现在就想你一句。秦风紧紧地盯着大胡子的眼睛说道：是谁给你的胆子对我兴师问罪的？说着话，秦风心中的杀意再次透过目光激射而出。虽然这次没有之前那样形成精神冲击，甚至是狮子幻觉，可是依然让大胡子从心底升起一股恐惧和阴冷，冷汗直接就冒了出来。他一个没有站稳，被秦风吓得腿软，好在他身边都是人，及时把他扶住，这才没有瘫坐在地上。秦风一脸嫌恶地看了一眼那大胡子，不屑地说着：不知死活的蠢货，就连被人当枪使的资格都没有。大胡子不敢说一个字。秦风懒得再多看他一眼，冷声说道：想要我走，我给你们一个机会，选出你们中最厉害的人跟我生死斗，只要打死了我，你们刚刚说的那些问题立刻全部解决，还会得到郑元奎的欢心，他肯定非常乐意给你一个超凡传承，而且你杀了我也可以立刻名震彩云省，好处多多。啊，生死斗！听到秦风的话，这些新人就更不敢冒头了。连导师都奈何不了的人，他们上去生死斗，那不是找死吗？不过他们马上就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一个人，正是郑如梅，他们的班长。你们看我干什么？郑如梅顿时就不淡定了。昨天郑如风和秦风生死斗被杀死之后，他们郑家长辈就特意叮嘱过他不要跟秦风生死斗。之前的话他还不以为意，甚至在被秦风气到爆炸的事时候，还会忍不住主动跟秦风生死斗。可是在看到连身为超凡强者的郑元奎都奈何不了秦风之后，他就心底打定主意，绝对不跟秦风生死斗。这就是一个不把命当命的疯子，谁跟他生死斗，谁就是傻子。他顶多就是在后面煽风点火，怂恿其他人跟秦风敌对，他在后面渔翁得利。谁知道刚刚推出去的那个炮灰那么菜，被秦风3、2句话吓得腿软，真是没用。现在这些人全都看他，这是摆明让他跟秦风生死斗的。您可是我们的班长，是我们中最厉害的人，第一个要赶走秦风的人是你，刚刚怂恿我们追究秦风责任的也是你，现在要生死斗，当然也是班长你出面最合适了。说得对，班长，我们都相信您的实力，跟他打吧。对，班长跟他打。所有新生一起喊着。刚刚讨伐秦风的时候有多大声，现在就有多大声。秦风饶有兴趣地看着郑如梅，郑如梅却是如坐针毡。本来是想要利用这些新生把秦风赶走，谁知道这些人立刻就被秦风利用，反过来把他架到火上烤。跟秦风生死斗，那不是找死吗？坚决不能同意。他硬着头皮，双手下压，让这些新生停止大喊。郑如梅说道：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不过我是班长，我主要的职责是维护班级内部团结，打打杀杀，尤其是生死斗，我看就算了吧，这很容易破坏班级内部团结的。哗！听到郑如梅的话之后，新生们顿时就不满起来，开始大声质问。第101章，我不欺负你，我用1级小木弓跟你打。尤其是那个大胡子，气冲冲地对郑如梅说道：班长，你刚刚怂恿我质问秦风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一定要把他赶出去，我们都听了你的话。可是现在轮到你出力了，怎么又换了一套说辞？班长，你这不是双标吗？对啊，班长，你刚刚是不是就是忽悠我们，让我们跟秦风对峙？你在后面坐收渔翁之利啊？能考上大学的都不是傻子。
他们刚刚也就是被舆论绑架，头脑一热，这才一股脑的去讨伐秦风。现在冷静下来，又看到郑如梅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如何还能想不明白？一个个都是愤怒地瞪着郑如梅。郑如梅一旦失去了班长的光环，她可没有秦风那样的摄人气势镇压这么多人。看着这么多新生愤怒地对他质问，顿时眼中就生出了一丝恐惧，对他的几个跟班使了眼色，顿时那几个跟班就保护在他周围，保护着他，想要离开。可是这个时候，秦风指着郑如梅大声说道：“郑如梅，你凭借你班长的身份想要赶我走，还怂恿其他新生跟我内斗，滥用班长的权力，你根本就不配做班长。我秦风正式向你发出生死斗！”听到秦风的话，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新生顿时就叫得更大声了。班长，秦风都主动向你发出生死斗了，你快点接受啊！对啊，怎么拖拖拉拉的？你不会不敢吧？你如果接受了，那我们以后还认你这个班长；如果你不接受，那我们也就不认你这个班长了。郑如梅脸色铁青，不过她完全不打算接受秦风的生死斗，低着头继续往外走。郑如梅，我也不欺负你，这样我换1级的小木弓跟你打，这样总可以了吧？秦风把暴风之弓收起来，换成1级的小木弓，挥舞着平平无奇的小木弓，大声说着。这下那些新生叫得更大声了。班长，人家秦风都让你到这种程度了，你如果还不接受的话，那你就太怂逼了。以后你出去的话，可不要跟别人说是我们的同学，因为我们丢人。郑如梅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这秦风也太会恶心人了吧。不过看着秦风手里的小木弓，他还真的心动了。如果能借机把秦风杀死的话，那么他不但可以给郑如风报仇，回去之后肯定也会得到族中长辈的赞赏。见他跃跃欲试的样子，他身边的手下立刻提醒秦风是用异常状态杀人，对武器的要求不大。经过提醒，郑如梅顿时又出了一身冷汗，差点就被秦风给骗了。他再也不敢说话，低着头快速离开。丢脸就丢脸吧，总比丢掉小命来得好。身后很快就传来了新生们的嘲讽声：“郑如梅，你这个胆小鬼，以后你再也不是我们的班长，我们不要胆小鬼班长。对，快滚吧，胆小鬼！”听着这些咒骂声，郑如梅脸色更加难看，不过脚下的步伐更快了。郑如梅离开之后，这些新生反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一些人就看向了秦风，带头走过来对秦风道歉说道：“秦风，我们来给你道个歉，刚刚都是我们不对，不过那也是被郑如梅那个小人蛊惑的，希望你能原谅我们。”“我原谅你们。”秦风果断地接受了他们的道歉，说着：“太好了，那秦风你看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现在导师走了，班长也没有了。”“是啊，秦风，你是我们中成绩最好的，你帮我们拿个主意吧。”新生们议论纷纷说着。秦风实际上懒得去管他们，这么多人，一个有主见的都没有，随随便便几句话就被人忽悠的找不着北，就是一群蠢货。不过那郑元奎临走的时候还来一个矛盾转移，利用这些新生来恶心自己，那自己也不介意再利用他们恶心回去。很简单，既然班长没有了，那么你们就重新选出来一个班长就可以了，只要是你们自己推举出来的，那么就算郑如梅回来也没有用了。对啊，秦风说的太对了，我们第一个就是要选班长，我看秦风你就很合适，要不秦风你做我们的班长吧？我不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你们选别人吧。秦风果断拒绝了。从他们被人忽悠讨伐自己的那一刻起，他就不想跟这些人有任何纠葛了。那导师呢？怎么才能让导师回来？如果超凡传承的名额能恢复到20个就更好了。这个也简单，你们可以利用舆论啊，去校内论坛发帖，只要发的足够多，引起学校高层重视，导师必须按时回来上课，超凡名额肯定也能恢复。好主意啊，怎么我们没有想到啊？这些人立刻就开始自己选班长，然后准备在论坛发帖。秦风见状，目的已经达成，懒得继续留在这里，起身离开。这次郑元奎一来就对自己出手，明显就是奔着弄死弄残自己来的，这个仇必须要报。第102章，谁说只准他们找我麻烦，不准我去找他们麻烦？秦风刚刚走出魔宫系的大门，迎面就看到了刘波。秦风，你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见过导师了吗？刚一见面，刘波就关心地问着。见过了。秦风点头，见过就好。对了，你跟导师关系还好吧？还行。秦风点头说着，他和郑元奎应该算是达成了某种妥协，他不开除自己，自己也不去找第一副校长申诉，所以关系应该还算可以。刘波还想要继续问，秦风打断说道：“有问题以后再问，我现在正好找你有事。”“什么事啊？”“我看高手排行榜上有很多郑家的人，你带我去找他们。”“啊？你找他们干什么？”刘波听了之后一脸警惕地问着，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没什么，我只是想要找他们生死斗。”秦风淡淡地说着，那语气就好像是在说，我只是想要跟他们去打个招呼一样。“什么？生死斗？”
刘波却是一脸震惊，差点一口气没有噎死自己。他一脸不敢置信地对秦风说道：“秦风，这生死斗是学校为了解决不可调和的矛盾才弄出来的一种解决方式。你这刚刚入学都没有见过他们，无仇无怨，你为什么要跟人家生死斗啊？无仇无怨吗？之前是的，可是现在不是了。什么意思啊？秦风，你刚刚在魔宫系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刘波一脸担心地问着。没有等秦风开口说话，刘波的信息提示就响了起来。他打开系统面板看了一下，是一条来自学校论坛的热门帖子推送。刘波本来不想看的，他还想要问一下秦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看到那帖子的标题竟然也是和秦风有关的。超大新闻，惊爆眼球，本届省状元秦风竟然在课堂上直接和魔宫系导师打起来了。看到这个惊悚的标题，刘波差点腿一软，直接栽倒在地。他赶紧打开帖子看了一下，越看越是心惊，最后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秦风说道：“秦风，你刚刚和魔宫系导师打起来了？”“打起来？没有。”秦风否定说着。不过刘波明显不相信，说道：“秦风，你可不要骗我呀！现在你和导师打起来的帖子都发到学校论坛上去了，人家把你们打的过程都给写出来了，说你已经拉弓搭箭，瞄准了你们导师，到底有没有这事？这不算是打起来吧，顶多就是对峙。”“我擦！”刘波一脸惊悚的张大嘴巴，用手指抓着下巴说道：“这么说，你真的和导师打起来了？”“说了不是打起来，只是对峙。”秦风纠正说着。“我擦，对峙也不行啊，那可是你的职业导师，别人都是万分恭敬，讨好都来不及，你竟然直接用弓箭瞄准导师，就这我刚刚问你跟导师关系怎么样，你竟然还说关系还行，你管这叫还行？当然了，因为只是对峙了一下，最后不是没有打起来吗？所以还行。”刘波已经无力吐槽了。秦风说道：“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就不要管了，现在带我去找排行榜上的那些郑家人吧。”刘波顿时再次紧张起来，说道：“秦风，你这是因为导师的原因，所以要去找郑家人报仇吗？”“是。”秦风直接承认了。那郑元奎见到我一句话不说，直接就用精神威压攻击我，我可是吃了大亏，这个场子必须要找回来。我擦，秦风，不，祖宗，你是我祖宗行不行？咱不要去好不好？那可是郑家啊，郑家是鲲鹏城第一家族，甚至说是整个彩云省的第一家族都不为过，人家不来找咱的麻烦，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你老人家就不要主动上去找不自在了。”刘波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着。“你是说只准他们来找我的麻烦，不准我去找他们的麻烦？这是什么道理？”秦风一脸不屑的说道：“我才不管他们是不是第一家族，那郑元奎摆明了就是想要直接弄死我，既然都已经要弄死我了，那我还管那么多干嘛？我打不过他们郑家的超凡高手，难道还不能杀几个凡阶的后辈吗？总之今天我必须要找几个郑家人生死斗，谁来都没用。”“刘波！”秦风不耐烦地说道，“你到底帮不帮忙？不帮忙就算了，我可以自己挨个去各个班级去找。郑家既然是第一家族，自然子弟众多，我就不信找不到他们。”说完之后，秦风直接就朝着刘波所在的漫游射手系走去。“等等！”刘波见状，赶紧紧跑2步拦住了秦风，说道：“秦风，你去我们漫游射手系要干什么？”第103章，你神经病吧？我当然是去找郑家人了。我擦，你想要怎么找啊？当然是直接喊了，让郑家人直接滚出来。刘波满头黑线，他已经彻底被秦风打败了。秦风，你可不要乱来，我们漫游射手系的导师姓林，不是郑家的超凡，我们系里面也几乎没有郑家人，你不要去。你如果去了的话，我以后就没法混了。姓林？听到漫游射手系的导师姓林，秦风顿时就明白这漫游导师应该是林家人，也就是自己这边的，顿时就放弃了进入漫游系的打算。他现在之所以能跟郑家人硬拼，甚至连身为超凡的郑元奎都敢正面应对，就是因为背后有林海军这个大靠山。这一点他认识得非常清楚，自然不会自毁靠山。既然如此，那就不去了。听到秦风的话，刘波终于重重地松了口气。可是秦风下一句话让他的心再次提了起来。我们去猎人系看看，猎人系的导师是谁，有没有厉害的郑家小辈？看着秦风一副不管自己有没有帮忙，他都会去找郑家人麻烦的样子，刘波心里叹息一声，只能跟了上去。让他来给秦风做向导这个事情，是他的漫游导师亲自交代给他的任务。昨天林海军校长也叮嘱过他一次，正是有这层关系，他才会这么尽职尽责的帮助秦风。不然的话，以秦风这样不断的作死行为，他早就有多远躲多远了。猎人系也是郑家的地盘，他们的班长叫做郑源，虽然不是郑家嫡系，可是因为实力很强，也深受郑家高层重视，是现在猎人系的第一高手。刘波跟在秦风后面一起进了猎人系，一边给秦风讲解着。到了猎人系班级门口，
刘波指着最前面一个中分头说道：“那个中分头身边有一头雪白藏獒的，就是郑源。”秦风闻言，直接就朝着郑源走了过去。刘波则是悄悄退出，躲在窗户底下偷偷观看。“你就是郑源？”秦风直接走到郑源面前，开口问着。郑源一脸诧异地看着秦风，原本卧在他脚下的白色藏獒看到秦风，立刻就发出低沉的呜呜声，似乎是在警告秦风。秦风直接无视白色藏獒，又朝着郑源靠近了一步，再次问道：“你是不是郑源？”“我就是郑源。你是哪来的傻逼，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郑源身为猎人系的班长和第一高手，向来都是备受尊敬，不曾想突然冒出来一个新人，竟然在他面前大呼小喝，顿时大怒，用手一拍他脚下的白色藏獒，说道：“小白，给我咬他！”那白色藏獒顿时站起身来，足足有1.5米高，不像藏獒，更像狮子，威武霸气，得了主人的命令，发出一声咆哮，直接朝着秦风身上扑去。“滚开！”秦风怒目圆睁，一声大喝，击杀500多人的浓郁杀气再次借助目光和暴喝释放出去。那白色藏獒顿时就好像是看到天敌一样，威风全无，夹着尾巴躲到了郑源身后。没用的狗东西！看到自己的藏獒竟然被一个新人一句话吓成了哈巴狗，郑源顿时脸上无光，狠狠地踢了白色藏獒一脚，大骂一声，这才再次认真审视秦风，说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话的时候，他的一些小弟也都站了起来，一脸不善地盯着秦风，随时都要动手围殴的样子。秦风怡然不惧：“我叫秦风。”他淡淡的说着。“什么？你就是秦风？”听到秦风自报姓名，顿时所有人都是大惊，连围住他的那些人都是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往后退了几步，看着郑源的眼睛说道：“我要跟你生死斗。”郑源看着出现在他面前的系统提示，脸色不断变换，他的拳头握紧又松开，说道：“秦风，我没有招惹你吧？哪来的那么多废话？我要跟你生死斗！我擦，你他妈神经病吧你！”郑源脸色铁青，他已经看过秦风和郑如风的生死斗，知道秦风的厉害，郑家高层也专门让人提醒过他，不让他跟秦风生死斗，所以他现在完全不想跟秦风生死斗，这家伙就是一个神经病。“郑源，我要跟你生死斗，你是不敢吗？”秦风再次上前紧逼说着，这下整个猎人系的所有学生都被惊动了，纷纷看向了郑源这个猎人第一高手。我擦，简直就是神经病，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郑源心里骂娘，认定秦风根本就不是正常人，他也不想当着所有新生的面和秦风争吵，那样更加丢人，对几个小弟使了眼色，带着他们的宠物掉头就走。第104章，秦风就是一条疯狗。我擦，我没有看错吧？咱班长竟然逃跑了，他可是猎人中的第1名啊，竟然连一个新人的挑战都不敢接受，这也太丢人了，亏他刚刚在我们面前还那么牛逼哄哄的，没想到这么怂。是啊，丢死人了，以后出去我都不敢跟人说我是猎人了。看到郑源不敢接受生死战，直接跑路，顿时那些新生都是一脸的失望和嘲讽。不过这郑源也是一个人物，面对这么多新生的唾沫星子，他就当没有听到，用最快的速度离开，是一个果断之人。一直在外面窗户底下偷看的刘波看到没有打起来，顿时重重的松了口气，给秦风做向导这个工作，他估计做完的话至少折寿10年，太吓人了。这时候秦风也出来了，刘波就要拉着秦风赶紧离开，不过秦风一句话让他差点直接原地去世。走吧，我们去下一家。我擦，秦风，你还要继续啊？当然。刘波一脸无语，劝说道：“秦风，你有没有想过，这么激怒郑家，完全就是作死的行为啊？”秦风淡淡一笑说道：“怕什么？就算天塌下来，也有个高的顶着。行了，快点走吧。”刘波无奈，只能跟上。秦风一走，躲在角落里面的郑源走了出来，看着秦风的背影，一脸的阴沉。他打开了一个聊天群，这里全部都是他们郑家年轻一辈的交流群。兄弟们，秦风这个神经病刚刚找我生死斗了。郑如梅，什么？他又去找你了？你没有答应吧？郑源，当然没有，他就是一个神经病，我才不会跟一个神经病生死斗。不过我当着那么多新生的面拒绝了他，这下我在新生面前丢尽了颜面。郑如梅，我擦，我也是啊，你说的没错，这秦风就是一个神经病。郑如柏，各位，这秦风有点邪门，在找到能打败他的方法之前，一定要克制，不要跟他生死斗，这也是爷爷的意思。知道了，二哥。好的，二哥。郑源，二哥，我们是不想跟秦风这个神经病生死斗，可是架不住他像疯狗一样的追着我们咬啊。就现在，他离开了猎人系之后，朝着圣职者学院去了，那边的兄弟一定要小心啊。郑芳，我擦，来我们学院了。郑源，没错，
你做好应对的准备，最好是不要跟他碰面。正方，那我现在就走。我擦，那疯狗已经来了。蓝泉圣使系的教室中，正方刚看到郑源在聊天群中的信息，一抬头就看到了秦风。秦风也正是冲着他来的，两人的目光正好碰撞到一起，滋滋滋，仿佛是有电光闪烁。这正方丝毫不敢停留，掉头就走。正方，我要跟你生死斗！一声暴喝在大教室中响起，顿时数百个新生都听到秦风的话，纷纷朝着秦风看来。看到秦风只是一个25级的新生，顿时一个个都是一脸震惊，怎么一个新人就敢来挑战他们蓝泉圣使中的第一高手呢？一定要让班长狠狠地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生。可是当他们去找他们班长正方的时候，却是发现正方正在快速逃跑。秦风见状，一个跳跃加上一个冲锋，直接就拦到了正方面前。正方，你要逃跑吗？你是第一蓝泉高手，我要跟你生死斗！正方脸色铁青，让开，我没有兴趣跟你生死斗。秦风，是没兴趣还是不敢？我擦，这个新生好嚣张啊！班长，跟他打，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对啊，这个新生太嚣张了，竟然敢来我们蓝泉系踢馆，必须要让他知道我们蓝泉圣使的厉害。其他蓝泉新生很多都还不认识秦风，看到秦风嚣张的样子，顿时就非常不爽地大叫了起来，这让正方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这些家伙是怕我死得不够快吗？不过其中还是有很多老生，甚至是昨天跑去宿舍门口堵秦风的也不在少数。他们亲眼目睹秦风连续击杀4个高手的强大实力，听着那些新生不知死活的话，顿时就低声训斥起来：你们不要胡乱起哄，这个新生不是普通的新生，而是今年的状元秦风，昨天已经连续杀了4个排行榜上的高手，而且都比咱们班长的排名还要高，你们让班长和他打，就是在害班长。听到这些老生的解释之后，这些新生顿时都是一脸震惊，没想到秦风竟然这么厉害。秦风，我说了不跟你生死斗，你不要欺人太甚，就欺你了又如何？秦风，你有想过招惹我们郑家的后果吗？不就是要杀死我吗？正好给你一个机会，在生死斗中杀死我。你就是一条疯狗，那你来咬我呀！正方已经彻底无语了，这秦风简直就是一条疯狗，生死斗在他嘴里就好像是喘气那么简单的事情一样。可是他根本就没有丝毫打败秦风的把握，所以就算是拒绝秦风生死斗会让他非常丢脸，也完全顾不上了。在几个手下的掩护下，全力施展身法跑了出去，随后一路狂奔，好像是被狗撵一样，生怕被秦风追上跟他生死斗。足足跑了好几公里，回头看了一下，秦风没有追上来，正方这才重重的松了口气。另一边，秦风眼睁睁看着正方逃跑，他也是非常无奈。生死斗必须要对方同意才行，这些郑家人不同意，他也没有办法。他已经尽可能的挑衅了，可是架不住对方完全不中计啊！马德，不是说郑家是鲲鹏城第一家族吗？正常来说应该是嚣张跋扈，谁敢招惹他们，立刻就要用尽一切手段打压，甚至是弄死对方才会停止。可是现在这些郑家人为什么一个个都当起了缩头乌龟呢？连着找2个人都被拒绝，秦风心里郁闷的想着。他看向教室里的其他人，这些人顿时纷纷后退，不敢靠近秦风，更不敢跟秦风对视。连蓝泉第一高手都不敢跟他生死斗，这些人就更不行了。他朝外面走去，人群自动让开道路。第105章受虐狂。从蓝泉系出来，秦风看着旁边的圣骑士系和驱魔系，圣骑士都是一群奶爸，直接略过。驱魔系的第一高手丁泰昨天就被他打死了，剩下的也没有郑家的高手，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秦风心里淡淡说着，直接朝着圣职者学院大门走去。刚刚从大门出来，秦风就看到一群熟人，领头的正是秦雪，身后跟着美玉学姐一群人。秦风看过去的时候，秦雪赶紧转过头去，装作没有看到他的样子。美玉学姐等人也都是避开他的目光，不敢看他。他们脸上的淤青还没有下去，多半都是被秦风打的。他们也不敢跟老师告状，因为昨天他们本来就是去打人的，只是没想到会碰到秦风，结果被打。就算是告到老师那里，也是他们有错在先，不但制裁不了秦风，反而会更加惹怒秦风。他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家伙，现在最不想招惹的就是秦风了。如果不是秦雪执意要来的话，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想出现在这里的。秦风现在最不想看到的也是他们，尤其是秦雪。本来他进入大学的计划是好好学习，用最短的时间晋升超凡，不想跟秦家之外的任何人结仇。结果就是因为秦雪的出现，让他被迫卷入了林郑2家的争斗之中。真他喵晦气！秦风懒得去看这一群二比，不想跟他们有任何交集。他目不斜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朝着战士学院走去。可是他没走出去多远，
身后就传来了秦雪生气的声音：“秦风，你给我站住！”秦风微微皱眉，完全懒得理会他，继续走。可是秦雪却是一路小跑拦住了秦风：“秦风，你见到我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秦风眉头皱成了川字：“我跟你打招呼？我们是敌非友，我跟你打的这模拟？滚开！”秦风冷声说着。看到秦风态度这么差，秦雪本能的就要发他的公主脾气，不过想到对秦风根本就没有效果，于是就压下了脾气，说道：“秦风，你现在给我道歉，只要你给我道歉，我就原谅你昨天对我做的事情。”道歉？这傻逼老娘们是不是脑子有病？秦风一脸懵逼，完全不能理解这秦雪的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对自己提出这样的一个奇葩要求？昨天自己可是跟他生死斗，差点杀死他。正常来说，他应该做的不是让他妈郑佩佩还有他外公郑宏德直接出手把自己给弄死吗？怎么会直接跑自己面前来要求自己道歉？这是正常人类的脑回路吗？滚开！秦风的语气越发冷漠。秦雪依然伸手挡在秦风的前面，一脸委屈地说道：“秦风，你为时妖对我态度这么不好？擦，不走是吧？我要跟你生死斗！”秦风直接对秦雪再次发起了生死斗。秦雪愣了一下，果断点了不接受。不战就赶紧滚蛋！秦风冷冷地说着。可是秦雪还是继续挡在秦风面前说道：“秦风，我知道你这么做是要引起我的注意，我现在已经注意到你了，你不用继续假装对我冷漠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听到秦雪的话，秦风再次懵逼了。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引起你的注意？鬼才想引起你的注意，你从来不出现才好。秦风，啪！秦雪还想说些什么，可是秦风已经忍不了了，冒着触犯校规的严重后果，直接一巴掌把秦雪扇飞了出去。会长，小雪，学生会的一群人看到秦雪被打，马上就大呼小叫的扑了过去，把秦雪扶起来。其中的好几个男生都是一脸愤怒的看向秦风，甚至有一个精虫上脑的黄毛，脸上还有秦风昨天留下的淤青呢，就直接愤怒的冲上来对秦风骂道：“秦风，你这个混蛋，竟然敢打小雪，我要杀了你！”好啊，我跟你生死斗！秦风立刻就发出了生死斗的邀请。看着面前出现的生死头邀请的系统提示，这个黄毛顿时就清醒过来，想起秦风的恐怖，他心里升起一股后怕，自己怎么这么冲动，竟然想要杀秦风，这不是找死吗？他赶紧拒绝了生死斗，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起来说道：“哎呀，我的肚子好疼啊，昨天受的伤还没有好呢。”转身回去了。秦风见状，对这些人更加不屑，快步离开。小雪，你没事吧？美玉学姐等人围在秦雪周围担心地问着。秦雪半边脸都被打肿了，用手捂着，正在发呆。听到美玉学姐的问话，她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说道：“我没事。”搜寻了一下秦风的身影，看到秦风已经离开了，眼睛里面闪过一丝失望。美玉学姐说道：“小雪，那秦风敢打你，已经触犯了校规，我们去告诉郑老师和郑校长吧，这次肯定能把他驱逐出校。”不要！秦雪捂着肿起来的脸说道：“这件事情你们一个字都不要跟我妈和我外公说，不然的话，我一定会狠狠地收拾你们。”好吧，我们不说。美玉学姐等人虽然不知道秦雪为什么会如此，可是也只能点头答应。秦雪随后就回到了学生会的办公室，把房门紧闭之后，秦雪倚在房门后面，抚摸着肿起来的半边脸，轻轻的按压，一丝丝火辣辣的痛苦传来。秦雪脸上竟然浮现出痛并快乐的享受的表情来。想到秦风那冰冷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还有那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的痛苦，这是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奇妙感觉，让他莫名兴奋起来。另外一半正常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一抹红晕出来。她从一出生就是公主，备受众人的呵护，对她的要求从来都是有求必应，没有人会呵斥她，更没有人敢打她。学校里面更是有一大群想要追求她的舔狗，对于那些人她都已经看腻了。可是秦风却是第一个敢骂她，甚至还打她的人，这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差点被杀的恐惧消失之后，她满脑子里面全部都是秦风的影子，想忘都忘不掉，甚至就算是秦风骂她，对他射箭的动作，在他脑海里面也自动蒙上了一层粉红色的特效。他莫名的特别想要见到秦风，这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就算是他的亲姐姐秦云去了很远的地方，他也没有想要找他的冲动，但是现在却是每一秒都想要见到秦风。于是，在打听到秦风的位置之后，就主动找了上来。秦风对他依然非常冷淡，可是越是冷淡，他的心里就越是兴奋。后来那一巴掌，他感受到的也不是痛苦，而是痛并快乐的一种感觉。第106章大乱斗。秦风，我太佩服你了。我又怎么了？就是那秦雪啊，你那么跟她说话，
换了以前，他早就公主脾气发作，找人群殴你了。可是现在不但强忍着公主脾气，甚至跟你说话的语气都好像是在讨好你一样。讨好我？你没睡醒吧？我不是胡说，我真的有这种感觉。随便你吧，不要再跟我提他，遇见他就没好事。秦风没好气地说着，一路杀到了战士学院。郑如松、郑如柏，给老子滚出来！已经连续碰瓷失败2次，秦风这次懒得去班级里面去找了。进入战士学院之后，他就直接大声喊了起来。郑家最强的2个嫡系，郑如松和郑如柏都是战士学院的学生。郑如松是狂战，郑如博是盾战，他们2个都是各自职业的第1名。尤其是郑如松，原本只有天赋异禀的秦云能压他一头，不过现在秦云和秦孝武一起外出执行任务去了。这郑如松就是目前学校里面的最强者。不过那是以前，只要不是超凡，秦风就不惧任何人。秦风这么一喊，顿时就把整个战士学院的学生都给惊动了，纷纷探出头来观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秦风一个25级的新生过来挑衅郑如松和郑如柏，都是一脸震惊，觉着秦风就是一个疯子。不过在很多知情人说了秦风的来头和战绩之后，顿时这些人就更加兴奋了。反正秦风找的是郑家人，又不是他们，于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也跟着大声喊起了郑如松和郑如柏的名字，就是想要看一场精彩的战斗。可是喊了好一会也没有见到2人出来。我擦，怎么回事啊？他们2个不是狂战系和盾战系的最强者吗？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啊？难道是害怕了吗？嘿嘿，你还不知道吧？秦风之前就已经去找郑家的郑源和郑方生死斗了，结果他们2个全部都选择了逃跑，根本就不敢跟秦风战斗。我看郑如松和郑如柏2个人应该也是怕丢人，一早就跑了。我擦，不是吧？之前我还把他们当成我追赶的目标呢，没想到这么怂，哎，真是白瞎了我的感情啊。没错，郑家还号称鲲鹏大学第1家族呢，我呸，连一个新生都把他们整个郑家压得抬不起头来，我看他们以后还有什么脸继续在鲲鹏大学作威作福。对，我看郑家就是一群胆小鬼，缩头乌龟，一群吃瓜群众本来都已经准备好看戏了，结果郑家这么不给力，顿时就有很多人冷嘲热讽起来，甚至直接开骂。而其中还有很多郑家人，他们以前都是嚣张跋扈惯了，从来没有人敢当着他们的面骂郑家，现在听到这些话，顿时就忍不住了，立刻就指着那些骂他们郑家的人回骂过去。喂，你骂谁是缩头乌龟呢？连我们郑家都敢骂，你他妈想死是不是？啪！愤怒之下，直接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我擦，竟然敢打老子，跟你拼了！那吃瓜群众也是一个火爆的性子，当众被打脸，哪里还能忍得住，直接就和打他的郑家人打了起来。其他吃瓜群众也大声骂道：你们郑家的这些狗垃圾，人家秦风打上门了，你们不敢跟秦风打，早早的躲起来。你们不是缩头乌龟，谁是缩头乌龟？不敢打秦风，只敢来打我们，就是欺软怕硬。各位兄弟，我们不能再忍受郑家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了，打他们狗日的！对，打他们狗日的！一群吃瓜群众顿时就朝着身边的郑家人杀了过去。郑家本来就是鲲鹏大学第1家族，人数众多，本来就被秦风的上门挑战生了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现在这些普通学生竟然也来造反，顿时就一个个嗷嗷叫着加入了战团。吃瓜群众见状，也都是呼朋引伴的，越来越多人加入战团。不一会，直接发展成了整个战士学院的大乱斗，直接参与战斗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秦风一脸懵逼的看着这一幕，我擦，什么情况？是我来找郑家人生死斗，怎么我还没有开始呢，你们这些吃瓜群众就先打起来了？另一边，在一个别墅中，郑家的年轻一辈都聚集在这里。之前拒绝了秦风生死斗的郑如梅、郑源、郑芳赫然就在其中。坐在最中间的是一个狂战和一个盾战，他们就是郑家核心嫡系郑如松和郑如柏。此时他们正在观看着一段3D 虚拟影像，正是此时正在战士学院中发生的大乱斗。郑如梅恨声说道：擦，都是秦风那个疯狗，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他才来2天就到处惹事，弄得我们颜面扫地。对啊，大哥二哥，你们也想个办法呀！你看原本那些被我们压得死死的家伙都敢骂我们了，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风这条疯狗到处乱咬人吗？这么下去，我们郑家的脸都要丢光了。郑芳和郑源也是一脸的不忿，恨不得立刻把秦风弄死才好。郑如松眼睛中也有怒火，不过他心有静气，很快就把怒火压制下去，冷声说道：秦风就是一个跳梁小丑，不用去管他，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晋升超凡，只要晋升超凡，秦风这样的垃圾随手都能捏死。听到郑如松都这么说了，其他人虽然不满，可是也只能忍着。另一边，上千人的大乱斗很快就惊动了超凡导师，一个浑身重甲、
身高1米8，有着血红色眉毛和头发的中年导师迈步走了进来，冷冷地看了一眼场中的大乱斗，他吐气开声，大声吼道：“都给我住手！”他的声音中夹杂着超凡之力，形成了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声波，一声大吼，如同飓风一样，把正在大乱斗的上千人都给吹得东倒西歪，瞬间终止了大乱斗。秦风全力防御，这才没有跟其他人一样被吹飞出去。这吼声之中还蕴含着一丝狂暴的精神力量，在这一股精神力量的影响下，秦风隐约看到那中年导师背后出现了一个身高10丈、浑身浴血的魔神。第107章，打不过就改规矩。与此同时，中年导师也看向了秦风，怒声喝道：“秦风，你引发千人争斗，其罪当诛，给我死来！”噬魂手。说完之后，大手张开，顿时就有一股庞大的吸力传来，秦风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就被对方吸过去。轰！一道剑光从天而降，落到秦风面前，噬魂手产生的吸力瞬间消失，剑光消散，显露出一个一袭白衣的身影，身躯笔直如剑，身体周围有透明的剑气环绕。中年导师看着来人大怒，林有道：“你要包庇秦风这个罪犯吗？郑元彪，你不要胡乱给人扣帽子，秦风是本届省状元，怎么就是罪犯了？”中年导师就是郑元彪，狂战导师郑家超凡。郑元彪说道：“秦风引发了上千人规模的大乱斗，后果严重，难道还不是罪犯吗？”林有道转过头来对秦风问道：“秦风，那些人是你让他们打斗的吗？”“不是。”秦风断然否定说道：“我只是来这里找人生死斗，至于大乱斗的这些人，我跟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林有道说道：“听到了吧？秦风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秦风无罪。”“哼，这件事情你我说了都不算，我要提交到全校超凡大会上，所有人举手表决。”郑元彪冷哼一声说着：“全校超凡大会是在学校发生非常重大事情的时候才会举行，所有的超凡强者一起举手表决。不过郑家超凡数量最多，占据绝对优势，就算现在秦孝武不在，只有7个，依然超过邻里2家总和，所以郑家经常利用全校超凡大会左右整个学校的决策。”说完之后，郑元彪就要离开，准备召开全校超凡大会。这个时候，秦风却是出声叫住了郑元彪：“郑元彪导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可以。”郑元彪一脸冷笑地看着秦风，心里想着，这秦风应该是害怕了，想要向我求饶吧，那我就给他一个机会向我求饶，给他一个虚假的希望，然后继续弄死他。秦风说道：“我刚刚也说了，我来这里是找人生死斗，目标就是你们郑家的郑如松和郑如柏，可是没有找到他们。刚刚听到很多同学说他们早就躲起来当了缩头乌龟，我就是想要问一下，你知不知道他们缩到哪了？”“你……”郑元彪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冷声道：“小子，你还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秦风耸耸肩说道：“无所谓，反正我都死过一次的人了，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是赚的。不过在我死之前，我肯定会多找几个垫背的。我听说你们郑家高手最多，我就专门找你们郑家的人生死斗好了。”郑元彪已经后悔留下来听秦风说话了，冷冷地看了秦风一眼，杀意毫不隐瞒地释放出来，冷哼一声，转身离开。林有道饶有兴趣地看着秦风，眼睛里面明显有着赞许之色，说道：“秦风，这件事你放心，虽然他们郑家的超凡人数多，可是我父亲是校长，有一票否决权，所以不会让你出事的。谢谢林导师。”秦风道谢说着，对于林家这个盟友，他很满意，因为人家有事是真上，是一个很不错的盟友和靠山。林有道说道：“不用谢，你还是该干嘛就干嘛，只要不触犯校规，别的事情不用你担心。”说完之后，林有道也离开了。有了林有道的保证，秦风底气更足了。他看着那些郑家人说道：“郑如松和郑如柏2个人当缩头乌龟了，你们郑家人还有没有不当缩头乌龟跟我生死斗的？”他这话一出，所有的郑家人都是一脸愤怒地瞪着他，可是一个站出来的都没有。毕竟生命只有一次，连郑如松和郑如柏2个人都跑了，他们这些郑家的普通族人就更没有必要出头了。看来是都要当缩头乌龟了。既然如此，那我去其他学院继续转转。秦风丢下一句嘲讽，去往其他的学院，格斗家学院和魔法师学院。这2个学院同样有很多郑家的高手，不过也都提前得到通知，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秦风过去之后扑了个空，虽然没能干掉几个郑家的高手，可是被他这么一搞，郑家颜面扫地。原本很多郑家人在他们自己班级里面都是班长，职业中的第一高手，备受其他同学的尊敬和崇拜，以后也都会转化成郑家的羽翼和底蕴。可是现在他们全部都被人唾弃和嘲讽。擦，以前都是别人怕我们郑家，什么时候变成了我们怕别人了？而且对方还只是一个新生，我们郑家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别墅中，郑家的一群年轻高手一脸沮丧地抱怨说着，其他人也都是个个心情低落，沉默不语，整个别墅中都弥漫着浓浓的压抑。就在这个时候，学校的广播响起：“重要通知！重要通知！
因为某些人滥用校规，利用生死斗校规的漏洞，肆意破坏学校内和谐的学习环境。现在经过全校超凡大会的研究，正式对138条生死斗校规加以限制，每人每天只有一次生死斗的机会，不管成不成功，都不能再次进行生死斗，否则将会受到学校的严惩。这个通知一连响了3遍，学校里面的所有人都听到了。太好了，有了这个限制，秦风那条疯狗再也不能利用生死斗来咬我们了。哈哈！听清楚这个通知的内容之后，郑家别墅里面的很多人都高兴地大叫了起来。另一边，秦风也听到了这个通知的内容，他不由得冷笑，看来是郑家开始发力了，不想让自己继续利用生死斗来打击郑家的声誉，打不过就改规矩，这不是以前西方人最拿手的吗？没想到现在全被郑家学去了。不过无所谓了，反正郑家的脸已经被他打了一个遍，影响已经造成了，郑家想要挽回声誉可没有那么简单。而且他也不会整天没事干专门去找郑家人生死斗，他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尽快练级，只有自身的实力提升，这才是根本。看看天色已经快要黑了，秦风就直接回去宿舍睡觉养精蓄锐，准备明天一早去练级。只是他回到宿舍，刚刚打开门，就看到秦红竟然就在宿舍里面躺着。秦风一进来，他立刻就好像是受惊的兔子一样从床上弹起来，一脸惊恐地看着秦风。秦风皱眉冷声说道：我今天早上不是告诉过你，让你从我面前消失吗？你怎么还在这里？第108章打怪升级。秦风，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去了，你再容我一天，秦风，就一天。秦红哀求说着，他说话漏风。秦风这才看到秦红脸上的伤更多了，2颗大门牙也掉了，应该是又被秦家人给打了。你这是被秦信他们打的？是，他们简直是把我往死里打呀。秦风，你看在我这么惨的份上，就让我继续住在这里吧。秦红顺势给秦风跪下哀求说着，你惨不惨关我屁事，马上滚，不要让我动手。秦风冷声说着，秦风，他们只有你这里不敢来，我如果出去的话，他们会打死我的，求求你了秦风，只要你让我留下来，以后我就是你的狗，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求求你了秦风。秦红直接抱住秦风的大腿哀求。秦风冷笑，狗是用来咬人的，我要你这一条没有牙的狗做什么？赶紧滚。秦风，我还有牙，我可以帮你咬人。秦风，求求你了，不要赶我出去。是吗？那就去咬给我看，什么时候你敢咬人了，什么时候就可以来找我。秦风懒得听他废话，直接抓着他的脖子把他拖到门外。秦红拼命的哀求，鼻涕眼泪一大把，秦风直接一脚把他踢飞。转身进屋的时候，秦风发现走廊拐角处有几个人影晃动，看轮廓应该就是秦信秦昊几个人了。对于他们现在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秦风懒得去管，狗咬狗一嘴毛，谁死了他都不关心。砰的一下关上房门，秦红又叫了2声，哀求秦风让他进来。不过很快他的声音就停止了，秦风听到了一群人快速靠近的脚步声，应该是秦昊等人杀了过来，秦红就只能逃跑。不过能不能逃得掉，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这下终于清静了。洗漱之后，秦风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秦风就出校打怪。本来学生入学之后是要导师传授技能，然后在导师的安排下组队一起出去打怪刷副本。不过秦风和他的导师郑元奎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就算去了，估计也是两看相厌，对方更不会传授自己技能，干脆不去。他也不需要跟人组队，所以领了一份地图和怪物资料之后，就直接一个人出校打怪。一出校门就是森林。游戏入侵蓝星之后，人类只能躲在城市里面，城市之外基本上都已经被森林所占据，所以现在只要一出城，到处都是森林。森林里面最多的怪物就是树精，树精的等级从20级到40级不等，几乎只要有森林的地方就有树精的存在。它们不但实力很强，生命力也非常旺盛，正是因为这些树精的存在，所以森林才会扩张的这么快。刚进入森林，秦风就遇到一个5米多高的树精。树精普通怪物，等级24级， HP 5万， MP 5000，技能树根突刺、树根缠绕、树枝鞭打、恢复术。只是24级的怪物就有5万生命值，而且它的技能非常全面，树根缠绕控制、树根突刺和树枝鞭打攻击，还有恢复术可以恢复生命，简直就是完美的技能搭配。这一个普通小怪都能比得上一个小 boss 了，怪不得学校会要求学生组队出来。这么强的怪物，对于刚刚入学的新生来说，的确是有点危险。不过对秦风来说就是小意思。暴风之弓出现在手中，拉弓搭箭，嗖嗖嗖，1秒14箭，眩晕加中毒加火焰，直接秒杀。秦风一路走一路秒，这些树精甚至都不能拖慢他前进的速度。不一会，周围的树精不见了，树木之间出现了很多巨大的蜘蛛网，在其中移动，一不小心就会被蛛网粘上。秦风一箭射到蛛网上，蛛网颤动起来，
顿时就有好几只1人多高的巨大蜘蛛钻出来，张口就朝着秦风喷射出蛛丝。跳跃，秦风后跳10米，躲开了所有的蛛丝。这蛛丝是一种控制技能，只要被喷中，就会被蛛丝束缚在原地，然后一大群蜘蛛扑上来，就算秦风很厉害，也要饮恨在此。他看了一下这些蜘蛛的属性：蜘蛛怪，普通怪物，25级 ，HP 3万 ，MP 5000，技能喷射蛛丝，跳跃扑击，剧毒撕咬。刚刚看完蜘蛛怪的属性，就有好几只蜘蛛跳跃起来，巨大的身体朝着秦风扑击。它们有一对巨大而锋利的前肢，如果被它们扑中的话，那一对前肢肯定会狠狠地贯穿秦风的身体。他再次使用冲锋技能，后退10米，同时箭矢也开始射出。第109章，秦风，我要和你再比一次。嗖嗖嗖，如同机枪子弹一样，1秒一个。不一会，冲出来的10几只蜘蛛全部被他杀死。这些蜘蛛怪的数量比树精要多得多，而且还有密密麻麻的蜘蛛网。秦风一个人闯进去，万一被蛛丝束缚，还是很危险的。所以他直接召唤出了金翅大鹏鸟。只见他称号上金光一闪，随着一声嘹亮的鸟鸣声，浑身金色的金翅大鹏鸟就被召唤了出来。金翅大鹏鸟飞上高空，秦风的一只眼睛也变成了鸟类的树瞳，跟金翅大鹏鸟共享视觉。顿时，前面所有的蜘蛛怪全部都一览无遗，被他看得一清二楚。超范围打击，秦风开启超范围打击，100米范围内所有的蜘蛛怪被秦风挨个点名，他根本就不需要靠近，就把这些挡路的蜘蛛怪全部击杀。清理出来了一条上千米的道路之后，一个蓝色的副本漩涡出现在秦风面前。锁定副本漩涡之后，这个副本的一些基本属性就展现在秦风眼前。副本名称：蜘蛛洞穴，进入等级20至28级，副本进度 15%。这副本有严格的进入等级限制，如果不在这个等级范围之内，是不能进入这个副本的。还有副本进度这个属性，并不是这个副本攻略的进度，而是这副本入侵蓝星的进度。实际上，除了新手副本之外的所有副本，都是游戏世界入侵蓝星的重要途径。这些正式副本，正常情况下，每天副本进度都会上涨 10%。当副本进度达到 100% 的时候，副本就会爆炸，副本入口的蓝色漩涡会变成一个连通游戏世界和蓝星的空间之门。原本副本中的怪物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蓝星，这就是游戏世界入侵蓝星的最主要的途径。而降低副本进度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刷副本。只要通关一次副本，就会降低一些副本进度。为了阻止游戏世界对蓝星的持续入侵，人类玩家必须要每天刷副本，降低副本进度。与此同时，有一个玩家小队也穿越森林，朝着蜘蛛洞穴副本杀了过来。他们这一路上一个怪物都没有碰到，顿时队伍中就有人好奇，不是说这树精森林里面有很多实力很强的树精怪物吗？我们出来的时候，导师还特意叮嘱我们要小心，这怎么走了一路一个树精都没有见到啊？不止树精，蜘蛛怪也一个都没有看到。或许是学校觉着我们都是新生，现在面对那些树精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导师亲自出手把这些野怪给清理了吧。说得对。他们聊着天就来到了蜘蛛洞穴副本门口，顿时就看到了秦风。本来以为他们是第一个来刷副本的队伍，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比他们更早到来，而且对方还是一个人，这就足以说明对方的实力了。当他们看到秦风脑袋上的探花称号的时候，这个小队的队长顿时就猜到了秦风的身份。他立刻走到秦风面前，略带挑衅地问道：“你是秦风？”“你是？”看着对方眼中的挑衅之色，秦风很是疑惑，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郑家和秦家的话，他们现在躲自己都来不及，更不会主动来找不自在。实在是想不出来这人为什么要挑衅自己。“我叫徐峰，山峰的峰。”对方说话间透着一股傲气，但是又有一些不甘。“我是今年彩云省第2名。”说话之间，一个称号浮现出来，上面写着彩云省榜眼的字样。秦风顿时就完全明白过来，为什么对方会对自己挑衅，因为自己的成绩盖过对方一头。这徐峰应该也是一个心高气傲之辈，估计他自己早就把彩云省状元看成了他的痉挛，结果却是被秦风横空出世给夺走了。换成自己，估计也会是同样的心情。秦风看了一下对方的等级，24级，已经是非常厉害了。秦风之所以能在高考期间升到25级，那是因为他拥有神话级唯一技能的缘故，拼死拼活这才升到25级。而对方能升到24级，明显也是一个高手。秦风，既然我们又碰上了，不如再比一次如何？徐峰开口说着，看来是一个不服输的主。比什么？就比谁更快通关这个蜘蛛洞穴副本。徐峰指着副本入口说着，眼睛中充满了对秦风的不服气。没兴趣。秦风淡淡说着。
徐峰眼中喷出怒火，还要说点什么？秦风已经进入了副本，哼，不比也要比，我徐峰绝不比任何人差，包括你。说完之后，徐峰直接脱离小队，一个人进入了蜘蛛洞穴副本。第110章，秦风没有出来吗？他的几个队员都给干懵了，想要阻拦的时候，徐峰的身影已经消失，剩下几个队友在那里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徐峰的所作所为，秦风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招惹了那么多强敌，不想再继续增加敌人的数量了。现在的他只想快速升级。进入副本之后，就看到这是一个幽暗的洞穴，周围到处都是巨大的蜘蛛网，地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半人高的蜘蛛卵。秦风靠近蜘蛛卵的时候，里面的小蜘蛛被惊动，顿时蜘蛛卵炸开，一大群拳头大小的小蜘蛛跑出来，一窝蜂的往秦风身上爬过来。秦风头皮都发麻了，赶紧扔了好几个毒猫王的剧毒之血。这些小蜘蛛碰到毒血，脑袋上冒出密密麻麻的伤害，瞬间被秒杀。吱吱吱。不过这些小蜘蛛的惨叫声也引来了周围的大蜘蛛，就看到几十只比外面还要大出1倍的蜘蛛怪从地下、洞壁还有洞顶全方位无死角的爬过来。秦风立刻开始猛射，他的眩晕状态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不然的话被这几十只2米多高的大蜘蛛扑到身上，想想都可怕。嗖嗖嗖，一波猛射，很快这些冲上来的蜘蛛怪全部被秦风干掉。不愧是正式副本，一开始就给自己一个下马威，这也就是他拥有100%的眩晕能力，这才能有惊无险。换成其他人，估计这第一波就很有可能会有牺牲。而与此同时，副本门口光芒一闪，徐峰从副本里面出来了，他的眼中还残留着一丝恐惧。刚刚进入副本，他心里和秦风别着劲，想要在刷副本的比赛中超过秦风，就想要尽可能快的通关。可是在杀了一堆小蜘蛛之后，立刻就引来了几十只成年蜘蛛怪，每一个都有2米多高，生命值足有9万，还会喷吐蛛丝。他直接就被一头蜘蛛怪的蛛丝给束缚住了。眼看着几十只2米多高的巨大蜘蛛怪朝着他身上扑过来，徐峰不敢继续待下去，只能选择从副本里面退出来。虽然损失了一大笔金币，可是至少小命保住了。压下心中的恐惧，他马上开始四处寻找，结果只看到他的几个队友，并没有看到秦风的身影。秦风呢？他没有出来吗？没有啊，队长。怎么可能？他应该也碰到了和我一样的怪物啊，怎么他没有出来？是被杀了还是……徐峰喃喃说着，脸色有点难看。两种结果都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秦风在高考中压他一头，让他每时每刻都想要扳回一局。如果秦风死了，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如果秦风没死，而是一个人把那么多蜘蛛怪杀光，这就说明秦风的实力远远超过他，这让他更加难以接受。队长，这是正式副本，导师特别叮嘱过，难度比之前的新手副本高得多，所以队长，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一起进入副本吧，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就不好了。又等了一会，听到队友的劝说，又没有看到秦风出来，徐峰也只能组队进入副本。另一边，秦风杀光这一波蜘蛛怪之后，立刻召唤出金翅大鹏鸟。在幽暗狭窄的洞穴里面，金翅大鹏鸟的视野受到非常严重的干扰和缩减，不过帮他探洞还是可以做到的，至少可以提前知道那些蜘蛛怪藏在什么地方，还有地上频繁出现的蜘蛛卵。秦风这下学乖了，见到蜘蛛卵，隔着很远就扔毒猫王的毒血过去，直接把那些小蜘蛛毒死在卵里面，不给他们出来的机会。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办法召唤大蜘蛛怪了，难度瞬间变低了不少。而且有金翅大鹏鸟给他探路，他可以提前知道有多少蜘蛛怪朝他杀过来，数量少就直接碾压，数量太多的话就扔下几个毒猫王的毒血，然后往后撤。那些蜘蛛怪碰到毒血之后就会中毒，毒死一部分之后，到了安全数量，秦风这才出手灭杀。总之，现在他一个人还是安全为上，一路上有惊无险，稳步推进。不一会，金翅大鹏鸟就飞进了一个很大很宽敞的洞穴，里面的地面上密密麻麻，到处都是蜘蛛卵，少说也有上千个。在这些蜘蛛卵中间，则是有一个超大号的蜘蛛 BOSS， 足足有5、6米高，浑身雪白的毛发，头上足足有8个黑溜溜的眼睛。终于到 BOSS 了。通过金翅大鹏鸟，秦风还查看到了蜘蛛 BOSS 的属性。蜘蛛女王泽拉雷斯 BOSS 级怪物，等级28级， HP 28万， MP 2万，技能喷吐蛛丝，跳跃扑击，剧毒撕咬。蜘蛛女王的召唤果然是 BOSS， 只是地形稍微对她有点不利。首先就是太狭窄，不能使用超范围打击，不然的话隔着100米距离就可以直接击杀。再就是那满地的蜘蛛卵，密密麻麻，足足上千个，如果全孵化出来，那场面想想都头皮发麻。
不过他还是想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守在相对狭窄的洞口，用毒猫王的毒血封堵洞口。随后他立刻就开始射那些蜘蛛卵，蜘蛛卵如同多米诺一样爆发，无数小蜘蛛如同黑色的潮水一样朝着秦风涌了过来。不过只要碰到地上的毒血，立刻暴毙。他只要保证地上毒血不消失，就不用担心这些小蜘蛛了。这个时候，蜘蛛女王也杀了过来，直接跳到半空，朝着秦风扑下来。秦风跳跃后退，躲掉蜘蛛女王的扑击。在他落地的那一刻，秦风的箭矢也射到了对方身上。眩晕加中毒加燃烧，嗖嗖嗖，一顿猛射，蜘蛛女王很快被杀死。第111章，连刷10次。丁，恭喜你击杀28级 BOSS 蜘蛛女王，你获得经验值5万。丁，恭喜你等级提升到26级。蜘蛛 BOSS 已死。巨量的经验让秦风顺利升级，他立刻开始摸尸，顿时10几件装备出现在秦风的面前。正式副本 BOSS 给的东西果然比新手副本要好得多，单单是紫装就给了3件。秦风查看了一下，其中只有一个护肩适合他用。蜘蛛女王肩甲，紫色稀有装备，等级26级，防御力加100，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10%几率射出蛛丝，蛛丝可以束缚住敌人，持续3秒。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中毒效果。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流血状态。不错，这装备比自己身上的属性要好，而且还有一个蛛丝技能可以束缚住敌人，这又是一个控制型的状态。而且这蛛丝和眩晕不一样，蛛丝是食物，不会被净化。想到这里，秦风立刻把护肩换上。丁，本次副本通关用时60分钟36秒，副本评分为 SS 级，是否继续副本？这个时候，系统提示出现在秦风面前。这副本竟然用了他1个小时，评分也不是最高，看来还是不够熟练，对副本里面的情形也不是很清楚。不过现在自己打了一遍，已经对副本了解得很清楚了，之后再打的话就会很快，评分也会提升。而且他也需要刷副本升级，所以果断选择了继续刷副本。秦风再次进入副本，这次他直接把蜘蛛卵给清除掉，没有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怪物的位置他也基本了解了，还有金翅大鹏鸟帮助，这次副本刷起来比之前快了很多。不一会，第2次副本就顺利刷完。丁，本次副本通关用时40分钟，副本评分为 SSS 级，是否继续副本？看到系统提示，秦风很是高兴。不错，通关时间直接缩短了1/3，评分也达到了最高的 SSS 级评分。不过我感觉通关时间还可以继续压缩。继续副本，秦风直接再次进入副本之中。这次他对副本里面的情形更加熟悉，打的也比之前更快。丁，本次副本通关用时30分钟，副本评分为 SSS 级，是否继续副本？不错，又缩短了10分钟，继续副本。秦风继续刷副本。随着他对副本怪物的了解，秦风刷副本用掉的时间越来越少。第4次通关副本用时再次缩短了3分钟，只花费27分钟。第5次通关用时25分钟。第6次通关用时24分钟。秦风怒刷了10次副本，他对这个副本已经了如指掌，哪里有什么怪物，数量是多少，什么时候用哪个技能可以做到快速秒杀，他都做到了极致。这也让他通关副本用时缩短到了极限，20分钟。这就是他通关一次蜘蛛洞穴所花费的时间，只有第1次通关用时的1/3。副本门口，光芒闪烁之中，一个小队的身影浮现出来，正是徐峰的小队。他们终于通关了蜘蛛洞穴副本。丁，恭喜您的小队首次通关蜘蛛副本，本次通关共用时4小时36分钟，副本评分为 A 级，奖励副本通关经验10万。随着副本通关经验的发放，徐峰和他的4个小队成员身上立刻就发出了金色的升级光芒，他们竟然同时升级了。而这一幕让周围的人都出现了震惊和羡慕的神色。我擦，他们这是通关了蜘蛛洞穴副本？肯定的呀，像我们打到一半打不过主动退出来的都会损失一大笔金币，没有金币的则是会自身陷入虚弱，好几个小时都不能恢复，根本就不会有经验奖励。他们却是直接升级，这就说明已经通关副本，获得了大量的副本经验，这才会升级。我擦，他们好厉害啊，竟然这么快就通关了副本，他们是谁啊？嘿嘿，你问我就问对人了，他们队长看到了没有？他叫徐峰，是咱们彩云省的高考第2名，他的4个队员也都是全省排名50之内的高手。我擦，原来这么大的来头，怪不得能这么快通关呢，好羡慕他们啊！只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通关的，里面的蜘蛛怪实力太强了，而且还是成群成群的出现，还会喷吐蛛丝，我们根本就扛不住，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打过的。第112章，我跟他的差距竟然这么大吗？听着周围人震惊和羡慕的议论声，
徐峰以及他的4个队员听了之后都是一脸的得意。果然，到了大学，他们也是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其他人完全打不过的副本，他们却是一次就可以直接通关，这足以让他们自豪了。只是徐峰猛然想到了一个人，还有他之前单方面和那人进行的比赛，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有没有通关。徐峰环视四周，寻找那人的身影，可是并没有发现那人的身影，应该是没有通关吧，毕竟这个副本那么难，而他只有一个人，自己5人小队，每一步都小心谨慎，足足花费了4个多小时，这才通关。对方一个人不可能通关。徐峰这么想着，收回目光。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光芒闪烁，一个人从副本里面出来，随后对方身上同样也出现了升级的光芒。徐峰猛然死死地盯住对方，秦风，他竟然也通关了，而且还是一个人。徐峰眼中闪过一丝震惊，他没有做到的单人通关，而秦风却做到了，这让他刚刚因为通关副本而产生的得意和骄傲变淡了很多。不对，自己的小队是在秦风之后进入副本的，而且还比秦风更早出来，也就是说自己小队通关副本的时间要比秦风更短一些，所以自己并没有彻底输掉比赛。想到这里，徐峰就朝着秦风走了过去，到了秦风面前，露出一个惺惺相惜的微笑，恭喜说道：秦风，恭喜你也通关蜘蛛副本。谢谢。秦风看了一眼对方，认出了徐峰，礼貌的道谢。秦风，这次的比赛结果不准确，我想跟你再比一次。秦风听了之后却是一脸懵逼，比赛？什么比赛？哪里来的比赛？徐峰解释说道，是这样的，这次比赛你是一个人进入了副本，我一开始也是跟你一样脱离了队伍，一个人进入副本，可是因为对这个副本的不熟悉，刚进去就有一大波几十个蜘蛛怪把我包围起来，我没有办法，只能退出副本，重新加入我的队伍，以5人小队的形式重新进入了副本，这就对你有点不公平，因为我有4个队员帮忙，而你没有。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即便是我们比你更早通关，用时更短，可是也不代表我个人的实力比你强，所以我想跟你重新比赛一次，这一次我会脱离队伍，跟你一样也是单人进入副本，这样的比赛才是公平的比赛。徐峰侃侃而谈，看着秦风，眼神犀利，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秦风已经大概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不过他完全没有任何兴趣进行这样的比赛，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淡淡说道：抱歉，我没兴趣。说完之后掉头就走。徐峰一愣，随后脸上露出怒容，大声喊道：秦风，你为什么不跟我比？你虽然是状元，可是我也不比你差多少，你是看不起我吗？还是说你怕输给我，到时候颜面无光，所以才不敢跟我比吗？一边说着，一边就要追上去把秦风拦下来。他是真的想要胜过秦风。队长，别追了。只是他的4个队员却是把他给拦住了。你们拦我干什么？今天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要跟秦风分出一个胜负出来。徐峰一脸不服气地说着，就要推开队友，继续去拦住秦风。队长，根本就没有必要比了，你看一下秦风的等级就知道了。秦风还没有走远，听到队友的话之后，徐峰立刻就朝着秦风头上看去，赫然发现对方的等级竟然是29级。什么？29级？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会是29级？进副本之前他还只是25级而已，就算是单人刷副本给的经验会多一些，可是也不可能刷一次副本就连升4级达到29级啊，这完全不可能。徐峰一脸震惊和不可思议地说着。队长，你说的对，刷一次副本的确是不可能连升4级。拦着徐峰的队员说着。徐峰听了之后心神一震，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似的，他眼中的不可置信之色更浓，说道：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你的意思是他不是只刷了一次副本，而是已经刷了好几次副本？几个队员都是默默地点了点头。队长，这是唯一的解释。这怎么可能？我们5人队伍也才只是通关一次副本，他竟然就已经通关了好几次，我们的差距竟然大到了这种程度吗？第113章，刚刚肯定是导师出手。看着秦风逐渐远去的背影，徐峰整个人都一下变得颓废起来，似乎是被打击得很了。几个队员看了都是心疼，安慰说道：队长，你已经非常厉害了，我们没有必要跟秦风比，他就是一个变态，你没有看到排行榜上的好几个高手都被他杀死，他们可都是48级凡阶巅峰，尤其是那郑如风，更是郑家重点培养的天才，号称魔法师学院的第1高手，最后还不是死在了秦风手里，连郑家的人都输得这么惨，所以队长，你就算是输给秦风也不算什么。对啊，秦风就是一个变态，我真是自己找不自在，竟然还想要赢过秦风。不过秦风，我会尽可能的追上你的。经过队员的开导之后，徐峰这才重新鼓舞斗志，然后继续刷副本，即便是没有秦风厉害，他也想要尽可能的追上秦风的脚步。对于某位天才少年旺盛的胜负欲，秦风没有任何兴趣，他现在只想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而已。
看了一下天色，刚刚过了中午而已，距离天黑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到达下一个副本。穿梭在树精森林之中，遇到的所有树精都是直接秒杀。途中还遇到了几个新生，正在组队跟一只树精战斗。可是即便是多打一，面对树精的时候依然是险象环生。其中的一个盾战本来是站在最前面抵挡树精的伤害，可是却是被树精的技能树根缠绕给束缚住，然后从地下钻出尖锐的树根突刺，还有树枝抽打。即便是圣骑士奶爸拼命的加血，其他队员也是拼命营救，那个盾战依然是没有能摆脱控制，眼看着就只剩下最后一丝血，就要被树精杀死。就在这个时候，秦风经过，随便射出几箭，那差点让他们团灭的树精直接被秒杀。这个小队的危机瞬间解除，他们还没有看清楚帮助他们的是什么人的时候，秦风就已经远去，身影消失在森林之中了。我擦，刚刚那位好厉害啊，不会是哪位超凡导师吧？我听说有超凡导师特意进入森林里面清理这些野怪，为我们这些新生保驾护航呢。我觉着也是超凡导师，不然的话，谁能直接秒杀这么厉害的树精啊？几个学生一脸兴奋地议论说着，甚至都把之前差点被树精团灭的恐惧给忘记了。秦风一路碾压过去，杀怪也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看了一下地图，距离下一个副本还有不少的一段距离。轰！就在这个时候，秦风突然感觉到一阵危险降临，抬头看去，就看到一条几十米长的巨大树枝朝着秦风当头抽打了下来。他想也没想，直接就发动跳跃技能躲避开了树枝的抽打。可是树枝抽打在地面上，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秦风还是被吹飞出去好几米远，脑袋上也冒出了一个200的伤害数字。叮，你受到树精长老的攻击，损失生命值200点。树精长老，秦风迅速站起身来，顺着那攻击自己的树枝看去，就看到一个30米高的巨大树木动了起来，赫然是一个 BOSS 级的怪物。树精长老30级 BOSS， HP 50万， MP 3万，技能树根缠绕、树根突刺、树枝抽打、快速恢复术、树精种子、远古智慧、超大体型。我擦，运气这么好，竟然碰到了树精长老 BOSS， 嘿嘿。看到攻击自己的是一个30米高的超大体型的 BOSS， 秦风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反而是非常高兴。这树精长老一下没能干掉自己，立刻再次发动攻击，又有好几条几十米长的巨大树枝朝着自己当空拍下来，地下也仿佛有数不清的巨蟒在快速游走，地面如同海浪翻滚起来。树精长老身上还喷洒出来一些绿色的种子，落到地面之后立刻生根发芽，不过片刻之间就变成了普通的树精怪物，足足有几十个一起朝着秦风杀了过来。我擦，这么猛！看到这一连串的攻击，秦风也不由得震惊，说着，不愧是30级 BOSS， 就这一连串的攻击，换成别人的话，怕是来上百人的队伍也要被全灭在这里。秦风也不得不快速后退，躲避锋芒，他直接撤退了80米的距离。金翅大鹏鸟飞到天空之中，为他提供超大视野。秦风也离开，开启了超范围打击，对着那几十米长的树枝就射了过去。可是之前百试不爽的眩晕状态却没有发挥作用，这树精长老还在继续朝着秦风追杀过来。这 BOSS 可以免疫眩晕？秦风愣了一下，随后就释然，管他呢，只要中毒不免疫就可以。嗖，1秒14箭，全部射到树精长老巨大的树枝上。树精长老脑袋上开始飘出大量的中毒伤害，可是下一刻，那被秦风射中的树枝竟然从树精长老的主干上断开，掉落下来，而树精长老脑袋上的中毒状态也全部消失。我擦，还能断肢求生？第114章，是谁杀了我的任务怪？看你主干能不能断！秦风马上瞄准了树精长老 BOSS 的主干射击，这下他再怎么断也不可能断掉主干。不一会 ，BOSS 身上就叠加了10几层中毒状态。可惜的是，秦风的超范围打击有10秒钟的冷却，每次只能持续3秒钟的射击。如果没有冷却的话，这个技能绝对超越神级。冷却期间，他就继续后退，跟树精长老 BOSS 拉开距离。冷却结束之后，秦风再次开启，嗖，一口气射出去40多支箭矢。树精长老 BOSS 脑袋上的中毒伤害连成了一条直线，生命条快速下降。树精长老已经没有心思追杀秦风了，而是拼命的给自己治疗伤势。但是秦风的中毒太霸道了，现在足足有50层中毒状态，每秒的毒伤累计超过10万。别说他一个30级 BOSS， 就算是40级 BOSS 估计也扛不住。3、2、1，倒！秦风倒数着，随着他的一声倒，树精长老 BOSS 的生命值全部被清空，他30多米的庞大身躯轰隆一声倒在地上。叮，你击杀了树精长老 BOSS， 你获得了6万经验值。听到系统提示，秦风马上上去摸尸。
顿时又是10几件装备出现在秦风面前，有2件紫装。秦风看了一下属性，其中1件夏装正好适合自己。神木绑腿，紫色稀有夏装，等级29级，防御力100，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10%几率释放树根缠绕束缚住敌人。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中毒状态。附加属性3，中毒状态时间翻倍。不错，又多了一个控制技能。秦风连忙换上。对于控制技能，他是来者不拒，越多越好。毕竟他的敌人现在是越来越多，说不定哪个人就可以免疫某一种控制状态呢。而他这么多的控制技能，总有一个可以克制对方的。除了这些装备 ，BOSS 还爆出来了一个特殊物品，是一个散发出浓郁绿光的种子，还发出了2个小叶片。神木种子，这是树精长老的精华核心，里面蕴含着庞大的生命力。任务物品，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原来只是一个任务物品。秦风想着，就随手把神木种子放进了背包里面，随后继续赶路，离开了这里。就在秦风离开没有多久之后，一个愤怒的声音在森林里面响了起来：“是谁杀了我的任务怪？”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如果秦风听到的话，就会立刻听出来，发出这怒吼声的正是郑家的郑如梅。没错，这个任务怪就是郑如梅的。他早就已经48级了，现在一直在做晋升超凡的任务。单刷，这不是副本钥匙吗？普通的副本是不需要钥匙的，只要符合等级就可以进入。只有一些特殊副本才需要钥匙进入，不过这样的副本通常都会非常困难，当然了，奖励也会非常丰厚。只是秦风初来乍到，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特殊的副本在什么地方，所以也只能暂时作罢，等回去之后问一下其他人再说。按照地图找到蜥蜴人栖息地副本，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在打副本了，有固定队伍的直接就进去了，不过还有很多没有队伍的，或者是队伍缺人的，就在那里放声大喊：“4等1，来一个 DPS， 马上开车！我就是 DPS， 加我呀！我擦，看看你的装备烂成什么样了！上一局组的就是你，拖我们后腿，滚蛋！”秦风走过去的时候，他手里散发出耀眼红光的暴风之弓，顿时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立刻就有好几个队伍过来，争着向秦风发出了组队邀请：“兄弟，加入我们队伍啊！我们都是老鸟，就差一个输出了，保证一次就能过。不要听他的，兄弟，他们队伍最烂了。进入打10次，5次都失败，加入我们吧！我们有3个T，可以完全保证你的安全，你只要在后面攻击就行了，非常安全。”一群人直接涌上来，挡在秦风面前，推销着他们自己的队伍。不过秦风完全没有想要加入他们队伍的念头，不过是打一个副本而已，一个人就够了，用得着队伍吗？不需要，谢谢。秦风礼貌地拒绝了所有的邀请，自己一个人进入了副本。我擦，这大兄弟是真牛逼还是装逼？还是一个菜鸟，根本就什么都不懂啊！竟然一个人就进入了副本，谁知道呢？我还没有见过谁能一个人单刷副本的呢。这人肯定就是装逼，不信你们就看吧，不用1分钟，他自己就要死出来。一群人都被秦风的操作震惊到了。他们5人队伍进入，这副本打的依然是非常困难，一不小心就死了。经常打到一半，发现打不过，最后只能灰溜溜的从副本里面退出，不但浪费了大量时间，中途退出副本还要支付大量的金币，损失巨大。所以每次进入副本之前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队伍里面哪怕缺一个人都不敢进入。而秦风可好，竟然一个人就进副本了，这不是装逼是什么？不过其中有一个人却是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说道：“等等，刚刚那个人你们有没有觉着很眼熟啊？”眼熟？他是谁啊？咱们学校排行榜上前100名的高手我都认识，那人绝对不是排行榜上的人。高手排行榜？我擦，我想起他是谁了。谁啊？一惊一乍的。入校第1天就连杀高手排行榜上的4名高手，甚至连第5名的郑如风都被他杀死的那个人。我擦，你是说秦风？没错，就是他。我擦，竟然是他！我刚刚还嘲讽了他，他不会一怒之下杀了我吧？他可是连郑家人都敢杀的。刚刚说秦风装逼的那几个人，想到秦风的心狠手辣，顿时脸色都变了。秦风对他们的聊天和担心没有任何兴趣。此时他已经进入了副本，这副本里面也是一个沼泽，和外面的地形环境差不多，不过中间有一条 S 型的河流，玩家只要沿着河流往上打，打死最后的 BOSS 沼泽飞龙就可以通关。吼！这个时候一声响彻天空的吼声传来，正是沼泽飞龙的吼声。秦风循声看去，就看到沼泽飞龙扇着动翅膀落在了一个小山头上，从那个小山头正好可以俯瞰到整个副本区域。他扫视了一下他的领地，就趴在山头上睡着了。这算是一进来就给一个下马威吗？秦风心里想着。他进来的时候也已经看过这副本的攻略了，
除了最终 BOSS 沼泽飞龙，还有2个小 BOSS， 一个是32级的 BOSS 猛毒巨蜥，一个是33级的黑水毒蜥。这2个小 BOSS 都是沼泽飞龙的手下，他们的实力在秦风看来只能说是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不过在打到只剩下 20% 的生命值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求援技能，发出巨大的吼声。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使用控制技能打断他们的求援，不然的话，不但会把整个副本中所有的蜥蜴怪物全部引来，甚至连最终 BOSS 沼泽飞龙也会被惊醒，直接从小山包上飞下来攻击玩家。这整个副本中的蜥蜴怪物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再加上一个35级会飞的 BOSS 沼泽飞龙，几乎没有人能抗得住这么多怪物的猛攻。这就是这个副本最大的难点，就算是秦风也没有把握能一下对付这么多怪物，所以他只是看了一下在小山包上睡觉的沼泽飞龙，就老老实实的开始从小怪开始打起，嗖，一路碾压过去。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比普通沼泽毒蜥大2-3倍的怪物，正是第一个 BOSS 猛毒巨蜥。这家伙也就是皮厚一点，攻击更猛一点，没有什么特殊。秦风直接开干，只要被他射中一箭之后就没有任何悬念了，一直射到死。全程眩晕，别说最后的求援技能了，就是其他技能也是一个都没有释放出来。继续杀，很快就在一个小湖泊里面遇到了第2个 BOSS 黑水毒蜥，同样也是全程眩晕射死。对于这些没有能力抵抗眩晕的怪物，不管是小怪还是 BOSS， 在秦风眼里都是一样，只要一顿猛射就行了，一直杀光小怪。小山包上睡觉的沼泽飞龙这才缓缓苏醒过来，看到秦风这个入侵者竟然杀光了他所有的小弟，顿时朝着秦风发出一声怒吼，响彻整个副本空间，张开巨大的肉翼，扇动翅膀朝着他俯冲而下，同时还从嘴巴里面喷出绿色的毒蜥，要一下把秦风弄死。嗖，秦风开启超范围打击，相隔100米直接射中俯冲而下的沼泽飞龙。眩晕，沼泽飞龙顿时直挺挺的朝着地面栽了下来。第118章极限通关。叮，恭喜你击杀35级 BOSS 沼泽飞龙，你获得经验值7万，你的等级提升到30级。嘿嘿，又升级了，1天不到就从25级升到30级，这怕是一共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吧。秦风开始摸尸，又是10几件装备到手，虽然没有他用的，可是这些都是钱，回头可以卖掉。除了这些装备，秦风还获得了一些道具。飞龙怒吼，使用后可以发出沼泽飞龙的一声怒吼，可以把普通的蜥蜴怪物吓退10米，但是也会招来沼泽飞龙的愤怒，请小心使用，一次性消耗用品。没有什么伤害的道具，垃圾。秦风随便看了一眼，就跟那些装备一起扔到了背包里面。叮，本次副本通关用时62分钟，副本评分 SSS 级，是否继续副本？继续。秦风继续刷副本升级，随着他对副本的了解，刷副本的时间也在逐渐压缩。不过最后到30分钟的时候，就再也不能继续减少时间了。毕竟里面那么多怪物，就算是排成队让秦风去杀，估计也需要这么长时间。所以理论上，这就是一个极限通关时间了。又一次杀死 BOSS 之后，秦风拾取装备，再次获得了飞龙怒吼这个道具。看到这个道具的时候，秦风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他想到了一个快速通关的好办法。如果这个办法有效果的话，那么他甚至可以直接把通关时间再缩短好几倍，只是还不知道可不可行，这个就只有试过才知道。秦风再次进入副本之中，这次他没有去杀那些小怪，而是拿出了一个飞龙怒吼，使用吼。使用了飞龙怒吼之后，顿时一声巨大的沼泽飞龙的怒吼声响彻整个副本空间之中。附近的那些蜥蜴小怪听到之后都吓得后退，但是那趴在小山包上的沼泽飞龙却是猛地一下抬起头来，愤怒地看向秦风，似乎是受到了挑衅一样。吼！他也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声，一飞冲天，然后直接朝着秦风杀了过来。秦风顿时眼睛一亮，他不但不害怕，反而是心中高兴起来。等到沼泽飞龙飞过来的时候，他的箭矢雨点一样的射过去，沼泽飞龙应声栽倒在地上。嗖，一顿猛射之后，只是花费了5-6秒钟，沼泽飞龙就被秦风杀死。叮，恭喜你击杀最终 BOSS 沼泽飞龙，你通关了蜥蜴人栖息地副本。叮，本次副本通关用时59秒，是否继续副本？我擦，59秒，还真的通关了。看到系统提示框，秦风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他本来只是想要测试一下，却是没有想到竟然真的可行。只要杀死最终 BOSS 就可以副本通关。虽然他获得的经验只有一个 BOSS 的经验，其他小怪根本就没有经验，可是这已经让秦风非常满意了。最重要的是 BOSS 掉落的装备多呀，一个沼泽飞龙每次杀死之后
都可以给他2000金币，还有10件左右的装备。1分钟一个 BOSS， 敢问全世界有谁杀 BOSS 能杀这么快的？秦风找到了升级和致富的诀窍，开始速刷副本，而且还从一开始的59秒一直压缩到最快的40秒。这主要还是那沼泽飞龙动作慢慢腾腾朝他飞过来的时候花费的时间。如果他能进入副本就直接开始攻击沼泽飞龙的话，怕是10秒钟之内就可以通关副本。秦风自己都不知道刷了多少次，他的等级迅速提升。31级、32级、33级、35级 BOSS 给的经验绝对不是普通的小怪能比的，再加上他自己的经验戒指可以给他带来双倍经验，这让他升级简直就好像是在坐火箭一样。别人一天能升1-2级就已经是非常快了，可是秦风却是一天7-8级。秦风几乎刷上瘾了。不过很快天黑，而他的背包也已经被装备填满了。要知道这背包一开始就是最大的500个背包，秦风出门的时候几乎已经清空，也就是说他这一天打到的装备差不多有500件，其中紫装就占了1/5，也就是不到100件。回去就找人卖掉，绝对是一大笔财富。秦风回去学校之后就联系到了刘波，刘波非常给力，马上就来找他了。见面之后，刘波就调侃地说道：秦风，我听说你今天一个人就出去升级去了，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发现怪物很强，一个人基本很难打死？这样，你求求我，我就给你介绍几个队友，回头你们在一起组队，肯定能好很多。我擦，秦风，你他喵的33级了！刘波一开始调侃，不过还没有等他调侃完毕，秦风就主动亮出了自己的等级。看到秦风竟然33级，刘波直接整个人都被惊呆了，不由自主的就叫了出来，一脸不敢置信的样子。我擦，秦风，你昨天不是还只有25级的吗？你这怎么只是一天就33级了？这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升级的？就是打怪刷副本，很简单就升级了。秦风耸了耸肩，淡然说着。可是这却是让刘波更加郁闷了。我擦，这还叫很简单？我当初去升级的时候，足足3天才升1级。第一天的时候，因为副本打不过，主动退出，没有金币就扣除经验值，结果不但没有升级，反而是下降了1级。你却是一天升8级，这简直是变态！没错，你就是一个变态。好一会之后，刘波才从震惊之中平静下来，说道：秦风，你这到底是怎么升级的？不是说了吗？就是打副本。一个人？对啊，一个人，反正副本那么简单，随随便便就过去了，刷得快，自然升级快。我擦，副本简单？刘波再次被震惊，不，他感觉他被羞辱了。可是他没有证据。第119章卖装备。因为仔细想想，秦风只是说的实话而已。哎，难道这就是天才吗？想到秦风之前的那些变态战绩，刘波终于接受了秦风是一个变态的事实，这也让他觉着交好秦风或许是他的一个机缘。秦风如此的变态，以后必定能晋升超凡，到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超凡强者稍微照应一下自己，自己的小日子也能过得非常滋润了。刘波自己也想晋升超凡，可是单单一个超凡任务，他就已经卡了半年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就算完成，晋升超凡的几率也是万中无一。他对他自己的实力有充分的认知，他对他自己晋升超凡没有一丁点的信心，所以他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寄希望于自己能晋升超凡了，而是广结好友，拓展自己的关系网。想到这里，他觉着秦风越变态越好。秦风，你叫我来什么事情？不会只是为了跟我炫耀一下你的等级吧？当然不是，我可没有那么无聊，我是打了一背包装备，想要让你帮我卖掉。卖装备啊？小事等等，你说多少装备？背包满了，不到500件吧，紫装都有小100件。秦风直接把背包中的装备展示给刘波看。我擦，你！刘波再次被秦风的大手笔震惊到了，他自己就算是努力半年都不可能打到这么多好装备，可是秦风却是一天就弄这么多，人比人简直是气死人啊！怎么了？是不是太多卖不出去啊？不会，装备越多越好卖，走吧，我带你去装备市场，保证帮你卖个好价。刘波带着秦风来到了鲲鹏城中的装备市场，只见道路两旁全部都是各种装备商店，街道上人流如织，商店中客人进进出出，非常繁华。刘波说道：这是鲲鹏城中最大的装备交易市场，我们打到的所有装备都可以拿到这里卖出去，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任何你想要的装备，这也是现在最赚钱的生意。我的梦想就是以后能在这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装备商店，那样的话，我后半辈子都可以衣食无忧，完全不用为钱而发愁了。刘波一脸憧憬地说着，到了一个装备商店之后，说道：我以前打到的装备就卖这个商店，
这老板做生意很地道，不会往死里压价，在这里可以卖到最好的价格，我们进去吧。说完之后，两人一起进入了这个装备商店。小刘啊，你这次是来卖装备还是买装备啊？看到刘波之后，一个售货员立刻笑容满面的对刘波问着，明显非常熟悉。王哥，我今天是卖装备来的，而且今天可是一个大活，装备不仅数量多，品质还好，这次王哥可要给我一个好价格啊。小刘你放心吧，哪次王哥不是给你最好的价格啊？先给我看一下装备吧。秦风就把背包打开，把那些要卖的装备展示给他看。顿时王哥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我擦，你们这是把你们学校的装备仓库给打劫了吗？刘波笑道。王哥说笑了，我倒是想来着，可是我也得有这个实力啊。说的也是。王哥一脸激动的说着，眼睛一直盯着那满满一背包的装备，单单是紫装就小100件，粗略估计也有几百万金币。这一单生意只要做成了，他的提成都能拿上万金币。想到这里，他更加兴奋起来。王哥，东西不错吧？嘿嘿，不错不错。那王哥给估个价呗。好，我这就给你算。王哥说着，这个时候似乎是有人给他发了信息。王哥说道：你们先等我一下，老板叫我有事，我马上回来。说完之后，王哥就小跑着去了后堂。秦风和刘波就在原地等待，可是等了一会也没有见那个王哥出来，却是来了一个陌生的售货员。他走过来，脸上挂着机械的微笑，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语气说道：两位，我们店现在不缺装备，所以你们的装备我们不收了，很抱歉。怎么回事啊？刚刚王哥不是还说要收的吗？这怎么一会又不收了？王哥呢？他已经下班了，我说不收就是不收。这个服务员依旧是微笑说着，可是语气却是越发冷淡。秦风见状就拉着刘波离开了。出来之后，刘波一脸的不忿说道：我擦，这什么事啊？说好了收又不收，甚至连人都不见了。秦风，我带你去别的商店，以后就算是有装备都不卖给他们了。说完之后就去了下一家商店。对不起两位，我们店不收装备。结果去了这第二家商店，还没有开口说话呢，就有服务员走到门口挡住了他们，明显是要把他们拒之门外。秦风和刘波又碰了一鼻子灰，只能继续下一家。对不起，我们打烊了。第三家还是一样，看到他们过去，明明商店里面还有客人，可是硬说是已经打烊了，差点把刘波给气个半死。我擦，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个有钱都不赚，真他喵见鬼了。他们继续去下一家，结果都是一样，不是说不收装备，就是说打烊了，明显不欢迎他们的样子。秦风回头看了一下，就看到刚刚拒绝他们的那些服务员都是一脸冷笑的看着他，看到他回看过去，这才转身回去。秦风顿时心中一动，从第一家的时候他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些人隐约的敌意，看来不是他们不收装备，而是不收自己的装备。我擦，我就不信了，我有装备还卖不出去了。秦风你放心，我今天肯定能帮你把装备卖出去。刘波黑着脸说着，屡次碰壁他也很生气，而且还很丢面子。喂，你们想要卖装备吗？我收。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头发染成了黄毛的家伙走过来，对秦风他们说着，随后转身就走进了一旁的小胡同里面，还示意秦风他们跟上去。第120章打断狗腿。秦风立刻跟上去，不过却是被刘波给拉住了，低声说道：秦风，他们不是正规的，最好不要去。秦风笑了笑说道：放心吧，我明白，不会有事的。刘波顿时想起秦风的光辉战绩，这才放下心来，跟着秦风一起进入了小胡同里面。把你们的装备拿出来看看吧。到了小胡同里面，那小黄毛嘴角噙笑的说着，好像已经完全拿捏秦风了。秦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把装备中500件装备全部展示出来。看到那上百件紫装，黄毛的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这么多紫装，这下简直发达了呀！哈哈，好，太好了，竟然有这么多好装备，嘿嘿，快点给我交易过来吧。黄毛迫不及待地说着，就跟秦风发来了交易申请。等等，不应该先说价格吗？秦风取消了交易申请问着。黄毛不耐烦地说道：哪那么麻烦，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给你10万金币，这已经不少了。秦风说道：10万金币啊？那你想要买哪一件？买哪一件？哈哈。黄毛冷笑起来说道：老子10万金币是买你所有的装备。什么？听到黄毛的话之后，刘波终于忍不住了，说道：紫装的平均价格是55万一件，有些极品的紫装甚至可以卖到10万。你既然想要10万金币，就买下我们所有装备，你怎么不去抢？嘿嘿，抢劫可是犯罪，我当然不会去抢，不过做生意就没有问题了。黄毛冷笑说着，拍了拍手，顿时就有10几个人从黄毛后面的小院里面跑了出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铁棍之类，把秦风他们团团包围起来。黄毛继续冷笑说道：小子，
我劝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来了这里，那么你们是交易也得交易，不交易也得交易。现在给我你们一个选择，要么直接交易，拿钱走人，要么我打断你们的狗腿，最后还是要交易，钱还是10万金币，你们自己选吧。说完之后，黄毛和他的10几个打手都是一脸不善地看着秦风和刘波。刘波说道：“你们别乱来啊，我们可是鲲鹏大学的学生，而且我可是48级的凡阶巅峰高手。”听到刘波的话之后，黄毛和他的打手全部都哈哈大笑起来。黄毛说道：“好巧，我们以前也都是鲲鹏大学的学生，而且我们也都是48级的凡阶巅峰。”说完之后，他们全部都亮出了等级，竟然真的全部都是48级。黄毛得意地说道：“怎么样，现在可以做选择了吧？”刘波看向秦风，秦风说道：“我已经做好选择了。”哦，说说吧，要选哪个？你的2个选择我都不选，我选第3个，那就是打断你们的狗腿。秦风扫视了一圈，冷声说着：“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区区一个33级的小子，竟然还敢口出狂言！今天如果不把你的2条腿打断，我黄毛以后就不用在鲲鹏城混了，给我上！尤其是那小子，给我往死里打！”黄毛指着秦风怒声说着，顿时所有的打手都抡着铁棍朝秦风身上打下来。秦风眼中寒光一闪，身形也动了起来。他虽然只有33级，可是多半属性点都加了敏捷，还有各种副本奖励和称号奖励的属性点，让他现在的属性比这些普通的48级凡阶巅峰还要多得多，所以他的速度也远比这些人要快。啪！他面前那人的铁棍刚刚举起来，秦风的巴掌就狠狠地扇在对方脸上，2颗牙齿和着鲜血被打飞了出去，同时还被打得眩晕。随后夺过对方手里的铁棍，对着其他人劈头盖脸的一顿猛砸，但凡是被他砸到的，立刻进入眩晕状态。对方虽然足足有10几个人，可是全程就只有秦风打他们，而他们一下都没有打到秦风。啪啪啪啪，砰砰砰砰，秦风朝着他们脑袋上一顿狠砸，不一会就全部打成了猪头。这些人看着秦风手里的铁棍，眼睛里面射出恐惧的神色。这他喵的到底是什么人啊？真的只有33级吗？为什么速度比他们这些48满级的人还要快？而且为什么每次攻击都可以让他们陷入眩晕状态，完全不是对手啊，全程只有挨揍的份啊。不过这还没有结束，秦风抡起铁棍狠狠地朝着他们膝盖上打过去，咔嚓咔嚓，骨头断裂的声音不断传来。这些打手的腿全部都被秦风打断，既然说了要打断他们的狗腿，那就必须要打断他们的狗腿。随后秦风转头看向了黄毛，黄毛已经被秦风的实力和心狠手辣惊呆了，双腿都在打颤，看到秦风向他看过来，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你要干什么？你不要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是48级的狂战，我不怕你的。啪！啊！秦风懒得听他废话，直接冲过去，一铁棍狠狠敲到他脑袋上，直接把他打倒在地。黄毛立刻抱着脑袋发出凄厉的惨叫，他已经后悔招惹秦风了，这家伙太狠了。想要后退，可是却发现他身上沾上了一层蜘蛛网，把他束缚在原地，根本就动不了。秦风已经把眩晕状态换成了蛛网的束缚，因为他发现用眩晕的话不够爽，那些人就跟尸体一样，随便怎么打都不会发出惨叫，但是用蛛网的束缚就不一样了，在打他们的同时还可以听到对方的惨叫声，这样才会更爽。啪啪啪，秦风劈头盖脸的朝着黄毛身上打下去，黄毛发出不似人声的惨叫，一开始的时候还在恐吓秦风，可是随着秦风打得越来越狠，有一种不打死他就不会停手的感觉，他彻底害怕了，开始求饶。啊，别打我，我服了，我服了，求求你别打了，哎呀，我的胳膊被打断了，疼死了我，快别打了，大哥，不，大爷，不，爷爷，求求爷爷，你别打孙子我了，我真的错了，爷爷快停手吧。黄毛没皮没脸的求饶着，越来越没有下限。第121章，我还是比较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秦风这才停下来，为什么要求饶呢？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刚刚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秦风冷笑说着，对不起爷爷，孙子我真的知道错了，求爷爷放过。黄毛一脸恐惧的说着，出来混就是要有一股狠劲，而现在他发现他的狠在秦风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他真的感觉秦风是想要杀了他，而不只是单纯的打他一顿，所以为了小命，他现在是一点底线都没有的求饶。饶了你也可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来抢我们装备的？秦风冷声问着。黄毛听了之后，眼中出现了一丝迟疑之色。秦风见状，毫不犹豫地对准黄毛的一条腿狠狠地砸下去，咔嚓，黄毛的一条腿被他打断，顿时黄毛再次惨叫起来。啊，别打了，是一品阁的老板让我来的。
看着秦风再次举起来的铁棍，他再也不敢隐瞒，直接说了出来：“我擦，一品阁，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刘波听了之后，一脸震惊和愤怒，因为这一品阁就是他们去的第一家装备店铺，服务员叫王哥的那家。刘波很愤怒，自己好心上门卖装备给他们，他们不收就算了，竟然还背地里找人抢劫他们的装备，简直是太过分了。最重要的是，这次不是他自己要卖装备，而是帮助秦风卖装备，现在却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让他在秦风面前感觉特别丢脸，抬不起头。不行，我可是他们的常客，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做？我要找他们问清楚。刘波说着就要去找一品阁讲道理去，不过马上就被秦风给拦住了。你就算是去了，你觉得他们会承认吗？而且既然他们敢这么做，自然也不会怕你，甚至还会给你扣上一个污蔑的罪名，直接把你打出来。刘波本就是一个圆滑之人，刚刚也就是被气糊涂了，这才冲动，现在听到秦风的话，顿时就冷静下来。刘波愤怒地踢了黄毛一脚，问道：“一品阁的老板为什么要让你们来抢劫我们？”黄毛苦着脸说道：“我不知道啊，他只是给我发了信息说有肥羊，还有你们的照片，还给了我2万金币，然后我就来了，具体原因我真的不知道。”看黄毛的表情，秦风就知道他没有说话，稍微想了想说道：“那一品阁的老板姓什么？”“姓郑，他是郑家人，这整条街上至少1/3的店铺都是他们郑家的，刚刚你们去的那些店铺幕后老板也都是郑家。”黄毛如实说着。秦风顿时就明白对方这么做的原因了，郑家不针对自己，那才有鬼了呢。“2位爷爷，我知道的都说了，求你们放过我吧。”黄毛两眼泪汪汪的哀求说着。“放过你？行啊。”秦风点头说着。黄毛一听，顿时喜极而泣，谢谢爷爷，谢谢爷爷的对秦风连声感谢。其他的打手也都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可是还没有等他们感谢完呢，秦风继续说道：“不过你一开始把我们叫进来，就是要收我们的装备，只要你把我们的装备全部收够，就可以走了。”黄毛一听，顿时那张已经被打成猪头的脸再次苦逼了起来。“爷爷，我那只是骗你们进来而已，可是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金币收购啊。这样吧，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2位爷爷，这总降了吧？”黄毛说完就把所有的金币拿出来交给秦风。啪！结果秦风反手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他妈的，你当我们跟你一样是抢劫犯来抢你的钱吗？对不起爷爷，那我不给你们钱了，我收回。”黄毛赶紧道歉。啪！秦风再次一巴掌扇了过去。“他妈的，已经拿出来的钱还想拿回去，耍我们玩吗？”黄毛捂着肿起来的脸，泪眼汪汪，委屈巴巴地看着秦风，张了张嘴又不敢说话。拿钱也不是，不拿钱也不是，到底要人家怎么做嘛？“爷爷别打了，您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啪！秦风再次一巴掌扇了过去。“什么叫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刚刚可是你说要收我装备的，我还记得你说了10万，这可是你自己报的价，既然如此，那就按照你说的价格正式交易就行了。”“呜，好，就按爷爷您说的啊，不，按照孙子我刚刚说的交易。”说完之后，黄毛再次发来了交易申请。黄毛本来是一股脑把他所有的金币都放了上去，不过被秦风瞪了一眼之后，马上改成了10万金币。秦风则是放上去了10件绿装。黄毛看着那10件绿装，欲哭无泪。不过能花钱免灾也值了，而且对方还算仗义，没有把他所有的钱都给收刮走，只要了自己10万金币，已经非常给面子了。“2位爷爷，我现在可以走了吧？”黄毛小心翼翼地说着。“走哪去？我的装备还没有卖完呢，我这里可是有足足500件装备，我记得你刚刚可是说过要全部收购的，现在还没有全部收购，你怎么能走呢？继续交易。”秦风冷声说着。黄毛一愣，随后心里爆哭，刚刚还以为对方好心，只要他10万金币呢，谁知道这10万金币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没办法，他只能继续交易。不一会，他身上的80万金币全部交易完毕，换来了80件绿装。黄毛都要哭死，这80万金币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现在却只是买了一些绿装而已。这80件绿装就算是全部加起来，价值也不超过1万，简直是亏死了。眼前这人比自己的心还要黑啊！辛辛苦苦10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说的就是他。可是秦风还在等着他交易。黄毛哭道：“爷爷，我现在真的没钱了。”“什么？你小弟还有钱？那他妈还愣着干什么？想继续挨打吗？”秦风举起铁棍，作势欲打。黄毛欲哭无泪：“我什么时候小弟了？可是没办法，秦风的铁棍悬在头顶，不找小弟要钱也不行啊！”马上拖着瘸腿找小弟要钱，把10几个打手小弟身上的钱全部搜刮干净之后，又凑了上百万，全部交易给了秦风。
第122章，打上门去。这次还算好点，终于换了几件蓝装。爷爷，我这下真没钱了。行了，滚吧。秦风冷冷说着。黄毛等人如蒙大赦，赶紧拖着瘸腿跑了。其实打断腿这种不过是小伤而已，只要吃了对应的治疗药剂，休息一晚就能恢复，还是活蹦乱跳。秦风，他们是鲲鹏城里有名的流氓，你这么对他们，不怕他们报复啊？看到黄毛等人离开，刘波担心地问道。秦风冷笑一声说道：我连郑家都不怕，还会怕他们这几个小瘪三？刘波一听也对，不再担心，说道：也怪他们倒霉，竟然敢打劫你，这下可是足足赔了200万。秦风拿出100万说道：来，分你一半。刘波赶紧推辞说道：这我可不能要，这是你抢啊，不是你卖装备换的，我不要。随你便吧。秦风没有坚持。刘波问道：秦风，接下来怎么办？郑家势力非常大，既然他们说不收你的装备，那么这整条街怕是都没有人敢收你的装备了。还能怎么办？凉拌，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去转转。秦风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不过是一些装备而已，能卖钱也就是多一些外快，卖不出去，秦风也不缺钱。郑家想要在这方面拿捏他，根本就是打错了算盘。从小胡同里面出来，秦风直接就朝着一品阁的方向走去。刘波看到秦风气势汹汹要上门兴师问罪的样子，又想到那一品阁是郑家开的，整个装备市场1/3的店铺都是他们郑家的，顿时就劝阻说道：秦风，我们还是不要去招惹一品阁了吧。怕什么？反正在学校里面都已经把郑家得罪死了，也不差在外面再得罪一遍了。秦风脚步更快了。刘波一脸黑线，不过也没有继续阻拦了。隔着很远，秦风就看到一品阁门口站着一个中年人，看相貌和他的导师郑元奎有几分相似，此时也在隔空看着秦风。秦风直接走过去，指着对方的鼻子骂道：就是你这孙子找人阴我。对方一脸黑线，他可是郑家之人，掌管了很多装备店铺，手握装备和财权，平时没有人敢对他有任何不敬，现在却是万万没想到，竟然被一个学生指着鼻子大骂。他顿时就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冷声说道：是我做的又怎么样？难不成你还想像疯狗一样跟我生死斗吗？哼，我可不会自降身份跟疯狗生死斗，或者你想要直接对我出手，我很乐意看到这一幕的发生。你太高看你自己了，30、40岁的人了，竟然连40级都不到。对于你这样的垃圾，就算是你求着我跟你生死斗，我都不会看你一眼。我秦风要对付什么人，从来都是光明正大，不会躲在背地里搞阴谋诡计，找几个小瘪三来恶心我，手段还真够恶心。秦风继续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气得对方鼻子都歪了。小子，你敢骂我们老板？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之前赶秦风他们出去的那个服务员看到他们老板受辱，立刻站出来对秦风恐吓说着。秦风冷声说道：我跟你主人说话，你在这里狗叫什么？你……对方还想要反骂回来，不过被秦风如同毒蛇一样的眼神看了一眼，杀气爆发，顿时对方就被吓得不由自主地后退了2步，已经到了嘴边的话硬生生给吞了回去。秦风不再理会他，而是看向一品阁的老板，说道：敢对我出手，我现在就跟你对上了，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你的一品阁倒闭。挑衅，赤裸裸的挑衅。说完之后，秦风掉头就走。秦风，我们现在去哪？看到没有打起来，刘波也是松了口气。他还以为秦风还会像是在学校里面那样，会直接生死斗，用武力解决问题呢。那样的话，估计又是一场麻烦。好在秦风并没有动手，他也是重重的松了口气。至于秦风放下的狠话，要让一品阁倒闭之类，他是一点都不相信，因为背后有着郑家支持的一品阁，他完全想不出来有任何办法可以让对方倒闭。秦风左右看了一下，最后目光直接落在了街道对面的一家店铺上。这家店铺和一品阁正对面，位置自然也是整条街中最好，店铺面积也很大，里面也一直都有不少客人，只是他们门口却是挂了一个牌子：急店转让。第123章购买店铺。请问2位需要什么样的装备？秦风刚刚进入店铺，就有一个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售货员过来问着。看了一下店铺内部的情况，秦风直接说道：我不买装备，你们老板在哪？我要买店铺。啊，你们买店铺？听到秦风的话之后，这个售货员的目光在秦风和刘波身上来回巡视，一脸狐疑。秦风知道他的想法，气势爆发，冷声说道：我能不能买得起，不是你一个售货员能质疑的，不想丢工作的话，就赶紧带我们去见你老板。售货员脸色狂变，秦风身上的气势太强了，就算是他老板生气的时候，身上也没有这么强的气势。顿时知道秦风不是他能招惹得起的，脸上不屑的神色全部消失，诚惶诚恐的说道：是，2位请跟我来，我带您2位去见我们老板。说完就带着秦风向2楼走去。刘波小声说道：秦风，你不会来真的吧？真要买店铺啊？
当然是真的了，你的梦想不就是想要在这里拥有一个店铺吗？是，可是那也只是梦想啊。那梦想今天就可以实现了。说着话就已经到了2楼，进入了老板的办公室。老板是一个秃顶的中年人，身上有着一股久经商海的圆滑气息。客套之后，就想要通过一些聊天了解秦风的情况。不过秦风懒得跟他拐弯抹角，直接问道：“老板，直说吧，你这店铺多少钱卖？”哈哈，秦小兄弟性格很直爽嘛。既然如此，那么我也就直说了，一口价2000万金币。只要秦小兄弟能拿出这么多钱，这整个店铺都是你的。听到老板的话，刘波暗暗点头。这个地段这么大的店铺，2000万非常合理。这老板一点都没有多要，甚至还要比市价稍微低上一点。1000万，秦风却是竖起一根手指，说出了自己的报价。这下连刘波都感觉秦风这报价太离谱了。这是买房产，又不是买别的，讨价还价可以，但是也不能直接一口气砍一半。换了任何人估计都不会同意的。果然，老板听到秦风的报价之后，靠坐在沙发上，点上了一根雪茄，脸色不悦，似乎已经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兴趣了。秦风说道：“怎么，老板你觉着我给的价格低了吗？”老板冷笑一声说道：“我这店铺是整个装备市场位置最好的店铺，每天都能进账几十上百万。如果不是我急需用钱周转的话，别说是2000万金币，就是2500万，我都能卖出去。1000万，哼，亏你也能说得出口。”刘波以为秦风根本就不知道行情，低声对秦风说道：“秦风，他给的价格的确不高。老板你说的不错，你这店铺的位置的确是最好的。”秦风也点头说着，可是接下来他话锋一转说道：“不过位置再好，也挡不住你对面就是一品阁。”听到秦风的话之后，老板眼睛里面顿时出现了一丝慌张，正在抽的雪茄一口烟呛到自己，猛烈的咳嗽起来，好一会才恢复。秦风等他不咳嗽了，这才继续说道：“郑家是鲲鹏城的地头蛇，他们绝对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抢走他们的生意，所以我猜你这里肯定3天2头就会有各种部门上门检查，还会有小流氓来你店里面捣乱。而且就在不久前，他们还直接打到了你的办公室里面，我说的没错吧？”你怎么知道？听到秦风的话，老板一脸惊骇，破口而出，可是说出来之后就后悔了，这不就等于是变相承认了吗？他继续硬着头皮说道：“那不过是几个小流氓而已，已经被我打发走了，现在不还是宾客盈门吗？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秦风透过玻璃看向1楼大厅的那些客人说道：“老板，你说的是这些宾客吗？从我入门开始，这些人就一直在各个展台之间晃悠，但就是不买，就连你的那几个售货员对这些顾客也没有要去接待的意思。而且这些所谓的顾客不买装备也不出去，这些难道不是老板你为了早点把店铺卖出去而花钱请来的托吗？”经过秦风这么一说，刘波也是恍然大悟。我擦，我说刚刚进来的时候感觉这些顾客很奇怪的样子，经过你这么一说，他们还真是托啊。老板，看来你这商铺里面是一个真正的客人都没有啊。老板一张脸涨得通红，随后苦笑一声，撤掉了所有伪装说道：“小兄弟眼光不错，刚刚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下面那些人也的确是我请的托，可是即便如此，1000万这价格也太低了吧？低吗？有郑家打压，除了我们，估计也没有其他人敢买你的店铺。你这店铺每开1天，你都要往里面贴钱，一个每天亏钱的店铺，你留着它时间越长，亏得越多，还不如早早出手来得好。最重要的是，我们接手之后还会继续卖装备和一品阁打擂台，这也相当于是给你出气了。你们竟然敢跟郑家对着干，你到底是什么人？等等，你刚刚说你叫秦风，不会就是杀了郑家嫡系郑如风的那个秦风吧？”老板突然好想起了什么似的，双眼发光的看着秦风说着：“郑如风是我杀的，怎么这事情都传到校外了吗？还真是你啊！”老板一脸的欣喜，对秦风好感大增。本来这事情已经被郑家封锁，可是我毕竟也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消息渠道还是有一些的，所以这事情发生没有多久我就知道了。当时我就高兴的喝了2瓶二锅头庆祝。秦小兄弟，不，秦老弟，如果早知道是你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也不用1000万了，我再给你降一半，500万，这店铺就是你的了。知道了秦风的身份之后，这老板对秦风的态度热情的不得了，甚至价格都主动下降了500万，让秦风都有点受宠若惊。看到秦风的样子，老板苦笑一声说道：“秦老弟不用不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主要是那郑家平时做事太霸道了，而且整个鲲鹏城没有人敢跟郑家作对，只有秦老弟你敢跟郑家针锋相对，还杀了他们郑家嫡系，狠狠的帮我出了口恶气，就冲这点让利500万，我觉着超值，就当我支持秦老弟的吧。”第124章，我真没有装逼啊！500万金币买下至少2000万金币的店铺，简直是超值。秦风自己原本就有200万金币，刚刚从黄毛那里又赚到200万，刘波也拿出了他所有的积蓄100万，正好500万，一手交钱，
一手交店，这店铺就成秦风和刘波2个人的了。看着合同，刘波一脸的不敢置信：“我擦，我现在就成了这店铺老板了，怎么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啪！哎呀，秦风，你打我干什么？疼不疼？当然疼了，那就说明你不是在做梦。哦，是啊，谢谢你啊，秦风，你这人还怪好嘞。不用谢。随后，秦风把所有的店员都给叫了过来，跟他们了解了一下现在店铺面临的问题。这些人知道秦风是新老板，自然都是知无不言。最主要的问题，秦风之前都已经猜到了，无非就是有关部门的检查以及小流氓的捣乱，这些秦风完全没有放在心上。然后就是没有好的装备货源，装备货源基本都已经被郑家垄断了，他们店铺能拿到的都是绿装和白装，还有属性很差，其他店铺根本就看不上的蓝装。一个装备店铺没有好装备，就算没有人捣乱，生意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不过这一点秦风自己就可以解决，他直接把背包里面剩下的300多件装备一股脑拿出来，单单是紫装就有上百件，全部堆放在店铺大厅里面，顿时整个大厅里面都充斥着耀眼的紫色光芒。我擦，新老板太厉害了，竟然一口气拿出这么多紫装，其中还有很多都是极品属性的紫装，都快能比得上小神器了。有了这些紫装，咱们店铺何愁生意不好啊？看到这些装备，所有店员都是眼睛发亮，因为他们工资的大头都是销售提成，他们比任何人都希望店铺生意好，这样他们才能赚得更多。好了，你们把这些装备重新摆放到货架上，根据属性优劣定好价格。秦风对店员吩咐说着。是，老板。店员立刻就高高兴兴地摆放装备去了。不一会，他们就摆放完毕。不过有一个店员拿着一件物品走过来，对秦风问道：“老板，这件物品不是装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定价。”秦风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上次打树精长老 BOSS 爆出来的神木种子。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样的小事以后不用问我。秦风懒得去管。好的，老板。店员听了，赶紧拿着东西走了。秦风转头对刘波说道：“刘波，我还要升级，没有时间管理店铺，这店铺以后就交给你来管理，没有问题吧？”嘿嘿，当然没有问题，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管理。经营一家装备店铺可是我的梦想。秦风点了点头。刘波八面玲珑，经营一个店铺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他自己也占据20%的股份，自然会用心。秦风继续说道：“还有，我们除了卖装备，还要收装备。收装备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如果有一些增加特殊异常状态的装备，都给我留着。我如果不用，你再拿去卖。”秦风直接拿出了几件自己常用的装备给刘波看了一下。刘波点头说道：“放心吧，遇到这样的装备，我肯定都给你留着。对了，秦风，我们这店铺要不要重新换个名字？”秦风看了一下对面的一品阁，说道：“对面既然叫一品阁，那么我们就干脆叫超品阁好了，简单粗暴，就是要跟他们对着干。”好吧。刘波很是无语，秦风这战斗欲望也太强了。处理好店铺的事情，秦风就直接回宿舍睡觉了。第二天，店铺的事情也不用秦风去管，他直接去校外升级去了。现在升级才是大事。来到蜥蜴人栖息处副本，直接进入，继续单刷，而且还是只刷 BOSS， 平均下来不到1分钟就可以刷一次，这样不仅升级快，获得的装备也多。数小时后，秦风身上一阵光芒亮起，叮，恭喜你的等级提升到36级。我擦，这就36级了吗？哎，这升级太快了，如果慢点就好了。秦风一脸郁闷地说着。副本周围听到秦风话语的好几个人都是一脸懵逼，随后就是鄙夷。现在这些人太能装逼了，升个级而已，谁不是巴不得能升级更快？他竟然说升级太快，真是太能装了。别搭理他，说不定是乡下来的土包子呢。对啊，莫装逼，装逼遭雷劈。听着周围人的鄙视，秦风很郁闷的默默走开了。他真不是装逼啊。第125章，我就是要祸害你们郑家。他是真的觉着升级太快了，因为这个蜥蜴人栖息地副本的进入等级是29级到35级，超过35级就不能进了。秦风现在36级，已经超过进入等级范围，这就意味着秦风不能继续刷这个副本。可是他真的有点舍不得呀，1分钟不到就可以刷一次 BOSS， 这可是刷装备的绝佳机会，以后想要再找到这样的副本几乎不可能。正是因为如此，秦风才会发出那样的感叹，不曾想就被其他人给鄙视了。算了，既然已经不能进入了，那就去下一个副本吧。秦风正想去下一个副本，这个时候有人给他发来了信息，打开一看是刘波。秦风，你在哪啊？今天打到了多少装备啊？我们店铺今天生意特别好，你留下的那上百件紫装根本不够卖，现在已经全部卖光了，可是还有很多人都围在门口不想离开，他们还想要继续购买紫装，买不到就不走啊，
秦风，你如果有打到装备的话，就给我送点，不然的话，真的扛不住了。我擦，生意这么好的吗？看来刘波还真是一个合格的店长啊！重新开业第一天，竟然就把装备卖断货。要知道，那可是足足上百件子装啊，最贵的标价30万金币，最便宜的也要5万。没想到竟然全部卖光，只是这子装都能赚一大笔钱。最重要的是，自家店铺生意好了，那对面的一品阁肯定生意就会变差，这才是最主要的。秦风心里想着，打开背包看了一下，500个的背包只剩下一个空格，剩下的都被装备填满。既然背包已经满了，那么就直接去店铺吧，不然再打了装备也没有地方放。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掉头回城。不一会，他就到了店铺，隔着很远就看到店铺外面摆满了开业庆祝的花篮之类，还有一个写着开业大酬宾，100件紫色装备全部8折的横幅，100件紫装就已经非常吸引人了，更不要说还打8折。所以他们店铺今天的客人特别多，里面乌泱泱的全部都是人。刘波和几个店员忙得脚不沾地，连秦风来了也没有注意到。秦风又看了一下对面的一品阁，却是冷冷清清，完全没有了之前热闹的景象。看到这种情况，秦风心里就高兴。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冷嘲热讽的声音响了起来：哈，果然是乡下来的土包子，看到有打折商品卖就要立刻上去占便宜。哎，土包子就是土包子，就算上了大学依然洗不下去身上那股穷酸气。听到这冷嘲热讽的声音，秦风回头看去，竟然还是熟人，正是郑如梅。他身边还跟着几个狗腿子，听到郑如梅的话之后，也是纷纷帮腔，极尽嘲讽之能事。秦风冷哼一声，直接骂了回去：郑如梅，谁给你的胆子在我面前狗叫？之前我要跟你生死斗的时候，你怎么不像现在这样在我面前冷嘲热讽，而是直接夹着尾巴逃跑了呢？不只是你，你们郑家所有人都是如此。郑如松、郑如柏都跟你一样做了缩头乌龟，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跳出来在我面前狗叫？哼，秦风，你就是一条疯狗。那生死斗虽然是校规允许，可是也不提倡。本来我们学校都已经3年时间没有人生死斗了，整个学校的氛围都是一团和气，同学之间互相友爱。可是你一来一言不合就出手杀人，好多才俊因此而死，学校里面好不容易形成的和平氛围完全被你打破。你就是一条疯狗，一颗老鼠屎，败坏了我们整个学校的风气，甚至连学校高层都忍不了你这样的疯狗行为，直接更改了校规。你竟然还不自知，还在这里得意洋洋，真是马不知脸长，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直接退学，免得在这里祸害其他学生。这郑如梅也是能屈能伸，能说会道，而且他专门调查研究过秦风，知道秦风一进学校就学习了校规，虽然做事极端，可是不会破坏校规，更不敢破坏法律。正是因此，所以他断定秦风不会直接触犯法律对他动手，所以看到秦风的时候才会直接出言嘲讽，毫无顾忌。一团和气，互相友爱。秦风冷哼一声说道：这样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恶心？你问问你身后的那些狗腿子，他们相信吗？你们郑家在学校里面横行霸道，只有你们欺负别人的份，别人都不敢招惹你们，还有一群狗腿子拍你们的马屁，你们过得这么滋润，自然会觉着氛围非常好。可是其他人呢？他们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怕遭到你们郑家人的报复。你还真当他们很享受被你们郑家人的肆意欺凌吗？还我马不知脸长！最长的那个驴脸应该是你才对吧？还妄想让我退学？你有这个资格吗？老子不但不会退学，还会一直在这学校里面待下去。我不是要祸害其他同学，而是要祸害你们郑家人。没错，其中就包括你。不服的话，现在就跟老子生死斗啊！你个傻逼敢吗？不敢就闭上你那个臭嘴。第126章，秦风，有我在，你一件装备都别想买。我承认你很能打，不过能打有个屁用，出来混要讲势力，要有背景。你不过就是一个小瘪三，是别人手里的一颗棋子，用完之后就扔的那种，竟然还不知所谓的要祸害我们郑家。你拿什么祸害？拿你买装备都要挑打折的买吗？哼，穷逼就是穷逼，今天有我在，你连打折的东西你也别想买到。郑如梅继续嘲讽说着，有理有据，不落下风。秦风正想要反骂回去，听到对方的话，突然心中生疑，听这家伙的意思，好像是认为自己是来这里买打折装备的。难道他还不知道这店铺就是自己的吗？想到这里，秦风也不和他继续争论，而是直接进入店铺。刘波和那些店员看到秦风进来，立刻就要过来迎接，不过马上就被秦风用眼神制止了，又暗示了一下身后跟进来的郑如梅等人。刘波他们都是心思通透之人，立刻就全部明白了。其中一个店员甚至还走到秦风面前，假装不认识的说道：这位同学，你要买什么装备？今天我们全场8折，买什么都便宜。有紫装吗？有，我这就给你拿过来。店员马上就拿过来5、6件紫装，上面都有标价。秦风看了一下，
这都是他自己打出来的装备。这几件紫装是属性最差的，正常的紫装价格最低也是5万，可是这几件紫装因为属性非常差，所以价格只有4万，而且就算如此也没有人买。那些来买装备的客人宁愿等新的紫装到货，他们也不要。秦风装模作样的看了一下，随后就拿出一件紫装说道：“这个我要了，多少钱？”这个标价4万，不过今天全场8折，只要32000金币就够了。秦风装作肉疼的犹豫了一下，就说道：“好，我要了。”“好的，这位同学，我马上给你包好。”店员很配合的说着，拿起装备就要去包装。等等，就在这个时候，郑如梅说话了。他走到秦风身边，先是轻蔑的看了秦风一眼，然后指着店员手里的紫装说道：“这装备我买了。”“啊？可是那位同学先买的呀。”店员用商量的语气对郑如梅说道：“这位同学，你要不看一下其他的紫装？我出双倍。”郑如梅霸气的伸出2根手指说着，随后一脸挑衅的看着秦风。秦风心中大笑，看来这郑如梅还真不知道这店铺是自己的，那就好好的跟他玩一下。反正这些剩下的紫装属性太差也卖不出去，正好可以高价卖给这个装逼犯。秦风假装怒道：“狗东西，滚开，别耽误老子买装备。”郑如梅看到秦风生气，非常高兴，嘲讽道：“你才是一条疯狗，就你这穷逼还想买装备，今天有我在，你一件装备都别想买到，我就是要用钱砸死你。你以为就只有你有钱，我也出2倍，我出3倍。”郑如梅针锋相对：“我也出3倍，我出4倍，我出9倍，我出10倍。”郑如梅一脸不屑地看着秦风，报出了10倍的价格。“让给你了，一个垃圾紫装，竟然出价10倍购买，果然脑残。”秦风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说着，故意刺激郑如梅。郑如梅非常干脆的付款，说道：“哼，不过是10倍而已，也只有你这样的穷逼才会觉着贵，但是这对我来说只是9牛1毛而已，这就是我们郑家的底蕴，你这穷逼永远都不可能理解。”“你说的对，我不想理解冤大头，我换一件装备就是了。我买这一件。”秦风指着第2件紫装说着：“这件我也10倍价格买了。”郑如梅直接跳过了涨价环节：“那我买这一件，剩下的几件我全部都10倍价格买了。”郑如梅一脸不屑地看着秦风：“我说了，有我在，你一件装备都别想买。”“哼，那我就买蓝装，我不信你能把这商店里面所有的装备都给买下来。”秦风朝着蓝装区域走去：“蓝装我也全买了，10倍价格。”“那我就买绿装，我也买下来了，10倍。”秦风心中狂喜，这些蓝装绿装有一大部分都是之前剩下的，属性垃圾的一塌糊涂。秦风原本准备今天如果卖不掉的话就全部扔掉，没想到来了郑如梅这个冤大头，10倍价格全部买下，这可是让秦风大赚一笔。“这位同学，所有的装备加起来一共是420万金币。”店员小姐姐强忍着激动的心情，把账单交到了郑如梅手里。听到420万这个数字，郑如梅整个人顿了一下。虽然他们郑家的确有钱，她每个月的零花钱也的确很多，可是这420万对她来说也不是小数。秦风见状，立刻嘲讽说道：“哈，某些人不会只顾装逼，结果没有那么多钱吧？哼，老子钱多的是，哪里像你一个穷逼，一件装备都买不下来。”郑如梅果断地付了钱。这几天无论是武斗还是文斗都没有赢过秦风，现在这是唯一可以胜过秦风的机会，就算是大出血，郑如梅也要砸钱打秦风的脸。秦风心里狂喜，面上却是佯怒：“哼，今天我必须要在这里买一件装备。店员，你这里还有什么装备？无论多少钱我都买了。”“真的没有装备了。”店员说着，好像想到了什么说道：“不过还有这个。”说完之后，他拿出了一个绿色的长出了2片叶子的树种，正是那个任务物品神木种子。店员拿出这个神木种子之后，郑如梅的眼神一下就亮了，她直接跑过来劈手夺过，仔细看了物品介绍，一脸兴奋之色，说道：“这东西不管多少钱我都要了。”店员悄悄地看了秦风一眼，秦风手指微微上抬，意思是尽可能的定个高价。店员秒懂，说道：“这位同学，这神木种子可是稀有物品，我们标价10万金币。”“好，我要了。”郑如梅非常果断地说着。第127章，这店是你的？等等，秦风说道：“这是我先说要的，同样价格应该我先得到，我也出10万。”“我出10倍。”郑如梅果断说着，没有丝毫犹豫。秦风从他的眼睛里面看到了一丝坚决，这让秦风心中疑惑。刚刚这郑如梅买装备的时候，完全是为了打压自己，对那些装备没有丝毫兴趣，甚至一眼都没有看过那些装备。但是现在郑如梅却是2只眼睛死死地盯着神木种子，这明显就不是为了赌气，而是真的想要这神木种子。难道这神木种子正好是他的任务物品？想到这里，秦风也加价。
我出11倍，这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把这个东西让给你。我出12倍。郑如梅果断地继续加价。我出13倍。我出19倍。我20倍。乡巴佬，我倒是要看看你还有没有更多钱跟我争。郑如梅咬牙切齿地说着。看到郑如梅的样子，秦风知道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如果继续抬高价格的话，怕是对方很有可能会放弃。那样的话，这东西就砸自己手里了。于是秦风说道：冤大头，归你了。郑如梅再次支付了200万金币，这一下可以说是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给清空了。不过郑如梅却是非常高兴，这一下不但用钱打了秦风的脸，又买到了超凡任务的任务物品，他断了的任务终于又可以继续了，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想到这里，郑如梅哈哈大笑，非常畅快，指着秦风再次嘲讽说道：秦风，我说了，今天只要有我在，你一件装备都买不了，哈哈，怎么样？现在这整个店铺里面一件装备都没有了，我看你还能怎么办？这就是金钱的力量，你实力强又如何？还不是照样被我用钱打脸，哈哈哈！郑如梅畅快地大笑起来，她终于打了一次秦风的脸。可是随后就看到秦风正在用一种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着她，郑如梅顿时大怒，这秦风都已经被自己打脸了，怎么还这么嚣张的用那种眼神看自己？郑如梅直接对店员说道：你们现在马上把这个穷逼赶出去。店员却是不为所动，拒绝说道：对不起先生，我们做不到。什么？我可是刚刚在你们店里花了600多万金币，绝对是你们店铺最大的客户了，你们竟然连我的这点小小的要求都满足不了，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可以叫你们老板把你开除？郑如梅威胁说着。对不起，别说您花了600万，就是6000万我也做不到，因为我不可能把我们老板赶出去。店员不卑不亢地说着，随后走到秦风面前，恭敬地喊了一声老板。郑如梅顿时一脸懵逼和不可置信。什么？你是这店铺的老板？这怎么可能？这里的店铺怎么可能会是你这种穷逼能买得起的？秦风淡淡一笑说道：其实你说的没错，我为了买下这个店铺，对抗你们郑家的一品阁，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钱，的确变成了一个穷逼。不过我要谢谢你，把我们店里面积压的垃圾装备全部10倍高价买走，给我送来了一大笔钱，这让我又有钱可以继续和你们一品阁打擂台了。噗！郑如梅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本来以为是自己用钱打了秦风的脸，谁知道这店铺竟然就是秦风的，自己竟然全程被对方戏耍。郑如梅的眼睛里面几乎喷出火来，指着秦风骂道：秦风，你竟然敢耍我！就是耍你了，你能怎么样？不服就跟我生死斗啊！你一句生死斗直接把郑如梅对得哑口无言。如果能打得过的话，还会等到现在吗？虽然心里面恨得要死，可是郑如梅最后还是没敢动手，冷哼一声说道：算你狠，不过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结束的，我们走。说完之后，只能带着几个狗腿子灰溜溜的离开。慢走不送，我这里的垃圾装备会存起来，等着郑大少你10倍价格买走。刚刚走出商店的郑如梅听了，差点摔了一个狗啃屎。她脸上青筋暴跳，加快了离开的速度，不然的话，她真的会忍不住跟秦风生死斗的。看着灰溜溜离开的郑如梅，秦风发出一声不屑的冷笑，不过是一个手下败将而已，根本就不值得他过多关注。转头对几个店员说道：你们刚刚配合得很不错，提成照拿，另外每人奖励1万金币。谢谢老板。老板威武。这些店员立刻就欢呼起来。第128章命运硬币。可是老板，现在咱们店铺一个装备都没有了，再有客人来怎么办啊？刚刚店里所有的客人都被郑如梅和他的狗腿子给吓跑了。秦风说道：放心，装备多的是，我过来就是给你们送装备的。说完之后，秦风直接把背包里面所有装备一股脑拿出来，这些装备全部都是打沼泽飞龙 BOSS 爆出来的，所以紫装的数量比昨天还要多，已经超过了100件。这些装备一拿出来，顿时整个店铺里面都被紫色光芒填满，甚至都照射到店外，路过的客人马上就再次被吸引了进来。我擦，这么多紫装，肯定有极品，老板，我要买紫装。我也要买。顿时店铺里面再次热闹起来。秦风身为老板，自然不用他亲自售卖，交给店员之后，他就上了2楼办公室。刘波简单的跟他汇报了一下营业额，这开业第一天竟然就超过了1100万金币。当然了，其中600多万都是郑如梅贡献出来的，真正的营业额也就是500万而已。可是这也已经是非常暴利了，只是一天就把他买店铺花出去的钱给赚了回来。而且今天还没有结束，看下面热闹的景象，估计刚刚带回来的500件装备，今天还能卖出去一半，这又是一大笔钱。果然还是开装备店铺赚钱。对了，秦风，除了你送来的装备，我还委托射手工会的兄弟在学校里面帮咱们收装备，其中一些增加异常状态的装备，我都给你留着，你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刘波办事效率很高，他知道装备来源不能只靠秦风一个人，不然的话，
万一哪天秦风想休息一天，或者是有事不能去打怪，那他们店铺就要直接断货了。所以必须还要有其他的装备来源，而最靠谱的就是在学校里面收了。学生们几乎每天都会去升级打怪刷副本，装备产出非常稳定。说完之后，他就拿出了几件装备放到秦风面前给他挑选。秦风看了一下，这些装备虽然都符合他的要求，可是还没有他自己身上的好，而且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常状态，所以秦风只是稍微看了一下就没有了兴趣，让刘波把这些装备收起来，可以拿去卖掉。刘波把上面的装备重新收回背包之后，秦风突然眼睛一亮，他看到了一个硬币状的装备，因为只有硬币大小，刚刚被压在其他装备下面，所以根本就没有看到。现在装备被刘波收起来，秦风才发现了这枚硬币状的装备。这是什么装备？好奇之下，秦风捏起这枚硬币查看属性。命运硬币，每次使用有 50% 的几率出现幸运光环和 50% 的几率出现厄运光环。光环开启之后，每秒钟消耗1000金币，如金币不够则消耗生命值。光环在持续60秒之后可以选择关闭。幸运光环，幸运值加100；厄运光环，霉运值加100。看到秦风手里的命运硬币，刘波也来了兴趣，说道：“这是命运硬币，之前一直都在我身上，不过我没有敢用，因为用一次至少就是6万金币没有了。出现幸运光环的话还好，打怪的时候或许能爆出更好的装备，可是一旦出现了厄运光环，霉运值加100，这可是非常致命的，降低你自己的命中率不说，怪物打你的时候还会频繁出现暴击和各种控制状态。这个硬币原本是我的一个同学打出来的，他当时因为好奇就用了一下，结果第一次就出现了厄运光环，当时正好还是在副本里面打怪，最后他就再也没有从副本里面出来。哎，这东西我放在背包里面一直都不敢用，秦风我也建议你不要用，这东西太危险了。”哦，这么厉害？秦风听了之后反而是更加感兴趣了，拿着命运硬币在手里把玩，爱不释手的样子。这命运硬币的不确定性或许在别人眼里的确很恐怖，但是在秦风这里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但凡是几率出现的东西，他都可以直接叠加到100%，所以他想要幸运光环，那就是幸运光环；他想要厄运光环，那就是厄运光环。当然了，他不想要厄运光环。看到秦风拿着命运硬币爱不释手的样子，刘波更加担心了，劝说道：“秦风，你不会真的想要使用这个硬币吧？千万不要，你这是在拿你自己的小命开玩笑。放心吧，现在是在咱们自己的店里面，又不是在野外打怪，就算是真的运气不好，出现了厄运光环，又能有什么危险呢？”秦风不以为意地说着，心念一动，使用了命运硬币。叮，使用命运硬币开启厄运光环。第129章厄运光环。嗡，厄运光环刚刚加深，秦风莫名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好像是周围到处都是危险，所有的东西都会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一样。这种感觉只有在打 BOSS 的时候才会偶尔出现，不过也是一闪而逝。可是现在却是一直萦绕在秦风心中，非常诡异。这就是霉运值加100的感觉吗？好像整个世界都在针对我一样。秦风心里想着，他整个人都十分警惕起来。刘波看到他这个样子，顿时大惊，说道：“秦风，你不会已经使用命运硬币了吧？”“你看不到我的状态吗？”秦风疑惑地问着。“我擦，你还真的用了？你这个疯子，这命运硬币非常邪门，那2个状态只有使用者才能看到，别人是看不到的。你这次获得了哪个？幸运还是厄运？”“厄运。”“我擦，我他喵的要离你远点！”听到秦风厄运加深，刘波就好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噌的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要逃离这里。可是因为起身太过着急和凶猛，没有注意到他的衣服勾住了茶几的桌角，结果一起身直接把整个茶几都给掀翻。顿时茶几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朝着秦风身上砸去。别的东西也就罢了，可是上面还有一个茶台，茶台上面正在烧开水煮茶。现在茶几一翻，那正在烧的滚烫的开水，好巧不巧正好朝着秦风的脸上盖去。这些开水如果全部浇到秦风脸上，怕是会直接毁容。秦风也没有想到危险竟然来临的这么快，双眼一眯，脚下猛蹬地面，连带着屁股底下的太师椅一起向后滑行1米多的距离，狠狠地撞在后面的大书架上，这才停了下来。不过后退了这么远距离，那倾翻的茶几和滚烫的开水也都被秦风躲了过去，一大堆东西噼里啪啦地掉落一地，弄出了很大的响声，就连1楼那些正在购买装备的顾客也听得一清二楚，纷纷朝着房顶看过来，眼中有着疑惑和担心，不过马上就继续开始挑选装备。秦风看着面前的一片狼藉和还在冒着热气的开水，一脸的惊讶，这厄运光环效果也太强了吧，竟然坐在自己的店铺里面也能发生祸事。刘波也没想到他只是起个身而已，竟然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差点把秦风毁容，担心地问道：“秦风，你没事吧？”
没事。秦风压下心中的不祥，挤出一个笑容，嘴硬说道：“这厄运光环的威力也不过如此嘛，不过就是一些小意外而已，这种程度根本就不可能伤到我。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咔嚓！秦风刚刚说完，他就听到屁股底下传来了咔嚓声，似乎是什么断裂了一样。秦风心中警兆升起，可是还没有等他有所反应，他屁股下面坐着的太师椅哗啦一下直接粉碎，他整个人都被摔到地上，他的后脑勺也狠狠地撞在后面的大书架上，这一下撞得不轻，而且还是后脑勺，顿时头晕目眩。秦风小心！就在这个时候，秦风听到刘波的大声提醒，他心中危险的感觉再次降临，刚刚睁开眼，就看到身后的书架被他连着撞了2次之后，已经发生倾斜。原本摆放在上面的花瓶、香炉什么的，一股脑的滑落下来，朝着秦风当头砸下。我擦！秦风赶紧一个驴打滚，险之又险的躲开了掉落下来的花瓶和香炉。这时候那书架也坚持不住，整个砸落下来。轰隆！书架的重量让整个楼层都发生了震动，好像是地震一样。1楼大厅之中，楼顶的墙皮也在扑簌簌的掉落，还有一个灯管的一端掉落下来，差点砸到一个客人头上，好在另一端还连在电线上，这才没有砸到人。可是这么大的动静，原本那些正在买装备的客人再也不敢继续待在店铺里面了，纷纷跑了出去。我擦！秦风，赶紧把厄运光环关闭，不然的话，咱们刚刚买下来的店铺就要完蛋了。刘波大声提醒说着。秦风赶紧看了一下厄运光环的时间，正好到了60秒，可以关闭了。他毫不犹豫地关闭了厄运光环，顿时那种环绕在他心里的不祥的感觉仿佛潮水一样退去。不过整个办公室此时都是一片狼藉，现在还只是秦风所处的办公室中出现意外，如果厄运光环继续开启的话，怕是整个店铺都会出现各种意外。这下秦风可不敢再说这厄运光环不过如此的话了，霉运加100的效果太恐怖了。秦风，你他喵的以后不准在店铺里面使用命运硬币，不然的话老子立马退股，听到没有？刘波一脸愤怒地抓着秦风的衣服说着。知道了，绝对不会在咱们店铺里面用了。秦风赶紧说着。不过命运硬币却是紧紧握在手中，并没有交出去的打算。厄运光环的效果如此强大，那么跟他同一等级的幸运光环威力应该也不会小了，所以以后只要自己只使用幸运光环，不用厄运光环就可以了。噔噔噔，一个店员一脸焦急的上来，看着办公室中的狼藉，惊讶的说道：“老板，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刚刚1楼好像地震一样，灯管都被震掉了一个，客人也都给吓跑了。”秦风这才看到，原本人满为患的1楼大厅，现在已经空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了，就连其他的几个店员都跑了出去。没事，只是不小心把书架弄倒了而已，你找人把坏掉的灯管修一下就行，继续营业。是老板。厄运光环的效果消失，那些被吓跑的客人知道只是一个意外而已，也就慢慢的回来了。另一边，郑如梅被秦风狠狠地摆了一道之后，怒气冲冲地回到一品阁。这一品阁的老板郑元秋正是他的老爹，这次被秦风摆了一道，他必须要找回场子。既然知道对面的装备店铺是秦风开的，那么他就想要找他老爹给秦风的店铺找点麻烦，最好是直接倒闭才好。第130章，麻烦上门。爹，我爹呢？郑如梅进入一品阁就大声喊着：“少爷，老板他在2楼。”立刻有店员过来说着。郑如梅一听，立刻就要上楼，却是被店员给拦住了，说道：“少爷，老板他正在接待一些非常重要的客人，老板吩咐了，谁也不能上去打扰他们。”什么？连我都不行吗？郑如梅冷声说着。少爷，那些客人真的都很重要，都是各部门的一些领导。店员解释说着。郑如梅听了，这才没有硬闯。就在这时候，郑元秋领着一群人从2楼走了下来。郑如梅看了一下，那些人果然都是一些熟面孔，还有一些人身上直接就穿着制服，果然都是相关部门的领导。他们明显都已经收了郑元秋的好处，一个个和郑元秋称兄道弟。郑元秋说道：“各位老哥，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们了。”一个秃头胖子说道：“郑老弟放心吧，不过是一个小事而已，我们工商局保证让这种恶意破坏装备市场的店铺今天天黑之前关闭。”是啊，我们税务部门多少都给他们查出点事情出来。对，还有我们城管，保证不能让他们继续经营下去。一个个领导争先恐后的保证说着，随后他们直接出发，朝着对面的超品阁杀了过去。郑元秋一脸得意的看着这一幕，嘴角不由得浮现出一抹冷笑：“哼，毛都没有长齐的小子，竟然敢跟我斗，还妄想跟我打擂台，简直愚蠢透顶！这次必定让你知道社会的险恶。”郑如梅也凑过来说道：“爹，你这是请他们去查封秦风那小畜生的店铺了吗？”没错。你怎么知道对面那店铺是秦风那小畜生的？我当然是有自己的信息来源。郑如梅没有说她刚刚被秦风坑了一顿的事情，
毕竟太丢脸了。听到郑如梅的话，郑元秋很是欣慰，自己这儿子在学习方面名列前茅，是郑家年轻一辈中最有希望晋升超凡的几个人之一，而且在智慧方面也继承了自己的基因，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是他的骄傲。郑元秋说道：“儿子，咱们父子就在这里等着看对面的好戏吧，估计用不了1个小时，他们的店铺就要被查封了。”哈哈，太好了，开业第1天就被查封，到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一幕拍下来，在全校宣传一下秦风的光辉事迹。另一边，厄运光环的影响很快消散，客人很快就再次多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群穿着制服的相关部门联袂而来，一个个都是杀气腾腾，目标明确。谁是老板？给我出来！这些人一来就大声喊着。那些客人看到这些人都是穿着制服，杀气腾腾，全都吓得跑了出去，顿时原本热闹的商店再次变得冷冷清清，那些店员更是大气都不敢喘。秦风闻言和刘波一起下来，说道：“我就是老板。”“你就是老板？”看到秦风和刘波两人都只是学生模样，顿时都是一脸轻蔑，完全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其中一个人首先发难，指着门口的花篮和条幅说道：“你们弄的这些花篮和条幅是严重影响市容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城市市容以及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我现在依法给你们开具罚单，一共是10万金币，3天之内交到我们城管局去。”“什么？我们那些花篮和条幅又没有占到，你凭什么罚款？而且一下就是10万？你这是罚款还是抢劫？大胆，拒不履行罚款，还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污蔑，罚款翻倍！”你……刘波想要继续争辩，不过被秦风给拦住了。他淡淡的看着这些人说道：“你们还有什么？一下全部说出来吧。”“哼，我是工商部门的，我们发现你们店铺恶意竞争，扰乱装备市场，已经触犯法律，限你们立刻关闭店铺，所有经营所得必须全部上缴。我们是税务部门的，我们发现你们偷税漏税，必须要补交过去半年的税款，还会处以20万金币的罚金。我们是消防部门的，你们店的消防设施不过关。我们是卫生部门的，你们……”所有的部门挨个跳出来指出一大堆问题，很多问题都非常幼稚，根本就不值得任何推敲。秦风懒得去一个个反驳，因为他已经看出来这些人完全就没有打算给自己反驳的机会，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店铺关闭，然后交钱罚款倾家荡产。刘波被他们气得面色通红，几次想要说话反驳，结果都被秦风给拦住了。第131章，有些事情不是你们这个层次能掺和的。等他们一个个都说完之后，秦风这才慢悠悠地说道：“你们说完了吗？”看到秦风完全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的样子，顿时这些人都是大怒。领头的胖子指着秦风的鼻子骂道：“你已经触犯法律，竟然还敢这么肆无忌惮地跟我们说话，果然是一个刁民。看来你的问题很多，回头一定要让治安部门好好的调查你一下。”秦风冷笑说道：“又给我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不错，你还真是郑家的一条好狗啊！你这小杂种竟然敢骂我！好好好，辱骂公职人员，这下谁也救不了你了，等着把牢底坐穿吧！”啪！还没有等秃头胖子说完，秦风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胖子的肥脸直接被他打肿，2颗牙齿混合着鲜血飞了出来。顿时在场所有人都被震惊住了，谁都没有想到秦风竟然胆大包天，直接出手攻击对方。秃头胖子很快反应过来，声嘶力竭地指着秦风说道：“反了反了，快点把这个罪犯给我抓起来，抓起来！”立刻就有好几个治安员朝着秦风冲了上来，要把他抓捕。我看谁敢！秦风大喝一声，拿出了一个人偶出来，正是林海军的分身人偶。睁开你们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所有人看到人偶都是大惊，那些治安员也都愣在原地，不敢继续对秦风动手。秃头胖子也认出了林海军人偶，脸上的愤怒变成了惊恐，说道：“这怎么可能？不是说这店铺没有任何背景吗？怎么会？不，你这人偶是假的，林校长怎么可能会把他的人偶给你这小畜生？”秦风大怒，这秃头死胖子都已经骂了自己好几次小畜生了。他立刻激活人偶，庞大的独属于超凡强者的气息喷薄而出，在秦风的控制之下，重点朝着死胖子身上轰击过去。噗！死胖子直接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其他人也都是连连后退，脸上浮现出惊恐不已的神色。秦风直接走到死胖子面前，踩在他的胸口上，冷声问道：“现在还要继续质疑真假吗？”“不敢了，不敢了。”死胖子连都不敢。这绝对是超凡级的人偶，不是市面上能买到的那种人偶。这种人偶只有超凡强者亲自制作，才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威力。秦风扫视一圈，这些原本高高在上的部门领导没有一个敢跟他对视。秦风冷哼一声说道：“你们这些混蛋竟然敢来查封我们林家的店铺，是谁给你们的胆子？还是说你们已经站好队伍，决定帮着郑家来打压我们林家？”听到秦风的质问，所有人都浑身颤抖。对，
对不起，我们真不知道这是您林家的店铺，如果知道的话，就算是给我们10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来您店里闹事。对啊，我们是被小人蒙蔽了。这些人连声解释，生怕被秦风认定他们是针对林家而来。他们这些人虽然是部门领导，高高在上，可是在林家和郑家这超凡家族眼里，就什么都不是。要罢免他们，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而已。现在林家的店铺直接开到郑家一品阁对面，而且还是针锋相对的叫了一个超品阁，这明显就是两家已经开战。如果真的被认定是加入到了他们两家的争斗之中，最后怕是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原本以为秦风这店铺没有任何背景，所以才敢出来找事，现在知道这店铺是林家的，哪里还敢继续发难？秦风冷声说道：哦，那我店铺门口的花篮和横幅有没有影响市容？还要不要交罚款？没有，花篮不但没有影响市容，还给城市增光添彩，我们不仅不会罚款，还会送来模范店铺牌匾。城管领导抹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说着：那我这店铺有没有恶意竞争？你们还要不要没收我的所有经营所得？没有恶意竞争，那都是一些奸邪小人对您的污蔑，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没收您的营业所得。秃头死胖子顾不上身上的疼痛，大声说着。秦风继续看向了税务部门领导，说道：你们呢？我们店铺开业第1天，哪里来的过去半年的税？都是我们搞错了，过去半年的税我们都已经收过了，不仅收过了，还多收了。根据政策，我们还会把多收的税退给您，一共是50万金币。税务部门的领导同样擦着冷汗说着，这下不但没有收到钱，反而要大出血。其他部门也都被秦风一一呵斥，不敢有任何脾气。秦风冷声说道：好了，今天这事情我就当做你们没有来过，我劝你们擦亮眼睛，有些事情不是你们这个层次能掺和的，滚吧。众人闻言顿时如蒙大赦，巴不得立刻离开，赶紧倒退着退出了店铺。第132章立即报仇。另一边，一品阁门口，郑元秋和郑如梅父子两个正在等着看秦风的店铺被查封，秦风自己被治安员带上铐子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他们派过去的那些部门领导全部灰溜溜的跑了出来，看都没看他们，直接一溜烟的跑了。这直接把郑元秋和郑如梅看得目瞪口呆。爹，这是什么情况？他们怎么没有查封秦风那小畜生的店铺，也没有抓捕秦风啊？你请的这些人不靠谱啊！郑如梅说着，在自己儿子面前丢脸。郑元秋脸色难看的开始联系秃头胖子，可是却是被直接挂断，联系其他人也同样如此。这些混蛋怎么回事？拿了我的钱竟然不干事！郑元秋心里恨恨说着。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几笔转账，打开一看，原来正是刚刚那几位领导给他转的钱，正是他之前用来贿赂的钱，现在一分不少的全部给他退了回来。郑元秋脸色更难看了，这是典型的要跟他撇清关系啊！秦风那小畜生到底做了什么，把这些人给吓成这样？郑元秋看向对面的店铺，正好秦风也走了出来，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一起，滋滋滋，顿时空气中好像有雷电闪烁，两人都是赤裸裸的敌视对方。秦风直接就朝着郑元秋走了过来，指着郑元秋的鼻子骂道：刚刚那些人又是你这孙子用的阴招吧？如果你这孙子只会用这些阴招，我劝你还是省省吧，因为对我没用。郑元秋再次被秦风指着鼻子骂成孙子，脸色涨红，鼻子都给气歪了。秦风，你这小畜生骂谁呢？以为只有你会骂人吗？你才是孙子！郑如梅看到秦风这么嚣张，堵到他们家店铺门口骂他老爹，顿时大怒，反骂回来。秦风斜着眼睛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道：你这手下败将，缩头乌龟，刚刚我只是略施小计，你就给我送了600多万金币，猪都比你聪明100倍，你还有什么脸面在我面前狗吠？你！郑如梅气得七窍生烟，差点爆炸，大脑都要混乱，都不知道该怎么骂回去了。郑元秋闻言看了郑如梅一眼，600多万金币，这可是一大笔钱，怎么就随便被秦风这小畜生给骗走了？不过这个时候不是说这些的事情，他毕竟老谋深算，冷声说道：秦风，你说我用的都是阴招，难道你的招数就是泼妇骂街吗？你不要脸我还要脸，想要丢人的话就继续在这里泼妇骂街吧，骂你又怎么样？老子爽了就成。你们这些缩头乌龟，老子跟你们生死斗，你们还不敢？现在还不让我骂了？而且我不过是一个18岁的毛头小子，而你却是郑家脸面，就算丢人，那也是你丢人。我们走。秦风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对此郑元秋也没有任何办法，他只能是拉着郑如梅回去一品阁，免得继续骂下去。正如秦风说的那样，他是郑家脸面，商界精英，传出去丢人的肯定是他。本来以为这样一来秦风就会回去，可是谁知道秦风也跟着他们一起进入了一品阁。秦风，你进来干什么？郑如梅大怒，指着秦风说着：怎么，我进来买装备不行吗？我们一品阁不欢迎你。来人，把他赶出去。
郑如梅叫嚣着要把秦风赶出去。我看谁敢！我现在已经打开了摄像头，我现在是以一个客人的身份来你们店铺购买东西。如果你敢把我赶出去的话，我马上就会去消协投诉你们。当然了，我知道你们郑家权势滔天，就算是向消协投诉，你们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不过我会把这视频发到网上，我看到时候谁还会来你们店铺购买装备。秦风这是赤裸裸的威胁。郑如梅这下也做辣了，她咬牙切齿。秦风这简直就是一个流氓、无赖、疯狗，做事完全没有任何底线。郑如梅现在是把秦风赶出去也不是，不赶也不是。郑元秋说道：算了，我们不要跟疯狗一般见识，我们去楼上，免得疯狗污了我们的眼睛。拉着一脸不忿的郑如梅上楼去了。对啊，快走吧，继续当缩头乌龟。秦风继续用挑衅的语气说着，眼睛还一直看着郑如梅，把她气个半死。第133章，是你们逼我的啊！我受不了了，爹，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风这小畜生在我们店里肆意妄为吗？郑如梅愤怒地说着。郑元秋脸色同样不好看，他以前对付其他竞争者的手段都用光了，可是这些以前百试不灵的手段在秦风这里全部都失败了，他现在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时候他手下的店长对郑元秋说道：老板，我倒是有一个主意，不但可以把秦风赶出去，还能让他丢人。哦，什么主意？快说。这店长立刻就说了他的主意，顿时郑元秋和郑如梅都是大喜。好，就按照你说的，马上去做。郑元秋高兴地说着。爹，这种可以打脸秦风的事情，我要亲自去做。郑如梅激动地说着，已经迫不及待了。去吧。郑元秋点头说着，随后走到窗户边上，等着看秦风出丑。秦风在一品阁大厅中来回转悠，想着怎么搞一下一品阁。郑元秋找那么多人去自己店铺捣乱，不但想要查封自己店铺，还想要把自己给抓起来。自己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不过他还没有想到具体的办法。这个时候，偌大的店铺里面突然响起了广播：各位顾客请注意随身财物，不要被小偷得逞。各位顾客请注意随身财物，不要被小偷得逞。广播连续不断的循环播放。原本还在挑选各种装备的那些顾客听到之后都是一愣，马上查看自身的财物，看到没有丢失，这才稍微放心。不过他们都是心中奇怪，这一品阁中之前从来没有传出过有小偷的事情，这怎么突然播放这样的一个广播呢？秦风也同样好奇。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郑如梅从2楼走了下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大喇叭，看着秦风一脸的得意，随后直接走到秦风面前，大喇叭直接对准了秦风，声音开到最大，继续播放：各位顾客请注意随身财物，不要被小偷得逞。郑如梅这么一搞，其他顾客都是朝着秦风看过来，开始议论纷纷。我说一品阁怎么会突然播放这样的广播？原来是真的有小偷进来，可是在小偷没有动手偷东西之前，他们也不好赶人，所以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提醒我们啊。哎，长得那么帅，做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做小偷啊？我擦！秦风顿时脸都黑了。原来这广播是特意针对他播放的。虽然广播中没有提谁是小偷，可是现在郑如梅直接用大喇叭对准他播放这个广播，是人都知道郑如梅的用意。秦风不得不承认，他们这一招真的是干得漂亮。这可是你们逼我的。命运硬币出现在秦风手里，叮，使用命运硬币开启厄运光环。嗡，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包围了秦风。秦风马上打起12万分的精神，提高警惕。他对面的郑如梅却是没有感觉到任何危险，反而是非常兴奋，把大喇叭声音放到最大，对着秦风循环播放。这是他第一次感觉跟秦风交手占了上风。只是可能是这大喇叭在仓库里面放的时间太长了，声音突然开始断断续续起来，似乎是出现了故障。这顿时让郑如梅非常不满，这么好的打秦风脸的机会，可不能因为一个喇叭而断送了。他大力拍打喇叭，喇叭再次对着秦风播放起来。可是他没有看到的是，经过他这么大力拍打，喇叭口里面发出了一个小火花，似乎是里面的电器元件因为他的拍打出现短路，在喇叭口中开始燃烧起来。郑如梅没有看到，可是早就提高了12万分警惕的秦风却是敏锐地发现了。轰！还没有等秦风有所反应，郑如梅手里的喇叭直接爆炸，里面的各种电器零件都变成了燃烧的火球，四处飞溅。喇叭口中更是喷出了一个最大的火球，直接朝着秦风脸上击射而来。还好秦风早有警惕，立刻侧身躲避，轻松地躲过了爆炸带来的火球攻击。少爷，少爷受伤了！突然的爆炸结束之后，顿时响起了一阵惊呼声。秦风转头一看，就看到郑如梅整个人都被刚刚的爆炸炸成了黑人，她脸上还出现了好几道伤口，最严重的是她握着喇叭的那只手近距离爆炸，直接把她的手掌炸得血肉模糊，骨头清晰可见。啊，我的手！郑如梅看着她那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手掌，发出凄厉的惨叫。
第134章厄运光环发威。其他的店员见状，立刻手忙脚乱地帮他治疗。这下郑如梅乐极生悲，不再因为可以打秦风的脸而得意了。估计谁都不会想到这大喇叭会在他手里爆炸，好惨啊！看着郑如梅凄惨的样子，秦风也是发出了感叹。不过还不够惨，厄运来得更猛烈些吧？哈哈！秦风心里大声喊着，他也更加警惕起来，因为之前已经在自己店铺里面测试过一次厄运光环的威力。这东西一旦开始，各种意外就会接连不断的出现，在自己关闭厄运光环之前是绝对不会停止的。他警惕的四处查看，就看到刚刚喇叭爆炸飞溅出去的那些燃烧的零件落到旁边的装备货架上。这些装备货架上面放着的装备正好是法袍之类，很多法袍都有防水防火的能力，可是这几件法袍偏偏就没有这样的能力。那燃烧的零件落到这些装备上，立刻就开始猛烈燃烧起来。不过片刻，摆放这些装备的整个货架也被引燃。着火了，快点灭火呀！店员们看到之后，立刻就大声喊着救火。其中一个店员慌慌张张地拿起一个灭火器就跑了过来，可是他脚下正好有一个喇叭爆炸掉落的零件，他一脚踩上去之后，顿时就摔倒在地，手里的灭火器被抛飞到空中，而他本人则是重重地扑到燃烧的货架上。这货架承受不住他撞击的力量，直接朝着秦风砸了下来。我擦，又来了！跳跃！秦风见状，赶紧使用跳跃技能躲开了砸下来的货架。可是他躲开了，受伤的郑如梅却是没有躲开。他受伤之后，一群店员就团团把他包围起来，手忙脚乱地帮他治疗，根本就没有挪动过地方，所以他们也在货架攻击的范围之内。郑如梅被炸成9阴白骨爪的手掌被店员们涂抹上药膏，刚刚想要去医院继续治疗，结果货架就朝着他砸了下来，又把他给砸到地上。其中一件猛烈燃烧的法袍正好落到他受伤的手上，原本就已经被炸成了9阴白骨爪，骨肉分离，现在被猛烈燃烧的法袍覆盖，顿时就发出了烤肉的香味。郑如梅也再次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好惨啊！秦风见状不由得皱起眉头，只是看着他就仿佛感受到自己手掌上也传来了剧痛一样。不过他没有功夫管这些，因为那被推倒的货架只是一个引线而已。一品阁的销售模式和超市是一样的，里面摆满了密密麻麻的货架，中间只留下2人通过的距离，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排货架倒下，其他的货架也都受到牵连，哗啦啦。不过片刻时间，整个一品阁里面的货架全部被推倒，而且这样一来，所有的货架都无缝连在一起。刚刚那燃烧的货架上面的火焰迅速蔓延到其他货架上，火势越来越大。本来这个时候如果全力救火的话，还是可以把大火扑灭的。可是郑元秋从2楼跑下来，看到他儿子郑如梅被压在燃烧的货架下面，顿时什么都顾不上了，让所有人都去救郑如梅。结果郑如梅是救出来了，可是火势已经蔓延到了一半的货架，已经不是那么好灭了。吱呀吱呀，危险的感觉再次来临。声音来自秦风的头顶，他抬头看去，就看到头上巨大的水晶吊灯正在剧烈晃动。这水晶吊灯本来是有2个固定绳索吊在房顶上面，可是现在其中一个已经断裂，只剩下1根绳索在坚持。而在水晶吊灯上面还有一个灭火器，正是刚刚那个店员不小心扔上去的。那断裂的1根绳索应该也是被这个灭火器给弄断的。秦风看到灭火器的保险拉环挂在了1根凸起的水晶上，随着水晶吊灯剧烈摇晃，保险拉环也在一点点的被拉开。就在秦风仰头看过去的时候，这保险拉环终于被拉开了，顿时剧烈的喷发让灭火器好像火箭一样倒飞出去。好巧不巧的，它飞出去的方向正好是水晶吊灯剩下的那1根绳索，灭火器直接把这剩下的1根绳索撞断。轰隆，巨大的水晶吊灯直接朝着秦风砸落下来。我擦，还来！冲锋！秦风赶紧使用冲锋躲开了水晶吊灯。水晶吊灯落在货架上，砸得粉碎，上面还连着电线，顿时起火爆炸，把剩下的货架也给点燃了起来。这下整个一品阁中所有的货架全部燃烧起来。郑元秋本来还想要组织人手进行灭火呢，可是看到所有货架都剧烈燃烧起来，大火漫卷，他们中又没有厉害的水系魔法师，根本就灭不了这么猛烈的大火。他们自己赶紧跑了出去，眼睁睁地看着大火把他们的一品阁吞噬。我的一品阁呀，这可是我的心血！郑元秋看着被大火吞噬的一品阁，痛苦地哀嚎起来。郑如梅却是安慰说道：“爹，先不要伤心了，秦风那个小畜生是不是还在里面？哈哈，能把秦风那小畜生烧死在里面，损失一个一品阁又算得了什么？”听到郑如梅的话，郑元秋也不再哀嚎了。想烧死老子，你想得美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秦风嘲讽的话语从他们身后传来，两人震惊地回头看去，就看到秦风好生生地站在他们身后，一脸的戏谑。你竟然没死！
郑如梅一脸失望地说着：“哼，你们郑家全家死光了，老子也不会死。”秦风毫不犹豫地反骂回去。第135章，交钱。秦风，我们一品阁着火，完全就是你这扫把星引起的，所有的损失你都必须赔偿。郑如梅指着秦风怒声说着：“让我赔？我赔你妈！”秦风毫不犹豫地直接对回去：“这大火的起因明明是你自己使用的大喇叭爆炸引起的，那大喇叭是我让你用的，还是我给你的呀？”你什么你？这大火就是你自作自受，关老子屁事！就算是追究责任，也是我这个顾客追究你们的责任。我只是去你们一品阁购买装备，结果差点因为你们自己的过失被烧死，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这些都要你们赔偿。而且不只是我，当时在你们店铺里面的所有顾客，你们都必须赔偿。秦风，你还是不是人？现在是我们家的一品阁着火了，我们损失最大，你竟然还要让我们赔偿？郑如梅，你才不是人！你们家一品阁着火怎么了？是你们家的一品阁重要，还是我们这些顾客的人命重要？秦风直接绑架所有的顾客，站在受害者一方，顿时把郑如梅说得哑口无言。郑元秋见状，知道如果继续说下去的话，怕是他们不但要承受一品阁的巨大损失，之后还要赔偿顾客，赶紧让郑如梅不要继续争吵，把这里灭火的事情交给店长，随后直接带着郑如梅用看病的理由逃跑了。没办法，秦风这家伙太能说了。郑元秋现在有点后悔，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去招惹秦风这条疯狗，当初直接把他的装备收了，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他甚至还可以从秦风身上赚到一笔钱。现在好了，秦风在他对面开店和他打擂台，他自己的一品阁还莫名其妙的着火，这一下损失巨大，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族解释。另一边，秦风看着逐渐被大火吞噬的一品阁，这是整个装备市场最大的一间店铺，结果就这么被烧成灰烬。厄运光环的威力简直太霸道了，消耗也是巨大，他前后只是开启了3分钟，18万金币就没有了，而且他身处其中也是最危险的，以后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对不能轻易使用厄运光环。秦风这么想着，返回了他自己的超品阁。刚回到超品阁，他就敏锐地发觉店里的气氛和之前不一样了。原本这些店员对他这个小老板根本就不害怕，说话嘻嘻哈哈，甚至还有点轻视。可是现在，他们在秦风面前都非常拘谨，大气都不敢出，甚至在他们眼里，秦风还看到了一丝恐惧。秦风很快就明白了，肯定是刚刚赶走那些部门领导的时候扯了一下林家的虎皮，让他们也认为自己就是林家人。不过自己和林家是盟友，这一点也不算欺骗。最重要的是，秦风直接硬刚一品阁，只是去了一趟，一品阁就被烧光。即便他说了着火的过程就是一个意外，可是他们还是觉着就是秦风把一品阁一把火给点了。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所以这些人觉着秦风是一个狠人，自然不敢继续轻视，甚至对秦风产生了恐惧。秦风也懒得跟他们解释，这样反而能让这些人对自己、对店铺更加忠诚。现在一品阁没了，重新建好之前，郑家的生意肯定会流失很多，这对他的超品阁来说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秦风自己只拿了100万，其他的钱全部交给刘波，让他趁着这段时间抢占市场。刘波欣然答应。第二天，秦风回归学生本职，继续刷副本。这次他要去的副本是36级的树精繁殖地，越是靠近副本，周围的树精实力就越强，数量也越多，甚至都已经影响到了秦风前进的速度。不过很快，不远处的蓝色漩涡入口已经隐约可见，前面还有很多玩家在这里打树精。秦风正想要一鼓作气冲过去，这个时候有几个人杀死树精之后，朝着秦风走了过来。交钱1000金币。啊？交什么钱？秦风一脸疑惑，这怎么大学里还有人劫道？还是说这些人是校霸，要霸凌自己？秦风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下眼前的这几个人，都是48级的凡阶巅峰。不过秦风还真没有看在眼里，甚至他心底还隐隐有一股期待。同学，是新生吧？一个男生走出来，一脸和气地问着。是新生。这一脸和气的男生解释说道，同学，你不要误会，我们不是校霸，这1000金币也不是胡乱收费。你看这周围的树精实力非常强，刷新速度也快，而且他们会直接在副本门口刷新。如果没有人及时清理这些树精的话，你们新生刚刚从副本出来，很有可能直接被树精攻击，以前就有新生因此被杀，而我们就是专门来清理这些树精的，可以保证让你们有一个安全的刷副本的环境，不至于刚刚从副本出来就被树精攻击，我们赚的就是这样一个辛苦钱。原来如此啊！听完对方的解释之后，秦风顿时就明白了，心里对他们的敌意也是瞬间消失。这些人不但不是校霸，反而是在给新生保驾护航啊！虽然秦风不需要他们的保护，可是对于他们的工作，秦风非常认可，也很支持。所以这1000金币，他很果断地给了出去。收了钱，
这一脸和气的男生脸上笑容更灿烂了，说道：“同学，你放心吧，有我们这些学长在，保证不会让你们受到树精的威胁。”谢谢学长。秦风很高兴地接受了对方的好意。吼！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声巨大的吼声传来。这声音一出，所有人都是一脸惊恐的循声看去，就看到一个30多米高的庞大的树精 BOSS 刷新了出来，正是之前秦风打过一次的树精长老 BOSS， 而且这次对方的等级提升到了40级，比之前那个还要强大。糟了，是树精长老 BOSS， 还直接在副本门口刷新出来，射手快点攻击，把他给引走，不然会有很多新生被他打死。看到这树精长老 BOSS 刷新出来，那一脸和气的男生脸上所有的笑容瞬间消失，变成了无比的凝重，立刻下达命令。听到他的命令，立刻就有4、5个射手开始对着树精长老 BOSS 猛烈射击。第136章，这新生好厉害啊！不过这树精长老 BOSS 实力非常强，他粗壮的枝干攻击距离足有30-40米，攻击范围非常大。射手原本是远程职业，可是在树精长老 BOSS 面前却是完全失去了远程职业的优势。好几个盾战和圣骑士立刻过去保护射手，可是在这树精长老 BOSS 的随便一次普通攻击之下，这几个盾战、圣骑士还有射手直接被拍飞出去，根本就没有能力引走树精长老 BOSS， 他还稳稳地待在副本门口。副本门口原本就有很多人，都是准备进入副本的，可是现在树精长老 BOSS 突然刷新出来，而且就在他们身边，他们脸都被吓青了，争先恐后的全力逃跑，远离 BOSS。树精长老 BOSS 哪里会放过他们？巨大的树枝横扫，一次就能拍飞出去10几个，超强的攻击力可以直接打掉他们1半生命值。地面也是如同海浪一样翻滚起来，无数粗壮的树根从地下钻出来，幸运的只是被缠绕住，不幸的则是直接被尖锐锋利的树根突刺贯穿身体，惨不忍睹。快点救人！那一脸和气的男生大声喊着，直接就朝着树精长老 BOSS 冲了过去。眼看着树精长老 BOSS 的巨大枝干再次横扫过来，好几个人都已经被打成残血，如果再被攻击到的话，这次肯定会直接被树精长老打死。和气男生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霸体护甲、铁山靠，他直接开启了2个技能。霸体护甲一开，他浑身都覆盖上一层青铜颜色的光芒，这可以极大的提升他自身的防御。随后直接合身，朝着横扫而来的巨大枝干撞击上去。轰隆，他的身体狠狠地撞在粗壮的枝干上，枝叶纷飞。这和气男生的身体硬生生撞进枝干之中，整个人都凹陷进去。可是这枝干抽打的力量太大了，他只是被稍微阻止了一下，就继续按照原来的路线横扫。那几个残血的新生一脸惊恐，有的甚至认命的直接闭上眼睛等死。嗖嗖嗖！关键时刻，秦风果断出手，超范围打击开启。秦风的箭矢射到树精长老 BOSS 的主干上，直接眩晕。树精长老的枝干横扫也骤然停止，原本必死的几个新生全部得救。我擦，我没死，我们得救了！所有人都是一脸的惊喜，随后就是一脸震惊的看向救了他们的人，竟然是他！他不是一个新生吗？怎么会这么厉害？和气男生心里吃惊，这可是超级厉害的树精长老 BOSS 啊，他们这些48级的老鸟都打不过，这个新生却是可以轻松拿捏。还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树精长老 BOSS 就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叫声，轰然倒地。我擦，树精长老 BOSS 就这么死了？从开始攻击到结束，一共也只是过去了5秒钟吧？这也太快了！所有人再次被震惊，别说是 BOSS， 就是普通的树精也不能杀得这么快啊！秦风上前捡了装备，直接进入副本。这些人才反应过来，咦，人呢？人去哪了？应该是进入副本了吧？我擦，那是谁啊？怎么会这么厉害？新生都这么厉害的人，我擦，我知道他是谁了。谁啊？除了秦风还能是谁？原来是他，我们刚刚竟然还问他收钱了，我擦，他可是一个杀神，不会回头杀我们吧？应该不会，不然的话他刚刚就不会出手帮我们击杀树精长老 BOSS 了，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杀人狂，大不了等他出来的时候我们把钱还他就是。对于这些人的议论，秦风自然不知道，他此时已经进入了副本之中。只见这里郁郁葱葱，都是几十米高的大树，树林之中游荡着数量众多的树精，这些树精都是38级，属性比外面的要强大得多。不过秦风完全不惧，对他来说就是多射几箭的事情。嗖嗖嗖，秦风立刻展开收割模式，开始击杀这些树精。不过才刚刚开始，突然森林中就有大量的箭矢朝着他射了过来。我擦，还有其他的怪物！秦风连忙使用跳跃技能后退，躲避开了所有射过来的箭矢。抬头看去，就看到茂密的树冠之中出现了很多绿皮肤的弓箭手。木精灵，普通怪物，等级38级， HP 5万， MP 5000，技能剧毒箭，
缠绕箭、2连射、3连射、鹰眼、弱点射击、敏捷术、治疗术。第137章幸运光环。我擦，竟然是铜翔！而数量这么多，树精就已经非常厉害了。这些木精灵似乎比树精还要厉害的样子。看到木精灵属性中那一大串技能，秦风也不由得惊讶。他都没有这么多技能好不好？一个怪物的技能比他的技能数量还要多，这是要逆天吗？秦风果断开启超范围打击，一边后退一边远程射击，火力全开之下，这些木精灵同行完全不是秦风的对手。不一会，他们就纷纷被秦风从树上射落下来。秦风控制着金翅大鹏鸟在树冠之中飞行，他看到树冠之中都有一些精巧的小房子，木精灵就住在这些小房子之中。因为刚刚把注意力都放在地面上的树精了，反而是把这些半空中的家伙给忽视了。不过这些木精灵全身都是绿色，身上的衣服也都是各种树叶缝制起来的，不仔细看的话还真的很难发现。只是有金翅大鹏鸟替他探查，所有的木精灵都难逃他的法眼。一路横推，很快金翅大鹏鸟就发现了一个上百米高的大树上有一座相对来说非常豪华的房子，里面住着的是这副本的第一个小 boss 木精灵王。秦风直接利用金翅大鹏鸟远程查看对方的属性。木精灵王 boss 等级40级， HP 50万， MP 2万，技能剧毒箭、缠绕箭、2连射、3连射、箭雨、鹰眼、弱点射击、敏捷术、治疗术、王之召唤。不愧是精灵王，比普通的木精灵属性要华丽得多。而且他身边还有10几个39级的木精灵护卫，再加上地面上还有一大群树精，这样的华丽阵容，普通学生进来的话，的确是一场噩梦。想要杀死他们，估计非常困难。不过秦风根本就不用靠近，超范围打击，嗖！木精灵王听到有敌人入侵，刚刚走出房门，一连串的箭矢就从100米之外射了过来，直接命中他的脑袋。木精灵王一脸愤怒，好大胆的入侵者，竟然敢用我最擅长的弓箭射我，我马上就让你好看。木精灵王心里愤怒的想着，可是随后他眼中的愤怒就变成了恐惧。本来以为那眩晕状态只有3秒，可是随后射到他身上的每一箭都会眩晕，而且剧毒状态也一直在叠加，现在都已经叠加30层了，秒伤数万，这也太恐怖了。他的护卫连忙寻找敌人，可是有树木的遮挡，他们根本就看不到100米之外的秦风，连忙把他们的王拖回宫殿之中。不过秦风已经射了木精灵王50多箭，50多层的中毒状态，抬回去也是死。他的金翅大鹏鸟就站在树枝上，看着木精灵王的血条快速下降。秦风眼睛一亮，突然想到了一个东西，命运硬币出现在他手中，使用。叮，你使用命运硬币，开启幸运光环。叮，你的幸运值加100。嗡，一股奇妙的感觉包围秦风，让他心情愉悦，整个世界似乎也跟着变得更加明媚了。叮，你击杀40级 BOSS 木精灵王，你获得经验值8万。刚刚开启幸运光环，木精灵王就被毒死了。通过金翅大鹏鸟的眼睛，秦风看到木精灵王的尸体上隐隐散发出一阵红光。红光？这是掉落神器了吗？是幸运光环发挥的效果吗？太牛逼了，刚刚开启就给爆了一个神器。秦风心情激动，快速推进，很快就杀死所有小怪，来到了木精灵王尸体面前。秦风立刻伸手摸了上去，哗，10几件装备出现在秦风面前，最前面一道红色的光芒最是耀眼，果然是神器。秦风立刻查看属性，木精灵王的剧毒箭矢，红色神器装备，副武器，等级40级，攻击力加200，毒属性攻击加200，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 10% 的几率触发中毒状态，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 10% 的几率忽视目标所有的毒属性抗性，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 10% 几率触发治愈术，附加属性4，中毒状态持续时间加10秒。我擦，牛逼啊，毒属性加200，只是这一条属性对自己来说就是绝对的神器，其他的几个属性也都是好像给自己定制的一样，简直太棒了。等等，这不会也是幸运光环的效果吧？秦风心里狐疑的想着。不行，还要多验证一下。秦风继续杀怪，他发现普通的小怪装备掉率也更高了，原本是平均10只怪才会掉落1件装备，可是现在平均5只怪物就会掉落1件装备，爆率提升了1倍。幸运光环果然可以提高爆率，不过烧钱也是真厉害，1秒1000金币，打普通小怪还真是烧不起。所以1分钟之后，秦风果断关闭，在自己实现金币自由之前，也只能在打 BOSS 的时候才能开启。第138章，帮女神向秦风讨回公道。一路横推，很快就到了最终 BOSS， 还是树精长老。秦风开启幸运光环，快速击杀。
不过这次却是没有爆出神器来，神器的爆率太低了，就算是有幸运光环，爆率提升，神器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爆出来的。不过秦风也不强求，有神器固然是好，没有神器他也不会沮丧。继续刷副本，秦风一直刷了一天，他的等级也顺利提升到40级，而他的背包之中早就已经被装备装满。打开之后，里面是200件紫装，剩下的都是蓝装，绿装他全部扔掉了，因为没有地方放。看了一下天色，已经快要天黑，秦风也有点累了，于是就退出了副本。刚刚退出副本，就有人朝着秦风走了过来。秦风，你终于出来了，我可是等了你一天。秦风一看来人，竟然是之前收费的那个和气男生。你等我做什么？秦风一脸疑惑。是这样的，首先我要感谢之前你的出手，帮我们击杀树精长老 BOSS， 不然的话肯定会有更多伤亡。其次是我们之前并不认识你，所以才会收了你的钱，我现在是要把钱还给你。说完之后，这和气男生就拿出1000金币递给秦风。不用。秦风把这1000金币推了回去，说道，就算没有你们，我看到 BOSS 也会顺手杀掉的，还有你们做的事情很好，我很支持，所以这1000金币我是自愿交的，你不必担心。说完之后，秦风笑了笑，就转身离开了。秦风先是去了一趟超品阁，把他背包里面所有的装备放下。刘波看到这次秦风足足带回200件紫装，顿时非常高兴，只有好装备才更能吸引顾客，就算是正家的一品阁都不可能每天拿出200件紫装，现在超品阁能拿出这么多紫装，硬实力方面已经超越了一品阁。至于现在的一品阁嘛，他们正在清理废墟呢，想要重建好的话，至少还要1周时间才行。这1周时间足以让超品阁打出名气了。稍微过问了一下，知道没有人过来捣乱，秦风就回宿舍去了。刚刚洗漱完毕，想要美美的睡上一觉，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好像在宿舍门口聚集了很多人的样子。秦风，出来！秦风本来不想理会外面发生的破事，可是这明显就是冲着自己来的呀，而且这个喊自己的声音还是一个女生，还非常熟悉，好像是秦雪的声音。走到窗户边上向下看了一眼，外面果然聚集了一大群人，比上一次聚集的人数还要多。为首的正是秦雪，后面是学生会的那些狗腿子，还有秦雪的一群舔狗。秦雪喊了一声之后，他后面的那些狗腿子和舔狗马上都跟着一起喊，秦风，快点出来！声音震得整个宿舍楼都在颤抖。秦风皱起眉头，看来之前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竟然还来找死。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你们。楼下，美玉学姐非常担心地对秦雪说道，小雪，我们还是不要招惹秦风了，郑家的几个哥哥都要躲着他走，我们还是赶紧走吧。要走你走好了，又没人拦着你。秦雪淡淡说着。美玉学姐背对，不但不生气，反而是一副好姐妹的样子说道，那怎么行，我们可是好姐妹，我怎么可能让你置身于危险之中，我自己逃命，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陪着你，随便你吧。秦雪敷衍说着，对美玉学姐并不在意，眼睛死死地盯着宿舍里面，充满了期待。秦雪的那些舔狗还在继续齐声大喊着让秦风出来，虽然他们很多人都知道了秦风的厉害，不敢招惹秦风，可是现在这是他们的女神秦雪要亲自找秦风算账，他们身为女神的忠实舔狗，肯定是要站在女神身后为女神摇旗呐喊的呀。与此同时，李岩也从禁足中被放了出来。这几天的禁足让他非常痛苦，因为每时每刻他的脑海里面想着的都是秦雪。以前能每天跟秦雪待在一起，看到秦雪还不觉着有什么，可是现在足足好几天见不到秦雪的面，听不到任何和秦雪有关的消息，让他有一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现在好不容易从禁足中出来了，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立刻见到秦雪，然后跟秦雪表白。没错，他已经想好了，他要把他一直隐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喜欢秦雪，他愿意为秦雪做任何事情。他也相信以他李家嫡子的身份，李、秦、郑三家长辈都会支持他和秦雪的婚姻的。打听到秦雪现在的位置之后，他就捧着一大捧鲜花，脚步轻快地朝着秦雪快速走去。宿舍外，在一大群舔狗的齐声呐喊下，秦风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宿舍门口。秦风冰冷的目光横扫，顿时所有的舔狗都有一种被洪荒猛兽盯上的感觉，浑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声音也迅速低了下去。不过他们马上就觉着这样很耻辱。我擦，我们这么多人有什么好怕的？对啊，现在的生死斗规则都已经改了，他一天只有1次机会，就算是跟我们生死斗，我们也可以拒绝，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这些舔狗在感觉到秦风给他们带来的耻辱之后，爆发出了更大的勇气，朝着秦风怒吼。秦风，你嚣张什么？你之前竟然敢欺负我们家小雪女神，快点给我们家女神道歉，不然的话，我们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都可以淹死你。
对，快点道歉，而且还是要跪下道歉。什么时候我们的小雪女神气消了，你什么时候才能起来？不然的话，就永远跪死在这里。小雪女神，你不要怕，有我们这么多人支持你，秦风这个死扑街不敢把你怎么样的。舔狗们高声怒吼着，要为他们的女神讨回公道，但是迎来的却是秦雪愤怒的目光。你们都给我闭嘴！秦雪指着他们怒声说着。小雪让我们闭嘴呢，我们快点闭嘴，这是小雪女神的专长，她要亲自骂死秦风，我们不要抢了小雪女神的风头。对啊，所有人都给我闭嘴！你呼吸声太大了，站后边去。对不起，我从现在开始不呼吸。坚决拥护小雪女神。秦雪一句话，顿时就让这些舔狗1000%的超额执行，连呼吸都不敢大声。顿时现场变得非常寂静，落针可闻。秦风见状，心里也是不由得翻了一个白眼。这些家伙还真是名副其实的舔狗啊！他冷冷地看向秦雪，心想这家伙如果主动跟自己生死斗就好了，就可以直接弄死他了。场中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秦雪走到秦风面前，所有舔狗心里都激动了起来。哈哈，女神这是直接打秦风的脸了吗？肯定是。秦风这家伙就应该被狠狠地打脸。可是下一刻，他们就看到秦雪突然从背包里面拿出了一捧鲜艳的玫瑰花，双手送到秦风面前，娇声说道：秦风，我喜欢你。第139章，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全场寂静，所有人都是张大嘴巴，一脸震惊不可思议的样子。他们都被秦雪的话给震傻了。他们的女神秦雪竟然对秦风表白，这比太阳打西边出来还要让人不能置信好不好？啪！东西掉地上的声音，众人循声望去，就看到原来是李岩。作为秦雪的舔狗第一人，他捧着鲜花过来表白。结果人刚到，就听到秦雪对秦风表白，这可是他从小就开始舔，到现在都已经舔了10几年的女神，包括他在内不知道多少男人表达爱意，秦雪都是不屑一顾。现在却是在他面前主动向另外一个男人表白，而且这个男人前几天还差点杀死秦雪。正常来说，秦雪不是应该恨死秦风了吗？可是为什么会向秦风表白啊？秦雪，难道你是受虐狂吗？李岩心里呐喊着，这种事情太扎心了，他似乎听到他自己的心脏破碎的声音。他手里拿来表白的玫瑰花脱手掉在地上，一脸绝望地看着秦雪。小雪，你怎么可以？咦，李岩，你爸解除你的禁足了，你等下啊，我正在跟秦风表白。秦雪看到李岩过来，笑了笑说着，随后再次捧着玫瑰花对秦风说道：秦风，我喜欢你，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吧。双目含春，两颊羞红，当真是秀色可餐。可是秦风的脸却是黑成了锅底。你神经病吧你！声音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秦雪赶紧解释说道：秦风，我不是神经病，我是真的喜欢你。啪！啊！话还没有说完，秦风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秦雪发出一声痛并快乐的声音，原地转了一圈倒在地上。小雪！李岩见状连忙跑上前来扶住秦雪，看到秦雪捂着那被打的半边脸，满脸通红，现在秦雪有一种奇异的爽感，甚至爽得他眼泪都在眼眶里面打转。李岩却是认为这是秦雪受了天大的委屈，他这个天字第1号的舔狗哪里能容忍自己的女神被这么欺负。看到秦风转身要回去宿舍，马上就冲了上去，拦住秦风说道：秦风，你竟然敢出手打小雪，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碰过她一根汗毛，我现在要跟你生死斗，为小雪讨回公道。丁，李岩向你发出了生死斗邀请，是否接受？是否？秦风皱眉，直接点了否。他虽然经常跟人生死斗，可是那也要看人的，如果敌人的话，他巴不得天天跟对方生死斗呢，正好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干掉对方。可是李岩却是李家嫡子，李正豪着重培养的儿子，而他的靠山就是林家和李家，干掉李岩就相当于是自毁靠山。秦风虽然冲动，可是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了李岩一眼，一脸嫌弃的从他身边绕开。可是李岩却是不依不饶，再次拉住秦风，非要跟秦风生死斗。啪！秦风直接一巴掌扇到李岩脸上，打得李岩一怔。你如果喜欢那个神经病，你就赶紧把他带走，最好是让他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我谢谢你。秦风说完之后，一把推开李岩，进入宿舍。秦风，你还没有回答我，同不同意我做你的女朋友啊？身后传来了秦雪的声音。秦风满脸黑线，脚下的速度更快了。这神经病肯定是知道打不过自己，所以用这样的办法来折磨自己来的。宿舍门口，看到秦雪还要继续追进男生宿舍，李岩赶紧拦住了秦雪，说道：小雪，你不能喜欢他。秦雪说道：李岩，我现在终于找到了我自己的真爱，李岩，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应该支持我追寻我自己的真爱，对吧？李岩，那些学生会成员，还有秦雪的其他舔狗，也都是完全不能秦雪的想法。一地鸡毛。秦风回到宿舍，强行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给忘掉，门窗紧闭，然后快速入眠。别人爱咋咋地，他只想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第二天，秦风再次来到了魔宫系的教室。这一路上，很多人看到他之后，都是赶紧绕路，然后小声议论。秦风懒得去管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不在他面前烦他就行了。到了教室之后，郑家人看到他之后，眼睛里面都是仇恨，不过因为知道打不过秦风，所以也只是一扫而过，转过头不敢看他。至于那些新生，则是躲避瘟疫一样的远远躲开。第140章学习技能。他自己找了一个座位坐下，距离他比较近的人就赶紧远离，5米之内都没有人。秦风乐得自在。不一会，魔宫系导师郑元奎来了。他看到教室里面气氛异常，很快就发现了秦风，顿时也是一脸厌恶。秦风全当没看到，主要是今天他是有求于人，所以才会比较克制，不然的话早就直接瞪回去了。上课，导师好。秦风也跟着他们一起站起来行导师礼。行礼完毕之后，郑元奎开口说道：各位同学有什么问题都可举手提问。之前都会有很多学生提出问题，可是现在却是一个举手提问的都没有。整个教室中几百个学生都好像是泥塑一样，非常安静，落针可闻。不过还是有一些学生偷偷的朝秦风看过来。看到没有人提问，秦风举手，他是唯一一个举手的人。郑元奎扫视了一圈，直接无视了他。秦风不得不开口说道：导师，我有问题。郑元奎完全当作没有听到，继续无视。秦风直接站起来说出他的诉求：导师，我要学习技能。郑元奎依旧当作没有听到。整个教室中只有秦风的声音，其他人连呼吸都放慢了节奏。秦风直接起身走到讲台上，和郑元奎面对面大声说道：导师，我要学习技能。郑元奎拍案而起：秦风，你还知道我是导师？上课期间大声喧哗，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直接跑到讲台上来，扰乱课堂秩序，你还有把我这个导师放在眼里吗？想学技能是吧？给我滚出去，罚站10个小时，然后再来跟我说，我或许还会教你。看到导师发怒，所有的郑家人都是一脸的幸灾乐祸，其他的新生则是一脸兴奋，不会又要开战了吧？秦风对郑元奎的愤怒完全无视，等他骂完之后，才平静的开口说道：郑元奎，多说无益，你画出个道来，要我怎么做，你才让我学习技能？郑元奎眼睛一眯，他本来以为被他一顿大骂，秦风会暴怒，可是秦风不但没有发怒，反而是越发平静，这让郑元奎更加不想给秦风学习技能。这秦风注定是他的敌人，他才不会做出资敌的事情来。尤其是在他看到秦风的等级竟然已经到了40级的时候，他就更加打定了主意不让秦风学习技能。要知道这开学才不过几天时间而已，满打满算还不到1周，其他人一天能升1级就已经是速度非常快了，可是秦风却是已经到了40级，这升级的速度简直堪比坐火箭。他们郑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得秦风。秦风表现得越是天才，郑元奎就越是要打压。秦风，你不要在这里满口喷粪，还划出个道来，你是黑社会还是你骂我是黑社会啊？你要搞清楚，我是魔宫系的导师，不是你一个人的导师，我有几百个学生要教导，你想学可以回去慢慢等吧。郑元奎说完之后，直接看向其中一个学生说道：李凯，你刚刚问了一个关于蜘蛛洞穴副本的问题是吧？啊，导师，我没问啊。李凯一脸懵逼，他现在只想吃瓜，不想被吃啊。郑元奎，蜘蛛洞穴这个问题问得好，那导师我就给你讲解一下。李凯，郑元奎这是也学着秦风耍流氓了，就是打定主意不给秦风学习技能。导师都不要脸了，秦风一时间还真没有办法。既然对方不教，秦风也不会去求他，他身后可是站着林海军呢，他就不信了，林海军堂堂一个校长，还能没有办法让他学到技能？秦风正想要离开，这个时候郑元奎接到了一个信息，看完之后，郑元奎立刻就叫住了已经走到门口的秦风。等等，你要学习技能可以，不过要先去完成一个任务，任务完成了我就教你。秦风微微皱眉，稍微思索了一下，就说道：好，任务我接了。第141章玉龙城废墟。郑元奎的任务是一个 S 级的探索任务，去玉龙城废墟探索，那里好像是出现了一些强大的怪物，只要把那些怪物的属性信息带回来，这任务就算完成。鲲鹏大学发布的任务等级和副本评分等级是一样， S 级的任务是非常危险的级别，只有那些48级凡阶巅峰的人才敢接这样的任务，而且还是组队才行。
如果 S 级的任务连续失败3次之后，就会晋升为 SS 级任务，难度提升，这就只能出动超凡强者解决。所以 S 级任务就是学生所能接到的难度最高的任务。郑元奎原本打定主意不想让自己学技能，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秦风带着疑惑来到学校的任务大厅，仔细查看了这个任务信息。任务信息和郑元奎给他的一样，并没有改动，也的确是 S 级任务。不过秦风继续查询了一下这个任务的执行情况，发现前面已经有2波人接过这个任务，2次全部失败。这2次接任务的人全部都是48级，第2次接任务的人更是郑家的人，他们的排名都在前50之内。可是现在他们全部死亡，看来郑元奎的确是不怀好意。不过仅仅一个 S 级的任务，就想要让自己知难而退也是不可能的。秦风稍微准备了一下，就朝着玉龙城废墟而去。1个小时之后，秦风出现在一个小山头上，就在山下有一片城市废墟，这正是玉龙城废墟。当年游戏入侵的时候，这里曾经是人类抵抗游戏怪物的一个战场，不知道多少人类英雄在这里捐躯。那一战之后，玉龙城彻底被打残，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秦风并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召唤出了金翅大鹏鸟。啾！金翅大鹏鸟飞上天空，秦风的一只眼睛也变成了鸟类的树瞳，方圆5000米都是他的视野，直接在玉龙城废墟上空转了一圈，除了看到一些树精，也没有看到其他的怪物。这玉龙城废墟完全不像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就在秦风满头雾水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支人类队伍，足足有20-30个人的样子。难道还有其他人也接了这个任务吗？立刻控制金翅大鹏鸟飞进，这才发现这一支队伍都是穿着遮住脑袋的蓝色长袍，他们是一群怪物。我擦，这不是之前遇到过的 Global 教教徒吗？怎么这些人类怪物也会出现在这里？秦风疑惑地想着。上次秦风碰到这些 Global 教教徒的时候，他们正在抓捕沼泽飞龙 BOSS， 结果关键时刻秦风出手把两边全灭了。现在背包里面还有一个 Global 教传道书的道具呢。本来想要回去问问其他人 Global 教教徒的事情，可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就把这事情给忘了。后来也没有再次遇到这些教徒，就更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了。没想到现在竟然在这里碰到他们，难道这些 Global 教教徒就是这次的任务目标？可是他们顶多也就是普通怪物的样子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秦风疑惑地想着，算了，继续看看他们来这废墟干嘛吧。控制着金翅大鹏鸟全程跟踪这些 Global 教教徒。不一会，他们钻进一个废墟，消失不见。怎么回事？他们怎么钻进废墟里面？他们又不是老鼠，难道还能在地下挖洞？想到这里，秦风脑中突然亮光一闪。没错，就是地下。这玉龙城当年被改造成了一座战争堡垒，有很多防空洞、地铁等地下空间，几乎半个城市都被挖空了。地面之上虽然已经完全被破坏，可是地下空间多半都是完好的。这些 Global 教徒都是人类怪物，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有智慧，肯定有他们自己大本营之类，多半就是在地下空间之中。看来必须要亲自过去查看一下了。很快，秦风就进入了玉龙城废墟。这里还残存着很多当年战争的痕迹，地上到处散落着一些武器和大炮，不过都已经锈迹斑斑。秦风只是看了一眼，就继续朝着刚刚那些 Global 教徒消失的地方前行过去。这一路上，他专门找阴暗的地方前进，就算是遇到树精怪物之类，他也是尽量躲避，不发出任何声音。不一会就到了地方，秦风正要进入废墟查看，突然想到了什么，把金翅大鹏鸟召唤过来，发出尖锐的叫声。轰！立刻一个火球朝着金翅大鹏鸟砸了过来，紧接着就是2个 Global 教徒从隐蔽的角落里面窜出来。果然有暗哨，如果自己贸然现身的话，攻击的就是自己了。虽然不怕被攻击，可是万一打草惊蛇就不好了。第142章维纳斯女神殿。秦风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探查，在搞清楚这里怪物的实力之前，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不过这2个暗哨吗？肯定是要弄死的。嗖嗖嗖，箭矢连续射出，这2个暗哨顿时被眩晕中毒，2秒钟全部死亡。秦风扒下他们的衣服给自己套上，这蓝色教袍非常宽大，直接拖到地上，把他的脚都给遮得严严实实，还有一个非常宽大的兜帽，遮住了半张脸，只能看到半个鼻子和嘴巴。穿上教袍，他就是 Global 教徒。摘下兜帽之前，估计谁都分辨不出来。把2具尸体装进背包之后，秦风就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废墟。秦风刚刚进入废墟之中，就有一个人追踪着秦风的气息赶到。只见此人身上隐隐散发出一股滔天血气，如果秦风看到他的话，一定会认出来，他正是郑家的超凡强者浴血魔神郑元彪。嘿嘿，没想到秦风这小畜生竟然真的敢接下任务来这里，还是独自一人，这次必然要把这小畜生击杀。气息怎么突然消失？难道是进入了地下？郑元彪正要继续跟着进入地下，
突然停下了脚步。不行，这地下空间错综复杂，堪比迷宫，我若是下去，说不定还没有找到那小子，自己先迷路，错失机会，还是守在这里，等他出来，一刀斩杀，干脆利落。想到这里，郑元彪就在旁边一座还没有坍塌的10层高楼上盘膝坐下，只等秦风从地下出来，就会发动最强攻击，将秦风一刀斩杀。另一边，秦风对于追杀自己的郑元彪一无所知。他进入废墟之后，果然发现了一个地下入口，扮成格欧暴教徒顺利的进入地下。他发现这地下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有很多格欧暴教徒。好在这些教徒基本上都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很少和其他人交流，而且即便是在地下昏暗的环境中，他们也都是戴着宽大的兜帽遮住半张脸，这让秦风被发现的几率大大降低。不过他还是小心为上，尽量往人少的地方去，顺便想要搞清楚这格欧暴教到底是个什么存在。不一会，秦风来到一座大殿门口，不过门口有一道锁链拦着，还有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维纳斯女神殿禁地，所有教徒严禁进入。维纳斯女神，这不是传说中的美神吗？难道这就是格欧暴教信奉的神明吗？不过为什么是禁地，不让教徒进入？秦风满脑袋的疑惑，不过为了调查到更多的信息，他看了一下左右没人，直接进去了。进入大殿之后，他就看到偌大的大殿中跪着很多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物，他们有着黑褐色的皮肤、锋利的爪子、青面獠牙，非常恐怖。他们脑袋上显示着他们的名字，夜叉。不过这名字是灰色的，除了这个名字，其他的属性一概没有，更没有血条。也就是说，这些怪物都是死的。秦风一直走到头，看到一个3、4米高的夜叉王，同样也是跪在地上，对面前的巨大的维纳斯女神雕像虔诚叩拜。好奇怪，这格欧暴教的教徒不都是人类吗？就算是跪拜女神，那也是教徒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夜叉？而且夜叉可是代表丑陋的怪物啊。秦风想到了以前课堂上讲过的关于夜叉的信息，夜叉原本也是人，可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了，丑到天怒人怨，所有人都嫌弃他，憎恶他，甚至殴打他，最后因为太丑而把他驱逐出人族，还给他取名为夜叉。夜叉这个词在古代苏美语中的意思就是极度丑陋的怪物，后来夜叉就成为了丑陋的代名词。现在这些代表丑陋的怪物夜叉却在叩拜美神维纳斯，怎么看怎么违和，就好像是一群恶魔在叩拜光明神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就在这时，维纳斯女神雕像突然发出绚丽的光芒，随着这道光芒的出现，原本灰暗的宫殿变得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空气都变得香甜。秦风转过身来一看，原本的雕像也变成了真正的女神维纳斯，只见她身材婀娜，容颜绝美，当真是世间最美的神明。好美啊！旁边传来了赞叹之声。是啊，好美。秦风也是由衷的赞美说着。他看了一下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了很多人，都是跟他一样沉醉在美神维纳斯的美丽之中无法自拔，然后所有人都诚挚的叩拜祈祷，希望得到美神维纳斯的眷顾。秦风也是跟着其他人一样跪下祈祷，而美神维纳斯也是对他的信徒降下神恩。随后秦风就看到这些信徒在接受了神恩之后，全部都变成了俊男美女。第143章，你就是志愿者吧？嗡！就在美神的恩赐降临到他身上的时候，秦风身上突然爆发出一阵奇异的能量，直接把美神的恩赐阻挡在外。一端，原本美艳动人的美神维纳斯顿时横眉竖目，对秦风怒斥。一端，周围的其他人也都横眉竖目，一起指着秦风怒斥。而原本都是俊男美女的他们，面容越来越扭曲，越来越丑陋，最后全部变成了夜叉，要包围过来把秦风杀死。秦风想要拿出弓箭把他们全部射死，可是身体却是完全动不了。嗡！秦风身上的奇异能量再次爆发，周围阳光明媚的环境变得支离破碎，美神维纳斯重新变成了雕像，秦风又回到了那灰暗的女神殿。林海军人偶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动出现，释放出一股绿色的能量，把它包裹其中。刚刚那是怎么回事？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秦风调出了系统信息。叮，你受到美神维纳斯的诅咒。叮，诅咒发作，你正在转变成夜叉。叮，美神维纳斯的诅咒正在被清除。看到这些系统信息，秦风看向自己的手掌，骇然发现他的手臂颜色竟然是黑褐色，手掌也是夜叉的手掌，这把秦风吓了一跳。好在这种黑褐色正在快速被清除，变成了正常的皮肤颜色，手掌也变成了正常的人手。叮，美神维纳斯的诅咒已经被清除。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完全恢复成了人形，秦风这才重重的松了口气。他看向林海军人偶，还好有这人偶在，帮助他清除了美神维纳斯的诅咒，不然的话说不定真的会莫名其妙就变成夜叉。看来只要是进入这个大殿，就会慢慢的被对方的能量入侵，
然后形成维纳斯的诅咒，而这个诅咒的效果就是会变成夜叉怪。秦风又看了一下那些虔诚跪拜的夜叉怪，这些估计之前都是格欧堡教教徒，因为跪拜信仰美神维纳斯，最后就全部变成了夜叉。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美神维纳斯的女神殿才会变成禁地吧。这地方太诡异了，还是赶紧出去吧。秦风后怕地看了一眼女神维纳斯的雕像，那一瞬间似乎维纳斯的眼睛正在看他一样，可是下一秒维纳斯的眼睛又变成了石头，目视前方。秦风赶紧离开了女神殿，林海军人偶释放出来的绿色光芒也逐渐消散，秦风赶紧把人偶枝儿种枝的放起来，看了一下左右，没有被人发现他进入过女神殿，赶紧朝着别的地方走去。不一会，秦风就又到了另一个大门旁，门上写着 Global 教研究室的字样，大门中间是透明的玻璃窗。秦风透过玻璃窗往里面看去，就看到里面有各种瓶瓶罐罐，里面有着各种动物的标本，周围还有很多实验和手术仪器，以及很多穿着白袍的 Global 教徒。这些教徒似乎就是这里的研究员，此时他们正在围着手术台进行手术。具体是什么样的手术，秦风看不清楚，可是却是看到那手术台上不停流下鲜血，已经把地面都给染红了。手术台上还传来了不似人声的凄惨叫声，不一会，叫声戛然而止，那些研究员也停止了手术，所有人都是一脸的沮丧，似乎是手术失败了。人员散开，秦风这才看到手术台上竖着的样子，只见他的胳膊被斩断，换上了2条章鱼触手。不过此时已经死了，手术失败，直接把人给推走了。我擦，这里不会是在做人体试验吧？既然已经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了，秦风就想要离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大脑袋从玻璃窗户上冒出来，双眼死死地盯着秦风。不好，被发现了！秦风正要离开，研究室的大门打开，里面的人伸出一根章鱼出手，直接把秦风拉了进去。其他人看到秦风也都是非常兴奋，立刻包围了过来，眼睛放光地看着秦风说道：你就是自愿过来进行圣洁转化的志愿者吧？我不是。秦风赶紧摇头，不是。抓他过来的老头撸开秦风的袖子，露出他人类的手臂，抓着秦风的手臂说道：哈哈，看你这一对人手，还说你不是志愿者。如果你不进行圣洁转化的话，那么你就不是真正的虔诚信徒，你就不能跟我们一起去迎接真神降临。现在就开始进行圣洁转化吧。不，我不要。秦风挣扎着，可是这些家伙的章鱼触手手臂的力量非常大，而且还长，把他的身体紧紧地缠绕住，秦风根本就没有办法挣脱。而且对方的触手上似乎还伸出了尖锐的牙齿，咬到他身上，顿时浑身软绵绵的，使不出力气来，这让秦风更加不能挣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自己放在了手术台上。随后，这一群章鱼触手怪物拿着各种手术器械，把他团团包围起来。第144章，被征掉了。这些长着章鱼触手的邪恶研究员把秦风绑在手术台上，章鱼触手挥舞着手术刀在秦风身上比比划划，非常兴奋的样子，让秦风看得头皮发麻，生怕这些家伙用手术刀在自己身上乱划。那个老头头上的名字是 Global 教研究室主任，应该是这些邪恶研究员的头。他摸了一下秦风的身体，非常满意。小伙子身体不错，这么强壮的身体早就应该过来做手术。你放心，这圣洁转化手术非常简单，只要把你的双臂用斧子砍下来，然后把章鱼触手给你缝上就行了。而且这次主任我亲自给你做手术，成功率大大提升，至少可以达到20%的成功率。怎么样，很高兴吧？我高兴你奶奶个腿！谁家做手术会用斧子？20%的成功率，你还有脸在我面前显摆？秦风想要大骂，可是现在身体软绵绵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他只能用尽所有力气扯动一下嘴角。老头顿时大喜，哈哈，笑了，看来你很高兴啊。老头子我也很高兴，这样，看在你这么配合的份上，老头子再给你一个福利。他的章鱼触手嗖的一下变长，直接把10米外架子上的2个瓶子卷了过来，里面装着的正是章鱼触手，一个粉色，一个黑色。老头子献宝一样的说道：看，这就是我给你的福利，一个粉色的触手，一个黑色的触手，随便你挑，你喜欢哪个我就给你换哪个，这可是别人都没有的福利。我2个都不喜欢，我只喜欢我的手臂。秦风心里喊着，可是没有声音。你在看黑色的，原来是喜欢黑色啊。那好，我就给你换粉色的。老头说着命令道：快拿斧子过来，我要亲自动手。是，主任。一个邪恶研究员拿过来了一个等人高的大斧，斧子上面血迹斑斑，有的已经变成黑色，散发出恶心的臭味，有的则是鲜红，还在往下滴。看来这把斧子已经做了不止一次手术，是一个老手术器械了。主任，给您斧子。老头接过斧子，在秦风胳膊上上下比划着。秦风脑门上的冷汗都出来了，这老东西真要砍自己的胳膊呀！秦风再也忍不住了，
赶紧沟通林海军人偶。嗡！就在老头的斧子要砍到秦风胳膊上的时候，林海军人偶终于自动浮现出来，释放出一阵绿光，护住了秦风。那斧子砍在绿光上，发出当的一声大响，反弹回去。随后绿光进入秦风体内，他身上的无力感瞬间完全消失。秦风重新掌握了身体的控制权。你不是我们的教徒，你是异端！老头用章鱼触手指着秦风大声喊着：“我异你妈的头！”嗖嗖嗖，一顿猛射，老头和所有的邪恶研究员都被秦风射死。这个时候，刚刚运送尸体的研究员回来了，看到现场，一脸的震惊。秦风抬手把他也给射死，里面还有不少邪恶研究员。秦风一不做二不休，一路杀过去，把所有的邪恶研究员全部杀死。这一路上，秦风可以说是大开眼界，看到了各种邪恶的人体试验，这极大的挑战了秦风的生理极限。他是一边杀一边吐，杀死最后一个研究员的时候，他已经吐得一脸苍白。打开最后一个房门，顿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秦风再次呕吐。他看到里面堆满了各种残肢断臂和死人的尸体，垃圾一样堆放成了小山，其中绝大多数人身上穿着的都是 Global 教教徒的衣服。不过秦风还看到了几件鲲鹏大学校服，这些应该就是之前来这里做任务的2拨人吧，结果都成了实验体。把这些拍下来之后，秦风转身离开。有了这些已经足够交任务了，他想要马上离开这里。这个地方太邪门，太恐怖了，如果不是有林海军人偶在的话，他都已经死了2次了。所以还是赶紧离开，回去提交任务。之后的事情就让学校派超凡强者过来处理吧。从研究室里面出来，他就把兜帽盖得非常低，只露出一张嘴巴，低着头顺着来路返回。你给我站住！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在他后面叫住了他。我擦，被发现了吗？秦风心中一惊，正准备直接杀出去，就听到后面的人说道：“你愣着干什么？快点跟我过来干活！我们要为迎接真神降临做准备，这可是我们格欧堡教最神圣的时刻。本来这么光荣的工作，还轮不到你这个最低级的教徒。不过研究室的那些家伙工作太卖力了，很多人都直接去见了真神，现在人手不足，这工作只好便宜你了。”原来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征调去干活。秦风松了口气，压下动手的念头，转身跟着那人往里走。秦风看着对方袍子的颜色比自己的浅蓝要深一些，看来这 Global 教教徒的等级是根据袍子的颜色区分的，颜色越深等级越高。他这浅蓝色就是等级最低的教徒，谁都可以使唤。当然了，研究室的那些家伙另算，自己要不要把面前这家伙干掉，换上他的正蓝色袍子，给自己升一下等级。秦风盯着前面教徒的脖子，只要一刀下去就可以把他抹脖子。周围也没有什么人，无声无息，非常简单。正准备动手的时候，转过一个弯，前面出现了7、8个教徒，似乎正在等着他们。这么多人，秦风的升级计划被迫终止。你跟他们站在一起，排好队。前面的教徒对秦风说着，秦风立刻排在他们后面。好了，现在我就是你们的队长，你们都要听我命令干活。等下到了地方，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不要乱看，不要乱问，更不要乱动，不然的话，万一死了，可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队长。秦风和他们一起说着。自动升级为小队长的教徒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好，现在跟我走。”跟着这个小队长，不一会就到了目的地。秦风抬头看了一下门牌，孵化室，第145章2个超凡。跟着队伍进入孵化室，秦风发现这里有很多教徒都在忙碌，路过一些房间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传来的兽吼声。这声音秦风从来没有听过，反正不是他见过的任何一种动物。秦风正在纳闷里面到底是一些什么怪物的时候，前面房间传出一声兽吼，一个格欧堡教徒一脸惊慌地撞开大门跑出来，可是刚刚跑出来，房间中就伸出了一条巨大的章鱼触手，一下卷住这个格欧堡教徒，使劲往回拉。这个格欧堡教徒一脸惊恐，拼命地拉住大门，大声喊叫救命。可是其他所有的教徒都是低眉顺目，没有一个出手相救的。秦风自然更不会出手，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教徒被章鱼触手拉回房间，随后大门关闭。赞美真神，恭喜我们的兄弟回归真神的怀抱。一个穿着深蓝色袍子的人赞美说着，赞美真神。其他人也立刻跟他一样说着赞美真神，好像是那个教徒被章鱼吃掉是一种荣幸一样。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整个孵化室中马上就恢复了原来的忙碌，好像刚刚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又或者是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这些家伙都已经麻木了。不过这下秦风也算是知道这里的怪物都是些什么了，看来他们崇拜的对象就是章鱼，说不定那个真神什么的也是章鱼。跟着小队长进入一个房间，
秦风看到这房间地面上摆满了密密麻麻的章鱼的蛋，小队长说道：“好了，你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圣蛋送到真神殿去，别愣着了，快点动手吧。还有，给我小心点，不要弄坏了，不然的话，小心你们的小命。”小队长说完之后，他们这些人立刻就动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抱起圣蛋，等着小队长的命令。秦风也跟他们一样抱起一颗圣蛋，这蛋上面有很多粘液，黏糊糊的，抱起来满手都是，非常恶心。不过为了不暴露，秦风还是强忍着恶心抱在怀里。好了，跟我走。小队长说着，就第一个带头往外走。秦风本来觉着这会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搬运任务，可是还没有走出房间呢，他手里的蛋就出现了异样。原本死物一样的蛋突然震动起来，而且还变得透明，秦风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一个小章鱼。而此时那小章鱼也用愤怒的眼神看着秦风，随后这小章鱼就在里面疯狂地撞击蛋壳，很快就出现了裂缝。秦风大惊，这蛋里的小章鱼应该是有某种能力可以分辨他的身份，所以才会对他怒目而视，甚至还要提前破壳而出。如果这小章鱼出来的话，怕是会立刻对他攻击。这蛋既然叫圣蛋，那么章鱼肯定也是圣兽之类，圣兽攻击他，他的身份肯定立刻暴露。而他这里的动静也引起了小队长的注意，已经转过头来疑惑地看向秦风。危急时刻，秦风轻轻拍打圣蛋，里面的小章鱼立刻被眩晕加中毒，立刻死去。已经透明的蛋也再次变回原来的样子。怎么回事？这时候小队长也走到了秦风面前，疑惑地问着：“啊，怎么了，队长？”秦风装作无辜地反问着。小队长看了秦风和他怀里的圣蛋一眼，转身回到队伍最前面，继续前进。不一会，他们就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大殿。看到大殿里面的情景，秦风顿时就是一惊，因为这里坐满了人，全部都是 Global 教教徒，数量至少也是上千。此时他们全部都围绕着中间巨大的祭坛静静地祈祷着，这应该就是他们所谓的真神殿了。这真神殿比美神维纳斯的女神殿还要大好几倍，只是这里并没有那真神的雕像，所以秦风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信奉的真神到底什么样。小队长直接带着走到了中间巨大的祭坛上面。秦风看到这祭坛上面刻画着密密麻麻的魔法符文，应该是法阵之类。法阵占据了整个祭坛，足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这么大的法阵，绝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法阵，也不知道具体有什么用。此时在法阵的6个阵脚上分别坐着一个穿着深蓝色袍子的 Global 主教。秦风看了一眼他们的属性，竟然都是48级的 BOSS， 一口气就是6个 BOSS， 足见这 Global 教实力强大。不过这还不是他们的全部实力，除了这6个 BOSS， 还有2个人，他们一个穿着蓝黑色的袍子，名字是大祭司，而另外一个则是红色袍子，名字是大主教。除了能看到他们的名字，其他的全部都是问号。秦风现在40级，那么他们2个的等级至少也是50级以上，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跨越了48级这个门槛，达到了超凡境界。这大祭司和大主教都是超凡。第146章真神降临，2个超凡怪物，要不要这么刺激啊？秦风赶紧低下头，不敢再去看他们，而是老老实实的跟在队伍后面工作。万一在这里暴露身份的话，即便是有临海军人偶，他依然凶多吉少。好在他们都把注意力放在祭坛上面，没有关心秦风这个最底层的小教徒。搬了好几趟，把圣诞围绕着祭坛放了一圈之后，小队长说道：“好了，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你们做的都很不错。”秦风闻言心里大喜，终于做完了，这下应该可以离开了吧？这里的怪物太厉害了，2个超凡已经超过了他能对付的范畴，还是尽快返回学校提交任务，把这里的情况说明，之后就是超凡强者的事情，跟他无关了。可是接下来就听到小队长说道：“因为你们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所以现在主教大人破格允许你们留在真神殿，一起迎接真神的降临，到时候可以一起沐浴真神的神力，这可是天大的恩赐，感谢主教，赞美真神。”感谢主教，赞美真神。其他教徒听了之后都是一脸的激动和兴奋，秦风却是差点没有被气死。我擦，我一点都不想迎接你们的真神降临啊，我现在只想快点离开这里啊。秦风快速思索，想要找一个脱身的办法。可是这个时候，那红袍大主教已经宣布迎接真神的祭祀正式开始。这下秦风算是被困在这里，就算想到什么办法，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离开。随后所有人都开始虔诚的祈祷起来。随着他们的祈祷，还有祭坛上面的大主教、大祭司以及那6个主教的主持，法阵亮起刺目的光芒。秦风感觉到了一股庞大的魔力凝聚，在法阵中央位置，整个空间都发生了扭曲。在一阵空间波动之后，竟然形成了一个蓝色的漩涡门户，和副本入口一模一样。
不过这还只是开始而已。只见听红衣大主教跪在地上，虔诚地说道：“世间唯一的真神罗特斯啊，我们是您最虔诚的信徒。现在我们为您打开了沟通两界的通道，迎接您的降临。我们把整个世界都献给您。”随着他的祈祷，秦风敏锐地感觉到，在蓝色漩涡后面出现了一股非常庞大又邪恶无比的力量浮现出来。感受到这股力量，即便对方还在另外一个世界，秦风依然是浑身不由自主的全身紧绷起来，仿佛是遇到了天敌一样。嗡！一股奇异的声音从漩涡后面传递过来，似乎是呢喃，又似乎是兽吼，又似乎是很多人的声音凝聚在一起。这声音有一种让人着魔的奇异力量。听到这声音之后，那大主教、大祭司以及所有的教徒都是一脸的兴奋，不只是兴奋，而是狂热。信徒对自己信仰真神的狂热，他们更虔诚地祈祷起来。而从漩涡后面传递来的声音更大，随后有一个巨大的章鱼触手从漩涡中伸了出来，然后是第二个，两个触手左右一分，秦风仿佛听到撕拉一声，那蓝色漩涡竟然被撕开，变成了一个几十米高的巨大的空间通道。而秦风也终于看到了那所谓真神的全貌，那就是一个上千米高的巨大的章鱼，它身上有着密密麻麻数不清的触手，伸过来的那两根触手只是最小的两根触手而已，其他的触手都比这两根触手更长更大，最长的触手甚至有上万米长。它脑袋上有着12对眼睛，每一个眼睛都仿佛是蓝宝石一样，有摄人心魄的能力。秦风只是看了一眼，就感觉他整个灵魂都似乎被吸走一样，还好怀中的林海军人偶发出了一道能量，这才让他稳定心神。吼！罗特斯发出一声吼叫，用更大的力量撕扯空间通道，想要穿越过来。他的力量也先一步通过空间通道溢散过来。在这真神力量的冲击之下，距离最近的大主教和大祭司首先受到影响。他们藏在袖子里面的章鱼触手不由自主地变大，他们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了章鱼一样的粉色，有向章鱼完全转化的迹象。其他教徒也都是差不多都出现了章鱼化的迹象，而那些祭坛周围的章鱼蛋则是纷纷破碎，小章鱼破壳而出。他们一出世就好像是吹气球一样的迅速长大，实力也是迅速攀升到了48级的凡阶巅峰，而且还变成了 BOSS。 砰！就连秦风身边的几个教徒受到罗特斯真神力量的冲击，身体也开始向着章鱼转化。丁，你受到罗特斯真神级力量的入侵，你的身体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变化。这个时候系统提示响起，秦风看了一下他的手指，竟然开始变软，表皮变成粉红色，还逐渐开始出现了吸盘。第147章逃命。我擦，真神级，这什么级别？太恐怖了，只是溢散出来的一丝力量就能改变身体构造。秦风可不想变成章鱼怪，他立刻悄悄的后退，同时使用林海军人偶的力量对入侵到自己体内大章鱼的力量进行驱散。是谁在抗拒我的力量？秦风刚刚进行驱散，就传来了大章鱼罗特斯愤怒的声音。抗拒甚至是试图驱散真神的力量，这是对神灵的亵渎。罗特斯的愤怒让大殿中所有人都心惊胆战，所有 Global 教徒都愤怒地寻找那个亵渎他们唯一真神的家伙。他们立刻就看到了顶着一身绿光的秦风。一端，所有教徒都怒目而视，愤怒到了极点。他们都是狂信徒，现在更是在迎接他们的真神降临。这么荣耀的时刻，竟然混进来了异端，他们怎么能不怒？立刻就朝着秦风杀过来。嗖！秦风也不含糊，立刻反击，箭矢如雨点一样射出，把靠得最近的全部定在原地。而他则是快速后退，不求杀敌，只求逃跑。异端，给我死！只是他想要逃跑，这些信徒却不愿意让他离开。大祭司和大主教两个超凡同时对秦风发动攻击，他们触手一挥就变成数百米长，鞭子一样朝秦风抽过来。秦风见状，连忙扔出林海军人偶，彻底解放人偶的力量。人偶迎风变长，眨眼间就变成了正常人大小，跟林海军本人一模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林海军的眼睛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后大手一挥，数十条上百米长的粗壮藤蔓破土而出，一下就缠绕住了大祭司和大主教的两条章鱼触手。随后稍微一用力，这两条章鱼触手就被撕成粉碎。秦风大喜，林校长给自己这人偶真是太厉害了。对面可是两个超凡，竟然被一个人偶轻松击败。只是林海军的注意力此时根本就不在大主教和大祭司身上，而是死死地盯着那已经被撕成上百米高的空间通道。此时正好在这空间通道后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蓝色眼球，这眼球非常大，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通道。这是罗特斯的一个眼睛，这眼睛立刻锁定了林海军。顿时林海军就感觉到一股庞大而邪恶的力量扑面而来。真神！林海军大惊，别愣着了，快点带我离开这里。
秦风大声说着，这人偶可是他保命的底牌，必须争分夺秒，赶紧离开这里才行。小子，这次帮不了你了，我给你挡一下，你自己逃命去吧。林海军突然开口说着。林校长，这是您本人？秦风一脸惊讶，原本以为只是人偶，谁知道竟然开口说话了，神态语气和林海军一模一样。这是我的分身，原本是想要保护你，可是现在我必须要阻止这大章鱼降临，不然的话，整个鲲鹏城都将不复存在。快点走吧。整个鲲鹏城都将不复存在。这么说，这大章鱼罗特斯的实力比林海军本尊还要厉害得多。校长保重，我立刻回去搬救兵。秦风说完，掉头就走。亵渎本神，一个都别想跑。罗特斯的声音响起，他那蓝色大眼球释放出一道有如实质的精神攻击，朝着秦风轰击过去。林海军身上爆发出浓烈到极致的绿色能量，火力全开，帮秦风挡住了罗特斯的攻击。不过在罗特斯精神攻击的冲击下，林海军释放出来的绿色能量迅速被消蚀，他自己的身体上也出现了一道道的细小裂纹，明显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区区超凡分身竟然敢抗衡本神，还妄想阻止本神降临，人类，你太狂妄了！有本神在，不可能让你把这空间通道关闭。罗特斯愤怒地说着。我知道，不过我从一开始也只是想要拖延你一下而已。腾龙狂舞，林海军双掌按向地面，爆发出这具分身中所有的力量。顿时整个大殿都开始摇晃起来，似乎是发生了地震一样。站在祭坛上的大祭司和大主教感受着祭坛上传来的剧烈震动，眼中露出惊恐的神色。不好，他要破坏祭坛，正要出手保护祭坛，可是已经晚了。轰隆一声，上百条如同巨龙一样庞大的树藤直接冲破祭坛，破土而出。原本刻画在祭坛上的法阵完全破碎，就连那6个主持法阵的主教也全部被冲出来的树藤贯穿身体而死。那空间通道本来就是用法阵开辟出来的，现在法阵完全破坏，空间通道立刻变得极不稳定起来，急速收缩变小。第148章，该死的人类竟然还有埋伏！罗特斯2条触手用尽全力支撑缩小的空间通道，原本已经撕开了上百米高，而且有法阵的支持，非常稳定。可是现在已经缩小到50米高，而且他要拿出比之前10倍的力量才能勉强维持空间通道，不然的话，这空间通道马上就会关闭。林海军见状，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的目的已经达成，这是他这分身能做到的极限。力量耗尽，这分身也逐渐失去了色彩，变成了一个木雕。该死的人类，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本神降临吗？本神一定会降临到这个世界，然后抓住你的本尊，狠狠折磨。对了，还有那个人类，胆敢亵渎本神，本神要他死，你们快点过去杀了他！罗特斯愤怒地大吼着。是。大主教和大祭司两人连忙点头说着，随后就朝着秦风追杀过去。秦风一路狂飙，到了孵化室的时候，就看到孵化室中冲出来一大堆巨型章鱼，还有好几个48级的 BOSS， 他们似乎都已经接到了罗特斯的命令，立刻对秦风展开攻击。嗖嗖嗖，秦风随手几箭过去射中体型最大的几个 BOSS， 顿时他们就被定在原地，巨大的体型堵住门口，后面的也冲不出来。秦风跑到研究室，研究室大门被人拉开，正是之前被他杀死的研究室主任。在罗特斯真神力量的辐射之下，这些已经死去的信徒都复活了。秦风照样随手射出几箭，把他们定住，然后迅速向外跑去。很快，秦风就看到了出口处照射下来的明媚阳光。秦风大喜，只要冲出去，他就有更大的把握可以脱离危险。异端，休想逃！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了愤怒的咆哮声，声音中还有只属于超凡强者的庞大精神压力。秦风回头一看，正是大祭司和大主教这两个超凡。死！他们两个的章鱼触手再次朝着秦风席卷过来，庞大的触手甚至占据了整个通道。拼了！跳跃、冲锋，眼看着就要被触手抓到，秦风直接使用了跳跃和冲锋技能，一口气从通道冲了出去。明媚的阳光照耀在脸上，秦风有一种逃出升天的喜悦。可是还没有等他高兴呢，面前就有一道凌厉的血色刀光扑面而来，比后面追杀他的大主教和大祭司的攻击还要凌厉得多。哈哈，秦风，受死吧！我在这里等你很长时间了。秦风大惊，越过刀光看去，居然是之前见过一面的狂战导师郑元彪。此时对方身上笼罩着浓郁到化不开的血气，背后隐约有一个10米高的浴血魔神，正对着自己发出了威力最强的夺命一刀。他这一刀就算是超凡，挨上了也要重伤，更不要说秦风连超凡都不是。郑元彪不想再节外生枝，即便秦风只是凡阶的小辈，他也要全力出手，彻底解决掉秦风。死吧！这一刀狠狠地斩杀到秦风身上，这种情况秦风根本就没有办法躲避，他的血条直接去了80%。
不过随后就噗的一声，他的身体直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替身娃娃。替身术！秦风本尊出现在10米之外，看也不看，迅速逃跑。连郑元彪都没有想到，他在偷袭的情况下，秦风依然能逃跑。秦风借助替身术逃走，郑元彪这一刀的力量几乎没有消耗，继续朝着下方斩杀过去。而这时，大主教和大祭司他们两个的章鱼触手也紧跟着从地下冲了出来，正好迎上了郑元彪的血色刀光。轰！大主教和大祭司他们刚刚长出来的2条章鱼触手再次被斩断。他们两个愤怒地冲出来，看到攻击他们的又是人类，顿时大怒。这些人类太奸诈了，竟然还在门口接应。既然如此，那就一起抓住，献祭给真神大人。大祭司和大主教2个人愤怒地想着，同时对郑元彪展开了疯狂的攻击，把刚刚受到的所有的屈辱全部都倾斜到郑元彪身上。郑元彪被打得一脸懵逼，他完全没有想到秦风后面竟然还追过来2个超凡，一时间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狠狠地挨了几次攻击，狼狈不堪。本来还想要继续追杀秦风呢，可是被这2个超凡缠上，他一时间也无法脱身，只能眼睁睁看着秦风跑出他的视线。擦，这他喵的哪来的2个超凡怪物？郑元彪又挨了对方一次攻击，愤怒地说着。血气爆发，身上猛地爆发出庞大的血气，把大祭司和大主教逼退。郑元彪这才缓过一口气来，回头再收拾你们2个怪物。看了一眼2人，郑元彪觉着还是先把秦风击杀，如果继续让他成长起来的话，将会是他们郑家的心腹大患。于是掉头朝着秦风追杀过去。哼，想跑没有那么容易。不过大祭司和大主教却是不放过他，如果一个人都不能带回去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的真神罗特斯交代。马上伸出章鱼触手，再次缠住郑元彪，展开了攻击。我擦，你们没完没了了是吧？既然你们找死，那就先弄死你们。郑元彪大怒，既然甩不掉，那就先击杀，再去追秦风。魔神模式！郑元彪背后10米高的魔神虚影融入到他自己的体内，顿时郑元彪自己身上的血气更加浓郁，他的眼睛也完全变成了红色，整个人也吹气球一样的膨胀到2.5米，俨然一个浴血的小巨人。他浑身都爆发出残暴嗜血的气息，战力大增，随便一刀都有莫大的威力。原本大祭司和大主教2个人打郑元彪一个，还稍微占据上风，可是现在却是被郑元彪一个人把他们2个压着打。第149章偷袭，1打2还能占据上风，郑元彪这狗东西很猛啊！一个废弃的房子里，秦风看着郑元彪1打2还占据上风的强大战力，口中喃喃说着。刚刚他已经跑到森林里面，想要利用森林复杂的地形躲避郑元彪以及大祭司和大主教这3个超凡的追杀，谁知道这3个人根本就没有追杀自己，反而是他们先打了起来。通过金翅大鹏鸟看到这一幕之后，秦风就果断折返回来。郑元彪，你这狗东西竟然敢伏杀偷袭我，我也要让你尝尝被偷袭的滋味。场中的郑元彪化身魔神，越打越猛，一刀砍断大主教的章鱼触手，一个人打得大主教和大祭司2个人不断后退，只有防守的份。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估计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斩杀这2个人。就在这个时候，嗖嗖嗖，一连串的箭矢射到郑元彪的后背上，直接眩晕加中毒加破甲。郑元彪被定在原地，他凶猛的攻势瞬间被中断。大主教和大祭司见状，立刻凶猛反击。刚刚他们被郑元彪压着打得太惨了，现在好不容易找到反败为胜的机会，哪里肯放过，全力出手。章鱼触手一个如同蟒蛇一样绞杀，另一个如长枪一样刺穿他的心脏。秦风偷袭完毕之后就迅速退走。通过金翅大鹏鸟的眼睛，他看到郑元彪的身体被大主教和大祭司扯成2半。秦风心中一片平静，如果不是他来伏杀自己的话，自己也没有机会反偷袭。郑元彪一代魔神，更不会死在大祭司和大主教这2个怪物超凡手里，一切都是他自找的，怨不得别人。郑元彪刚刚被杀死，秦风就看到之前那个地下入口处涌出来一大群怪物，有夜叉、Global 教教徒，还有密密麻麻数不清的各种章鱼怪，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48级 BOSS 甚至是超凡级的怪物。看到这些，秦风脚下的速度更快了。这么多强大的怪物一窝蜂的出现，绝对是 SSS 级的灾难事件。如果那真神级的大章鱼罗特斯也跨界降临到这里的话，就不只是 SSS 级了，而是真正的天灾。秦风快速朝着学校的方向跑去，而与此同时，在林海军人偶死亡的时候，正在校长办公室里面办公的林海军本尊突然爆发出强大的超凡气息，冲天起。他的突然爆发顿时就惊动了学校里面其他的超凡强者。第1副校长郑宏德，第2副校长李正豪以及其他的超凡导师纷纷走了出来，满脸的警惕，都不知道林海军为什么会突然爆发。老林，你这是怎么了？郑宏德开口问着。
林海军沉声说道：“刚刚我的一个分身死了。”什么？你的分身死了？听到林海军的话之后，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不过郑元奎一开始的震惊之后，心里却是开始兴奋起来。不会是被元彪干掉的吧？林海军的分身虽然很强，可是也只是分身，而元彪可是超凡一阶巅峰，加上偷袭，干掉他一个分身是非常有可能的。既然他的分身都被干掉，那么秦风那小畜生应该也已经死了吧？哈哈，太好了，这下不用再看到那小畜生在我面前晃悠了。校长，您能感应到您的分身在什么地方出事的吗？李正豪开口问着。在那边，玉龙城废墟。林海军看着玉龙城废墟的方向说着。听到林海军的话之后，郑元奎更加断定就是郑元彪干的了，因为他给秦风的任务就是探索玉龙城废墟。林海军的一个分身就在秦风身上，一切都对上了。哈哈，秦风这小畜生真的死了。郑元奎心里狂喜。校长，要不我们现在过去查看一下吧？李正豪说着。也好。林海军点头说着，于是一群超凡强者就朝着玉龙城废墟赶去。刚刚走到一半，突然看到前面跑过来了一个人。看到这人，郑元奎顿时惊呼出声：“秦风，怎么会是你？你怎么还……”来人正是秦风。听到郑元奎的话之后，秦风冷笑一声，说道：“郑元奎导师，你是想要说我怎么还活着是吧？”“哼，我没有，你不要胡说。”郑元奎断然否定。秦风无所谓的说道：“随便了，不过这次导师，你给我的探索玉龙城废墟的任务，的确是让我九死一生，好几次都差点死了呢。我现在之所以还活着，除了校长给我的人偶，我还要特别感谢郑元彪导师呢。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真的就死了。”“什么？你是说元彪救了你？”郑元奎比之前看到秦风更加震惊地问着。“没错，刚刚我被2个超凡怪物追杀，本来以为死定了，关键时刻郑元彪导师出现，那49米长的血红色大刀直接就朝我头上砍下来。我本来还以为郑元彪导师是要杀我呢，可是我误会郑元彪导师了，他不是来杀我，而是来救我的。他攻击的也是追杀我的那2个超凡怪物。”秦风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好像是过山车一样，心脏不好的话，估计直接就会引发心脏病了。不过他们都对秦风的话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要说郑元彪去杀秦风，他们还会相信；郑元彪去救秦风，他们两边都不会相信。秦风，你快说，元彪现在在哪？郑元奎有种不好的预感，因为他非常清楚郑元彪就是去杀秦风的。可是现在秦风好端端的回来了，而郑元彪却不见身影，而且秦风竟然还说郑元彪去救他，这太诡异了。按照秦风疯狗一样不顾一切的性格，被郑元彪追杀，秦风肯定会当众向郑宏德质问追责。可是现在他没有，这是为什么呢？秦风装模作样的说道：“哎，郑元彪导师他为了救我被怪物杀死了。”第150章，郑元彪导师是为了救我而死。什么？死了？听到秦风的话，所有人都是大惊。郑元彪可是超凡啊，任何一尊超凡都是大人物，现在却是无声无息的死在外面，这绝对是震惊整个彩云省的大事。最重要的是，现在郑家的6个超凡强者都在这里，此时他们都是用几乎可以杀人的目光看着秦风。如果不是林海军和李正豪都在这里的话，估计郑家的人现在已经把秦风杀死无数遍了。秦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儿元彪到底是怎么死的？你给我说清楚，但凡有一句假话，我一定会亲自出手将你击杀，任何人都救不了你。郑宏德冷声说着，强大的气息压下来，几乎将秦风压得喘不过气来。老郑，先不要生气，我们身为校长，要相信学生，至少也要给学生一个说明的机会。林海军说着，挪动到秦风前面，替他挡住了郑宏德的压力。秦风这才感觉身上一松，呼吸顺畅。他冷眼看着郑宏德，这已经是这老狗第2次对自己动手了，迟早有一天自己会亲自击杀这老狗。秦风，你说说郑元彪导师是怎么救你的？林海军开口问着。不愧是自己的靠山，这问问题的方式都向着自己。是。秦风立刻说道，我当时正被2个超凡级的怪物追杀，眼看着就要被他们杀死，这个时候郑元彪导师出现，他为了救我，奋不顾身的和那2个超凡怪物打起来，然后就死了。听到秦风的话，郑宏德是一点都不相信，他非常清楚秦风说了谎，尤其说郑元彪为了救他而奋不顾身的牺牲自己，这就更是1000%的扯淡。他们所有的郑家人都恨不得秦风立刻去死，杀他还差不多，怎么可能会牺牲自己去救秦风？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又不能明说，所以现在他们明知道秦风在说谎，可是又不能反驳，这让郑宏德为首的所有郑家超凡都好像是喉咙里面堵着一口气，
上不去也下不来，难受的要死。不，元彪可是超凡一阶巅峰的实力，就算是面对2个超凡，即便不敌，也可以逃走，断然不会这么轻易被杀死。郑元奎指着秦风怒声说道：“秦风，你说是不是你弄了什么阴谋诡计，才把元彪害死的？”阴谋？郑元奎导师，您怕不是忘了我去玉龙城废墟探查，是您亲自给我指派的任务。而我接到任务之后，就直接去了玉龙城废墟，我就算是想要弄什么阴谋诡计，也要有时间啊。至于郑元彪导师为什么那么凑巧也出现在玉龙城废墟，我就不知道了。秦风反驳说着，顿时郑元奎哑口无言。秦风继续说道：“郑元奎导师，您口口声声都是阴谋诡计，难道您以为是郑元彪导师特意指使您把我骗去玉龙城废墟，然后他亲自出手击杀我吗？”秦风这话一出，顿时满场皆惊。其实话说到这种程度，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可是这事情也只能大家心知肚明，而不能说出来，不然的话就是撕破脸了。一时间场中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不过还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秦风断然否定说道：“不，绝对不是这样的，郑元彪导师是为了救我牺牲了他自己，他是一个伟大的导师。”秦风义愤填膺地指着郑元奎说道：“郑元奎，虽然你是我的职业导师，可是我绝对不允许你这样污蔑郑元彪导师。”场中气氛再次变得诡异起来，尤其是郑元奎，明明是他在向秦风问责，现在怎么好像变成了他郑元奎在污蔑郑元彪，而秦风却是在守护郑元彪的荣誉，他郑元奎反而成了坏人。郑元奎差点被秦风气死，指着秦风怒声呵斥：“秦风，你不要胡说八道，总之我不相信元彪会这么容易被杀死，你肯定做了什么才让他被杀死。”秦风冷哼一声说道：“郑元奎导师，你这是在说我是杀死郑元彪导师的凶手吗？您看清楚了，我只是一个40级的小角色，而您之前也说了，郑元彪导师是超凡一阶巅峰的强者，我有那个能力威胁到郑元彪导师吗？”众人闻言，心里都是点头认可。一个40级的小角色，就算再天才，也不可能威胁到超凡强者的安全。郑元奎自信地说道：“你的确是没有这个能力，可是你有一个东西，不但可以威胁到元彪的生命安全，甚至足以杀死他。”说完之后，郑元奎就看向了林海军：“林校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应该是把一个分身人偶交给了秦风吧？”混账！郑元奎刚刚说完，林有道就大声呵斥起来。郑元奎怎么问责秦风都是正当，可是现在郑元奎却是把矛头指向了他父亲林海军。林海军身为校长，不能亲自下场争辩，可是他林有道身为人子，却是不得不站出来。他身上剑意勃发，指着郑元奎怒声呵斥：“郑元奎，你胆敢往我父亲身上泼脏水，我必杀你！”哼，林有道，你觉着我会怕你吗？郑元奎也是冷哼一声，10几道魔法剑矢在他的头顶凝聚出来，跟林有道对峙起来，一时间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起来。有道，退下！父亲，退下！是。林有道狠狠地瞪了郑元奎一眼，只能退到了林海军身后。另一边的郑宏德也对郑元奎呵斥说道：“元奎，你怎么可以怀疑到林校长身上，还不快点给林校长道歉？”是，林校长，对不起，是我鲁莽了。郑元奎立刻道歉。不过他已经把林海军的嫌疑当众指了出来，就算道歉，林海军也一样要解释清楚。无妨。林海军摆了摆手说着：“我的确是给了秦风一个分身人偶，是对他考了全国第3名的奖励，不过这人偶只是用来保护秦风，不能杀人。”听到林海军的解释，郑元奎自然是不相信。林海军对他自己的分身人偶却是非常自信，对秦风说道：“秦风，就算他们不问，我也要问一下，我的分身人偶是怎么死的？”秦风恭敬地说道：“校长，这是我想要跟您汇报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事情。那玉龙城地下空间中已经变成了格欧暴教的大本营，他们在那里祭拜邪神。就在刚刚，我亲眼看到他们打开空间通道，要接引他们信奉的一个邪神降临。那邪神有真神级的实力，上千米高，实力强大。您的分身说，如果让他降临到这里的话，整个鲲鹏城都将不复存在。所以您的分身为了阻止邪神降临，牺牲了他自己。”第151章坍塌。什么？真神级的邪神？秦风的话再次让所有人震惊。秦风，你知道什么是真神级吗？你就在这里胡说八道，如果真的是真神级降临的话，一个眼神就能杀死你，你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郑元奎再次对秦风指责。秦风冷哼一声说道：“郑元奎，你怎么说也是一个职业导师，说话能不能过脑子？不要一味的只知道来指责我。我既然说了是真神级，自然是有我的依据。之前林校长的分身也是说对方是真神级的实力，而且林校长分身牺牲自己破坏空间法阵之后，那真神级的大章鱼用自己的身体卡住了空间通道，现在还没有关闭。
你们自己过去看看，不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吗？如果我说的是假话的话，到时候认打认罚，我绝不多说一个字。哈哈，说得好，某些人就是出门不带脑子，就知道胡乱指责别人。林有道紧跟着对郑元奎冷嘲热讽，气得郑元奎面色涨红。林海军不像他们这么闲，听到有可能是真神级降临，赶紧阻止了他们的争吵，对郑洪德说道：“老郑，我看我们还是赶紧过去查看一下吧，万一真的是真神级邪神降临，后果不是我们能承受的了的。”郑洪德面色严峻，点头称是，事关真神级的邪神降临，容不得有半分马虎。他们自己内部斗归斗，可是如果遇到外敌的时候，所有内部矛盾都要先放到一边。一行人立刻朝着玉龙城废墟的方向前进。不过片刻就到了玉龙城废墟，隔着很远，他们就看到整个玉龙城废墟中到处都是怪物，各种章鱼，小的有几米长，大的有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密密麻麻。还有夜叉、Global 教徒等，这些怪物已经完全把玉龙城废墟占据了，而其中至少有5-6个超凡级的怪物。看到这么多怪物，还有5-6个超凡，顿时他们都对秦风的话相信了大半。如果不是有邪神降临的话，也不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超凡级的怪物，不然的话，真当他们这些人类超凡强者是白给的吗？不过是5-6个一阶超凡而已，不用3位校长动手，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全部杀光。林有道看了一下这些怪物的实力，直接就朝着实力最强的一只上百米长的巨型黑章鱼杀了过去。长剑在手，剑气肆虐，林有道所过之处，所有的小怪都被斩成2段，瞬间被杀死，犹如割草一样。最后一剑刺出，发出几十米长的锋利剑气，直接穿透巨型黑章鱼的身体，差点把它劈成2半。不过这巨型黑章鱼也是超凡，两边身体合拢，眨眼之间就恢复如初，只是体型比之前小了一些。看到林有道已经上了，其他人也陆续跟上。秦风指着大祭司和大主教说道：“就是那2个超凡怪物杀死了郑元彪。”郑元奎等郑家人听了之后，都是眼睛泛红，直接杀了过去。除去3位校长，一共8位超凡导师一起出手。他们如同虎入羊群一样，小怪在他们面前就是秒杀，没有任何悬念。打小怪就好像是割草一样，就算是超凡级的怪物，也是被他们压着打。秦风看得一脸羡慕，超凡就是超凡，这实力完全不是现在的自己能比的。看来这里不需要我们出手了，我们还是去找那真神级的邪神吧。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降临到我们的世界。林海军对秦风说道：“秦风，那邪神在什么地方？”就在地下有一个真神殿， Global 教在那里开启了一个空间通道，罗特斯就在那里，我可以带你们过去。秦风说着就要在前面带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整个玉龙城废墟都开始剧烈震动起来。不好，快点退出玉龙城废墟！林海军说着就带着秦风一起退到了玉龙城废墟之外，其他导师也都纷纷后退。刚刚退出，整个玉龙城废墟就轰然坍塌，大地剧烈震动，好像是发生了12级的大地震一样。坍塌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脚下的震动就停止下来，烟尘散去。秦风看到原本的玉龙城废墟一大半都完全塌陷下去，变成了一个直径3公里的大坑，而在大坑正中间矗立着一个300米高的巨大的蓝色空间通道。在空间通道之中有好几条巨大的章鱼触手正在支撑着整个空间通道，让这空间通道不至于坍塌缩小，反而是在这几个巨大触手的撕扯之下，空间通道还在持续扩大。这空间通道正是 Global 教开启的那个，通过罗特斯不断的暴力撕扯，让这个空间通道越来越大，现在已经足足超过了300米高。也正是因为如此，直接破坏了整个地下空间结构，这才发生了大坍塌。这也让罗特斯和这空间通道暴露在众人面前。第152章，绝不能让他降临。感受着罗特斯那如山如玉的庞大气息，林海军、郑宏德都是面色沉重，李正豪更是眉头紧皱。他是空间魔法师，他知道开启这么大一个空间通道的难度有多大，最重要的是，对面的这个大章鱼罗特斯根本就不是空间系的怪物，可是他却是硬生生的靠着自身的实力，用暴力把空间通道扩张到300米高，甚至还在继续扩张。由此他也能知道对方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他所能理解的范畴。这就是真神级吗？竟然可以手撕空间，果然是真神级的邪神，绝对不能让他降临到我们的世界。林海军沉声说着，身上泛起浓郁的绿光。术界降临！林海军超凡3阶的实力全开，一开始就用出了大招。轰隆隆，顿时大地再次震动起来，上千米高的大树和藤蔓破土而出，刚刚坍塌出来的方圆3公里的大坑，眨眼间就被这些大树和藤蔓填充，甚至还要超出。那些大树围绕着蓝色空间通道形成了一个牢笼，藤蔓则是如同巨蛇一样缠绕在空间通道上，紧紧地箍住空间通道，不让罗特斯继续扩张。疾冰枪雨，郑宏德也在同一时间使用大招。
顿时周围空气温度骤降，天空中形成了一个冰蓝色的巨大魔法阵，在魔法阵之中射出雨点一样的寒冰长枪，每一根寒冰长枪都有5-6米长，携带着巨大的动能和极冰寒气，朝着罗特斯射去。砰砰砰！寒冰长枪射到罗特斯的触手上，纷纷爆裂，在罗特斯触手表面上形成一层寒冰，无数寒冰长枪一起攻击，很快就冻住了罗特斯的触手。空间切割，李正豪同样发动了攻击，一道道肉眼看不见的攻击落在罗特斯的触手上，把他的触手切割出一道道血痕，不过却是不能整个触手切断。还有一部分空间切割之力则是作用到了蓝色空间通道上，这顿时就破坏了空间通道的稳定性。顿时这300米高的空间通道快速收缩，变成了250米高。一个宏大的声音响起，随后众人就看到在空间通道对面出现了一对巨大的眼睛，正是罗特斯的眼睛。他通过空间通道朝着这里看过来，看到林海军、郑宏德和李正豪正在对他进行攻击，顿时眼睛中浮现出一丝怒意。不知死活的人类，竟然妄想阻止本神降临，给我死！嗡！一股庞大的精神风暴席卷而来，林海军的千米大树和藤蔓全部都被这精神风暴连根拔起。郑宏德的寒冰长枪在精神风暴的肆虐之下纷纷破碎，就连射出寒冰长枪的魔法阵也只是坚持了几秒钟就被打破。李正豪的空间切割也同样被破。好强，只是一次精神攻击，竟然就把我们的攻击完全破掉，这也强得太离谱了吧！李正豪惊讶地说着。按照他们的经验，精神攻击只对境界比他们低的人才会有效果，而且还只是精神层面的，真正对战还是要靠技能攻击。可是现在这罗特斯的精神攻击强到超出他们的理解，能直接破掉他们3个的攻击，这至少也要比他们高2-3个大境界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干脆直接跑路好了，根本就不用打，因为无论如何都打不过。林海军稍微沉思了一下说道，不，如果他真的比我们高出2-3个大境界的话，怕是早就撕裂空间降临到我们的世界了，不会这么慢。我猜他本身就是精神系的怪物，精神系的技能也是他最厉害的技能，所以才能有这么强大的威力。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而且我怀疑刚刚这种程度的精神攻击他不能连续使用，试试就知道了。3个校长商量了一下，再次进行攻击。果然这次罗特斯并没有马上使用精神风暴，他们猜测的没错，在他们的攻击之下，空间通道再次收缩到240米。罗特斯大怒，该死的人类，休想阻止本神降临！尼尔巴斯，给我干掉他们！罗特斯怒声说着，他用触手支撑着空间通道，在他后面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深渊恶魔大军，其中一个身高10米、头生双脚、浑身冒出滚滚魔气的深渊恶魔一下就穿越了空间通道，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是，主人。这深渊恶魔尼尔巴斯沉声说着，随后跳到半空，整个身体犹如炮弹一样朝着林海军3人所在的位置砸下来。第153章深渊恶魔尼尔巴斯。退！林海军3人见状立刻后退，毕竟他们3个都是魔法师，而深渊恶魔尼尔巴斯一看就是近战，自然是要第一时间拉开距离。不过他们在后退的时候同时发动魔法攻击，深渊恶魔尼尔巴斯刚刚落地，就有无数藤蔓破土而出，如同巨蟒一样朝着尼尔巴斯身上缠绕。不过尼尔巴斯肉身无敌，藤蔓刚刚缠绕在他身上，他身体一动，那比他身体还要粗的藤蔓硬生生被挣断，顶着无数藤蔓朝着林海军硬冲过去。郑宏德也发动了寒冰魔法，一条200米长的寒冰巨龙召唤出来，对着尼尔巴斯猛撞上去。尼尔巴斯完全不惧，他身上魔气汇聚，一拳轰出，一个房子大小的恶魔之拳狠狠地轰击在寒冰巨龙身上，直接把寒冰巨龙打爆。李正豪发出空间切割，不过这空间切割只是在尼尔巴斯皮肤表皮上留下很浅的伤痕，而且眨眼就会恢复，根本就不能重创尼尔巴斯。恶魔突刺，给我死！尼尔巴斯的速度一下增加10倍，他身影一闪就到了林海军身边，一拳轰击下去，林海军用来护身的木盾瞬间被打碎，随后林海军的身体都被尼尔巴斯的拳头打成肉饼。尼尔巴斯锁定郑宏德，身影一闪又到了郑宏德身边，一拳轰出，郑宏德身上爆发出一股纯白色的寒气，尼尔巴斯被这寒气侵袭，顿时他的动作都变得缓慢了10倍，不过他的恶魔之拳还是轰到了郑宏德身上，直接把他打飞出去。尼尔巴斯手臂一抖，把上面凝结的寒冰抖掉，再次看向李正豪，以同样的快速朝着李正豪杀了过去。空间传送，李正豪脚下出现一个空间漩涡，人直接进入漩涡，在原地消失，随后在1000米之外出现。尼尔巴斯一出手，直接碾压3个校长。秦风看到这一幕都不由得啧舌，这深渊恶魔尼尔巴斯太强了，最重要的是林海军校长被他杀死了，那可是他最大的靠山，原本以为非常厉害，可是谁知道这么不抗打，直接被人一拳轰成肉饼。他喵的，早知道这么菜，才不会找他当靠山。
这个时候，罗特斯发出了得意的狂笑：“哈哈，尼尔巴斯，你做的不错，带领你的恶魔军团一鼓作气，把他们全部干掉吧。”罗特斯说着话，已经把空间通道再次扩张到350米，比之前还要大了一圈。他支撑着空间通道，无数头生双脚、浑身冒着黑色魔气的深渊恶魔，如同潮水一样涌进来。这就是尼尔巴斯手下的恶魔军团，10个万夫长都是超凡一阶的强者，千夫长则是48级的 BOSS， 而且其属性比一般的 BOSS 还要高得多，相当于是精英 BOSS。就算是最普通的恶魔士兵，也都是48级的凡阶巅峰。他们身上黑色的魔气滚滚荡荡，直冲天际，形成了一片魔气黑云，直接把天空都给遮住，仿佛是末日降临一样。是，主人，定不负主人之命。听到罗特斯的命令，尼尔巴斯立刻恭敬地说着，随后对他的恶魔军团命令道：“给我杀，把你们看到的所有人类全部杀光！”吼！尼尔巴斯一声令下，顿时整个恶魔军团山呼海啸一样的冲出大坑，然后朝着秦风他们杀了过来。秦风见状，快速后退，连林海军都被尼尔巴斯打死，他连超凡都不是，哪里是这恶魔军团的对手？而且其他导师也都在后退。树界降临，腾龙狂舞。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大地震动，无数的巨树和几百米高的藤蔓破土而出，不知道多少恶魔士兵直接被巨树上面锋利的树枝刺穿，数百米长的藤蔓也如同巨龙一样朝着周围的恶魔横扫，一扫就是一大片。秦风惊喜的回头一看，就看到林海军好生生的站在一棵巨树上，正在施展魔法。太好了，林海军没死。可是刚刚明明身体都被扯成2半了啊！秦风立刻就想到了林海军是有分身的，他跟自己第一次见面就送了自己一个分身，那么他自己肯定有更多分身。秦风看了一下林有道，发现他对此没有任何惊喜和意外，看来他早就知道林海军没死，只有自己被蒙在鼓里。不过这样最好，如果林海军这样的强者都被一下秒杀，那这次的怪物入侵根本就挡不住。现在有他们这些超凡强者在前面挡着，秦风相信最后他们肯定能取得胜利。林海军、郑宏德、李正豪3个实力最强的校长挡在最前面，他们杀敌也是最快的。8个导师夹在他们中间，一边打一边后退。秦风则是在最后面使用超范围打击远程攻击。第154章天灾警报。林有道，林海军开口说着，在通知教育部开启天灾警报。是。林有道应声说着，立刻开始联系教育部，很快就联系好了。下一刻，尖锐悠长的警报声响彻整片天空，伴随着警报声的是，整个天空都变成了代表危险的血红色。这就是天灾警报。原本正在野外打怪和刷副本的所有学生，在这一刻都听到警报声和看到天空中的血红，他们都是一脸震惊。这是天灾警报？是天灾警报！上学第一天就学过了，肯定是有怪物入侵，我们快点回学校。这些学生立刻就反应过来，脸上有着浓浓的担忧之色，立刻放弃打怪刷副本的直接退出副本，然后迅速回学校。另一边，一个人蜷缩在地上，正在被一群人围起来殴打。殴打他的那些人一边打还在一边骂：“秦红，不是早就跟你说过，让你每天给我们1000金币的赎罪金吗？这都已经连续2天没有给我们了。我看你这狗叛徒是皮痒了是吧？”“没错，这狗叛徒就是欠揍，给我往死里打。”说话的人正是秦信和秦昊，他们出手也是最狠的。而秦红则是蜷缩在地上，手臂死死地抱住脑袋，默默地承受着对方的殴打。他现在已经被打出了经验，首先是绝对不能反抗，不然的话只能是遭受到更狠毒的殴打。其次是要保护脑袋，皮肉伤可以很快治愈，可是脑袋受伤就很麻烦。打了一阵之后，感觉秦红就跟一条死狗一样，没有什么乐趣。秦昊就让人停止，抓住秦红的头发，恶狠狠地说道：“狗叛徒，这2天的钱呢？赶紧拿出来，还能少受一些皮肉之苦。”秦红双眼无神地拿出了所有金币，可是加起来也不过600多金币而已。秦昊他们每次见到他，几乎都要狠狠地打他一顿，他都没有多少时间打怪，自然没有多少收入，就算是有了一些钱，一大半也用来购买治疗药水，治疗自己身上的伤势了，所以他根本就存不下来多少钱。可是没有钱上供，又会引来更狠毒的殴打，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这么点，你是死人吗？不知道去打怪吗？看到只有600多金币，秦昊很不客气的直接给了秦红2巴掌。秦红被打了2巴掌，眼睛中却是没有任何感情波动，因为任何一个眼神都有可能会遭到更凶狠的殴打。擦，你这狗叛徒还真是有够贱的，一天不打就偷懒。哎，为了让你长记性，我特意给你买了一个狗狗项圈，上面还有一句话，哎，读出来。秦昊把狗狗项圈放到秦红眼前，上面的狗牌上有一句话。秦红看到那句话之后，眼睛深处闪过一丝愤怒，
不过马上就被压了下去。快读！秦红稍有迟疑，秦昊就在他脸上扇了一巴掌。秦红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愤怒和耻辱读出来：我叫秦红，我是秦昊的狗，我要打装备卖钱给主人。哈哈，所有人都笑了起来。秦昊拍着秦红的脸说道：嘿嘿，这才是好狗嘛，来，自己带上。秦红接过狗狗项圈，内心中虽然极度不情愿，可是也只能强忍着屈辱戴到脖子上。秦昊满意的说道：好狗，记住，这项圈没有我的同意，不准摘下来，不然的话，你就等死吧，明白了吗？秦红咬着牙齿，眼睛都红了。这次他没有回答，即便是已经做过很多屈辱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他内心深处还是想要反抗一下的。看到秦红竟然不回答，顿时秦昊再次怒了，一脚狠狠地踢到秦红的脸上，把他踢飞出去。狗东西，竟然敢不回答你主人我的问话，看来你还是想死啊！说完之后，就要再次群殴秦红，让他张肠记性。嗡！就在这个时候，刺耳的警报声响起，接着就是整个天空都变成危险的血红色。这是天灾警报，他们马上就认了出来。靠，这是有非常厉害的怪物入侵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学校，不然的话，万一碰到怪物，我们会非常危险。哼，今天就先放过你这狗叛徒，回头再收拾你。秦昊闻言，冷冷地对秦红抛下一句威胁，带着人快速返回学校，只留下遍体鳞伤的秦红一个人。秦红看着漫天的血红色和那刺耳的警报声，他并没有丝毫害怕，反而是有一种期待。怪物入侵吗？能引发天灾警报的怪物入侵，应该是实力非常强横的怪物吧？哈哈，越强越好，杀得越多越好，尤其是秦家人，死得越多越好。秦红把狗狗项圈扯下来，看着狗牌上面的那行字，眼中的恨意越来越多。第155章大战尼尔巴斯。战场中，在深渊恶魔尼尔巴斯的带领下，恶魔军团不断前进，以林海军为首的人类超凡则是不断后退。这不是他们实力不强，而是因为深渊恶魔尼尔巴斯的实力太强。超凡一共有3个大境界，林海军和郑宏德都是超凡3阶中期，李正豪是超凡3阶初期，而尼尔巴斯却是已经达到超凡巅峰，只差一步就可以晋升为真神的强大存在，所以他才可以凭一人之力就压制林海军他们3位校长。给我死！尼尔巴斯全力一拳把林海军的身体打爆，不过下一刻他眉头就皱起来，因为又有一个林海军从大树中走了出来。这已经是尼尔巴斯打死的第5个林海军的分身了。又是分身？你这人类到底有多少分身？尼尔巴斯的声音中都带着一丝火气。这林海军太难杀了，简直就好像是小强，怎么杀都不死。还有很多，这样的战斗我可以一直持续3天3夜。你想要杀死我的话，就必须要跟我打持久战，还要杀光我所有的分身才可以。林海军淡淡的说着。尼尔巴斯听了之后，眉头皱得更厉害了。一直持续3天3夜，这简直就是变态啊！林海军说的没错，他是木系魔法师，利用木系魔法的特性制造了很多分身出来，具体有多少分身，估计除了林海军本人，谁都不知道。而且木系魔法师的恢复能力是所有魔法中公认的最强，他可以持续不断的使用各种魔法，完全不用担心魔力会不会耗尽。他的攻击强度不是很强，可是论起续航能力和生存能力来，放眼全省，林海军说第2，没人敢说第1。正是因为如此，他可以毫无顾忌的以一个魔法师的身份来充当肉盾，就算是被打死也丝毫不会担心，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分身。尼尔巴斯盯着林海军看了一会，果断放弃他，而是朝着郑宏德和李正豪杀了过去。林海军是不死小强，可是郑宏德和李正豪不是啊，而且他们的攻击强度可是比林海军强得多。只要杀死他们2个，林海军只剩下1个人，就算短时间杀不死，可是也对他不能造成什么威胁。不过郑宏德和李正豪也不是那么好杀，郑宏德的所有兵系魔法都有减速的效果，而且杀伤力很强。尼尔巴斯本来想要凭借他的超级速度强杀，可是每次只要一靠近郑宏德，立刻就被他释放出来的疾冰寒气侵袭，速度降低10倍，这样的速度根本就不可能击杀郑宏德。李正豪是空间魔法师，就更不好杀了，只要一个念头就可以施展空间转移技能瞬移离开。能晋升到超凡3阶的人，没有一个是简单的。而且林海军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尼尔巴斯攻击他们。刚刚他一直充当肉盾的角色，只要全力防御就行了。不过现在尼尔巴斯不打他，就变成了他主动攻击尼尔巴斯，这让尼尔巴斯越打越是憋屈。表面上他以1敌3，纵横无敌，打得林海军3个节节败退，可是实际上他越打越有一种无力感。打了一会，尼尔巴斯干脆不打了。他看了一眼身后的空间通道，此时那巨大的蓝色空间通道已经超过了400米，越来越大。
尼尔巴斯冷声说道：“你们如果不跟我拼命的话，很快就没有机会了。”林海军他们自然明白尼尔巴斯的意思。尼尔巴斯可以拖时间，可是林海军他们不能，因为一旦罗特斯降临，以他真神级的实力，可以轻易击杀林海军他们。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过时间还算充裕，我只是在等人而已。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林海军淡淡的说着，突然心有所感，朝着鲲鹏城的方向看去，就看到3道丝毫不输于他们的强大气息快速靠近。林海军微微笑道：“好了，他们已经来了。”嗖嗖嗖，他的话刚刚说完，3道身影就出现在战场之中。其中一个仙风道骨，身上雷电缠绕，正是教育部部长杨胜道；另一个手握长枪，身形笔直，有一股军人的铁血气息，他是警备军团的军团长赵无极。最后一个衣服上有一个大大的武字，身上有着浓郁的武道气息，乃是彩云省省长王征，他的职业是武神。这3个人的实力都达到了超凡3阶，王征更是达到了超凡3阶后期。看到又来了3个超凡3阶的高手，尼尔巴斯兴奋地大吼起来：“哈哈，太好了，又来了3个超凡3阶的高手，这下我终于可以杀个痛快了！”恶魔之手，尼尔巴斯魔气凝聚成了一个遮天大手，朝着新来的杨胜道3人拍了下去。雕虫小技，班门弄斧。军团长赵无极见状，身上的铁血气息陡然爆发，凝聚成了一个50米高的武将形象，手握长枪，一枪横扫过去，魔气大手立刻被扫灭。尼尔巴斯说得很霸气，可是他释放出了魔气大手之后，立刻就后退，躲到他的恶魔军团之中。明显说的和他做的不一样，这个深渊恶魔也知道不可能一次对付6个超凡3阶的高手，他也怕死。现在想走已经晚了，诸位一起动手灭杀此僚。林海军大声说着，之前施展魔法生长出来的那些大树纷纷裂开，足足走出来了10个分身，正好完全包围了尼尔巴斯。术界降临，术界降临，束缚。这10个分身全都使用大招术界降临，比之前多了10倍的藤蔓破土而出，狠狠地束缚住尼尔巴斯。吼！尼尔巴斯分离挣扎，无数藤蔓被挣断，可是马上就有更多的藤蔓继续缠绕上来。灵魂冻结，郑宏德立刻补刀，一道看似非常普通的白色寒气射到尼尔巴斯身上，尼尔巴斯立刻就定在原地，不再有任何挣扎。很快，一股阴寒气息从他身体里面由内往外散发出来。郑宏德的这个技能是专门针对灵魂的攻击，此时尼尔巴斯的灵魂都被冻结。不过尼尔巴斯的手指很快就动了一下，看样子冻结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不过这已经足够了。紫电狂雷，杨胜道也出手了，一道紫色的雷电朝着尼尔巴斯脑袋上轰下来。轰隆一声，尼尔巴斯身上顿时被炸得一片焦黑，发出了烤肉的味道。霸王枪，军团长赵无极控制着身后的战神虚影，朝着尼尔巴斯胸口刺去，一枪出，顿时尼尔巴斯的胸口就出现了一个血洞，甚至可以看到他胸口中跳动的心脏，只是此时那强劲的心脏已经被斩成了2半。无神强踢，省长王征实力最强，也是最后一个出手，他凝聚了所有力量，一脚踢出，纯粹的力量连空间都出现了裂纹。轰！深渊恶魔尼尔巴斯整个身体被一脚踢碎，残肢断体飞得到处都是。第156章隐藏职业复仇者。走，我们一起去击退罗特斯，关闭空间通道。杀死尼尔巴斯之后，林海军立刻就朝着罗特斯杀了过去，其他5个超凡3阶的强者也一起跟了上去。没有尼尔巴斯这个恶魔军团长，整个恶魔军团在这6位超凡3阶的强者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他们一路碾压过去，随手施为就几乎灭掉了一半恶魔军团，剩下的在几位导师面前也只有被屠杀的份。6个超凡3阶强者包围住罗特斯，一起发动攻击。罗特斯不愧是真神级的强者，即便是被这6个超凡3阶的强者围攻，而且他自己实力还被空间通道限制的死死的，可是双方依旧是打得天昏地暗，只是战斗余波扩散开来，就好像是刮起了12级的飓风一样，非常恐怖。与此同时，秦风躲在战场后方，看着10米高的尼尔巴斯被打死，残肢断体飞得到处都是，而其中一片正好就落到了他的脚下。砰砰砰砰，这是一个脸盆大的肉块，黑红颜色还在不断的跳动，发出砰砰的声音。秦风仔细辨认了一下，这竟然是半颗心脏，这应该就是尼尔巴斯的心脏。不愧是超凡巅峰的深渊恶魔，心脏竟然这么大，而且整个身体都被打碎，心脏只剩下一半，依然还能跳动。这心脏上冒出丝丝的黑气，秦风本来没有在意，可是这些黑气似乎是有自己的意识一样，直接朝着秦风身上缠绕过来，而且一碰到他的皮肤，立刻就钻进他的身体里面。我擦，这东西还活着！秦风大惊，立刻意识到这恶魔心脏并没有完全死去，他还活着，而现在正在入侵他的身体。秦风正想要把这心脏射死，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叮，你获得恶魔之力，你的力量加1。叮，你获得恶魔之力，你的敏捷加1。叮，你获得恶魔之力，你的智力加1。叮，你获得恶魔之力，你的体质加1。随着黑气入侵到他的体内，秦风的各项基本属性缓慢提高。秦风都已经把弓拉满了，又收了回来。这黑气进入体内，竟然可以被吸收，提高自己的实力。虽然感觉这其中好像似乎也许是有阴谋之类，可是秦风还是没有忍住提升属性的诱惑，不但没有阻止黑气入体，反而是把半个心脏都抱在怀里。这样吸收的速度果然快了很多。不一会，半个恶魔心脏就完全化成黑气被秦风吸收。秦风看了一下，这半个心脏竟然给了他足足上百点属性点。叮，你获得技能恶魔之心。恶魔之心等级1级，可以吸收恶魔之力。可以吸收恶魔之力，那是不是其他的血肉碎片中残存的力量都可以吸收过来啊？想到刚刚尼尔巴斯被打死的时候，可是有很多残肢断体飞出去的，秦风立刻开始寻找。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脸盆大小的肉块，上面冒出丝丝黑气。秦风立刻开始吸收，不过这次只吸收了很少的黑气，那血肉就完全腐烂，而他获得的属性点只有5点而已。看来那心脏应该是对恶魔来说非常重要的部位，蕴含的能量也是最多，其他部位的血肉就不行了。不过这完全就是天上掉馅饼，所以秦风还是继续寻找血肉碎片。不一会，秦风找到了10几块血肉，又获得了不少的属性点。叮，你吸收了足够的恶魔之力，你可以转职为隐藏职业复仇者，是否转职？隐藏职业复仇者。听到系统提示，秦风一惊，立刻开始查看复仇者的介绍。复仇者，黑暗系隐藏职业，可以使用恶魔之力进行战斗的职业。我擦，刚刚黑气入体的时候就感觉会有坑，现在果然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现在只是使用恶魔之力进行战斗，以后说不定就会直接变身成恶魔，甚至是当恶魔之力越来越强，那深渊恶魔尼尔巴斯说不定还能夺舍重生。这恶魔果然够狡猾。不转职，秦风果断拒绝。他只想薅羊毛，可不想成为恶魔的傀儡。而且尼尔巴斯是近战职业，转职复仇者的话肯定也是近战，而他喜欢远程。现在的魔弓手也是最适合他的职业，干嘛要放弃自己的长处，而去选择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业呢？再说了，说是隐藏职业，可是毕竟是黑暗系的职业，还是和恶魔有关，万一被人类所不容，那就更麻烦了。秦风继续寻找血肉碎块薅羊毛，可就是不转职。与此同时，在天灾警报出现之后，其他所有在外面打怪的学生都返回学校了，可是秦红却是没有回去。他已经对这个世界很失望，甚至是开始厌恶这个世界，因此他不但没有回去，反而是朝着魔气黑云所在的方向而去。他要看看这次入侵世界的是什么怪物，如果可能的话，他宁愿做一个入侵这个世界的怪物，也不想去做一个整天被人欺辱的人类。不一会，他就到达战场外围。他清楚地看到了尼尔巴斯带领的恶魔军团，尤其是那10米高的深渊恶魔尼尔巴斯，竟然以1人之力盖压领海军郑宏德和李正豪3位校长。秦红瞬间就沦陷了，如果我也能有他这样的实力就好了，我看谁还敢欺负我。不，只要有他1半的力量就行。秦红心里极度渴望地说着。可是不一会，又来了3个人类超凡强者，最后一起动手把尼尔巴斯干掉。看着他刚刚确立的偶像整个身体都被打爆，秦红发出了一声怒吼。不过因为战场中战斗的声音太大了，所以没有人听到，自然也不会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一个人在为深渊恶魔的死而愤怒，似乎是被他的愤怒吸引。尼尔巴斯的一个身体碎片本来是飞向其他方向的，可是却是诡异的转了个弯，朝着秦红飞了过来，正好落到他脚下。砰砰砰砰，这也是半个心脏，还在有力的跳动。看着这块强大而散发出黑气的心脏，秦红好像发现宝贝一样，立刻伸手摸了过去，而上面的黑气也瞬间侵入他的身体里面。叮，你吸收了恶魔之力，你的力量加1。叮，你吸收了恶魔之力，你的敏捷加1。听到系统提示，秦红眼睛一亮，顿时就兴奋起来。吸收完毕之后，秦红也获得了恶魔之心。他和秦风一样，也开始到处寻找其他的血肉碎片。不一会，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叮，你吸收了足够的恶魔之力，你可以转职为隐藏职业复仇者，是否转职？复仇者，隐藏职业。听到系统提示，秦红稍微一愣，随后就是狂喜。哈哈，这是上天终于开始眷顾我了吗？不，这不是上天的眷顾，这是恶魔大人的眷顾。连恶魔都对我的遭遇看不下去，所以才会赐予我这个隐藏职业。复仇者，没错，就是复仇者，简直跟我太相配了。我就是要复仇，对之前所有欺辱过我的人进行复仇。转职，秦红朗声说着，
神情坚定地选择了转职，成为复仇者。第157章新副本。秦风穿梭在森林里面，到处寻找恶魔血肉。不一会，他就发现了一块完全腐烂的恶魔血肉。秦风顿时微微皱眉，这恶魔血肉中的黑气逸散的这么快吗？还是被其他人或者怪物给吸收了？不行，这可是能直接提升属性的好东西。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还是赶紧继续寻找吧。秦风没有多想，继续搜寻恶魔血肉。与此同时，战场中心，6大人类超凡3阶高手和罗特斯的战斗已经到了尾声。在6大强者的围攻下，罗特斯用来支撑空间通道的触手已经伤痕累累，空间通道也缩小到不到100米高。空间通道越小，罗特斯能发挥出的力量也就越小，他就更没有办法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了。在6大强者又一轮的猛攻之后，罗特斯终于发出了不甘的怒吼：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爬虫，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本神降临了吗？现在本神依照古老契约的约定，在此立下副本，开。随着罗特斯的声音落下，一股玄之又玄的庞大力量降临。这一股力量，就连罗特斯都从心底里面产生恐惧。只见他支撑空间通道的2根触手齐根而断，这就是他建立新副本需要支付的代价。没有了触手的支撑，空间通道迅速缩小，最后完全关闭，变成了一个新副本的入口。而罗特斯的声音还在6人耳中回荡：本神记住你们了，下次本神降临到你们世界的第一时间，本神就会将你们猎杀。声音逐渐消失，6人自然不会害怕罗特斯的威胁，只是他们看着新出现的副本，都是露出了担忧之色。罗特斯立下这个副本，就相当于是在这里锚下了一个定位坐标，只要条件成熟，对方随时都可以利用这个副本卷土重来。这次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罗特斯并没有多少准备，还被秦风及时发现，这才让他铩羽而归。可是下次等对方有备而来，再想把对方拦在世界之外就困难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这个新副本的进度不会达到100%。林海军走到副本门口，查看了一下副本属性。副本 Global 叫大本营，副本规模20人团队副本，进入等级40至48级，进入需求 Global 交传道书，副本进度90%。看到副本属性之后，林海军顿时就皱起眉头。一般新的副本刚刚出现之后，副本进度都不会超过50%，就是要给玩家足够的时间进行反应。可是现在这副本进度直接达到了90%，只差10%就会发生副本爆炸，到时候就会再次出现连通2个世界的空间通道。而且因为这副本是遵照古老契约立下的，是被世界之力承认的。如果说之前 Global 教通过祭祀和空间法阵开辟出来的空间通道是偷渡的话，那么通过副本打开的空间通道就是购买了车票的正规途径。到时候一旦开启，罗特斯就可以直接降临，不用再像之前那样还要他自己开辟足够大的空间通道。除此之外，进入副本的等级限制在40到48级，这明显就是把林海军这些超凡强者排除在外。还有副本人数足足20人，普通的副本也就是5人副本，人数越多就表示这副本里面的怪物越多，难度越大。20人副本就是凡阶难度最大的副本。最后还有一个进入副本的需求 GLB 交传道书，这是什么东西？他们之前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啊。这罗特斯不仅直接把副本进度拉到90%，还设置了这么多苛刻的条件，这明显是不想给他们时间通关副本，用心何其歹毒，这罗特斯太阴险了。李正豪看到这副本属性之后恨声说着：校长，现在怎么办？林海军说道：这就是罗特斯故意给我们出的难题，我们尽力而为即可。立刻召集高手排行榜上的前20名学生过来，让他们立刻进入副本，只要能及时通关副本，罗特斯的阴谋自然破产。还有进入副本需要有 Global 交传道书，找到这东西，不然的话就算人来了也没有办法进入。是。李正豪立刻联系学校的老师，让排行榜上前20名的学生立刻到玉龙城废墟过来开荒新副本。学校之中，所有的学生都3、5成群的进行讨论这次天灾警报的原因，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怪物入侵。第158章开荒的诱惑。这个时候学校通知要排行榜上前20的学生过去开荒副本。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他们不但没有害怕，反而是非常高兴。什么？新副本开荒？还是20人的超大型副本？我擦，这次我们发了。郑如梅听到之后立刻就兴奋地跳了起来，跟他在一起的郑如松、郑如柏、郑芳、郑源等人都是如此。因为新副本开荒有非常多的好处，首先是爆率非常高， BOSS 几乎会100%的掉落神器，然后是开荒新副本成功的话，就会有属性点和称号奖励，这2样东西对所有人来说都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这还只是基本奖励，
如果开荒副本表现非常好，最后的通关评分非常高的话，还会有更好的奖励。这种奖励包括但不限于神级技能点、史诗装备或者是其他更好的东西，这都是有先例的。这些东西几乎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品。只是游戏入侵蓝星已经几十年时间，很多副本早就已经被人通关了。据他们所知，现在已经2年时间没有出现新副本了，所以他们即便是想要开荒新副本，也没有这个机会。就算是真的有新副本出现，那也是会交给帝都中的那些超级天才。除了他们背后的权势，更重要的是，这些超级天才能有更好的表现，打出更高的评分，也最有希望获得最好的奖励。不然的话，换一些普通玩家进去，最后即便是开荒成功，可是评分很低，那也只能得到一个基础性的奖励而已。真正好的奖励却是无法得到，平白损失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不偿失。所以站在国家层面来讲，把开荒的机会让给帝都的超级天才，这是必然也非常正当的事情。而现在副本开荒没有叫帝都的超级天才过来，反而是直接让他们去开荒副本，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机缘。他们也相信以他们的实力可以打出一个 SSS 级评分，拿到最好的奖励，到时候说不定他们也可以成为可以媲美帝都超级天才的存在。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郑家人知道要开荒新副本才会这么兴奋。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们想要通过这次开荒副本得到的奖励提升实力，彻底压下秦风。这一段时间秦风太嚣张了，可是又打不过秦风，现在也只能寄希望于这次开荒副本获得的奖励了。事不宜迟，我们快走，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能耽误时间，免得丧失机会。郑如松蹭的一下站起来，一脸兴奋地说着。随后他们立刻就前往玉龙城废墟，除了他们，还有林家的林渊、林战等前20名的高手都是非常兴奋地一同前往。而最高兴的则是第21名的高手，因为排行第1的秦云不在，所以他这个第21名自然是自动进补上来。而这第21名的高手也是他们郑家的，叫做郑满意。他对现在这个结果非常满意，所以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高兴。很快他们就到了玉龙城废墟的副本门口，一行人都是斗志昂扬，充满自信地来到副本门口。看到这新副本的进度是 90% 的时候，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不通知帝都，而是直接叫他们来开荒副本了。因为没有那个时间了，现在已经不是在意开荒副本奖励的时候了。如果不能及时通关副本的话，那么真神级的罗特斯就会真的降临。所以现在只能舍弃那点奖励，而让郑如松他们来开荒了。只要能顺利通关，就是最大的成功。各位校长，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通关副本。郑如松信誓旦旦地说着。他身为郑家嫡系中的第一人，身上自有一种领导者的霸气。对此，林海军也是非常满意，即便他是郑家人。什么？没有传道书？这怎么可能？我们学校仓库里面可是整个彩云省中物资最全的仓库了，怎么可能会没有传道书？可是就在郑如松信誓旦旦的要进入副本的时候，李正豪突然愤怒地说着，这顿时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怎么回事？林海军皱眉问着。校长，刚刚仓库回话说是根本就没有 Global 交传道书。众人都是皱起眉头，没有 Global 交传道书，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副本啊。第159章，我有传道书啊！立刻寻找，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在10分钟之内找到。林海军沉声说着。万事俱备，他们绝对不能卡在这一个小小的副本门票上。是。李正豪说着，就在全城、全省、全网发布信息，寻找 Global 交传道书。与此同时，秦风捡了一圈恶魔血肉，这一波可是足足让他增加了300多属性点，简直大赚。不过附近的恶魔血肉基本上都被他捡得差不多了。通过金翅大鹏鸟的眼睛看到罗特斯已经被打退，不过林海军校长等超凡强者都没有离开，看来应该是出现了新的变故。于是秦风马上就赶了过去。到了现场之后，秦风发现还有郑如松等20多个学生，他们一个个都很兴奋和期待的样子。不过在看到秦风过来之后，郑家人脸上立刻就出现了厌恶的神色，秦风也报以厌恶的眼神，双方相看两厌，谁也不要说谁。郑如梅对秦风最是厌恶，立刻就对秦风呵斥说道：秦风，你来这里干什么？怪物都杀光了你才过来，是觉着有好处就来蹭吗？这么不知廉耻的事情，亏你也能做得出来。郑如梅，你这狗东西放什么狗屁！秦风丝毫没有惯着他，直接就骂了回去。什么叫怪物杀光了我才过来蹭好处？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 Global 教大本营。你知道这 Global 教是谁发现的吗？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是我。你知道是谁第一个发现怪物要入侵的吗？你不知道，我告诉你，
还是我？现在你这狗东西再说一遍，咱们两个到底是谁在蹭好处？到底是谁不知廉耻？郑如梅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高层的面被骂，顿时差点气到爆炸。他是真不知道这次怪物入侵竟然是秦风先发现的，如果知道的话，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用这个理由骂秦风的，而是会找别的理由让秦风在这么多领导面前丢脸。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是他，丢脸的也是他，他还没有办法反驳。秦风，你给我住口！这个时候，郑元奎拿出他导师的派头，站出来对秦风训斥说道：“秦风，当着这么多领导的面，你竟然用这么恶毒的语言辱骂同学，你也太没有素质了！”什么？我辱骂同学？我没素质？秦风冷笑说道：“郑元奎，你还知道这里有这么多领导在呢？那么你当着领导的面说说，是谁先挑事？是谁先骂人？是你们郑家的郑如梅先挑事，是她先污蔑我来蹭好处，骂我不知廉耻，我这才反驳的。你身为一个导师，就算是要教训，你也应该先去教训故意挑事、辱骂功臣的郑如梅，而不是我。你还想拿领导压我，还说我没素质？就你这样的人也配当导师？你……”郑元奎脸色涨红，用颤抖的手指指着秦风，气得说不出话来。你什么你？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我冒着生命危险进入 Global 叫大本营打探敌情，这才发现了罗特斯，我自己还差点就死了。论功劳的话，就算不是第一，也能当第二。现在却被调事没干，怪物杀光才跑过来蹭好处的郑如梅颠倒是非，随意污蔑。原本我还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来污蔑我，现在看到你我才明白，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噗！郑元奎一口老血吐了出来。秦风最后这一句上梁不正下梁歪简直是太恶毒了，这是直接把他们整个郑家都给骂了进去啊！就连郑宏德此时也是满脸阴沉，几乎就要滴出水来。如果现在是在学校里面的话，郑宏德说什么也要直接出手教训一下秦风。可是现在除了林海军和李正豪之外，还有杨胜道、赵无极、王峥这三个大佬在这里，他这才强忍住没有出手。嗨嗨，秦风，你胡说什么呢？导师说你一句怎么了？快点道歉！这个时候，林海军咳嗽了一声，假装训斥的说着。换成别的时候，他估计会很乐意听到秦风对郑家人。不过现在大敌当前，还是要照顾到内部的团结的。对不起校长，还有各位领导，刚刚口无遮拦，污了各位的耳朵，真诚的道歉。秦风立刻道歉。林海军可是他的大靠山，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不过他可不会给郑元奎道歉。道完歉，这事情也就算是暂时接过，谁都不会继续在这个关键时刻把这事情闹大。如果谁还敢继续闹下去的话，那就是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所以郑如梅和郑元奎虽然非常愤怒，却也无可奈何。秦风懒得去看他们了，他看到原本的空间通道变成了一个副本入口，顿时眼睛一亮。看来是那罗特斯不甘心失败，在这里埋下了一个钉子啊。不过新副本现在已经非常稀少了，而新副本开荒也是有非常好的奖励的。想到这里，秦风就主动请缨说道：“校长，这新副本怎么没有人进？如果没有人的话，我可以开荒。”林校长叹了口气说道：“不是不进，而是进入需要有副本门票。”副本门票？什么门票？叫 Global 交传道书。哎，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又没有。林海军皱眉说着，为了这一个小小的传道书，他们这么多人都已经等了至少10分钟了，可是到现在却是依旧没有任何信息，这让他心里非常烦躁。Global 交传道书，听到这个名字，秦风一愣，随后立刻想到自己之前不是打到过一个吗？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对应的副本，所以这个传道书一直待在背包里面没有动过呢。秦风拿出传道书说道：“校长，您说的是这个吗？”林海军一看，眼睛猛地瞪大：“我擦，你竟然有 Global 交传道书，太好了！”激动之下，林海军身为校长，竟然爆了一句脏话。听到林海军的话之后，其他所有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在了秦风手里的传道书上，尤其是郑如松他们可是一直想着获得这次开荒副本的奖励呢。之前就卡在传道书上，现在终于有了，他们都已经忍不住了。秦风，快点把传道书给我，我们要立刻进行副本开荒。郑如松直接把手伸向秦风，要直接拿走传道书。第160章，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把传道书交出去？滚！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从我手里抢东西？秦风大声呵斥，就差直接上脚踹了。郑如松面色微红，不过马上压下心中怒气，沉声说道：“秦风，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可是现在大敌当前，不是追究私人恩怨的时候。现在副本进度已经是90%，我们必须要争分夺秒，尽快通关副本，不然的话，一旦副本爆炸，怪物就会再次入侵，这是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大事。秦风，为了所有人的安全，把传道书给我吧。”秦风微微皱眉，他还是第一次正式见到郑如松呢。
这家伙果然是比他见到过的郑家其他人都要更厉害，一番话说出来，直接把他说成了一个只顾私人恩怨的小人，而他郑如松则成了一个愿意为其他人牺牲的英雄。郑如松，你不要说的冠冕堂皇，所有人都知道开荒副本有巨大的好处，你一个字都不提，却在这里贬低我，抬高你自己，你这点龌龊心思，你以为别人都看不明白吗？秦风指着郑如松的鼻子说道，想踩他，那就直接掀桌子。郑如松正想要说话，秦风没有给他机会，继续说道，你不用狡辩，真正的道德高尚之人是不屑于跟我这样的人争辩的，你越是狡辩，就越是证明你是一个心思龌龊、卑鄙阴暗的小人。你，秦风这话直接把郑如松想好的说辞全部都对了回去，让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秦风，通关副本是现在的当务之急，不要因为你自己的原因影响通关副本的时间。这时候郑元奎又跳了出来，郑元奎，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什么叫我影响通关副本的时间？难道我拿出传道书还有错了？还是说这副本只能由他郑如松来打，别人就打不得吗？我刚刚也说了，这副本我也可以打。秦风，你不要胡搅蛮缠，让郑如松他们开荒副本，这是校长和所有校领导共同做出的决定。那我要问一下，选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实力了。既然是实力，那肯定还是我来打副本啊，因为我的实力比郑如松强得多。不信的话，你让郑如松现在跟我生死斗，当然上次他就做了缩头乌龟，不敢跟我打，所以只是比试也行，只要他能赢我，我马上无条件双手把传道书送给他。秦风的话一说完，郑如松就转过头去，装作没有听到秦风的话。秦风冷笑说道，看到了吧，他根本就不敢跟我比试，实力都不如我，凭什么让我把传道书给他？秦风，你能打得过他，那只能说明你的 PK 能力强，但是不能说明你打副本也比他强。郑如松现在是副本通关时间最快的纪录保持者，单这一点就应该选郑如松。哦，副本通关时间最快，亮出来给我看看，如果能比我快，那我就把传道书给他。秦风，这可是你说的。郑元奎对郑如松说道，如松，亮出你的副本通关时间，让他心服口服。是。郑如松马上打开系统面板，简单操作了一下，顿时在他脑袋上就出现了一行记录，蜘蛛洞穴队伍通关时间40分钟。看到了吧，秦风，如松带领他的队伍通关蜘蛛洞穴只用了40分钟，这下你可以把传道书交出来了吧？40分钟才通关，也好意思让我把传道书给交出来？先看看我的通关时间再说吧。秦风说完之后，就把自己的通关时间也给亮了出来。蜘蛛洞穴单人通关时间20分钟。什么？20分钟？这怎么可能？看到秦风的通关时间，顿时在场很多人都震惊了，包括郑元奎和郑如松。尤其是郑如松，这副本通关时间一直是他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秦风直接把他的通关记录降低了1倍。最重要的是，郑如松是队伍通关，而秦风是单人通关，这简直就是秒杀呀！秦风，这只是一个副本而已，不能说明什么。如松他同样还保持着另外2个副本的通关记录。如松把蜥蜴人栖息地和树精繁殖基地的副本通关记录都亮出来。郑元奎为了拿到传道书也是豁出去了，他不相信秦风一个新人，甚至连一个队友都没有，这2个高级副本的通关时间依然能比郑如松快。郑如松也是如此想法，所以他很干脆地亮出来了这2个副本的通关时间。蜥蜴人栖息地队伍通关时间30分钟，树精繁殖基地队伍通关时间60分钟。这样的通关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骑士同学，是他们羡慕的对象。而且因为是等级比较高的副本，所以这次郑如松很是自信。秦风却是一脸不屑地亮出了自己的通关时间。蜥蜴人栖息地单人通关时间59秒。第161章，某些人要听指挥。秦风刚刚亮出一个副本的通关时间，郑元奎顿时就嘲讽地说道，秦风，如松的通关时间只有30分钟而已，而你却是足足59分钟，是他的1倍，这下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吧？可是他的话说完之后，却是发现其他人的眼神都有点不对，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地看着秦风，好像是在看怪物一样。就连林海军这些大佬同样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秦风冷笑说道，郑元奎，你怎么说也是一个射手系导师，怎么眼神还不好使了呢？你看清楚了，我是59秒，不是59分钟。什么？59秒？这怎么可能？郑元奎好像是看到怪物一样。不，这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有人能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面通关副本？这绝对不可能。不止我不信，我相信其他人也同样不会相信的。郑元奎据理力争，不只是他，就连林海军也开口说道，秦风，你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因为我也非常好奇。秦风看了一圈，
其他的几个大佬同样都是一脸好奇的样子。当然可以，我有通关录像，反正不过1分钟时间，也不会耽误太久。你们看过，自然就知道了。秦风直接把之前拍的通关录像播放出来，他们看到之后，顿时都是恍然大悟，竟然还可以这么打。对于秦风的实力，同样也是有点惊讶。那沼泽飞龙怎么说也是35级的 BOSS， 竟然几秒钟就秒杀，简直太厉害了。怎么样，这下还要我交出传道书吗？秦风看着郑元奎说道。哼。郑元奎转过头去，装作没有听到。林海军说道，秦风，虽然我很相信你的实力，可是现在这个副本能否快速通关，决定了罗特斯会不会降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所有人性命的大事。而且这副本和之前的5人副本不一样，这次的副本是20人副本，为了保险起见，你加入郑如松的队伍，和他们一起通关副本，这样可以吧？既然是校长的意思，那当然没有问题，我服从校长的安排。秦风点头说着。郑如松听了之后，却是一脸便秘。队伍里面加入谁，他都不想加秦风。可是现在人家实力摆在那里，还有传道书也在秦风手里，不同意都不行。不然的话，按照秦风的性格，说不定就自己进副本了。最后也只能是把最后一名踢出去，邀请秦风进组。最后一名是郑满意，他本来是21名，是因为秦云缺席，这才非常幸运的递补上的。本来他非常满意这个结果，可是现在却是被截胡，顿时对这个结果就非常不满意了。秦风，欢迎进组，我叫林渊。我叫林战。秦风一进组，就有几个人过来主动介绍说着。秦风一一和他们握手，这几个都是林家和李家的人，但是只有6个，剩下的13个都是郑家人，亦或者和郑家关系非常好的，他们两边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好了，不要耽误时间了，现在就进副本吧。林海军催促说着。于是他们马上进入副本。叮，你们进入 Global 叫大本营。随着系统提示音，周围环境一变，秦风就出现在了一个熟悉的地下空间之中。秦风看了一下，这不就是之前的玉龙城废墟地下空间吗？也就是 Global 叫大本营。外面的 Global 叫大本营已经被罗特斯毁掉，整个坍塌。可是现在副本里面又恢复了过来，那是不是说之前在这里见到的怪物也是之前自己见到的那些怪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副本对自己来说就相对来说简单的多了。还有其中好几个有可能会死的坑，也可以直接避开。想到这里，秦风本着这次刷副本是为了整个鲲鹏城，甚至是整个人类而战的原则，秦风就想要把他之前碰到的那几个坑都给说出来，也好尽快通关。可是就在他要说话的时候，郑如松先开口说话了。各位，这副本是20人团队副本，非常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团结一心才行，所以到时候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胡乱打怪，尤其是射手职业类的最容易引怪，万一不小心引来的怪物太多，很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团灭，所以我奉劝某些人不要仗着自己有点实力就乱来。大家都听到了吧？听到了。郑家的那13个人立刻就大声回应说着，而且很多人说完之后还挑衅地看了秦风一眼。秦风心里一群草泥马跑了过去，擦，这明显就是说给自己听的呀。本来还想要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坑告诉他们，可是现在嘛，随便你们怎么样吧。第162章，装备不要分给某人。秦风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很长的通道，通道里面有很多游荡的Global教徒和各种章鱼怪，这些怪物全部都是48级。射手引怪过来。郑如松身为队长，立刻发出命令。是。几个射手立刻回应说着，然后就小心翼翼地过去引了5只怪物过来。坦克吸引怪物仇恨，驱魔放压制符，雷电符，圣骑士注意加血，其他人全力输出。郑如松再次指挥说着。是。他们郑家人立刻再次回应，配合得非常默契。林家和李家的几个人也跟着他们一起打怪。一顿犀利的操作之后，这5个 Global 教徒普通小怪终于被他们打死了，前后一共花费了1分多钟。秦风看得一脸懵逼，他喵的，不过是几个小怪而已，用得着这么小心吗？就算是普通的5人副本，里面的怪物也是至少上千，这20人团队的超大副本，里面的怪物至少翻上4倍，也就是4000个小怪， BOSS 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如果都按照他们这个打法，怕是要打上5-6个小时都不一定能通关副本。可是现在这副本进度已经达到 90%， 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打怪的时候，郑如梅一直都在用余光观察着秦风，看到秦风一直没有出手，郑如梅立刻对秦风质问说道：秦风，我们所有人都在辛苦的打怪，你为什么一剑不发？让你进副本是来打怪的，不是让你划水蹭经验的。算了，不要管他了，他最会对人了，无理也能缴3分，你根本就说不过他。我们通关副本是为了整个鲲鹏城，又不是为了他，他不打就不打，我们就当队伍里面少一个人好了。郑源立刻配合说着，2个人一唱一和
肆意嘲讽。看到又是郑如梅针对自己，秦风不由得摇头。之前那么多次针对自己，每次都是他自己弄得灰头土脸，可是却从不放弃。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秦风都快要对他生出佩服之情了。郑如梅现在好不容易抓到可以嘲讽秦风的机会，哪里会轻易放过？继续对郑如松说道：“队长，某些人划水蹭咱们的经验，我也不追究了。可是这打到的装备绝对不能给某人。”郑如松说道：“放心，肯定不给某人。”在5个小怪身上摸了一下，掉落了几件装备，他们自己一分，然后说道：“好了，如梅，继续拉怪。”是。郑如梅不屑地看了秦风一眼，就转身过去继续拉怪。这次他依然还是拉了5只怪物过来，就这么5只的缓慢往前推进。秦风看了一下，只是面前的这一条通道中就有至少300只怪物，也就是按照他们的速度打下去的话，仅仅清理这一个通道就要花费1个小时。秦风摇了摇头，直接越过他们，走到队伍最前面。嗖嗖嗖，秦风直接对着怪物猛射，而且一口气就是10几只怪物一起打。其他所有人看到之后都是一脸震惊，郑如梅更是怒声吼道：“秦风，你干什么？你不会打就不要打，你一次性拉那么多怪物过来，我们能抗得住吗？这会直接导致我们队伍团灭的。”郑如松也说道：“秦风，你如果不想打的话，就待在后面不要打，但是至少也不要来捣乱啊！”嗖嗖嗖，秦风又射出去一轮箭矢，等他们刚刚说完，那10几只怪物就全部死亡。顿时郑如松和郑如梅都是一愣，本来还想要用这个事情继续训斥秦风呢，可是现在看着秦风射死的那10几只怪物尸体，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秦风转过头来，用不屑的目光在他们脸上转了一圈，淡淡的说道：“你们刚刚在狗叫什么？给你们拉怪，就你们那蜗牛一样的杀怪速度，我给你们拉怪，那就是拉低我杀怪的速度，明白吗？鄙视，赤裸裸的鄙视。”可是郑如梅和郑如松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是哑口无言，毕竟秦风的战绩在这里摆着呢。他们一群人打5个怪物要1分钟，而秦风打10几个怪物只用3、4秒钟，差距巨大。他们现在也终于明白秦风为什么单人通关所用的时间都比他们队伍通关时间还要短了。这么高的秒伤，不快都不行啊！可是为什么秦风能打出这么高的秒伤啊？简直是畜生啊！秦风说完之后，懒得搭理他们，继续推进。脸色难看的郑如梅马上不服输的也拉了10几个怪物过去，不过这对他们坦克的压力骤然增加，坦克差点死了，最后足足花费了2分钟才把这10几个怪物杀死。不过只要没有输给秦风就行。郑如梅转头寻找秦风，想要让秦风看看他秦风能一次对付10几只怪物，他们也可以。可是转头一看，地面上全部都是怪物尸体，秦风已经杀到通道尽头了。顿时所有人再次震惊，这他喵的，这通道里面可是足足有300只怪物啊！这才只是过去2分钟而已，秦风竟然就全部干掉了，这到底谁才是怪物啊？看到这一幕，郑如梅已经到了嘴边上的话又给咽了回去。现在秦风不来嘲讽他们就不错了，他还敢说话吗？不过看着地面上那些散发出装备光芒的怪物尸体，郑如梅看了郑如松一眼，郑如松顿时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后他们立刻就默不作声的开始捡装备。另一边，秦风把通道中所有的怪物全部杀死之后，也开始捡装备。手摸到一个章鱼怪身上，顿时面前就出现了一件蓝装，属性还很不错。秦风立刻就点了拾取，只是并没有熟悉的装备进入背包的声音，而是直接消失了。怎么回事？秦风看了一下系统消息，叮，你拾取蓝色装备章鱼软甲。叮，章鱼软甲被队长郑如松分配给了郑如梅。我擦，竟然被他给分走了。秦风微微皱眉，不过左右只是一个蓝装而已，秦风懒得计较。第163章，郑如松，你要是恶心老子是吧？这次的副本开荒可是林海军亲自关注的，就当是给林海军个面子。秦风不想在副本里面找郑家人的麻烦，他继续拾取装备，运气不错，这次又是一件蓝装。秦风点了拾取，可是这装备依旧消失了。看了一下系统消息，叮，章鱼护腿被队长郑如松分配给了郑源。我擦，又被分走了。秦风看了一下通道对面的郑如松，他们都在低着头捡装备，而系统消息上面也是出现了一连串的拾取装备的消息。这里足足有300个小怪，平均3只怪物就会爆出1件装备，也就是说足足有100件装备。看着郑如松他们把这些装备全部拾取完毕，秦风盯着刷新的系统消息，叮，章鱼帽子被队长郑如松分配给郑方。叮，格欧豹教教徒的匕首被队长郑如松分配给了郑源。看着这些信息，秦风的脸色越来越差。而当他们全部分配完毕之后，郑如松和郑如梅等好几个郑家人甚至还对他投来挑衅的目光，把自己装备全部分走，一个不给自己。
甚至还来挑衅自己。如果不是看在林海军的面子上，秦风现在已经开杀了。他压制住心里的火气，冷声说道：“郑如松，这里的怪物90%都是我杀的，为什么我反而一件装备都没有分到？”啊，没有吗？郑如松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一样，装模作样的说道：“哦，我这是根据队员的需要分配的，既然分给其他队员，就说明他们需要这些装备。你等下次吧，下次肯定分配给你。”对啊，郑如松是我们的队长，他有分配装备的权利。秦风，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队员而已，队长要做什么，你没有权利过问。是啊，秦风，你也是队伍中的一员，这些怪物是我们整个队伍一起杀的，你有必要分那么清吗？竟然连百分比都出来了，真有意思。没错，我觉着队长的分配方式没有任何问题，我支持队长。郑家人纷纷说着，甚至一边说一边还得意地看着秦风冷笑。郑如松亦是如此，其实那些装备他根本就看不上，最好的也不过是紫装而已，而他身上好几件神器，哪里会看上这些垃圾？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要给秦风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谁才是队长。不然的话，他这个队长的威严放在哪里？听着这些人的话，秦风的脸色越来越差。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还有你郑如松，你这事情做得太过了点。这些怪物的确是绝大多数都是秦风杀死的，你是队长没错，你也有分配装备的权利，可是你也不能一件装备都不分给秦风啊。郑如松，你最好把秦风应得的那份给他，不然的话，你连最基本的公平都没有，还怎么配当队长？就在这个时候，林渊站了出来，指着郑如松说着，其他的林家和李家的人也都和林渊站在一起。顿时郑如松压力山大，他可以给秦风下马威，可是对于林渊的话，他也不能无视，不然的话，等从副本中出去之后，跟林校长告状，他就算是有他爷爷郑宏德护着，最后脸上也不好看。无奈之下，郑如松说道：“不就是几件装备吗？既然他想要，那就给他几件好了。”他使了个眼色，顿时就有几个郑家人拿出了几件装备，扔到秦风脚下，好像是在施舍秦风一样，而且全部都是最垃圾的白装。秦风的脸色更差了，他冷冷地盯着郑如松说道：“郑如松，你这狗东西，这是特意来恶心老子啊！说实话，这些装备老子一点都看不上，你们要，老子送给你们这群垃圾都行，可是你用这样的手段来恶心老子，那老子就跟你玩。”听到秦风的话，郑如松顿时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这秦风还真是属狗的，竟然直接翻脸，还指着他的鼻子骂。即便是郑如松修养再好，此时也是脸色涨红。秦风，你骂谁呢？郑如梅打抱不平地说着，就是骂你们郑家这些狗垃圾的，怎么是要在这里死战吗？老子奉陪。秦风冷声说着，眼睛里面释放出浓烈的杀气。郑如梅顿时浑身不由自主地打颤，到了嘴边上的话也不敢说了。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现在这副本能否通关，可是关系到整个鲲鹏城所有人的性命，咱们可不能怪物还没有打呢，自己就先打起来，不然的话，出去之后可没有办法跟校长他们交代。林渊继续做和事佬，对郑如松说道：“郑如松，你说句话，你可是队长，维护队伍团结也是你的责任。”郑如松闻言，深吸了一口气，说道：“秦风，下一次打到装备。”不必了。秦风举手说道：“我要的装备我会自己拿，不用你来给我。”郑如松脸色更差了，什么样的对手他都见过，可是秦风这样软硬都不吃的，他真是第一次见。郑如梅走到郑如松身边说道：“松哥，不用管他，你是队长，就算不给他装备，他能怎么的？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的去打怪。”郑如松对秦风也是一点好感都没有，看到其他郑家人也都支持他，就继续前进。秦风，你没事吧？林渊跟上来对秦风说着，生怕秦风因为这件事情而撂挑子不干，那样他们打副本的速度就会严重下降。没事。秦风问道：“我问一下 ，BOSS 掉落物品的分配方式是不是只有一种，就是完全随机分配？”是的。林渊点了点头说道：“队长只能分配小怪掉落的装备，但是为了公平起见 ，BOSS 掉落的装备只有随机分配一个方式，也就是 roll 点，从1到100，掉落装备之后，谁 roll 的点数大，谁就能拿到装备。所以说，郑如松顶多也只能在小怪掉落的装备上做点手脚，到了 BOSS 掉落的装备就没有办法了。”明白了，谢谢你。秦风道谢说着，他要的就是这个答案。其实对于副本分配方式，他自己也知道一点，但是因为前世没有打过副本，这一世则是一直一个人打副本，所以他对分配方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怎么注意过。现在得到了林渊的肯定之后，秦风也就放心了。他看了一眼郑如松等人，既然他们做出1，那就不要怪他做15。小怪能掉什么好装备？真正的好装备都是 BOSS 掉落的。第164章。丁，你没有权利分配这个装备。穿过通道，一行人来到一个大殿。这大殿中赫然有2个 BOSS， 一个红衣，一个蓝衣，正是大祭司和大主教。
看到这两人，秦风就是一愣，这俩不是最终大 boss 吗？怎么这么快就遇到了？而且他们可是超凡强者呀。不过秦风看了一下他们的属性，发现他们已经跌落超凡，只是48级的凡阶巅峰 boss。看来这地方重置成副本之后，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有改变。不过只要不是超凡，那就可以轻松虐杀。是 boss， 竟然还是两个 boss 一起出现。松哥，咱们怎么打？郑如松他们也看到了这两个 boss， 他们立刻就开始商量起来。打小怪都那么谨慎，打 boss 肯定要仔细计划。这一下出两个 boss 肯定非常难打。开打之后，如美你试试能不能先把其中一个 boss 给拉走，我们则是集火击杀另一个 boss， 只要能先干掉一个，另一个就简单多了。郑如松说出了他的计划。放心，我肯定能拉住一个 boss。郑如梅信誓旦旦地说着，转头看了一眼，顿时大惊。我擦，秦风这个混蛋已经开 boss 了。众人朝着 boss 看去，果然秦风已经一个人朝着两个 boss 杀了过去。松哥，我们也赶紧过去吧，两个 boss 可不能都让给秦风。郑如梅焦急地说着。等等，郑如松叫住了他。怎么了松哥？郑如松冷笑，秦风既然这么喜欢装逼，那就让他自己去装好了，这可是48级的凡阶巅峰 boss， 而且还是两个一起出现，我们这么多人都要小心翼翼，他一个人就敢往前冲，那就让他打好了，我们都不要帮手。其他人闻言顿时就明白了郑如松的意思，他这是希望秦风被 boss 弄死，反正这是秦风自己不听指挥胡乱打 boss， 这才把自己玩死的，跟他们没有一毛钱关系。于是他们就站在原地等着看秦风被两个 boss 虐杀。郑家希望秦风被 boss 杀死，林家可不会。林战对林渊说道，大哥，我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难道看着秦风被杀死吗？我们过去帮他。说完之后，林渊就带着人跑到秦风旁边说道，秦风，我们来帮你打 boss。 咦， boss 死了？林渊刚刚跑到秦风身边，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看到两个 boss 脑袋上冒出大量的中毒伤害，秒伤已经破了20万。而这两个 boss 的生命值每一个也就是96万而已。从秦风开始攻击到现在也只是过去了10秒钟左右而已，换成他们的话，估计这才刚刚开始打而已。可是秦风却是已经打完了，这他喵的也太快了吧！这到底谁才是 boss 啊？林渊几个人都是保持着一个冲锋的姿势待在原地，面面相觑。啊，哦，谢谢啊，不过不用了，不过是两个小 boss 而已。秦风这才看到林渊他们上来帮忙，淡淡的道谢说着，两个小 boss 还而已。擦，这可是48级的凡阶巅峰 boss 啊，没想到在秦风眼里只是小 boss， 那什么样的 boss 才算是大 boss 啊？超凡吗？林渊几人心里吐槽说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听到秦风这么说话，他们肯定会觉着秦风是在装逼。可是现在嘛，亲眼所见，人家秦风是真牛逼。另一边正在准备看秦风被两个 boss 杀死的郑家人也是一脸懵逼。我擦，说好的秦风会被两个 boss 杀死的场面呢？怎么完全没有出现啊？而且这才只是过去10秒钟而已，怎么 boss 就好像是死了？擦，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他们都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啪！郑如梅脸上被打了一巴掌，她一脸委屈的看向郑如松说道，松哥，你打我干嘛？疼吗？当然疼了。我擦，这说明不是幻觉，是真的，秦风那小畜生真的杀死了 boss。 我靠，这个混蛋怎么会这么强？那松哥，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既然 boss 死了，我们当然是要过去分装备啊，这可是开荒副本， boss 的爆率非常高，有很大几率掉落神器的。对啊，快点抢神器了。郑家一群人立刻就朝着两个 boss 冲了过去，这次他们的速度非常快，甚至直接超过了秦风，率先摸到了 boss 尸体。哗，顿时一大堆装备显现出来，至少有20件装备，而其中一道刺目的红色光芒最是耀眼。神器！所有郑家人都是双眼放光，不愧是副本开荒啊，这爆率是真的高。第一个 boss 就爆出了神器。郑如松快速扫了一眼这把神器的属性，格欧爆叫大主教的祭祀长剑，这原本只是用来祭祀用的普通长剑而已，不过在祭祀真神罗特斯的时候，受到了罗特斯真神级力量的侵染，长剑中蕴含了一丝真神级的力量，可以让它发挥出强大的战力。红色神器，等级48级，攻击400，附加属性1，攻击时附加 20% 攻击力，附加属性2，力量属性增加 20%， 附加属性3，攻速增加 20%， 附加属性4，攻击时有 10% 几率召唤章鱼怪为你战斗。一连串的属性看得郑如松眼花缭乱，强，真的是太强了，而且每一条属性都跟他自己的狂战职业非常匹配，简直就是给他量身定做的一样。他自己手里的虽然也是神器，可是和眼前的这把祭祀长剑一比，根本就是垃圾。嘿嘿，这把剑是我的了。
郑如松眼中贪婪的光芒闪烁，就要使用他队长的权力，把这把神器祭祀长剑分配给他自己。可是这个时候却是听到了系统提示音，叮，这个装备是 BOSS 掉落物品，你无权分配，只能进行系统随机分配。我擦，怎么把这个给忘了？看到系统提示，郑如松顿时皱起眉头。他队长的分配装备的权利也只是分配那些普通小怪掉落的装备，对于 BOSS 掉落的装备，就算是身为队长也没有权利分配。BOSS 掉落的装备有且只有一种分配方式，那就是随机分配。第165章幸运光环发威。郑如松，你可真够恶心的，打 BOSS 的时候你躲在后面一动不动，抢装备的时候却是像条疯狗一样，抢得比谁都快。不过这次你的队长权限也没有用了吧？看到郑如松的丑态，秦风毫不犹豫的嘲讽。秦风，你嚣张什么？我们有13个人，就算是随机分配，这把神器也是大概率分到我们这边。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浪费时间，赶紧开始随机分配吧。秦风淡淡说着。郑如松无奈地看了一眼祭祀长剑，只能进行随机分配。顿时20个人脑袋上都出现了一个快速变化的数字。叮，恭喜你随机到的数字是99。郑如松脑袋上的数字最后停到了99，他顿时大喜。这随机数字是从1到100，最后谁的数字最大，装备就归谁。他直接随机到99，基本上已经稳赢。顿时对着秦风哈哈大笑起来，哈，秦风，我随机到的数字是99，这把神器长剑已经是我的了，我就不信你还能随机到100。秦风冷笑一声，手中出现了一枚硬币，正是命运硬币。心中一动，顿时命运硬币上就散发出一道力量。叮，你开启了幸运光环，你的幸运值加100。一股奇异的力量充斥秦风全身，让他浑身舒服。就在这时，他脑袋上的数字也停了下来。看到秦风脑袋上的数字，顿时郑如松等人都是一脸震惊，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这怎么可能？秦风看了一下自己随机到的数字，冷笑一声说道：“让你失望了，我还真是100，刚好比你的99大。这神器长剑归我了。”郑如松手里一空，那神器长剑已经到了秦风手里。看了一下神器长剑的属性，秦风顿时畅快的哈哈大笑，哈，不愧是神器啊，这属性简直是吊炸天，对狂战来说简直就是极品神器。哎，郑如松你不就是狂战吗？这装备你应该很想要吧？秦风明知故问的说着。郑如松脸色铁青，眼睁睁看着神器长剑从自己手里飞走，他简直快要气死了。现在听到秦风的话，他顿时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秦风，你开个价，这把剑我买了。哦，大款啊，既然要我开价，那我就不客气了，你随便给我10个亿金币就行了。郑如松脸色更黑了。秦风，这把剑你又用不了，你不要太过分了。这么说你拿不出这么多钱了，既然没钱，你装你买啊，穷逼。秦风给了他一个鄙视的眼神。郑如松差点暴走，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骂穷逼呢。你，他指着秦风说不出话来。你什么你？还有其他装备赶紧分配，我还要继续打副本，没有时间跟你这穷逼在这里浪费。噗！郑如松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不过他也没有办法，狠狠地瞪了秦风一眼，继续随机分配其他装备。叮，秦风随机到的数字为95，秦风获得装备大祭司的法袍，一件紫色法袍落在秦风背包里面。顿时所有人纷纷侧目，这虽然只是一件紫色装备，郑家所有人都没有看在眼里，可是当这件装备落到秦风手里，他们就浑身不舒服。继续分配。叮，秦风随机到的数字为97，秦风获得装备大祭司的魔法斗篷，第3件装备又落到了秦风手里。我擦，怎么又是这孙子？众人再次朝着秦风看过来，郑家人一个个都是咬牙切齿，可是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尤其是郑如松，刚刚他看中的神器长剑被秦风抢走，已经让他内心非常气愤。本来想剩下的这些装备，他们郑家多分到一点，多少也能找回一些面子来。可是这都连续3件装备了，全部都落到秦风手里，这让他心里堵得难受。就不信下一件装备还能被这孙子拿到。郑如松继续随机分配装备。叮，秦风随机到的数字为99，秦风获得装备大主教的匕首。噗！秦风似乎听到了郑家人吐血的声音，看了一下他们的表情，果然一个个都好像是被灌屎一样，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秦风却是爽到了极点，哈，太好了，又是我的装备，哎呀，运气来了，果然挡都挡不住啊！哎，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是不是看到装备都落到我手里，你们很不爽啊？可是我爽啊，哈哈。后面的话，秦风就是故意对着郑如松他们说的，顿时他们差点被气爆。第166章，秦风，你是不是作弊了？不过就算他们再气，剩下的装备也是要继续随机分配。
就算郑如松不分配都不行，因为会有倒计时，时间到了，所有装备都会一起进行分配。叮，秦风随机到的数字为96，秦风获得装备大主教的魔力戒指。第5件装备再次落到秦风手里，郑家人都已经快要跳起来了。叮，秦风随机到的数字为97，秦风获得装备。第6件依然是秦风的，郑家人头上都开始冒烟了。秦风这孙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装备全部都随机给他了？第7件依然是秦风的。秦风，你是不是作弊了？郑如梅终于忍不住跳起来，指着秦风大声问着。秦风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轻蔑地说道：郑如梅，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作弊？你当这是网络游戏吗？还可以使用作弊软件？蠢货！你……郑如梅这才想起这就是现实世界，可不是游戏，根本就不可能作弊，自然也不会有什么 bug。可是为什么每次随机分配，秦风都能随机到最大的数字啊？这也太诡异了。郑如梅带着满心的不甘，只能接受这个结果，继续分配。第8件、第9件、第15件。叮，秦风随机到数字99，秦风获得道具 Global 交传道书。15件装备和道具全部都被秦风分走，他们郑家是苦逼的一件都没有拿到。此时他们都已经被打击的郁闷了，连续15件装备全部都被秦风分走，这样的概率怕是只有几亿甚至是几十亿分之一。可是这么低的概率硬是让他们给遇到了。虽然不在乎那点装备，可是心里面堵得慌啊，比吃了好几斤响还要让他们恶心。我们走。郑如松咬牙说着，带着他们郑家人转身离开。这个地方绝对有毒，尤其是跟他们郑家相克，必须要赶紧离开。看着郑如松他们离开，秦风一脸冷笑，这就受不了了，这才刚开始呢。秦风，你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时候林渊走了过来，好奇地问着。他虽然也没有分到装备，可是他并没有像是郑家那样那么生气，反而是非常好奇。秦风笑了笑说道：我运气好呗，或者是郑家不干人事，人品败光了，装备自然就到我手里了。对了，你们也没有分到装备吧？刚刚那些装备你们有没有看上的？如果有的话，我就给你们。不用，我们不缺装备，这次只要能顺利通关副本，阻止罗特斯降临就已经非常满足了，不求其他。说完之后，他们也继续前进。从大殿出去之后，他们又来到了一个秦风很熟悉的地方——孵化室。秦风之前就被征调来这里当苦工，对这个地方还是很熟悉的。不过他却是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之前来探索的时候，这孵化室应该是在最后面才对，这怎么出现在女神殿和实验室前面了？看来副本并不是和现实一模一样。这孵化室中的怪物和之前差不多，只是章鱼怪的数量激增，而且章鱼怪的品种也多了。其中有一些会喷吐粘液的章鱼，弄得地面上全部都是粘液，人走在上面不但会极大的降低速度，还会缓慢掉血。还有会直接扑到人身上疯狂吸血并把人控制住的章鱼。不过这对秦风完全没有任何威胁，箭矢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秒杀。郑如松他们虽然不如秦风，可是密切配合之下也没有任何伤亡，甚至打的还比之前更顺利了。对于这些小怪掉落的装备，他们也没有让秦风失望，全部都分配给他们自己了。看来郑如松已经豁出去了，只要是在他队长的权力范围之内，他就绝对不会给秦风一件装备，就是要报复，甚至是恶心秦风。秦风只是冷笑，不过是一些垃圾装备而已，给他们又如何？反正 BOSS 掉落的才是好装备，到时候再报复回来就是。虽然击杀这些小怪不会得到装备，不过秦风依然全力击杀。不为别的，若是罗特斯降临，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所以这副本越早通关，他就可以越早解放，不用看着郑家人在他面前碍眼。不一会，他们就到了孵化室深处。吼吼，接连2声咆哮声。这次依然是2个 BOSS 一起出现，一只50米长的巨型黑章鱼，另一只是绿色的剧毒章鱼。第167章，郑如松你运气不行啊，快上，这次绝对不能让秦风全打了。郑如松他们这次看到 BOSS 立刻就杀了上去。刚刚他们经过讨论得出了一个结论，之所以 BOSS 掉落的物品他们一个都没有随机到，而是全部都被秦风拿到，主要应该就是因为那2个 BOSS 全部都是被秦风单独击杀的原因。所以这次他们看到 BOSS 之后非常主动，坚决不能错过这次 BOSS 掉落的神器。杀呀！郑家人大喊着冲了上去，郑如梅拉走了巨型黑章鱼，其他人则是对着剧毒章鱼 BOSS 全力输出。我擦，他们这是受刺激了，想要把2个 BOSS 包圆吗？只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既然他们要出风头，那秦风就给他们这个机会。不过看了一会，剧毒章鱼那里还好，可是郑如梅一个人拉着巨型黑章鱼，很快就陷入了危险之中。巨型黑章鱼足足有30米长，
他的章鱼触手还可以变长1倍，所以他的攻击距离远远超过郑如梅弓箭手的攻击距离。8根触手连续攻击之下，郑如梅只成功闪躲了几次之后就被触手抓住了，顿时其他的触手啪啪啪的对郑如梅发动连续攻击，顿时打得郑如梅血条蹭蹭的往下掉。秦风看得津津有味，直接打死才好。不过这郑如梅很快使用了一个神级道具，从巨型黑章鱼的束缚之中逃了出来。秦风暗道可惜，看到郑如梅拉不住巨型黑章鱼，郑如松就让林渊带着人先拖住巨型黑章鱼。林渊是一个老好人，就答应了。秦风见状果断出手，不到10秒钟，巨型黑章鱼就被秦风轻松击杀。看到这一幕，郑如梅脸色铁青，她刚刚使尽浑身解数连拖住巨型黑章鱼都做不到，最后还是使用了一个昂贵的神级道具才得以逃脱。可是秦风却是能轻松击杀，两人都是魔弓手，他还是48级满级，可是这实力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郑如松那边看到秦风击杀了巨型黑章鱼，也是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乱，因为他们10几个人一起打剧毒章鱼，现在才只是打了30%的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让他们备受打击，纷纷吞下力量药剂、暴击药剂之类，对着剧毒章鱼全力攻击。这些家伙吃春药了？算了，懒得管他们。看到郑如松他们发疯一样的攻击 BOSS， 秦风满脑子的疑惑，不过他懒得管这些家伙，伸手摸到巨型黑章鱼的尸体上，一大堆装备出现在他面前，其中一道红色的光芒尤其醒目。哈哈，又是一个神器。看了一下这神器的属性，巨型黑章鱼的触手，巨剑类武器，这是巨型黑章鱼的一根触手炼制成的巨剑，它蕴含着巨型黑章鱼强大的力量，还有巨型黑章鱼的超长攻击范围。红色神器，等级48级，攻击加400，附加属性1，力量加200，附加属性2，力量增加 20%， 附加属性3，攻击距离增加 30%， 附加属性4，攻击时有 10% 的几率召唤普通黑章鱼为你战斗。我擦，这属性简直是太牛逼了！看到这把神器巨剑的属性，秦风自己都怦然心动，这属性太牛逼了，尤其适合狂战士啊，甚至是比刚刚获得的那一把祭祀长剑的属性还要好一些。秦风看了一下还在疯狂战斗的郑如松，嘴角微微一笑，对着郑如松大声喊道：喂，你们应该先打这一只巨型黑章鱼 BOSS 的，你们看他又爆出神器来了。随后秦风直接把这把巨剑的属性展示出来，看到那耀眼的红色光芒，顿时所有人都被吸引。郑如松看到这巨剑的属性之后，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属性太牛逼了，不愧是副本开荒，爆出来的武器是一个比一个好啊。郑如松，这把巨剑又是你狂战的武器啊，你应该很想要吧？哈，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运气能拿到。随机分配。秦风说完之后，这才开始随机分配，所有人的脑袋上都开始快速滚动数字。郑如松一脸期待和紧张，甚至都已经暂时停止攻击 BOSS 了。他多么希望这把巨剑能给他啊！叮，秦风随机到的数字是99，秦风获得了神器巨型黑章鱼的触手，神器落在秦风手里，他随手挥舞了2下，看向郑如松说道：郑如松，看来你的运气不行啊，这把神器又成我的了，哈哈。第168章，你们真是好人啊！郑如松脑袋都要裂开了，为什么秦风这混蛋的运气这么好？2把神器都到了他的口袋里面，而且你拿到神器就拿到呗，你他喵的给我显摆什么？不过郑如松也更加确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杀死 BOSS 的人有更高的几率随机到掉落的装备。于是他继续疯狗一样的攻击剧毒章鱼，在他攻击的时候，秦风把其他的装备陆续随机分配，而每次分配他们虽然也参与，可是最后全部都落到了秦风口袋里。这更加刺激的郑如松疯狂输出，希望能借助这个剧毒章鱼掉落的装备来扳回一局。期间秦风看他们打得慢，就想要帮他们一把，结果还被郑如松给拦住了，说什么也不让秦风出手攻击剧毒章鱼。秦风也乐得悠闲，足足10分钟之后，剧毒章鱼这才被他们给打死。哗！郑如松迫不及待地摸到剧毒章鱼的尸体上，顿时出现了一大堆装备，其中竟然再次出现了一抹红光。哈哈，太好了，我们也爆出神器了！郑如松畅快地大笑起来，甚至还挑衅地看了秦风一眼，意思是你能爆出神器，我们也能爆出神器。而且这次的这个 BOSS 可是我们单独击杀，跟你秦风1毛钱关系都没有，到时候就算是随机分配，也是分配给我们，这次终于可以扳回一局了。别笑了，快点展示一下属性，让我羡慕一下。秦风淡淡说着。郑如松虽然很不喜欢秦风说话的语气，可是他还是立刻展示出来神器属性。剧毒章鱼的皮手套，红色神器，等级48级，毒属性攻击加100，附加属性1，中毒伤害翻倍，
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中毒伤害。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流血伤害。附加属性4，中毒持续时间加10秒。看到这个装备，秦风眼睛一亮，这属性跟他很配啊！有了这个神器手套，他的攻击又可以提升一大截了。郑如松看到这神器只是一个手套，不是他需要的巨剑，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不过他很快就想到，秦风不是最擅长用毒的吗？那么这手套最合适秦风，他肯定非常想要这个手套啊！看了秦风一眼，发现秦风果然是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手套，顿时心里就得意起来。哼，秦风，之前分配2个巨剑的时候，你就故意用言语来挑衅激怒我，现在终于可以换一下角色了。这次的剧毒章鱼全程都是我们打死的，你一下都没有打，根据我的推测，绝对不会分配给你。于是他学着刚刚秦风的语气说道：秦风，这个手套的属性跟你很配啊，你应该很想要吧，就是不知道你没有这个运气能拿到啊。秦风听了不由得一愣，我擦，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等等，这不是自己才刚刚和郑如松说过的吗？他竟然又把这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了自己。想到刚刚自己想要帮手打剧毒章鱼，却被郑如松阻止，秦风心里有些明悟，难道这郑如松是觉着谁打死的 BOSS， 掉落的装备就会归谁吗？秦风心里暗笑，随机分配。郑如松一脸自信的开始了随机分配。叮，郑如松随机到的数字是98。哈哈，果然是这样的，因为我出力最多，最后也是我打死的剧毒章鱼，所以这次我随机到的数字也是最高的。郑如松看到自己随机到的数字，顿时更加高兴了，就等一会拿到神器手套，就可以好好的嘲讽秦风一顿了。他心里得意的想着，嘴角都不由得出现了一抹笑容。叮，秦风随机到的数字是99，秦风获得了神器剧毒章鱼的皮手套。神器手套顿时留下一道红光，从郑如松的面前飞走，落到秦风的手上。我擦，什么情况？郑如松顿时就懵逼了，不是说谁打死的 BOSS， 最后掉落的装备就会分给谁吗？为什么这次秦风连一下都没有打到剧毒章鱼，最后神器还是落到秦风手里？哈哈，不错不错，这手套的属性果然很适合我。秦风把玩着神器手套，满脸高兴看着郑如松说道：郑如松，看来我的运气的确很不错，这第3件神器又落到我手里了，真是谢谢你们啊，这么辛苦的打死 BOSS， 帮我打出这么好的装备来，你们真是好人。噗，郑如松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第169章，分开打吧。你才是好人，你全家都是好人。郑如松心里狠狠地咒骂说着，他的眼睛里面几乎要喷出火来。他现在甚至也忍不住怀疑秦风在作弊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每次随机分配的装备都是他的？看着郑如松那愤怒到要喷火的眼神，秦风心情更好了。别停啊，还有那么多装备呢，继续分配啊！郑如松愤怒又无奈的继续分配剩下的装备，结果不出意料的全部都分配给了秦风。郑家13个人全部都变成了一个大黑脸，他们压抑着怒火，赶紧离开了这里。如果再继续留在这里的话，他们怕会忍不住真的跟秦风火并起来。离开了孵化室之后，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岔路，一左一右分别是去往实验室和女神殿。我们要先去哪边啊？林渊开口问着。郑如松和他们郑家人低声商量了一下，黑着脸冷声说道：秦风，你既然那么厉害，就不要跟着我们了，正好可以在这里分开打。无所谓啊。秦风耸了耸肩，看来郑如松是被自己搞得心态快要崩了，实在是不想继续跟自己一起打了，而他也不想看到郑家人在他面前晃悠，彼此相看两厌，还不如分开干净。你们先选，我选剩下的。秦风说着。这可是你说的，我们选实验室，你可不要跟着我们。郑如松赶紧说着，生怕秦风会死皮赖脸继续跟着他们。秦风发出一声不屑的冷笑，跟你们？如果不是林海军校长开口，打死打不会跟你们一起组队打副本。郑如松见状也是放心了，看向林渊说道：林渊，你们要去哪边？林渊说道：我跟秦风吧，我们总不能让秦风一个人吧，那样太危险了。好，那祝你好运，希望你能随机分配到一件装备。说完之后，郑如松带着他们郑家的人朝着实验室的方向走去。秦风摇了摇头，这郑如松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都要分开了，还要挑拨他和林渊之间的关系。不过林渊心胸宽广，对郑如松的话一点都不在意。秦风见状也是自愧不如。秦风，我们走吧，郑如松的话你不用在意，我们身上的装备都很好，爆出来的装备你全拿去就行，我们只要尽快通关副本就行。林渊对秦风开解说着，生怕秦风因为郑如松的那句话生气。随机分配就行。随后就一起朝着女神殿走去。这里的怪物是夜叉，他们四肢爬行速度非常快，而且还可以倒吊在房顶上一起冲过来的时候还是很吓人的。不过有秦风在，
他就是定海神针，不管来多少，秦风都能把他们定住。他还特意放慢了攻击的速度，这样让林渊他们也有出手的机会，不至于让他们感觉是在划水。现在跟郑如松分开了，掉落的装备完全就是随机分配。秦风也把幸运光环关闭，这下分配终于变成正常。几百只夜叉打死之后，每一个人都能分到10几件装备，不过这些装备谁也都没有放在心上。很快，他们就到了维纳斯的女神殿门口，看了一下女神殿的怪物，林渊松了口气说道：“太好了，这里只有一个夜叉王 BOSS， 这样只有一个 BOSS 打起来能轻松很多。”是啊，之前都是2个 BOSS 一起出现，我还以为这次也是2个 BOSS 一起出现呢。其他人也都纷纷说着：“不，这里也是2个 BOSS。”秦风突然开口说着：“啊，秦风，你为什么这么说？这里明明只有一个夜叉王啊，哪里有第2个 BOSS？” 林渊他们再次看了一圈，依然只看到一个夜叉王，顿时一脸疑惑地看向秦风。秦风看向那高大的维纳斯女神像说道：“那女神像就是第2个 BOSS， 而且是比夜叉王还要厉害的 BOSS。” 那只是一个雕像，不是 BOSS 吧？林渊再次看向女神像，可是根本就没有显示任何属性。相信我，那女神像绝对是 BOSS。总之你们多注意一下，不要被他阴了就行。这也就是林渊他才会解释一下，换成郑家的话，他不但不会解释，甚至巴不得他们忽略女神像呢。说完之后，秦风就踏步走进了女神殿。吼！顿时高大的夜叉王就朝着秦风扑了过来。秦风立刻开始射击，夜叉王被他定在地上。他一边射一边密切注意维纳斯的女神像。果然，维纳斯的女神像脑袋上出现了血条，她的眼中也射出诡异的红色光芒。这红色光芒射到林渊身上，顿时林渊就被定在原地，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快速变成夜叉。嗖嗖嗖！秦风调转箭头，猛射维纳斯女神像，他的攻击顿时被打断，林渊的身体变化也被终止，重新变回了人类。他一脸后怕地看着维纳斯女神像，没想到竟然被秦风说中，这女神像竟然真是 BOSS。如果不是秦风出手快，他现在就已经被变成夜叉怪了。一起出手，很快就把维纳斯的女神像和夜叉王全部杀死。第170章出现伤亡。秦风，刚刚多亏有你，不然我就危险了。打死 BOSS， 林渊立刻对秦风感谢。不用客气，我们是队友嘛，你有危险，我肯定出手相救。秦风淡淡一笑说着。林渊发现秦风并不是传言中说的那样完全不能相处，只要真诚相待，秦风还是很好相处的。秦风说完之后就开始摸尸，哗，一大堆装备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次又爆出了一个神器装备，秦风立刻把所有装备的属性都给展示出来。那神器是一把光剑，其属性非常牛逼，比之前打到的那2把巨剑的属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林渊是一个剑魂，这光剑正好适合他。看到这把光剑之后，林渊眼睛都开始放光了，因为这把神器光剑可是比他手里的光剑还要厉害得多。不过他很快就收回了目光，因为他刚刚就已经说了，他不要装备，所有爆出来的装备都给秦风，再加上这2个 BOSS 基本上也都是秦风出手击杀的，所以这些武器装备全归秦风理所当然。秦风却是没有想那么多，立刻就开始随机分配。叮，秦风随机到的数字是66。叮，林渊随机到的数字是88。林渊获得神器维纳斯的光剑，那散发出耀眼红色光芒的神器光剑顿时就飞到林渊手里。林渊一脸懵逼，怎么回事？这神器怎么落到自己手里了？之前所有随机分配的装备都是被秦风包揽的呀，这次怎么和之前不一样了？他自然不会知道秦风这次没有开启幸运光环，是真正的随机分配。渊哥，恭喜你啊，获得了神器。其他人见状都过来恭喜林渊，林渊却是走到秦风面前，把神器光剑递给秦风说道：“秦风，这把神器给你。”给我干嘛？秦风一脸疑惑地问着，其他人也是同样。因为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不要装备，而且你出力最多，这2个 BOSS 基本上都是你一个人打死的，所以这神器理应给你。秦风淡淡一笑说道：“既然是系统分配给你的，那就是你的，而且这是光剑，给我也用不了，还是你自己用吧。”林渊看秦风态度坚决，只好收下。不过他又提出要给秦风一些钱，算是购买，依旧被秦风拒绝。装备分配完毕，几乎所有人都分到了1、2件，秦风也只是分到2个绿装而已。其他人见状都觉着秦风吃了大亏，秦风也只是淡然一笑而已。他真不缺这点装备。BOSS 已经杀死，他想要继续前进，可是前面的大门却是无法打开，系统提示说是必须要把实验室里面的怪物全部杀死之后才能进入最后的 BOSS 房。看来是郑如松他们还没有把怪物杀光。分开打是郑如松提出来的，秦风可不想去帮郑如松，于是他直接坐下休息，等对方什么时候把怪物清理干净，什么时候进入最后的 BOSS 房。
林渊他们见状也只好等着，可是一直等了10分钟，依然不能进入最后的 BOSS 房，也就是郑如松他们还没有结束。林渊开始有点着急了，对秦风商量的说道：“秦风，要不我们过去帮一下郑如松？”“不去，如果现在过去，他不但不会感激你，说不定还会觉着你是去抢他装备去的。”秦风淡淡说着，没有丝毫去帮忙的意思。林渊闻言只好耐住性子继续等待。又过了5分钟，没有传来郑如松清理干净怪物的提示，反而是传来了一个不好的信息：丁，郑大壮被怪物杀死。我擦，有队友死了！看到这个信息之后，顿时林渊他们都坐不住了，再次对秦风说道：“秦风，看来郑如松他们那边很不顺利，现在都开始死人了，我们过去看一下吧。不是为了帮郑如松，只是为了能尽快通关副本，毕竟现在还是开荒，越早通关，最后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奖励。”秦风闻言也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为了开荒奖励，也只好去看一下。到了实验室之后，就看到郑如松他们正在非常艰难地对战2个 BOSS。这2个 BOSS 一个是实验室主任，另一个则是一堆尸体组成的怪物。这个怪物身上密密麻麻都是人的手臂和脑袋，其中还有几个很熟悉的面孔，正是之前秦风来探查的时候见到的那几个学生。这是那些实验失败的尸体复活，变成了这里的第2个 BOSS。在这2个 BOSS 的攻击下，郑如松他们的情况越来越危险。第171章，差点团灭。林渊见状，立刻就过去帮忙，秦风也跟了上去。可是这个时候，郑如松见到他们之后，立刻大声呵斥：“秦风，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还想要抢我们的装备吗？”秦风顿时无语：“你们他喵的都快要被 BOSS 打爆了，竟然还想着装备的事情。”林渊说道：“郑如松，我们是来帮忙的。”郑如松说道：“我们不用你们帮忙。”秦风可不是上杆子倒贴的人，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那他乐得看戏。反正死的人是他郑家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喂，你们不能走远点吗？还是说你们想要等我们打死 BOSS 之后就马上冲过来抢装备？郑如松继续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们。秦风翻了个白眼，他就不该来这里，果断退到了实验室门外。秦风和林渊他们退走，郑如松高兴了，可是其他郑家人却是一脸的担心。这2个 BOSS 太猛了，如果只是一个的话，他们还可以轻松拿捏，可是2个加起来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实力。不过既然郑如松都这么说了，他们也只能一致对外，继续硬抗。丁，郑大强被怪物杀死了。秦风刚刚退到实验室门外，就再次听到系统信息，又有人被杀死。这下他们郑家的队伍形势更加危急，被2个 BOSS 打得节节败退。不行了，松哥，扛不住了，要不让林渊他们过来吧？一个郑家人终于忍不住对郑如松说着，已经连着死了2个人，他已经撑不住了。不行，我们可是郑家人，你想要让我们郑家丢脸吗？郑如松怒声呵斥，顿时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全力对抗 BOSS。 郑如松拿出来了他珍藏的很多珍贵道具和药水，分给众人使用之后，他们的属性提升了一大截，竟然在少了2个人的情况下，硬生生的把2个 BOSS 给挡住了。尤其是郑如松，或许是有门口的林渊和秦风等人看着，他表现的最是勇猛，顶着好几个 buff 开启狂化，竟然暂时压制住了2个 BOSS。 不一会，这2个 BOSS 就只剩下 20% 的生命值，到了最后阶段。郑如松大喜，他甚至还看了一眼在门口的秦风，眼里有一丝得意之色，似乎是在说，看到了吧，我可是一点都不比你差。同时对付2个 BOSS， 照样还是被我压着打。不过秦风却是一脸冷笑，竟然还有功夫向我挑衅，难道不知道 BOSS 生命值越少就越是危险吗？吼！果然就在下一刻，2个 BOSS 身上同时爆发出一阵强大的能量，他们竟然同时进入狂化阶段，攻击力大增。那尸堆 BOSS 喷出一片含有剧毒的污血，所有被污血喷中的人都出现了中毒状态，脑袋上快速掉血。实验室主任2条胳膊变成巨大的章鱼触手鞭子一样疯狂抽打。郑如松距离最近，同时受到2个 BOSS 的攻击，他的生命条迅速见底，只剩下不到 10%。 松哥，队伍里面的人大惊，一个人不顾他自己的生命危险，猛地冲上去为郑如松挡住2个 BOSS 的攻击，他们2个同时被抽飞出去。郑如松虽然获救了，可是救他的人却是死了。没有了郑如松这个强力输出，顿时其他人就更不是对手了，被2大 BOSS 冲进人群中疯狂攻击。他们本来就已经是强弩之末，现在阵型都被冲乱，顿时就有好几个人被杀死。丁，郑大虎被怪物杀死。丁，郑大宝被怪物杀死。丁，郑芳被怪物杀死。他们再也顾不上打 BOSS， 纷纷往外逃跑。不好，我们去帮忙。林渊见状，想也没想，立刻带人杀了过去。他们这些生力军出手，这才拦住 BOSS， 没有让郑家队伍全军覆没。秦风不想上杆子帮忙，所以只是看着林渊他们，只要他们没有生命危险，秦风就不打算出手。郑如松喝下几瓶药剂，重新使用了几个道具之后，再次冲上去，
一番血战之后，终于把这2个 BOSS 都给杀死了。他立刻兴奋地开始摸尸，一大堆装备出现在他面前，可是这次却是没有出现红色的神器光芒。郑如松顿时就怔住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次没有爆出来神器？之前的几个 BOSS 明明都有爆出神器来的，为什么偏偏就这次没有爆呢？他回头看了一下身后的郑家队伍，原本是13个人，可是现在却是足足少了5个。第172章副本通关，5条人命，只是为了争一口气，这值当吗？看着那些装备和躺在地上的他们同伴的尸体，包括郑如松在内的所有郑家人都是一脸铁青，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低气压的氛围。那些装备开始随机分配，林渊他们赶紧撤出来，不参与分配。可是当这些装备分配给在场的郑家人的时候，他们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他们宁愿不要这些装备。分完之后，通往最后 BOSS 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穿过大门，终于到了最后一张图，只要打败最后的 BOSS 就可以通关副本了。看着那些长着牛角、浑身冒出黑气的小怪，秦风立刻开始攻击。这些都是48级的深渊恶魔，不过在秦风剑下都跟木桩没有什么区别。叮，你获得蓝色高级装备恶魔护腿。秦风正在杀怪，突然听到了系统提示音，还有一件装备自动进入了他的背包里面。秦风一脸诧异，这小怪的装备怎么也进入自己的背包里了？这些装备不都是被郑如松分配给他们自己了吗？回头看了一眼，就看到郑如松整个人仿佛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一样，一直低着头，也不打怪，也不捡装备，行尸走肉一样。我擦，这家伙不会是自闭了吧？秦风一脸疑惑，不过他懒得管对方，爱干嘛干嘛。这些装备给不给自己，自己也完全不在乎。秦风继续屠杀小怪，很快就一路杀到了真神殿，也是最终 BOSS 所在的地方。这次的最终 BOSS 只是一个，不过在秦风看到这 BOSS 是什么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是一愣，心中生出了一丝恐惧，因为那 BOSS 竟然就是罗特斯。这家伙可是真神级啊！别说是真神级了，就算是超凡级的 BOSS， 秦风现在也很有可能会翻车。这他喵的一下来一个真神级，这怎么能打得过？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这是最高等级只有48级的副本，不可能放一个真神级 BOSS 在这里。仔细看了一下，果然发现这罗特斯和之前看到的不一样。这个罗特斯身体虚幻，并不是真实的，而且他的身体被卡在空间通道中，不能移动，只有2个触手可以移动。查看了一下对方的属性，罗特斯的虚影精英 BOSS 等级48级 ，HP 1500000 MP 10万，技能精神攻击、触手抽打、触手束缚、触手突刺。原来是罗特斯的虚影，秦风松了口气。不过即便如此，这家伙也是相当厉害了。秦风进入大殿之中，顿时罗特斯的虚影就张开巨大的蓝色眼睛，朝着秦风看过来。是你，就是你这卑微的爬虫，破坏了我的计划，给我死！精神冲击！罗特斯的虚影看到秦风之后，竟然认出了秦风，顿时大怒，立刻使用技能攻击，一道肉眼可见的精神攻击朝着秦风冲击过来。冲锋！秦风立刻使用冲锋，没想到竟然躲了过去。如果是之前真神级的罗特斯的话，他发出的精神攻击几乎是360度无死角的精神冲击，只能硬抗，没有任何躲避的可能。可是现在，这不过是他的一道虚影而已，这精神攻击不但威力变小，攻击范围也同样变小了很多。不过他虽然躲了过去，可是在他身边的林渊和郑如松等人却是没有躲过去，被精神攻击正面冲击到之后，顿时他们都目光涣散的愣在原地，都陷入了眩晕之中。这精神攻击竟然可以让人眩晕！还没有等秦风仔细研究，罗特斯后续的触手攻击就来了，2根触手变成上百米长，直接横扫而来。这是大范围全场攻击。跳跃！看着2根触手快要攻击到自己的时候，秦风立刻使用跳跃高高跳起，再次躲过了触手的横扫攻击。不过其他人就没有办法了，他们已经被刚刚的精神攻击眩晕住了，没有办法躲避。秦风不是圣骑士，自然也没有办法帮他们解除眩晕状态。顿时所有人都被罗特斯扫飞出去，血条掉了一大半。看着他们是完全靠不上了，只能自己来。超范围打击！秦风开启超范围打击，隔着上百米的距离对罗特斯发动了攻击。嗖嗖嗖！箭矢射到罗特斯身上，顿时他也被眩晕。嘿嘿，太好了，这下就轻松了。可是下一秒，一道精神冲击波从罗特斯虚影身上爆发出来，顿时他的眩晕状态就解除了。罗特斯愤怒的再次朝着秦风攻击。我擦，精神攻击还可以解除眩晕状态？秦风稍微愣了一下，随后继续攻击。因为眩晕状态虽然被解除了，可是中毒状态没有，而且他是每一次攻击都会导致对方眩晕，也就是说罗特斯每中自己一箭，想要解除眩晕状态，就要使用一次精神攻击。
可是他的精神攻击明显不能像是自己的箭矢这样可以连续不断的射出，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虚影而已。嗖嗖嗖，连续不断的箭矢落到罗特斯身上，秒伤很快突破20万。罗特斯发出一声不甘的咆哮：“小子，你第2次破坏了本神的计划，本神记住你了。”随后，罗特斯的虚影如泡沫一样破碎。丁，你击杀了罗特斯的虚影，你获得经验值10万，你的等级提升到41级。丁，恭喜你们成功通关 Global 叫大本营副本，总用时为1小时30分钟，副本评分为 SSS 级。队伍中所有人都获得10个属性点的额外奖励。丁，检测到秦风的 DPS 伤害超过队伍总伤害的 80%， 特奖励技能精神攻击，神级技能点1个，以及称号以1当百1个。听着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所有人都是一脸的羡慕嫉妒恨，有的是羡慕，比如林渊等人，有的则是嫉妒和恨，比如郑家人。尤其是最后的系统奖励提示，1个技能，1个神级技能点，还有1个称号，这每一个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是现在他们都没有，只有秦风有。不换管换不均，这让郑家人心里特别难受。不过系统提示还没有结束。丁，检测到队伍中其他所有人的 DPS 伤害不到总伤害的 20%， 特授予称号划水者1个。我擦，划水者！他们听到这称号，顿时齐齐一口老血吐出来。第173章，秦风，是不是你拖累他们的？这他喵的到底是奖励还是惩罚啊？如果顶着划水者这么一个称号出去的话，怕是会把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吧？其中最不甘心的就是郑如松了。本来想要在这次千载难逢的副本开荒中获得一些特殊奖励，现在奖励是有了，可是不是他这个队长的，反而是他的敌人秦风的，这让他的心里如何能平衡？副本门口，林海军等人一脸焦急地等待着。随着时间过去，副本进度也在不断提升，91%、92%、93%，现在都已经到99%了，只差1%副本就会爆炸，到时候罗特斯就会再次降临。他们可不是完全降临的罗特斯的对手，到时必定会是一次浩劫。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失败的时候，副本进度直接下降到了 89%。林海军他们所有人心里绷着的弦都松了下来。副本进度直接下降 10%， 这说明他们已经顺利通关副本。我就说嘛，如松他们肯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这不就成功通关副本了吗？郑元奎高兴地说着，不知道的话还以为通关副本都是郑如松的功劳呢。一阵光芒闪烁，秦风他们从副本里面传送出来，郑元奎马上就走到郑如松面前，拍着他的肩膀夸奖说道：“如松，你们这次干得很不错，在很短时间内就通关副本，阻止了罗特斯降临，你们拯救了整个鲲鹏城，是整个鲲鹏城的英雄。”咦，人怎么好像少了好几个？郑方、郑大壮他们呢？他们怎么没有出来？郑元奎本来是想要在其他人面前狠狠地夸奖一下郑如松，毕竟他是队长，而且这20人的队伍中，他们郑家就有13人，绝对是通关副本的最大功臣。可是说完之后，他就发现人少了5个，而且少的都是他们郑家人。他立刻就意识到出现了问题。郑如松不愧是郑家重点培养出来的人才，马上把心里的沮丧情绪压制下去，一脸伤心地说道：“对不起，他们为了能尽快通关副本，牺牲了。”什么？牺牲了？而且一下就是5个？听到郑如松的话之后，郑元奎一脸震惊地说着，其他郑家人也都是一脸伤心。这可都是排名前20的高手，有很大希望晋升超凡的，现在却是一下死了5个，他们能不痛心吗？秦风听了之后却是一脸鄙夷，这郑如松太不要脸了，那5个人明明可以不用死的，就是因为郑如松为了赌一口气，这才把他们给害死，现在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是牺牲。秦风心里吐槽说着，不过他并不打算揭穿对方，毕竟那5个人是真的死了，他就算是跟郑家不对付，那也有底线，不会跟死人计较。可是他不想计较，不代表郑家会放过他。郑元奎看到死的人都是他们郑家人，林家李家却是一个都没有，最重要的是他最厌恶的秦风竟然也是完好无损，他就特别心里不平衡，立刻指着秦风指责说道：“秦风，为什么我们郑家死了5个人，而你一个刚刚40级的新人却可以安然无恙？是不是你拖累了他们，这才导致他们死在里面的？”听到郑元奎的指责，秦风直接懵逼了。这郑元奎还真是一个人才，这都能找到理由怪到自己身上来。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愤怒，他可不会平白被对方泼污水，指着郑元奎的鼻子就反骂了回去：“郑元奎，你他妈什么意思？你们郑家死人了，你就希望老子也死在里面是吗？老子没死，那是因为老子实力强，看到没有，这是以1当百称号，这称号就是刚刚通关副本奖励给我的，只有我一个人有，其他人都没有，
知道为什么只奖励给我一个人吗？因为我一个的输出伤害超过了整个队伍所有 DPS 输出伤害的 80%， 这才得到了这个称号。我一个人的伤害就超过了 80%， 你有什么脸说我拖累他们？什么？你一个人的输出伤害超过了所有 DPS 的 80%？ 听到秦风的话，在场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20人的团队，一个人输出了 80%， 那其他人都在干什么啊？难道都在划水？他们本能的就是不相信，可是秦风却是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证据，让他们无可反驳。再看郑如松，低着头一句话不说，这就是默认啊。郑元奎顿时就知道秦风说的是真的，又鲁莽了呀。可是被秦风当着这么多人骂，他郑元奎很没有面子，无论如何也要挑秦风一点毛病才行。硬着头皮说道：秦风，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能看着队友死亡？你是不是对我们郑家心怀怨恨，故意不救他们？第174章超凡力量精神威压。我擦，郑元奎你还没完了是吧？他们都已经死了，郑如松说他们牺牲，我也不想拆穿，可是你没完没了，那也不要怪我了，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你应该问问你们郑家的大聪明郑如松，而不是来指责我。秦风再次对了回去。郑如松头更低了，其他郑家人也都是低头不语，这一看就是有猫腻啊，根本就不是郑如松刚刚说的那么伟光正。好了，秦风，你们这次打副本是为了保护咱们整个鲲鹏城，你们都是英雄。这时候林海军开口打了圆场，秦风也不想继续揪住5个死人不放，林海军的面子也要给，于是就此放过。不过被郑元奎这么一闹，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次之所以能这么快成功通关副本，基本上都是秦风的功劳。如果没有秦风的话，估计现在副本已经爆炸，罗特斯再次降临了。林海军对秦风商量着说道：秦风，你看这副本进度现在依然还是居高不下，你能不能继续带领队伍多刷几次副本，把进度给降下来啊？不能。秦风断然拒绝。啊！林海军没想到秦风竟然会拒绝他，顿时一脸诧异，老脸通红。郑元奎闻言，心里却是一喜，秦风这小畜生这是飘了啊！林海军可是他的大靠山，他竟然连林海军的话都不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了林海军，让他下不来台，这是他自己作死啊！看以后还有谁会庇护他。不过他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秦风话锋一转，继续说道：我不会跟他们组队的，我一个人刷副本就可以了。秦风看向郑元奎，意有所指的说道：因为我可不想再被某些人污蔑说我会拖累其他人。听到秦风的话，林海军松了口气，他这张老脸算是保住了。不过郑元奎却是再次脸被打得啪啪响，他恶狠狠地看着秦风，却是不好反驳，毕竟刚刚的却是他冤枉了秦风，还是林海军打圆场，秦风才放过他，不然的话，以秦风疯狗一样的性格，怕是会继续打他的脸。林海军说道：秦风，你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啊？放心吧，已经打了一次，我有分寸，今天肯定会把副本进度降下来。说完之后，秦风就一个人进入副本。唉，这次真是多亏了有秦风啊，不然真的是危险了。看着秦风的身影在副本门口消失，林海军似乎不经意的开口说着，这句话声音不是很大，可是也不算小，几乎所有的郑家人都听到了。他们顿时有一种吃了翔的感觉。什么叫多亏了秦风啊？难道他们郑家就没有出力吗？要知道他们还死了5个人呢。郑元奎说道：如松，你们也进副本，我们郑家不会输给任何人。啊？还要进？郑如松本能的拒绝，可是刚刚说完就看到郑元奎那几乎要吃人的目光，吓得他赶紧改口说道：是，我们马上进，不过我们现在人不够啊，死了5个，加上秦风退组，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想要通关基本不可能。放心，我把排行榜上的人都给叫来，虽然排名低一些，可是都是48级凡阶巅峰，实力也差不到哪里去。对了，还有郑满意。郑元奎把郑满意叫了过来。郑满意现在很不满意，刚刚的开荒把自己踢出去，现在又叫自己过来，而且那5个尸体就在他眼前，他感觉他现在就是一个炮灰。可是有郑元奎的命令，他也不敢反驳。不一会，补充的人手到了，加上林渊他们跟在秦风后面，他们也再次进入了副本。副本之中，秦风并没有直接打怪，而是开始查看自己获得的开荒奖励。以一当百的称号属性还是不错的，换了其他人肯定当成宝贝，整天挂在脑袋上。不过秦风有更好的探花称号，所以直接略过。还有就是新技能，精神攻击，瞬发技能，凝聚精神力量对敌人发动冲击，让敌人陷入眩晕状态。秦风立刻对着一群小怪发动了精神攻击，顿时一股肉眼可见的精神能量冲击出去，如同空气炮一样，20米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都陷入眩晕之中。这技能还不错，比弓箭的射程还要远，而且瞬发还无声无息，可以说是一个很厉害的控制技能了。只是秦风却总是觉着不够厉害，他正好还有一个神级技能点，
直接把这个神级技能点用在了精神攻击上。丁，使用神级技能点，精神攻击进化为神级技能精神威压。丁，你获得精神类神级技能，你的精神得到蜕变，拥有超凡特性。轰！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秦风感觉他的精神能量迅速膨胀，似乎是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整个人都升华了，有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第175章急速通关。不过这种感觉非常短暂，只是出现了一刹那就迅速消失。不过这种感觉他却是深深的刻印在脑袋里面，这不会就是晋升超凡的感觉吧？真是玄妙啊！秦风回忆着之前那种玄之又玄的感觉，心里想着。不过这神级的精神技能为什么会让自己的精神拥有超凡特性？自己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神级技能，还有更高的神话级唯一技能，也都没有让自己拥有超凡特性啊！这精神技能难道是有什么特殊性吗？肯定是这样。正常来说，超凡之前不管任何职业都没有精神类技能，只有晋升超凡之后才会初步研究精神类技能，而且要掌握也非常困难。关键对同阶还没有什么用，只能拿来欺负一下下位玩家而已，所以被当成鸡肋。可是现在看来，这精神技能应该有着不为人知的特殊性。吼！这时候，那些刚刚陷入眩晕的怪物苏醒过来，纷纷朝着秦风杀过来。精神威压！秦风正想着精神技能的事情，顺手就用了出来，顿时一股庞大的精神威压朝着怪物冲击过去。轰！所有的怪物都直接倒在地上，丝毫都动弹不得。50米内的怪物全部都被眩晕，超出50米的怪物眼中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恐惧之色，看了秦风一眼，纷纷逃跑。秦风看得目瞪口呆，威力竟然如此之大，不但有控制的效果，还能把怪物给吓跑，而且这效果怎么和之前郑元奎使用的非常类似啊？难道自己现在的精神威压已经有了超凡强者的威力？没错，刚刚系统就提示自己的精神有了超凡特性，绝对是这样。秦风大喜，虽然还没有晋升超凡，却是已经有了超凡境界的精神技能。这下如果郑元奎再对自己使用精神威压的话，就不用像之前那么被动，而是可以直接反击了。有了这个技能，所有的怪物在他面前都变成了木桩，秦风可以随意击杀，完全没有任何危险。不一会就到了大祭司和大主教 BOSS， 他们现在都被降级成了48级凡阶巅峰。秦风再次使用精神威压，顿时这两个 BOSS 被定在原地，两股战战，眼睛里面还有明显的恐惧之色。果然，他的100%眩晕虽然可以控制住他们，却不能让他们表现出这样的恐惧来。也只有超凡级的力量才能让他们恐惧。不一会，他就杀到了最终 BOSS 罗特斯的虚影这里。罗特斯的虚影看到秦风，直接发动了精神攻击，精神威压。秦风果断使用了更高级别的精神威压，两股精神力量碰撞到一起，顿时罗特斯的精神攻击如同玻璃一样破碎，被秦风碾压。罗特斯大惊：“秦风，你这蝼蚁竟然晋升超凡？不对，你还没有晋升超凡，可是为什么你竟然拥有了超凡境界的精神力量？就算是本神，在没有晋升超凡的时候，也没有你这么强的精神力量，你是怎么做到的？想知道吗？就不告诉你，死吧！”嗖嗖嗖，一口气射死罗特斯的虚影，他的蓝色大眼睛中明显有着浓浓的好奇。丁，恭喜您通关 Global 叫大本营副本，本次通关用时1小时。看着系统提示，秦风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1小时吗？足足比上次缩短了1倍。第一次开荒可是花费了2个小时，这次他一个人反而是更快，只1个小时就通关了。副本门口，林海军等人还在焦急的等待。这个时候光芒一闪，秦风的身影出现，他们都是一惊，因为时间太短了，这才1个小时，秦风就出来了。郑元奎见状，立刻不屑的嘲讽说道：“哼，现在的某些学生好的不学，偏偏就学会了装逼。这20人的团队副本，竟然还妄想一个人通关，这下好了，直接被中途打出来了，简直是丢人。”他这是以为秦风打不过怪物，主动退出了副本。林海军也走到秦风面前安慰说道：“秦风，没事的，这毕竟是20人的超级副本，一个人没有通关很正常，等下跟人组队进入就可以了，我相信你的。”校长，我并不是中途退出，而是已经通关了，不信的话，你看看我的通关记录。秦风亮出了他的通关记录 ，Global 叫大本营，单人通关时间1小时，这竟然真的单人通关了。看到秦风亮出的通关记录，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没想到秦风竟然真的可以单人通关，简直是太厉害了！哈哈，通关就好，通关就好。秦风，你不愧是全国第3名的探花，单人通关20人团队副本，就算是京都的那些超级天才，估计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啊！林海军哈哈大笑，非常高兴。谢谢校长夸奖。秦风道谢说着，随后看向郑元奎说道：“
只是现在某些导师好的不学，偏偏学人嘲讽，结果现在好了，自己脸被打得啪啪响，看他以后还有什么脸当导师。郑元奎闻言，一张脸涨得通红。刷！这个时候，副本门口再次亮起一阵光芒，这次出来的是郑如松他们。第176章，又有人生死斗了。郑元奎眼睛一亮，太好了，如松他们也出来了。刚刚被秦风打的脸，可以在如松这里再挣回来。他立刻走到郑如松面前，大声夸赞说道：“如松，你们做的不错，这么快就通关了，果然只是第一次开荒很困难，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某些人还整天装逼，以为只有他才能快速通关。如松，回头我们郑家一定会重重的奖励你的。”他故意用很大的声音说这些话，就是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并不是只有秦风才能通关，他们郑家人同样也可以。可是他却没有发现，郑如松听到这些话之后，脸色变得越发难看起来。如松，某些人装逼，把他的通关记录都给亮出来了，你也把通关记录亮出来，让他们看看。听到郑元奎这话，郑如松脸色更难看了。如松，你怎么还不亮出通关记录？咦，你们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郑元奎等了一会，也没有看到郑如松亮出通关记录，疑惑地看向郑如松，这才发现他的脸色很差，顿时心里就是一咯噔，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们没有通关，我们是中途退出的。郑如松一脸羞愧地说着。郑元奎顿时如遭雷击，我擦，没有通关，中途退出？他刚刚还那么大声地夸奖郑如松，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简直是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你怎么不早说？郑元奎咬牙低声说着。你也没有给我说的机会啊。郑如松一脸冤枉。哈哈，郑元奎导师，你刚刚说的某些人装逼，这某些人说的是我吧？我承认，我的确是装逼了，可是我有这个实力装逼，不像你们，没有这个实力还想装逼，结果把自己给装进去了，哈哈。秦风哈哈大笑说着，不只是郑元奎，所有的郑家人都是无地自容。秦风不给他们发作的机会，再次进入副本，气得郑元奎拿出了很多极品道具给郑如松，让他务必通关副本。秦风懒得理会他们，连着通关了几次副本之后，成功让副本进度下降到了 30%。学校又发布了一些通关这个副本的任务，这样以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刷这个副本，罗特斯的阴谋彻底被破解。之后2天时间，秦风一直就泡在这个副本里面，一是因为学校发布的任务奖励很不错，二是因为这副本经验和爆率都很高，是他现在刷怪升级的最好副本。他获得的那几个神器全部交给了刘波，刘波趁机大肆宣传，甚至还组织了一次小小的拍卖会，这让他们的超品格装备店的名气在鲲鹏城中彻底打响。就算是以后秦风不给他们每天送装备，这个店铺也能稳定经营下去，这也算是秦风的第一个产业了。秦风又一次通关副本，叮，恭喜你的等级提升到48级。秦风身上光芒一闪，终于晋升到了凡阶巅峰48级。到了48级就可以接超凡任务，然后晋升超凡了。不晋升超凡，他以后的等级就会一直卡在48级，再也不能进步。秦风果断离开副本，朝着学校走去。刚刚走到学校，秦风就看到一大群学生围在一起，把道路都给堵得水泄不通，似乎是在看什么热闹。秦风对别人的热闹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他们堵着路，秦风也过不去。就听到有同样和秦风一样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问道：“兄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能吸引来这么多人围观，当然是生死斗了。”我擦，又有人生死斗了，这次不会又是秦风吧？第一个人惊疑地说着。就站在他后面的秦风一脸黑线，这怎么又扯到自己了？不过他的确是发动生死斗次数最多的人了吧？不是秦风，不过这次生死斗的双方也都是姓秦啊，都是姓秦，那岂不是同门相残？到底是谁啊？你说的没错，他们的确是同门相残，都是秦家人，其中一个人是秦家老人，叫做秦昊，另外一个则是今年的新生，好像叫秦红来着。我擦，我认识秦昊，这家伙还是高手排行榜上的人呢，他怎么可以和新生生死斗，而且还是他们秦家人？他也太不要脸了吧！听到其中之一是秦昊，顿时那人就义愤填膺地谴责说着，就连秦风也是微微皱眉。秦昊一直欺负秦红，他是知道的，他也懒得去管。本来以为只是霸凌，可是谁能想到这秦昊竟然开启生死斗，要置秦红于死地，这家伙还真是做得很绝。第177章，完全蜕变的秦红。这你就说错了，这次不是秦昊主动发起的生死斗，而是那个叫做秦红的新生发起的生死斗。啊，新生发起生死斗，这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秦风不也是新生吗？说的也是，不过秦风那可是全国第3名的超级天才，难道这秦红也是天才？那就不知道了。反正之前我听说秦红一直被秦昊欺负来着，反正这秦家的关系乱得很，咱们吃瓜就好了。说完之后，
这几个人就拼命地往里面挤。听着他们的议论，秦风也是微微诧异，秦红竟然主动对秦昊发起生死斗，这家伙是不堪霸凌，想要用这种方法解脱，还是说真有把握击杀秦昊啊？这么想着，秦风也跟着前面的人一直穿过人群，走到最里面。刚刚到里面，就看到生死斗擂台出现，把秦红和秦昊两个人吸了进去，在擂台两边对峙。看到秦红现在的样子，秦风差点没有认出来。就看到秦红一身黑色装备，手里拿着一把血色镰刀，眼神冰冷，看秦昊的眼神就好像是在看死人一样，没有丝毫感情。这和之前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秦红几乎是判若两人。这秦红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短时间内就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秦风想要查看秦红的信息，可是随后就发现他的职业一栏竟然都是问号，难道是隐藏职业？秦风更加疑惑。浩哥，干掉秦红这个叛徒！对，叛徒必须死！这个时候，秦家的秦信等人大声喊着，给秦昊加油鼓气。秦昊也看着秦红，发出了冷笑：秦红，虽然不知道你到底获得了什么奇遇，不过你不会以为你能杀得了我吧？哈哈，本来我还在担心你以后会超越我，可是没想到你这么愚蠢，现在就主动跟我生死斗。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秦昊已经48级，而秦红虽然看不到等级，可是这短短几天时间，绝对没有他的等级高，所以秦昊有足够的自信。秦红却是一声不吭，只是用看死人一样的目光看着秦昊。终于倒计时结束，生死斗开始。秦昊第一时间朝着秦红杀了过去，野蛮冲撞，铁山靠。秦昊是散打，两个技能接连用出，几乎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合身撞到秦红身上。毕竟是高手排行榜上的人物，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秦昊自己的眼睛中都闪过一丝得意，似乎是已经吃定秦红了。这时候秦红终于动了，恶魔之手。秦红伸手向着秦昊一抓，顿时有一个5米多长的巨大手掌抓住秦昊，直接把他提到半空，无论秦昊如何挣扎都不能挣脱。黑暗之处。秦红眼中寒芒一闪，他身上冒出一股黑气，这黑气化成黑色的尖刺，直接刺穿了秦昊的身体。啊！秦昊发出一声惨叫，头上冒出一连串的巨大伤害数字，他的血条直接下降一半。这下秦昊终于害怕了，眼中涌出恐惧之色。不过秦红根本就不给他丝毫机会，死亡切割！他挥动手里巨大的血色镰刀，疯狂劈砍在秦昊身上，他的血条迅速被清空。定，生死斗结束，秦红胜！全场一片寂静。这生死斗才战斗开始到秦昊身死，一共也才过去不到5秒钟而已。战斗太快了，结果也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本来以为身为高手排行榜上的秦昊会取得胜利，谁能想到秦昊竟然死得这么快，在秦红面前简直就是被秒杀。而且秦红使用的那几个技能，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也就是说秦红非常幸运地转职为隐藏职业。一个强力的隐藏职业，秦红以后肯定会成为继秦风之后的又一个超级天才啊。不过在秦红使用出恶魔之手的时候，秦风就是眼睛一眯，因为他清晰地感应到他体内的恶魔之心出现了剧烈的跳动，再加上秦红那恶魔之手的技能名字，秦风已经隐隐有了猜测，这家伙怕不是转职成了隐藏职业复仇者吧。这时候生死斗擂台消失，秦红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踩在秦昊的尸体上，阴冷的目光盯着秦信等人，用手指着他们冷声说道：下一个就是你们。秦信等人都是脸色苍白，如果早知道秦红会变得这么厉害，他们说什么也不会霸凌秦红。第178章不堪一击。可是现在都已经把秦红得罪死了，再去道歉怕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了。随后秦红转过头来，径直看向秦风，他似乎也能感应到秦风体内的恶魔之力。在对视的那一刻，秦风体内的恶魔心脏更加剧烈的跳动起来。随后秦红径直朝着秦风走过来，原本站在秦风前面的两个人见状，还以为秦红是针对他们来的，顿时都是一脸害怕。秦红，我们只是吃瓜群众，可没有招惹过你啊。这两个人连声说着，脑袋上的冷汗都出来了。滚开！秦红冷声说着，那两个人赶紧跑开了。就连秦风身后的一些人也同样不敢跟秦红对视，纷纷躲避。这下原本躲在人群中的秦风暴露出来，顿时再次引起了一阵惊呼。我擦，那不是秦风吗？没错，就是秦风。我擦，秦红难道是想要继续和秦风生死斗吗？靠，太刺激了！秦风可是超级天才，这秦红转职隐藏职业也是一个超级黑马，超级天才对战超级黑马，这次的生死斗绝对超级精彩。别想了，现在每人每天只能进行一次生死斗，就算他们要进行生死斗，也要等明天了。秦风淡淡的看着秦红，
秦红刚刚击杀秦昊，此时意气风发，携带着大胜之势，指着秦风说道：“秦风，你身上有我需要的东西，我迟早会跟你一战。”精神威压，轰！秦红还没有说完，秦风身上一股强大的精神威压冲击而去，仿佛是一座大山一样压在秦红身上。噗！秦红直接一口老血吐出来，他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甚至还用两手撑地，这才勉强撑住秦风的精神威压，没有直接被五体投地的压在地上。秦红一脸不敢置信的抬头看向秦风，眼睛里面有着一丝怨毒，不过更多的却是恐惧。此时他终于想起了之前被秦风的恐怖所支配的时间，本来以为转职复仇者就已经可以和秦风平起平坐，甚至可以击败秦风，谁能想到秦风连手都没有动，就直接让他跪在地上，连站都站不起来。全场一片寂静，其他所有吃瓜群众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发生如此大的转折。本来以为秦红这个超级黑马就算不是秦风的对手，可是至少也能过几招吧，谁知道在秦风面前如此不堪，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秦风到底做了什么，就让秦红当场跪在地上。你对我做了什么？秦红一脸悲愤艰难地问着。连我做了什么你都不知道？秦红，想跟我打，你还不够格。秦风淡淡地说着，从秦红身边走了过去。其他吃瓜群众自动给秦风让路。秦风一走，他的精神威压自动消失。秦红感觉身上一轻，顿时那一股如山一样的压力完全消失。他蹭的一下站起来，一脸悲愤地看着秦风离开的背影，握着血色镰刀的手青筋暴突，牙齿几乎要咬碎。他恨不得立刻冲上去跟秦风来一场生死斗，可是仅剩的理智告诉他，他不能，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他只有被虐的份。为什么自己明明都已经转职成强大的隐藏职业复仇者了，在秦风面前还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秦红心里怒吼着，可是没有人给他答案。感受到其他人的或嘲讽或不屑的目光，刚刚击杀秦昊给他带来的所有荣誉，全部都在刚刚那一跪之下全部消失。看什么看？我虽然不是秦风的对手，可是杀你们却是易如反掌。秦红怒吼着，顿时所有吃瓜群众都纷纷套也似的离开。秦红心里的怒火无处发泄，他直接冲到秦信他们的宿舍里面，把他们堵在宿舍里，开始疯狂的殴打，以此来发泄他心中的怒火。对于秦红，他离开之后就直接丢到脑后，懒得继续理会了。隐藏职业复仇者很厉害吗？不过是他根本就看不上的一个职业而已，在他的神话级唯一技能面前，狗屁都不是。直接来到魔攻手学院，秦风进入大教室，郑元奎正好在教室里面。秦风一进入教室，顿时整个教室里面瞬间变得极度安静下来，落针可闻。郑元奎也看到了他，顿时眼睛中毫不掩饰的厌恶之色。秦风同样也是报之以厌恶，他直接走到郑元奎面前说道：“郑元奎，之前说好的做完任务就让我学习技能的，我现在任务已经完成，来学习技能。”秦风，你甚至连一句导师都不肯叫我，你竟然还有脸让我传授你技能？你想什么呢？郑元奎也是豁出去了，即便是面对教室中数百学生，也是完全不打算让秦风学习技能。你自己食言而肥，自己说过的话当放屁，竟然还想要让我喊你导师，你配吗？不就是几个技能吗？就算不学我也无所谓，不过让所有学生看清你这食言而肥的丑恶嘴脸也算是值了。第179章超凡任务。你别他妈你的了，如果还要继续骂下去，我奉陪到底，不过丢脸的肯定是你。你既然不想兑现承诺传授我技能，我也懒得跟你计较，我今天是来领超凡任务的，你赶紧的把超凡任务给我，我马上离开。你不想见到我，我更不想看到你。秦风已经厌倦和这郑元奎说话了，他直接说明了来意。郑元奎再次和秦风的对骂中落在下风，还想要扳回一局，不过听到秦风的话，他也闭嘴不言。看了一下秦风的等级，果然已经48级，这让郑元奎再次惊讶。上次见到秦风的时候，他还是40级呢，这不过2天时间就已经到了48级，这速度简直太快了。其他学生基本上都是需要1年时间才能达到的等级，秦风只用了1个多星期就做到了，这简直变态啊！不过想要晋升超凡，想得美，从任务这方面就得卡死你，让你连任务都不能完成，看你还怎么晋升超凡。郑元奎眼中闪过一丝阴毒，立刻出现了一个任务面板，给秦风发布超凡任务。丁，魔攻手导师向你发布晋升超凡任务，通关王之遗迹副本，是否接受？是否？这任务一发布出来，顿时教室里面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什么？要通关王之遗迹？这怎么可能通关啊？兄弟，这是什么副本啊？怎么就不能通关了？你还不知道吧？这是一个50级的副本，
50级知道是什么意思吗？48级以下都是凡阶，48级以上则是超凡。也就是说，这个副本是超凡级的副本，里面的怪物是超凡怪物。不管你再怎么天才，也不可能在没有晋升超凡的时候就打败超凡啊！啊，原来是这样。可是导师发布这样的任务不违规吗？当然不违规，因为这任务其实是系统发布的，导师只是经手而已。系统发布了很多不同的晋升超凡的任务，有困难的，也有容易的。不过最后给你什么样的任务，就由导师说了算，这就是导师的权利。现在导师只是把其中最难的一个任务发布给了秦风而已。我擦，原来是这样，还好我没有得罪导师，不然的话，给我发布一个这样的任务，那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成，也更没有可能晋升超凡了。对了，难道秦风就不能拒绝这个任务吗？他可以拒绝，不过等下次再想接任务的话，就要等1年后了。而且1年后，导师还可以继续把这个任务拿出来，所以就算拒绝也没有用。擦，那秦风不是完蛋了吗？唉，谁让他得罪导师呢？众人小声的议论说着。不过秦风现在拥有了超凡级的精神力，这些小声的议论他全部都听到了。再看郑元奎，他正在一脸冷笑的看着自己，看来是觉着吃定自己了。秦风还不赶紧接任务？还是说不敢接？如果不敢接的话，就赶紧走人，不要浪费我们时间。郑元奎不耐烦的催促说着，似乎是已经吃定了秦风一样。秦风直接接了任务。我擦，秦风真的接了任务，这可是超凡任务，接了之后就不能放弃，他算是完了。哎，不能晋升超凡，就算再天才也没有什么用了。看到秦风接了任务，很多人都是一脸惋惜的说着，郑元奎也是一脸得意。如此一来，秦风一辈子都不可能晋升超凡了。秦风懒得跟他废话，接了任务之后直接离开。既然是系统发布的任务，那么肯定就有办法通关。他马上上网查了一下王之遗迹副本的信息，果然发现这是一个超凡级的副本，里面一共只有5个怪物，5个怪物全部都是超凡。看到这副本信息之后，秦风也不由得皱眉。原本以为有一个超凡，没想到竟然有5个，这下连秦风自己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既然已经接下了任务，自然不能认怂。他立刻去了超品格装备店，看看有什么适合自己的好装备，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实力。换了几件装备之后，秦风的异常状态触发几率突破了500%多，也就是同时可以触发5种异常状态，其他的各项属性也都有所提升。刘波还给他收购了几个关键时刻用来保命的道具。这个时候，秦风接到了校长林海军的信息，说是让他过去。秦风立刻去了校长办公室，进去之后就看到校长林海军和第2副校长李正豪都在里面等着自己。寒暄坐下之后，李正豪直接开口问道：秦风，我听说你接的超凡任务是通关王之遗迹，第180章。何为超凡？是的。李正豪不由得皱眉，说道：这个郑元奎怎么可以发布这个任务呢？足足5个超凡级的怪物，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吗？校长，要不我亲自出面，让郑元奎给秦风换一个任务。听到李正豪的话，秦风不由得一愣，没想到他们2位这么关心自己，自己才刚刚接到的任务，他们马上就知道了，而且似乎还想要用他们自己的权利给秦风换一个更简单的任务。这2个靠山果然靠谱。林海军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向了秦风问道：秦风，你的意思呢？我听说这晋升超凡的任务难度越大，完成之后获得的奖励就越高，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没错。林海军点头说道：这超凡任务完成之后的奖励就是超凡职业模板，而这个超凡职业模板不是一成不变的，完成的任务越是困难，超凡职业模板越好，晋升的超凡也是越强。超凡职业模板？秦风一脸疑惑，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呢。林海军说道：看来郑元奎是一点都没有给你讲过这些事吧？职业传承应该更没有给你。没有。秦风摇了摇头，他和郑元奎这样的关系，能给他职业传承才有鬼。既然如此，那我就给讲一下晋升超凡是怎么回事吧。林海军说着，大手一挥，一股庞大的力量扩散开来。秦风顿时发现周围的环境突变，他好像是来到了宇宙空间，周围有很多星辰，那些星辰则是被密密麻麻的线路连接在一起。林海军和李正豪也出现在他身边，一脸微笑的看着他。2位校长大人，这是什么地方？秦风一脸惊疑地问着。这是我的识海空间。识海空间？秦风又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词汇。没错，就是我的识海空间。实际上，晋升超凡的过程就是开辟识海空间的过程。那也就是说，开辟出来识海空间，就算晋升超凡了？不，没有这么简单，这才只是晋升超凡的第一步而已，算是让你进入了超凡的大门。想要成功成为超凡，还需要用到超凡职业模板。每一个人的超凡职业模板都是不一样的，是根据你自身完成的超凡任务难度还有完成度，
以及你自身的实力等各方面的总和，系统奖励给你的职业模板。这职业模板就相当于是一个魔法阵的图纸，你要根据这魔法阵图纸，在你的识海空间中把这个魔法阵给重构出来。只有完美的重构出来这个魔法阵，你才算是成功晋升超凡。原来是这样。听到林海军的解释，秦风终于大概知道晋升超凡是怎么回事了。他看着周围那密密麻麻的星辰，还有那复杂到极点的线路，秦风说道：“校长，这些星辰就是您自己的魔法阵吗？”没错，不过这魔法阵只是我的一个比喻，好让你更好的理解而已。实际上，我们叫它超凡网络。可是这也太复杂了，构筑这样的一个网络，怪不得晋升超凡那么困难呢。看着面前那复杂到极致的星辰网络，简直就是一个小宇宙。秦风不由得皱眉说着。林海军笑了笑说道：“秦风，你不要误会，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超凡网络，是我超凡3阶的才会这么复杂。如果只是超凡1阶的话，就算是超凡1阶最复杂的，也不及我现在超凡网络的1%。算了，只是说的话，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概念。正好林有道来了，他现在只是超凡1阶，带你去看看他的超凡网络的规模，你就知道了。”林海军大手一挥，环境再次变化，秦风已经从林海军的识海空间中退了出来。他就看到林有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在他旁边了。林海军这次带秦风进入了林有道的识海空间之中。这次秦风看到的超凡网络果然比林海军的规模要小得多。如果说林海军的超凡网络是整个国家的道路网络，那么现在林有道的超凡网络就只是一个城市的道路网络，两者差距非常大。从识海空间中退出来之后，林海军说道：“秦风，你现在接的任务是所有晋升超凡任务中最困难的，那么之后奖励的职业模板需要构筑的超凡网络必然也是超凡1阶中最复杂的。你有把握能成功吗？”“我一定会成功。”秦风目光坚定地说着。林海军见状微微点头，对秦风的自信表示赞许。“既然如此，那我就拭目以待。还有我这份生人偶，再给你一个，可以帮助你完成任务。”说完之后，林海军再次拿出了一个分身人偶递给秦风。“谢谢校长。”秦风接过份身人偶，道谢说着：“这可是超凡级的人偶，有了这人偶，他更有把握可以完成任务了。”第181章，只有超凡才能对付超凡。离开校长办公室之后，秦风直接就朝着王之遗迹所在的地方而去。足足3个小时，走了上百公里，秦风才来到目的地。和玉龙城一样，这里也是一片废墟。不过玉龙城那是人类城池的废墟，这现在出现在秦风眼前的这一片废墟，却是从异界降临下来的。这里原本是波罗丁王国的首都，这波罗丁王国就是王之遗迹副本中最终 BOSS 锤王波罗丁所创建的国家。锤王波罗丁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骑士，他麾下还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骑士军团。在他自己的世界，锤王波罗丁率领着他的骑士军团，扫灭了其他所有的国家，创建了属于他的波罗丁王国。这是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可惜的是，这锤王波罗丁虽然自身实力强大，战力无双，可是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国家虽然建立起来，人民的生活却是越来越水深火热。原本被他打败的那些国家中的残余势力，很快就发动了此起彼伏的起义。最终，波罗丁在无尽的战斗中心力憔悴，不愿再看到无止境的战争，于是亲手烧掉了他的王城，包括他自己。咔咔，正在想着王之遗迹的背景故事，秦风就听到了整齐的走路声音，还有盔甲碰撞的声音。循声望去，就看到一队穿着整齐铠甲的死亡骑士走了过来。秦风立刻丢了一个鉴定术过去。死亡骑士，他们原本是波罗丁麾下的骑士，即便是死亡之后，依旧忠诚地守护着波罗丁王城。亡灵怪物，等级50级 ，HP 20万 ，MP 2万，技能冲锋惩戒。竟然是50级的死亡骑士！嗖嗖嗖！秦风立刻射击，他们还没有进行冲锋，就被秦风定在原地。对秦风来说，也就是血量多点而已。一路杀过去，很快秦风就到了废墟中央的位置。从废墟的大致轮廓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原本应该是宫殿。就在这个地方，竖立着一个蓝色的副本漩涡门口。秦风查看了一下副本属性，副本名称：王之遗迹，进入等级48至55，果然是王之遗迹，而且最低48级就可以进入。秦风立刻进入副本之中，环境一变，秦风到了一个荒凉的宫殿之中。这宫殿虽然荒凉，可是并不是之前见到的废墟，应该就是烧毁之前的王宫了。秦风看了一下，周围并没有怪物，只是在前面宫殿门口有一个骑士雕像。秦风正要进入，擅闯王宫者死！突然一声怒喝传来，秦风循声望去，就看到那骑士雕像上扑簌簌的掉落石头，
身上散发出强大的寒冰之力，周围的温度直线下降，地面上很快就结了一层寒冰。这骑士脑袋上的名字也显现出来：寒冰骑士，波罗丁手下的骑士长，超凡怪物，等级50级 ，HP 1600000，MP 10万，技能寒冰突刺、寒冰冲锋、追踪冰柱、寒冰肢体。我擦，果然是超凡怪物！所有的技能都是冰系技能，而且根据之前看到的怪物信息，这家伙的寒冰攻击有90%的几率会造成冰冻状态。90%的几率如此之高，几乎是只要被攻击到就会被冰冻，然后就一直等死就好了。秦风赶紧喝了一瓶温暖药剂，这是可以提高冰冻抗性的药剂，能提高它的容错率。毕竟对方是超凡怪物，秦风还是非常重视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随后秦风立刻开始射击，嗖嗖嗖，如雨点一样的箭矢射到寒冰骑士身上。寒冰骑士刚刚开始移动身体，顿时就被定住，他的脑袋上出现了眩晕、中毒、破甲等状态。秦风一喜，超凡也不怎么样嘛，不是照样被我的普通攻击定住，也不过是一个血量多点的柱子而已。秦风迅速射击，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寒冰骑士身上陡然爆发出一阵强大的精神能量，这让他直接从眩晕状态中恢复了过来。随后一团寒气包裹在他身上，秦风的箭矢还没有射到他身上，顿时就被冰冻，然后掉落在地上。秦风的箭矢被他隔绝在外。我擦，刚刚那是精神冲击类的技能。秦风立刻就认出来，刚刚寒冰骑士正脱眩晕所使用的技能。随后这寒冰骑士手里的寒冰长剑一挥，顿时就有一个追踪冰柱出现，自动朝着秦风攻击过来。寒冰骑士自己也朝着秦风发起冲锋，秦风赶紧躲避，顺手又射出去好几支箭矢，结果都被对方身上的寒冰气息给挡住，根本就攻击不到对方身上。果然超凡级的怪物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秦风微微皱眉，又使用了几个技能，结果也都是一样，根本都射不到对方身上。难道只有超凡级的技能才能攻击到他吗？秦风心里想着，正要拿出林海军分身人偶，突然眼睛一亮，超凡级的技能我也有啊！精神冲击！眼看着寒冰骑士的长剑就要刺到自己身上，秦风猛然发出了一道超凡级的精神冲击，寒冰骑士顿时被眩晕定在原地，他身上的那一层寒冰气息也被冲散。嘿嘿，果然有用！秦风立刻再次射击，这次他身上的寒冰气息被冲散，箭矢终于射到了寒冰骑士身上。中途寒冰骑士又爆发了一次精神能量，不过马上就被秦风的精神冲击再次眩晕。几波拉锯之后，超凡级的寒冰骑士终于被秦风杀死。第182章神器套装。哗！寒冰骑士死亡之后爆出来一大堆装备，足足有10几件，而其中一抹红色非常耀眼。秦风眼睛一亮，又出神器了。不过这也正常，毕竟这可是超凡级的怪物，而且这属性妥妥的就是一个 BOSS。秦风一个凡阶的新手，越阶打超凡，如果不爆什么好装备才不合理。秦风立刻查看这神器的属性：玄冰胸甲，红色神器，玄冰套装上衣，等级50，防御力200，冰属性攻击加200。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20%几率触发冰冻状态；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减速状态；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10%几率提高100点冰属性攻击伤害，无法叠加；附加属性4，冰冻状态持续时间翻倍。我擦，冰属性增加好高啊！而且这附加属性也跟自己非常配，最重要的是，这竟然是一个套装部件。如果能把套装凑齐的话，还会有额外的属性加成。看到这玄冰胸甲，秦风非常高兴，他非常期待能凑齐一套装备。收进背包里面，秦风继续前进。这副本应该就是还原了原本的整个王宫。秦风刚刚穿过一道大门，就又遇到了一个拦路的骑士。这骑士同样也被封印在石头里面，不过在秦风出现的时候，对方就破土而出。轰！只见这次的骑士雕像猛然燃烧起剧烈的火焰，周围的温度直接从原本的极寒变成了极热。这次是火属性的燃烧骑士。精神冲击！燃烧骑士刚刚从雕像中恢复过来，不等他施展技能，秦风就一个精神冲击过去，燃烧骑士身上的火焰被冲散，顺带着还被眩晕。嗖嗖嗖！秦风立刻开始射击，本来想着一鼓作气直接一波射死，不过每射一箭过去，这燃烧骑士身上就会有一道火气飘出来，然后直接钻到秦风的身体中。定，你受到了燃烧骑士的燃烧诅咒。什么？燃烧诅咒？这家伙不是都已经被自己给眩晕了吗？怎么还能对自己发出诅咒？正想着，秦风脑袋上已经出现了5个火焰形状的诅咒符文。
随后这5个符文轰然爆炸，秦风的血条直接去了一半，赶紧吃了一个补血药剂，更是换上了一个攻击吸血的状态。秦风不敢贸然继续攻击了，只是一次诅咒爆发就去掉了自己一半血，如果连着爆发2次的话，那直接完蛋。还是先搞清楚这燃烧诅咒的攻击机制的好。嗖，秦风射了一箭，他脑袋上再次多了一个燃烧诅咒符文。秦风顿时明白了，这诅咒是被动技能，只要攻击燃烧骑士，攻击者就会受到一次诅咒，而这种诅咒符文集齐5个之后就会引发爆炸，造成大量伤害。不过秦风很快就发现，这些诅咒符文过几秒钟就会自己消失，这就简单的多了，只要攻击4次停止几秒钟，等到诅咒符文消失就可以继续攻击了，顶多也就是多消耗一点时间而已。他有精神冲击，还有各种控制状态，有足够的时间跟对方耗。不一会，燃烧骑士就被秦风打死了。秦风一摸尸，顿时出现了一堆装备，而这次也没有让秦风失望，再次爆出了一个神器：燃烧头盔，红色神器，燃烧套装头盔，等级50级，防御力加100，火属性攻击加100，附加属性1，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燃烧状态；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10%几率触发破甲状态；附加属性3，火属性伤害增加10%；附加属性4，燃烧状态增加10秒。竟然又是套装，刚刚的寒冰骑士爆出了玄冰套装部件，这次的燃烧骑士就爆出燃烧套装，看来他们每一个都可以爆出一种神器套装来，而且都是很适合自己的套装，到时候可以根据怪物的不同换着用。秦风心里想着，继续前进。很快他就看到了第3个骑士，这次的骑士身上缠绕着一圈圈的电弧，看来是一个雷属性的骑士。雷电骑士，他的所有雷电攻击都有90%的几率造成眩晕。精神冲击，不过秦风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精神冲击之下，雷电骑士率先被秦风给眩晕。嗖嗖嗖，这次没有诅咒之类，秦风可以全力输出。在雷电骑士的生命值下降到一半之后，他身边开始出现了一些召唤阵，一群小1号的雷电骑士分身不断被召唤出来，不一会就召唤了20多个。第183章锤王波罗丁。而且这些被召唤出来的雷电骑士分身也都会释放雷电攻击，他们的雷电攻击同样也会对秦风造成眩晕。精神冲击，秦风再次用出精神冲击，所有雷电骑士分身全部被眩晕。秦风松了口气，如果20多个雷电骑士一起对他攻击，而且都能眩晕，那他根本就躲不开，必然会被眩晕，之后就等死好了。不愧是超凡级的怪物，果然非常危险。还好有超凡级的精神冲击技能，可以造成群体性的眩晕，不然这次就危险了。他没有管那些分身，继续朝着雷电骑士本尊攻击。中毒状态的层数很快就超过100，秒伤惊人。雷电骑士顺利被他击杀，本尊一死，那些分身也全部死光。这次不出意料的又爆出了一个雷电神器套装。穿过大门，秦风见到了第4个挡路的骑士。秦风直接用他的暴风之弓瞄准了对方，只要对方的血条一出现，秦风就会第一时间进行攻击。可是在看到对方的名字之后，秦风立刻就停止了攻击。荆棘骑士，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反伤流，如果真的直接射击的话，他自己反而是最危险的。只见这荆棘骑士拿着一个满是尖刺的大盾，把他多半个身体都给挡住了，就堵在门口，也不主动攻击。秦风换上他1级的疾风小木弓，这木弓的攻击只有1点，就算是反伤也不会对自己造成多大伤害。嗖，秦风射出一箭，荆棘骑士脑袋上冒出了一个1的伤害，而秦风脑袋上却是出现了10的伤害，也就是说这荆棘骑士有10倍反伤。不过中毒这种状态伤害并不会反伤，一箭掉10点血，完全不用在意。秦风放心的展开攻击，这荆棘骑士足足有300万生命值，不过在秦风强大的中毒伤害之下，也很快被清空。这荆棘骑士同样掉落了一个反伤神器套装。随后秦风推开了最后一扇大门，前面出现了一个宫殿，最上方有一个王座，上面坐着一个身形高大的骑士，只是坐着就有5米多高，正是最终 BOSS 锤王波罗丁。秦风踏入宫殿之后，锤王波罗丁立刻就苏醒过来，在骑士面甲后面的眼睛猛地睁开，一道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秦风身形一颤，仿佛置身于尸山血海的战场上一样，在这战场上到处都是尸体，站着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锤王波罗丁。只见他身高10米，顶天立地，身上散发出如同燃烧烈焰一样的杀气，而此时对方那血红的眼睛已经锁定了他。秦风站在他面前，就好像是一个普通人在仰望神明一样，内心中完全生不出一丝反抗的信念，
反而是有一种要跪倒在对方面前虔诚祈祷的冲动。不好，这是对方的精神攻击。秦风陡然明白过来，他自身的精神力量猛然爆发，周围的幻境瞬间消失，他又回到了宫殿之中。那锤王波罗丁依旧坐在王座上，紧盯着他。秦风此时已经满头大汗，这锤王波罗丁好厉害，不只是实力强大，精神力量也不是之前那4个骑士能比。只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差点瓦解自己的战斗意志，沦为对方的奴隶。咔咔！此时锤王波罗丁缓缓地从王座上站起身来，身高超过10米，顶天立地，身上也散发出和幻境中一样的熊熊杀气。他手里还握着一把和他同样高的青铜巨锤，随后举起青铜巨锤，朝着地上一顿。轰！整个大殿都跟着颤动起来，仿佛是发生了地震一样。一股强大的能量冲击波朝4面8方冲击出去，秦风前面几根直径1米的石柱被这冲击波一冲，直接粉碎。秦风大惊，赶紧使用跳跃技能高高跳起，躲过了冲击波。只是一个冲击波就这么厉害，真要打起来的话，秦风真没有把握。眼看着锤王波罗丁再次举起青铜巨锤，要朝着地面砸下去，秦风赶紧使用精神冲击，锤王波罗丁顿时被眩晕。太好了，能眩晕就能击杀。嗖嗖嗖！秦风立刻开始射击。秦风看到他的箭矢射对对方身上，物理伤害直接被免疫。好在中毒状态还在，不过中毒造成的伤害竟然只有一半。他这可是神级毒素，竟然被对方免疫了一半伤害，果然厉害。而且秦风只是射了1秒钟，锤王波罗丁就从眩晕中恢复了过来。他身上爆发出一阵强大的杀气，把秦风射过去的箭矢挡在外面。我擦，3秒眩晕竟然只有1秒的效果。精神冲击！秦风立刻再次使用了精神攻击，把锤王波罗丁再次眩晕。第184章开始晋升，不然的话他攻击起来怕是会非常恐怖。秦风不敢耽误时间，疯狂射击。1秒钟之后，秦风继续使用精神冲击眩晕 BOSS。 不过他现在毕竟还没有晋升超凡，使用超凡级的精神冲击消耗非常大，连着用了3次，他就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这是精神力枯竭的表现。精神冲击暂时已经不能用了。可是这个时候锤王波罗丁已经从眩晕中恢复了过来。吼！锤王波罗丁发出一声愤怒的大吼。在他看来，连超凡都不是的秦风就是一只蚂蚁，被这个蚂蚁连着攻击了这么多次，完全是他的耻辱。随后锤王波罗丁那10米高的巨大身躯猛地挑起来，挥动同样是10米长的庞大的青铜巨锤，朝着秦风狠狠地砸下来。冲锋！秦风迅速后退，他可以断定，如果被对方那巨大的10米长的青铜巨锤砸中的话，肯定会直接被秒杀。轰隆！秦风刚刚躲开对方的攻击，青铜巨锤就砸在地上，巨大的冲击波横扫，碎石纷飞。跳跃！秦风跳跃起来躲避冲击波，不过却是被2块飞过来的碎石击中，秦风的生命条直接去了 60%。 秦风大惊，这不过是对方攻击造成的无数碎石中的2块而已，就直接打掉他 60% 的血，这也太恐怖了吧！人偶！秦风立刻扔出林海军分身人偶，分身人偶化成林海军的样子，身上发出绿色的光芒，大量的上百米长的粗壮藤蔓破土而出，把10米高的锤王波罗丁死死缠绕住。吼！锤王波罗丁发出愤怒的咆哮，用力挣扎。咔咔咔！好几根藤蔓直接被他挣断，看得秦风心惊肉跳。这锤王波罗丁也太强了吧！这林海军人偶虽然只是分身，可是对于一阶超凡绝对有碾压的实力，现在却是几乎困不住超凡一阶的锤王波罗丁。真要比战力的话，那超凡一阶巅峰的浴血魔神郑元彪怕是也被波罗丁一锤子打死。嗖嗖嗖！秦风不敢耽误时间，这可是唯一击败对方的机会了，必须要争分夺秒。全力射击之下，足足射了500多箭，中毒状态叠加了500多层。终于在人偶的力量快要耗尽的时候，锤王波罗丁的生命值被清空。丁，你击杀了超凡级 BOSS 锤王波罗丁，你获得经验值200万。丁，检测到你现在只是凡阶，越阶击杀超凡级 BOSS， 额外奖励100属性点和一个神级技能点。太好了，又得到一个神级技能点，别人怕是一辈子都不一定得到一个神级技能点，自己到现在却是已经得到3个了。秦风心中非常高兴。系统提示还在继续。丁，你通关了副本王之遗迹，你完成了晋升超凡任务，是否立刻领取奖励？立刻领取。丁，你获得了魔弓手进阶职业模板魔弓主宰，一个散发出超凡之力职业模板出现在秦风手里。魔弓主宰超凡职业模板使用之后，可以开辟识海，构筑好超凡网络即可晋升超凡，晋升失败则职业模板消失。魔弓主宰听起来很霸气的样子，哈哈，终于可以晋升超凡了。
秦风心里高兴地说着。不过现在刚刚大战一场，还是先恢复到巅峰状态再晋升吧。秦风立刻盘膝而坐，开始恢复。足足半个小时之后，秦风心平气和，刚刚几乎耗尽的精神力也全部恢复完满，他的状态达到巅峰，而且他现在还是在副本里面，可以保证绝对安全。拿出魔宫主宰的职业模板，立刻使用。秦风意念一动，顿时魔宫主宰的职业模板化成一道精纯的超凡之力进入秦风体内。轰！仿佛开天辟地一样，秦风陡然感觉到他体内开辟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正是识海空间。他的意识也紧跟着进入了识海空间之中。不过此时他的识海空间一片空旷，什么都没有。现在就是要开始构筑超凡网络了。秦风想着，顿时一个非常复杂的超凡网络出现在他脑海之中。这就是职业模板给他提供的超凡网络图纸。他现在就是要利用自身魔力把这超凡网络给构筑出来，其中哪怕有一丝一毫的错误，都会晋升超凡失败。不过秦风看到脑海中出现的超凡网络图纸的时候，秦风顿时就是一怔，怎么会这么复杂？甚至比林有道的还要复杂1倍。他之前见过林有道构筑的超凡网络，他是超凡1阶巅峰，他的超凡网络已经非常复杂了，而现在秦风要构筑的超凡网络竟然比林有道的还要复杂1倍。第185章成功晋升。这么复杂，真的有可能成功吗？看着这复杂到极点的超凡网络，秦风自己都不由得心中动摇。不过他很快就把这一丝动摇给压了下去。不管多么困难，必须要成功。秦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立刻就开始按照职业模板给他提供的超凡网络图纸构筑模板。他超凡级的精神力一扫，顿时秦风就发现那复杂到极致的超凡网络就好像是刻印在他脑海里面，每一个节点，每一根线条都非常清晰。他甚至可以使用精神力在他面前具现出一个超凡网络虚影，他只需要使用魔力把这些虚影填充成实实在在的超凡网络就可以了。原本他是照猫画虎，现在却是在已经画好的老虎上面涂色，难度下降了不知道多少倍。精神力竟然还可以这么用，秦风一脸惊喜。不，应该是只有超凡级的精神力才有这样的能力，凡阶的精神力根本就不能掌控，自然也没有这样神奇的妙用。而自己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也不会在晋升超凡之前就拥有了超凡级的精神力，活该自己能晋升超凡。秦风心中高兴，快速沉浸在构筑超凡网络的工作之中。时间一晃就是3天，这3天时间，秦风一刻不停地构筑超凡网络，而现在他终于完成了。看着面前复杂到极致的超凡网络，密密麻麻，纵横交错，但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都会立刻失败。而秦风一点错误都没有，一气呵成。接下来就是启动这个超凡网络，让它彻底和自身融为一体。秦风休息了一会，魔力值恢复满，开始灌注到超凡网络之中。生死成败在此一举了。开！随着魔力涌入超凡网络之中，所有的线条和节点就好像是通上了电被点亮一样。秦风的意识也逐渐和这超凡网络开始有了共鸣和融合，似乎这超凡网络就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可是不一会，他的魔力就消耗完毕。但是现在那超凡网络才只是点亮了一小半而已。秦风赶紧吞了一个补充魔力值的药剂，可是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能维持超凡网络庞大的魔力需求。随着魔力的耗竭，那超凡网络不再点亮，甚至是刚刚被点亮的，因为没有后续的魔力支持，竟然开始熄灭。而他和超凡网络的那种融合也被中断，甚至开始撕裂。这就好像是撕裂他的灵魂一样，让他痛苦到了极点。不行，这么下去肯定要失败，都已经是临门一脚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失败，没有导师就是不行。林海军虽然给自己讲解了很多，可是还是忘记告诉自己最后一步需要大量的魔力值，这下可惨了。对了，不知道精神力能不能代替魔力值。看着那已经被点亮的超凡网络开始逐渐熄灭，无奈之下，秦风只能活马当成死马医，用精神力替代魔力灌注到超凡网络之中。轰！整个超凡网络一瞬间就全部点亮，而且比之前还要亮得多。只是一瞬间，这超凡网络就和秦风的意识融合为一体。随后超凡网络就好像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心脏一样，快速跳动运转起来，爆发出超强的能量。这一股能量开始源源不断地反馈给秦风的身体中。秦风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力量、体质、智力、敏捷、精神都在爆炸性的提升。这不是1点2点的提升，而是1倍2倍的提升，1倍、2倍、3倍、5倍。他的力量和体质足足提升了5倍左右才停止，而他的智力、敏捷和精神还在继续提升，6倍、7倍、10倍。智力和敏捷足足提升了10倍左右。不过这还没有结束，
他的精神力还在继续提升，11倍、12倍、20倍。他的精神力在超凡网络中根据一定的规矩自动运转，越来越快，精神力量也越来越庞大。最后轰的一声，似乎是捅破了一层坚韧的隔膜，然后豁然开朗。他的精神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超凡2阶。他的精神力竟然一举突破到了超凡2阶。而在精神力突破之后，他的超凡网络中爆发出的那一股能量也终于彻底消耗完毕。他体内逐渐平静下来，他的超凡网络也开始平稳地运行起来。秦风慢慢睁开眼睛，感受着体内强大的力量。秦风嘴角微微勾起，终于晋升超凡了。不过自己晋升超凡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晋升超凡之后才会开始学习掌控精神力的运用。第186章，实力暴涨。而他却是刚刚晋升超凡，他的精神力就直接突破到超凡2阶。这种事情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世间仅有他一个了吧。打开属性面板看了一下，看到那爆炸的属性，秦风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力量和体质提升了5倍，智力和敏捷提升了10倍，精神力提升了20多倍。怪不得不管什么样的凡阶超级天才都不可能是超凡强者的对手呢。就算超凡强者什么装备都不穿，只是自身的属性就可以碾压凡阶了。基础属性相差10倍，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还有他现在对剑术和魔法的感悟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拉弓搭箭，他身上一阵魔法波动，顿时那普通的箭矢就变成了寒冰箭矢，嗖的一下射出去。这一根箭矢直接射到了100米之外，他现在的射程直接增加了10倍。那寒冰箭矢落地之后猛地炸开，半径10米之内都覆盖上了一层寒冰。原本单体攻击的寒冰箭不仅威力大增，还变成了范围攻击。雷电剑、火焰剑还有毒剑也都是威力大增。测试一下现在的实力，秦风说着重新打王之遗迹副本。这里的怪可都是超凡级的怪物，正好给他拿来测试。原本面对这些超凡级的怪物，秦风还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可是现在他自己也是超凡，实力增加10倍，完全不惧。第一个寒冰骑士，原本还要使用精神力冲散对方身上覆盖的寒冰气息，箭矢才能射到他身上。不过现在嘛，直接开射就行。秦风发现他的中毒伤害也提升了4-5倍，不到3秒钟，寒冰骑士就被他射死。这寒冰骑士又给他爆出来一件神器玄冰套装。到了第二个火焰骑士，秦风使用寒冰箭射击，一箭过去，对方的燃烧诅咒立刻被触发，一道透明的火焰能量朝着秦风身上射来。秦风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道火焰能量，原来这就是燃烧诅咒，似乎是对方的火焰能量，然后还有精神力混合在一起的一种技能。既然是精神力，那么自己用精神力应该就可以对付吧。秦风那达到超凡2阶的庞大精神力瞬间发动，轰，仿佛是飓风爆发一样，侵入他体内的火焰诅咒瞬间被他的精神力驱散，他脑袋上的诅咒符文也瞬间消失。果然用精神力可以驱除。秦风又射了一箭，那诅咒能量再次过来，不过这次直接被秦风的精神力阻挡在外，根本就不能进入他体内。如此一来，这火焰骑士的燃烧诅咒对他也没用了。嗖嗖嗖，一顿猛射，3秒钟，火焰骑士被杀死。一路横推，到了锤王波罗丁处。那锤王波罗丁还是和之前一样，一开始就使用了精神攻击，让他陷入战场幻境之中。锤王波罗丁10米高的身躯站在他面前，如神如魔，压迫着他，想要让他崩溃。不就是精神力吗？我也有，而且还是超凡2阶的。秦风庞大的精神力再次发动，他的身躯就好像是吹气球一样长大，瞬间就变成了100米高的巨人。这次那10米高的锤王波罗丁反而成了一个小不点。在他震惊的目光中，秦风一脚把他踩成肉泥，幻境破碎。噗！高居王座上的锤王波罗丁吐出一口老血，他脑袋上也飘出了一个超过100万的庞大的伤害数字。虽然只是精神力的碰撞，可是秦风现在的精神力可是超凡2阶的力量，已经有了直接的杀伤效果。全力出手之下，竟然一下给锤王波罗丁造成了上百万的伤害，这点连秦风都有点诧异。再看那锤王波罗丁，面罩后面的双眼中出现了一丝惊讶，不过并没有恐惧。身为不灭战神的锤王波罗丁，从来都是一往无前，就算战死也不会有任何害怕的情绪出现。吼！锤王波罗丁大吼一声，就朝着秦风攻击过来。嗖嗖嗖，隔着上百米，秦风的箭矢射过去，直接把锤王波罗丁定在原地。不到10秒钟，锤王波罗丁死亡。丁，你杀死了超凡级 BOSS 锤王波罗丁，你获得了经验值20万，你的等级提升到49级。随着系统提示音，秦风身上一阵光芒亮起，升到了49级。
叮，你通关王之遗迹副本，通关时间1分钟。不错，只用1分钟就通关了。这副本很适合自己，1分钟就可以通关，可以多刷几次，顺便把玄冰套装等几个套装都给刷出来。秦风继续开刷副本。第187章，秦风，你嚣张的日子到头了。又足足刷了1天，秦风的等级提升到51级，他的神器玄冰套装、燃烧套装还有雷霆套装也都凑齐了。玄冰套装一共有5件，每一件都能增加至少100点冰属性伤害，5件加起来足足增加了800点冰属性伤害。套装属性是冰冻几率提升 50%， 冰冻伤害翻倍，冰冻时间增加20秒。燃烧套装和雷霆套装的属性也是跟玄冰套类似。秦风换上这3个套装，挨个测试了一下威力，每一套的伤害都和他现在穿着的中毒套差不多。套装全部凑齐，也成功晋升了超凡。现在也是时候回去跟林校长汇报一下了。秦风心里想着，转身朝着学校而去。怀着兴奋的心情，秦风回到了学校。可是刚刚到学校门口，秦风就看到了几个他最不想看到的人，郑如松和郑如梅几个人。他们此时都在学校门口东张西望，似乎是在等人的样子。秦风顿时就满心疑惑，他们这几个人可都是郑家嫡系，虽然是学生，可是平时也都是高高在上，如果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是不会亲自到门口站着的。难道是为了等自己？秦风脑海里面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不过马上就被他否定了。秦风也懒得去猜，还没有晋升超凡的时候，他们就是自己的手下败将，现在自己都已经是超凡强者了，秦风就更加懒得理会他们，不然的话，那就是秦风自己掉价了。他本想直接过去不理会这几个家伙，却是没有想到他们看到秦风之后竟然眼睛一亮，立刻趾高气昂地走到秦风面前，挡住了秦风的去路。秦风微微皱眉，正想要使用精神力狠狠地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阻挡一个超凡强者是有多么的愚蠢。可是看着他们那趾高气昂的样子，秦风不由得疑惑，这几个家伙之前遇到自己，除了不怕死的郑如梅，其他人都是躲着自己走，谁给他们的胆子来阻拦自己的？而且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吃定了自己一样，太奇怪了。就先看看他们表演再说。秦风冷冷地看着他们。秦风，听说你去执行晋升超凡的任务去了，而且还是最难的那个任务，都已经3、4天没有见你了，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呢。郑如梅那张臭嘴依然没变，一开口就是冷嘲热讽，也不知道谁给他的底气。秦风冷冷一笑，说道：你们郑家还没有死光，我怎么会死呢？一句话直接气得郑如梅、郑如松等人脸色通红。郑如梅说道：哼，秦风，你嚣张的日子已经到头了，等会看你还敢不敢继续这么嚣张。哦，听你这意思，似乎是找到什么人来对付我了。秦风饶有兴趣地说着，他终于知道郑如梅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底气了，看来他们找来的帮手肯定特别厉害。嘿嘿，没错，秦风，现在跟我们走吧，几位校长都在等着你过去呢。郑如梅一脸得意地说着。好狗，带路。秦风淡淡说着，郑如梅差点鼻子给气歪，可是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带路，不带都不行。不过想到马上秦风就会被狠狠的教训，他就暂时压制住了怒火，不再继续跟秦风耍嘴皮子，带着秦风一路到了校长办公室。郑如梅他们非常恭敬地敲了敲门进去之后，说道：我们把秦风带来了。随后转过头来对秦风冷笑说着：秦风，快点进去吧。那模样就好像是这不是校长办公室，而是天牢地狱一样，只要秦风进去就永世不得超生一样。秦风懒得理他，径直大踏步走了进去。他一进入，里面10几双眼睛就齐刷刷地看向了他。秦风敏锐地感觉到这些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超凡气息。之前他没有晋升超凡的时候，只有他们主动释放出超凡气息的时候，秦风才能感应到。可是现在他也已经是超凡了，而且精神力已经达到超凡2阶，就算他们不释放出气息，秦风也能感应到他们的超凡气息。秦风扫视一圈，除了林海军、李正豪以及林有道他们，还有郑家的一群超凡都在。郑家的这些人一如既往的看到他之后，都是一脸赤裸裸的敌意。尤其是郑元奎，眼睛里面除了敌意，还有一丝嘲弄，似乎是秦风已经深陷麻烦之中，无法自拔了。秦风更加疑惑，不过他很快就发现，除了那些熟悉的超凡面孔之外，还有一个让他出乎意料的人也在这里，竟然是秦雪。他此时就坐在郑宏德旁边，此时对方正一脸冷漠和审视的表情看着自己。秦风一愣，这秦雪的气质怎么突然变化如此之大？不对，此人竟然也是超凡强者，他绝对不是秦雪，那就只能是秦雪的双胞胎姐姐秦云了。听说她天赋异禀，一直都是高手排行榜上的第1名，
而且之前一直跟着秦孝武去执行任务，所以才没有见到。没想到现在竟然突然回来，而且已经晋升超凡。只是看了对方一眼，秦风就直接猜出了对方的身份。你就是秦风？秦云开口问着，声音冰冷，高高在上，是审问的语气。第188章，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我是秦风。秦风淡淡说着，冷眼看着秦云，他很好奇对方要做什么。秦云冷声说道：秦风，好叫你知道，我叫秦云，秦孝武是我们共同的父亲。我本来是随父在外出征，却不想你做下的事情已经传到了父亲耳中。你在河阳城中做出那些事情也就罢了，没想到到了大学竟然还不知收敛，肆意妄为，不仅杀了如风，还屡次忤逆长辈，甚至元彪舅舅也因你而死，简直是大逆不道。父亲非常震怒，特命我来拿你。现在跪下，给长辈们道歉。秦云厉数着秦风的罪恶，最后直接宣判，让秦风跪下，好像女王。秦风一脸冷笑地看着他，就好像秦云说的是别人一样，让跪下的也是别人，他就是一个看戏的。秦云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冷声说道：秦风，你心里是不是在想，我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管你？你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毕竟你从小就没有人教养，这才养成你现在叛逆的性格。不过以前没有人教你，现在我来教你，看在你还有点天分的份上，我一定会把你之前的那些臭毛病全部改掉。我现在让你跪下给长辈们道歉，也是为了你好。你只有取得长辈们的原谅，到了父亲面前，我才好给你求情。如果没有取得长辈们的原谅，到时候父亲震怒，你只会吃到更多苦头。还有吗？继续你的表演。秦风淡淡说着。秦云微微皱眉：秦风，你是在拒绝我的好意吗？郑佩佩已经不耐烦了，对秦云说道：云儿，跟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你是替你父亲管教他，直接出手镇压，你已经是超凡，这小畜生还能在你手里翻天不成？对，必须狠狠管教，不然的话，养出这么一个没有教养、欺师灭祖的野种，不止妹夫丢脸，我们同样脸上无光。郑元奎也是恶狠狠地说着。秦风只当看戏。秦云说道：秦风，看来你是真的需要管教，既然如此，这可是你自找的，给我跪下。轰！秦云的气息陡然爆发，超凡级的精神威压铺天盖地地朝着秦风压迫下来，顿时整个大厅之中都充斥着一股杀伐气息，仿佛是回到了战场之中一样。感受着秦云的精神威压，场中所有人都是动容，郑家的人都是一脸惊喜地看着秦云。要知道，现在秦云还不到18岁，不但已经成功晋升超凡，而且这精神威压也已经熟练掌握，甚至还融合了战场的杀伐气息。一般的精神威压也只是能对下位之人才有作用，对同级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形同鸡肋。可是这种融合了战场杀伐气息的精神威压，对同级都有很强的震慑效果。他们知道的一些军中大佬，就可以仅凭精神威压就能把敌人吓跑，不敢动手。秦云现在就有这般成就，以后必然更是前途无量，甚至有极大可能突破超凡，达到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步。另一边的林家和李家的人则是一脸担心。林有道很清楚，一个超凡强者的精神威压对一个凡阶之人有多么强大的威力和伤害。如果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秦风被秦云的精神威压压迫，他们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说不定秦风就直接废掉了。林有道往前走了一步，几乎就要准备出手。另一边的郑宏德却是开口说道：林贤侄，这是他们秦家的内部家务事，我们这些外人还是不要掺和了。林有道看向林海军，郑宏德也看向林海军说道：林兄你觉着呢？林海军说道：的确是他们秦家内部的家务事，我们的确不好掺和。父亲，林有道欲言又止。林海军说道：要相信秦风，他不会有事的。林海军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所以完全不担心。林有道见自己父亲如此淡定，再次转头看向秦风，顿时一脸诧异，就看到秦风面对秦云的精神威压正面冲击，竟然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动。秦云的精神威压就好像是清风拂面一样，根本就没有对秦风造成任何威胁。秦云的精神威压虽然已经融合了一点战场的杀伐气息，不过和锤王波罗丁那种直接降临一个尸山血海的战场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小儿科。再加上他自己的精神力等级已经突破到了超凡2阶，远远超过秦云。对于秦云的精神威压，他甚至都提不起防御的欲望。你没事？秦云一脸诧异地看着秦风，这么弱的精神攻击，你想我有什么事？秦风一脸嘲讽，就这点本事，你还想管教我？还要让我给你跪下？我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威压。轰！秦风庞大的精神力骤然爆发，在秦云震惊的目光中，就看到一支巨大的箭矢射中他的脑袋。秦云顿时眼前一黑，随即他耳中响起了金戈铁马一样的声音，甚至还有扑面而来的浓重的血腥气息。
秦云强忍着脑袋撕裂一样的剧痛，睁开眼睛，只见周围的环境一变，直接从原本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尸山血海的古战场。秦云一脸震惊地看着周围的战场，一眼望不到头的尸山血海，连整个天空都是血红色，简直就是修罗地狱。他虽然跟随秦孝武在外征战，见识到了战场的残酷，可是依然被眼前的这一幕所震撼。这个时候，那些尸山血海动了，他们逐渐汇聚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上百米高的巨人。那面容正是秦风。此时秦风正一脸冷漠地居高临下看着他，在秦风面前，他就像是一个蝼蚁一样。秦云吓得连连后退了好几步。不，这不是真的，这都是幻境，给我破！秦云镇定精神，他的精神力再次爆发出来，朝着秦风攻击。不过如同一股微风吹到大树上一样，完全没有撼动秦风分毫。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秦风冷笑说着，声音浩大，滚滚荡荡，冲塞天地之间，几乎把秦云的耳膜给炸开。第189章，这是秦家内部的事情，我们不好插手。给我死！秦风眼中杀机一闪而过，大手一挥，顿时整个天空之中出现了无数的魔法阵，从其中射出无数的魔法箭矢，全部都朝着秦云射过去。不，这不是真的，这些都是幻想，你不可能有这么厉害！看到这一幕，秦云再次大声喊着。他知道这是秦风使用精神力制造出来的幻境，可是即便知道，他也不能破开这幻境，太真实了。眼看着那漫天的箭矢要射到他身上，就在这个时候，秦云身上咕嘟嘟冒出一股鬼气，这鬼气很快凝聚成了一尊蓝色的鬼神，他浑身几乎透明，可是隐约能看得出来对方是一尊女鬼神。这鬼神浑身散发出浓烈至极的冰寒气息，不但把秦云牢牢地保护起来，甚至那冰寒气息还在迅速蔓延，周围的一切都被冰冻起来。叮叮当当，秦风召唤出来的那些魔法箭矢撞到寒冰之上，轰然破碎，最后那寒冰气息甚至都要蔓延到秦风那上百米高的巨大身躯上。超凡二阶，秦风顿时就明白了，秦云身上这尊冰霜鬼神有着超凡二阶的实力，可是这秦云是一个战斗法师，他自己也只是超凡一阶而已，那他身上怎么会有超凡二阶的鬼神呢？难道是秦孝武给他的？秦风想起之前刘波给他讲的关于秦孝武的事情，据说他的职业是御鬼师，就是驾驭鬼神为他战斗的职业。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学生再见到秦孝武出手了，所以并不确定。可是现在看到秦云身上冒出来的鬼神，秦风终于确定了，秦孝武就是御鬼师，而且绝对不止一只鬼神，不然的话也不会分出一只给秦云了。鬼神吗？就让我试试你这鬼神的实力吧。秦风眼睛寒光一闪，天空中所有的魔法阵汇聚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超大的魔法阵，然后从其中出现了一只上千米长的超大的箭矢，携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着秦云和那冰霜鬼神射了下去。那冰霜鬼神凝聚出巨大的寒冰盾牌阻挡，轰！巨箭射到巨盾上，箭矢和盾牌一起碎裂，两股巨大能量的碰撞，爆发出了巨大的冲击波。秦云吐着血倒飞出去，秦风巨大的身躯也被冲击波冲散。噗！秦云猛地一口鲜血吐出来，面色苍白如纸。秦风超凡二阶的精神攻击一开始就重创了他，之后的全力爆发，虽然被他召唤出来的冰霜鬼神挡住了90%，可是那剩下的1成也让他再次受伤，而且还是灵魂层面的创伤，远比肉体上的创伤更难治愈。云儿，你怎么样？郑佩佩见状，赶紧扶住秦云，一脸担心。郑宏德也疼的一下站起身来，走到秦云面前，看了一下他的脸色，拿出一瓶散发出金色光芒的精神药剂给秦云喝了下去。那是史诗级的精神药剂，可以治愈精神上的创伤。喝下去之后，秦云的状态快速好转。谢谢外公，谢谢妈，我没事了。秦云挤出了一个惨白的笑容，有气无力地说着，明显伤势不是那么容易好的。他又抬头看了一眼秦风，之前眼中的那种冷静和高高在上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震惊和恐惧。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秦风不仅晋升到了超凡境界，甚至很有可能还是超凡2阶。秦风的精神威压对他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这些伤害，还有更深层次的无形伤害。他一直觉着他才是那个超级天才，其他人就算再天才也不如他。可是现在秦风不仅超过了他，还彻底把他的高傲踩在地上，狠狠蹂躏。有了这次打击，秦云心灵蒙尘，再想晋升就变得困难多了，除非是打败秦风，甚至是杀死秦风，消除心里的阴影，才能再次晋升。郑宏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顿时怒不可遏，如蛇一样阴冷的眼睛盯着秦风。小畜生好生歹毒，不服管教，还敢伤人！郑宏德悍然出手，他竟然要亲自对付秦风，这一是想要给他的外孙女秦云报仇，
二是因为秦风成长得太快了，这才开学几天啊，连1个月都不到，秦风竟然就晋升超凡，甚至还很有可能是2阶。关键是秦风还和他们郑家几乎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如果任由秦风继续成长下去，怕是到时候连他都压制不住秦风，所以他果断出手。秦风看出了郑宏德的意图，全力防备。而这个时候，郑宏德肩膀上突然有人拍了一下，耳边传来了林海军柔和的声音：“老郑，消消气，这是他们秦家自己内部的事情，我们这些外人不好掺和，这可是刚刚你自己说的。”郑宏德闻言，转头就看到了林海军那一张笑眯眯的脸。林海军的意思很明显，刚刚秦云占据上风的时候，你不让我们出手帮助秦风，现在你也不能破坏规矩，身为校长，直接对秦风出手。如果真要继续对秦风出手的话，林海军也一定会阻止他，甚至可能演变成他们林郑两家的最终决战。这不是郑宏德想要的，至少在秦孝武回来之前，他是不会开始决战的。衡量了一下得失，最后郑宏德只能强行压下怒气，重新坐回了他的位置上去。林海军则是一脸欣慰地看了秦风一眼，即便是早就知道秦风是超级天才，他也相信秦风能晋升超凡，可是这次秦风给他的惊喜也着实是大了一些。不只是他，林家李家的人也都很高兴，而郑家的人却是一个个看秦风的眼神充满了震惊、愤怒、仇恨和不可思议。他们再也没有了一开始的那种淡定从容，尤其是郑元奎，以前就算是顾忌秦风，也是担心他身上的林海军人偶，可是现在秦风一举超过了他。刚刚秦风的精神威压虽然不是冲着他去的，可是那庞大的精神气息依然让他非常恐惧。他们郑家人不由自主的都离开座位，汇聚在一起，好像只有这样待在一起才能有一丝安全感。第190章，下次见到秦孝武的时候一定会取他狗命。秦风，你这是要违背父亲的命令吗？秦云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对秦风质问说着。打不过秦风，就只能用秦孝武来压他了。父亲，你别侮辱这个词了。秦风一脸不屑地说着，他对秦孝武没有任何亲情，有的只是仇恨。秦风，你竟然敢辱骂父亲！秦云怒道，这小畜生何止是辱骂你父亲，他根本就是来报仇的。如此大逆不道，云儿，你可以用你父亲给你的冰霜鬼神清理门户。郑佩佩尖声说着，从上次秦雪的事情开始，他就想要杀死秦风，不曾想只是过去没几天，秦风竟然就晋升为超凡，这种晋升速度太快了，绝对不能留下秦风这个祸害，最好是立刻击杀。正好秦云身边有一尊超凡2阶的冰霜鬼神，有足够的实力击杀秦风，而且秦云的身份出手，就算林海军也不好阻止，所以这估计是最好的击杀秦风的机会了。秦云听了之后却是心中郁闷，他不是心慈手软之人，也想要立刻击杀秦风，可是眼前这个超凡2阶的冰霜鬼神虽然厉害，却并不听他指挥，只能在关键时刻出来保护他的性命而已。他根本就指挥不动冰霜鬼神，只是这种事情他并没有跟郑佩佩说。清理门户吗？好，秦云，我给你这个机会。秦风听了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是非常高兴，他直接发送出去了生死斗的邀请。丁，秦风邀请秦云进行生死斗，是否接受？系统提示音值接在大厅中响起。秦风选择了声音外放，所有人都听到了系统的声音，顿时气氛再次紧张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秦云身上。刚刚还在怂恿秦云击杀秦风的郑佩佩此时反而慌了，他想要让秦风死，可是又怕秦云不是秦风的对手，心里非常纠结。秦云也没想到秦风这么刚，知道自己有超凡2阶的冰霜鬼神，竟然还敢跟自己生死斗，难道他都不怕死的吗？稍微思考了一下，秦云果断地选了否。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秦风，我知道你心里对父亲有怨恨，所以才会做出现在这样的事情来，你的生命是父亲给的，所以我不会跟你生死斗，到时候等父亲归来，自然有父亲做主，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秦云冠冕堂皇地说着。秦风却是冷笑一声说道，怕死就直说，用得着找理由吗？直接把秦云的虚伪嘴脸给揭穿了，气得秦云差点再次一口老血吐出来。秦风继续说道，秦云，你回去告诉秦孝武，就算他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他，而当我去找他的时候，就是取他狗命的时候。你……秦云对秦孝武非常尊重，被秦风这么骂，他很愤怒，还想要继续反驳。不过这个时候郑宏德却是站了起来，打断他的话说道，好了云儿，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种地步，就没有必要继续待下去了，我们走吧。说完之后就带着郑家一行人起身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转过头来看着林海军说道，老林，
一个口口声声扬言要取他父亲狗命的人，你都敢用，我真的是有点佩服你呢。说完之后，掉头离开。这明显就是挑拨离间。不过林海军却只是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反而是对秦风说道：“秦风，你不用在意郑副校长的话，你是我看好的人，无论你要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谢谢校长。秦风真诚道谢说着。这位林校长除了一开始的时候小小的算计了他一次，其他方面简直没得说。秦风现在也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这位老校长。不用谢，这都是我这个校长应该做的。林海军淡淡笑着说道。还有，恭喜你终于晋升为超凡，一步登天。是啊，秦风，恭喜你啊！早就知道你肯定能成为超凡，却是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你入学到现在，应该还不到半个月时间吧？这就晋升超凡了，这种晋升速度，估计都可以成为最快晋升超凡的人了。李正豪开口祝贺说着，其他人也都是纷纷道贺。不过他们却是从始至终都没有问秦风刚刚爆发出的精神力为何是超凡2阶的精神力量。每一个人都有秘密，如果打破砂锅问到底，反而是会破坏他们之间的情谊。简单寒暄之后，林有道他们都离开了。房间之中只剩下林海军和李正豪以及秦风。林海军说道：“秦风，刚刚你说的那些话，可以说是和你父亲秦孝武彻底决裂。孝武可是一个眼睛里面不揉沙子的人，他绝对不能容忍有人背叛他，尤其是你。他现在正在执行的任务，估计最多再有1个月就会完成，也就是说1个月后他就会回归，到时候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来找你。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还有1个月时间，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这1个月之内，我会尽快提升我的实力，等他回来，完成我之前的诺言。秦风目光坚定地说着。哦，你父亲很早就已经到了超凡2阶巅峰，这次回来应该可以达到超凡3阶的程度。而且他的职业是御鬼师，可是驾驭好几只非常强大的鬼神，就我所知道的，就有3只超凡2阶巅峰的鬼神。这样的实力，就算是我都不能100%说能赢。秦风，你真的有把握打败他吗？校长放心吧，我有这个自信。好，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会全力助你。你想要怎么提升实力？当然是实战，在战斗中提升实力是最快的途径。我想要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猎杀最强的怪物。这想法不错。我们彩云省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彭冲火山群，那里有上百座大大小小的火山，形成了庞大的火山群。从游戏开始入侵以来，这些火山里面就源源不断的冒出一些怪物出来，现在那些怪物更是越来越强大，无论派过去多少军队，最后都不能彻底解决，反而是越来越多，甚至是有大爆发的迹象。正好这2天赵无极就会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前去支援，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彭冲火山历练，那里有数之不尽的强大怪物给你猎杀，顺便还可以参军，获得一些军功。第191章1个月。林海军说着，他很快就给秦风安排了一个最合适的工作。秦风闻言也是非常高兴。一阵寒暄之后，秦风就起身前往警卫部队。从林海军的办公室里面出来之后，秦风立刻就感觉到有好几道不善的目光正在盯着他。秦风微微皱眉，顺着自己的感应看过去，顿时就看到了郑如松、郑如梅等人，他们都已经远远的散开，在很远的地方看着自己，估计是已经被郑家人告知自己已经晋升超凡的事情，所以他们早早的离开，不敢再主动招惹秦风。可是对于秦风这个让他们丢尽了脸面的家伙，他们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的放下？甚至比之前心里更加窝火。他们都已经达到48级很长时间了，做的晋升超凡任务也比秦风简单的多，可是到现在依然还没有晋升超凡。秦风凭什么进入大学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晋升？这让他们的脸往哪搁？哼，真是老天不公，为什么偏偏让这小畜生晋升超凡？郑如松他们愤愤不平地说着，看着秦风的目光充满了愤怒和仇恨。这仇恨秦风立刻就感应到，他冷冷一笑，超凡2阶的精神力陡然发动，嗖嗖嗖，精神力化成箭矢，直接朝着郑如松他们射过去。啊！郑如松他们几个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防御，那精神力化成的箭矢直接射进他们的脑袋，惨叫一声，直挺挺地倒下去。精神力无形无质，并没有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可是他们的灵魂意识却是受伤很重，估计这一下没有几个月的休养休想恢复，而且就算是恢复了，心里也会留下阴影，晋升超凡更加困难。看着郑如松他们突然倒在地上，其他人都是非常惊慌的开始救治，联系郑家，一时间弄得鸡飞狗跳。秦风微微一笑，没有再去管他们，径直朝着外面走去。路过操场的时候，他又看到了一场生死斗，生死斗的主角竟然还是秦红。他看到的时候，秦红已经赢得了战斗的胜利，而对面那个被他杀死的依然还是秦家人。现在秦红做的一点都不比之前秦风做的差，
他现在就是一味的想要把之前受到的那些伤害全部在秦家人身上报复回来。秦红似乎感应到了秦风体内的恶魔之力，朝着秦风看过来。他微微一愣，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朝着秦风走过来，目光坚定地说道：“秦风，我听说你已经晋升超凡，是不是真的？”“是，我很快也会晋升超凡，甚至超过你，到时候我就会去挑战你。”秦红目光坚定地说着。“是吗？加油！”秦风淡淡说着，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他很快就到了警卫部队军营。“站住！军营重地，闲杂人等不能进入。”刚刚想要进去，立刻就被门卫给拦住了。这门卫48级凡阶巅峰，身上有一股铁血杀气，一看就是经过很长时间生死搏杀。普通人被他一声呵斥，肯定会一句话都不敢说，直接跑开，不敢有任何停留。可是秦风却是好像没事人一样，淡淡的说道：“我叫秦风，是来参军的。”“参军？就你？”那门卫闻言，上下打量了秦风一眼，目光在秦风胸口的鲲鹏大学校徽上停留了一下，轻蔑的说道：“我看你应该还是鲲鹏大学的学生吧？现在刚刚开学，你还是继续好好学习，等你什么时候毕业了，有了一定的战斗经验之后，再来我们军队参军不迟。”此人虽然对自己有着轻视，可是也是出于好意，所以秦风也不着恼，继续说道：“我已经提前毕业，这次过来也是我们校长林海军亲口说的，让我来警卫部队。”“你这小子说话越来越不着调，竟然还编排起你们校长来了。你的校徽上有日期，所以你是今年的新生，这才开学不到半个月，你们校长怎么可能会让你一个新生来我们警卫部队呢？赶紧回去，如果继续胡闹，我就把你抓起来，通知你们学校来领人，到时候你免不了一个记大过处分。”这人完全不相信秦风说的话，自以为戳穿了秦风的谎言，还威胁起秦风来。“我说的都是真的，还狡辩？好，那我就跟你说说我们部队招收你们学校学生的话，都是直接跟学校联系，然后进入学校统一招收，而不是你这样直接一个人上门过来说要参军，这流程就不对，明白吗？同学，想要参军是好事，可是也要先把自己的实力提升起来才行啊，不然的话，到时候遇到强大的怪物，根本就伤不到怪物不说，自己的小命还要填进去，所以你还是快点回去继续学习吧。”秦风自然不会走，说道：“我知道流程不对，不过我不是普通的学生。”“不是普通的学生？难道是走后门？”“哼，那就更不行了。我告诉你，不管你是走的谁的后门，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进去这扇门。”听到秦风的话，这人竟然生气了。“你别误会，我不是走后门，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晋升为超凡，所以校长才让我来你们部队历练的。”“哼，超凡怎么了？超凡也不能。”这人本能的说着，可是随后戛然而止，一脸不信的看着秦风说道：“你说什么？你是超凡？”“是啊。”秦风点头。“小子，这一点都不好笑，如果你真是超凡的话，肯定会提前告知我们，还会锣鼓喧天的欢迎你的加入，怎么会到现在都一点信息都没有？”这人刚刚说完，他就有信息发过来，还是上级传达下来的重要信息。他不敢怠慢，立刻开始查看。只是看了一个开头，这人顿时就一脸狐疑的看了秦风一眼，然后继续看他的信息。这人并没有防备秦风，直接就展开系统面板进行查看。秦风隐约可以看到对方的信息里面有一些人物资料，似乎还有照片。而那人看到照片之后，顿时一脸震惊的再次看向秦风，然后又看向他的信息，似乎是在跟秦风做对比。“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秦风。”“我靠，你真的是超凡，如假包换，刚刚晋升的，欢迎秦长官。”“秦长官好，上等兵严明向您问好，刚刚都是我有眼无珠，没有认出秦长官，希望秦长官不要跟我计较。”这叫做严明的士兵态度180度大转换。第192章，来到彭冲火山战区。原来刚刚是上级给他发送了一份秦风的资料，看完资料，严明自然不会再有怀疑。“没事，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吧？”秦风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大度的说着。“当然可以，秦长官，我亲自带您去见我们军团长，跟我来。”说完之后，严明就带着秦风去见了军团长赵无极。赵无极见到他，立刻亲自过来迎接，非常高兴的说道：“哈哈，太好了，我正愁手下无人可用，秦风小友你就来了，真是太及时了。上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绝对可以晋升超凡，只是没想到这么快，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军团长过奖了，我也只是侥幸晋升而已。”秦风谦虚的说着。“哈哈，好，不骄不躁，日后成就不可限量啊。”赵无极对秦风的第一感觉非常好，他也是一个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着掖着，这一点也很对秦风的胃口。赵无极直接问道：“秦风，你现在已经晋升超凡，可以做一个师长，不过你毕竟不是军队出身，我先给你做一个副手如何？先熟悉一下咱们军队的环境，如果有什么要求的话，也可以尽管提。”
听赵无极的意思，估计是要给他一个副师长之类。秦风赶紧拒绝说道：“赵军长，您不用给我任何官职，我也没有带兵的经验，不然的话，说不定会适得其反。您就当我是一个超级士兵就行，哪里有厉害的怪物，就派我去哪里就好。”赵无极一听，对秦风更满意了。他一开始还担心秦风心高气傲，会有很多要求，现在好了，随便怎么安排都可以。赵无极哈哈大笑说道：“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成立一个特战小队，你就是队长，军衔的话就少校吧，你只需要向我一个人负责就行。”“是，军长。”严明。军长。严明从外面走了进来，恭敬的行礼。赵无极说道：“秦风，严明可是我的老部下了，能力是有，就是总触犯军规，这不是又变成普通士兵了？以后他就是你的队员，有什么事情不明白的，就问严明就行。如果他解决不了的事情，就直接来找我。现在去准备一下，然后我们就去彭冲火山战区。”“是。”从赵无极的办公室里面，严明就开始给秦风讲解军中的一些事情。而在他讲解的时候，经常就会有一些人过来跟严明说话，甚至还有几个人走过来，非常恭敬地对他行礼，口称营长。严明立刻板着脸训斥：“不要乱叫，我现在已经不是营长，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兵了，再乱叫的话，就是触犯军规，到时候我连小兵都当不成了。”营长教训的是，我们不叫营长了。几人憋笑说着：“去，别捣乱，我队长在这里呢，没时间跟你们闹。”严明没好气的摆手说着：“队长。”那几个人的目光顿时看向了秦风。本来以为秦风是严明手下的一个新兵蛋子，谁知道竟然是严明的队长。这几个人看向秦风的目光顿时就变得不善起来，阴阳怪气的说道：“营长，这是哪家少爷过来镀金的吧？但是跟着营长你，怕是金没有镀成，最后反而是死在怪物手里啊！别他妈乱说，这是秦长官少校军衔，名副其实的超凡强者。”严明赶紧训斥说着，这几个人都是他之前的手下，他可不想这几个家伙乱说得罪秦风。什么？超凡强者？那几人听到秦风是超凡强者，顿时色变，一脸疑惑地看向秦风。秦风这张脸太年轻了，他们不得不怀疑，真的假的？是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年轻的超凡呢。这几人明显是尸山血海里面杀出来的，就算听说秦风是超凡，也是丝毫不惧，想要测试一下。顿时几个人隐隐地包围住秦风，做出一种随时准备攻击的动作，身上的气息爆发出来，压迫秦风。不过这也只是在击杀怪物的过程中凝聚出来的气息而已，并不是精神技能。面对这几个人的压迫，秦风没有丝毫压力，淡然一笑，精神力陡然爆发，几人顿时感觉置身于尸山血海之中，即使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也被这一幕给吓得满头大汗。秦风的精神威压一发即收，并没有伤害到他们。这几个人连连后退了几步，看秦风的眼神中多出了一丝恐惧和尊敬，知道秦风是真正的超凡强者，赶紧道歉说道：“对不起长官。”“没事，不知者不罪。这下你们几个混蛋知道厉害了吧？以后不要这么鲁莽了，快点滚吧，我们马上就开拔去彭冲火山战区了。”“是。”几人走后，严明再次跟秦风道歉：“对不起啊，队长，他们原本都是我的手下，平时没大没小惯了，您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放心，不会的。”秦风表示没事，不过这么一闹，秦风也知道这个严明并不是普通的士兵，原本还是营长，只是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竟然直接被撸成了一个普通的士兵。不一会，秦风就跟着整个军团传送到了彭冲战区。刚刚传送过来，一股强的硫磺气息就扑面而来，非常刺鼻。周围的温度也非常高，还有一种灰色的雪一样的物质不断飘落到他身上，地面上满满都是这种灰色物质。秦风抬头一看，天空中阴云密布，滚滚荡荡，那些应该都不是正常的乌云，而是火山云。飘落下来的也是火山灰。顺着火山云看过去，就看到那些火山云下面还连接着密密麻麻上百个巨大的烟柱，烟柱下面就是高耸的火山。看到这一幕，秦风还是有点震撼的。那些都是火山，平时会源源不断的喷出火山灰，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会大喷发，每次喷发，那些岩浆里面就会涌现出数不清的强大火山怪物。不过这些狗日的没有一次能突破我们的封锁的，都被我们给打了回去，哈哈。这时候耳边传来了严明的声音，说起那些火山怪物的时候，他几乎是咬牙切齿，非常痛恨，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伤感。秦风能猜得出来，他肯定有不少战友都在和火山怪物的战斗中牺牲了，所以才会如此。第193章，一来就碰上火山喷发。这些火山一般会多长时间喷发一次？还有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怪物？秦风开口问着。既然已经来到这里，那么肯定会遇到那些怪物。秦风还是想要多了解一些火山怪物的信息，这样也更好击杀。喷发的时间根本就不固定，有的时候是几个月喷发一次，有的时候可能几年都不喷发一次。不过最近这些火山喷发的越来越频繁是真的，
现在这些火山平时喷发出来的火山灰也比之前要多得多。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些火山应该很快就会再次喷发，而且喷发的威力肯定比之前的几次都要大得多，入侵的怪物也会比之前更多更强。本来我们军团才刚刚回去休整1个月而已，原本的计划是要休整至少半年时间，现在之所以提前返回，就是因为高层也觉着这次火山喷发一定会非常严重，所以才会尽量布置重兵。严明解释说着。至于各种怪物嘛，我这里有军队整理的所有火山怪物的信息，我已经发给了你一份，你可以自己查看一下。丁，你收到一份资料。严明刚刚说完，秦风就接收到了一份资料，打开一看，正是那些火山怪物的资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火山怪物，足足有几十种，小的比如火精灵，只有篮球大小，是最普通的火焰怪物，攻击力并不是很高，但是数量很多，每次喷发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数量从岩浆中钻出来。大的有火魔和熔岩巨兽，每一个都有上百米高，绝对的超凡级怪物，可以喷吐岩浆和火焰，每次出现还会有大量的火焰恶魔军团出现，会对人类军队造成大量的伤亡。轰！就在这时，突然轰隆隆的巨响传来，大地都跟着震动起来。不好，火山喷发了！严明惊叫出声。秦风朝着那些原本冒烟的火山看去，就看到有一座火山已经开始喷发出橘红色的岩浆，足足喷出去几百米高，随后又重重落下，数不清的岩浆球仿佛燃烧的流星一样，拖着长长的尾巴朝着四面八方砸落下来，一砸就是一个大坑。而伴随着那火山的喷发，还有无数的怪物也一起喷发出来。轰轰轰！随着第一个火山的喷发开始，似乎是一个开关，后续的火山也紧跟着开始喷发起来，就好像是比赛一样，看谁喷发的高，喷发的凶猛。不一会，就有足足10几座火山猛烈喷发起来。该死的，竟然一口气有10几座火山喷发，这下有的忙了。严明恨恨地说着，双眼放光，战意高昂，没有丝毫害怕的情绪。这时候，整个军营之中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原本还算是平静的军营迅速活动起来，很多军队直接就朝着那些喷发起来的火山所在的地方开了过去。军团长赵无极也开始发布命令，他军团中一共有3个师，分别是85、86、87师。他直接派去了3个喷发的最猛烈的火山去。此时已经有大量的怪物随着岩浆涌现出来，已经和人类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这是直接啃嘴硬的骨头。秦风也是一脸的期待，他也可以和这些最可爱的人一起击杀怪物了。可是赵无极把3个师都给分配任务之后就没有下文了，他根本就没有给秦风分配任务。赵军长，你还没有给我分配任务呢。秦风提醒说着。赵无极看了秦风一眼说道，你估计连火山怪物的资料都还没有看全的吧，还是先看完再说吧。而且你的小队算上你也只有2个人，能做什么？秦风知道赵无极这是怕他出事，毕竟他是临海军直接介绍给他的。本来他是想要让秦风先在这里适应一下，先去击杀一些普通的火山怪物，适应了这里的环境，然后再逐渐给秦风布置一些困难的任务，这样可以保证秦风不会出事。谁能想到他们刚刚到达战区，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呢，这火山就已经开始喷发了，太突然了。为了秦风的安全，这才没有给秦风布置任务。军长，我刚刚已经看得差不多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杀敌，请军长给我分配任务吧，我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秦风主动请战，如果害怕的话，他就不会来了。好吧，你去那个小空山吧。看到秦风这么坚持，赵无极只好给秦风布置任务。他指着不远处一个小型火山说着，这座火山是所有喷发火山中最小的，喷出来的熔岩也只有几十米高，还没有破百。根据他的经验，这么小的火山出来的怪物也就是普通怪物而已，不会出现火魔和熔岩巨兽之类的超凡怪物，因为他们体型非常巨大，这小火山根本就装不下他们。这样以秦风的实力，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秦风看了一下，有任务就行，他可没有自己挑选任务的资格。军长放心，我保证把所有怪物都给打回去，一个都不会让他们出来。秦风保证说着，随后就带着严明一起朝着小空山过去了。小空山下面驻扎的是386团，此时全团的人已经和火焰怪物开始战斗了起来。只见那些熔岩中不断冒出一些燃烧着火焰的火精灵，他们没有手脚，只有一个圆滚滚的身子，像是一朵漂浮在空中的火焰一样，可以喷出火焰。因为是元素类的怪物，所以可以免疫物理伤害，只有魔法才能伤害到他们。加上数量众多，所以还是给386团造成了不小的压力。除了这些火焰精灵，还有一些更厉害的火蛇、火蜈蚣、火狼之类，他们也都是从岩浆中孕育出来的，实力比火精灵要强得多。尤其是那火蜈蚣，又有是10米多长，它可以在空中飞翔，速度非常快，浑身都是浓烈的火焰，而且还可以免疫物理伤害。攻击的方式是直接朝着人类军队扑过来，直接从那些士兵身体中钻过去。
他所过之处，所有人都会直接被烧成灰烬。而这火蜈蚣身体是一节一节的，足足有上百节，只要其中一节没有被杀死，被他跑出去，他只要钻进熔岩之中吸收火力，很快就又可以恢复过来，非常难杀。第194章超凡级火蜈蚣。不一会，386团就有很多人死在火蜈蚣手里，而且随着火山的喷发，出现了更多的火蜈蚣，足足上百条火蜈蚣一起朝着他们攻击过来。上到团长，下到普通战士，眼中都出现了绝望之色。一次性出现这么多火蜈蚣，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对付的了的。不过没有一个人害怕或者是逃跑，不知道有多少战友死在这些怪物手里。他们现在只想在临死之前多杀几个。所有人都带着必死的决心，开始凝聚魔法，就算是物理职业，也拿出了各种魔法攻击道具，准备和这些火蜈蚣拼死一搏。精神冲击！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肉眼可见的精神力攻击横扫过来，精神力所过之处，所有的火蜈蚣全部眩晕，从天空中跌落下来。那些普通的火精灵承受不住精神力的冲击，甚至直接爆体而亡。顿时所有的战士都被这一幕惊呆了，他们都已经做好和这些火蜈蚣同归于尽的心理准备了，现在却是突然失去了敌人。随后他们就看到一道如同鬼魅一样的人影冲到他们军阵前面，对着那些火蜈蚣连续射击。一支支寒冰箭矢射出去，在那些火蜈蚣身上炸开，顿时这些由火焰组成的怪物完全被冰冻。团长这才反应过来，一脸惊动的吼道：兄弟们，我们的援兵到了，而且还是一个超凡强者，给我杀，把这些怪物全部杀死！杀！所有的士兵都怒吼起来。秦风的出现让他们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士气直接爆表。而且在秦风的精神冲击之下，所有怪物都被眩晕，火蜈蚣还被冻住，这下就连物理职业都可以打死他们了。整个团的士兵一起冲上去拼命砍杀，很快所有的火蜈蚣全部被杀死。由秦风在前面带头，绕着整个小空山转了一圈，把所有怪物清理了一遍。虽然火山还在继续喷发，还有怪物不断出现，不过386团自己现在也能应付了。度过了危机，团长立刻就带着一群人过来对秦风感谢。看到秦风那张年轻的不像话的脸，团长眼中浮现出一丝震惊。不过就算再年轻，那也是超凡强者，在军中凡阶之人，只要不是职位特别高，见到超凡强者都是自动比他们大一级，必须非常尊敬。因为一个超凡能发挥出来的作用，有的时候比他们几千人甚至是几万人还要大得多。不用，这是我应该做的。秦风淡淡说着，看了一眼还在喷发的小空山，问道：这火山要喷发多长时间？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次这么多火山一起喷发，怕是至少也会持续4、5天时间。团长回答说着。这么长时间？秦风有点郁闷。赵无极让他来守小空山，他不会接下来4、5天都要守在这里吧？那也太无聊了，一些小怪他都懒得打了。轰隆隆！就在这时，小空山突然猛烈喷发起来，那些喷出来的岩浆原本还不到100米，可是现在却是一下冲上天去500多米。看到这一幕，团长等人顿时脸色大变。不好，突然猛烈喷发，这必然是有超凡级的怪物出现。凡的小 boss 火蜈蚣都能对他们造成巨大的威胁，如果真是超凡级的怪物，他们就更不是对手了。但是秦风听了却是眼睛一亮，终于有能打的了。就看到随着猛烈喷发出来的岩浆，有大量的怪物也跟着一起冲了出来，其中最多的就是火蜈蚣。吼！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如同龙吟一样的吼声传来，其中还夹杂着超凡独有的强大威压。秦风就看到在岩浆中，一条上百米长的巨大的火蜈蚣扭动着身躯飞了出来，发出巨大的吼声，精神威压释放出去，宣示他的地盘。可是就在这时，一道同样强大的超凡气息冲天起，和他针锋相对，甚至是带着挑衅。这超凡级的火蜈蚣顿时大怒，朝着那冒犯自己的超凡气息的源头看去，是一个小小的人类。这可是他的地盘，一个小小的人类也敢挑衅自己。超凡火蜈蚣怒了，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摇头摆尾的就朝着秦风俯冲下来。秦风大喜，他就是故意吸引对方过来的，因为对方会飞，而且现在整个小空山上面到处都是岩浆，一片火海，根本就上不去。秦风虽然有超范围打击，最远攻击距离达到上千米，可是依然攻击不到对方，只能用这种办法吸引对方下来了。严明和386团团长见状，都是吓得脸色都铁青了，不是害怕怪物，而是害怕秦风被杀死。尤其是严明，他可是知道秦风的底细，知道秦风是刚刚晋升超凡而已，估计秦风还没有巩固好力量，甚至都还没有熟悉超凡力量的运用，贸然跟这么厉害的超凡级火蜈蚣战斗，简直是太危险了。可是现在想要劝阻都已经来不及了，他赶紧拿出一个散发出圣洁光芒的白色羽毛来，这是史诗级道具天使之羽。
是军团长赵无极给他的，就是要让他在秦风遇到危险的时候用到秦风身上，保证他性命无忧。秦风对此完全不知情，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俯冲下来的火蜈蚣身上。1000米、900米、100米，这超凡火蜈蚣速度非常快，眨眼的功夫就冲到了距离秦风100米的距离。而秦风只是瞄准了超凡火蜈蚣，并没有开始射击，但是这却是把他后面的严明给吓得冷汗直冒，心说你倒是开始攻击啊，不然的话就赶紧离开，这么站着算怎么回事？他捏着天使之羽的手里已经满是汗水，随时准备扔出去保住秦风的性命。就在这时，秦风终于动了，精神冲击，一道如同实质的精神冲击过去，俯冲下来的超凡火蜈蚣直接被眩晕过去，庞大的身躯掉落下来，直接冲到秦风脚下才堪堪停止。第195章连续喷发。嗖嗖嗖，秦风对着超凡火蜈蚣连续射击，很快这超凡级的火蜈蚣就被杀死，没有任何悬念。而后面的严明和386团团长都看得目瞪口呆，这就被打死了？那可是超凡级的火蜈蚣啊，他们打一个凡阶的火蜈蚣都难得要死，超凡级的火蜈蚣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可是在秦风手里却是砍瓜切菜一样，非常简单的就杀死了。从头到尾秦风甚至都没有移动过脚步，就是站桩攻击而已。这秦风也太厉害了吧！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是一脸震惊的在心里想着。秦风摸了一下这超凡火蜈蚣的尸体，顿时一对装备出现在他面前，其中就有一道红色的光芒。太好了，又是神器！秦风立刻查看火蜈蚣的召唤权杖，召唤师专属神器，可以召唤一个火蜈蚣出来为你战斗。攻击火蜈蚣怪物时会造成双倍伤害，并且标记怪物，物理攻击同样也能造成伤害。原来是召唤类的武器，只是简单的扫了一眼，秦风就没有继续往下看下去了，因为是召唤师专属武器，他根本就用不了。不过这武器能召唤火蜈蚣，而且似乎是对火蜈蚣有特殊的压制作用，不再是只能用魔法攻击，物理职业也能对他们造成伤害了。秦风转身走到386团长面前，把这召唤权杖扔过去，说道：“给你吧，有了这武器，对付那些凡阶的火蜈蚣应该就简单的多了。”团长看了一下这权杖的属性，顿时大喜，连声道谢，然后把这权杖交给了他身边的一个人，看职位应该是政委。对方立刻召唤出了一条10米长的火蜈蚣出来，自动为他战斗。这时候有几条凡阶的火蜈蚣杀了过来，秦风没有出手，想要测试一下他们现在的实力。只见那政委挥舞权杖，发出了几道火光，打到那几条凡阶火蜈蚣身上，顿时他们身上的火焰就暗淡下去，原本透明的身体也变得凝实起来。随后几个射手的箭矢射到他们身上，顿时造成了大量伤害，一波急火就干掉了这几只凡阶的火蜈蚣。秦风见状露出欣慰的笑容，如此一来他就不用一直待在这里了，只要不是超凡级的怪物出现，凭386团自己也能应付所有怪物了。秦风看了一下小空山上面火山喷发的情况，经历了刚刚的猛烈喷发，现在已经渐渐恢复平静下来，熔岩只喷出来10几米的高度，看来应该是刚刚那超凡级的火蜈蚣消耗了大量的火力，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次喷发。轰隆隆，这个时候他们旁边的大空山也猛烈喷发起来，熔岩直接喷射到上千米高，一尊足有200米高的巨大火魔钻了出来，他身上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威压，隔着2座山的距离，秦风都感觉到恐怖。超凡2阶，秦风一惊，顿时就知道这头火魔的实力已经达到超凡2阶。在他之后还有好几头熔岩巨兽也紧跟着钻了出来，这几头熔岩巨兽同样也是超凡，不过是超凡1阶。而且不只是大空山，其他已经开始喷发的火山也都好像是约好的一样，纷纷强力爆发，从其中出现了大量的超凡级怪物。看来这些怪物应该是约定好的，一起出现，要一鼓作气彻底突破人类的封锁。秦风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反正现在这小空山的超凡怪物已经被杀死，接下来没有什么危险了。说了一下，就带着严明朝着大空山杀了过去。大空山足足有3000米高，比小空山何止大了1倍。这里的怪物无论是数量还是实力都远远超过小空山，而且这些怪物分成好几波，每一波都有一个超凡级的熔岩巨兽带领，战力顿时再次提升，人类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吼！一头30米高的地狱3头犬正在带领着地狱犬大军对人类防线发动猛烈的冲击，它3个脑袋同时张开大口，喷出炽热的火焰。人类军队这边立刻激活了一个防御结界，那防御结界虽然挡住了地狱3头犬的火焰，可是结界上的光芒也暗淡了下去。地狱3头犬再次喷出3个压缩的火球，轰隆一声，结界破碎，很多战士都被剧烈的爆炸掀飞出去，防线立刻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吼！
地狱三头犬发出冲锋的吼声，率先朝着缺口处冲了过来。人类军队立刻集火攻击，想要堵住缺口。可是只有超凡才能对付超凡，他们根本就挡不住这头30米高的地狱三头犬，直接被他冲到防线里面，张开大口，猛烈的火焰一喷，就不知道多少战士被烧死。嗖嗖嗖！这时候几道箭矢隔着上千米的距离就射了过来，正是秦风的超范围打击。晋升超凡之后，他的攻击距离翻了10倍，超范围打击也从原本的最远可以攻击到100米，变成了1000米。地狱三头犬感受到了超凡气息，立刻朝着那些箭矢喷射火焰，想要把这些箭矢给烧掉。可是这些箭矢却是直接穿透他的火焰，射到他厚实的背上。砰！箭矢上面的寒冰力量炸开，顿时地狱三头犬背上的火焰立时熄灭，而是变成了一片寒冰，而他也直接被眩晕。秦风一边射一边快速靠近，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地狱三头犬面前。本来想要一鼓作气干掉地狱三头犬，却是没想到这地狱三头犬其中一个脑袋突然炸开，他的眩晕状态也立刻解除，甚至其他的冰冻、中毒状态也跟着一起消失。此时地狱三头犬变成了地狱2头犬，每一个头都代表一条命，他这是用一条命抵消了秦风所有的攻击和状态，并且这条命还给让他身上的火焰燃烧得更加猛烈起来，竟然把秦风后面的箭矢都给挡在外面。吼！地狱2头犬怒吼一声，立刻朝着秦风这个胆敢攻击他的人类扑杀过来。精神冲击！秦风立刻使用精神攻击，他超凡2阶的强大精神力如同利箭射穿地狱2头犬，他顿时再次被眩晕。3条命是吧？那就杀你3次。嗖嗖嗖！箭矢不断射下来，不一会地狱2头犬就被杀死。第196章对战超凡2阶火魔。没有了地狱3头犬的统一指挥，剩下的地狱犬大军完全变成了一片散沙，被愤怒的人类军队疯狂攻击，不一会就被杀得七七八八，防线彻底稳固住。这些人死里逃生，想要感谢秦风，可是秦风哪里有这个时间，身影一晃就已经在原地消失，朝着其他超凡级熔岩巨兽杀了过去。在这里驻防的军队是一个师，只有师长和手下的2个旅长是超凡强者，师长是超凡2阶，2个旅长是超凡1阶。此时师长已经和那超凡2阶的火魔打了起来，这火魔足足有200米高，身上燃烧着炽烈的火焰，随手一挥就可以洒出如同瀑布一样的熔岩，真要让他冲出去，对着军队用出这一招，根本就不够他杀的。所以现在也只能是师长出手挡住这个火魔了。这位师长是一个武神，1.8米的身高，在这200米高的火魔面前，简直就像是一个小蚂蚁一样。不过他身上爆发出来的超凡2阶气息，让火魔一点都不敢小觑，在解决掉他之前，不敢去攻击军队。但是超凡级的熔岩巨兽却是足足有着5个，除了那头地狱3头犬，还有4只分别去围攻2个旅长去了。那2个旅长单独对付1只熔岩巨兽勉强还能打过，可是一次性对付2只就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此时完全是被熔岩巨兽压着打，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就在这个时候，秦风终于赶到，他看到那2头熔岩巨兽分别是一头火蜥蜴和一头火犀牛。这2头熔岩巨兽的体型比刚刚那头地狱3头犬还要大一些，不过对秦风来说都是猎物。嗖嗖嗖！寒冰箭射到火蜥蜴身上，他原本正准备攻击，一下就被眩晕。那寒冰箭上携带着的巨大的寒冰之力迅速蔓延开，把他身上的火焰瞬间熄灭，巨大的身体冻成了一个冰雕。现在秦风身上穿的是玄冰套，对冰属性的加成比之前的剧毒套还要多。他之前获得的一个神级属性点也加到了寒冰之力上，让他拥有了寒冰之体。他现在的冰属性和毒属性一样，也是神级力量。冻住了火蜥蜴，那位苦苦支撑的旅长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看到秦风过来援手，擦了一下嘴角的鲜血，振奋精神，开始朝着那个火焰犀牛反击。秦风见状，对着火焰犀牛也来了几剑，把他也给冻住。在他剑下，即便是超凡，一样只有挨打的份。不一会，这2头超凡级的熔岩巨兽发出凄惨的叫声，接连被杀死。吼！那超凡2阶的火魔居高临下，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原本他手下的5个熔岩巨兽占据绝对上风，现在却是在秦风出现之后就接连死了3个。他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声，在手中凝聚了一个陨石一样的巨大火球，就要朝着秦风砸过来，要击杀秦风。你的对手是我！师长爆发出了强大的气息，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帮手，他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秦风被火魔杀死。武神强踢！师长凌空飞起，凝聚了所有力量的一脚，狠狠地朝着火魔身上踢去。火魔见状，哪里还敢分心，只能继续和师长战斗起来。对于火魔的愤怒，秦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过他一点都没有在意。超凡2阶怎么了？自己的精神力也是超凡2阶，
这么算起来，自己应该是半步二阶，想要杀自己，也要有这个实力才行。等下再收拾你。秦风看了火魔一眼，心里说着：小兄弟，多谢援手，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的话，我就完蛋了。这时候，那位旅长走过来，对秦风感激地说着。他脸色苍白，身上有着大片的烧伤，嘴角还有鲜血，看来刚刚的却是非常凶险。如果秦风再晚来一会的话，就真悬了。不用谢，击杀怪物，人人有责。还有2只，我们一起过去击杀吧。好，这位旅长点头说着。另外那个旅长是他的好战友、好兄弟，他自然更加担心。两人身影如电一样到了火山另一边，就看到一个盾卫撑着一个巨盾，正在阻挡着2个火焰犀牛的猛烈攻击。这就是另外一位旅长，他的防御很强，不过攻击却是不行，现在也只能防御，不能反击。老刘，我来了！秦风身边的旅长大喊一声，手持长剑，率先朝着那2头火焰犀牛杀了过去。那盾卫听到声音，看到有2个人过来支援，顿时大喜，使用嘲讽技能吸引2个火焰犀牛的注意力。嗖嗖嗖，秦风也展开了攻击。他们3个对付2个火焰犀牛，完全是一边倒的屠杀。很快，这2头火焰犀牛也被杀死。吼！2头火焰犀牛一死，那火魔顿时再次发出愤怒的咆哮声，他身上的火焰猛地爆发，方圆1000米范围都变成了一片火海，就连同为超凡2阶的师长也只能暂避锋芒，退出火海的范围。这火魔却是完全狂暴了，在他的控制之下，喷涌出来的岩浆更多了，那些岩浆如同巨浪一样朝着秦风他们所在的位置扑过来，要把他们吞没。想杀我？有这个能力吗？秦风心里冷笑。嗖嗖嗖，寒冰剑接连射出，直接在奔涌下来的岩浆中炸开。神级的寒冰之力立刻就把岩浆冻住，变成了石头。他每一剑的寒冰之力都可以冻住半径10米的范围，一剑接着一剑射出，火魔的岩浆攻击彻底失败。秦风不但不后退，反而是朝着火魔杀了过去。寒冰剑开路，他前面所有的岩浆都被冻住，变成石头不说，周围的温度也降了下来。开启超范围打击之后，他的箭矢直接射进火魔周围的火海里面，顿时火焰被熄灭。师长和2个旅长看得目瞪口呆，没想到秦风实力竟然这么厉害。师长，我们一起出手，干掉这头火魔。秦风大声说着，师长这才反应过来，这火魔狂暴起来，他也要躲避，没想到秦风一个超凡1阶，竟然迎难而上。他堂堂一个超凡2阶的师长，怎么能连秦风都不如呢？立刻说道：好，我还没有杀过2阶巅峰的火魔呢，今天就和小兄弟一起屠魔。说完之后，师长再次朝着火魔杀了过去。秦风的寒冰剑开路，在火魔弄出来的火海里面，硬生生开辟出来了一道寒冰路出来。第197章，爆史诗了！神级的寒冰之力把两边的火焰完全隔开，明明两边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和岩浆，可是走在这寒冰道路上，师长却是感觉不到丝毫的热度。这让这位师长不由得再次看了秦风一眼，这么年轻就晋升超凡，而且实力还如此之强，难道是京都大学的那些超级天才？按下这些念头，师长迅速朝着火魔杀了过去。吼！看到他的攻击被秦风破掉，甚至对方还侵入到他的火焰领域里面来，顿时这火魔更加愤怒了，火焰燃烧得更加猛烈，同时火魔庞大的精神力朝着秦风冲击过来。精神力攻击吗？我也会，而且不比你差。秦风的精神力也释放出来，跟火魔的精神力对冲起来。轰！无形的精神力对轰到一起，完全抵消。师长看到火魔发动精神力攻击，正想要帮助秦风抵挡，却是没想到秦风竟然自己就挡住了，不只是挡住，而是和火魔的精神力攻击打了一个平手。顿时师长更加震惊了，这火魔可是超凡2阶巅峰的存在啊！秦风只是超凡1阶，正常来说，在对方的精神威压之下，秦风会被立刻镇压。谁能想到秦风竟然完全不惧？这精神力到底是怎么修炼的？怎么会如此之强？甚至比他的精神力还要强。就这么一会，这位超凡2阶的师长就被秦风的实力震惊了好几次。师长，我来牵制他，你给他致命一击。秦风大声说着，精神力再次爆发，狠狠地朝着火魔冲击过去。火魔见状也不得不使用精神力和秦风对轰。秦风同时还朝着火魔射出箭矢，这也让火魔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力量来阻挡那些带着强大寒冰之力的箭矢。有秦风的牵制，这火魔的力量至少去掉30%。如果这样还不能干掉火魔的话，那他这个师长就不用做了。师长想着，身体化为一道流光，朝着火魔攻击过去。轰轰轰！他身形如同瞬移一样，强大的攻击不断落到火魔身上，打得他身上不断流出岩浆。那些岩浆就好像是他身上的血液一样，
每一次攻击都会让他流血。吼！火魔发出愤怒的咆哮声，火焰领域收缩，那些火焰形成了铠甲，保护住他的身体。精神冲击，寒冰剑，嗖嗖嗖！秦风没有丝毫停止，依旧在持续不断的攻击。两个旅长见状也加入到了攻击之中。这下火魔受到的压力更大。秦风抓住机会，精神力凝聚成了箭矢的样子，狠狠地朝着火魔身上轰击过去，直接刺破他的精神防御，攻击到火魔本体。顿时火魔出现了一瞬间的眩晕。好机会！秦风立刻抓住机会，寒冰剑接连射到对方身上，顿时火魔被眩晕，身上还覆盖上一层寒霜。武神强踢！师长见状，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么好的攻击机会？凝聚超凡二阶所有的力量，一脚狠狠地踢到火魔脑袋上。轰！火魔脑袋上爆出了一个1000万的伤害数值，他身上刚刚凝聚出来的火焰铠甲轰然破碎，庞大的身躯从200多米迅速缩小成了不到100米。他原本超凡2阶的气息也跌落到了超凡1阶，境界都被打落了。不过这火魔也从眩晕和冰冻中苏醒过来，他那满是火焰的眼睛里面竟然多出了一丝恐惧，转身就朝着火山口跳下去。不好，他要逃跑！秦风大声喊着，精神力再次冲击过去，还有箭矢。顿时火魔在火山口被定住，嗖嗖嗖，箭矢不间断地落在火魔身上，他身上的火焰已经完全熄灭，此时已经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热气，反而是散发出寒气来。秦风快速给他身上叠加冻伤和中毒状态，两个状态加起来秒伤很快破100万。两位旅长也加入到了攻击之中，还有师长，虽然短时间内不能再次踢出刚刚那样强力的武神强踢了，可是其他的技能伤害依然强大，寸拳、崩拳，随便一拳都可以对火魔造成几10万的伤害。轰！不一会，火魔身体完全消散。叮！你击杀超凡2阶巅峰火魔，你获得经验值100万，你的等级提升到53级。超凡2阶巅峰的火魔被秦风他们打死，这可是越阶击杀。虽然他只是辅助，可是也足以自傲了。不只是他，就连师长也是一脸的兴奋。他在这火山战区防守了5、6年时间，也经历了好几次大战，可是超凡2阶巅峰的怪物，他也是第一次击杀。就凭这个功劳，回头又可以再进一步。师长都这么兴奋，两个旅长就更不用说了。秦风并不在乎功劳，反而是对火魔掉落出来的装备更感兴趣。在他们3个还沉浸在兴奋之中的时候，秦风已经开始摸尸了。哗！一大堆装备出现在秦风面前，其中有2道红色的光芒，2个神器。不过秦风完全不在乎了，因为其中还有一道金光。史诗！秦风一脸惊喜，心跳加速。这可是他打到的第一件史诗装备，每一个史诗装备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威力巨大。一件史诗装备就算是最便宜的也要上亿金币，单从价格来看就知道这史诗装备有多强大了。秦风想要直接收到自己背包里面，可是这个时候系统提示这火魔是吴云龙所杀，他没有拾取权利。秦风顿时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吴云龙就是师长的名字，之前火魔一出现就是他在和火魔战斗，之后虽然有秦风牵制，可是师长也是攻击的主力，尤其是那一脚武神强踢，更是打出了超过1000万的伤害，直接把火魔打落境界。秦风又没有和对方组队，最后掉落装备判定给对方也是正常。可是这可是史诗装备啊，而且这也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史诗装备，就这么眼睁睁的与之错过，心里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咦，竟然出史诗装备了！这个时候师长吴云龙和那2个旅长也都从兴奋中反应了过来，看到一大堆装备，尤其是还有一道金光的时候，都是饶有兴趣的走了过来。第198章局势崩溃。烈火戒指，金色史诗装备，火属性攻击加500，火属性抗性加500，附加属性1，火属性伤害翻倍，附加属性2，攻速增加 50%， 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 20% 几率召唤熔岩，附加属性4，攻击时 20% 几率触发灼烧状态，附加属性5，灼烧状态增加20秒。不愧是史诗，这属性真的很强啊！看到这史诗戒指的属性之后，吴云龙和2个旅长都是一起感慨说着，这戒指的属性和秦风很搭配，他不想错过，就开口说道：“吴师长，这个戒指属性跟我很配，能不能把它卖给我？虽然史诗装备肯定非常昂贵，至少也是上亿，不过秦风现在的超品格装备店每天都能给他带来上千万金币的收益，一个小目标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就算一个小目标不够，大不了打个欠条，以他的实力想要获得金币非常容易，但是史诗装备，而且属性还和自己如此相配的，就是可遇不可求了。秦风小友，你不是主修冰属性吗？不是，我是魔攻手，有冰火毒雷4种属性，
冰属性只是其中之一，我现在最厉害的是毒属性，只是现在对付这些火属性的怪物才换上了寒冰套。原来如此，我本来以为你的寒冰剑已经非常厉害了，没想到还有更厉害的，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既然如此，这戒指还有这些装备都是你的了。吴云龙直接放弃了装备的所有权，把戒指交到秦风手里。啊，这怎么可以？吴师长，这戒指太昂贵了，我是要买，不是要您送。吴云龙直接把这么昂贵的装备给秦风，反而是让秦风不好意思起来。秦风，你拿着就是，这是你应得的。这次如果不是你出手相助的话，我们肯定连防线都守不住。现在之所以能取得大胜，还能击杀超凡2阶的火魔，有你1多半的功劳，所以这些装备都是你应得的。吴云龙说着，两位旅长也是非常诚恳的说道：是啊，秦风，刚刚如果不是你出手帮助的话，我们两个现在估计已经死了。我们两个加上全市15000人的性命，都是你救下来的，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区区的史诗装备吗？所以你就安心收下就好，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这好吧，看他们说的真诚，秦风也只好收下了。同时他也为他之前的那点小龌龊而感到羞愧。这些军人和他之前遇到的那些人大不一样，他们都是有恩必报，光明磊落，不会搞一些阴谋诡计。能跟这样的人一起并肩战斗，秦风自己也非常高兴。轰轰轰！就在这个时候，大地再次震动起来，又有3座火山大喷发，而且这次喷发的火山是3座主火山：黑空山、赤空山以及大雁山。这3座火山海拔高度都超过3500米，是整个彭冲火山群中最大的3座火山。它们此时喷发出的熔岩高达2000多米，把天空中的火山云都给点燃，整个天空都变成了一片火海。而在那喷发的熔岩之中，则是涌现出了3个身高超过500米的庞大的巨兽。它们一出现就释放出极其恐怖的威压，所有的火山怪物都是士气大振，对人类防线发动更加犀利的进攻。而人类这边则是节节败退，不知道多少军队被那如同潮水一样的火山怪物淹没。熔岩3巨人看到这3个身高500多米的巨人出现，师长吴云龙也是脸色大变，失声说道：这些火山怪物是要全面入侵了吗？熔岩3巨人，秦风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熔岩3巨人的名号，就连严明给他的那些火山怪物图册上也没有这熔岩3巨人的介绍。不过看着那3个如同擎天巨兽一样的怪物，的确可称得上是巨人。吴云龙看到秦风脸上的疑惑之色，解释说道：这3个巨人是彭冲火山区里面曾经出现过的最厉害的怪物，他们分别是歌利亚、泰坦可、阿特拉斯。据说他们3个是3胞胎兄弟，一旦出现都是3个人一起出现，上次出现的时候还是40年前，那个时候他们的实力就已经达到超凡3阶中期了。3个巨人共同进退，他们的战力甚至堪比真神级的强者。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本尊，这次时隔40年再次出现，怕是实力比之前还要强。吼吼吼！吴云龙刚刚说完，那熔岩3巨人同时发出了惊天巨吼，庞大的力量从他们身上释放出来，似乎是联手施展了某种厉害的能力，顿时整个彭冲火山区的火山似乎被打了兴奋剂一样，全都更加剧烈的喷发起来。原本只有10几座火山喷发，可是现在100多个火山全部都开始喷发起来，而且随着火山的剧烈喷发，整个大的都跟着震动起来，所有的山头都在晃动，大地上也出现了很多巨大的裂缝，裂缝下面又涌出岩浆。秦风通过金翅大鹏鸟的眼睛，亲眼看到一个数千军队构筑的防线正好被一个裂缝撕裂，数千战士就这么直接被大裂缝吞噬，掉到下面沸腾的岩浆里面去了。随着这熔岩3巨人的出现，整个火山的局势彻底崩溃，军队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防御阵线几乎瞬间就被撕裂的粉碎。原本还可以靠着阵地来防御和围堵火山怪物，可是现在却是被打得节节败退，不一会就看到好几个超凡强者因为被熔岩巨兽围攻而不得不自爆的场景。那些普通的战士死伤就更加惨重，所有军队立刻有序撤退到第2防线。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响起了一个浩大而威严的声音，战场上的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原本还在坚守阵线的军队开始撤离，不过那些火山怪物可不会这么轻易的放他们离开，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这个时候有3个人类强者直接朝着熔岩3巨人杀了过去。第199章，全军撤退。秦风看得非常清楚，其中一个人正是赵无极，他背后凝聚出一个上百米高的金甲巨人，手持长枪对上了一个熔岩巨人。另外2个人的实力甚至比他还要强，分别挡住了另外2个熔岩巨人。这3个人就是火山战区的3大军长，也是战力最强的存在。现在连他们都亲自出手了，也足以说明现在局势是有多么危险。我们去帮助军队撤离。吴云龙让2个旅长留下来继续清理大空山上的小怪，同时要保证他们这里撤退的道路畅通。他则是招呼秦风一声，
就朝着其他被困住的军队冲了过去。现在火山区彻底爆发，已经围堵失败，只能是尽可能多的撤出一些军队，保存实力。二娘山上2个师被困在了这里，2头超凡2阶的火魔和10几头1阶的熔岩巨兽带领着数不清的火山怪物，被他们展开了疯狂的攻击。他们本来想要撤退的，可是在他们撤退的路上，却是出现了一个10几米宽的巨大裂缝，裂缝下面是滚滚荡荡的熔岩，而且这裂缝还在持续扩大之中，有演变成一个熔岩大河的迹象，这直接断了他们撤退的道路。现在2位师长和几个旅长亲自战斗在最前线，这才勉强稳住战局。不过他们加起来才只有7个超凡，根本就不是对方的对手。轰！有一位旅长被3个熔岩巨兽围攻，最后不敌，轰的一声自爆。不过那3个熔岩巨兽只是受了一点小伤，在熔岩里面滚了一下，立刻恢复，再次加入了围剿人类超凡的战斗中去。2位师长被那2个超凡2阶的火魔缠住，看得目眦尽裂，却是无可奈何。该死的怪物，老子死也要拖你们下地狱！有一位旅长身受重伤，怒吼一声，以极快的速度钻进一头熔岩巨兽的嘴巴里面，随后轰然自爆。那熔岩巨兽整个脑袋都被炸碎，临死完成了极限1换1。可是如此一来，人类的超凡变成了5个，他们更加挡不住怪物的进攻。10几头熔岩巨兽一起朝着剩下的3个旅长围攻过去。这3个旅长互相看了一眼，眼中都出现了一丝决绝之色，他们也准备自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道身影快如闪电一样冲到，整个人如同炮弹一样撞到一个火焰犀牛身上，这巨大的火焰犀牛的身体直接被撞碎。来人正是吴云龙。崩拳、寸拳、闪电之舞。吴云龙远远地看到那2个自爆的旅长，双眼血红，脸色阴沉到极点。他现在彻底的愤怒了，全力爆发之下，这些超凡1阶的熔岩巨兽被他一拳一个，眨眼功夫就被他击杀了5个。吼！剩下的熔岩巨兽发出愤怒的咆哮，一起朝着吴云龙发动攻击。嗖嗖嗖！这个时候，秦风的箭矢也射了下来。他原本的射速是1秒15箭，现在装备上烈火戒指，射速再度提高 50%， 这让他的射速达到1秒23箭。几乎每一头熔岩巨兽都被秦风的箭矢射中，顿时他们都被冰冻起来。那3个旅长见状，眼中金光闪烁，停止自爆，怒吼一声，朝着熔岩巨兽杀了过去。不一会，这10几头超凡1阶的熔岩巨兽就被全部杀光，原本的死局彻底逆转。王远征、何光明，你们2个怎么回事？竟然被这些火山畜生打得这么惨！吴云龙对那2个师长调侃说着。2位师长刚刚被吴云龙感动的差点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现在听到吴云龙的话，顿时所有的感动烟消云散，怒道：吴云龙，你他妈嘚瑟什么？这可是超凡2阶的火魔，有那么好对付吗？哈哈，超凡2阶又如何？我刚刚已经杀了1个，这2个也一起杀了就是。吴云龙哈哈大笑着，就朝着其中一个火魔杀了过去。吼！那2头火魔发出怒吼，烈火熊熊，全力爆发，2个如同流星一样的火球朝着吴云龙轰击过来，竟然同时朝着吴云龙发动攻击。他们也为所有手下被杀死而愤怒，想要一举击杀吴云龙。嗖嗖嗖！秦风的寒冰箭立刻射到2个火球上，神级的寒冰之力爆炸开来，顿时那火球上的火势被压制下去。吴云龙再度加速，从2个火球中间穿了过去，武神强踢，一脚飞踹，直接踢到其中一个火魔身上，爆发出巨大的爆炸。这一脚再次踢出了上千万的伤害，这火魔的身躯迅速变小，又被踢落境界。嗖嗖嗖！秦风的箭矢紧跟着落在这头跌落境界的火魔身上，直接把他冻住。吴云龙这么生猛的战斗，直接把另外2个师长给看懵逼了。这还是他们认识的吴云龙吗？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强了？愣着干什么？只剩下1只了，我们3个一起上，干掉他！吴云龙大声喊着，冲另外1只火魔杀了过去。王远征、何光明2个人这才反应过来，立刻动手，3人一起围攻一头火魔，很快就拿下。这时候秦风也已经把那一头跌落境界的火魔杀死，二娘山的战局彻底翻盘。吴云龙，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生猛的？解除了危机，王远征和何光明2个人立刻就对吴云龙开口问着：什么叫我变得这么生猛？老子一直都是这么生猛的好不好？吴云龙朗声说着：算了吧，刚刚如果不是这位小友帮你挡住那2个火球的话，你怕是已经被烧成烤肉了。不过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手下了？我怎么不知道？我看根本就不是他的手下，不知道这位小友叫什么名字，可愿来我军中，我给你一个旅长当当。王远征啊，你也太抠门了，竟然只舍得拿出一个旅长。小友，你还是来我何光明这里吧，直接当副师长，回头我一晋升，你就直接转正成为师长，怎么样？王远征和何光明直接就开始抢秦风了。吴云龙却是已经知道秦风的来历，
所以也不阻拦。秦风委婉地说道：“我倒是很想在两位师长麾下做事，只是我是赵无极赵军长手下的兵，需要听他的命令。”这两人一听，原来是赵无极的手下，他们顿时就熄了念头，脸变成了猪肝色。可以挖吴云龙的墙角，可是他们可不敢去挖赵无极的墙角。他可是军长，是他们的上级，被赵无极知道的话，不会有他们的好果子吃。第200章火焰星河。哼，我们开玩笑呢，这2头火魔应该爆出了不少好东西，我们就不要了，全都给小友你。只是刚刚的事情就不要跟赵无极军长说了。王远征和何光明2个人赶紧说着。当然不会。秦风本来也没有想说，不过能再次独享2个超凡2阶火魔的掉落，秦风自然非常高兴。他摸了一下火魔尸体，顿时就有一大堆装备出现在他面前。这次竟然又出现了金光，自己难道运气这么好，连续爆出来2件史诗装备吗？哈哈，真是发了。秦风心里高兴地想着。不过看清楚之后，才发现这个发出金光的并不是史诗装备，而是一个道具。火焰星河，史诗级道具，这是火魔的力量核心，里面蕴含着强大的火焰之力，使用之后可以增加自身火属性攻击和火属性抗性。不错，竟然是可以提升属性的道具。使用。秦风立刻使用了这个火焰核心，顿时这火焰核心轰的一下就燃烧起来，化成一团火焰，直接把秦风吞噬。定，你的火属性伤害加10。定，你的火属性抗性加10。定，你的火属性伤害加10。那些火焰不断的化为最精纯的力量进入秦风体内，让他的火属性伤害和抗性迅速提升。最后火属性伤害和火属性抗性都增加了500点，他身上的火焰这才缓缓熄灭。定，你的火属性力量增加，你的被动技能火属性强化自动提升到稀有技能等级。这时候系统提示再次响起，秦风心里更加高兴，没想到这火焰星河也能提升技能等级，如果能多弄到几个火焰星河的话，怕是可以把火属性强化堆到神级技能，完成蜕变。想到这里，秦风马上查看另一个火魔的掉落，不过这次并没有出现火焰星河，毕竟是史诗级的道具，不会每次都能掉落。不过秦风也不气馁，现在整个彭冲火山完全爆发，这火魔的数量可是不少，只要多杀几个，肯定还能爆出来。不过他现在还只是超凡1阶而已，单独面对超凡2阶的火魔，只能保持不败，想要击杀却是非常困难，所以还要继续和吴云龙、王远征以及何光明他们组队才行，而且人数越多越好。秦风看向他们3个，就看到他们正在商量怎么让军队快速撤退的问题，毕竟他们都是师长，必须要确保他们麾下军队的安全。秦风走过去听了一下，发现他们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那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巨大裂缝。秦风看了一下，这大裂缝就是刚刚地震造成的，现在已经把大地撕裂，裂缝变得越来越大。刚刚过来的时候，这裂缝还只有10几米宽，可是现在已经超过50米了，下面沸腾的岩浆也快要满出来，咕嘟咕嘟的冒着岩浆泡泡，俨然已经变成了一条岩浆河流。军队现在就被这条横亘在这里的岩浆河流挡住了撤退的道路。王远征是狂战，何光明是风系魔法师，他们自己可以轻易过去，但是却不能帮助3万人的军队过去。不过那3个幸存下来的旅长中有一个是寒冰魔法师，王远征立刻让他尝试一下能不能把岩浆给冻成石头，弄一个石桥出来。这个寒冰魔法师立刻走到岩浆河流边上，开始使用寒冰系的魔法，大片的寒气和暴风雪落到奔涌的岩浆河流之中，很快表面上的岩浆就变成了黑色，变成石头。不过还没有等他高兴，他的魔法一结束，那石头眨眼就被岩浆吞噬，重新融化。这地下的岩浆温度太高，普通的寒冰魔法根本就不行。对不起师长，我的寒冰魔法不足以冷却这些岩浆。那寒冰魔法师一脸自责地说着。没事，我们在想别的方法。王远征安慰说着，不过他的心里却是非常着急。军队目前的情况非常危险，火山怪物很快就会继续追杀过来，如果不赶紧退到第2防线后面去的话，说不定就走不了了。秦风，你不是有寒冰剑吗？能不能试试？这时候吴云龙对秦风问着。王远征闻言眼睛也一下亮了起来，说道：对呀，秦风，刚刚我看到你连火魔发出火焰攻击都可以熄灭，普通的寒冰魔法可做不到这些。3个师长都是一脸期待地看着秦风。我试试。秦风说着，对着奔涌的岩浆射出一支寒冰剑。砰！寒冰剑炸开，神级的寒冰力量扩散，岩浆立刻凝固，变成了坚硬的石头，甚至上面还有一层寒冰，效果极其霸道。太好了，真的可以！看到秦风成功把沸腾的岩浆变成石头，所有人都非常高兴。秦风，弄一个石桥出来吧，让军队快速过河。王远征开口说着。好。秦风点头说着。嗖嗖嗖，寒冰剑连续射出，
顿时就在这沸腾的岩浆河上造出了一座非常坚固的石桥。为了让军队快速通过，秦风继续拓宽到了100米宽。而且因为他的寒冰力量是神级力量，所以这石桥虽然是在岩浆之上，可是上面的寒冰力量却是一直聚而不散。踏上石桥之后，不但不会感受到任何炎热的气息，反而会觉着非常凉爽。全军立刻过桥，王远征立刻下令，3万多人的军队不到10分钟就顺利通过。不过他们并没有全部撤退，还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旅的兵力，而且基本上全部都是寒冰系的魔法师，他们会不断的在石桥上施展寒冰系的魔法，加固石桥，确保后续的部队也能顺利通过。随后，秦风和吴云龙他们3个师长则是继续深入，营救其他被困的军队。整个彭冲火山区中被困的军队超过100万，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越是往里，遇到的怪物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好在秦风他们这一行4人的实力都非常强大，3位师长都是超凡2阶的强者，实力自不用说。秦风虽然境界比他们低，可是丝毫没有拖他们后腿，反而是在遇到超凡2阶火魔的时候，他强大的控制能力发挥出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第201章，被劈成2半的野狼山，可以让3位师长全力输出，一波直接把对方带走。没有多久，他们就又干掉了2头火魔以及10几头熔岩巨兽。3位师长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捡装备的习惯，捡装备的体力活全部都交给了秦风。秦风也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而且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记起他还有命运硬币这个道具呢，赶紧使用。幸运光环开启，顿时一股奇异的幸福的感觉包围在他身边。顶着幸运光环开始摸尸，第一头火魔就再次给他爆出了一颗火焰星河。秦风大喜，立刻使用，顿时他的火属性伤害和抗性再次提升500点。他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体内火属性力量正在迅速壮大，只是被动技能火属性强化并没有突破到神级，不过应该也快了。秦风继续摸尸，这次竟然爆出来了一个史诗级的火魔法杖。火魔法杖，史诗法杖，魔法攻击500，火属性攻击500，附加属性1，火属性伤害翻倍，附加属性2，攻击时有 20% 几率释放火焰之拳，附加属性3，攻击时有 20% 几率触发灼烧状态，附加属性4，攻击时有 20% 几率释放火海，附加属性5，可以变身成为火魔，火魔的实力与自身的实力等级相当。我擦，怎么是一个法杖？为什么不是弓啊？好不容易爆出一个史诗级的武器，却不是秦风自己用的，让他心里特别郁闷。不过怎么说都是史诗武器，就这属性，至少价值2个小目标，就算是拿回去卖也是一大笔财富。秦风赶紧收起来，他继续摸那10几头熔岩巨兽的尸体，几乎每一个熔岩巨兽都给他贡献一个神器，而且这些神器基本上都是火属性的装备。如果他换上烈火套，还有这些火属性神器，那他现在的火属性攻击比寒冰套和剧毒套还要高得多。只是现在面对的怪物都是火属性的怪物，对火属性攻击有很大的免疫效果，所以还是用寒冰套更合适。捡完装备之后，秦风这才开始看向吴云龙他们，就听到吴云龙说道：“往二娘山的方向撤退，然后走大空山、小空山，这一路上的怪物都已经被清除了，可以非常安全的撤退到第2防线。多谢老吴你们3个了，如果不是你们来得及时，我们52、53师就惨了。”2个师长一脸感激的说着，其中一个浑身焦黑，已经被重度烧伤，不过毕竟是超凡2阶的强者，只要回去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他们手下的几个超凡1阶的旅长也都战死，还有那么多伤兵，所以唯一一个还有战力的师长也不能跟他们组队，而是要带领2个师的军队撤退。看着他们撤离，秦风他们则是继续深入去营救其他的部队。这一路上，秦风他们看到了很多人类战士的尸体，每一个都是死状凄惨，这些之前还是活生生的战士，现在就变成尸体，让秦风心里受到了很大触动。不一会，他们遇到了一个几百人的小队伍，正在被数倍于他们的火山怪物疯狂围攻，已经陷入了绝境。秦风他们4个看到之后，一句话没说，直接杀了过去。4个超凡大高手一出手，不过几秒钟的时间，所有的火山怪物全部给屠杀干净。那数百个战士死里逃生，已经累到极点，很多都是直接瘫坐在地上。不过其中几个好像是军官的人，则是走了过来，对吴云龙他们非常恭敬的行礼，因为他们身上还穿着军服，一看就是师长。你们是哪个师的？吴云龙开口问着，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报告，我们是101师的。你们不是在野狼山吗？怎么会在这？而且怎么只有你们这么点人？你们师长刘奎呢？报告吴师长，我们师已经被打散了。当时那熔岩3巨人弄出地震之后，整个野狼山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把整个野狼山都给一分为2，我们布置的防线直接崩塌，我们整个师也被分成2半，
我们只是幸存下来的一小部分。我本来想要接应师长他们过来，可是那裂缝越来越大，岩浆从地下裂缝中冒出来，还有越来越多的火山怪物，我们一个旅长当场战死。没办法，师长就让我们先行撤退。可是走到这里，还是被火山怪物包围。如果不是你们几位出现，怕是我们这会已经死了。吴师长，我们101师的大部分人还被困在野狼山那里，撤不下来。你有没有办法去救他们出来？只要能救他们出来的话，你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说着话，这个军官都快要哭出来了。行了，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救人来的，这事情你就不用管了，快点执行你们师长的命令，撤退到第2防线去吧。我们这就去救你们师长。跟他说了撤退的路线，吴云龙招呼一声，就快速朝着野狼山杀了过去。很快到了野狼山，秦风震惊地发现，这野狼山果然是如同刚刚那位军官所说的一样，一道巨大的裂缝直接贯穿了整个野狼山，而且还是正好在野狼山中间，生生把野狼山给撕裂成了2半。那大裂缝比之前的那道裂缝还要大，滚滚荡荡的岩浆冒出来，把野狼山下低洼的地方全部填满，形成岩浆湖泊。野狼山变成了一个孤立在岩浆湖泊中的孤岛，而且还是被切成2半的孤岛。在那孤岛上正有一支被困的军队和火山怪物拼死奋战，只是他们原本在山脚下构筑的防御工事全部都被岩浆淹没，整个军队完全暴露在火山怪物的攻击之下。四面八方无数火山怪物围着他们疯狂攻击，每1秒钟都有很多人被杀死。他们的师长刘奎拼尽全力挡住1头火魔和10几头熔岩巨兽的联手攻击。不过在这里连续不断的攻击中，他早就已经到了极限。在火魔的一道火焰攻击命中他之后，顿时他整个人都燃烧起熊熊大火，被打飞出去。我们上！吴云龙率先杀了过去。第202章突围的办法。有他们4个超凡强者加入，火山怪物很快就全部被杀光。不过没有人为此而高兴。刘奎受伤太严重了，他的身体绝大部分都已经被烧得碳化，这种程度，即便他是超凡2阶强者也就不活，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不过在看到吴云龙他们出现之后，眼睛里面出现了一丝希望，看着吴云龙从嗓子里面艰难地说出了2个字：撤退。顿时所有人都眼睛湿润了。都到了这个时候，他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的伤势，而是军队能否撤退的问题。吴云龙握住他的手说道：放心，你的军队可以安全撤退。谢。刘奎一个谢字没有说完，眼睛中的光就彻底消失了。师长！所有的士兵都悲声喊着，流下眼泪，一股悲壮的气息弥漫开来，秦风也不由得动容。好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吴云龙大声吼着，你们师长刘奎最大的遗愿就是让你们能顺利撤退，现在就立刻执行命令，撤退到第2防线去，不要让他失望。是。幸存下来不到1半的军队立刻开始有序撤退。有秦风在，周围的岩浆也不是问题，他直接用寒冰剑开辟出了一条道路，让这支军队顺利撤退。越是往里深入，人类军队的情况就越是不容乐观。刘奎的这个师虽然很惨，可是至少也有1半被救了下来，还有的当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全军覆没。他们也顾不上悲痛，跟怪物的战争就是这样，双方都是你死我活，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秦风他们也只能是尽可能的多杀一些怪物，为那些死去的战士报仇。现在的战局已经从之前的混乱变得逐渐明朗起来，能撤退的都已经撤退到第2防线去了，还没有撤退的要么已经牺牲，要么就是聚集起来，集中力量抵抗火山怪物的围攻。此时在明霞山上聚集了超过10万人的军队，他们都是没有第一时间撤退出去的，无奈之下只能全部汇聚到这里，集中力量抵抗火山怪物的围攻。那些火山怪物如同潮水一样不断地朝着人类军队围攻，不过人类军队组成了严密的阵型，通过各种阵法和强大的武器，把所有冲上来的火山怪物全部击杀，只是他们自己也承受了大量的伤亡。偶尔有熔岩巨兽和火魔也冲上来，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这个时候人类中的超凡也会果断出手，这里足足汇聚了10个超凡2阶的师长和30个超凡1阶的旅长，正是有着他们作为核心，才让这10万大军没有被怪物冲散。只是这些火山怪物无论是数量还是实力都要比人类多得多，超凡2阶的怪物至少有着20头，超凡1阶接近3位数，这是极其恐怖的一个数量。最离谱的是还有一个身高超过300米的巨大火魔，他身上发出极其强大的气息。这个火魔是一个超凡3阶的火魔，实力虽然不如那熔岩3巨人，可是也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超凡2阶。此时他正好挡在人类军队撤退的道路上，周围还有7、8个2阶的火魔，人类军队一旦想要突围，他就会悍然出手，逼得军队只能在原地固守。
赵无极那3位超凡3阶的军长更是被熔岩3巨人给牵制，甚至还处于下风，根本就腾不出手来帮助他们。时间越长，他们的处境就越是不利。楚云峰看着挡路的3阶火魔，眉头紧皱。他向来都是智计百出，有小诸葛的称号，把其他不能撤退的军队汇聚起来的办法就是他想出来的。本来想着把力量凝聚起来，就可以一鼓作气突围出去，谁知道竟然出了一个3阶火魔挡路。他们之前已经冲了2次，可是全部失败。这种情况之下，他一时间也想不出来破局之法。老楚，要不咱们再冲一次，不能一直在这里耗下去了。那些火山怪物源源不断的从火山中钻出来，我们耗不起。另一位师长说着，既然不能耗下去，那就只能拼死一战，尽可能的多杀死一些怪物了。楚云峰心里想着，正要下达这个命令，突然系统提示他接到了一个信息。楚云峰一愣，因为那3阶火魔的有意屏蔽，他已经和外界断开了联系，只有对方跟他距离在5000米之内才能跟他取得联系。难道是总部派了援兵过来？这就是送死啊！肯定会被火山怪物围点打圆，这是他的第一个念头。不过还是先看看信息中说的是什么吧。打开信息看了一下，楚云峰紧皱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老楚，是谁给你发的信息？是吴云龙，他来接应我们，这次我们有希望突围出去了。楚云峰把吴云龙发来的信息中的内容说了一下。如此，这般，顿时所有的师长都兴奋起来，他们聚集在一起，准备进行最后一波。另一边，秦风他们已经到了明霞山外围，隔着很远的距离就已经看到了那300米高的3阶火魔。秦风更是通过金翅大鹏鸟的眼睛看到了被围困在这里的10万大军。跟吴云龙他们说了之后，他们3个立刻就要直接杀过去接应大军，不过被秦风给拦住了，因为他们这么冲上去，除了送人头之外，不会有任何作用。那毕竟是超凡3阶的强大存在，如果是那么好对付的话，10万大军早就已经突围出去了，何至于被困死在这里？秦风，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让他们突围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阻拦我们了，我们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自己的战友和兄弟死在这里而无动于衷。吴云龙开口说着，语气坚定。王远征和何光明也是同样。秦风心里叹了口气，这些军人就是这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军人的责任。秦风咬了咬牙说道，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办法，或许可以击杀那超凡3阶的火魔，不过我不是很有把握。哦，什么方法？快点说出来。吴云龙一听，顿时眼睛就亮了。第203章，认同。现在他们最大的拦路虎就是那头超凡3阶的火魔，只要能击杀他，这10万大军就可以成功突围。秦风说道，我可以悄悄地靠近那超凡3阶的火魔，突然出手把他冰冻起来，然后你们和里面的那10位师长一起出手同时攻击他，就算他是超凡3阶，应该也挡不住你们13个师长的同时攻击吧？什么？悄悄靠近？这怎么可能？那火魔可是超凡3阶，周围还有7、8头超凡2阶的火魔保护，就算是能隐身的刺客都不能悄无声息的靠近，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射手，连隐身都不会。听到秦风的办法之后，吴云龙一脸质疑。我既然说出了这个办法，自然就有把握可以靠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秦风拿出之前爆出来的史诗武器火魔法杖，把属性展示给他们看。最后一条属性就是可以变身成火魔。你是想要变成火魔混进去？吴云龙他们立刻就明白了秦风的意思。没错，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吴云龙点头说着，话锋一转说道，不过这太危险了，还是让我们去吧。不行，这个只能我去，因为我的寒冰剑可以100%把敌人冰冻，而你们没有这个能力，就算是靠近他，只要不能一击秒杀，就只能是打草惊蛇。吴云龙他们听了之后都是无奈，他们还真没有秦风这种100%的控制手段。吴云龙还是没有同意，说道，不行，秦风，这太危险了，去偷袭一个超凡3阶的强者，简直九死一生，我不能让你去。秦风怒道，吴云龙，你太小看我了，你们可以为了营救军队自我牺牲，难道我就不行吗？吴云龙哑然，就这样办吧，你们赶紧联系里面的几位师长，让他们做好配合，等下一起攻击那个3阶火魔。秦风语气坚定地说着，如果是之前，他可没有这样的觉悟，只是看到那么多甘愿为了其他人而牺牲的军人，他内心深深地被感触到了。他自问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10万军队被葬送在这里，所以才会提出这个办法。而且他可不认为此行是九死一生，只要被他攻击到，都会被他死死控制。就算不能成功，他也有足够的把握撤退，完全没有吴云龙想的那么危险。吴云龙看秦风已经下定了决心，而且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解救军队的办法，于是就不再阻止，
马上就联系上了楚云峰，给他发去了信息，约定等下一起攻击。不一会，吴云龙也接到了楚云峰发来的信息。好了，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你一控制住那头三阶火魔，他们就会一起出手攻击。好，那我就出发了。秦风点头说着。等等，吴云龙开口说着，拦住了秦风。秦风一脸疑惑地看向吴云龙，这家伙不会还要继续阻止自己吧？就看到吴云龙并不是阻止自己，而是拿出了一个金色的卷轴，上面散发出了淡淡的空间波动，应该是一个封印了空间技能的卷轴。吴云龙把这卷轴递给秦风说道，这是一个空间传送的技能卷轴，可以直接传送出去，有这卷轴可以确保你的安全。秦风闻言立刻接过卷轴，这可是保命的东西，不要白不要，就当是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执行这个任务的报酬吧。谢了，我走了。秦风扬了一下手里的卷轴说着。等等，秦风正准备走，又被吴云龙给叫住了。又怎么了？秦风转头看向吴云龙，却是发现吴云龙突然立正，对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王远征和何光明也是如此。秦风顿时内心巨震，他们竟然向自己敬军礼，这是完全认同自己了吗？秦风感觉到内心中有一股莫大的荣誉和满足，他也学着对方那样回敬了一个军礼，随后立刻使用了火魔法杖的技能。砰的一声，他变身成了一个100米高的火魔。他拥有强壮的上半身，下半身却是如同龙卷风一样漂浮在半空中，身上冒出熊熊的烈火。因为他自身有强大的火属性加成，所以他变身成的火魔也有着强大的火焰之力，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秦风看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属性，火魔变身状态，等级超凡1阶，精神力等级超凡2阶，技能火海、火焰之拳、精神威压。这技能怎么这么少？只有3个。火海和火焰之拳都是火魔法杖属性中就有的，看来自己终归只是一个冒牌的火魔，拥有的能力也是火魔法杖上自带的能力。自己的所有魔攻手的技能都不能用了，不过这精神威压的技能却是依旧可以使用，其他的被动属性应该也可以用。看完自己现在的属性，秦风心里想着，不过为了能确保万无一失，秦风还是要先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他低头看向吴云龙3人，他们现在在秦风眼里就是3个蚂蚁一样的小人，此时都是一脸惊悚地看着他。如果不是亲眼看着是秦风变化而来的，他们肯定早就已经动手打他了。我测试一下我的能力，你让我打一下。秦风对吴云龙说着。好，打吧。吴云龙闻言没有丝毫不情愿，挺着胸膛让他打。秦风发出了一道细微的火焰攻击到吴云龙身上，顿时吴云龙就被眩晕，接着冰冻、破甲、虚弱，所有的负面状态都是可以100%触发。秦风见状这才彻底放心，随后转身朝着那超凡3阶的火魔走了过去。吴云龙从几个控制状态中恢复过来，眼中有着一丝惊讶之色。他原本以为秦风只有寒冰剑的冰冻能力是100%，没有想到还有眩晕和其他的状态，这下他对秦风更有信心了。看着秦风朝着3阶火魔走了过去，他们也悄悄地跟上，尽可能的在第一时间就杀过去。第204章成功偷袭。秦风大摇大摆地走进怪物群中，那些普通的火山怪物看到他之后立刻就恭敬地让路，没有对他的身份有任何怀疑。秦风更加放心，他故意走到一个1阶的地狱3头犬身边，在他面前晃悠，那地狱3头犬赶紧低头离开，不但没有怀疑他，似乎还有点害怕他的样子。秦风心里微微疑惑，大家都是超凡1阶，这3头狗为什么会害怕自己？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还是先赶紧干掉那3阶火魔吧。他朝着3阶火魔走过去，他现在最大的攻击范围是1000米，只要达到这个距离就可以施展计划。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2阶的火魔转头朝着他看过来。站住！这2阶火魔发出了一道精神波动，直接传递到秦风的脑海里面，他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看来这就是这些火魔的交流方式，直接使用精神沟通。而且他现在因为也是火魔，所以直接可以听懂。秦风吓了一跳，一脸担心地看着拦住自己的这个火魔，不会被这家伙识破身份了吧？毕竟是2阶。秦风心里担心地想着，他暗暗做好了准备，随时攻击。反正现在距离3阶火魔已经不远了，只要速度够快，应该还可以顺利攻击到他。我怎么没有见过你？那2阶火魔打量了他一下，再次发出了一道精神波动，问着。我是刚刚晋升的，所以看起来面生。秦风胡乱编着理由，这理由连他自己都觉着很不靠谱，不过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应对办法了。不行的话就只能硬干了。原来是这样，看来你杀死了不少人类爬虫啊。不错，我们火魔一族果然魔才辈出。这火魔赞赏地说着，不过你不要太过靠前，这些人类爬虫肯定会临死反扑，很是凶险。你就待在我后面，先让那些熔岩巨兽消耗人类的力量，等消耗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和君王一起把这些人类爬虫全部杀光。原来没有识破自己的身份，这样就好。而且这个二阶火魔似乎还挺照顾自己这个后辈。秦风赶紧答应，乖乖的跟在这个二阶火魔身后，这样的话就更不会被他们识破身份了。不过这个二阶火魔似乎是一个老六，不但躲在三阶火魔身后，距离也是最远，现在距离足足有1500米，这样的话秦风根本就攻击不到对方。我们能不能跟君王靠近一些？我是第一次见到君王，想近距离看看君王。秦风开口说着。好吧，跟我来。二阶火魔说完就朝着前面走去。秦风大喜，没想到这二阶火魔这么仗义。秦风心里算着距离，1400米、1300米、1100米，就差100米就可以攻击到三阶火魔。秦风紧紧地盯着前方那300米高的三阶火魔，精神冲击技能随时准备发动。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三阶火魔似乎是有所察觉，竟然转过身朝他看过来。秦风大惊，被发现了吗？不愧是三阶，果然厉害。不过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过是100米的距离而已。秦风直接往前冲了100米，进入他的攻击范围。精神冲击，轰！庞大的精神力直接冲击到三阶火魔身上。这三阶火魔顿时被眩晕，还有虚弱、破甲、沉默等其他的负面状态。成功了！秦风大喜。与此同时，乌云龙和另一边一直都密切注意三阶火魔的楚云峰等人都同时朝着三阶火魔猛冲了过来。保护君王大人！三阶火魔旁边的那6、7个二阶火魔顿时怒吼说着。不过秦风怎么可能会给他们这个机会？他的火海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几乎是在释放了精神冲击的同时，火海就已经扔了过去。半径超过1000米的超大火海直接出现在这些火魔脚下。他们都是超凡2阶火魔，这点火焰伤害几乎可以完全免疫，只能造成象征性的一点伤害，可是这就足够了。只见这些2阶火魔也同时被眩晕，还有虚弱、破甲、沉默等各种负面状态。这一下他们完全都变成了靶子。武神强踢、笑空十字斩、夺命雷霆枪、绝命瞬玉杀，10几个人类超凡2阶强者一起出手，他们的最强攻击几乎同时轰击到那3阶火魔身上。轰轰轰！3阶火魔脑袋上冒出一大片极其恐怖的伤害数字，他身上发出了连环爆炸，火焰四溅，他的身形也在快速缩小，从原本的300米高变成了不到100米，身影也逐渐变得透明。这个时候他终于从眩晕中苏醒过来，不过也已经迟了。此时他已经被打成重伤，而且吴云龙他们这10几个超凡2阶的强者好不容易抓住这么一个机会，怎么可能会就此放过？猛烈的攻击还在继续。轰！3阶火魔直接爆炸，强大的冲击波把吴云龙他们冲得后退了上千米，还齐齐吐了一口鲜血出来。他们都是震惊于3阶的强大，被他们这10几个2阶强者猛烈攻击，临死的反击竟然还能打伤他们。果然3阶强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容小觑。不过他们的目的已经成功，这3阶火魔被杀，直接打开缺口，人类军队可以成功突围了。与此同时，秦风身后也传来了愤怒的火焰攻击。秦风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是带他过来的2阶火魔对他发动攻击了，换了他也会同样愤怒。火焰之拳！秦风想也没想，拳头上爆发出强大的火焰，朝着身后轰击过去。轰！那2阶火魔同样是一记火焰之拳，不过威力和大小都比他要大得多。火焰四溅中，秦风直接被打得连连后退了上百米，他脑袋上更是冒出了一个100万的恐怖伤害。好在他现在变身成了火魔，足足有500万生命值，所以这点伤害并不会死。而他的火焰之拳对那2阶火魔却只是造成了10万点伤害而已，比对方的攻击差远了。不过秦风的攻击可是带有不止一个的异常控制状态的。第205章顺利撤退。只见那2阶火魔顿时被定在原地，双目愤怒地盯着秦风，有无穷怒火。秦风心中冷笑，怪只怪你没有识破自己的身份，看在你给自己带路的份上，就让你死个明白好了。噗！秦风解除变身，恢复成他的人类真身。顿时那2阶火魔的眼睛更加愤怒了，只是他现在还处于眩晕状态之中，就算愤怒的想要击杀秦风也无可奈何。秦风换上暴风之弓，全力输出，嗖嗖嗖，一连串的箭矢射到这2阶火魔身上，神级的寒冰之力直接压制住他身上的火焰，把他冰冻，还有冻伤、中毒、虚弱、破甲等异常状态迅速叠加，秒伤很快就破100万、200万。这2阶火魔的生命条快速被清空。秦风单杀一个2阶火魔，让他的等级再次提升。就在这个时候，3阶火魔自爆，吴云龙正好被爆炸冲击的退到他身边，吐了一口鲜血之后，并没有在意他自己的伤势，看向秦风问道：“你没事吧？”
没事。秦风摇了摇头，他距离三阶火魔足足上千米，爆炸的冲击波到了他这里已经没有多少威力了，所以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没事就好，把这些火魔全部杀光。说完之后，他再次冲了上去，把其他的那些二阶火魔也全部击杀。如此一来，缺口完全打开。到了这个时候，楚云峰他们10个师长都是重重的松了口气。原本以为这次要被困死在这里，谁能想到不但击杀了3阶火魔，彻底翻盘，还可以顺利突围。老吴，谢谢你，这次我们都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楚云峰他们10个师长都是满面红光的对吴云龙感激的说着。吴云龙说道：不要谢我，这计划是秦风提出来，而且最危险的阶段把3阶火魔打晕也是秦风做的，如果不是他的话，那3阶火魔也不会被我们当成活靶子打，所以要感谢的话还是感谢他吧。吴云龙把秦风推了出来。楚云峰他们闻言都朝着秦风看过来，对他连连感激。秦风说道：我现在也是军队的一份子，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对，这么大的功劳可不是一句感谢就行了，回去之后再论功行赏吧。我们现在还是赶紧带领军队突围吧。对，突围。在楚云峰的命令下，人类军队快速突围。可是那些火山怪物却是不会让他们这么容易突围，他们攻击的更加凶猛了，就好像是一群凶猛的猎狗一样，对着人类军队展开了疯狂的攻击。虽然3阶火魔被他们击杀，可是其他的2阶火魔和熔岩怪物数量也远远超过他们。火山怪物的整体实力还是要超过人类，不一会就有几千人死在他们的凶猛攻击之下。而且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就算他们能撤退，这10万军队也要丢下一半尸体在这里。我们不能这么一味的逃跑，要趁着击杀3阶火魔的大胜之威，展开一次反冲锋，狠狠的杀一波，让他们不敢继续攻击我们。吴云龙开口说着。没错，老吴说的对，我们立刻发起反冲锋，杀！楚云峰完全同意，立刻就发出了反冲锋的命令。10万大军立刻悍不畏死的朝着火山怪物冲锋过去。这些火山怪物原本就因为3阶火魔被杀死，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原本想着追杀一些人类弥补过失，谁知道这些人类发疯一样的反冲锋，这再次把他们给打懵了。最重要的是，还有吴云龙他们这10几个超凡2阶的强者，几乎势不可挡。还有秦风这个 bug 一样的存在，只要是被他的箭矢射到，管你是超凡1阶还是2阶，直接眩晕，还有虚弱、破甲等各种负面状态，让他们完成为靶子。随后吴云龙等好几个超凡2阶的强者一起攻击，直接秒杀。不一会就有足足10几个2阶火魔被击杀，更有30-40个1阶的熔岩巨兽死亡。这一波反冲锋杀的火山怪物完全丧胆，再加上3阶火魔已死，群龙无首之下没有指挥，他们短时间内根本就没有办法重新组织起有效的攻击来。楚云峰看到差不多了，这才发出了收兵的命令。剩下的那些火魔和熔岩巨兽眼睁睁地看着人类大军撤退，不敢再继续追击。这些人类太凶残了。吼！这时候那熔岩3巨人已经发现了这里的情况，顿时发出愤怒的咆哮声，其中充满了愤怒和不满。顿时那些火山怪物再次朝着人类军队追杀过来。不过这次明显是迫于压力，追击的并不是很坚决，而且距离人类军队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就这么在后面远远地吊着，直到这10万大军离开火山区进入第2防线，他们也没有展开攻击。吴云龙站在山头上，对着那些火山怪物哈哈大笑，哈哈，我们都已经到家了，你们就不用再送了，不想死的话还是赶紧滚回去吧，不然的话你们这些家伙迟早都会和你们的君王一样被我们杀光。所有的火魔听到之后都是非常愤怒，想要冲上来击杀吴云龙。不过王远征、楚云峰他们10几个师长还有秦风都同时飞身过来，和吴云龙站在一起，每一个身上都爆发出强大的战意。这顿时救下的那些火魔停下脚步，不敢继续冲上来。毕竟之前那一波战斗人类太凶残了，他们心里已经产生了阴影。哈哈，看到了没有，这些家伙也不过是一些纸老虎而已，我们迟早会把他们全部赶出去的。吴云龙哈哈大笑说着，其他人也都跟着大笑起来。随后转身进入第2防线，军队都撤退了，我们也走吧。另一边，一直拖着熔岩3巨人的赵无极看到军队顺利撤退，开口说着好。其他2个军长点头说着，随后同时发动了最强攻击，横扫八荒。赵无极身后的100米金甲巨人手里的长枪猛地爆发出如同太阳一样耀眼光芒，长枪横扫，直接逼退一个巨人。念气，风雷啸，元素幻灭。另外2个军长也是发出了强大的攻击，同时把另外2个巨人击退。随后他们3个身影一闪，已经脱离战场，快速返回大本营。
第206章奖励。第二防线是一个高20米、长50公里的钢铁城墙要塞，上面有着大量的魔能巨炮，还有各种攻击阵法。只要火山怪物靠近到一定范围之内，就会立刻受到攻击。那熔岩三巨人非常不甘心地追杀过来，结果刚刚靠近，数不清的魔能巨炮立刻就发出强大的攻击，熔岩三巨人身上火星四溅，不得不停下脚步，隔着很远和赵无极3个军长遥遥对峙了一会，就转身回到了火山区。秦风见状，顿时心里松了口气，看来短时间内这些火山怪物是不会进攻了，这也给了人类军队一个喘息和整顿的时间。这次火山怪物突然爆发，给人类军队造成了非常大的伤亡。赵无极他们3个军长立刻就开始发布命令，进行一个详细的伤亡统计，还有部队的重新整编。没办法，这次伤亡太大了，好几个师都是直接全军覆没，一个人都没有回来。其他的就算回来了，也损失惨重，战力大打折扣，所以必须进行整顿，甚至是2个师合成一个师。不过这些事情跟秦风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小兵，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他现在就和严明一起待在城墙上面，无聊地看着军队快速调动。秦长官好，秦长官好。很多军队在从他们身边经过，看到秦风的时候，立刻就停下来，非常恭敬地对秦风行礼问好。秦风一开始还很纳闷，自己不认识这些人啊，他们怎么对自己这么热情？不过很快秦风就明白了，这些人很多都是被他救回来的，对他们来说，秦风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所以现在见面之后，自然会非常恭敬。而且渐渐的那些原本就待在第2防线后面，不是他救回来的那些战士，看到他之后也是同样对他行礼问好。秦风心里就开始疑惑起来。严明见状说道：队长，你还不知道吧？你现在已经成咱们火山战区军队中的英雄了。什么英雄？什么英雄？秦风更加疑惑起来。给你看看咱们战区的内部论坛，你就知道了。严明说着，在系统面板中打开了论坛，上面置顶的好几个帖子都是关于秦风救人的事情。当然了，不只是他，还有吴云龙等人，但是秦风却是出镜率最高，妥妥的主角待遇。严明点开一个视频之后，上面正是他击杀熔岩巨兽，拯救了陷入危险中的2个旅长，然后又和吴云龙一起强行击杀了一尊2阶火魔的全过程。这视频完全是第3人称拍下来的，应该是吴云龙麾下的某个战士拍下来的。他在视频中还特别感谢秦风的救命之恩，说如果不是秦风突然杀到，估计他们整个师都要全军覆没，秦风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下面的评论中也都是秦风威武、少年英雄之类的赞美之词，没有一个负面评价。还有后续的一系列救人视频，秦风都有出镜。正是这一系列的视频，让秦风在整个军区中彻底火了，成了他们的英雄。所以所有见到他的战士都是由衷的对他行礼问好，这是整个军队对他的认可。秦风来指挥部。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给他发了信息过来。赵军长的命令，他自然不敢违背，整理了一下衣服，马上就去了指挥部。到了门口，早有人等着他，亲自带着他进入指挥部。这可是整个军队的大脑，普通人连靠近都不行，更不要说进入了。可是秦风却是畅通无阻。进入指挥部之后，秦风就发现不只是赵无极找他，还有另外的2个军长也在。首长好。秦风立刻恭敬的行礼。秦风来了。看到秦风出现，赵无极顿时非常高兴。秦风可是他带过来的兵，本来以为这次只是熟悉一下战场，却不想直接立下大功，给他大大的长脸，他自然是非常高兴。直接拉着秦风的手，给另外的2个军长介绍说道：2位，给你们郑重介绍一下，这个就是秦风，我手下最年轻的超凡，还是今年咱们省的省状元，全国第3名的探花，绝对的超级天才。而且入学不到1个月就晋升超凡，晋升之后立刻就想着报效国家，直接就来我军队里了，嘿嘿，怎么样？赵无极如数家珍地说着秦风的各项荣誉，好像这些荣誉是他的一样。果然不错，英雄出少年啊。是啊，比我们可强多了。另外2个军长也是笑眯眯地看着秦风，明显对他十分满意。哈哈，赵无极闻言更加高兴了。秦风，你还不认识他们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若碧李军长，这位是韩擒虎韩军长。赵无极亲自给秦风介绍说着：2位首长好。秦风再次行礼。刚刚秦风可是亲眼看到他们出手对付熔岩3巨人，绝对的大佬。不过现在对秦风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秦风，这次叫你过来就是想要奖励你一下，这次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的军队肯定会损失惨重，尤其是最后击杀3阶火魔，帮助那10万被困的大军突围，你可是第一功臣。寒暄完毕之后，赵无极就说出了叫他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他介绍给另外的2个军长，混个脸熟，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这可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顶级人脉资源。两位军长言语之间对他非常满意，甚至还有感激，就差直接说他们以后就是秦风的大靠山了。又多了2个大靠山，而且还是军队中很有分量的大靠山，秦风自然非常高兴。之后他们还把秦风的军衔从少校提升到大校，连升3级。除此之外，还给了他一个史诗装备以及4、5件史诗级道具，这些道具有传送类，有短时间无敌的，都是救命的道具。秦风对于军衔之类并不在意，不过对装备和这些道具却是非常满意，立刻高兴地收下。他们还想要让秦风带领一支军队，不过被秦风拒绝了。他自己的能力自己非常清楚，单打独斗还行，真要带领军队的话，他立刻就抓瞎，说不定还要连累军队。第207章怪物攻城。不过秦风想到了严明，他知道严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军队指挥官，以他的能力，如果不犯错误的话，就是团长都当上了。秦风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给他争取了一下。赵无极没有任何迟疑，立刻答应。毕竟对于严明，他更加了解，加上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于是就果断给严明复职，还从原来的营长提升到团长。随后秦风就离开了指挥部，把这事情告诉了严明。严明高高兴兴地消失了半天之后，再次出现在秦风面前的时候，就换上了团长的衣服，身后还跟着之前的那些部下。他现在成了团长，负责一段城墙的防守任务。而秦风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做，于是就跟着他一起防守。那些火山怪物的进攻比他想的来得更快。当天晚上，随着熔岩3巨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如同潮水一样的火山怪物就朝着钢铁要塞冲过来，开炮杀光这些怪物。这些火山怪物一进入他们魔能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严明就下达了攻击的命令。轰轰轰！魔能大炮立刻射出能量炮弹，在火山怪物群中炸开，一炮下去就可以击杀几十只火山怪物。一时间，整个钢铁城墙上响起了连绵不绝的炮击声，不知道多少火山怪物被杀死。不过这些火山怪物密密麻麻，漫山遍野，如同潮水一样，仿佛根本就杀不完一样。很快，他们就杀到了距离城墙500米范围之内。这个时候，那些魔能大炮已经不能攻击到他们了。不过这个时候，地面上布置好的一些攻击阵法却是亮了起来。这些攻击阵法绝大多数都是寒冰阵，还有雷电阵、风阵之类，一被触发之后，立刻释放出强大的威力，把所有进入阵法之中的火焰怪物全部杀死。只是这阵法也是有着极限，一旦阵法中的能量耗尽，威力也就逐渐开始下降。所以这些大阵只是坚持了10几分钟，就渐渐暗淡下来，有的甚至直接被破坏。火山怪物直接冲到钢铁城墙下面，开始朝着上面攀爬。给我杀！严明大喊一声，立刻身先士卒地朝着下面的火山怪物进行攻击。这才只是过去半天时间，就再次和怪物开始了近距离的战斗。秦风看着那些如同潮水一样的火山怪物，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他发现这些火山怪物虽然数量非常多，可是基本上都是非常普通的怪物，那些超凡级的熔岩巨兽还有火魔之类是一个都没有。最厉害的也就是小 boss 之类，比如之前就遇到过的火蜈蚣。这火蜈蚣能飞天，而且还可以免疫大部分的物理攻击，是目前阶段出现的最难打最厉害的怪物了。他们原本藏身在普通怪物之中，等到了城墙下面，这才突然窜出，朝着城墙上的军队直接撞了上来。很多战士一不小心被他们冲上城墙，还没有来得及攻击，就被这火蜈蚣往他们身上一钻，然后整个人变成一个火人，眨眼的功夫就被烧死。就在秦风他们下面，同样也有着10几只火蜈蚣飞了上来。秦风见状，立刻拉弓搭箭，嗖嗖嗖，一箭一个，只要被他射中，立刻变成冰棍，从天空中掉落下去，随后被战士们一顿魔法和弓箭射击，瞬间被杀死。其他地方冲上来的火蜈蚣也都被早有准备的战士们击杀。在这长达几十里的城墙上，无数的火山怪物以赴攻城，而人类战士则是疯狂击杀，绝对不让他们冲上城墙。剧烈的战斗足足持续到半夜，火山怪物的数量已经比一开始的时候减少了很多。随着熔岩3巨人的一声大吼，所有的火山怪物立刻如同潮水一样撤退，就算是有些已经攻上城墙的怪物也跳了下去，返回火山之中。战士们顿时欢呼起来。不过秦风看着那些退走的怪物，却是没有丝毫高兴，反而是越发担心起来。因为这一次战斗从头到尾来攻城的都是普通的凡阶怪物，一个超凡级的怪物都没有出动，所以这次的怪物攻城明显只是一个试探和消耗战。可是即便如此，人类军队这边还是死伤了不少人，还有很多地方都被怪物们冲上城头，最后还是超凡级的强者出手，这才把那些怪物重新赶下去。连普通的凡阶怪物攻城都被他们杀到城头上来，如果是有超凡级的怪物加入的话，肯定更加危险。第二天，这些火山怪物果然再次集结展开攻城。秦风看到这次的火山怪物数量比之前还要多，
这让秦风更加担心起来。明明昨天已经击杀了不知道多少怪物，撤退的时候只是稀稀拉拉的一些怪物撤退，可是现在只是过了1天时间而已，这些火山怪物的数量再次恢复，而且比之前还要多。这种暴兵速度简直是太快了。就算他们一直不出动超凡级的怪物，只用这种普通怪物攻城，只要数量足够多，时间足够长，那么最后人类肯定依然守不住。秦风压下心里的担心，开始帮忙守城。他随便一剑下去，其中的寒冰力量炸开，就可以击杀上百只怪物。有他的加入，他们这一段城墙牢不可破，怪物们一次都没有登上城头过，甚至连一半城墙都没有爬上来过。大战半天，怪物们再次撤退。这次人类军队的伤亡比之前更多了，甚至就连严明身上也出现了大片的烧伤。随后是第3天、第4天，火山怪物每天都会展开大规模的攻城，但是每次来攻城的都是普通的凡阶怪物，一个超凡级的都没有。虽然人类军队每次都能把怪物给打败，可是伤亡每天都在增加。现在守城战士的数量比第1天的时候至少少了2成。最重要的是，每天高强度的战斗让很多人都变得非常疲倦，很多人几乎是怪物刚刚撤退就直接倒头就睡。而且经过这几天的战斗，人类的士气也没有第1天时候那么高昂了，怪物们的消耗战起效果了。第5天夜幕刚刚降临，熔岩3巨人那熟悉的身影就按时出现在秦风的视野之中，还有他们身边无穷无尽的怪物。吼！随着熔岩3巨人的一声令下，顿时所有的怪物立刻展开攻击。只是和之前不一样的是，这次那些超凡一阶的熔岩巨兽也开始了攻城。第208章怪物攻城2。呜！整个钢铁要塞上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所有战士全部登上城头进行防御。魔能大炮的声音不绝于耳，每一炮都能击杀几十个怪物，可是怪物数量太多了，如同潮水一样，根本就杀不完。很快怪物就冲到了1000米之内，几头高大的熔岩巨兽带头冲锋。秦风开启超范围打击，箭矢直接朝着熔岩巨兽射了过去。一轮箭矢下去，这几头熔岩巨兽全部被定在原地，各种负面状态迅速叠加。秦风挨个点名射击，很快每一头熔岩巨兽身上都叠加了上百层伤害状态，秒伤突破了200万，不一会就全部死亡。严明早就知道秦风非常厉害，不过之前打的都是小怪，即便是全部秒杀，他也觉着理所当然。可是现在看到秦风一个人轻易击杀4、5头熔岩巨兽，这才知道秦风的变态。其他战士见状也都是大受鼓舞，高声欢呼起来，士气达到巅峰。那些普通怪物刚刚冲到他们的攻击范围之内，立刻被他们全部击杀，连城墙都没有碰到。秦风见状心中高兴，看来他们这一段的城墙应该不会有危险了。不过其他地方就不行了，虽然其他城墙段也有超凡强者守护，可是他们并没有秦风如此变态的实力，可以隔着上千米的距离就在短时间内连杀4、5个熔岩巨兽。他们的钢铁城墙有着20米高，可以挡住普通的火山怪物，却挡不住这些体型庞大的熔岩巨兽。他们只是轻轻跳跃就可以直接跳到城墙上来。虽然在人类超凡的攻击下，这些熔岩巨兽并没有能成功，可是人类超凡也不能击杀他们。他们有的朝城墙上喷吐熔岩和火焰，有的则是仗着强悍的身躯直接往城墙上撞，整个城墙都晃动起来。很多普通战士只是受到波及就身受重伤，防守的压力陡增，不断出现防守漏洞。一头巨大的熔岩巨狼抓住机会，直接冲上了城头，一爪子下去就扫飞了10几个战士。2个人类超凡见状一起出手，想要把他赶下去。可是这熔岩巨狼非常狡猾，根本就不跟他们正面战斗，几个跳跃甩开他们，专杀普通战士。不过眨眼的功夫，就有上百个人类战士被他杀死。而这家伙竟然不知死活的朝着秦风这边跑了过来。嗖嗖嗖，秦风的箭矢立刻射了出去。这熔岩巨狼抬起爪子，正想要朝着10几个战士拍下去，不过秦风的箭矢射到他身上，顿时就把他冻在原地。后面的2个人类超凡这个时候也追了上来，他们3个联手攻击，不过片刻时间，这头熔岩巨狼就被杀死。没有浪费时间，秦风继续朝着其他的熔岩巨兽开始射击。原本非常凶猛的熔岩巨兽，只要被他的箭矢射中，立刻就被冻结，随后就是迎来猛烈的攻击，很快被杀死。秦风一路杀过去，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防守压力立刻就松了下来，连着10几个熔岩巨兽都被他击杀。吼！这个时候，那熔岩3巨人似乎是发现了他这个变数，发出巨大的怒吼声音，顿时原本还待在后面的2阶火魔也加入了攻城之中，甚至其中有10头200米高的火魔直接冲着他杀了过来。这是太出风头，被盯上了。如果不是有赵无极3个军长也在虎视眈眈地看着那3巨人的话，估计这熔岩3巨人会亲自对秦风出手。不过秦风没有丝毫害怕，更没有后退，反而是兴奋起来。
足足10头火魔呀，全部被杀死的话，估计能让这些怪物消停一段时间了吧。等他们到了1000米之内，秦风也没有开始射击。到了500米的时候，这10头火魔身上火光亮起，正准备对秦风发动攻击。精神冲击！秦风庞大的精神力陡然爆发，呈扇形直接冲击了过去。顿时10头2阶火魔全部被眩晕，定在原地。嗖嗖嗖！而与此同时，足足10道身形从城墙上爆射出去，朝着10头火魔攻击了过去。武神强踢、崩山裂地斩、暴风剑法，全部都是超凡2阶的强大技能。这冲出去的10道身影，赫然就是吴云龙、王远征、楚云峰他们。他们早就待在城墙上，一直没有出手暴露自己，就是为了等着这一刻。轰轰轰！有倍算无倍。吴云龙他们一顿猛烈的输出，所有技能全部打完之后，这10头2阶火魔全部被击杀。吼！那3个熔岩巨人见状，再次发出愤怒的咆哮，齐齐张开大口，吐出如同激光一样的灼热射线，朝着吴云龙他们射过来。看到那灼热射线，秦风有一种不可力敌的感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3位军长也同时出手，他们直接挡住3道灼热射线，让熔岩3巨人的攻击落空。这灼热射线的攻击虽然非常厉害，3阶之下可以直接秒杀，但是对同为3阶的赵无极3人却是没有什么用，可以轻易抵挡。吼！熔岩3巨人大怒，朝着3位军长杀了过来。3位军长不想让他们太过靠近钢铁城墙，于是主动出击杀了过去。熔岩3巨人对战3位军长，他们每一次碰撞都有着莫大的威能，强大的冲击波如同12级飓风一样横扫，他们周围2000米范围的怪物全部被冲击波杀死，就连在钢铁城墙上的秦风也能感受到剧烈的冲击。还好有这3位军长在，不然的话，这熔岩3巨人杀过来还真是没有办法抵挡。此时3位军长和熔岩3巨人的战斗成了战场的焦点，钢铁城墙上的攻防战反而成了陪衬和背景板。再加上一下死了10头2阶火魔，而吴云龙他们却是连一个受伤的都没有。此消彼长之下，此时人类的实力已经可以压过火山怪物了，再加上是防守方，有巨大的优势，所以火山怪物的攻城已经陷入停滞。一开始的那种勇猛冲锋完全被压了下去，失败也是迟早的事情。不一会，那熔岩3巨人看到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打败3位军长，他们的手下更是攻城失利，只能罢战。脱离战斗之后，怒吼一声，顿时所有的火山怪物如同潮水一样退去。人类欢呼起来，又一次打退了火山怪物的进攻。不过之后统计了一下，这次虽然成功阻挡了怪物进攻，可是他们也承受了巨大的伤亡。第209章怪物攻城3。本来以为火山怪物会就此退去，可是秦风想的太天真了。火山怪物被打退之后，这膨冲火山反而是更加猛烈的开始爆发。秦风看到这一幕，眼睛中有着浓浓的担忧，因为他看到随着那喷发出来的熔岩，还有大量的火山怪物钻出来，其中不乏熔岩巨兽和火魔，他们这是在运送兵力。对此，秦风没有任何办法。不过他听严明说，3位军长已经在向其他军队求援，他们也会有援军过来。现在也只能如此了。这就是2个种族，甚至是2个世界的战争，必须要倾尽全力才行。3天之后，火山怪物再次开始发动攻城。秦风发现这次的熔岩巨兽和火魔的数量竟然比上次只多不少。要知道，上次单单是他自己就击杀了10几头熔岩巨兽，还和吴云龙他们一起杀死了10头2阶火魔，对他们来说绝对是损失惨重。可是现在不过是过去3天时间而已，就全部补充，甚至还要更多，简直恐怖。而且这次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让普通的火山怪物进攻，只见熔岩3巨人和所有的火魔组成了一个大阵，似乎是在施展什么非常厉害的大招。随后轰隆隆的声音响起，大地震动，秦风就看到一道火红色的巨浪出现，朝着他们的钢铁城墙冲击了过来。那是什么？很多战士看到这一幕之后都是一脸的震惊和恐惧，比看到怪物冲击还要让他们震撼。是岩浆组成的巨浪。秦风开口说着，很多人也都认了出来。秦风脸色有点难看，没想到这熔岩3巨人想要用这样的办法来攻破他们的钢铁要塞。看来之前火山一直喷发了3天，不只是用来运兵，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弄出更多的岩浆，好让他们施展这个技能出来。目测那岩浆巨浪足足有着50米高，而他们的钢铁城墙只有20米，这如果真的扑过来的话，怕是直接就被淹没。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会被炽热的岩浆烧死。呜！刺耳的警报声响起，立刻开启防御结界。天空中传来了军长韩擒虎的声音。防御结界是阵法的究极升级版，每一个防御结界都需要很多极其珍贵的材料进行设置，开启之后每1秒都要往里面烧钱。虽然防御能力非常强，可是这就是一个吞金兽，即便是军队也没有这个财力一直使用，
所以不到关键时刻根本就不能启动防御结界，而一旦开启防御结界的时候，也就表明事情到了非常危急的地步了。嗡，如同龙吟之声在秦风耳边响起，一连10几个巨大的透明防御结界出现，把整个钢铁城墙都给保护在其中。在城墙上出现了很多发光的魔法阵，这些都是防御结界的节点，所有的魔法师都要往这些节点中灌注魔法，加强防御结界的威力。顿时几乎所有的魔法系的战士都在这些节点周围聚集，开始往里面灌注魔力，那防御结界上面的光芒大盛。而与此同时，3位军长也是长啸一声，主动出击，直接朝着那熔岩3巨人所在的位置杀了过去。不能让他们继续施展这个法术了，不然的话，就算是有结界，他们也支撑不了多久。赵无极召唤出了100米高的金甲巨人，长枪挥舞，发出猛烈的攻击。另外2位军长也是连着发出了最强的攻击招式，强大的念气长龙和连续不断的魔法爆炸，把熔岩3巨人的阵型给打乱，强行打断他们的技能。只是那岩浆巨浪已经成型，现在即便打断，那岩浆巨浪依旧朝着钢铁城墙扑了过来。轰！只见那火红色的巨浪直接冲击到他们的防御结界上，巨大的轰鸣声传来，脚下的整个钢铁城墙都开始剧烈的晃动起来。而他们头顶上的防御结界在被岩浆巨浪冲击的时候，如同气泡一样被压扁。原本这防御结界足足有着50米高，可是在岩浆巨浪的冲压下，竟然直接压到他们头顶上。隔着那一层透明的防御结界，秦风甚至可以感受到那后面岩浆的剧烈高温。砰砰砰，防御结界上爆出了很多电光，似乎是有破裂的迹象。这岩浆巨浪的威力太强大了。噗噗噗，那些给防御结界灌注魔力的魔法师也有很多人直接受到反噬，纷纷口吐鲜血，甚至还有人直接被反噬而死。坚持住，防御结界绝对不能破，不然我们的防线立刻崩溃，我们所有人也都会死，绝对要保住结界。有人大声喊着。那些被反噬受伤的魔法师立刻强忍着痛苦站起身，回到结界节点周围，继续往里面灌注魔力。秦风也走了过去，他是魔攻手，也算是半个魔法师，而且他的魔法修为甚至要比大多数魔法师还要高一些。庞大的魔力灌注进去，顿时原本已经暗淡的魔法阵立刻就释放出刺目的亮光，那几乎快要被压得破碎掉的防御结界也变得坚挺起来，开始逐渐的回弹。这时候秦风突然看到那岩浆中出现了很多火山怪物，它们本身就是在岩浆中诞生出来的，自然是可以在岩浆中生存。此时这些火山怪物就在岩浆中不断的对着防御结界进行攻击，这下防御结界受到的压力更大了。秦风见状眉头紧皱，他们现在在结界里面根本就不能使用技能反击，不然的话那就是先破坏防御结界。轰！一道精神冲击横扫过去，顿时很多火山怪物直接爆体而亡。秦风一愣，随后就看到吴云龙跑了过来，刚刚那一道精神冲击就是他释放出去的。用精神攻击，精神攻击不会对结界造成任何影响，吴云龙提醒说着。秦风闻言顿时眼睛一亮，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他就不客气了。这个时候正好一个熔岩鳄鱼在岩浆中游了过来，对着防御结界拼命攻击。精神冲击！秦风超凡2阶的精神力陡然发动，庞大的精神力凝聚成了一支箭矢，朝着这熔岩鳄鱼猛地轰击过去。顿时这超凡1阶的熔岩鳄鱼直接翻了白眼，昏死过去。第210章无奈撤退。在秦风超凡2阶的庞大精神力攻击之下，除非是3阶怪物降临，不然的话1阶2阶的超凡怪物会被直接眩晕，普通的凡阶怪物则是会直接爆体而亡。他一出手，岩浆中再也没有怪物攻击结界，这给维持结界的魔法师降低了很大压力。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魔法师接连不断的魔力耗尽，昏死过去。维持结界消耗的魔力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只要有一个魔法师倒下去，马上就会有人填补空缺。在众人的努力之下，结界虽然一直摇摇欲坠，可是却没有破碎。抗住岩浆巨浪的冲击之后，这岩浆巨浪正在快速回落，结界受到的压力也在迅速下降。战士们大受鼓舞，更加努力地灌注魔力，结界重新发出灿烂的光芒，恢复成倒扣的半圆形，把岩浆给逼了回去。不一会，这岩浆就已经回落到了和钢铁城墙一样的高度，而且还在继续回落。秦风看到3位军长正在和熔岩3巨人缠斗，正是因为他们阻止了熔岩3巨人继续施展这个技能，所以岩浆才能回落，不然的话，让这岩浆巨浪连续冲击几次，他们的结界根本就扛不住。此时那熔岩3巨人也看到钢铁城墙上所有的防御结界都完好无损，甚至散发出来的光芒比一开始的时候还要耀眼，顿时知道这次的攻击再次失败，只能无奈撤退。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欢呼起来，他们又抗过了一波怪物攻城。欢呼之后，很多人直接累得虚脱倒在地上。这次虽然只是维持防御结界，并没有和火山怪物进
进行直接战斗，可是却是最凶险的一次，万一防御结界破碎，他们90%的人都会死。看到怪物退去，秦风同样感觉到一阵疲累。不过这个时候，吴云龙走过来，一脸的愁眉不展。怎么了？秦风开口问着，怪物不是已经退了吗？怎么吴云龙还是一脸担心的样子？吴云龙说道，是岩浆。岩浆不是退了吗？秦风疑惑地说着。不过他回头看了一眼城墙外面的岩浆，发现这些岩浆已经形成了一片岩浆海，虽然回落，可是并没有流到别的地方去。对面是彭冲火山区，都是山地，地势要比他们的钢铁城墙要高得多。原本那些岩浆就算是喷发出来，也会快速凝聚，不会流到钢铁城墙这边来。可是现在被熔岩三巨人施展技能弄到这里来，并不会再流回彭冲火山区，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片岩浆海。他们的钢铁城墙就好像是变成了一个大坝，拦住岩浆。只见这一片岩浆海持续散发出剧烈的高温，空气都变得扭曲，即便是隔着防御结界，他也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灼热高温。也幸好有防御结界存在，没有让岩浆直接和钢铁城墙接触，不然的话，他们的钢铁城墙会直接变成一块烧红的烙铁，上面所有人都会被烧死。现在怎么办？秦风问着。还能怎么办？现在只能想办法尽快把这些岩浆冷却，不然的话，我们的防御结界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吴云龙看了一下那些还在继续给防御结界灌注魔力的魔法师，他们都已经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已经到了极限，必须要尽快冷却岩浆，不然的话肯定支撑不了多少时间。不能把这些岩浆引流到别的地方去吗？我也想，可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啊，看来只能先冷却了。秦风立刻出了结界，朝着岩浆中射出寒冰箭矢，神级寒冰力量炸开，顿时靠近城墙的岩浆瞬间冷却，变成了石头。其他的寒冰系魔法师也都开始冷却岩浆。秦风觉着这工作比杀怪还要累，足足1个小时后，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靠近他们城墙的岩浆全部凝固成石头，防御结界也终于可以收起来了。结界一开，顿时炙热的高温扑面而来，很多寒冰系魔法师还有风系魔法师拼命地施展魔法，这才稍微把温度降下来。一直忙到第二天的早上，整个岩浆海表面都凝固起来。可是秦风没有一点高兴，因为这些岩浆足足把地面抬高了10米之高。他们的钢铁城墙原本是20米高，可以有效地阻止普通的火山怪物，可是现在地面升高，他们的钢铁城墙就变成了只有10米高。如果再来一次岩浆攻击的话，那么地面就可以和他们的钢铁城墙持平，他们的城墙也就失去了意义。秦风可以肯定，熔岩三巨人肯定会这么做，因为现在所有的火山都在猛烈喷发。秦风想到了这一点，其他人也都想到了，所有人眼中都有着浓浓的不安。在这不安中，秦风看得出来，他们坚守的信念被动摇了。而这个时候，有传令兵过来告诉他们，把所有的伤兵都给送走，让他们也做好撤退的准备。看来连赵无极他们也没有信心继续坚守，要撤退了吗？不过这也正常，他们也没有想到熔岩三巨人竟然能一下驱动这么多岩浆进行攻击，这简直就是移山填海的能力，已经有点超出超凡境界的力量了。面对这种天地伟力，现在也只能暂时撤退，保存有生力量。好在后面的好几个城市都变成了空城，他们有足够的战略撤退空间，还可以组成第3道防线，甚至是第4道、第5道。这种驱使岩浆的攻击，就算是熔岩三巨人也不可能一直使用。不过秦风并不想这么放弃，他找到吴云龙问道：“老吴，这彭冲火山中应该有一个地方连着他们的老巢吧？不然的话，不可能会有这么多火山怪物源源不断的出现，怎么杀都杀不完。”吴云龙点了点头说道：“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自从和他们开战以来，我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寻找这个连通异界的入口，可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不然的话，我们早就去攻打入口，来个一劳永逸了。”第211章，进入火山。秦风想了想说道：“我想试试寻找这个入口。”秦风，你可不要乱来。之前彭冲火山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整个军队几十万人都没有找到的入口，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找得到？而且现在整个彭冲火山区都被怪物占据，你一旦出现在那里，就会被他们群起而攻之。你可是一个超级天才，可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别说是我，就算是赵无极赵军长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吴云龙立刻阻止秦风，说着：“老吴，你忘记这把武器了。”秦风拿出火魔法杖说着。吴云龙说道：“你是想要变成火魔混入到怪物中间去？”秦风点了点头说道：“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反正之前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我变身成火魔之后，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我，所以安全还是可以保证的。至于你说你们几十万人都没有找到那个入口，我觉着你们只是在地表寻找，你们应该没有去地下甚至是岩浆中寻找吧？你的意思是那连通异界的入口在地下？没错，你想啊，
那些火山怪物基本上都是和喷发的岩浆一起出现的，这不正好说明那入口就在地下吗？我变身成火魔，正好可以在岩浆中不会受到影响，可以去地下调查，说不定真的让我找到那个入口。这不行，还是太危险了。乌云龙明显动心了，不过最后还是拒绝让秦风出去冒险。秦风说道：“这样，你去跟3位军长请示一下，说不定他们会同意呢。”好吧，我去跟军长他们说一下。乌云龙转身朝着指挥部去了。不过秦风并没有等他回来，看到乌云龙走了，他就跟严明说了一下，然后直接跳下城墙，朝着彭冲火山区前行过去。乌云龙去请示了一下3位军长，他们都有点异动，只是秦风实力太强，太过天才了，这么危险的任务，他们不想让秦风去执行，万一出点事情，就是整个人类的损失，所以最后还是拒绝了。不过等到乌云龙回来的时候，早就看不到秦风的身影。秦风一路前行到火山区，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换上火魔法杖，变身成火魔，来到最近的一座火山附近。这座火山正在猛烈地喷发岩浆，秦风把他的火魔胳膊伸进岩浆里面，并没有任何灼烧的感觉，反而觉着热乎乎的，非常舒服，还可以从岩浆中吸收能量，补充自身。看到对自己没有伤害，秦风整个身躯都进入了岩浆之中。此时这岩浆正在往外喷发，有着强大的冲力。秦风顶着这股冲力下行，虽然有点困难，可是还能坚持。可是不一会，秦风就好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身上，再也不能继续下行。他低头一看，正好看到另外一头火魔，而且对方的体型比自己要大得多，明显是一头2阶火魔。对方也看到了秦风，发出了一道愤怒的精神波动。你为什么要往下走？难道是逃兵？我们伟大的火魔一族绝对不能出现逃兵这种耻辱的事情，你快点往上走，不然的话我一定杀了你。我擦，竟然撞到了一个2阶火魔身上，还想要杀了自己，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精神冲击。秦风的精神冲击陡然爆发，冲击到那愤怒的2阶火魔身上，他顿时就被眩晕定在原地。火焰之拳。秦风挥动拳头往对方身上拼命攻击，每一拳都能造成几十万伤害。不一会，这2阶火魔就呜呼一声被他打死。这2阶火魔死亡之后，身影直接消失，变成了火焰和周围的岩浆融为一体，连毁尸灭迹的事情都给他省了。不过对方死亡之后爆出来的东西却是没有消失，秦风捡起来看了一下，顿时大喜，又是一个火焰星核，他立刻吃了下去。顿时他的火属性攻击和火属性防御再次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他感觉他的火属性伤害的被动技能有要突破的迹象，可是就是仿佛有一层薄膜一样，就是撕不开，让他无法晋升。难道要晋升为神级技能就只能使用神级技能点吗？算了，不想了，反正只要属性有提升就行。秦风没有多想，现在这地方也不是思考的地方。他有点心虚的看了一下周围，还好没有其他的怪物，不然的话又要杀怪灭口才行。之后顺利的前行下去，不一会，前面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这里也充满了岩浆。不过秦风现在是火魔之身，在这岩浆中就好像是鱼儿在水中一样自在，视线也完全不受影响。他看到这里有大量的火山怪物成群结队的出现，朝着一个个洞口冲去。那些洞口应该就是火山喷发的出口，而这个时候正好就有上千只怪物朝着他这个洞口冲了过来，好像是要从这个洞口冲出去。秦风暗呼不妙，那么多洞口，你们去哪里不行？为什么偏偏要来这里？现在这么多火山怪物在这里，也不能动手击杀他们，一旦动手，身份立刻就暴露了。秦风可是在其中看到了不止一个超凡2阶的火魔，一旦被他们包围起来，识破身份，秦风就完蛋了。眼看着那上千只怪物到了他面前，甚至领头的一头地狱3头犬看他的眼神还充满了怀疑，应该是被他看到自己从洞口中下来，所以才会被怀疑吧。不过秦风没有丝毫紧张，也没有后退，而是直接迎了上去，愤怒的喝骂：你们怎么回事？速度太慢了！3位君王对集结速度非常不满，特意让我来催促你们，快点给我加快速度，赶紧上去。那地狱3头犬刚刚想要开口询问秦风，结果被秦风一顿抢白，眼中的怀疑之色全部消失，反而是变成了惶恐，赶紧给秦风说对不起，然后加速朝着洞口冲去。看着这一堆怪物钻进洞口，秦风松了口气，还好自己机灵，不然就麻烦了。他看了一下周围，这地下空间太大了，也不知道那连通异界的入口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也不能找个怪物去问，只能自己亲自去找。第212章末日火山世界。只是这地下空间太大了，简直就好像是一个小世界一样，而且因为是在地下，秦风不一会就转得头晕，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这么找下去不行，入口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要先在这里迷失了。秦风心里想着。这个时候他又看到了一群怪物，还是从刚刚的方向过来。秦风一拍脑袋，
这些怪物多半就是从异界入口过来的，自己只要顺着他们过来的方向找过去，岂不是就能找到入口？想到这里，秦风等这些怪物过去之后，他就朝着他们来的方向而去。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好几波怪物，数量有多有少，有的是几千，有的甚至数万。秦风是能躲就躲，不能躲就冒充上位者训斥他们一顿，也没有任何一个怪物怀疑他的身份，毕竟他们是在岩浆之中，人类可没有办法在岩浆之中生存。这些怪物就好像是在给他指路一样。不一会，秦风果然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通道，足足有500多米高。秦风大喜，哈哈，终于找到了！这里果然有一个空间通道，正是有着这个空间通道的存在，所以这些火山怪物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地球上。而且这个空间通道深藏在火山之下，岩浆之中，所以军队找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能找到。现在只要自己把这空间通道给炸掉，对方短时间内没有人员补充，到时候所有的火山怪物都会被杀死，这膨冲火山的危机也就彻底解决掉了。秦风打开背包，开始寻找道具。很快他就找到了3个史诗级道具：元素湮灭卷轴，史诗级道具，消耗品，使用之后可以发出超凡3阶元素师的最强攻击技能元素湮灭，周围所有的魔法元素都会凝聚成一点，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毁灭力量。雷龙腾海卷轴，史诗级道具，消耗品，使用之后可以发出超凡3阶气功师的最强攻击技能雷龙腾海，召唤出雷电巨龙，造成强大的破坏。金甲战神卷轴，史诗级道具，消耗品，使用之后可以发出超凡3阶征战者的最强攻击技能金甲战神，召唤出金甲战神为你战斗，持续1分钟。这3个卷轴就是之前赵无极3个军长给秦风的奖励，每一个卷轴都相当于他们3位军长亲自出手打出的最强攻击。只要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卷轴，应该都可以把这空间通道给破坏，毕竟周围并没有怪物守护，破坏起来还是相对比容易的。如果一个卷轴破坏不了的话，那就再用一个，肯定可以把这空间通道破坏。秦风来到空间通道前面，正要使用卷轴进行破坏。看着对面的世界，这就是异界吗？不知道这异界到底是什么样，竟然能在岩浆中孕育出怪物。秦风心里产生了一丝好奇，而好奇这种东西一旦出现，立刻就好像是杂草一样疯狂生长，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住。反正按照之前的经验，熔岩3巨人要展开下一次攻击的话，还要3天时间，时间非常充裕，可以先过去看看。想到这里，秦风就跨过了空间通道。叮，你进入了末日火山世界，你获得经验10万点，你获得称号异界探索者。刚刚穿过空间通道，系统声音就响了起来，这让他立刻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名字，竟然就叫末日火山。难道这整个世界都是各种各样的火山组成的吗？秦风心里迫切的想要看一下这个世界的样子。他往上游去，很快他就发现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上面也有一个巨大的洞口，整个构造和地球那边几乎是一模一样。看来这里也是火山内部。秦风进入洞口，顺着喷发出来的岩浆一起冲出来，周围的压力一松，吸呼，他终于可以正常的呼吸了。虽然现在是火魔之身，根本就不需要呼吸，不过内部却是人类的灵魂，还是会忍不住呼吸。秦风站在山头上四处眺望，发现这整个世界都是火红一片，天空是如同燃烧的火焰一样翻滚的云层，地下则是红彤彤的岩浆之海。而在这岩浆之海中，有数量众多正在剧烈喷发岩浆的火山，这些火山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大。他脚下的火山至少就有1万米高，比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珠峰还要高一些。可是这还不是最高的，在岩浆之海中央有一座巨大的火山，这火山目测至少有10万米高，顶天立地，如同这个世界的顶梁柱一样。它同样正在猛烈地喷发出岩浆，那火红色的岩浆柱直接冲破云层，在天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红色的漩涡，云层翻滚，随后变成了岩浆雨落到岩浆之海中，形成了一个循环。吼！这个时候，一声巨大的吼声传来，震天动地。秦风循声望去，就看到火云中有一个巨大的身影游动，这身影至少有上万米长，模糊的身影只是一闪，就再次消失在云层之中，根本就看不清那到底是什么生物。不过只是惊鸿一瞥，秦风也能猜到对方绝对是超凡之上的强大生物，因为那种威压覆盖天地，就算是超凡3阶巅峰的熔岩3巨人加起来也完全比不上。这就是末日火山世界吗？这世界太恐怖了，不是自己现在能待的，现在看也看了，还是赶紧回去吧，正事要紧。秦风心里想着，不想节外生枝，于是马上就顺着原路进入了火山内部。他刚刚下来，就看到又有一群怪物朝着空间通道过去，长长的队伍足有数里之长。等他们过去之后，秦风继续顺着他们来的方向过去。不一会，他就看到这里竟然有一个岩浆湖泊。没错，就是在岩浆海之中有一个岩浆湖泊。那湖泊中的岩浆非常浓稠，温度更高，颜色更深，
和秦风现在所处的普通岩浆有着非常分明的界限，这就好像是海底中的盐湖一样。秦风看到，在这个岩浆湖泊中不断冒出粘稠的气泡，那气泡破开之后，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火山怪物，有火焰精灵、火蛇、火蜈蚣等。第213章，奇怪的湖泊。他们从气泡中出来，缓缓地睁开眼睛，随后就走到湖泊边上等待。这时候，又有一个巨大的气泡冒出来，足足有40-50米长。这气泡破开之后，是一个地狱三头犬，它似乎是刚刚睡醒，仰天长啸一声，随后就带着那些普通的火山怪物朝着空间通道而去。我擦，原来那些火山怪物都是从这里孕育出来的，不但可以孕育出普通的火山怪物，就连超凡一阶的地狱三头犬都可以孕育出来，简直太厉害了！怪不得他们能源源不断的运送怪物出去。不行，必须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想到这里，秦风走进湖泊之中，刚刚进入湖泊，他就感觉到一股温和的火焰之力源源不断的进入他体内。定，你吸收了火焰之力，你的火属性伤害加10。定，你吸收了火焰之力，你的火属性抗性加10。定，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他只是站在湖泊之中，他的火属性力量就不断提升。我擦，还有这种好处，这地方简直是一个宝地啊！既然可以自动吸收，秦风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全身都进入湖泊之中。果然，这样吸收火焰之力的速度更快了。不一会，他感觉到他体内的火焰之力似乎是突破了一个瓶颈。丁，你吸收到了足够的火焰之力，你的被动技能火属性攻击突破为神级技能。丁，你获得新的神级技能火焰之体。火焰之体，你所有的攻击都会变成火焰攻击，100%造成灼烧状态。你的灼烧状态为神级灼烧状态，不可驱除。你拥有强大的火属性抗性，可以免疫神级及以下的所有火属性攻击。哈，太好了！剧毒之体、寒冰之体之后，自己又拥有了火焰之体。3个神级技能，随便一键下去就会自动有3种属性攻击：剧毒攻击、寒冰攻击和火焰攻击，而且都会造成神级的中毒状态、冻伤状态和灼烧状态。自己来这地方算是来对了。秦风心中狂喜，本来以为需要神级技能点才能晋升为神级技能，没想到现在在这岩浆湖泊里面浸泡了一会，就自动晋升为神级技能了，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过这也只是顺带的好处，他主要还是要调查一下这湖泊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秦风继续朝着湖泊深处走去，越是往深处走去，秦风就越是发现周围的火焰之力越是浓郁。很快他就看到了一个个的气泡，这些气泡里面就包裹着一些火山怪物，这些火山怪物有的还如同胚胎一样，有的则是快要成型。看来自己猜测的没错，火山怪物就是在这里孕育出来的。对于这些普通的小怪，他没有触碰，免得打草惊蛇。他继续往深处走去，他有一种感觉，深处肯定能有更多的发现。果然，随着他的深入，他发现孕育出来的怪物实力也越发强大起来。从一开始的火焰精灵到火蛇、火蜈蚣，而现在出现在秦风面前的怪物，则是散发出超凡一阶的气息。因为之前已经见过超凡一阶的地狱三头犬从这场出去，所以秦风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可是现在看到正在孕育中的超凡怪物，秦风心里还是不由得震惊。他一直以为超凡强者都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晋升，没想到这末日火山世界竟然可以直接孕育出来，而且还是批量。因为他看到前面还有很多正在孕育中的超凡一阶怪物，批量制造超凡怪物，这可以人类完全无法比拟的优势。他忍住动手击杀这些一阶超凡怪物的冲动，继续往前走。不一会，秦风赫然发现这里竟然还在孕育超凡2阶的火魔，这怎么可能？能孕育出超凡1阶的怪物就已经非常逆天了，现在竟然还能直接孕育出超凡2阶的火魔，这简直就是开挂了。如果连超凡2阶的怪物都能直接孕育出来，那人类根本就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早就已经被他们突破封锁，占领整个地球了，也不会一直打到现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秦风压下心中的恐惧，继续朝着更深处走去。因为他看到前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存在，足足有200多米高，虽然还处于昏睡之中，可是隐隐散发出来的气息已经让秦风感觉到非常恐惧。要知道他现在的精神力可是超凡2阶，只是一缕气息就让他感觉到恐惧的，这无疑只有超凡3阶，连超凡3阶的大能都能孕育，开挂都不敢这么开的好吗？秦风走到那200多米的怪物近前，仔细观察，果然是一个超凡3阶的火魔。而且秦风越看这火魔就越是觉着熟悉，这不是自己之前偷袭过的那头3阶火魔吗？最后是让吴云龙和楚云峰他们10几个2阶强者一起围攻，然后自爆而死。秦风因为当时是近距离偷袭过对方，所以对这头3阶火魔的气息非常熟悉，一下就把他认出来了。
原来那家伙自爆之后并没有真正的死亡，而是又回到这个神奇的湖泊里面，重新凝聚身体，复活过来。秦风顿时就想明白了，而他之前心中出现的恐惧也逐渐消失。他之前的猜测都是错的，或许那些普通的火山怪物是可以直接孕育出来，但是这些超凡怪物并不是直接孕育出来，而是被杀死之后又在这里复活。或许是这里保存了他们的一丝真灵之类，所以即便他们被杀死，也会在这里复活。这也能解释这些火山怪物一直被他们大量杀死，数量却没有减少的原因了。可以复活是吧？不知道在这里击杀了你们，还能不能再次复活？秦风看着面前巨大的三阶火魔说着，他拿出金甲战神卷轴直接使用，庞大的力量释放出来，一个100米高的金甲战神出现。他的面貌和赵无极十分类似，只是双目空洞，没有意识，但是会听从秦风的命令。这金甲战神一出现，就释放出超凡3阶的强大力量。此时那还在孕育中的3阶火魔似乎是感应到了危险，猛地睁开眼睛，朝着秦风和金甲战神看过来。给我杀！秦风立刻对金甲战神命令说着。刷！金甲战神一枪刺出，直接把3阶火魔刺了个对穿。对方还在孕育中的身体再次被击杀。第214章全部杀光。丁，你击杀3阶火魔，你获得经验值1000万，你的等级提升到60级。不愧是3阶火魔，击杀所得的经验让他直接连升3级。这火魔被杀死之后，身体逐渐变成透明，完全溶解在岩浆之中。秦风仔细观察感应，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次应该是真的死了。不过就算没死也没事，连着被击杀2次，至少也是元气大伤，一时半会不会给他造成麻烦了。杀死了3阶之后就是2阶了。现在这些怪物都正在孕育中，完全没有任何反击的能力，而且秦风还召唤出了3阶实力的金甲战神，几乎是一枪一个，杀得不亦乐乎。丁，你击杀2阶火魔，你获得经验值200万，你的等级提升到61级。丁，你击杀2阶火魔。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不一会他就击杀了20多个2阶火魔，还有50-60个1阶的熔岩巨兽，这直接让秦风的等级提升到65级。要知道现在随着等级提升，每一级需要的经验越来越多，即便是他杀怪的速度远超其他人，升一级也需要至少大半天的时间。可是现在却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升了7-8级，简直是比坐火箭还要快。而这么多超凡级的怪物还掉落了10几个火焰星河，这可是好东西，可以给他提升火属性伤害和抗性的。这么多火焰星河全部用完之后，他的火属性伤害肯定能达到一个令人恐怖的程度。击杀了最后一个超凡怪物之后，金甲战神的能量也正好耗尽，缓缓消失。这下死了这么多超凡级的怪物，人类防守的压力应该会小很多。至于其他的普通怪物，秦风懒得动手了，毕竟他现在还在怪物的老巢里面。如果那熔岩3巨人这时候突然回来的话，就直接把他堵在这里。他可不能保证自己的身份不会被熔岩3巨人识破，所以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回到地球那边去，顺便把空间通道给毁掉。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这次危机。秦风很快就再次来到空间通道，穿越过去之后，系统提示他回到了地球。秦风松了口气，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果然还是自己家好。随后他拿出元素湮灭卷轴，果断使用。卷轴破碎，一股毁灭性的魔法能量释放出来，形成了一个魔法黑洞。这魔法黑洞发出强大的吸力，把周围所有的魔法元素都给吸了进去，周围都是岩浆，最多的就是火元素。很快这魔法黑洞就变得一片通红，魔法黑洞也在急速收缩，释放出来的强大能量让秦风感到心惊。他赶紧撤离，跑出去上万米之后，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巨响，随后就是猛烈的冲击波，把他的身体都给吹飞出去。秦风在空中不受控制的旋转着，他看到那空间通道被炸得不断变换形状，变得极不稳定，随后空间一阵扭曲，整个空间通道轰然坍塌。哈哈，太好了，空间通道消失了。秦风心里非常高兴，这下火山怪物变成了一支孤军，杀一个就会少一个，而人类这边却是会有源源不断的支援，最后肯定是可以把所有的火山怪物全部击杀。轰隆隆，这个时候受到刚刚爆炸的影响，整个地下空间都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巨大的石头掉落下来，那些上去的通道正在开始崩塌。秦风一惊，他可不想被埋在这里，赶紧加快速度朝着一个通道快速过去。可是还没有钻进通道，上面的山体就整个崩塌，巨大的石块砸下来，通道也受到挤压消失。秦风赶紧躲开，朝着其他通道过去。只是山体崩塌的速度非常快，一连10几个通道都先他一步崩塌。秦风拼命地往前游，终于在最后一个通道崩塌之前冲了进去。他几乎是被岩浆强推着被喷了出来。
从高空中重重地摔落到地上。还好秦风现在是火魔之身，不怕物理伤害，如果是他自己身体的话，估计要被直接摔死了。秦风快速爬起身来，还没有庆幸自己没有被摔死，就感觉到脚下的山体剧烈晃动起来，巨大的裂缝从他脚下出现。轰隆隆！秦风看了一下周围，就看到周围的火山都在剧烈喷发，还伴随着强烈的地震。这次地震完全就是他自己引起的，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就看到10几座巨大的火山整个崩塌，塌陷下去，地下的岩浆则是喷发出来，整个地貌都被改变了。不过秦风没有时间感慨这些了，因为他发现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膨冲火山的正中心位置，就在旁边的一座山头上，有着3头身高500米的超大怪物，正是熔岩3巨人。这可是超凡3阶巅峰的怪物，还是赶紧远离他们，回到钢铁要塞那里去吧。只是看了一眼熔岩3巨人，秦风就悄咪咪地朝着钢铁城墙的方向跑去。虽然前面的火山正在大崩塌，还有大量的岩浆冒出来，可是他现在是火魔之身，岩浆对他完全没有任何伤害，所以根本就不用害怕。他就这么在正在崩塌的山头上快速朝着人类的钢铁城墙方向奔跑。而这一幕很快就被身后的熔岩3巨人给发现了，他们立刻就察觉到了秦风行为的异常。最重要的是，秦风身上的气息他们一点点再不熟悉。你给我站住！其中一个熔岩巨人朝着秦风大声吼道，声音中还有一丝超凡3阶的强大威压。秦风听到之后，不但没有停下，脚下的速度反而是更快了。傻子才会停下，真要是回去的话，肯定分分钟被熔岩3巨人给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如果再知道他破坏了连通异界的空间通道，那么他肯定死路一条。所以他现在是比之前跑得更快了。给我死！熔岩3巨人看到秦风对他的话置之不理，甚至跑得更快了，顿时大怒。不管这个火魔是什么情况，敢违背他的意愿，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其中一个熔岩巨人庞大的精神威压直接朝着秦风冲击过来。第215章千钧一发。噗！秦风感觉整个身体都好像是被疾驰的火车撞了一下一样，让他直接吐出一口岩浆出来。他的脑袋上也冒出了一个100万的巨大伤害。秦风不由得啧舌，超凡3阶巅峰果然厉害啊！只是精神攻击就能对他造成如此大的伤害。秦风只能强忍痛苦，更快的逃命。那熔岩巨人看到秦风竟然还能继续跑，顿时更加愤怒，直接朝着秦风追杀了过来。同时他的精神冲击再次朝着秦风轰击过来。又来！秦风感受到威胁，本能的把自己的精神力释放出来，朝着对方的精神冲击撞过去。轰！他的精神力量直接被碾压，不过却也抵消了对方的一部分力量。这次的精神冲击撞到秦风身上的时候，对他造成的伤害小了一些。可是看到熔岩巨人竟然直接追了上来，秦风吓了一跳，跑得更快了。不过他的速度哪里有熔岩巨人的速度快？看着熔岩巨人正在快速拉近和自己的距离，秦风赶紧拿出最后一个卷轴出来。雷龙出海卷轴使用。秦风直接扔了出去，一声龙吟之声响起，一条完全由雷电组成的巨龙从卷轴中冲了出来。秦风意念一动，这雷龙就朝着追杀过来的熔岩巨人冲了过去。那熔岩巨人看到这雷龙之后，神情一愣，随后就是大怒。他已经不止一次的和人类的3个军长战斗过，自然知道这雷龙出海的技能是其中一个军长的绝招。现在从这个火魔手里用出来，那不用说，这火魔肯定是一个叛徒。不过这雷龙的力量即便是他也不可小觑，所以赶紧停下来，张口喷出猛烈的火焰，和那雷龙冲撞过去。而另外的2个熔岩巨人见到那雷龙之后，也明白秦风是一个叛徒，于是也一起追杀了过来。其中一个还朝着秦风发出了一道灼烧射线。秦风看到那灼烧射线，这可是超凡3阶的强力攻击，真要射中自己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危机之下，秦风赶紧解除了火魔变身，重新变成了人类之身。火魔足足有着100多米高，是一个巨人，而他的本体却是只有不到2米高，这让他非常幸运地躲过了这必杀一击。只是这也让他的身份彻底暴露出来。吼！身后传来了熔岩3巨人愤怒的咆哮声，他们同时对秦风发动了攻击。一道强大的精神冲击，一道灼烧射线，天空中还有一个巨大的火流星朝他砸下来。这熔岩3巨人是要直接弄死他。我擦，玩脱了，难道自己要死在这里了吗？秦风心里大惊。不过就在这个时候，3道身影一闪，冲到了他面前，一个为他挡住了精神冲击，一个为他挡住了灼烧射线，一个则是变成金甲巨人打散了砸下来的火流星。3道完全不输给熔岩3巨人的强大气息迸发出来，保护住了秦风，和那熔岩3巨人遥遥对峙起来。正是赵无极3位军长及时赶到，
他们在得知秦风进入火山之后，就非常担心他的安危，一直待在城墙上，时刻关注着火山区的动静。看到火山大地震，甚至是开始崩塌的时候，他们都快要绝望了，怕是秦风遇到什么事情已经遇害了。就在这时候，秦风用出了雷龙出海卷轴。那庞大的雷龙一出现，韩擒虎军长立刻就知道秦风还活着，因为这雷龙出海卷轴正是他给秦风的，还是他亲自做出来的。三人大喜，立刻就杀了过来，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把秦风给救了下来。得救了！看着三位军长的背影，为自己挡下了所有的攻击，秦风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小子，还不赶紧走！赵无极回头看了秦风一眼，没好气地说着。不听命令，擅自行动，这在军队中可是大忌。即便是他很担心秦风的安危，可是现在看到他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是，谢谢军长。秦风赶紧朝着钢铁城墙的方向跑去。超凡三阶大能的战斗，还不是他现在能参与的，还是赶紧远离战场的好。他刚刚跑开没有多远，身后就传来了猛烈的战斗的声音，还有强大的战斗余波从他背后冲撞过来。秦风一口气跑到钢铁城墙上，回到人类阵营之中，这才重重的松了口气。回头朝着战场上看去，就看到三位军长和熔岩三巨人正在激烈的战斗，他们每一招的碰撞都爆发出庞大的能量。打了一会之后，双方谁也打不过谁，最后只能霸占，各自分开，回到本阵。严明走到秦风身边，好奇地问道：“队长，你刚刚都做什么了？那10几座火山崩塌，是不是你的手笔啊？”“是我弄的。”秦风点了点头。“我擦，队长你太牛逼了，快点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严明一脸兴奋地说着。他自己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之前也多次违反军规，所以对秦风这次私自外出根本就不在意，反而是对秦风的好感提升了一大截，觉着秦风和他就是同一类人。其他人也都一脸好奇地围了过来，想要听一下秦风的丰功伟绩。围在这里做什么？都不用防守了吗？这个时候吴云龙走了过来，大声呵斥，吓得一群战士赶紧走开。吴云龙没好气地瞪了秦风一眼，说道：“秦风，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没有命令就私自外出！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如果不是三位军长及时出手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秦风赶紧道歉。“什么？你竟然还想有下次？”吴云龙瞪着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说着。“不会有下次了。”秦风赶紧纠正，虽然自己是好心，可是毕竟是在军队里面，军规还是要尽量遵守的。错了就是错了，认错的态度必须要有。知道错了就好，快点跟我来吧，三位军长要见你。”吴云龙没好气地说着，等下见到三位军长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认错，不要惹他们生气，就算有什么惩罚，也老老实实的受了，千万不能顶撞，知道吗？知道了，我肯定不能跟三位军长顶撞。秦风赶紧说着，自己这小命都是他们三位救的，哪里还敢顶撞？不过他做下了这么大的功劳，相信三位军长也不会再惩罚他了吧。第216章困兽之战。跟着吴云龙来到指挥部，见到三位军长，果然不出所料的被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尤其是赵无极，他是赵无极带过来的，名义上也是他的兵，现在却是给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自然是要狠狠训斥。秦风低着头挨训，全程不敢有一句废话。足足10分钟之后，看到秦风认错态度还算可以，赵无极也训累了，就说道：“回头你给我写1万字的检查，一定要深刻检讨你的错误，要在我们撤退之前给我交上来，滚蛋吧！”秦风闯了这么大的祸，结果也只是写一份检查，这相当于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对他格外开恩了。不过秦风并没有走，看到他们训斥完了，这才说道：“嘿嘿，军长，我觉着我们没有必要撤退了。”“你小子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我这次潜入火山内部，非常幸运的找到了连通异界的空间通道，而且我还把这个空间通道给炸毁了。”“什么？你找到了空间通道，还炸毁了？”听到秦风的话，赵无极腾的一下站起来，一脸严肃的说道：“秦风，你说的是真的？我怎么敢在您面前说谎话呢？绝对是真的。刚刚那10几座火山崩塌，就是炸毁空间通道，造成了连锁反应。”秦风立刻把他之前做的所有事情都详细说了一遍。三位军长这才彻底相信。赵无极一脸兴奋的说道：“太好了，如此一来，这些火山怪物就变成了孤军，再也不能有任何一个援兵过来，我们耗也能把他们给耗死。这样的话，我们的确不需要继续撤退。没错，我们这次不但不需要撤退，还可以进行大反攻。他娘的，这地球可是咱们的地盘，现在却是被这些异界的怪物压着打，简直是太憋屈了。这下终于可以打回去。我也赞成反攻。”另2个军长也是兴奋地说着。身为一个军人，丢成师弟是最大的耻辱，现在可以洗刷这耻辱，他们自然非常高兴，看秦风的眼神也是更加欣赏了。虽然他们之前还在狠狠地训斥秦风，
可是那也是出于对他的关心。现在知道秦风做出了他们一直都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哪里还有不满意的？秦风见状，趁热说道：“军长，那我的检讨您看是不是就不用写了？我还想要多杀几个怪物呢，写检讨的话太浪费时间了。”哈哈，好吧，看在你小子立下大功的份上，这检讨就先不用写了。不过等下杀怪物的时候可要给我卖力，如果让我发现你偷懒的话，检讨还是要继续写。是，军长，我保证多杀怪物。秦风立刻保证说着，随后他就被赶出了指挥部。刚从指挥部出来，秦风就看到严明等人在外面焦急地等着他。看到他出来，立刻就围上来询问：“队长，你没事吧？就是违反个军规而已，顶多把你的军衔从大校撸到少校，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之前就经常违反军规，现在还不照样是团长吗？”原来这家伙是来安慰自己来的。秦风说道：“谁告诉你我的军衔被撸到少校了？啊？难道直接撸成尉级军官了？看来军长他们的确是很生气啊。你想反了，我这次虽然违反军规，可是功劳更大，我可是直接把火山怪物的后路给断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秦风把他炸毁空间通道的事情说了出来，反正这事情是好事，说出来还能提振士气，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保密。滴滴，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收到了新的命令。看完之后，严明高兴地说道：“是取消撤退的命令，还说要我们准备好大反攻，太好了！看来队长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不然的话，军长他们也不可能发布大反攻的命令。反攻，反攻！”这个时候，整个钢铁城墙上所有战士都高声欢呼了起来，士气激昂。他们也都接到了大反攻的命令。这些天也的确是被打压得非常厉害，他们心里都非常憋屈，宁愿战死也不想撤退。赵无极他们看到士气如此高昂，顿时都是兴奋不已，士气可用，此战必胜。之后，所有军队都开始密切地准备起来，随时进行反攻。吼！可是还没有等他们进行反攻呢，秦风就听到了熔岩三巨人愤怒的咆哮声，随后就看到由着熔岩三巨人带头，大量的火山怪物先朝着他们的钢铁城墙杀了过来。怎么回事？我们还没有反攻呢，他们怎么先朝着我们杀了过来？肯定是这熔岩三巨人发现了空间通道被炸毁的事情，愤怒之下进行困兽之斗。秦风说着，他看着那熔岩三巨人，之前他们一直都是待在后面，没有亲自上场，之前打的主意也是消耗战，毕竟他们的那些手下就算被杀死了也可以复活，但是人类却不行。可是现在空间通道都被炸毁，他们死了也就真的死了，再也不能复活，而且还被困在这里，真正成为一支孤军。如果不能尽快把他们这些人类军队打败的话，最后只能被困死在这里。所以趁着现在还有很多手下，一鼓作气击溃人类军队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三位军长也出现了，他们也瞬间明白了熔岩三巨人的打算，立刻发布命令，全力防守。只要成功防守过这一波进攻，给这些火山怪物造成大量的杀伤，他们没有补充就可以彻底扭转战局。发出防守的命令之后，他们三位军长却是主动出击，拖住了熔岩三巨人。毕竟他们这钢铁城墙可以挡住其他火山怪物，却是挡不住这熔岩三巨人的攻击。看着如同潮水一样冲上来的火山怪物，魔能巨炮首先发言，人类和火山怪物的战争再次打响。这次的火山怪物数量严格来说比之前还要少一些，可是所有人都发现这次的火山怪物比之前都要凶猛得多。所有怪物似乎都是在发动决死冲锋一样，不成功就成人，这却是让人类军队有点措手不及。第217章，宁死不退。再加上钢铁城墙变成了10米高，冲上城头的难度大大降低。结果就是第一波的攻击就有好几个地方被怪物冲上城头，对人类战士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不过战士们也不是吃素的，你们这些怪物都能决死冲锋，难道我们这些为了守护家园而战的战士还能比你们差吗？很多人立刻爆发潜力，同样也是不要命的打法，很快就把冲上城头的怪物全部杀死，又把城墙缺口给堵住了。之后很多地方都是在进行这样的拉锯战，先是怪物不要命的冲上城头，然后人类战士也同样用性命为代价把他们赶下去。城头上下很快就堆满了人类和怪物的尸体，战斗比之前几次都要惨烈得多。整个城墙上唯一一段从来没有被怪物冲上城头的地方，就是秦风所在的这一段城墙。因为所有的超凡级怪物都被他第一时间给射杀，剩下的那些普通小怪对他来说杀起来更是如同割草一样简单，即便是他们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凶猛，也根本冲不上来。轰！突然从旁边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就是剧烈的冲击波冲过来，如同刮起了12级的飓风一样。严明他们这些普通的战士都被吹得东倒西歪。秦风也是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他朝着爆炸的方向看去，就看到整个钢铁城墙都被炸开了一个缺口，很多战士都被烧成了焦炭，还有一道身影也是全身都被烧伤，狼狈不堪，正是吴云龙。
能发出这么剧烈的爆炸，而且还能把吴云龙这个超凡2阶的强者给炸伤，这肯定是2阶的火魔自爆造成的。随着爆炸结束，一大群怪物直接朝着那炸开的缺口冲了上来，似乎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样。其中领头的还是2头2阶火魔，还有好几头熔岩巨兽，他们立刻就朝着吴云龙发动攻击。精神冲击！秦风见状，立刻发动精神攻击，所有被他攻击到的怪物立刻被眩晕。秦风整个人也冲了过去，一边射击一边到了吴云龙身边，看了一眼他的伤势，浑身大面积的烧伤，皮肤均裂开，都能看到里面的肉芽。换成普通人的话，早就被烧死了，也亏得他是超凡2阶的强者，这才能保住一条性命。吴师长，这里交给我，你先下去治疗。吴云龙却是看了一下周围那些已经完全被烧成焦炭的尸体，还有很多尸体则是连全尸都没有，他的眼角不由得湿润了。这些可都是他手下的战士，是他的战友，就在之前他们还活生生的站在他面前，恭敬的叫他师长，可是现在就全部死光，只剩下他一个人，而这全部都是这些怪物造成的。他看着那些火魔的眼神充满了仇恨。给我死！武神强踢！吴云龙怒吼着，不顾身上的伤势，直接就冲了上去，而且一出手就是最强招式武神强踢。轰！一脚下去，一头2阶火魔直接被他踢死。随后吴云龙更是如同战神一样，对着其他火魔和熔岩巨兽疯狂攻击。秦风敏锐地看到对方身上的伤口被撕裂，大量鲜血泼洒出来。只是现在想要把吴云龙退出战场治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是先帮他把这一波怪物给杀光吧。嗖嗖嗖！秦风帮他定住所有的怪物，不一会就把冲上缺口的怪物全部杀光。吴云龙在杀死最后一只怪物之后，却是站在原地没有回来。秦风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走上去就看到吴云龙身上如同破损的瓷器一样遍布伤口，他本来就已经重度烧伤，又经过如此剧烈的战斗，身上的皮肉完全撕裂，原本的小伤口也变成了很大的撕裂的伤口，而现在那些伤口中甚至都已经没有鲜血流出来了。吴师长！秦风轻声喊了一声，却是没有回应。他走到吴云龙正面，就看到吴云龙怒目圆睁，看着前面却是再也没有任何气息，他已经壮烈牺牲了。师长，我们来了！师长！这个时候很多战士跑过来支援，大声的喊着，只是他们立刻就发现了吴云龙的异常。秦风悲痛的说道，你们师长已经走了。什么？师长他怎么可能会死？我们马上就要打败这些怪物，甚至还要进行大反攻呢，他老人家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这些战士听到之后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在他们的印象里，他们师长一直都是最强的战神，每次都能带着他们击杀敌人，无往而不胜，这样的战神怎么会死呢？可是看着吴云龙那已经毫无声息的身体，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个让人悲痛的事实，都是这些该死的怪物，我要杀光他们，给师长报仇！突然一个战士红着眼睛大吼着，主动朝着怪物冲了过去，不过很快就被怪物淹没，其他人也都被愤怒冲昏头脑，要一起冲过去和怪物同归于尽。秦风赶紧拦住了他们，怒声呵斥，你们给我站住！我知道你们想要给吴师长报仇，可是你们这样不是给他报仇，是自杀，这也是给吴师长他脸上抹黑。你们的生命非常珍贵，要留着性命尽可能的击杀更多的怪物，只有这样才是给吴师长报仇。被秦风一顿大吼，这些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战士终于清醒了过来，一个个虽然都很愤怒，可是都不再无脑冲锋了。秦风继续说道，吴师长是为了守住这个缺口，不让怪物突破，这才牺牲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接替他，不让怪物冲上来，吴师长就站在后面看着我们呢，能做到吗？他们纷纷回头看了一眼如同雕像一样站立着的吴云龙，坚定地说道，我们就算是死，也绝对不会让怪物冲上来。对，宁死不退。这些战士立刻就在原地组成了人墙，把这个缺口堵住。虽然钢铁城墙被炸开，可是他们还有人墙，而且这可是比钢铁城墙更要坚不可摧。第218章开始反攻，为师长报仇，杀！所有的战士齐声怒吼着，他们组成了人墙，把所有试图冲上来的怪物全部击杀。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他们只想杀死更多的怪物，给他们的师长报仇。老吴！这个时候听到爆炸声的王远征和楚云峰也赶了过来，可是看到的却是吴云龙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尸体，他们的眼睛顿时就红了。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了那么长时间，彼此之间都已经互相救了不知道多少次，早就已经是最亲密的同袍、战友和兄弟，现在眼看着就可以把怪物全部杀光，赢得最后的胜利。吴云龙却是死在了胜利的前夜，这怎么能不让他们心痛？老吴，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杀光所有的怪物。王远征咬牙切齿地说着，随后红着眼睛看向了其他的怪物，我们一起杀光他们。
秦风也说着。王远征和楚云峰都点了点头，立刻就朝着最近的一头二阶火魔杀了过去。嗖嗖嗖，秦风的箭矢射到这二阶火魔身上，顿时就把他定在原地。杀！王远征和楚云峰立刻冲上去，发动大招，直接秒杀。秦风的绝对控制加上他们的强大攻击力，他们组合起来杀伤才能达到最大。一路杀过去，越来越多的超凡级怪物被他们击杀，同时也有更多的超凡二阶的强者加入他们的队伍之中。当他们知道吴云龙已经牺牲的时候，这些人同样也是眼睛泛红，怒气值直接爆表，直接杀的这些超凡怪物胆丧。很快，有一多半的超凡怪物都被他们击杀，剩下的超凡怪物远远的看到他们靠近，立刻就快速后退，因为太吓人了。有一个不信邪的没有后退，结果只是一个照面就被秒杀。剩下的二阶火魔也学着他们聚集起来，一共有10几头，声势浩大，也想要靠着数量来对抗他们。送我过去！秦风对一个专精空间魔法的师长说着，他拉着秦风立刻使用了空间魔法，直接出现在这一群二阶火魔身后。精神冲击！嗖嗖嗖，精神冲击和箭矢同时射出，这10几头二阶火魔立刻全部被眩晕。王远征他们一起冲上来，不过片刻就把这10几头二阶火魔尽数击杀，这让怪物大军的高端战力几乎完全崩溃。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头二阶火魔已经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甚至还在悄悄的后退，准备跑路了。超凡一阶的熔岩巨兽就更不是他们的对手了。这些超凡怪物都是有思想的怪物，他们并不是不会恐惧，之前那么疯狂，甚至还有的会自爆，多半也是被熔岩三巨人给蛊惑了。可是现在大势已去，明知必死，怎么可能还会继续坚守？这些超凡级的怪物都后退了，那些普通怪物就更不是人类的对手了。秦风见状和其他人对视一眼，都是大喜，已经到了大反攻的时候了。怪物退了，这些怪物被我们杀怕了。为了吴师长，为了所有死难的战友兄弟，杀光他们！冲呀！王远征大声喊着，他的声音响彻在整个钢铁要塞上，顿时所有的战士都吼叫了起来。他们直接冲出钢铁要塞，朝着那些火山怪物砍杀过去。怪物大军彻底崩溃，人类军队则是拼命在后面追杀。秦风他们追杀的最是凶狠，而且专门追杀那些超凡怪物，普通怪物他们根本就看不上。吼！熔岩三巨人见状，顿时发出怒吼，应该是想要阻止他的怪物军队败退，可是没有什么用处。这一分心反而是让3位军长抓住机会，狠狠地输出了一波，给这熔岩三巨人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让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专心和3位军长战斗。很快，怪物们被人类大军杀到了火山区，因为这里刚刚发生地震，还有10几座火山崩塌，到处都是沸腾的岩浆，普通战士已经不能进入。不过秦风他们这些超凡强者不受限制，他们继续追杀到火山区，只是幸存下来的那些火魔和熔岩巨兽纷纷钻进火山内部。秦风他们看着火山口沸腾的岩浆，无可奈何。现在怎么办？这些家伙钻进火山内部，我们没有办法追下去啊。秦风倒是可以变身成火魔下去，可是他一个人还不能使用射手技能，下去之后说不定反而被围攻，所以他是不会下去的。想了想，秦风看向了那熔岩三巨人，我们去杀他们。第219章击杀熔岩三巨人。哈哈，好，那就把这3个熔岩巨人全部杀光，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击杀超凡3阶了。王远征一脸兴奋地说着，上次他们就一起配合击杀了3阶火魔，这次的熔岩三巨人虽然实力远远超过3阶火魔，不过他们没有一个害怕的，反而都是跃跃欲试，非常兴奋。简单商量了一下，还是按照之前击杀火魔的方式，秦风先去偷袭，然后其他人再压上去。说干就干，秦风悄悄靠近最近的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叫做歌利亚。此时他正在和赵无极战斗，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赵无极身上，所以对于秦风这个小角色并没有怎么在意，也没有发现。进入他的攻击范围之内，秦风立刻发动了攻击，精神冲击和箭矢同时射出，一下就攻击到歌利亚。正在和赵无极战斗的歌利亚顿时出现了一瞬间的眩晕，不过高手之间的战斗，一瞬间的眩晕已经足以致命。赵无极身后的金甲战神猛地一枪刺出，贯穿了歌利亚的胸膛。王远征等10几个2阶强者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杀了上来，所有的大招同时落在歌利亚身上。歌利亚那几乎深不见底的血条顿时见底。吼！歌利亚发出痛苦的惨叫，不过马上就被秦风的攻击眩晕，惨叫声戛然而止。另外2个巨人见状，立刻射下他们的对手，要过来解救歌利亚。但是韩擒虎他们2位军长怎么可能给他们这个机会，立刻全力攻击，阻挡他们靠近。死！赵无极怒吼着，
金甲战神一枪刺出，直接爆掉了歌利亚的脑袋。轰隆隆，熔岩三巨人之一的歌利亚终于被他们杀死。吼！另外2个巨人发出愤怒的吼声。这熔岩三巨人系出同源，歌利亚的死，他们感同身受，立刻爆发，要不顾一切的给歌利亚报仇。他们立刻锁定了秦风，因为是秦风的突然偷袭才导致了歌利亚的死亡。而且现在连通他们自己的末日火山世界的通道已经消失，他们现在被杀死就是真正的死亡，没有办法复活。他们要杀死秦风这个卑鄙小人，给他们的兄弟报仇。秦风见状，不但没有害怕，反而更加高兴。如果这熔岩三巨人立刻逃跑的话，他们还真拦不住对方，毕竟是超凡3级巅峰的强者。可是现在他们被愤怒冲昏头脑，要找自己报仇，这就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去击杀这2个巨人。秦风立刻掉头就跑，他只要负责吸引火力就行，攻击的事就交给其他人好了。3位军长、10几个师长同时发动了最强的攻击，全部落到剩下这2个熔岩巨人身上，顿时他们的血条蹭蹭的往下降。这2个熔岩巨人也是恨透了秦风，对于其他人的攻击完全没有任何防御，就追着秦风攻击。好在有赵无极的保护，他自己又用了一个史诗级的道具天使之语，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免疫所有攻击。终于在他天使之语道具时间结束的时候，这2个巨人的血条也到底了。他们终于醒悟过来，想要逃跑却是已经晚了。所有人一起攻击，想要直接把他们杀死。就在这个时候，这2个熔岩巨人的身体突然变得一片通红，他们的力量在凝聚，一股危险的气息笼罩在所有人头顶上。不好，他们要自爆，快点撤退！赵无极大声喊着，提醒其他人。秦风之前有过经验，他亲眼看着吴云龙被火魔的自爆炸死，所以在看到这熔岩巨人准备自爆的时候，就果断的掉头逃跑。其他人得到赵无极的提醒，也飞速离开。轰轰，接连2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响起，这爆炸的力量堪比一颗小型的核弹，好几座山头都被削去了几10米高。过了好一会儿，爆炸的威力才消失。秦风从泥土里面钻出来，很是有些狼狈，不过好在并没有受伤。刚刚他第一个跑到一座小山头后面躲了起来，其他人也陆续钻出来，都是灰头土脸。你们都没事吧？没事。点了一下人数，一个都没有少，这可以说是此战最大的胜利。他们已经死了太多的人，秦风不想看到再有人在他面前牺牲。老吴，你看到了吧？熔岩三巨人都被我们杀死，我们给你报仇了。秦风心里说着，不只是他，王远征等人也是默默地看向了吴云龙所在的方向。好了，还没完呢，接下来要把剩余的怪物全部扫清，一个都不能留。赵无极命令说着。是。王远征等人轰然应命，随后各自召集他们的军队，开始地毯式的清除火山中的残留怪物。秦风在原地转了2圈，一直在寻找什么东西。赵无极看了说道：再找掉落装备啊。不用找了，那么剧烈的自爆，就算有装备掉落也被炸没了。秦风听了一脸郁闷，太可惜了，那可是3个超凡3阶巅峰的 BOSS 啊，怎么着也得给他爆出一个史诗出来，现在全没了。就在这时，秦风看到一道微弱的光芒，他立刻捡起来。叮，你获得了残破的超凡3阶模板。系统提示声音传来。秦风本来还以为捡到什么好东西，却不想是个残破的，顿时大失所望。看来真的是如同赵无极所说，就算是有什么好装备，那么大的爆炸也完蛋了。这个超凡3阶模板应该也是在爆炸中变成了残破。赵无极看到之后有点诧异的说道：咦，竟然是超凡3阶模板，这东西竟然都爆出来了。秦凤，你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对你之后的晋升有很大的好处。竟然对晋升有好处，那回头必须好好研究。把这唯一的掉落物品放进背包里面。秦风也加入了扫荡怪物的大军之中。1天之后，火山地表上的怪物全部清除，一个都没有放过。整个彭冲火山再次回到人类的手中，只是火山内部还有很多残留下的怪物，其中就有一些超凡级的火魔和熔岩巨兽。他们待在火山内部，军队一时之间还真没办法拿他们怎么样，毕竟他们可没有办法进入到满是炙热岩浆的火山内部去追杀他们。这让那些火山怪物有恃无恐，不断地制造出一些火山喷发，甚至还经常从火山口冒头出来，对军队进行偷袭。一旦有超凡强者到来，他们马上就再次回到火山内部，简直是防不胜防。王远征他们对此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交给我吧，我去干掉他们。秦风说着，众人这才想起秦风可是能变身成火魔的，他也可以进入火山内部。随后秦风再次变身成火魔，找了一个偏僻的火山口钻了进去。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他畅游在岩浆之中，没有任何不适。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群怪物，这些怪物在一个通道口下面聚集，应该是想要冲出去，给人类造成一些麻烦。秦风当即杀了进去，这些怪物对秦风没有任何防备，毕竟现在的秦风是火魔状态，根本没想到秦风会对他们出手。火焰之拳一拳一个，很快就全部杀光。可惜的是，并没有超凡级的怪物，现在杀小怪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挑战性。秦风正自感叹，突然从上面的通道里面钻下来一个二阶火魔，这家伙应该是刚刚上去偷袭人类去了。嘿嘿，这不就正好落在你手里了吗？火焰之拳，秦风一拳轰出去，这头二阶火魔立刻被定在原地，一顿猛轰，这二阶狂魔就被前锋杀死。秦风在整个地下空间大杀特杀，躲在这里的超凡怪物一共也没有多少个，厉害的早在之前的战斗中就已经被他们杀光，所以秦风完全不用有任何顾忌。杀了一阵之后，他这个二五仔的身份也已经暴露，那些火山怪物远远的看到他之后就马上掉头逃跑，秦风追都追不上。这可不行，这地下空间这么大，靠我一个人根本就杀不光，必须要想个办法让他们集中起来，然后一股脑全部杀死。想到这里，秦风立刻改变了策略，他看到几只落单的怪物，立刻追上去，不过并没有击杀，而是说道：你们现在都是我的小弟了。第220章统一火山怪物。这些普通怪物自然不敢违背秦风这个火魔的命令，乖乖的做了他的小弟。现在你们去找到更多的怪物过来给我当小弟。是，大人。这些小弟立刻散开，开始执行他的命令，为他寻找更多的怪物过来。这样一来，秦风自己根本就不用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怪物过来，直到最后他把这里所有的怪物都给聚集起来，然后一锅端就可以了。不一会，秦风手下的怪物就滚雪球一样的增加到数千个，利用这些家伙给他搜寻其他怪物的效率也是越来越高。按照现在的效率，他估计很快就可以把这里所有的怪物全部找出来。可是不一会就有小弟过来汇报，说是遇到了一个二阶火魔，对方要秦风过去拜见，成为对方的手下。秦风听了顿时非常高兴，他要的就是这样。二阶很牛吗？他杀的二阶也不在少数了，只要被他偷袭一下，随后就任由拿捏了。秦风立刻就跟着那个小弟杀了过去，很快他就看到了那个二阶火魔，他手下竟然还有2头熔岩巨兽和上万小弟。秦风过来的时候，这些怪物都是虎视眈眈的看着他，看来这二阶火魔是想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然后彻底收服他。不过秦风浑然不惧，他走到二阶火魔面前，直接一拳轰击过去。火焰之拳，这二阶火魔哪里会想到秦风一句话不说直接动手，猝不及防之下直接被打中，然后就被眩晕。轰轰轰，就在2头熔岩巨兽和上万小弟面前，秦风活生生的锤死了这个二阶火魔。等到那2个熔岩巨兽反应过来想要阻止的时候，秦风已经收取了这二阶火魔掉落的物品。秦风释放出属于超凡2阶的强大精神力，压迫2个熔岩巨兽，臣服或者死。2头熔岩巨兽哪里还敢反抗，反正都是火魔，既然秦风更厉害，自然是臣服秦风了。2头熔岩巨兽趴在地上表示臣服，其余的上万怪物也都臣服在秦风脚下。好，马上去给我找其他的怪物，这火山地下空间只能由我一个火魔说了算。秦风下了命令，在2头熔岩巨兽的带领下迅速开始搜索。这下搜索的效率更快了，他的地盘滚雪球一样增大，他手下的怪物数量也从原来的1万多变成了10万多。秦风有点啧舌，本来以为已经杀的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些残兵败将，谁知道竟然还有这么多怪物。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只要过一段时间，他们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到时候又是一个大麻烦。这次自己就彻底把这里清理干净。3天之后，整个地下火山空间的所有怪物都变成他的手下，那些胆敢不臣服的早就被秦风杀光了。他看了一下面前的怪物大军，5个超凡2阶的火魔，12个熔岩巨兽，20万普通怪物，这就是现在地下火山空间所有的怪物了。也许会有一些遗漏的，不过没关系了，只要把这些怪物全部杀光，除非是异界通道再次被打开，不然的话10年之内他们不会形成什么气候。随后秦风立刻联系上了王远征，让他在上面准备好伏兵。等王远征准备好之后，秦风立刻就对这些怪物发表复仇宣言，声称要给熔岩3巨人这3位火焰君主报仇，把所有的人类杀光。其中有2个火魔听了之后还有点不情愿，因为他们刚刚战败，几乎被团灭，现在已经是仅剩的一点力量，应该潜伏起来发展壮大，等实力恢复之后再去找人类复仇，现在就去复仇简直就是送死。这个火魔说的非常有道理，不过秦风就是要让他们全部死绝，哪里会让他们休养生息。
还没有等对方说完，秦风就怒声喝道：“我现在是要替3位君主大人复仇，你是不想给3位君主大人复仇吗？3位君主大人这才刚刚牺牲，难道你就想要背叛他们吗？”秦风直接拿大义压住对方，这头火魔顿时不再说话，连声不敢，表示他是3位君主最忠诚的部下。秦风心里暗喜，拿大义压人果然爽。对方即便心里万般不愿意，可是依然不得不照着他的意思去做。秦风立刻命令说道：“你马上带领你的手下从黑空山杀出去，打人类一个措手不及。”这头火魔被秦风用大义压住，虽然非常不情愿，可是也只能非常无奈地执行秦风的命令，带着2头熔岩巨兽和3万怪物冲了出去。此时王远征早就布置好了埋伏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10几个师长全部参与了这次行。等到3万怪物全部出来之后，他们突然出手，一个照面就干掉了火魔还有熔岩巨兽，其余的小怪更是只有被屠杀的份。秦风收到王远征发来的 OK 的信息，嘴角微微勾起，立刻命令第2个火魔以增援的名义派了出去。第221章全部坑死。秦风这是典型的添油战术，是兵法中的大忌，只能是一点点把自己的兵力全部消耗掉，最后败得一塌糊涂。可是秦风要的就是这些怪物全部死光。这些火魔虽然没有读过兵法，可是本能的觉着这样做应该不对。可是没办法，谁让秦风比较厉害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秦风的对手。现在秦风还掌握了大义，用给熔岩3巨人复仇的大义压住他们，他们就不得不执行秦风的命令。很快，这第2个火魔带领的怪物也被杀光。秦风准备再坑一个，可是还没有开口说话呢，剩下的3个火魔都同时反对说道：“大人，不能这么做，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们都要被杀光了，那还怎么给3位君主大人报仇呢？”秦风看到他们都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自己，如果自己再次强行命令他们的话，估计这些家伙会直接造他的反，他单打独斗可以直接碾压任何一个。可是被3个2阶火魔围攻，那就有点危险了。他腾的一下站起身来，庞大的精神力完全爆发，压制住3个火魔，怒声说道：“你们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你们能想到的，以为本大人就想不到吗？我告诉你们，我就是故意让他们去送死的，因为我必须要迷惑住人类，让他们误以为刚刚那些就已经是我们仅存的实力了，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创造偷袭人类大本营的机会。现在人类的所有军队和强大战力应该都被刚刚那2个火魔吸引，他们的大本营肯定空虚，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杀到他们大本营，必然能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可以成功给3位君主报仇。”秦风扫视一圈之后说道：“当然了，如果你们不想给君主复仇，或者没有勇气跟人类战斗，那现在就可以走了，我的队伍中不要胆小鬼。”剩下的火魔被秦风一击，顿时都是一脸怒容的说道：“我们不是胆小鬼，我们跟大人一起去偷袭人类。”所有的怪物都是嗷嗷叫了起来。秦风心里冷笑，要的就是这样，这一把可以直接把你们全部坑死。好，勇士们，跟我一起冲锋，杀光人类！秦风怒吼说着，带着剩下所有的怪物一起冲了出去。到了地表之后，3个火魔果然在周围没有看到人类的身影，都是松了口气，甚至还对秦风拍起了马屁，吹嘘秦风计谋用得好。秦风心里冷笑，老子的计谋当然用得好，不过都是用来坑你们的。他就站在火山口，等着所有怪物全部出来。等到所有怪物全部出来之后，一头火魔对秦风问道：“大人，我们所有军队都已经倾巢而出，接下来怎么办？”秦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接下来你们可以全部去死了。”啊，大人您说什么？这火魔还以为出现了幻听，疑惑地对秦风问着。秦风走到火山口，拿出一个卷轴，直接使用，轰隆一声，火山口被炸塌，彻底断掉了他们撤退的道路。3个火魔都看出了不对劲，同时对秦风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秦风冷笑说道：“我不是给你们说了吗？你们全部都可以去死了，哈哈，真是一群蠢货，看看我是谁吧。”秦风解除了变身，恢复他的人类身体。3个火魔见状，顿时大怒，他们竟然被一个人类给欺骗了，简直是奇耻大辱，立刻就朝着秦风攻击。不过秦风的精神冲击比他们提前了一步，箭矢也紧跟着射到他们身上，把他们都给钉在原地。哈，得手了，给我杀光这些怪物！王远征见状，立刻大声命令着，所有埋伏的军队现身出来，10几个师长一起杀了过来。3个火魔直接被秒杀，其他怪物就更不是对手，只有被屠杀的份。还有几个熔岩巨兽想要撤退到火山内部，可是火山口都被秦风炸毁了，他们根本就无路可退。看着这些怪物快速被杀死，王远征哈哈大笑，哈哈，太好了，这些怪物一死，隐患彻底解除，至少10年之内这里不会再有战事。秦风，这次你居功至伟啊，如果不是你，我们可没有办法把他们彻底铲除，这都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一个人可做不到。秦风谦虚地说着。
第222章，准备晋升超凡2阶。大战结束，秦风的等级也达到了70级，必须要晋升超凡2阶才能继续提升等级。善后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他去参与，于是秦风开始研究如何晋升超凡2阶。拿出熔岩三巨人爆出的残破模板，仔细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来。无奈之下，秦风只能去找赵无极，毕竟是超凡3阶的大高手，随便对自己指点2句，都比自己一个人研究强得多。到了指挥部之后，卫兵看到是秦风，根本就没有拦他，直接把他放了进去。现在秦风绝对是军队中的英雄，所以有很多小特权。见到赵无极，对方非常热情。秦风，你来的正好，我刚想让人叫你过来。你这次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现在正式授予你少将军衔。如果你要带兵的话，可以直接给你一个师长做，怎么样？有没有兴趣？秦风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荣升少将了，这绝对是军队中的中高层。不过他现在的重点并不在此，于是说道：谢谢军长，我现在只想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别的还是以后再说吧。赵无极闻言明显有点惋惜。秦风现在虽然只是1阶，可是其表现出的战斗力却是比很多2阶还要高得多。好吧，以后你如果想要在军队中发展的话，尽管来找我，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现在跟我说说，你来找我是什么事吧？是这样的，我现在要晋升超凡2阶，但是不知道如何晋升，所以就想过来请教一下军长您。这么快就要晋升了？赵无极有点惊讶，不过想到秦风半个月就能晋升超凡1阶，现在等级也已经达到70级，晋升2阶也就能理解了。想当初他从1阶晋升到2阶，足足花费了3年时间，秦风足足比他快了几十倍，果然是一个天才。能帮助秦风晋升，他自然也非常高兴。你现在是超凡1阶，应该知道超凡1阶实际上只是基础属性的提升，相当于打下基础。超凡2阶主要是构筑技能体系，通常都是选择一个或者多个技能，把这些技能加入到你的超凡网络之中，构筑好这个技能体系，也就成功晋升超凡2阶。原来这就是晋升超凡2阶的方法。秦风恍然大悟，不过要怎么把技能加入到超凡网络之中？秦风对此一点都不清楚，他立刻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咦，你竟然不知道这个？难道你没学过技能解析这门课程吗？听到秦风的问题，赵无极疑惑地问着。技能解析？没学过。秦风摇了摇头。也对，你只是入学半个月就晋升超凡，没学过也正常。赵无极马上就想明白了。既然如此，那我给你补课。你现在用你的精神力探查你的技能。秦风立刻照做。当他的精神力进入到技能中之后，他好像来到一个独立空间，而出现在他面前的东西让他非常吃惊，那是密密麻麻的由点和线组成的网络。这是超凡网络？秦风一脸震惊。不，这是技能网络，这也是技能的本质。赵无极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实际上，我们构筑的超凡网络就是这些技能网络。第223章，开始晋升剧毒之体。这些技能我们虽然已经学会，可是充其量也只是借用而已。只有把这些技能构筑成我们自己的超凡网络，才算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超凡，就是和这些技能融合为一的过程。听到赵无极的这些讲解，秦风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每一个职业晋升超凡2阶都有不止一种技能组合，每一种技能组合的威力和侧重点也都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人都是学习的这些已经固定的，毕竟已经经过测试，但是也可以自己进行技能组合，只是这样会有很大风险。具体要怎么做，就要你自己选了。赵无极几乎是知无不言，把他知道的所有晋升2阶的知识全部讲解出来，秦风受益匪浅。同时他也感觉到他自己的知识还是太过浅薄了。实际上这些知识在大学里面都有，但是他半个月就成功晋升超凡，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去学习。所以秦风告辞之后并没有着急晋升，而是开始给自己补习一些必要的知识。军队之中有他们自己的学习网，秦风现在的军衔是少将，几乎可以学到军网中所有的知识。之后的时间里，秦风就好像是一个海绵一样，孜孜不倦地进行学习，吸收着他之前忽略的这些知识。在学习的过程中，秦风发现所有的知识他都可以做到过目不忘，而且很快就能融会贯通，这可能是得益于他自身的强大的精神力。不过短短10天的时间，秦风就把军网上所有关于超凡的知识全部学会。有这些知识作为底蕴，秦风对于晋升超凡2阶有了清晰的思路和充分的信心。时隔10天，他终于走出了自己的房间。他先是大吃一顿，然后去钢铁城墙上转了一圈，发现这钢铁城墙原本被破坏的地方已经完全修复好，而且比之前更加坚固了。还有火山区中也修筑了更多工事，架设了更多武器大炮。如果火山怪物再次卷土重来的话，肯定不会像是之前那样被打个措手不及，而是可以给火山怪物来个迎头痛击。随后秦风找到严明这些同生共死的兄弟，好好的喝了一顿，一直到深夜这才回去睡觉。美美的睡了一觉之后，
秦风精神饱满，沐浴更衣，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这才再次关闭房门，开始晋升超凡2阶。他在军网上看了很多魔攻手晋升超凡2阶的技能构筑模板，冰火雷毒4属性通常都只是主修其中一种属性，最多的就是火冰，主修火焰剑，辅修寒冰剑，因为火焰剑的爆发伤害最高，而寒冰剑则是控制力最强。不过秦风不会选择这些，他现在拥有4个神级技能：剧毒之体、火焰之体、寒冰之体，还有精神威压。这4个都是神级技能，任何一个他都不想放弃。虽然同时主修4种肯定非常困难，成功几率非常低，可是秦风必须要尝试一下，如果连尝试都不敢的话，那他以后一定会后悔。秦风盘膝而坐，精神力沉浸在识海之中，立刻看到已经构筑好的超凡1阶的超凡网络，密密麻麻，好像是一座城市网络一样。第一步，先构筑剧毒之体。秦风心念一动，剧毒之体的技能网络出现在他面前。让人震惊的是，这一个技能的网络竟然比他已经构筑好的超凡1阶的网络还要大1倍。秦风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是非常惊讶，不过很快他就想明白了，因为这剧毒之体是神级技能，技能等级越高，其内部网络构成也就越复杂，但是它们的威力也会相应提升。秦风庞大的精神力一扫，顿时整个技能网络都清晰地刻印在他脑海里面。秦风立刻开始复制，在识海中根本就感应不到时间，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最后一条线完成之后，剧毒之体终于构筑完成。轰！就好像是通电按钮被打开，整个剧毒之体网络迅速被点亮，散发出紫色的光芒，源源不断地产生出剧毒之力。随后这剧毒之力又开始反馈到他自己的身体之中。叮，你吸收了剧毒之力，你的毒属性攻击增加1倍，毒属性抗性增加1倍。叮，你吸收了剧毒之力，你的毒属性攻击增加2倍，毒属性抗性增加2倍。叮，你吸收了剧毒之力，你的毒属性攻击提升10倍，你的毒属性抗性提升10倍。叮，你吸收了足够的剧毒之力，你的身体开始转化为剧毒之体。系统提示音不断响起，秦风狂喜，他的剧毒之体技能本来就有非常高的毒属性攻击，现在竟然足足提升了10倍。赵无极果然没有欺骗自己，只有把这些技能在自己识海中构筑出来，才算是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现实之中，随着秦风的身体转化为剧毒之体，他的头发、眉毛都被剧毒侵染，变成了暗紫色。庞大的剧毒之力还在往外扩散，很快就从他的房间中溢出。原本在外执勤的士兵被这紫色毒物沾染上，顿时疯狂掉血，赶紧远离毒物，大喊着去找圣骑士救命。亏得他们速度快，不然的话，在晚上1秒钟就要被毒死。这突然出现的毒物迅速被军队重视起来，不仅普通战士扛不住，就连超凡1阶和2阶的强者也扛不住。经过层层上报之后，竟然惊动了赵无极。他过来看了一下已经弥漫出去上百米方圆的紫色毒物，问了一下毒物的来源。最开始好像是从秦风的房间里面出来的。什么？秦风房间里？那秦风人呢？听到事关秦风，赵无极立刻问着，他可不想秦风出事。不知道，一直联系不上他。我本来想要进去找他，可是这毒物太厉害了，我也进不去。王远征有点自责地说着，他同样非常担心秦风，奈何这毒物太厉害了，他也没有办法，不然也不敢惊动赵无极。赵无极闻言，自己走进了毒物之中，结果他一进入毒物，立刻中毒，脑袋上1万1万的疯狂掉血。王远征他们立刻让赵无极出来。无妨。赵无极庞大的精神力形成了一道金色的光茧，保护住他全身，把那些毒物隔绝在外。虽然挡住了毒物，可是他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他的精神力正在被这些毒物快速腐蚀，就连他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不敢耽误，迅速朝着毒物中心位置去查看。第224章晋升危机。推开秦风房间的门之后，果然就看到浑身变成紫色的秦风，那些毒物正是从他身上溢散出来的。赵无极先是皱眉，随后就释然，以他的眼力自然能看得出来，秦风这是在晋级超凡2阶。原本以为会晋升兵系，没想到竟然是毒系，而且还弄出这么大的阵仗来，这小子还真是前途无量啊。赵无极一脸欣慰地看着秦风说着，看到秦风无碍，他也就放心了，随后悄悄地关上门，没有打扰秦风。晋升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打扰了，因为超凡网络本身就极其复杂，哪怕一丁点的错误都会晋升失败。他可不想这么天才的秦风晋升失败。军长出来了。看到赵无极出来，众人都是松了口气。王远征立刻问道：军长，怎么样？这毒物是怎么来的？还有秦风呢？他怎么样了？放心吧，秦风没事，他现在正在晋升超凡2阶，他走的应该是毒属性的路子，这些毒物就是他无意中释放出来的。等他成功晋升之后，这些毒物自然就会消散。啊！
晋升超凡2阶，这么快，而且还弄出这么大的阵仗。听到这些毒物竟然是秦风弄出来的，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因为秦风现在是军队的风云人物，所以他的一些基本信息很多人都知道，比如秦风半个月就晋升超凡，现在竟然再次晋升，这晋升的速度简直骇人听闻。阵仗越大越好，说明秦风潜力大，晋升之后的实力会更强。赵无极一脸欣慰地说着，其他人也都是替秦风感到高兴。赵无极吩咐不要再让其他人过来这里，免得打扰到秦风的晋升就不好了。另一边，秦风在构筑好了剧毒之体的网络之后，就再次开始构筑火焰之体。构筑好之后，一股庞大的火焰之力开始反馈自身。定，你吸收了火焰之力，你的火属性攻击提升1倍，你的火属性抗性提升1倍。定，你吸收了火焰之力，你的火属性攻击提升10倍，你的火属性抗性提升10倍。丁，你吸收了足够的火焰之力，你的身体开始转化成火焰之体。现实之中，秦风身上陡然爆发出强大的火焰，整个房子都被掀飞，上百米高的火焰冲天起。这突如其来的火焰让赵无极等人都是一愣，怎么回事？还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炙热的火浪携带着猛烈的毒物朝着他们席卷而来。快退！赵无极立刻大声提醒，同时他身上金光爆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透明保护罩，挡住了炙热的火浪和毒物。看到所有人都安全之后，赵无极这才往后退出火浪和毒物的范围。这火焰和毒物太强了，即便是超凡3阶的赵无极也顶不住。军长，这是怎么回事？看这火焰的猛烈程度，丝毫不下于那些毒物。难道秦风这剧毒和火焰都是主修？他这也太冒险了吧！看着那剧烈的火焰，王远征疑惑地说着。以他超凡2阶强者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得出来，这火焰和剧毒几乎不分上下，也就是说不分主次。但是通常情况下，晋升超凡2阶只能主修一种属性，第二种只能是辅修。如果2种属性都是主修，那样很容易造成冲突，最后功亏一篑。这是很多前人先辈用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为代价留下来的宝贵经验。之前赵无极也跟秦风说过这个问题，不曾想他竟然还是跳了这个坑。赵无极不由得皱眉，虽然很是担心，可是现在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希望秦风能够成功。此时秦风眉头皱起，脸上有着痛苦之色，因为他体内的剧毒之力和火焰之力正在不断冲突，都想要改造他的身体，但是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压不住谁，这让秦风感觉身体几乎被撕裂，非常痛苦。秦风立刻尝试着将2种属性融合在一起，但是他太异想天开了，这2种属性就好像是2个天敌一样，根本就没有任何融合的迹象。他们在秦风体内的争夺战还在继续。压制！秦风愤怒地大吼着，庞大的精神力爆发开来，没想到这火焰之力和剧毒之力竟然被他的精神之力给压制住了。秦风顿时大喜，没想到自己的精神力竟然还有这样的作用，或许是因为精神力早早进阶的缘故吧。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磨练和提升，他现在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超凡2阶巅峰的程度，能压制住这2种刚刚晋升的力量，也在情理之中。现实之中，看着面前的火焰和剧毒从沸腾冲撞突然变得安静下来，赵无极等人都是非常高兴，平静下来了。难不成秦风真的成功的把2种完全不同的属性融合到一起？王远征一脸兴奋和不敢置信地说着。不，他只是把这2种力量给压制了下去而已。赵无极说着，他的眼力比王远征要高得多，看得更明白。王远征仔细一看，果然那些剧毒和火焰现在虽然不再彼此冲撞，但是却依然泾渭分明。能成功压制也行，这样也能成功晋升。王远征说着，希望如此吧。赵无极一脸担心，希望秦风不要再搞什么幺蛾子了。识海之中，压制住2种力量之后，秦风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继续开始构筑寒冰肢体网络。都已经有了剧毒肢体和火焰肢体，现在也不差这个寒冰肢体了。而且不是还有精神力可以镇压吗？很快寒冰肢体的网络也被他构筑完成。点亮之后，一股庞大的寒冰之力再次回馈他自身，他的寒冰属性伤害和寒冰抗性同样提升10倍，并且这寒冰之力也要改造他的身体。原本只是剧毒和火焰两方争锋，现在又多了一个寒冰之力，直接在他身体里面上演了一场3国大战。秦风身上一会儿冒出紫色的毒物，一会儿被火焰笼罩，一会儿又覆盖上寒冰，让他几乎想死的心都有了。精神力给我压制！秦风精神力全力爆发，想要继续压制，但是这下却是发现力有不逮，能压制住2种力量就已经是极限了。现在3种力量，他的精神力不够了。第225章成功压制。现实之中，秦风身上忌火毒之后，又爆发出一股极寒兵气。赵无极他们原本被冲天的火焰炙烤得面红耳赤，现在来了这一波寒气，
顿时清爽不少。可是他们却是一点高兴的心情都没有，反而是面色大惊。这怎么又多了一股寒气？秦风这是又主修了一种寒冰属性的技能。本来他主修2种属性的技能，还能强行压制下去，就已经是侥天之幸，不说赶紧收手，竟然又主修了第3种属性的技能，这妥妥是要作死啊！王远征一脸震惊地说着，赵无极同样也是一脸担心，还有生气。这秦风太乱来了，他现在恨不得马上过去打秦风一顿，让他赶紧停下来。可惜的是，晋升一旦开始，就没有办法中途停止。可是看着那冰火毒3种属性的能量互相冲撞沸腾，这明显是已经失去了控制，接下来多半就是晋升失败，甚至秦风现在的实力都保不住，变成一个废人。唉，真是可惜了一个天才啊！就因为太过贪心，最后就这么夭折。赵无极眼中浮现出惋惜之色。与此同时，识海之中，秦风正在承受着巨大的身体撕裂一样的痛苦。在发现他现在的精神力无法镇压3种属性的力量之后，秦风并没有惊慌。既然超凡2阶巅峰的精神力不能镇压这3种力量，那么就提升精神力的等级。他强忍着身体上撕裂一样的痛苦，继续开始构筑精神威压的技能网络。这次构筑的时候，比之前的难度直接提升100倍，因为他要一边忍受身体撕裂一样的痛苦，一边构筑超凡网络，而且还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错误，这简直就是难比登天。可是秦风忍住了，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之后，精神威压的技能网络终于构筑完成。秦风猛地睁开眼睛，一股比之前还要庞大100倍的精神力轰然爆发出来。赵无极看着那越来越狂暴的冰火毒3种力量，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任何要被镇压下来的迹象，越是往后拖，就越没有办法解决。这次秦风怕是凶多吉少，他准备随时出手帮秦风一把，说不定可以保住他超凡1阶的力量，不至于变成废人。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股让他都感到震惊的庞大精神力冲天而起，形成了肉眼可见的能量光柱。这光柱直接冲破云层，仿佛顶天立地一样，一波波强大的精神波动扩散开来。整个钢铁要塞和彭冲战区中的所有人感受到这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之后，都是一脸震惊地看向那一道能量光柱。这是超凡3阶？怎么可能？赵无极一脸震惊地说着。他不得不震惊，秦风明明只是晋升2阶而已，现在他展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却是直接达到了3阶，和他不相上下，直接晋升2个大境界，这简直闻所未闻。这哪里是天才，根本就是妖孽啊！另一边，秦风感受着体内依旧狂暴的冰火毒3种力量，念头一动，庞大的精神力猛地镇压，顿时原本如同出笼野兽一样桀骜不驯的3种力量，立刻就如同小猫一样被他驯服，安安静静地待在他的体内，再也不敢互相冲撞。他体内撕裂一样的痛苦也立刻消失。外界之中，赵无极他们就看到原本肆虐的火焰、剧毒和寒气都平静下来，分成3份，泾渭分明，围绕在中间的那一道光柱周围。随后这些火焰、剧毒和寒气都迅速回归到秦风体内，就连那一道精神光柱也缓缓消失。军长，秦风这是晋升成功了？王远征一脸不可置信地说着。这可是同时主修3种属性的技能，换了别人早就爆体而亡，秦风却是成功了，这简直是前无古人的壮举啊！应该是吧？赵无极也是一脸的狐疑，他也搞不清楚秦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反正换他的话肯定做不到。识海之中，秦风降服住了冰火毒3种属性力量之后，并没有就此结束，现在只是镇压了这3种力量，让他们不能在自己体内继续冲撞。可是这样一来，也要他时刻分出一部分精神力来镇压，这对他来说反而是在内耗。给我融合！秦风立刻尝试着把冰火毒3种力量融合在一起，可是尝试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难怪说只能主修1种属性的技能，就算是有第2种属性也只能辅修。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融合吗？这样的话，我以后岂不是要一直压制着这3种力量才行？秦风对于现在的情况并不满意，他同时主修这3种属性的力量，是希望这3种力量能够互相增幅，达到1+1大于2的效果。但是现在似乎是与他的期望背道而驰，这3种属性不但没有增幅，反而是在彼此拉对方的后腿。算了，这个问题之前那么多仙人前辈都没有解决，我一时半会估计也很难解决，还是先按下，反正以后时间还长，车到山前必有路。秦风想着，这时候他再次看向了他的神话级唯一技能归一，这才是他强大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技能的话，他根本就走不到现在。本来他是想要以这个神话级技能为核心构筑超凡网络晋升2阶，但是当他试图用精神力解析这个技能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团如同烈日一样散发出七彩光芒的光团，别说看清里面的技能网络了，他的精神力甚至都被那光团灼伤。不过现在他的精神力等级晋升到3阶，比之前强大的100倍，应该能看到更多。于是秦风再次利用精神力解析，只是这次看到的依然还是那一团七彩色的光芒，而且越是靠近，他的精神力就被那光芒炙口，如同阳光照血一样，精神力快速被消耗，吓得秦风赶紧退出。看来这神话级唯一技能和普通的技能有本质上的区别，不是自己现在能解析的，还是先看看别的技能吧。第226章晋升2阶。秦风看了一下自己掌握的其他技能，把破甲剑和穿透剑通通复刻了出来。晋升超凡2阶复刻技能的数量也是有限制的，通常也就是6个，现在清风已经复刻了6个技能，但是他发现他还可以继续复刻。想了想，清风把探花称号上的3个技能也给复刻了过来，分别是金翅大鹏鸟、共享视觉和超范围打击。这3个技能也都是非常有用的技能。复刻完这3个技能，秦风发现他达到了极限，不能继续复刻了。所有的超凡网络全部点亮融会贯通，又是一股力量反馈到他自身，让他的基础属性都再次得到了爆发性的提升。叮，恭喜你成功晋升超凡2阶。随着系统的提示，秦风正式晋升为超凡2阶的强者。他缓缓睁开眼睛，就看到赵无极、韩擒虎3位军长都来了，围绕在他身边，一脸高兴地看着他。军长，你们怎么都来了？秦风连忙站起来说着，他只是晋升2阶而已，没想到3位大佬全来了，他可不敢怠慢。你小子晋升2阶，搞出这么大阵仗来，整个军区都被你给惊动了，我们能不来吗？赵无极没好气地说着，这次他可是被秦风给折腾惨了，万万没想到秦风晋个级也能弄个一波3折，好几次他都差点以为秦风要晋升失败了，谁知道最后竟然成功晋升。啊，我晋升真的弄出很大阵仗吗？秦风后知后觉地说着，你看一下周围的环境不就知道了吗？秦风环视一周，这才发现他的房子都没有了，不但是他的房子周围100米之内都是一片焦土。这是我弄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对不起，我真没有想到会这样，军长，我愿意赔偿。赔偿什么？不过是几座房子而已。赵无极大手一挥就把这事儿接过去了，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再加上他想笼络秦风，自然不会为了这点小事上纲上线。谢谢军长。小事一桩，不用谢。赵无极大手一挥说的，话锋一转继续问道，秦风，你这次晋升是不是一口气主修了3种属性的技能？问出这个问题，在场所有人都是支起耳朵看着秦风。没错，我是主修了3种属性的技能。秦风点头说着。听到秦风亲口承认，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当然还有惊喜，尤其是3位军长，看着秦风的眼神都在发光。同时主修3种属性的技能，这在所有人类超凡者中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秦风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赵无极迫不及待地说着。当然可以。秦风立刻答应下来。他们立刻来到训练场。秦风身上冒出一股摄人的寒气，拉弓搭箭，朝着特制的木头人射出一支箭矢。射中木头人之后，猛地炸开，方圆100米都被寒气笼罩，其中还有火焰爆炸和淡淡的毒雾。那木头人身上也出现了冻伤状态和灼伤状态以及中毒状态。不过冻伤状态每秒掉血超过10万，而灼伤和中毒状态则是只有2万的伤害。看到秦风平平无奇的一剑，威力竟然如此之大，所有人都是又惊又喜又羡慕。不过赵无极3位军长却是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不对。秦风，你不是冰火毒3种属性都是主修吗？可是现在为什么寒冰攻击比另外2种属性攻击强这么多？是这样的，虽然这3种属性都是主修，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当我全力使用其中1种属性攻击的时候，另外2种属性攻击只能发挥出20%的力量。赵无极3人闻言互相看了一眼，都有点失望。果然主修3种属性也是有着缺陷，并不完美。不过这也已经比其他的超凡2阶要厉害得多了。秦风据我们所知，同时主修2种属性技能的话，他们会互相冲突，导致间接失败，甚至是死亡。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是用精神力镇压。精神力镇压精神力，还有这个效果？赵无极他们都是有点惊讶，因为还是第一次知道精神力的这个效果。普通程度的精神力肯定不行，我的精神力比其他各种属性都要强一些，所以才能做到。秦风解释说着。赵无极马上想起秦风身上爆发出来的堪比超凡3阶的庞大精神力，这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不过赵无极并没有继续问秦风精神力的问题，谁还没有一点秘密了？秦风，你的这个职业模板和晋升的方法，能不能给我们一份？你放心，不是白要你的，我们肯定会给予你大量的奖励。赵无极一脸期待。既然军长您都说了，那肯定没有问题啊。秦风立刻开口说着，没有任何犹豫。
他自己开辟的这个职业模板根本就不怕传播出去，因为他的冰火毒3种技能全是神级技能，所以别人就算是完全照搬，也不可能比他更强。秦风很爽快地把职业模板交给对方，赵无极拿到之后如获至宝，许诺会给秦风申请大量奖励，然后就转身离开了。秦风对着木头人测试了一遍自己现在的各种属性，很是有点无聊。他突然有点怀念熔岩3巨人了，如果那3个巨人还活着的话，他现在完全可以用那3个巨人来测试他的实战能力。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响彻天地的鸟鸣声传来，这立刻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秦风循声看去，就看到一只体型庞大的青色巨鹰朝着他们战区飞了过来。这巨鹰的速度非常快，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这巨鹰就已经飞到了钢铁要塞上空，直接朝着战士们俯冲下来。战士们立刻反击，发出各种魔法和物理攻击，只是所有的攻击落到这巨鹰身上，却是连他的防御都没有破开。这巨鹰直接冲下来，爪子一下抓走了4、5个战士，随后立即升空。第227章风神巨鹰。轰轰轰，嗖嗖嗖，魔能巨炮朝着巨鹰轰去，还有几个超凡1阶甚至是2阶的强者冲出来，对着巨鹰发出了攻击。可是这巨鹰的速度非常快，翅膀一扇，身上发出一道青光，几乎是瞬移一样，完全躲开了所有攻击，飞到万米高空之上。所有人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巨鹰把那几个被抓走的战士一个个吃掉。该死，这畜生竟然又来了！看到这一幕，王远征愤怒地骂着：“这巨鹰是怎么回事？”秦风问着，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巨鹰呢。王远征有点无奈地说道：“你来得晚，不清楚这个畜生也是很正常。这巨鹰叫做风神巨鹰，是一个超凡2阶的怪物，附近方圆几百里范围都是他的狩猎场。这家伙论战力也不算很强，可是就是速度快，他如果想要逃跑的话，即便是咱们的3位军长也抓不住他，我们就更是一次都没有碰到过他。而这畜生每次过来都会抓走几个战士吃掉，之前是因为火山爆发他才没有出现，现在火山怪物刚刚被杀光，他就又出现了，简直是气死我了。”听着王远征的介绍，秦风也感受到了他的无奈。杀不死，赶不走，抓不住，防不胜防，这样的怪物的确是会让人非常无奈。哼，敢抓我们的战士当食物吃，这怪物必须死。秦风看着那巨鹰又吞了一个战士，声音冰冷地说着：“哎，我也想啊，可是这家伙现在在万米高空，连我们的魔能巨炮都打不到那么远啊，想杀死他太困难了。”王远征一脸无奈地说着：“是吗？我来试试。”秦风冷声说着，他身影一闪就来到了钢铁城墙上，正好是在那风神巨鹰的正下方。拉弓搭箭，立刻就瞄准了风神巨鹰。超范围打击，秦风念头一动，超范围打击技能开启。现在这超范围打击技能构筑在他自己的超凡网络之中之后，已经变得更强。超范围打击效果1，可提升10倍射程，本效果为被动效果，永久有效。效果2，在效果1的基础上再次提升10倍射程，持续3秒，冷却10秒。这就是他现在的超范围打击技能，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普通射程就是1000米，而开启这个技能之后，射程可以达到10000米。而现在那风神巨鹰正好就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嗖嗖嗖，一连串的箭矢朝着风神巨鹰射过去。那风神巨鹰看到这些箭矢射过来，扇动翅膀，立刻发出青色的锋刃，竟然把秦风1多半的箭矢都给打掉，只剩下2、3支箭矢。这风神巨鹰继续升空，很快超过10000米，秦风的箭矢也失去了目标，最后宣告失败。王远征看到秦风的箭矢竟然可以射到10000米之远，顿时一脸震惊。这要是跟人战斗的话，别人还没有靠近就要被他击杀了吧？不过看到还是没有攻击到风神巨鹰，顿时又有点失望。秦风，你的射程达到10000米之远，你怎么不告诉我啊？我可以想办法把那风神巨鹰给吸引过来，然后你再突然出手，这样的话肯定能一举杀死他。这下那风神巨鹰知道你的存在，怕是以后会更加警惕，更不好击杀了。就王远征说完之后，就听到一声尖锐的鹰鸣声响起，随后那风神巨鹰就朝着远处飞去。看到了吧，这家伙非常警觉，一旦有任何危险，他就会立刻逃跑。现在你也别想杀他了，除非你也能飞。王远征郁闷地说着。秦风冷冷地看了一眼那风神巨鹰，说道：“飞，说不定我真能飞。”金翅大鹏鸟，秦风立刻召唤出了金翅大鹏鸟。砰！一阵金光闪过，一只庞大的金色大鸟出现在秦风面前。这大鸟站在地上也有5米多高，浑身金光灿灿，眼神犀利，非常神俊。这就是他现在的金翅大鹏鸟。和超范围打击技能一样，这金翅大鹏鸟技能现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本召唤出来的金翅大鹏鸟并不是实体，而是一个虚影，只能用来侦测敌情。可是现在这金翅大鹏鸟却是有了实体，
而且召唤出来的实体还跟秦风自己的实力挂钩，秦风的实力越强，金翅大鹏鸟的实力也会同样加强。此时，这金翅大鹏鸟身上就散发出超凡一阶的气息。我擦，这是金翅大鹏鸟！秦风，你怎么还能召唤出这么厉害的神兽出来？王远征再次一脸震惊地说着。技能而已，我虽然不会飞，却是可以骑成金翅大鹏鸟。秦风说着，纵身一跃，跳到了金翅大鹏鸟身上，心念一动，就金翅大鹏鸟发出一声震云裂石的鸟鸣，扇动翅膀，直接载着秦风飞了起来。给我追上他！秦风指着前面的风神巨鹰说着。金翅大鹏鸟立刻就朝着风神巨鹰飞了过去。喂，带上我一起啊！后面传来了王远征的声音，不过秦风已经飞远了。风神巨鹰是风属性的怪物，而且还是超凡2阶，飞行速度的确是非常快，可是再快也没有金翅大鹏鸟快。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可是所有鸟类中的王者，据说最强的金翅大鹏鸟扇一下翅膀就能飞行108000里，在万界生物之中，速度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现在他召唤出来的这个金翅大鹏鸟，虽然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可是追上一个小小的老鹰还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即便对方高出一个等级。风神巨鹰飞行了一阵之后，以为远离危险，就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顿时大惊，就看到一道金光正在迅速靠近，眨眼功夫就追到了万米之内，而且对方又朝着他射箭。风神巨鹰赶紧发出几道风刃之后，快速逃离。跑得了吗？秦风紧紧盯着风神巨鹰，只要让他射中一箭，这家伙就必死无疑。他拍了一下金翅大鹏鸟，顿时金翅大鹏鸟感受到秦风的意思，身上发出一道金光，速度直接翻倍，跟前面风神巨鹰的距离越来越近。第228章，准备返回。直到5000米的时候，秦风这才开始再次对着风神巨鹰射出箭矢。嗖嗖嗖，连续不断的箭矢射出，锁定了风神巨鹰所有的移动方向。风神巨鹰快速扇动翅膀，发出了大量的风刃，挡掉了大量的箭矢。不过还是有一支箭矢射中了风神巨鹰，顿时他身上就覆盖上一层冰霜，原本快速扇动的翅膀也停止了扇动，直接被眩晕，朝着地上掉落下去。嗖嗖嗖，秦风继续射出箭矢，冻伤、灼烧、中毒伤害加起来，很快秒伤就突破了500万。还没有掉到地上，这超凡2阶的风神巨鹰就被秦风杀死。就金翅大鹏鸟发出一声鸣叫，抓住风神巨鹰的身体，立刻返回。王远征看到秦风消失在天边，没过一会，秦风就再次出现，前后所有时间也没有超过3分钟。而回来的时候，那金翅大鹏鸟还抓着一只风神巨鹰的尸体。看到这风神巨鹰终于被杀死，所有人都欢呼起来。秦风还特意转了2圈，让所有战士都看一下，毕竟这风神巨鹰可是祸害了他们不少战友。对于这风神巨鹰，甚至比那些火山怪物还要让人痛恨。现在好了，终于给打死了。降落到钢铁城墙上，周围很多人都围了过来。王远征高兴地说道：“秦风，你太厉害了，我们这么多人都搞不清的风神巨鹰也被你给弄死了，这下又除掉了一个祸害。”“是啊，我弟弟就是被这畜生给抓走吃掉了，连个尸首都没有留下，我都恨死这风神巨鹰了，却是无可奈何。现在秦风你帮我报仇，真是太谢谢你了，秦风。”“我也是，谢谢你，秦风。”很多人都特意赶过来对秦风道谢。“举手之劳而已，大家不用这么客气。”秦风并不鞠躬，笑着说着。之后的几天，秦风继续熟悉他现在的实力。赵无极也把答应他的奖励给他送了过来，直接把他的军衔提升到了中将级别，这绝对是军队中的高层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史诗级装备和10几件极品道具。秦风看了一下这件史诗装备，5个附加属性全部都是加的异常状态，看来赵无极选这件装备的时候也是动了一些心思。秦风立刻换上。那10几件极品道具中有可以保命的，还有3个超凡3阶的技能卷轴，每一件道具都是极其珍贵。如果这些全都拿出去拍卖的话，肯定会引起一场小轰动的。现在这些全都成了秦风的，而他只是付出了一些信息而已。除此之外，还给了他1亿金币。其实现在秦风完全不缺金币用，他的超品格装备店每一天基本上都可以给他几百万的收益，这么多钱他根本就花不完。打开背包看了一下自己的金币数量，竟然已经有2亿多。他现在也算是一个实打实的亿万富翁了。不知道现在装备店怎么样了，等他回去之后，或许可以把火魔法杖放在店里，这可是一个史诗级的法杖，绝对可以成为镇店之宝。有这法杖，绝对可以把他的装备店提升一个等级。爹，你有新消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他发来了新的消息。秦风看了一下名字，赵小兰，这是他装备店的一个员工。他怎么给自己发信息了？秦风顺手点开，老板你在哪儿？快点回来吧，不然的话咱们的装备店就要保不住了。
后面还带着一个大哭的表情。秦风立刻皱起眉头，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竟然连装备店都要保不住了，发生了什么事？秦风立刻回信息，可是他的信息还没有发出去呢，赵小兰发的那个信息竟然就撤回了。秦风再次皱眉，这个赵小兰在搞什么？他还是把信息发了过去。等了一会儿之后，赵小兰才发来信息说，对不起老板，没什么事儿，我刚发错信息了，到底怎么回事？秦风继续问的，他如果相信对方是发错信息，那他就真是傻子了。真的没事老板，我要去睡觉了老板，老板再见。随后对方的头像就变灰，秦风再发过去信息也没有任何回应。秦风眉头皱得更深，他赶紧给刘波发去信息，刘波，装备店发生什么事儿了？装备店很好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秦风你怎么突然会问装备店的事情？一切都好，每天的营业额都在增加，我还想着什么时候开分店的，总之一切都好，你完全不用担心。刘波立刻发回来了信息，他继续说道，对了，你现在是跟军队在一起击杀彭冲火山的怪物是吧？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可不能分心。看到刘波也说没事，秦风也就没再继续追问，以免刘波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没事就好，火山怪物已经解决，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回去。秦风回复信息说着，不要回来，秦风不要回来。秦风的信息刚发过去，刘波的信息立刻就跳了出来，而且话语之间充满了担心和焦急。秦风刚刚压下去的担心再次升了起来，对方绝对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刘波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紧接着再次发来了信息，我的意思是，跟军队在一起执行任务的机会非常难得，这是一个快速获得军功并且提升的好机会，绝对不能轻易的错过，所以在军队里面多待一段时间。虽然刘波极力掩饰，可是秦风已经可以断定对方肯定是隐瞒了什么事情。既然刘波不愿意说，那只能自己回去亲自看看了。他倒不是怀疑刘波会背叛自己，虽然跟刘波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秦风很信任对方。装备店如果出事，多半也是郑家人搞鬼。之前有秦风在，他可以无所畏惧的对抗郑家，可是刘波不行，看来也是时候回去了。秦风想着，立刻就去跟赵无极辞行。如今火山怪物已经解决，赵无极也没有理由阻拦秦风，于是爽快的答应。秦风和其他相熟之人一一道别，这才踏上了回家的传送阵。第229章明抢装备店。鲲鹏城装备大街，此时秦风名下的超品阁装备店人来人往，生意火爆。自从郑家的一品阁被一把火烧掉之后，这超品阁就迅速崛起。后来秦风打到的所有装备，甚至是几十件神器，包括在王之遗迹副本中打到的神器套装，全部都放到店里面销售。加上刘波的经营，这让超品阁再上一层楼，现在已经是整个鲲鹏城中最大也是最具知名度的装备店铺了。很多人只要是买卖装备，基本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超品阁。虽然店铺是火起来了，可是刘波现在却是完全高兴不起来，包括所有的店员眼中也都是有着浓浓的担忧。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一行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为首的正是郑家子弟郑如梅，他后面跟着很多狗腿子，还有一些穿着制服的人，有工商、税务、治安之类，明显是有备而来。看到他们到来，刘波眼中的担忧更多了。郑如梅直接闯进来，对着刘波说道，刘波，今天是最后期限，我想你肯定已经想好了吧，这超品阁装备店卖给我们郑家，你不但可以得到整整1000万金币，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做店长，我也不会亏待你，每个月给你10万金币的高薪，我们郑家还会罩着你，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好事，现在快点在这个出售合同上签字吧。说完之后，郑如梅就自顾自地拿出了一个合同，推到刘波面前，明显已经吃定了刘波。刘波看了一眼那合同，上面购买超品阁装备店的金额竟然只有1000万金币。要知道这装备店只是房子都不止这个价钱了，现在每天的营业额也已经超过1000万金币，这个价格购买超品阁简直就和明抢没有任何区别。至于秦风呢，在这个合同上根本就没有提秦风的名字，好像这超品阁装备店和秦风没有任何关系一样。所有店员眼中都有着愤怒，可是面对郑如梅，这可是郑家嫡系，他们可没有秦风的胆子敢去正面应对，只能是敢怒不敢言。刘波眼中同样闪过一丝愤怒，不过他很快就掩饰过去，反而是挤出了一丝笑容，讨好的说道，郑少，我其实很想给您工作，可是您应该也知道，这超品阁装备店不是我的，是秦风的，我只是为他工作而已，我根本就没有权利买卖这装备店啊。郑如梅冷冷地看着刘波说道，刘波，就秦风那个穷逼，怎么可能会是这装备店的老板？我希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赶紧签下这个买卖合同，这样你还可以得到一笔钱和一个为我工作的机会，如果不然的话，怕是到时候一分钱都得不到，还要得罪我。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刘波脸色变了变，还是没有妥协，一脸委屈的说道：“郑少，我哪里敢得罪您啊？我也不敢跟您说假话啊。这装备店真是秦风的，这一点您应该都知道啊。我也可以拿出我们的营业执照给你看。”刘波拿出营业执照来，上面的法人正是秦风。郑如梅接过营业执照，斜着眼睛看了一下，冷笑一声说道：“哼，刘波，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制作假的营业执照！你这已经触犯了法律。郑少，你可不要乱说，我这营业执照是工商部门的领导亲自颁发的，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刘波据理力争，想要拿回营业执照，可是郑如梅却是没有给他，而是说道：“是吗？正好，工商的领导我也已经请过来的，就让领导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刘局，您看一下他这个营业执照是真的吗？”郑如梅把营业执照递给后面穿着制服的一个胖子，说着。那胖子看也没有看，就红口白牙的说道：“不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假的。刘局长，您怎么可以这么说呢？这营业执照当时可是您亲自送过来的。混账，我堂堂一个局长，怎么可能会给你亲自送营业执照？你制作假的营业执照不说，竟然还敢污蔑我，你这已经严重的违反了法律。我劝你还是老实点，赶紧解决问题。如果让我查出这店铺的确是你的话，到时候一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这工商的刘局大声呵斥说着，明显就是在威胁，让刘波赶紧把装备店卖给郑如梅，不然就要罗织罪名把他抓起来。工商刘局刚刚说完，税务部门的领导也站出来说道：“还有我们税务部门也收到了举报，说是你这店铺偷税漏税，现在至少已经拖欠税款上亿金币，加上罚款的话，至少也要缴纳2亿金币。如果拒不缴纳的话，我们也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2亿金币，这可是特大偷税漏税案，到时候至少是10年起步。”税务说完之后，治安也站出来义正言辞的说道：“还有我们治安也接到了举报，说是你这店铺为了和其他人争抢生意，欺行霸市，整天和人打架。我们治安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你们带到局子里面审问清楚。”“什么？我一直都是在店里做生意，从来没有跟人打过架，你们治安也不能随便乱说啊！”听到这么多部门的人一起朝他发难，就连八面玲珑的刘波此时也是忍不住反驳说着。郑如梅嘿嘿冷笑说道：“有没有跟人打架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只要我想，你马上就会和人打架。”郑如梅刚刚说完，她身后的几个狗腿子立刻就走了上来，一脸不善地看着刘波，这意思已经太明显了，他们就是专门来跟刘波打架的，而且还是当着治安员的面一起打刘波，最后还会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刘波身上。郑家就是这么豪横。刘波怒道：“郑少，你们难道真的一点都不顾及法律吗？哼，在鲲鹏城，我们就是法律，你如果签下这个买卖合同的话，你就和法律站在一起，如果不签，那么你就会站在法律对面，马上就会接受法律的制裁。”郑如梅得意的威胁说着。工商税务治安部门的领导非常配合的上前一步，给刘波造成压力。刘波说道：“郑少，您可以不顾及法律，难道也不怕秦风吗？他可是已经晋升超凡了。”第230章，秦风，你不能杀我！啪！刘波还没有说完，就被郑如梅狠狠地扇了一巴掌，骂道：“少拿秦风那小畜生来威胁我！我告诉你，秦风那小畜生就算是现在回来，我也不会怕他，因为他一回来就是他的死期，哈哈！是吗？郑少好大的口气啊，不知道郑少是要怎么杀我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听到这个声音，顿时所有人都是一愣，随后一脸震惊的朝着发声之人看去。秦风，秦风！所有人都是大惊说着，不过有的是惊喜，有的则是惊吓。刘波和装备店的店员自然是满脸惊喜，而郑如梅他们这些人则满脸都是惊吓。来人正是秦风。他在收到刘波的信息之后，虽然刘波极力掩饰，可是他知道装备店肯定出事了，于是就赶紧通过传送阵回来了，一回来就直接朝着装备店赶来，结果就正好看到了这一幕。老板，您终于回来了。装备店的几个女店员看到秦风出现，喜极而泣。现在这种情况，估计也只有秦风能解决。秦风看了一下他们，领头的哭得稀里哗啦的，正是赵小兰。之前就是他给自己发了信息，才让他知道装备店出事，不然的话，他还被蒙在鼓里呢。好了，老板，我回来了，这里的事情我都会亲自处理，都不要哭了。是，老板。几个店员擦了擦眼泪说着，有了秦风给他们做靠山，这些店员都充满了底气。他看向刘波，刘波眼里有高兴也有担心，叹息了一声说道：“秦风，我不是不让你回来吗？我不回来的话，不仅装备店保不住，你估计都要被人抓去坐牢了。”秦风没好气地说着。刘波默然，简单的说了2句之后，秦风这才看向郑如梅一行人。他们在看到秦风回来的那一刻，都是一脸震惊和害怕。趁着秦风和店员以及刘波说话的功夫，已经悄悄地朝着店外退去。秦风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地放他们走？我有说你们可以走吗？秦风怒声说着，
庞大的精神力陡然爆发，嗡的一声，所有人都感觉有一座无形的大山直接压到他们身上，扑通扑通，所有人都直接跪在地上。秦风走到那工商局刘局长面前，对方已经吓得脸色苍白，连声求饶：“秦风，不是我要来的，我只是听从郑家的命令而已，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记得上次来我店铺捣乱的就是你，你上次也说再也不敢了，可是现在不还是来了吗？我这次说的是真的，以后再也不会来了。你已经没有以后了，身为公职人员，知法犯法，污蔑栽赃超凡强者，其罪当诛。死！”秦风用手一指，顿时一道寒气射进刘局长身上，他整个人都被冻成冰雕，脸上还保持着震惊和恐怖的神情。所有人都是大惊，秦风竟然直接动手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工商局的局长，这简直是比郑如梅还要凶狠霸道啊！没有理会其他人的震惊，秦风继续走到税务局局长面前。对方顿时从杀人的震惊中醒悟过来，一脸惊恐地看着秦风，结结巴巴地说道：“秦风，你不能杀我，我是税务局局长，国家公职人员，你杀我的话就触犯了国家法律，到时候也会有麻烦的，是吗？”秦风嗤笑一声，毫不在意地说道：“你这样的垃圾，竟然还知道自己是国家公职人员，竟然还知道法律，知法犯法的时候怎么不讲法律？现在要死了才跟我讲法律，已经晚了。而且就你这点麻烦，我抗得起。死！”秦风又是一道寒气射出，这税务局局长也同样被冻成一个冰雕。秦风继续走到治安局局长面前：“秦风，别杀我，是郑如梅让我配合他的，他可是郑家人，我不敢不听他的话。秦风，我愿意做污点证人，指证郑如梅的不法勾当，只求你饶我一条小命。”治安局长直接反水：“污点证人？不需要，直接杀了就是。”秦风淡淡说着，又是一道寒气，这治安局长也被冻成冰雕。郑如梅带来的那些狗腿小弟，秦风甚至都懒得动手，只是一个念头，庞大的超凡3阶精神力的冲击之下，他们的大脑直接爆开。这些家伙都只是普通的凡阶而已，杀他们也只是一个念头的事情而已。这些人的脑浆红的白的一大堆，直接飞到郑如梅的脸上，让她的脸色更加苍白，一股尿骚味传来。秦风一脸厌恶地看到郑如梅已经被吓尿了。之前虽然秦风也是心狠手辣，杀了不少人，可是那都是通过正规途径生死斗杀死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秦风还会顾及法律。可是现在秦风明知道那3个是局长，还直接全部击杀，已经完全不顾及法律了。面对这么一个杀人狂魔，郑如梅哪里能不害怕？看着秦风冰冷毫无感情的目光，郑如梅颤抖地说道：“秦风，你不能杀我，我可是郑家人，你如果杀了我的话，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哎，郑如梅，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是一点不上进啊，现在估计也只会拿郑红的那老东西来压我了。不过你以为我现在还会怕你爷爷那老东西吗？秦风一脸嫌恶地说着，随后就抬起手，手指上闪烁着一道寒光。郑如梅想要逃跑，可是被秦风精神力禁锢，她连站起来都做不到，更不要说逃跑了。秦风，你不能杀我，就算你不怕我爷爷，难道你也不怕你父亲秦孝武吗？他已经回来，现在就在学校里面。秦风正准备击杀对方，听到秦孝武的名字，顿时一怔，掐住郑如梅的脖子质问道：“你说什么？秦孝武回来了？”“没错，你父亲秦孝武已经回来了，而且他就是冲着你来的。他知道你杀了好几个人之后，亲口说了杀人就要偿命，即便是他的儿子也不例外这句话。你放了我，我可以在你父亲秦孝武面前给你说好话，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杀你了。”第231章，我反对。你给我说好话？蚂蚁一样的东西，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给我死吧！秦风冷笑一声，手上用力，咔嚓一声，郑如梅的脖子就被他捏断，头一歪，死了。秦风，你怎么把他们都给杀了？刘波一脸震惊地说着，他原本以为秦风会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而已，不曾想秦风竟然一口气全部杀光，这下可是捅了大祸。跳梁小丑而已，杀就杀了，不用担心。秦风淡淡说着，就好像是杀了几只鸡一样轻松。刘波一脸焦急地说道：“秦风，那3个都是局长，再加上一个郑如梅，这事大了，就算你已经是超凡，还有校长帮你，怕也不好接过去。最重要的是，总之，秦风你现在马上离开，回去军队就当没有回来过。”刘波一边说着，一边把秦风往外推。秦风的身形却是巍然不动，淡淡说道：“最重要的是，秦孝武回来了是吧？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才不让我回来是吗？”“没错，秦风，秦副校长可是当着很多人的面说要杀你的，而且他已经是超凡3阶，不是你能抗衡的，不让你回来，也是林海军校长的意思，肯定是连校长也没有把握保住你，所以秦风你这次一定要听我的，赶紧回军队去，现在你只有待在军队之中才能确保安全。”
刘波知道秦风的性格绝不是一个会妥协的人，所以把林海军都给搬了出来，完全是在恳求秦风赶紧离开。秦风感觉到了刘波对自己的担心，轻轻地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说道：“放心吧，我出去1个月时间，自然不会原地踏步。现在我的实力，就算是超凡3阶也奈何不了我。”啊，秦风，难道你已经晋升到超凡3阶了吗？刘波一脸震惊地说着。想到秦风只是半个月时间不到就晋升超凡，说不定现在真的到了超凡3阶呢。秦风笑了笑，不置可否，他现在算是半步3阶，更是掌握了冰火毒3种属性，虽然还不能完全发挥出其实力，可是对付超凡3阶已经绰绰有余。秦孝武既然要杀我，我倒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秦风眼中寒光闪烁，朝着学校走去。与此同时，鲲鹏大学之中到处张灯结彩，所有人都来到操场上，正在进行一场重大和隆重的仪式。只见大舞台上挂着的横幅上写着“热烈庆祝秦孝武荣升本校副校长”。这次仪式就是为庆祝秦孝武荣升副校长而进行的。最近1年时间，秦孝武一直在外征战，立下汗马功劳。走的时候是超凡2阶，现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超凡3阶，现在是实力和威望全都达到最顶点。就算是林海军，也不能阻挡他成为副校长。而此时最高兴的还是郑家，他们郑家原本超凡强者的数量就要超过邻里2家的总和，唯一的短板就是高层战力。林海军和李正豪2个超凡3阶，而且还是一正一负2个校长死死压制住郑宏德。现在秦孝武终于晋升为超凡3阶，还荣升副校长，彻底追平高端战力。而且秦孝武天资纵横，虽然只是刚刚晋升超凡3阶，其战力也已经稳稳超过林海军。如此一来，无论是高端战力还是超凡强者的数量，都全部碾压邻里2家。这让郑宏德非常兴奋，整个仪式几乎都是他来主持，非常强势。林海军和李正豪2个人一直坐在座位上，全程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郑宏德才是校长，而林海军只是一个副校长呢。郑宏德很享受这种大权在握的感觉，他看了一下沉默不语的林海军，嘴角不由得勾起一抹弧度，又看向秦孝武，对自己这个女婿更加满意了。按照规矩，荣升副校长需要得到全校所有超凡强者的支持，我相信以校武的实力和功绩，绝大部分都会支持校武的。当然了，如果还有疑问的，也都可以提出来，我相信校武肯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的。现在支持校武成为副校长的请举手。郑宏德大声说着，这其实就是一个流程，因为如果不支持的话，就要说出原因来，如果说不出合理原因的话，那么双方就要进行一次战斗。现在在场之中，就算是林海军，怕也不是秦孝武的对手，其他人就更不行了。所以郑宏德的话一说出来，几乎所有人都举起手来，林海军也不例外。郑宏德更加高兴。好，所有超凡强者全票通过，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秦孝武正式成为我们鲲鹏大学的副。我反对。郑宏德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一个浩大的声音传来，这声音中夹杂着一股超凡力量，让这反对的声音在整个学校上空来回激荡，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所有人都是一脸惊愕地转头看去，顿时就看到一个人大踏步走了过来。秦风，来人正是秦风。看到秦风突然闯进来，现场众人的态度非常鲜明，郑家人一个个怒目相向，对秦风厌恶至极。而林海军和李正豪他们则是一脸兴奋中夹杂着一点担忧。兴奋的是秦风过来，即便不能阻止秦孝武成为副校长，也能让他脸上无光。担忧的则是秦风的安全，毕竟之前秦孝武就当着他们的面说过要让秦风杀人偿命的话。而那些普通学生看到秦风出现之后，都是一副有好戏看的表情。我擦，这不是秦风吗？没想到他消失1个月，竟然在这个时候回来了，而且一回来就这么劲爆的反对秦孝武副校长，那可是他亲爹啊！儿子反对爹，这下有好戏看了。嘿嘿，谁说不是呢？不过我听说秦孝武副校长根本就没有管过秦风，一直都是让他自生自灭，所以秦风才会非常痛恨秦孝武副校长，所以才会一进入学校就跟郑家杠上。嘿嘿，这下正主来了，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进行一场父子大战。我擦，你们知道的好多呀，我好期待啊！学生们议论纷纷地说着。秦风充耳不闻，犀利的目光朝着对面扫去，一眼就看到一个中年人，对方和秦风长相非常类似。此时对方也看向了秦风，双方的目光碰撞在一起，顿时仿佛雷电碰撞一样。你就是秦风？你就是秦孝武？秦风和对方同时开口问着。第232章父子大战。虽然是问话，彼此也都没有回答，可是也都确认了对方的身份，顿时双方眼中都是赤裸裸的杀意。秦风，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直呼父亲的名讳，现在父亲当面，你还不赶紧跪下磕头，请求父亲的原谅。秦孝武身边一个英姿飒爽的身影走出来，对秦风怒声呵斥说着，正是秦云。跪下磕头？
秦风冷笑一声，一脸不屑地指着秦孝武说道：“秦孝武，你配吗？你是我儿子，儿子给父亲磕头，天经地义。”秦孝武理所当然地说着，随后话锋一转说道：“不过看你这逆子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怕是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甚至还要杀我。不过也对，我早就听说你这逆子在河阳城中就一口气杀了500多个本家人，很多都是你的兄弟和你的长辈，甚至是你后妈也同样被你杀死。进入学校之后，依旧是不知悔改，又杀了好多同学，简直是丧心病狂。你的行为比那些怪物还要恶劣100倍。我这个做父亲的，今天就要执行家法，废除你所有的实力，打断你的双腿，就算以后养着你，也绝对不能让你继续为祸社会。”秦孝武是一个心狠手辣、行事果断之人，直接给秦风扣上了一顶顶大帽子，随后立刻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对秦风出手。轰！超凡3阶的庞大精神力直接爆发，朝着秦风碾压过去。在他看来，秦风不过是刚刚晋升超凡1个月的菜鸟而已，就是有点天赋，那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精神力碾压之下，直接就能让秦风跪下，完全失去战斗力，随后怎么处置都可以了。林海军大惊，他没有想到秦孝武做事如此果决，父子2个刚刚见面，还当着全校学生的面就直接对秦风动手，他也不认为秦风会是秦孝武的对手，就要出手保护秦风。下一刻却是被秦风爆发出来的同样庞大的精神力所震撼。轰！秦风身上同样爆发出来一股庞大的精神力量，和秦孝武的精神力碰撞到一起，轰的一声，狂风呼啸，闷雷滚滚，两人的精神力量完全抵消，竟然不分上下。这是3阶的精神力，这怎么可能？看到这一幕，在场所有的超凡强者都是一脸震惊。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在他们看来，秦风的实力能达到超凡1阶巅峰就已经非常快了，可是刚刚秦风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却是和超凡3阶的秦孝武不相上下，那岂不是说秦风也是超凡3阶了吗？1个月连续晋升2个大境界，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妖孽啊！校长，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秦风这是晋升超凡3阶了吗？李正豪一脸不敢置信的低声对身边的林海军问着。不是幻觉，我也看到了。林海军又是高兴又是疑惑的说着。那我们还出手保护秦风不？暂时先不要，看看再说。好，两人低声商量着。他们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秦风被废掉实力，更不会让秦风被杀死。不过如果不用出手的话，那自然更好。跟他们的高兴不同，秦孝武却是眼中寒光闪烁，杀意浓烈。这小畜生竟然也达到超凡3阶，那就更不能留。他可是足足用了10几年时间才晋升到超凡3阶，而秦风这才多久，竟然也达到超凡3阶。如果继续放任下去，那还得了，必须尽快铲除。小畜生竟然还敢反抗！寒冰鬼神，给我冰冻！秦孝武大手一挥，召唤出一个高大的寒冰鬼神，浑身释放出极寒冰气，随后身影如同鬼魅的朝着秦风扑过来，所过之处冰冻一切。想冰冻我，真是可笑！秦风冷笑，他现在可是拥有真正的寒冰之体，几乎可以免疫所有的寒冰伤害，就算是站着不动，让那寒冰鬼神扑到他身上，他也不会被冰冻，说不定一点伤害都不会有。不过他可不会用自己的性命去做实验。换上烈焰套，暴风之弓出现在手中，嗖嗖嗖，箭矢连续射出，每一支箭矢上面都燃烧着熊熊烈火，里面蕴含着庞大的神级火焰力量，朝着寒冰鬼神射去。秦孝武看到秦风的火焰箭，同样也是冷笑，因为他的寒冰鬼神已经是超凡3阶的鬼神，可以免疫所有的物理伤害，还有魔法伤害的80%。普通的箭矢根本就射不到他的寒冰鬼神，那上面的火焰估计还没有碰到他的寒冰鬼神，就会被寒气熄灭，也不会有任何效果。所谓的火克冰，那也要看看双方的绝对力量。一个火柴不可能融化一座冰山，秦孝武完全没有担心。可是下一刻，秦风的火焰箭就硬生生地射到半透明的寒冰鬼神身上，给他造成了大量的伤害。那火焰箭上的火焰更是直接燃烧起来，寒冰鬼神身上释放出大量的极冰寒气，想要把火焰扑灭。可是这火焰非常顽固，不管释放出多少寒气，都没有办法把火焰扑灭。怎么会这样？秦孝武终于发出了惊讶的声音。还没有等他发出下一步的指令，秦风的箭矢就继续射到寒冰鬼神身上。嗖嗖嗖，寒冰鬼神身上冒出更大的伤害，火焰燃烧的也更加猛烈。而且这次寒冰鬼神还被眩晕，不能动弹，只能被动挨打。看着寒冰鬼神的血条被秦风快速消耗，秦孝武赶紧又放出了2个鬼神，朝着秦风冲过来。这2个鬼神，一个浑身漆黑，如同一片影子一样，另一个则是浑身冒着炽烈的火焰。一个是影之鬼神，另一个则是明炎之鬼神。这2大鬼神对秦风发动猛烈的攻击，秦孝武则是趁机把寒冰鬼神给收了回去。第233章父子大战2。
那影之鬼神如同一道阴影一样扭曲跳跃，咻的一下就钻进了秦风的影子里面。随后他的影子就自己动起来，好像是一个得逞的魔鬼一样，发出桀桀的笑声，在眼睛的地方还发出2道猩红的光芒，似乎是在看着秦风一样。秦风见状，立刻把弓箭对准了地上的影子，准备射击。那影子却是桀桀怪笑一声，举起双手。秦风立刻就不受控制的也跟着举起双手来。秦风心中大惊，这影之鬼神竟然能通过操控他的影子来控制他的身体。还没有等秦风做出反击，另一个明炎之鬼神也对秦风发动了攻击。熊熊的黑色火焰燃烧起来，眨眼功夫就把秦风吞没。这黑色的火焰就是明炎，乃是来自冥界的火焰，只要被它沾染上，不把敌人烧成灰烬，就永远都不会熄灭。秦风，林海军见状，猛地站起身来，就要出手帮助秦风，却是被郑宏德给拦住了。老林，这可是秦家父子之间的家事，我们这些外人就不好插手了吧？郑宏德早就想要杀死秦风，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现在终于可以借助秦孝武的手，光明正大的击杀秦风，他怎么可能会让林海军破坏？所以已经打定主意，绝对不会让林海军出手保护秦风。他们2个的实力半斤八两，有郑宏德阻止，林海军还真帮不了秦风。林海军看向秦孝武，大声质问道：“秦孝武，秦风可是你的儿子，难道你真的要杀死你自己的儿子吗？一个逆子必须清理门户。”秦孝武冷声说着，没有一丝一毫的父子亲情。给我烧死他！他对明炎之鬼神再次发出了命令，顿时那黑色的明炎燃烧得更加猛烈起来。林海军见状，知道不可能说动秦孝武，让他对秦风留手，现在只能他自己上了，全力出手之下，应该可以帮秦风赢得一丝生机。可是就在林海军要全力出手的时候，战场中的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只见原本那覆盖秦风全身的黑色明炎，竟然逐渐变成了火红色。怎么回事？这火焰颜色的变化顿时就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尤其是秦孝武，他的明炎一直都是黑色，现在怎么会变成红色？仔细看去，就看到那红色的火焰越发猛烈起来，在这红色的火焰中间，隐约可以看到秦风的身影。那红色的火焰竟然是从秦风身上冒出来的。区区明炎就想烧死我，看谁烧死谁！秦风冰冷的声音从火焰中传出来，随后他身上红色的火焰陡然爆发，朝着周围黑色的明炎倒卷过去。轰的一声，所有的明炎都被一扫而空，就连明炎鬼神也被秦风的火焰冲击，脑袋上冒出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同时被眩晕，无法继续做出反击和防御，只能任由秦风的火焰不断灼烧。很快他身上黑色的明炎被烧光，露出一个如同全身重度烧伤非常丑陋的恶鬼身体。见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是大惊。本来以为秦风会被明炎烧死，谁知道秦风不但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反而还能悍然反击。在秦风的攻击之下，连鬼神都无法反抗，只有被烧的份。影之鬼神，秦孝武立刻给影之鬼神发出了攻击的指令。那藏身在秦风影子里的鬼神立刻就再次发动攻击，只见他的手臂逐渐变成了一根绳子，狠狠地缠绕在影子的脖子上，猩红的眼睛盯着秦风，发出了桀桀怪笑。与此同时，秦风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窒息感，好像是脖子上被绳子紧紧缠住，无法呼吸。不过片刻，他的脸就憋得一片通红。秦风知道这就是影之鬼神的攻击，念头一动，火焰朝着影子上汇聚，猛烈燃烧。可是系统根本就没有攻击到影之鬼神的提示，那影子依然安然无恙，发出嘲笑的怪笑声，脖子上的绳子也是越来越紧。火焰竟然攻击不到他，这影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秦风马上换成寒冰和剧毒攻击，结果同样对这影之鬼神没有任何效果，似乎这影之鬼神根本就跟他不在同一个空间中一样。精神冲击，秦风最后使用了精神冲击技能，顿时这影之鬼神的怪笑声戛然而止，秦风脖子上的束缚感也骤然消失。太好了，精神类攻击可以攻击到他，只要被他攻击到一次，不管什么样的鬼神都会变成他的靶子。秦风继续使用精神冲击技能，对着地上的影子猛轰。这影之鬼神似乎是被破防，原本攻击不到他的火焰，此时也终于开始在这影子上燃烧。秦风见状，立刻拉弓搭箭，对着影子连续射击。影之鬼神脑袋上冒出大量的伤害，灼烧、冻伤、中毒的伤害迅速叠加，他的血条肉眼可见的下降。影之鬼神，秦孝武大惊，没想到连最诡异的影之鬼神也不是秦风的对手。他想要召回这2个鬼神，可是现在这影之鬼神和明眼鬼神都被秦风控制，根本就召不回去。毁灭之鬼神，瘟疫之鬼神，给我上！秦孝武眼中凶光闪烁，又召唤出2个鬼神出来。这2个鬼神同样都是身形高大，足足有着5米多高。那毁灭之鬼神浑身冒着血红色的血煞之气，手里拿着一把血色长刀，刀上还在不断滴落鲜血，红色的眼睛凶光闪烁，
似乎是要毁灭一切。瘟疫之鬼神则是浑身冒出黑气，有着浓郁的腥臭和腐烂气息。这是秦孝武最后的2个鬼神，加上这2只鬼神，秦孝武已经同时召唤出5只鬼神。召唤出这2只鬼神之后，秦孝武的脸色开始发白，额头上还有细密的汗水，明显已经达到极限。不过为了能击杀秦风，他也是豁出去了。给我杀！秦孝武一指秦风，冷声说着。顿时毁灭之鬼神、瘟疫之鬼神还有寒冰之鬼神都朝着秦风杀了过来。那毁灭之鬼神身影一动，立刻化成一道血色残影朝着秦风杀过来。瘟疫之鬼神则是张开嘴，吐出一股黑气，凝聚成黑色骷髅的样子，如同幽灵一样朝着秦风扑过来。寒冰之鬼神则是释放出大量的寒气，周围的温度迅速下降几10度，秦风脑袋上更是形成了一个寒冰云团，一阵冰雨落下，每一滴冰雨之中都蕴含着庞大的寒气。第234章，挡我者死。秦风看到毁灭之鬼神朝着自己斩杀过来，立刻躲避。不过他虽然躲开了毁灭之鬼神的攻击，另外2个攻击却没有躲开。瘟疫之鬼神吐出的黑气直接扑到他身上，还有寒冰之鬼神的冰雨也落到他身上，冰雨迅速炸开，释放出强烈的寒气。叮，你受到瘟疫之鬼神的瘟疫感染攻击，你的神级剧毒之体发挥作用，你免疫了瘟疫感染攻击。叮，你受到寒冰之鬼神的冰雨攻击，你的神级寒冰之体发挥作用，你免疫了冰雨攻击。这时候系统提示响起来，瘟疫之鬼神和寒冰之鬼神的攻击全部都被免疫。秦风大喜，自己的神级体质再次发挥了作用。如此一来，这瘟疫之鬼神和寒冰之鬼神的攻击自己完全不用担心，只要对付一个毁灭之鬼神就可以了。看着毁灭之鬼神再次朝着自己冲上来，秦风立刻开始射击。嗖嗖嗖，密集的箭矢射出，绝大多数都被毁灭之鬼神躲开，不过还是有一支箭射到了他。顿时毁灭之鬼神被定在原地。死吧！秦风猛烈射击。还有影之鬼神和明眼鬼神，秦风也没有忘记。3只鬼神轮番射击，让他们始终处于眩晕等被控制的状态中，秦孝武想要召回都不可能。他们身上的伤害状态不断叠加，血条迅速下降。秦孝武看到之后，心里非常焦急。他现在可是把他掌握的5只鬼神全部压上，这种阵仗就算是林海军都挡不住，要当场饮恨。却是没有想到秦风竟然能轻易碾压，甚至他的3个鬼神连召唤回来都做不到，现在正面临着死亡的危机。他的职业是御鬼师，9成9的实力都在这些鬼神身上。如果这3只鬼神被击杀的话，他就要一夜回到解放前了。给我住手！看着3只鬼神的血条迅速下降，秦孝武终于忍不住大喊了起来。秦风却是冷冷地看了秦孝武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手里丝毫都没有停止的意思，继续朝着3个鬼神射击，很快秒伤就叠加到了300万。叮，恭喜你击杀影之鬼神。随着影之鬼神的血条被清空，他黑色的身体变得完全透明，最后彻底消失。第1只鬼神被秦风杀死。噗！秦孝武受到反噬，当即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继续朝着明眼之鬼神和毁灭之鬼神射击，很快明眼鬼神也被杀死。秦孝武噗的一声再次吐出一口老血。秦风继续射击，毁灭之鬼神的身影也随即消散。3只鬼神被杀，秦孝武再次被反噬的吐出一口鲜血来，他的眼睛都红了，恶狠狠地瞪着秦风，恨不得要吃了他，怒道：小畜生竟然敢杀我的鬼神！杀了又怎么样？我不只要杀你的鬼神，我还要杀你呢！嗖嗖嗖，秦风的箭矢立刻就朝着秦孝武射了过去。秦孝武大惊，赶紧召唤回剩下的2个鬼神挡在他面前。精神冲击，秦风庞大的精神力立刻冲击过去，顿时剩下的2个鬼神，包括秦孝武都一起陷入了眩晕之中。嗖嗖嗖，秦风没有丝毫停留，箭矢如同连珠箭一样朝着秦孝武身上射了过去。他脑袋上开始快速飙血，周围的人都看懵了。本来以为秦孝武一出手肯定能一边倒的碾压秦风，谁能想到不但被秦风翻盘，甚至还反过来碾压秦孝武。秦风住手！难道你要弑父吗？秦云厉声说着，超凡一阶巅峰的气息爆发，变身成女斗神格挡秦风的箭矢。挡我者死！嗖嗖嗖，秦风的箭矢朝着秦云射去。秦云只是超凡一阶，哪里是秦风的对手，很快也被射中，被定在原地。鱼儿！郑佩佩惊声尖叫，小畜生住手！立刻召唤出一个100米长的冰龙，朝着秦风攻击过来。秦风随手一箭过去，这冰龙就被炸散，箭矢射到郑佩佩身上，他也被定在原地。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秦风的对手。可是这个时候，郑宏德也对秦风出手了。没办法，他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好女婿一家在他眼前被杀死吧。怒喝一声，身上庞大的寒气爆发，就要对秦风出手。
只是这个时候，林海军却是挡在了他的面前，说道：“老郑，这是秦家的家事，我们就不要插手了吧。”这是之前郑宏德对他说的，现在被他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林海军，给我滚开！郑宏德此时还顾得上和林海军打嘴炮，直接对林海军发动了攻击，挥手之间就是密密麻麻的冰锥朝着林海军飞射过来。林海军早有防备，身上绿光闪烁，顿时一个巨大的木盾出现，挡住了所有的攻击。老郑，有我在，你就放弃吧。就像是你之前说的，我绝对不会允许你插手他们秦家的内部事务。林海军大声说着。郑宏德大怒，一边大骂，一边继续攻击林海军，不过都被林海军一一化解。嗖嗖嗖，秦风的箭矢不断射到秦孝武身上，他的血条快速下降。秦风没有一丝一毫要停止的意思，他就是要一口气击杀秦孝武。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只有仇人。很快，秦孝武的生命条就只剩下20%。秦孝武身上突然冒出一阵圣洁的白光，一个透明的气泡出现在他身上，把他笼罩起来。秦风所有的攻击都被这气泡阻挡，秦孝武身上的伤害也全部免疫。史诗级道具天使之羽被触发了，秦孝武从眩晕中恢复过来，他的眼中有浓浓的恐惧之色，此时也不敢继续跟秦风战斗了，顶着天使之羽的效果掉头就跑。秦孝武，你跑不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秦风立刻追了上去。第235章艰难抉择。秦风，你这逆子，我可是你父亲，难道你真要弑父不成？秦孝武一边跑一边怒声呵斥说着，刚刚你要杀我的时候怎么不讲父子亲情？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父亲！秦风冷声说着，继续追杀秦孝武。秦风，我之前说的那些都是气话而已，做不得真的。你是我儿子，还这么优秀，我怎么可能会杀你呢？那不过是做给外人看而已，最后也只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秦孝武继续巧言令色。秦风听了，对秦孝武更是厌恶，此人杀妻弃子，做事几乎没有下限，为了活命，什么事情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秦风对他的话一个字都不会相信。嗖嗖嗖，他一边追杀一边射出箭矢。秦孝武跑得更快了，心里暗骂秦风这小畜生做事还真是够绝，心狠手辣，一点都不输给自己，不愧是自己的种。不一会，他身上天使之羽的效果结束，看着箭矢不断从身边飞过，好几次都差点射到他身上。秦孝武赶紧召唤出瘟疫鬼神和寒冰鬼神帮他抵挡。秦风，我毕竟是你父亲，你真要杀了我的话，以后你如何自处？别人怎么看你？父亲为以前的事情给你赔罪，你放过我，父子之间哪里有生死仇敌？秦孝武继续放低身份求饶。秦风依然无动于衷，继续朝他射击，不杀死他绝不罢手。秦孝武使尽浑身解数格挡秦风的箭矢，不敢让任何一支箭矢射到他身上。秦风的箭矢太霸道了，只要被射中，立刻被眩晕、冰冻等各种控制状态，防不胜防。秦孝武看到没用，继续说道：“秦风，就算你不在乎外人的看法，难道也不在乎你母亲的看法吗？你杀死我，怎么跟你母亲交代？”秦风大怒：“你这狗东西，竟然还有脸提我母亲！我杀死你，就是给我母亲最好的交代！”嗖嗖嗖，秦风射击得更快了。秦孝武躲在两个鬼神身后，听到秦风的话，知道秦风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自己，不由得哈哈大笑，终于露出真面目，说道：“哈哈，看来你这小畜生已经知道你母亲的事情了，但是你还不知道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吧？你更不知道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吧？放了我，我就告诉你这些，如何？”秦风一愣，随后看着秦孝武的眼神更加阴冷：“我的确是很想知道这些，可是和杀死你比起来，我更想杀死你，所以你还是死吧。”秦风继续攻击，不过是两个鬼神靶子而已，根本就挡不住他多长时间。好好好，果然够绝，心狠手辣，真不愧是我秦孝武的种啊！哈哈，小畜生，快点杀吧，把这寒冰鬼神和我一起杀死，到时候你不但给你母亲报仇，还亲手再杀了你母亲一次！哈哈！秦孝武疯狂地大笑起来。秦风闻言立刻停止射击，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那寒冰之鬼神，虽然是半透明的鬼神之体，可是却能很清晰地看出来，这就是一个女性，而且面目非常年轻，仔细一看的话，竟然真的和自己有点相似。秦孝武，你那话是什么意思？秦风强行压制着心里的杀意，对秦孝武问着。哈哈，你这么聪明，应该已经听出来了。没错，这寒冰之鬼神就是你的母亲。我当年骗她给我生下你之后，就用你做威胁夺取她的天赋，然后再把你们母子炼制成子母鬼，那可是比寒冰鬼神还要厉害得多的鬼神。只是我还是小看了你母亲，她竟然还藏了一招自爆的技能，一旦她自爆的话，我不但不能夺取她的天赋，炼制鬼神的想法也要落空，最后什么都得不到，迫不得已只能在她自爆的威胁之下发誓不会杀你，条件就是你母亲自愿被我炼制成寒冰鬼神。所以说你母亲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可都是为了保护你啊，
多么伟大的母爱啊！你母亲这么爱你，你难道还要继续杀她第二次吗？秦孝武恬不知耻的把他做过的事情都给说了出来，最后还拿着寒冰鬼神来威胁秦风。秦风听了目眦尽裂，牙齿几乎都要咬碎，瞄准了秦孝武，咬牙切齿的说道：“秦孝武，你真是该死！”秦孝武赶紧躲到寒冰鬼神身后，哈哈大笑说道：“哈哈，你说的没错，我的确该死。不过我现在有你母亲做挡箭牌，你想杀死我的话，就只能先杀死你母亲。哈哈！”你，秦风手里的弓拉成满圆，弓弦滋滋作响，弓箭蓄势待发。可是秦风看着那寒冰鬼神，却是无论如何都射不出去。他不确定秦孝武说的是不是真的，可是万一这寒冰鬼神真是他母亲的话，那他即便是杀死了秦孝武，自己后半生也会永远在自责和后悔中度过。秦孝武见状，顿时更加得意。秦风，现在你母亲是我驾驭的鬼神，我只要一个念头，你母亲仅存的灵魂都要灰飞烟灭。我相信你不会想要看到这一幕发生吧？不想你母亲因你而死的话，就毁掉你手里的武器，不然的话，反正我也要被你杀死了。临死之前，我也要让你母亲灰飞烟灭。说完之后，秦孝武就要做事毁掉寒冰鬼神的样子。18年前，这秦孝武用秦风的性命来威胁他母亲，现在则是用秦风的母亲来威胁他，和18年前的事情几乎如出一辙。你，秦风气得浑身颤抖，弓箭一会瞄准秦孝武，一会又看向寒冰鬼神。他真的没有把握救下寒冰鬼神的情况下击杀秦孝武。我数到3，如果你还不毁掉你的武器的话，我就拉着你母亲一起死！哈哈！秦孝武看到秦风的样子，眼中得意更甚，开始倒数，给秦风施加压力。3、2、1，够狠！既然你不在乎你母亲的生死，那我就成全你，你后半辈子就活在悔恨之中吧！给我爆！等等！看到秦孝武真的要自爆寒冰鬼神，秦风终于忍不住大声阻止，说着：“你赢了，武器我马上毁掉。”第236章自爆！哈哈，快点毁了！秦孝武眼中露出一股奸计得逞的奸笑。毁掉武器还只是第一步，之后身上其他的装备也都会要求秦风毁掉，到时候秦风的实力必然会大大降低，最后则是逆风翻盘，把秦风拿下，甚至可以把秦风也炼制成他的鬼神，实力越强，做成的鬼神也会更强，不但可以弥补他损失的那3个鬼神，甚至还可以实力更进一步。只是想想，秦孝武心里就更得意起来。秦风拿着暴风之弓，有些犹豫。秦孝武立刻催促道：“还愣着干什么？难道你真的想你母亲因你而死吗？”秦孝武，我怎么知道你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就算是真的，我把武器毁掉之后，你真的就会放过我母亲吗？我说的当然是真的，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我说话还是算数的。当初我答应你母亲不会伤害你，你不就好好的活到现在了吗？你如果不放心的话，我现在可以再次发誓，只要你毁掉武器，我就放过你母亲。说完之后，秦孝武立刻就发了一个誓言，随后说道：“好了，我现在誓也发了，你可以放心了吧？快点把你手里的武器毁掉，我这么做也只是想要活命而已，对你不会有任何危险。”秦风无奈，为了自己母亲不会魂飞魄散，只好按照秦孝武所说毁掉暴风之弓。他看了一下寒冰鬼神，赫然发现对方此时也在看着自己，而且眼睛里面竟然流出了2行血泪，身上更是发出了一股庞大的气息。秦孝武似乎是也感应到了寒冰鬼神的异样，眼中出现了一丝诧异和惊慌。该死的贱人，意识竟然觉醒了，还想要突破我的禁锢，简直做梦！秦孝武说完就伸手发出一道封印，想要镇压突破禁锢的寒冰鬼神。但是寒冰鬼神身上的气息却是越发庞大起来，周围的温度迅速下降。寒冰鬼神看着秦风的眼神变得极其温柔和不舍，秦风心中巨震，这寒冰鬼神难道真是自己的母亲？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寒冰鬼神大手一挥，发出一道寒气，推着秦风快速后退。随后轰的一声，这寒冰鬼神直接自爆。秦风因为被推远，所以这自爆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可是他的心却是仿佛被狠狠地撞了一下，痛彻心扉。母亲，他喃喃说着，眼泪夺眶而出。此时他几乎已经可以肯定，那寒冰鬼神就是他的母亲，也只有自己的母亲才会为了保护自己突破禁锢，觉醒意识，然后毫不迟疑地进行自爆。秦风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感受到母爱，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跟自己母亲说上一句话，结果就灰飞烟灭，永远天人两隔。啊！秦风仰天长啸，满心的痛苦无处发泄。他看到秦孝武跌跌撞撞的准备逃跑，秦风的眼睛一下就红了。秦孝武，给我死！秦风立刻追上去，对秦孝武进行射击。他还想要反抗，不过他在爆炸中已经受伤，
瘟疫之鬼神也完全挡不住秦风，很快就被秦风愤怒的箭矢射中，整个人被定在原地，眼中流露出求饶的目光。不过秦风哪里会放过他，一顿猛射，秦孝武被秦风亲手杀死。孝武，父亲，住手！这个时候，郑佩佩、秦云、郑宏德、林海军等人都追了过来。看到秦孝武被击杀，郑佩佩和秦云都是痛苦的大叫起来：“秦风，你这小畜生，竟然敢弑父！我跟你拼了！”郑佩佩愤怒地咆哮着，召唤出一条上百米长的寒冰巨龙，朝着秦风攻击过来。秦风，我要杀了你，给父亲报仇！秦云也是大叫着变成女斗神，朝着秦风杀过来。滚！秦风一声怒吼，声音震云裂石，庞大的精神力轰然爆发。他这超凡3阶的精神力，哪里是郑佩佩和秦云这两个超凡1阶能扛得住的？郑佩佩召唤出来的寒冰巨龙直接变成冰元素消散，他们两个人则是如同被飞驰的火车撞飞一样，吐着鲜血倒飞出去。小畜生受死！郑宏德看到不但秦孝武死了，他的女儿和孙女也被打伤，顿时大怒，悍然朝着秦风发动攻击，密密麻麻数不清的冰锥如同雨点一样朝着秦风射杀过来。老杂毛找死！秦风悍然发动反击，他身上轰的一下燃烧起熊熊烈火。郑宏德所有的冰锥还没有攻击到秦风身上，就被周围的烈火直接气化。他的火焰剑则是朝着郑宏德射过去。郑宏德见状，身上寒气勃发，凝聚成好几面巨大的寒冰盾牌挡在他身前。这盾牌由他超凡3阶的实力用出来，就算是林海军也破不了防。秦风的火焰剑落到这些寒冰盾牌上，顿时发出嗤嗤的寒冰气化的声音。几面寒冰盾牌正在快速被气化。郑宏德感受着那火焰剑上剧烈的火焰高温，吓了一跳，他的寒冰根本就不是秦风火焰的对手。郑宏德赶紧后退，老杂毛，不想死就滚远点，不然的话我杀你郑家满门！秦风怒声喝骂。如果是之前的话，郑宏德肯定会立刻反骂回来，甚至是直接动手教训秦风。可是现在知道了秦风的实力之后，连秦孝武都死在秦风手里，他就更不是秦风的对手了。再加上还有林海军在旁边虎视眈眈，他一个人根本就不是对手。虽然心里恨秦风恨得要死，可是却不敢继续攻击秦风，赶紧拖着郑佩佩和秦云离开。他们两个还在大吵着要杀死秦风给秦孝武报仇，不过被郑宏德给捂住嘴，赶紧离开了。秦风，你没事吧？林海军走到秦风身边，关心地问着。我没事，谢谢校长。秦风说道。校长，我想一个人在这里静静。林海军愣了一下，点头说了一个好，然后掉头离开，让秦风一个人留在这里。第237章抓捕秦风。秦风扑通一声跪下，他要给他母亲守孝。他母亲是为他而死，现在更是魂飞魄散，守孝是秦风现在唯一能为母亲所的事情。另一边，郑宏德拉着郑佩佩和秦云离开之后，郑佩佩拼命挣脱郑宏德，恨意难平说道：父亲，秦风那小畜生杀了孝武，你刚刚为什么不出手杀了他给孝武报仇？谁说我没有出手？可是你也看到了，连孝武都被秦风杀死，那小畜生的实力已经超过了我，还有林海军阻拦，我如果继续出手的话，不但不能给孝武报仇，反而连我自己都要被杀死。难道这是你想要看到的吗？郑宏德训斥地说着。虽然不想承认，可是经过刚刚的交手，他已经非常清楚秦风如今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他。郑佩佩哑口无言。秦孝武是她的丈夫不假，可是也不能为了给丈夫报仇，让自己父亲去送死啊。她不甘心地说道。难道孝武就这么白死了吗？郑宏德安慰说道。放心吧，孝武不会白死的。孝武在外征战多年，立下赫赫战功，更是超凡3阶的强者。秦风那小畜生杀死孝武，必然会接受审判，再加上弑父的罪名，他以后别想好过。难道还不够死罪吗？我想要让那小畜生给孝武陪葬。郑佩佩恶狠狠地说着。郑宏德叹了口气。秦风虽然有罪，可是罪不至死，而且这次战斗先动手的还是秦孝武，他还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说要杀死秦风的话，有着这些，想要判秦风的死罪就不可能，顶多就是在弑父这个罪名上做文章，把秦风的名声搞臭。最重要的是，秦风现在的实力太强了，有着这么强的实力，国家就算是想要动他，也会慎重考虑。父亲不好了。这个时候，郑元奎焦急地走了过来。怎么了？郑宏德皱眉问着。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秦孝武的死还要重要？就在刚刚，如梅也被秦风那小畜生杀死了。到底怎么回事？郑元奎立刻把他知道的在装备店中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包括那3位局长的死也说了出来。郑宏德听了之后反而是兴奋起来。好，太好了，秦风这小畜生胆大包天，竟然连3位局长都给杀死。他们虽然只是普通人，可是毕竟是国家干部，代表着国家法律，秦风直接杀死就
就是藐视法律，这是重罪。加上这个，绝对可以让秦风那小畜生把牢底坐穿。郑宏德立刻发动整个郑家的人脉关系，甚至是他自己亲自出动，联系了很多人，目的就是想要尽可能多的给秦风罗织罪名。除此之外，他还大肆散播秦风弑父的事情，拼命抹黑秦风。在郑宏德和整个郑家的努力之下，很快就有军事法庭的人上门，浩浩荡荡几十人的宪兵团队要抓捕秦风进行审判。领头的法官甚至还是一个超凡2阶的强者，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郑宏德。不过还没有见到秦风，就被林海军给拦住了。林海军自然是站在秦风这一边的，他当即据理力争，把当天秦风和秦孝武2人战斗的全部过程的录像都给拿了出来，证明是秦孝武先出手，秦风是被动反击，罪不在秦风。而且林海军和李正豪2个人都是超凡3阶，有他们2个给秦风作证，他们觉着这次应该足以保住秦风。可是随即郑宏德就说出了秦风杀死工商税务和治安局的3位局长的事情，这下林海军和李正豪2个人也束手无策了。哼，依仗自己的实力肆意杀死国家干部，这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藐视法律。这样的人如果不受到制裁的话，那法律将会变成一纸空文，国将不国，必须要从严从重惩罚。林海军、李正豪，你们2个都是校长，难道要为了一个秦风跟整个国家对抗？郑宏德直接给林海军扣帽子，这让林海军也不得不后退。郑宏德心中高兴，这么一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抓捕秦风了。按照那小畜生的性格，说不定还会抗法，打伤法官，那就更好了。随后郑宏德立刻就要带领法官一起去抓捕秦风。等等，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威严的声音传了过来。众人循声望去，就看到一大群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为首的人正是警备军团的军团长赵无极。原来在秦风回来之后，他们警备军团也回来了。毕竟所有的火山怪物几乎全部都被肃清，整个彭冲火山恢复平静，他们继续待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就返回了鲲鹏城。结果一回到鲲鹏城，立刻就听到了满城都是对秦风的污蔑，简直是把他说成是一个无父无母、杀人如麻的大魔头，比那些怪物还要恐怖。秦风在彭冲火山的表现，他是亲眼目睹的。如果不是有秦风在的话，火山怪物第一波的攻击，他们军队的死伤至少还要增加1倍。后面如果不是秦风冒着生命危险潜入火山内部，破坏连通异界的空间通道，他们也不可能彻底打败火山怪物。现在说不定已经全线溃败，火山怪物已经杀到他们鲲鹏城外了。这样一个军队中的英雄，竟然被污蔑成这样，他怎么可能忍受的了？让人调查了一下，知道郑宏德带着军事法庭的法官来抓捕秦风，立刻就带人过来了。你们不能抓秦风！赵无极霸气地说着。郑宏德怒道：秦风触犯了法律，现在是军事法庭要抓捕他。赵无极，你是要阻止军事法庭执法吗？姓郑的，你不要一开口就给老子扣帽子，老子不吃你这一套！赵无极立刻大声骂了回去，骂得郑宏德满脸通红。赵无极继续说道：你说秦风触犯法律，他触犯了什么法律？他杀了工商税务和治安的3位局长，这罪还不大吗？是吗？赵无极冷笑说道：这件事情我知道，那3个人该死，就算秦风不杀他们，我也要杀死他们。什么？赵无极，你是要造反吗？所有人都是大惊，没想到赵无极竟然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那3人毕竟是3个局长，哪里是说杀就能杀的？第238章，秦风无罪。就算你是大佬，要杀那3个人也是私底下去杀，万万不能摆上台面，更不能当着军事法庭的法官说出来。这简直就是往郑宏德手里递刀子。他顿时大喜，对那法官说道：法官，你听到了吧？这赵无极简直是目无法纪，你们军事法庭也要好好的调查一下他才行。那法官看着赵无极说道：赵军长，你虽然贵为军长，可是也要为你所说的话负责的，不要因为气愤胡乱说话。这法官也不想得罪赵无极，这是要给他台阶下。赵无极却是不领情，哈哈一笑说道：哈，我当然气愤，但是并不是乱说话，我说的就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那3个局长就是该死，秦风杀得好。郑宏德更加高兴了，对那法官拱火说道：法官，你听到了吧？他们这是完全不把你们军事法庭放在眼里啊！法官并没有因为郑宏德的话而愤怒，反而是对赵无极问道：赵军长，你为什么这么说？赵无极说道：很简单，我这里有当时事发的视频，你看完就知道了。他一挥手，顿时刘波走出来，拿出一个视频开始播放。正是当时郑如梅带着3个局长去超品格装备店要强行购买店铺的全过程。看到郑如梅要用1000万金币买下超品格装备店的时候，郑宏德就知道不好。后面轮到3个局长出面对刘波各种威胁的时候，郑宏德脸色变得非常难看。堂堂的3个局长竟然亲自去威胁人家，还被人拍下视频，
简直就是三头猪，死了也是活该。郑宏德心里暗骂。视频播放完毕之后，赵无极说道：“都看明白了吧？这件事情的起因是郑家强取豪夺，想要霸占秦风的产业所引起的。那3个局长身为国家干部，知法犯法，这样的蛀虫死了也是活该。就算真的要追责，那罪魁祸首也是你郑宏德。你们最好把郑宏德也给抓起来审问，这整件事情是不是他在幕后指使？”赵无极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郑宏德，这让郑宏德大怒，说道：“赵无极，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堂堂一个校长，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你这是污蔑，是不是污蔑？你心里最清楚了。”郑宏德压住怒火说道：“就算那3个局长有错，他们也罪不至死，会有法律制裁他们。秦风更没有资格杀死他们。”郑宏德继续咬住秦风不放。赵无极说道：“秦风当然有资格杀死他们。秦风在对抗火山怪物的战役之中立下大功，现在已经是我们警备军团的中将。你郑家带着那3个局长，趁着一个中将在为国征战的时候图谋他的资产，这是不可饶恕的重罪。所有人都可以立刻将他们诛杀。秦风是当事人，更加有权利击杀他们。现在你还有何话可说？”什么中将？听到赵无极的话之后，郑宏德整个人都懵逼了。他完全没想到秦风竟然已经是中将了。这样一来，那3个局长还真就白死了，他的计划也会完全破产。就听到那法官说道：“赵军长、林校长，既然对秦风的所有指控都已经解释清楚，那么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抓捕秦风，我们这就回去。”说完之后，这法官带着他的手下转身就走。郑宏德张了张嘴，想要挽留一下，最后却是没有说出话来。现在秦风有着赵无极和林海军撑腰，而且还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秦风无罪，就算是留下来也没用，他自己就更动不了秦风了。我们走。最后郑宏德也带着人灰溜溜的离开了。老赵，多谢你仗义直言啊，如果不是你的话，这次秦风真的危险了。看到郑宏德离开之后，林海军对赵无极感激的说着。赵无极笑道：“谢什么？现在秦风也是我的部下，部下有事，我这个做军长的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对了，秦风他人现在在哪呢？听说他和秦孝武大战了一场，不知道他有没有事。”秦风应该没事吧？林海军不确定的说着。什么叫应该没事啊？有事就是有事，没事就是没事，应该没事是什么？哎，你跟我来看看就知道了。林海军叹息一声说着，随后带着赵无极去找秦风了。不一会，他们就见到了秦风。只见秦风跪在地上一动不动，脸上有着哀伤之色，闭着眼睛，似乎完全跟外界隔绝了联系。秦风这是怎么了？他怎么跪在这里？赵无极一脸担心地问着。哎，我也不知道，跟秦孝武大战结束之后，他就一直跪在这里，到现在已经整整3天了。林海军叹息一声说着。啊，一直跪了3天？他这是在跪谁？难道是秦孝武？赵无极继续问着。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一战对秦风来说肯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种事情谁也帮不了，只能他自己度过这个门槛。赵无极听了之后，本来还想要过去把秦风叫起来开解一下，现在也放弃了这个念头。虽然他是站在秦风这一边的，可是秦孝武毕竟是秦风的生父，亲手杀死自己父亲，这换成任何一个人估计都很难过去这个门槛，所以秦风有这样的表现也是正常。既然如此，那我就在这里陪他几天吧，我相信秦风肯定能度过这道坎的。赵无极说着就盘膝坐下，准备等秦风自己苏醒过来。林海军见状也坐到了赵无极身边。1天2天3天，他们这一等就是3天时间。秦风依旧是跪在那里纹丝不动，前后加起来已经有了整整6天时间。就在赵无极快要等不下去的时候，到了第7天，秦风终于睁开眼睛。你小子终于醒了，我差点以为你已经死了呢。秦风刚刚苏醒，耳边就传来了赵无极的声音。秦风循声望去，就看到赵无极和林海军2个人联袂而来。军长、校长，您2位怎么都来了？第239章退出装备店，还不是怕你出事，在这里看着你吗？赵无极没好气地说着。你知道你小子在这里跪了多少天吗？我知道，7天。秦风眼中闪过一丝哀伤。赵无极和林海军2人见状，互相看了一眼，安慰说道：“秦风，秦孝武的死不是你的责任，你现在给他守孝7天，也算是尽了人子孝道，以后不用再为此事耿耿于怀。”秦风听了哭笑不得，说道：“等等，您2位不会认为我是在给秦孝武守孝吧？”赵无极和林海军互相看了一眼，一脸疑惑地说道：“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了。”秦风断然否定说道：“我怎么可能会为他守孝？我这7天是在为我母亲守孝。”“你母亲？”赵无极和林海军听了都傻眼了。当时秦孝武给秦风说的那些话，他们都不知道，自然也不知道秦风的母亲被秦孝武做成了寒冰鬼神的事情。没错，就是那个寒冰鬼神，他复活。啊！你要退出？秦风，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听到秦风的话，刘波腾的一下站起来，一脸惊慌地问着。坐下。秦风也没有想到他的反应这么大，赶紧让刘波坐下，说道：你做得非常好，你放心，这对你来说是好事。而且我转让给你也不会再要你一个金币，主要是我一开始买下这个装备店的目的就是想要搞垮郑家的装备店，现在我的目的已经做到了，所以我就不想继续掺和装备店的事情了。反而是你经商这么厉害，短短的2个月就把这装备店经营得这么好，这装备店理应给你。我的股份除了给你之外，还分别拿出了10%送给林家和警备军团，这样就算我不在了，有他们做你的后盾，也不会有人敢来找店铺的麻烦，你大可放心经营就是。说完之后，秦风拿出准备好的文件，只要刘波签名就可以了。刘波却是看都没有看，担心地对秦风说道：秦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在之前的战斗中受伤了吗？秦风笑道：你想什么呢？你不会以为我快要死了，这是在立遗嘱吧？不然呢？你现在就是给我这样的感觉啊？当然不是，我没有受伤，我好着呢。那是因为你受不了城里的流言。秦风，你放心，这件事情我已经在解决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这些流言就会消失。并不是师父什么的流言，我完全不在乎，我只是想要出去走走而已。秦风说着，他重生之后就时时刻刻想着复仇。现在大仇终于得报，秦风心里反而空落落的，好像失去了人生目标，所以他想要出去走走，从头再来，在出去之前尽可能的把自己身上的包袱全部都卸下来，轻装前进，所以才会有现在的事情。了解了秦风心里真实的想法之后，刘波说道：秦风，我尊重你的想法，不过这超品格装备店我也只是暂时替你管理，它永远都是你的。看着刘波签下了名字，秦风顿时感觉一身轻松，转身离开。随后他又去跟林海军、赵无极等人告别，然后就离开了鲲鹏城。他要去全国各地转一下，看一下这个世界现在究竟变成了什么样，顺便沉淀一下内心。只是很多事情并不像秦风想的那样就这么接过去。夜幕降临，一个浑身漆黑的人影来到秦孝武死亡的地方，他直接在地上刻画出一个奇异的魔法阵，打出一股黑色的魔力，顿时魔法阵就运行起来。这魔法阵散发出紫黑色的光芒，透露着一股邪意。在那黑影的咒语之下，很快周围就会有很多细小的蓝色幽光被召唤了过来。这些蓝色幽光很快就在魔法阵中凝聚起来，不一会就变成了一个人形。如果秦风在这里的话，就会非常震惊地发现这人正是秦孝武，只是他现在完全是透明的，是一个鬼魂形态。秦孝武猛地睁开眼睛，眼中还有一丝惊恐，似乎记忆还停留在被秦风击杀的那一刻。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也发现了自己如今的鬼魂状态，抬头看向了那复活他的黑影，问道：你是谁？你要做什么？放心，我对你没有恶意。黑影停止咒语，魔法阵也缓缓熄灭，随后他更是直接把他头上的黑色兜帽给扯了下来，露出他的真面目。秦红，竟然是你！这黑影正是秦红，他继承了半颗恶魔之心，转职成隐藏职业复仇者之后进境迅速，此时也已经成功晋升为超凡者。他晋升成超凡之后，就自动学会了很多恶魔独有的能力。现在这种把死人的灵魂凝聚起来重新复活的手段，就是恶魔独有的能力。不过为此他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秦孝武，看到我没有必要这么惊讶吧？我之前就找过你，想要跟你合作，只是你看不起我，甚至是对我嗤之以鼻。不过我不会记恨你的，我复活你，只是想要继续跟你合作。我想现在你应该知道秦风有多么厉害了吧？如果想要复仇的话，你一个人肯定不会是他的对手，不过我们2个联合就很有希望。秦红之前就主动去找过秦孝武，只是那个时候的秦孝武自认为他是超凡3阶的大能，对于秦红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所以对于秦红说的合作的事情直接嗤之以鼻，甚至把他赶走。如今秦红不计前嫌的复活他，不但不趁机控制他，还要继续跟他合作，这让秦孝武对秦红刮目相看，主要是他如今的状态完全不是秦红的对手。好，我跟你合作。秦孝武果断说着，这也是他现在唯一的选择，如果还敢拒绝秦红的话，估计秦红会直接把他弄死。好不容易复活，他可不想死。很好，秦红嘴角露出一丝恶魔的微笑，说道：你现在应该很虚弱吧？来，先给你补一下。说完之后就扔过去2颗黑色的珠子。秦孝武接过这2颗黑色的珠子一看，里面有着2个透明的人影，正在疯狂的撞击，想要从珠子中出来，只是都是徒劳。这是魂珠？你到底是谁？怎么会制作魂珠？秦孝武一脸震惊地看着秦红。我就是秦红啊，不过会一些恶魔的手段而已，没有必要这么惊讶，快点吃吧，不然的话你的魂体怕是撑不了多少时间。秦红淡淡说着。秦孝武闻言放下心中的疑惑，捏破魂珠，抓住里面的魂魄，在对方凄厉的惨叫声中活生生的吞了下去。连着吃了2个魂魄，秦孝武的魂体立刻变得凝实起来。原本是半透明的魂体好像随时都有可能飘散一下，
而且还只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现在不但变得更加凝实，下半身也长了出来。不错，不愧是御鬼师，这凝练魂魄的手段果然厉害。秦红赞叹说着，普通人根本就不会凝练魂魄，也只有秦啸武是御鬼师，才懂得吸收其他魂魄，壮大自己。第241章，秦啸武还活着。我现在变成鬼魂，实力尽毁，只能修鬼神之道，我需要吸收更多的魂魄才行。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好了。城里这么多人，魂魄多的是。秦红淡淡说着，随后就带着秦啸武离开，进入了一个地下空间。这是一个废弃的地铁站。游戏入侵现实之后，不但地面上有怪物，地下同样也有很多怪物，所以所有的地铁站都废弃了。秦红偶尔发现这个地方，就当成他的老巢。这里很安全，你重新晋升超凡之前就待在这里吧。我现在就给你弄几个人类魂魄去。安顿好秦啸武之后，秦红就出去给他收集魂魄。他站在一座高楼上，眼睛发出恶魔独有的紫色光芒，穿透黑暗寻找猎物。这时候两个醉鬼勾肩搭背，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明显已经喝多了，似乎是尿急。这两个人就走进了旁边一片漆黑的小胡同里面进行方便。秦红眼睛一亮，就他们了，身形一动，化成一道黑色残影，随后在那小胡同里面就发出了2声闷哼，两个人直接被抓走。秦红利用特殊的手法把他们的魂魄抽出来，至于他们的尸体，往外面的怪物群中一扔，很快就会被怪物吃的渣都不剩，保证不会有任何人能查得出来。他把魂魄带回去给秦啸武吞噬。秦啸武的实力飞速进展，不过他每天需要的魂魄数量也在增加，不然的话进境就会变慢。秦红正要继续去给他寻找猎物，秦啸武说道：“把郑佩佩带来见我吧，以后寻找魂魄的事情可以交给他去做。”秦红露出狐疑之色。秦啸武说道：“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我都是你复活的，我不会背叛咱们之间的合作。”秦红说道：“搜集魂魄可是杀人，郑佩佩会做吗？”“放心吧，为了我，他肯定会的。”秦啸武一脸自信地说着。这一段时间，郑佩佩为了给秦啸武报仇，几乎是用尽了所有手段。可惜的是，最后也没有伤到秦风一根汗毛。现在秦风更是离开鲲鹏城，不知去向，他想要复仇都找不到对象。现在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学一些诅咒类的技能，希望用这样的办法弄死秦风。此时他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研究这些诅咒术。他制作了一个小人，上面写着秦风的名字，然后开始往上面扎针，同时嘴里还念念有词，只是并没有他预期中的效果。你这样是没有办法杀死秦风的。突然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了过来。谁？郑佩佩猛然转身，直接一道寒气打了过去，半个房间都被冰冻起来，那说话之人也同样被冰冻。咔嚓咔嚓，只是他这冰根本就困不住对方，对方稍微一用力，顿时就破冰而出。郑佩佩还想要继续攻击对方，那黑衣人淡淡开口说道：“不要白费力气了，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我对你并没有恶意，反而是来帮你的。”郑佩佩闻言这才停止攻击，不过并没有放松警惕，手上的寒冰技能随时都可以发动，警惕地说道：“你到底是谁？”黑衣人扯下兜帽，露出一张年轻邪异的脸。“秦红，竟然是你！”郑佩佩一脸吃惊地说着。“没错，就是我。你竟然敢偷偷潜入我家，你到底想要干什么？”郑佩佩愤怒地说着。因为秦风的关系，他现在对河阳城的秦家人没有一点好感。“放心，我说了，我是来帮你的。”“你帮我？你怎么帮我？我可以带你去见秦啸武。”听到秦红的话，郑佩佩更加警惕了，甚至还后退了2步，随后准备攻击的样子。秦红顿时知道他误会了，说道：“不要误会，我不是要杀你，那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可以带你去见秦啸武。”“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啸武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你怎么带我去见他？死了也可以再复活吗？”“什么？你说你可以复活啸武？”郑佩佩听了顿时一脸激动地问着。“当然，他现在应该算是复活了吧，想要见他的话就跟我来吧。”说完之后，秦红就身影一闪，从窗户出去了。郑佩佩咬了咬牙，也跟了出去，就看到秦红仿佛一个黑色幽灵一样在阴影中跳跃。郑佩佩赶紧跟了上去，不一会就看到秦红钻进了一个隐蔽的废弃地下车站。看着那黑洞洞的入口，郑佩佩再次迟疑起来。“快点下来吧，我如果要杀你的话，你早就死了，没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下面传来了秦红的声音。通过刚刚的接触，郑佩佩知道他远远不是秦红的对手，出于对秦啸武的爱，他一咬牙就钻了进去。“啸武在哪？”郑佩佩跟着秦红到了地下车站，忍不住问着。“那不就是……”秦红让开身体，郑佩佩果然就看到了秦啸武。“啸武，你真的还活着？”郑佩佩一脸惊喜地说着，直接就朝着秦啸武身上扑了过去，可是随后就直接扑空，差点摔倒。“佩佩，你没事吧？
我没事。孝武，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郑佩佩这才发现秦孝武的身体是透明的，一脸担心地问着。秦孝武苦笑了一声说道，我现在只是一个魂魄。孝武，郑佩佩闻言顿时眼睛就红了，一脸心疼地看着秦孝武，眼泪夺眶而出。好了，别哭了，虽然我现在变成了魂魄，可至少还活着不是吗？秦孝武安慰说着，你这种状态如果不继续提升实力的话，很快就会消失的，到时候连鬼都做不了啊。秦红在后面说着。郑佩佩闻言连忙问道，孝武，你要怎么提升实力？我帮你。秦孝武眼睛一亮，故作迟疑没有说话。秦红说道，我帮他说吧，他现在需要吞噬其他人的魂魄才行。啊，吞噬其他人的魂魄，那不就是要杀人吗？郑佩佩闻言顿时一惊。秦孝武说道，老婆，你不愿意帮我吗？不过也没关系，我能再见你一面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就算魂飞魄散我也没有遗憾了。第242章杀人夺魂。郑佩佩咬了咬牙，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说道，不，孝武，我不会让你魂飞魄散的，不就是魂魄吗？不管要多少我都帮你。秦孝武眼中闪过一丝奸计得逞的笑容，不过很快就掩饰过去。之后帮助秦孝武杀人夺魂的事情就落到了郑佩佩手上。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不忍心下手，可是想到如果没有魂魄给秦孝武吸收的话，那么秦孝武就会彻底消失，魂飞魄散，他就狠下了心。第一天他只是杀了一个，第二天数量翻倍，1周之后他杀人已经杀得麻木了，一天就能杀10几个。鲲鹏城里面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流浪汉了，还有很多人突然离奇失踪，就算是警察也找不到人。渐渐有流言说是城里面出现了非常厉害的怪物，专门在晚上出来吃人，弄得人心惶惶，很多人只要天一黑就不敢出门。这事情甚至还被上报到了鲲鹏大学林海军这里，他发布了一个超凡级的任务，就是要抓住这个吃人的怪物。不过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元凶就是郑佩佩，他自己甚至也接了这个任务，这样一来自然不会被人发现，他照样在晚上杀人夺魂，给秦孝武吸收。好在这样的事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秦孝武吸收了足够多的魂魄之后，终于达到了一个极限，他要晋升超凡了。他马上把这个喜讯分享给了郑佩佩，老婆，我马上就要晋升超凡了，只要晋升超凡，我就正式成为鬼神，再也不用你每天去杀人夺魂给我吸收了，我可以一直陪着你。太好了！郑佩佩喜极而泣，他这一段时间的辛苦没有白费。不过我要晋升超凡的话，需要一个超凡者的灵魂才行。秦孝武话锋一转说着。啊，超凡者的魂魄？郑佩佩愣了一下，还以为不用杀人了呢，原来是升级了，要杀死一个超凡者。老婆，你不愿意吗？这次只要一个就行了，到时候你就不用这么辛苦的每天出去给我搜集魂魄了。郑佩佩咬了咬牙，既然都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也不多这一个超凡者了。好吧，我帮你，只是我自己实力有限，怕是。秦孝武大喜说道，放心，不用你动手，你只要把人引过来就行了，到时候秦红自然会出手。好，正好可以把林家的林有道给你骗过来，他可是和秦风那小畜生一伙的。郑佩佩咬牙切齿地说着，把对秦风的恨意加到了林有道身上。老婆，林有道不行啊？难道你已经有了目标？是谁？老婆，你知道我这次是被秦风那小畜生给杀死的，我如果想要杀死他的话，就必须要拥有能和他匹敌的能力才行。可是我想了很多职业，最后觉着唯一能战胜他的职业就是和他同样的魔弓手。魔弓手？什么？你不会是……听到秦孝武的话之后，郑佩佩腾的一下站起来，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你是想要我杀了袁奎？老婆，我这也是想要报仇和保护你们母女3个啊。秦风那小畜生的实力你也看到了，普通职业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这样的话就算我再次晋升到超凡3阶，依然会被他杀死。以那小畜生的心性，他会放过你们母女3人吗？我只是希望能保护你们啊。秦孝武一脸真诚地说着。不，我不能做，袁奎可是我弟弟。是堂弟。秦孝武纠正说着。那也是我弟弟，我真的做不到，你不要逼我。郑佩佩大叫着跑了出去。他回到家，看到他的2个双胞胎女儿秦雪正在跟秦云请教怎么晋升超凡的问题。看到郑佩佩一脸憔悴的回来，秦雪、秦云2人立刻就走了过来，关心安慰。郑佩佩顿时感觉心里一热。以前的话，秦雪从来都不会关心他，就是一个刁蛮任性的野丫头，甚至还喜欢过秦风那个小畜生。为了这个事情，他还狠狠地惩罚过他。可是现在，秦雪也终于开始懂事了。秦雪说道：“妈，你放心，我肯定会好好的跟姐姐学习。等我晋升超凡之后，咱们就是3个超凡，到时候一起去找秦风给父亲报仇。”对，我们一起去给父亲报仇。秦云也是一脸恨意地说着。郑佩佩见状，突然心里特别害怕。秦孝武超凡3阶都不是秦风的对手，
自己这2个女儿能是秦风的对手吗？到时候如果真去找秦风报仇的话，最后死的怕是自己的女儿啊！不行，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去死。郑佩佩连忙劝说，可是现在秦雪和秦云已经下定了决心，必须要找秦风报仇。郑佩佩见状，又想到了秦孝武，看来想要保护2个女儿，还是要靠秦孝武。只是要杀死自己的弟弟郑元奎，无论如何都下不去手啊！郑佩佩心里万分纠结，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学校。他正好看到了郑元奎，而此时郑元奎竟然在和林有道说着什么，而且还是有说有笑，非常和谐的样子。郑佩佩心里顿时就升起一股火气，他气势汹汹地冲过去，一脸愤怒地瞪着郑元奎和林有道。林有道见状，赶紧找了一个理由离开，他可不想招惹现在的郑佩佩。姐，你怎么来了？郑元奎，我问你，你跟那个林有道在说什么？没说什么啊，只是简单的工作问题而已。工作问题需要有说有笑的吗？我看你跟他关系很好的样子，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林家是我们的仇人吗？郑佩佩质问着。姐，我们只是和秦风有仇，但是和林家没有必要吧？毕竟我们以后都是要继续在学校里面一起工作，如果把仇恨放大到整个林家的话，那我们以后的仇家只会越来越多，所以仇恨的话就到此为止吧。不然的话，我们郑家肯定会没落下去的，这也是父亲的意思。第243章出卖。什么？难道孝武的仇就不报了吗？郑佩佩愤怒地质问。郑元奎叹息一声说道，不是不报，而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之前该做的都做了，已经仁至义尽。再说了，那是秦风和秦孝武之间的仇恨，本来跟我们郑家是没有关系的，就因为我们强出头，结果导致我们郑家损失惨重。现在明知道不是秦风的对手，还要去跟秦风拼命，那是自找死路，不能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秦孝武把我们整个郑家拉下水。总之，以后我们不会再去找秦风的麻烦，更不会和林家成为仇敌。姐，我也劝你一句，把秦孝武忘了吧，这是为你好。郑元奎语重心长地劝说着。他自己其实也非常恨秦风，可是他识时务，在看到秦风的实力已经可以碾压超凡3阶的秦孝武之后，他就决定彻底忘掉和秦风之间的仇恨。好在郑宏德在上次之后也幡然悔悟，做出了和他同样的选择。只是郑佩佩听了之后，双眼中的怒火几乎都要喷出来。郑元奎看到他不听劝，叹息一声，转身离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怎么选择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郑佩佩一脸愤恨地看着离开的郑元奎，他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郑元奎。他怎么敢放弃报仇？郑佩佩突然想到秦孝武之前跟他所说的话，他当时还拒绝了，不想伤害郑元奎，可是现在他恨不得自己亲自动手。他去找到秦孝武，跟他说了一下之后，就重新找上郑元奎说道，元奎，你之前说的对，我的确是不应该一直活在仇恨之中，我已经想明白了，我会忘记秦孝武，专心照顾秦云和秦雪。郑元奎闻言高兴地说道，姐你能想明白那就太好了，你还年轻，只要你放句话出去，肯定会有大把的人过来追求你的。对了姐，你不会专门跑来跟我说这个吧？当然不是，我其实是有件事情想要你帮忙。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最近这2天秦云和秦雪2个人每天晚上都会跑出去，神神秘秘的，我也不知道他们2个在做什么，我只是知道他们晚上去了一个废弃的地铁站，可是那地铁站太黑了，我一个人不敢下去，所以我想要你陪我过去看看，弄清楚他们2个到底在做什么。郑佩佩把他早就想好的理由给说了出来。郑元奎不疑有他，既然是关系到2个侄女的，而且还是自己姐姐亲自来求自己，也不是什么大事，他自然不会拒绝，立刻说道，我这就跟你去看看。对了，这事情关系到秦云和秦雪，所以这件事情就你我知道，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了。姐你放心吧，我肯定会给你保密的。于是郑佩佩就带着郑元奎趁夜悄悄地离开了学校，没有让任何人看到。郑佩佩径直来到那废弃地铁站的入口说道，就是这里，我亲眼看着秦云他们2个从这里出来，只是太黑，我不敢进。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事的。郑元奎拍着胸脯说着，手上发出一道魔法光芒，率先钻了进去。郑佩佩紧跟其后。进入地下之后，郑元奎发现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脏乱差，反而有着人类活动的迹象。他不疑有他，还以为是秦云和秦雪2个人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呢。往前走了没有多远，看到前面出现了昏暗的灯光，还有一个人影。郑元奎以为是秦云或者是秦雪，立刻大声招呼说道，找到了，小云。小雪一边问着一边走了过去，不过他很快就察觉到不对，气息和体型都不对，更像是一个男人，而且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他立刻停下身来，长弓出现在手里，警惕地问道，你是什么人？那人缓缓转过身来，对着郑元奎微微一笑，开口说道，元奎别来无恙啊，你秦孝武？
你还活着？郑元奎满脸震惊。嗖！就在这时，周围的阴影中突然钻出来10几根黑色的锁链，一下就把他狠狠缠绕起来，还发出黑色的光芒，不断吸收他体内的力量，让他根本就无法挣脱。顺着锁链看过去，就看到一个有着紫色妖异瞳孔的男人，正是秦红。这黑色锁链就是他弄出来的。秦红，秦孝武，你们要干什么？郑元奎奋力挣扎着，可是根本就挣脱不开那黑色的锁链。秦孝武说道：“对不起了，元奎，我想要重新拥有力量，只能出此下策了。”郑元奎从秦孝武身上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知道自己危险了，自己挣脱不开，突然想到还有郑佩佩呢，连忙转过身去，看着郑佩佩大声喊道：“姐，快救我！”郑佩佩眼中出现了一丝不忍，不过马上狠下心来，低下头不敢看郑元奎的眼睛，说道：“对不起。”随后掉头跑了出去。郑元奎顿时陷入绝望之中，他全都明白过来，他竟然被他的姐姐给出卖了。郑佩佩一口气跑到入口，整个人扑倒在地痛哭起来，想到自己刚刚害了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心中一股深深的自责升起来，狠狠地朝着自己的脸上扇了好几巴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减轻一些负罪感。哭了一会之后，郑佩佩赶紧远离这个地下车站，他再也不想进入那个黑暗的地方了。即便是秦孝武亲自叫他，他也不会回去，他甚至也不敢回家，因为怕回忆起郑元奎。郑佩佩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连什么时候下雨了都没有注意到，就那么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淋雨。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突然一把雨伞出现在郑佩佩头上，帮助她遮住了一片天空，身边还有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身影。郑佩佩茫然地抬头看向对方，顿时就看到了一张帅气而又熟悉的脸，正是秦孝武。他此时好像是经过一番梳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上穿着得体的西装，还披着黑色风衣，对着郑佩佩微微一笑，那样子就好像是上海滩里的许文强一样，简直不要太帅。郑佩佩顿时就被迷住了。第244章团聚。就是这张脸，10几年前她就是被这张脸给迷住，然后不顾一切地嫁给了秦孝武。没想到10几年了，这张脸依然没有任何变化。郑佩佩伸出手来，颤巍巍地抚摸向秦孝武的脸庞，结果真的摸到了，是实实在在的身体，不是虚无的魂体。萧孽，你的身体。秦孝武微微一笑，说道：“我现在已经重新晋升超凡，这副身体很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说完之后，还把风衣给郑佩佩披上，一副绝世好男人的样子，轻声责怪说道：“都这么大人了，怎么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呢？如果被雨淋坏的话，我会心疼的。”郑佩佩顿时感觉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其他的所有事情都不重要了，她幸福地扑进秦孝武的怀里，感受着这一份世间独有的幸福。随后，秦孝武带着郑佩佩去了他们自己买的一栋别墅，这是他们两个自己偷偷买的，为的就是过他们两个的2人世界，所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而且位置偏僻，绝对不会有人找到他们。一阵云雨之后，郑佩佩满足地躺在秦孝武的胸膛上，用手指在他胸膛上画着圈圈。孝武，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我现在还不能回去。秦孝武说着。为什么？你现在不是都已经好了吗？到时候就说只是受伤，现在养好伤就好了。郑佩佩坐起身来，一脸疑惑地说着。秦孝武说道：“我现在是鬼神之体，虽然可以变化成和活人差不多，普通的超凡1阶也看不出来，但是你父亲是超凡3阶，以他的眼力，只要我出现在他面前，他立刻就能看出我的底细来，到时候我没有办法解释，再联想到那么多人莫名失踪，我很快就会暴露的。”郑佩佩闻言，心情有点失落，她只想他们一家4口赶紧团聚。那咱们女儿呢？你难道就不想他们吗？当然想了，我做梦都想见到他们。秦孝武说着，虽然我不能回去，但是你可以找一个理由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只要不让别人看到就好了，反正这里非常隐蔽，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可以过得非常快乐。郑佩佩闻言，顿时就再次高兴起来，说道：“这个主意好，我回头就悄悄地带他们过来。这些天他们两个也吃了不少苦头，我想当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惊喜。”我会给他们一个惊喜的。第2天，郑佩佩就回家去了，因为郑元奎是昨天才失踪的，所以还没有引起郑家人的注意。郑佩佩松了口气，她在想到郑元奎的时候也会伤心，甚至还会掉落1、2滴眼泪。不过只要想到秦孝武，尤其是昨天一整夜的缠绵，她就直接把郑元奎给丢到了脑后，脸上甚至还浮现出一抹红晕来。她找到秦云和秦雪，秦云正在给秦雪讲解超凡的知识，秦雪在秦云的帮助下已经完成了晋升超凡的任务，虽然只是最简单的，可是也已经可以晋升超凡了。秦雪打算过几天准备好之后就正式冲击超凡。不过这个时候，郑佩佩拉着他们说是要出去散心。秦云和秦雪本来不想去，他们现在也是满心的想着赶紧提升实力，然后给他们父亲秦孝武报仇。不过看到伤心了这么长时间的郑佩佩，
今天似乎兴致不错的样子，他们也只好答应陪郑佩佩出去散心。郑佩佩拉着两女转了好几个圈之后，确认后面没有人跟着，他这才带着两女赶往别墅。妈，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呀？秦云看着已经快要出城了，不禁疑惑地问着。去一个好地方，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喜等着你们呢，到了你们就知道了。秦云还要继续问，可是郑佩佩却是什么都不说了。两女互相看了一眼，都是满眼疑惑，不过也没有什么担心，反正他们今天就是陪郑佩佩散心的，郑佩佩怎么高兴怎么来就是了。不一会就到了别墅，郑佩佩停下车，拉开车门，高兴地对两女说道：好了，我们到家了。啊，到家？妈，你这什么时候在这里还安了一个家啊？秦云和秦雪看着郑佩佩一脸高兴的样子，很是疑惑。之前还那么悲伤的一个人，这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高兴？而且这还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家，他们是越想越奇怪。郑佩佩叮嘱说道：不要瞎想了，你们所有的疑惑等下都会解开，还有一点，不管等下你们看到什么，都必须要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跟外界联系，尤其是你们外公，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明白吗？明白。两女点了点头。郑佩佩这才拉着他们走到门口。这个时候大门从里面打开，欢迎宝贝们回家。一个帅气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展露出和煦温暖的笑容，对他们说着。秦云和秦雪两个人都看懵逼了。你，他们两个都是一脸震惊的看着秦孝武，以为在做梦。怎么了你们，连爸爸都不认识了吗？秦孝武一脸温和的说着。你真的是爸爸？如假包换。秦孝武张开手臂说道。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难道不想爸爸吗？秦云和秦雪他们看了一下郑佩佩，郑佩佩点了点头。秦云和秦雪两个人立刻哭着扑到秦孝武的怀里。爸，我还以为你……秦雪哭着说着，以为我死了是吧？哈，爸爸才不会那么容易死呢。好了，不要哭了，爸爸给你们做了好吃的，我们进去吃吧。随后他们一家四口进入别墅，欢声笑语不断，一副温馨幸福的样子。之后的几天，秦孝武一直都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之前被杀死的事情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享受幸福生活之余，秦孝武还给秦雪讲解晋升超凡的要点和难点。有秦孝武、秦雪、郑佩佩这三个超凡同时给他传授经验，秦雪对晋升超凡充满了信心。几天后，他也终于顺利晋升超凡。第245章，秦孝武，你要对我做什么？太好了，我也晋升超凡了。秦雪一脸兴奋地说着。恭喜！秦孝武、郑佩佩、秦云都为他高兴。这下咱们一家四口全部都是超凡，今天绝对要好好的庆祝一下才行。秦孝武高兴地说着，他还主动承担了做饭的工作。郑佩佩想要帮他，都被他严词拒绝了，只等着吃就行了。秦孝武的厨艺也的确是非常好，不一会就有一大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做好，让人食欲大开。快来吃饭了，我的三个宝贝们！秦孝武准备好一切之后，这才脱下围裙，请郑佩佩、秦云和秦雪三人去吃饭。来了，爸爸，你做的菜好香啊，我早就想吃了。那就多吃点。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坐在一起吃饭，秦孝武还频频给他们三个夹菜，尽显父爱和丈夫的温柔。郑佩佩一脸幸福，她觉着之前做的那些事情全都值了。秦孝武打开一瓶珍藏的红酒说道：这么高兴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来，今天我们一起喝一杯。给三人都满上之后，一起举起酒杯碰了一下，大喊着干杯，然后一饮而下。秦孝武看着他们喝下猩红的酒液之后，嘴角微微勾起，他之前一直都在笑，那样的笑让人很舒服，可是现在这个笑容却是让人看了之后就会非常不舒服。只是郑佩佩、秦云、秦雪他们喝了之后就感觉头晕目眩，他们眼里的东西都开始模糊，就算是发现秦孝武此时的笑容诡异，也已经晚了。迷迷糊糊中，郑佩佩看到秦孝武一个人自斟自饮，根本就没有管他们有没有醉。这个时候竟然又有一个人推门进来，似乎是秦红。郑佩佩心中大惊，因为这么长时间她一直以为这座别墅只有他们一家四人，再也没有外人进入，谁知道秦红竟然也在别墅里面。只是她此时脑袋昏昏沉沉，什么都做不了，眼前一黑就昏死过去。不知道过去多久，郑佩佩缓缓苏醒过来，她感觉头晕目眩，想要揉揉额头，刚刚抬起手来就感觉到手腕上非常沉重，似乎是有什么东西。低头一看，竟然是一条黑色锁链，不只是手腕，还有脚腕、脖子上都有锁链锁着。郑佩佩顿时大惊，她奋力挣扎，想要挣脱锁链，可是这锁链不是简单的钢铁打造，上面还有奇异的力量，一旦她动用体内的力量就会被吸走，也就是说被这锁链锁着，她就相当于是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挣脱这锁链。她看了一下周围，发现这是一个封闭的房间，没有窗户，
还有一些潮湿，似乎是地下室。自己怎么会被锁在这里呢？记得之前自己一家4口还在其乐融融的吃饭，为什么一睁眼就被囚禁了呢？对了，孝武在哪？他一定可以救自己。孝武，秦孝武！郑佩佩大声喊着。不一会，厚重的铁门吱呀一声，有人正在开门。郑佩佩整个人都紧绷起来，不知道门后的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绑架自己？很快门开了，进来的人正是秦孝武。孝武，你来了，快点给我打开这锁链，不知道是谁把我绑架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他。郑佩佩焦急地说着。秦孝武却是一脸微笑地站在他面前，并没有帮他解开锁链。秦孝武，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帮我解开？郑佩佩察觉到了一丝异常，有些担心地对秦孝武问着。老婆，是我把你绑在这里的。秦孝武微笑说着。如果只听语气的话，还以为秦孝武在说情话。郑佩佩听了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秦孝武，你是在玩什么 BT 游戏吗？我告诉你，我很不喜欢，你快点放开我，不然的话我真的要生气了。秦孝武脸上微笑不变。老婆，我要做的事情的确是有点 BT， 不过不是游戏。你之前不是说过想要我们一家4口永远都不分开，永远在一起吗？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之后我们一家就会永远在一起，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了。看着秦孝武那一张皮笑肉不笑的脸，还有他所说的话，郑佩佩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一脸惊恐地问道：秦孝武，你到底要做什么？你不会是想要像对待郑元奎那样对待我吧？秦孝武，我可是你老婆，你说过你会永远爱我的，我也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竟然要这么对我？不，老婆，你想错了。秦孝武竖起一根手指摇了摇说道：郑元奎只是我晋升超凡的养料，他现在已经彻底死了，你是我老婆，我怎么可能舍得让你死呢？我说了，我们一家会永远在一起，你如果死了，那还怎么叫永远在一起呢？既然不是杀我，那你究竟要对我做什么？嘿嘿，当然是把你变成和我一样的鬼神了。秦孝武咧嘴笑着说着。什么？鬼神？没错，我之前驾驭的寒冰之鬼神其实也是我的女人，而且还是秦风那小畜生的母亲，就是我亲手把她制作成了鬼神，不但提升我的实力，还可以永远在一起。只是没想到出了秦风这个变数。他话锋一转，看向郑佩佩说道：不过还好我还有你，你以后可以代替他的位置，成为我新的寒冰鬼神。你这个魔鬼！郑佩佩听了之后浑身毛骨悚然。他只是知道秦孝武是一个御鬼师，可以驾驭鬼神，也知道那寒冰之鬼神，可是却不知道这鬼神是怎么来的，还以为是一种特殊的怪物呢。现在知道之后，顿时整个人都陷入了恐惧之中。最重要的是，秦孝武竟然要把他也做成鬼神。哈哈，老婆，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魔鬼，不过你也不差，你之前至少杀了上百人，夺取他们的魂魄吧？还有你弟弟郑元奎，也是你亲手葬送，你也是一个心肠恶毒的魔鬼哦。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简直是太配了。第246章，秦孝武，你不是人。秦孝武，我之所以那么多，都是为了你，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没想到你竟然要这么对我，你绝对不得好死。郑佩佩一脸绝望地咒骂着。老婆，不要这么说嘛，我这可是在实现你的愿望，让我们一家4口永远在一起。秦孝武完全没有把郑佩佩的咒骂放在心上。听到秦孝武的话之后，郑佩佩突然一怔，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眼中涌出了更多的担心。秦孝武，你说什么？我们一家4口永远在一起？你不会是连小云和小雪都不放过吧？不愧是我的老婆，果然聪明。没错，小云和小雪他们是双胞胎，而且都已经晋升超凡，这可是上好的制作鬼神的材料啊！他们一旦成为鬼神，就会2人一体，成为最稀有的双生鬼神，拥有非常强大而诡异的能力。有了他们，我的实力肯定会比之前更强，到时候就算是秦风那小畜生也不会是我的对手。哈哈！听到秦孝武的话，郑佩佩一脸的惊悚和不敢置信，她仿佛是第一次见到秦孝武一样，觉着这个男人无比陌生。秦孝武，他们可是你的女儿，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他们？女儿？哼！秦孝武一脸不屑地说着。女儿怎么了？女儿就更应该为他们的父亲奉献出自己的所有啊！不，秦孝武，你不能这么做，这可由不得你，你就好好欣赏一下我是怎么把他们变成鬼神的吧！哈！说完之后，秦孝武拉开了正对面墙上的窗帘，出现了一个占据大半面墙壁的透明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对面的房间里面和他一样被铁链锁着的秦云和秦雪2姐妹，她们此时也都苏醒过来，而且都是一脸震惊，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被囚禁起来。小云、小雪！郑佩佩立刻大声呼喊，不过声音并不能传到对面，而且这玻璃好像是单面玻璃，只能从他们这边看到对面，对面却不能看到这里。秦孝武对郑佩佩说道：他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也是时候进行下一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好戏吧。
秦孝武说着，就在郑佩佩身边坐了下来。秦孝武，他们可是你的女儿，你到底要对他们做什么？郑佩佩声嘶力竭地质问着。可是秦孝武微笑不语，就当没有听到。他打开通讯，说了一句可以开始了。随后郑佩佩就看到秦云和秦雪的房间被打开，然后走进去了几个身形健壮的大汉。他们都是一脸淫邪地看着秦云和秦雪两姐妹，甚至开始用他们那长满了黑毛的脏手伸向两女。不，秦孝武，你疯了吗？他们是你女儿，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快点让他们停手！郑佩佩声嘶力竭地在秦孝武耳边大吼着，双眼通红，青筋暴突。可是即便是他几乎喊破了喉咙，秦孝武脸上的微笑始终都没有一丝改变。足足2个小时，那几个男人才心满意足地离去。秦云和秦雪两个人披头散发，非常狼狈。郑佩佩此时双眼通红，泪流满面，脖子、手腕、脚腕上的皮肤都因为剧烈挣扎而破损，鲜红的血肉暴露出来。可是他却是浑然没有感觉到疼痛一样，只是一双血红的眸子恶狠狠地盯着秦孝武，喉咙里面发出嘶哑的声音：“秦孝武，你这畜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要把他们炼制成鬼神，这只是必要的步骤而已。”秦孝武终于开口说话了。之前的2个小时，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非常享受的样子。对于郑佩佩的吼叫，对他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现在结束了，才回应郑佩佩：“你这畜生，我就算是变成鬼，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郑佩佩咬牙切齿地说着。他现在对秦孝武只有滔天的恨，之前有多爱秦孝武，现在就有多恨。不只是恨秦孝武，还恨他自己，恨他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秦孝武的真面目，恨他为什么还要帮着秦孝武杀人夺魂，甚至还亲手葬送了他的弟弟郑元奎。如果早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话，就算是打死他都不会帮助秦孝武的，甚至还会帮助秦风一起弄死秦孝武，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可是都已经晚了，心中的恨意如同滔天洪水一样，几乎要把他自己的意识给淹没。但是同时，这滔天的恨意又让他保持着绝对的清醒，恨不得立刻把秦孝武碎尸万段。看着咬牙切齿的郑佩佩，秦孝武却是非常满意，仿佛是在欣赏自己的作品一样，得意地说道：“嘿嘿，之前秦风那小畜生的母亲也是跟你一样恨我，最后不是照样被我炼制成鬼神了吗？你以后也会和他一样的。”哈哈，我们还是继续看戏吧，现在还没有结束呢。什么？郑佩佩一惊，本来以为结束了，可是竟然还有。果然，秦云和秦雪的房间再次被打开。不！郑佩佩嘶声吼着。秦云和秦雪不知道被蹂躏了多少次，他们每一次都极力挣扎反抗，他们会用指甲抓，用牙齿咬，用他们仅有的手段去攻击，可是换来的只有殴打和更惨烈的蹂躏。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因为他们的心里一直都存有一丝希望，这一丝希望就是秦孝武。他们坚信秦孝武会找到他们，然后营救出他们。所以每一次被蹂躏完毕之后，他们都会对那些蹂躏他们的人说：“我父亲不会放过你们的。”不过换来的却是那些人嘲讽的大笑。郑佩佩虽然没有经受这些，可是她却是比秦云和秦雪还要绝望。此时她的双目完全变成血红色，头发完全变成白色，她的眼睛一直恶狠狠地盯着秦孝武，秦孝武走到哪里，她的眼睛就转到哪里。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那么秦孝武已经被他杀死了几千几万次。他的喉咙因为嘶吼的时间太长，已经完全破碎，只能发出沙哑模糊的声音，而且每次发声都会有鲜血流出来。即便如此，他依然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秦孝武仔细听了一下，竟然是3个字：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秦孝武嘴角勾起，对现在郑佩佩的状态非常满意。他又看了一下秦云和秦雪，淡淡说道：“火候差不多了，现在也该我出场了。”第247章炼制鬼神。姐，我受不了了，我想死。秦雪近乎绝望地说着。小雪，坚强一点，我相信父亲一定会找到我们，把我们救出去的。到时候所有欺负过我们的人，我们都要千百倍的报复回去。我听姐的，我也相信父亲一定会来救我们的。秦雪擦了一下眼泪说着，突然她听到有脚步声靠近，顿时再次紧张起来。那些人不会又来了吧？2个人都紧盯着房门。吱呀一声，铁门打开，秦孝武走了进来。秦云、秦雪两姐妹顿时喜极而泣，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的父亲终于来救他们了。爸爸，真的是您的？您终于来救小雪了吗？秦雪喜极而泣地说着。即便是更加坚强的秦云，此时也是流出眼泪。只是秦孝武进来之后，并没有要帮他们解开锁链的意思，反而是一脸微笑，静静地看着他们，目光什么还在他们裹露的身体上扫过。爸爸，你不是来救我们的吗？秦雪一脸天真。父亲。秦云也感觉到了秦孝武的异常，尤其是他的眼神非常陌生，而且淫邪，和之前欺负他们的那些人如出一辙，甚至还要更加邪恶。救你们？秦孝武笑了笑说道，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们被囚禁在这里，就是我做的，还有之前欺负你们的那些人，也都是我让他们来的。什么？秦云和秦雪两个人如同五雷轰顶一样，整个人都傻了。他们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孝武，难以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真的。爸爸，你在说什么？你是在骗我们的吧？还是说现在这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秦雪狠狠地拍打脑袋，想要把自己拍醒，可是没有用。这一切都那么真实，不相信吗？我把他们都给叫过来。秦孝武拍了一下巴掌，顿时10几个大汉鱼贯而入，正是之前欺负他们的那些人。他们进来之后就老老实实地站在秦孝武后面，齐声喊：主人！铁证如山。秦云和秦雪不相信也得相信了，他们完全崩溃了。之所以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坚信秦孝武会救他们出去。谁知道真相揭开之后，带给他们这么多耻辱的，竟然就是他们最爱的父亲。为什么？你可是我们的父亲，之前那么疼爱我们，难道都是假的吗？当然是假的。秦孝武得意地说着，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我自己，我所追求的也只是自身实力、家庭、婚姻、子女、爱。哈哈，这些于我来说都是垃圾。我之所以养你们长这么大，还浪费感情爱你们，也都是为了今天。你们可是上好的炼制鬼神的材料啊！哈哈。秦云和秦雪两个人看着得意狂笑的秦孝武，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秦孝武，我们恨你！秦云和秦雪两个人都用仇恨的目光看着秦孝武，秦孝武却是哈哈大笑，更加得意。哈哈，恨吧，怨恨越多越好！哈哈哈。狂笑声中，秦孝武变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鬼神，这才是他现在的本来面目。之前那种西装革履的样子，不过是他幻化出来的而已。伸出青色的鬼爪，对着铁链轻轻一划，束缚住两姐妹的黑色铁链就被划断。秦云和秦雪一愣，没有了这黑色铁链的束缚，他们超凡者的力量迅速恢复，立刻就朝着秦孝武杀了过来。秦孝武嘿嘿怪笑，一爪子就把他们打飞出去。你们都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竟然还妄想杀我，还是乖乖的被我炼制成鬼神吧。炼魂阵，切！秦孝武身上的鬼气涌出，顿时一个散发出黑紫色光芒的阵法被激活，阵法的力量遍布了整个房间，把秦云和秦雪都给笼罩其中。原来这整个房间中早就被秦孝武布置了炼魂阵，而这个阵法是专门用来凝练鬼神的阵法，是御鬼师的核心能力。鬼火炼体，起！秦孝武挥手之间打出了一道火焰，顿时整个炼魂阵中熊熊的烈火燃烧起来。秦云和秦雪两个人被烈火烧得皮肉崩裂，惨叫不已。不过他们都是超凡者，生命力强大，虽然被烈火烧得非常痛苦，可是一时半会并没有生命危险。这也是秦孝武想要的，想要炼制出实力更加强大的鬼神，至少要用鬼火炼体3天3夜才行。这还只是最基本的，炼制的时间越长，以后炼制出来的鬼神实力也会越大。两姐妹对着秦孝武破口大骂，随着烈火持续不断的对他们造成大量的痛苦，他们对秦孝武的怨恨也在急速提高。秦孝武却是越发高兴起来，他做这么多事情就是为了让他们怨恨自己，因为怨恨才是鬼神是否强大的根本。而另一边的郑佩佩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她声嘶力竭的咆哮声，眼中流出血泪，最后血泪都流干了。她身上逐渐涌现出一股冰冷的怨恨，整个房间都变得如同冰窖一样寒冷刺骨，她身上的怨气更是开始凝聚成一丝丝肉眼可见的黑色气息。正在用炼魂阵炼制两姐妹的秦孝武感受到郑佩佩身上的变化之后，朝着她看了一眼，顿时大喜，怨恨成型。哈，真不枉费我浪费了那么多感情，还没有开始炼制，怨恨就已经开始凝聚，只要炼制成功，绝对是非常强大的鬼神。秦孝武继续炼制秦云和秦雪两姐妹，足足炼制了7天之后，这两姐妹也活生生的被烈火焚烧了7天时间。她们此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浑身漆黑，还有大量的黑色怨气从身体中溢散出来，把火焰隔绝开。最后这些怨气越来越多，甚至开始液化，一滴滴的滴落到他们脚下，在他们脚下形成了一滩黑色的粘稠液体。哈，怨气化液，这比我之前的任何一个鬼神都要更加强大啊！秦孝武见状，哈哈大笑，得意至极。第248章重回河阳城。之前的几个鬼神刚刚炼制出来的时候，也只是有着浓郁的怨气而已，距离怨气化液还有一段距离。现在这两姐妹炼制7天时间，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之后，终于远远超过之前，给了她很大的惊喜。只是此时这两姐妹手牵手，两双血红阴冷不带有丝毫人类感情的眸子死死地盯着她，只要突破阵法的禁锢，她们就会第一时间杀死秦孝武，把他们受到的所有的痛苦全部都还给秦孝武。嘿嘿，想杀我可没有那么容易，你们都是我实力的一部分，还是乖乖的认命吧。
鬼火炼魂。这次炼魂阵中的火焰变成了幽蓝色的鬼火，这些鬼火似乎是专门针对魂体的。两姐妹身上的怨气沸腾，眼中再次浮现出痛苦之色。不久之后，她们眼中的怨恨消失，变得浑浑噩噩。她们的意识被抹除，变成了单纯的拥有强大力量的鬼神。哈哈，终于成功了！御鬼术，给我契约！秦孝武打出了一道印记，进入两姐妹的额头之中，顿时成功契约二人。两女的力量立刻反哺秦孝武，让秦孝武的实力迅速提升。随后他看向郑佩佩，此时郑佩佩身上笼罩着浓郁的黑色怨气，整个人都已经没有了活人的气息，更像是一个女鬼。秦孝武非常高兴，还没有开始炼制，就已经快要成为鬼神了。这要经过炼制之后，岂不是比两姐妹还要厉害？自己拥有了这三只鬼神，实力重新提升到超凡3阶之后，再次遇到秦风那小畜生的话，肯定可以直接碾压。然而这些事情都是在秦风离开鲲鹏城之后发生的，他对此是一点都不知道。秦风大仇的报，连超品格装备店也转给了刘波，现在可以说是无事一身轻。从鲲鹏城出来之后，他就朝着河阳城而去。那毕竟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虽然绝大多数的记忆都是悲惨和痛苦的，可是他还是想要回去看一下。很快河阳城就出现在他面前，看着那熟悉的城墙和城门，秦风心中唏嘘不已。前世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逃离这里，因为这个地方对那时的他来说就是一个地狱。可是现在他不但成功逃离，而且还回来了。以他现在的实力，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让他害怕了。不过秦风不想惊动任何人，他只是想要回来看看而已。戴上一个面具，秦风顺利地进入河阳城，走在熟悉的街道上，还是和之前一样，店铺什么的都没有变。但是秦风却是有一种感觉，似乎又有什么变化，只是他暂时还没有发现。不知不觉中，秦风就走到了秦府门口。只是当他看到秦府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原本气派的大门已经被打破，里面的房屋也是变成了一片废墟，野草都长出来了，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这是秦府？秦风一脸诧异。他之前走的时候，虽然击杀了很多秦家的高手，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秦家作为河阳城第一家族，怎么着也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就破败成这样。再说了，他当时走的时候，秦家还有很多人并没有斩尽杀绝，年轻一辈中还有很多人考进了鲲鹏大学之中。有着这些人在，还有秦孝武的威名，其他家族也不敢对秦家出手啊。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秦家都彻底败落了。秦风带着满脑子的疑惑继续往前走，到了十字路口的一座茶楼，秦风驻足观看。他记得这茶楼原本是秦家的茶楼，叫做大秦茶楼，可是现在却是变成了吉祥茶楼，这明显是换了主人。这下秦风终于知道这河阳城的变化是什么了。秦家人不见了。原本秦家人都是河阳城中的霸主，谁见到他们都要避让，秦家的门店也是最多的。可是现在他一个秦家人都没有见到，这就是最大的变化。秦风走进茶楼，找了一个没人的桌子坐下，立刻就有服务生过来询问秦风喝点什么茶。秦风要了一壶最贵的龙井，还有几个小点心。那服务生顿时非常热情的招待，很快就把茶水和点心送上，并且还殷勤的询问还需要什么服务。秦风问道：我刚刚路过秦府，看到整个秦府都完全破败了，秦家不是河阳城的第一家族吗？他们秦府怎么破败成那样了？还有秦家人呢？我进城之后一个秦家人都没有见到，他们是去了别的城市了吗？听到秦风的话之后，服务员明显变得警惕起来，甚至眼中还有着一丝害怕。对不起客人，我是刚来的，不知道什么秦家，您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对不起。说完之后掉头就走，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逃跑。别走啊！秦风拉住了他，拿出一堆金币，至少有上千枚。服务员看到之后顿时双眼发光。回答我的问题，这些都是你的。服务员明显心动了，他咬了咬牙，小心地问道：不知道客人和秦家是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我是鲲鹏大学的学生，我们副校长秦孝武据说就是河阳城秦家之主，刚好路过就想过来看看，谁知道只看到一个废墟。我和秦家真没有什么关系，就只是好奇，你大可不必担心会招惹麻烦。秦风说着，服务员听了也不再害怕，看在金币的份上，我随口一说，您随耳一听，但是千万不要往外传啊。明白。服务员左右看了一下，看到没有人注意他们这边，这才低声说道：秦家被人灭了满门。什么？被灭满门？秦风听了一脸震惊，声音都提高了8度。服务员赶紧让秦风小点声，还好现在茶楼里面没有几个人，不然的话服务员怕是要被吓跑了。秦家是什么时候被灭满门的？你知道是谁做的吗？秦风继续问着。就是半个月之前的事情，
至于是谁做的吗？我可不敢说。您不想招惹麻烦的话，我劝您也别问了。服务员说完之后，拿着金币就要走。看来这1000金币也只够听到这些了。于是秦风再次拿出1000金币来。服务员一脸纠结，最后还是经不住金币的诱惑，低声说道：“灭秦家满门的也是秦家之人。”什么？是秦家人灭了秦家满门？秦风再次被震惊。不过他很快就狐疑起来，这服务员不会说是自己灭了秦家满门吧？没错，那到底是谁？服务员先是往周围看了一下，这才说道：“是秦红。”第249章物是人非。秦红。秦风有点吃惊，秦红在鲲鹏大学里面的遭遇和转变，他是亲眼所见的。本来以为他把怒火撒到秦姓那些人身上就会结束，谁知道这家伙心这么黑，竟然直接跑回来灭了秦家满门，比他都狠。没错，就是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秦红突然从鲲鹏大学回来，还特意把秦家所有人都给召集到秦府之中，随后就大开杀戒。那一整晚的时间，全程都能听到秦府之中传出的惨叫声。第二天等官府的人赶到的时候，只能看到满地的死尸和已经变成废墟的秦府。那秦红呢？他有被官府抓起来吗？秦风开口问着。他之前虽然回去了一趟鲲鹏大学，不过并没有见到秦红，所以并不知道秦红现在的境况。抓？官府倒是想来着，如果秦红只是普通人的话，那肯定直接抓了。但是当官府赶到的时候，那秦红刚好就晋升为超凡强者。据说当时秦红就是坐在那些秦家人的尸体上晋升的超凡，那庞大的超凡气息覆盖了整个河阳城，官府的人还怎么敢抓他？哦，这家伙竟然已经晋升超凡了。秦风听了之后稍稍有些惊讶。就在这个时候，他体内几乎都已经快要完全沉寂下去的半颗恶魔之心竟然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似乎是有自己的意识，听到了秦红的事情就被激活了。秦风压下恶魔之心的躁动，心里有着明悟。秦红之所以能进境如此迅速，还一口气杀了秦家满门，应该都和恶魔之心脱不开关系。他转职的复仇者原本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隐藏职业而已，但是现在看来绝没有那么简单。那服务于说完之后也不由得感叹起来，说道：“哎，这秦家说起来也是人才济济，秦孝武就不说了，整个秦家都是因他而崛起，后来又出了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秦风，据说现在也已经晋升超凡，在鲲鹏大学里面也是风云人物。现在又出了一个秦红，这加起来就是3个超凡，一门3超凡，堪比顶级超凡家族了。只是这秦家也真是够悲催的，秦孝武晋升超凡之后几十年不回家，秦风更是一出头就立刻和秦家翻脸，杀了500多人，精英几乎被杀光。现在秦红更狠，直接把秦家灭门。哎，这大家族的事情我是真的看不懂啊。”他看向秦风说道：“这位客人，我劝你还是远离秦家吧，这秦家的水太深了，一般人真把握不住。”谢谢。秦风感谢说着，他知道服务员是出于好心才这么说的，不过如果他知道自己身份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这个时候一阵臭气吹过来，秦风皱眉看去，就看到一个浑身脏兮兮的老乞丐走了进来。他应该很饿了，眼睛死死地盯着一桌已经吃了一半的饭菜上，一根黑乎乎的手指放在嘴里，哈喇子都流了出来，那臭气真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这顿时就引起了茶楼中所有人的注意，很多客人立刻就抱怨起来。服务员见状赶紧跑过去推搡着老乞丐说道：“老秦头，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想吃剩菜的话就在对面等着去，不要进来我们茶楼。你如果再敢进来影响到客人的话，以后剩饭剩菜都没有了，听明白了吗？”老乞丐被训斥的像是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嘴里喊着也在外面等着去。说着，服务员就把老乞丐推了出去。只是这老乞丐被推出去之后，虽然不敢再进来了，可是却是趴在窗户边上，还在盯着临窗的那一桌饭菜。那一桌上是几个中年人，他们见状干脆打开窗户，拿起一个鸡腿对老乞丐说道：“老秦头，想吃吗？”“想。”老乞丐猛点头，眼睛一直紧盯着那个鸡腿。“想吃的话就给我学一下狗叫，让我高兴了我就把这鸡腿给你。”汪汪汪汪汪汪！老乞丐立刻趴在地上，像狗一样汪汪叫。顿时那几个中年人都是哈哈大笑。“哈哈，不错，真是好狗，来，这是也赏你的。”那中年人还算说话算话，直接把鸡腿扔给了老乞丐。老乞丐立刻从地上捡起沾满了泥土的鸡腿，开始大口撕咬起来。那几个中年人见状都哈哈大笑起来。“对不起客人，刚刚没有影响到您吧？”服务员把老乞丐赶出去之后，就挨个进行道歉，服务态度非常到位。此时这服务员就到秦风这里给他道歉。“没有。”秦风摆了摆手，看向那有些熟悉的老乞丐说道：“我问一下，那老乞丐是什么人？”“老秦头啊，他原本是秦府的大管家秦志高，虽然也是姓秦，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秦家人，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吧，所以在秦家被灭门的时候，他幸存了下来。只是虽然活下来，却是变得疯疯癫癫，变成了乞丐。秦志高听到服务员的话之后，秦风眉头微皱，再次朝着那老乞丐看去。虽然对方蓬头垢面，可是依稀还能看出来，他就是秦志高。真没想到这家伙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本来秦志高也是自己的仇人，他变成如今这般模样，秦风应该高兴才对。可是秦风却是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心里五味杂陈，甚至有点堵得慌。上好的龙井茶变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服务员，打包一份烧鸡给他送去吧。秦风说着。啊！服务员一愣。秦风说道：放心，钱我来付。客人您真是好心啊，我这就给他送一只烧鸡去。说完之后，服务员就很快打包了一只烧鸡给秦志高送去了。他拉着秦志高指着秦风说道：老秦头，这烧鸡是那位好心的客人送给你吃的。秦志高一边大口撕咬着烧鸡，一边顺着服务员的手指朝着秦风看过来。两人的目光一对视，秦志高突然像是被人点了穴一样僵在原地，烧鸡也不吃了，眼睛里面开始浮现出恐惧的神色。第250章再见班主任。老秦头，你怎么了？服务员看到对方突然愣住，一脸懵逼，叫了2声都没有回应，用手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秦志高却是仿佛受惊的驴子一样跳起来，烧鸡都扔了出去，一脸惊恐地看着秦风。秦风，是秦风来了，他来杀我了，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一边喊着，一边跌跌撞撞地跑远了。秦风见状不由得也是一愣，自己戴着面具只露出一双眼睛，没有想到秦志高只是看了自己一眼，就直接把自己给认出来了，还被吓跑。早知道的话，就让服务员等自己走了之后再把烧鸡给他了。此时服务员是一脸懵逼，看着秦志高跑远，他搔着脑袋，不知道为什么秦志高会突然发疯跑掉。他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么害怕？对了，他刚刚似乎是说了一个名字，叫什么来着？秦风？我擦，秦风！服务员猛地一惊，他吞了口水，冷汗都出来了。那个戴面具的客人不会就是秦风吧？他和秦红一样，都是杀人魔王啊！自己之前跟他说的那些话，他不会连自己也杀了吧？服务员身体僵硬的缓慢回头，想要看一下秦风是否生气，可是刚转过头来，就看到秦风已经站起身来，朝着他走过来。服务员更害怕了，还没有等秦风开口，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涕泪横流的说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就是秦风，我之前那些话都是胡说的，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3岁小孩，求求您别杀我。服务员这一下的动静顿时就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人，他们都纷纷朝着秦风看过来，顿时眼中也出现了狐疑和一丝恐惧。秦风的大名他们也都是知道的，虽然现在他戴着面具并不能确认身份，可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万一真是得罪了秦风，后果可不是他们能承受的。尤其是之前那几个让秦志高学狗叫的中年人，此时更是吓得冷汗频出，双股战战。秦风把服务员拉起来说道：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秦风，也不会杀你。不过那服务员低着头浑身打颤，哪里会相信秦风的话。秦风拿出1万金币交给服务员说道：以后秦志高再来的话，就给他一点东西吃吧。说完之后，秦风转身离开。服务员偷眼看去，直到秦风彻底从拐角处消失，这才重重的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刚刚那个真的是秦风吗？那几个中年人走到服务员身边问着。秦志高说的肯定不会有错。这几个中年人听了之后互相看了一眼，都是脸色难看，一口气买了好几只烧鸡和其他的肉菜，全部打包之后就朝着秦志高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他们是要把这些饭菜交给秦志高当做之前的赔偿，不然的话，万一秦风追究起来的话，他们就惨了。其实他们想多了，秦风才不会为了秦志高去追究他们，拿出那1万金币就是他善心大发了。至于以后秦志高会怎么样，他秦风已经懒得去管了，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离开茶楼之后，秦风朝着河阳高中的家属楼走去。这河阳城中他现在唯一还惦记的人就是他的班主任徐老师了，现在来一趟，怎么着也要过去看望一下班主任才行。不一会他就到了家属楼班主任的家，只是敲了好一会门也没有反应。这个时候旁边邻居的门打开，一个40多岁的女人走出来，一脸警惕地打量了一下秦风，问道：你找谁？你好，我找徐老师。你是什么人？找徐老师什么事情？对方更加警惕了。徐老师之前是我的班主任，我这次回来是想要探望一下他。原来是徐老师的学生啊。对方说着，明显警惕降低了，说道：你找错地方了，徐老师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这样，那不知道徐老师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在家属楼后面的小屋，
好像是106，你去那里找他吧。秦风道谢之后就快速离开，很快就按照对方所说的到了家属楼后面。他本来以为这里肯定也是和之前的家属楼差不多，甚至是更好的楼房。可是当他来到目的地之后，看到的却是一排低矮破旧的小屋。这些小房子明显已经上了年头，墙上的水泥都一块块的脱落，房门也非常破旧，还有很多修复的痕迹。秦风不由得皱眉，徐老师可是班主任，是学校专门特聘的优秀教师，家属楼的房子是早就分配给他的，怎么现在被赶到这个小屋里来了？这样的小破屋还能住人吗？秦风正要去学校里面找到徐老师，然后当面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徐老师的声音在秦风身后响起。秦风，秦风转过身来，就看到班主任徐老师走了过来，他赶紧摘下面具，说道：“徐老师，还真是你啊，秦风，你怎么来了？”徐老师一脸惊喜地说着：“我就是来看看您。你这孩子好不容易考到鲲鹏大学，现在正是应该好好学习的时候，争取尽快晋升超凡，怎么能胡乱跑呢？还是学业为主，知道吗？”“知道了，徐老师。”秦风乖乖的听训，不敢反驳。算了，既然回来了，那就在老师这里吃顿饭，休息一天，明天一早就尽快赶回去。老师还希望你尽可能晋升超凡，给老师争光呢。我会的。老师相信你，快点跟我进来吧。说完之后，徐老师就打开房门，推开老旧的房门进去了。秦风也跟着进去，打量了一下周围，看到这不过是一个20平米的小屋，里面满满当当，门口是做饭的灶台，中间放着饭桌，最里面则是一张床和一张书桌，非常拥挤，甚至连一个沙发都没有。徐老师拿了一个椅子给秦风坐下，随后就给秦风倒水。秦风开口问道：“老师，您原来不是住在教师家属楼吗？怎么会搬到这里？